玄天大陆。这是一片武侠的世界，有8属神秘莫测的唐门，以诡异暗器之法雄视蜀中。有武当山太极拳，一拳分2仪，2拳化4象，3拳开天门。有龙虎山天师手握天雷，身披金光，震慑妖邪。也有少林寺传奇藏经阁，深不可测的大师望穿秋水，独坐枯禅。而此刻，在泰山之巅，无数的名门大派、武林宗师正一脸凝重地看着那绝壁之间的抱琴青年叶天辰。今日你已经是无路可逃了，将天魔琴交出来吧！一位内力深厚的少林高公对着那绝壁青年一阵阵狮子吼一般的嗓音，试图以此来壮大自己的声势。叶天辰，摘星楼已经覆灭，这些年来，凭借天魔琴，你杀了多少武林中人，残害多少无辜百姓？今日我等名门大派围剿于你，还是莫要做无谓的挣扎才是。又一位道家天相老祖级别的人物开口对着青年平静开口说道。一阵阵清风拂过，可是绝壁之间的青年却是没有丝毫动容，缓缓抬起头，看着面前这群道貌伟然的家伙，叶天辰心中极为不屑。呵，你等说的倒是简单，说白了，不过是贪图我手中的天魔琴罢了。至于残杀无辜，那更是一个笑话。我摘星楼成立以来，接下的任务有多少是你们这些所谓名门正派发布？你们自己心里清楚，又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呢？对于这些家伙，叶天辰再清楚不过了。一出生，他叶天辰就被当作一个怪物，天生6指，被爹娘抛弃荒野。若不是上任摘星楼老楼主路过将叶天辰带回，他早就是一个死人了。从接触修炼开始，他就展现出来强大的天赋，16岁就成为江湖中一流的高手。16岁起，老楼主去世，叶天辰掌握摘星楼，获得现在手中的天魔琴，配上一部天龙八音，又是几年时间，他已经成为江湖最顶尖的高手了。奈何天魔琴之事暴露，加之摘星楼在老楼主死后衰落，自然这帮家伙就像闻到血腥味的狼崽子，将主意打到了摘星楼身上。现在摘星楼已经只剩下他一人了。此刻，作为一名已经执行过多次刺杀任务的叶天辰来说，生死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不过他一定要今天自己面前的这帮人付出代价。哈哈哈哈！今日你们这些家伙既然追到了这里，那我叶天辰自然要好好招待你们，都给我去死吧！话音落下，电花火石之间，在所有名门正派还未来得及反应，叶天辰就将手中的天魔琴竖立，燃烧自己的生命和全部功力，鲜血喷薄而出，洒在天魔琴之上，被天魔琴不断吸收。轰轰轰！叮叮叮！一道道恐怖的琴音如同潮水一般涌来，无论是谁，顷刻之间就被这恐怖的琴音化作一阵血雾，连同整个泰山之巅都被狠狠削去。一切仿佛没有发生过一般，叶天辰自己也因为反噬，从泰山之巅一落而下。20年后，斗罗大陆，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人们一切的衡量标准都是魂力的高低，通过猎杀魂兽获取魂环，从而不断的提升自己。同时，每个出生的孩童当年满6岁的时候，就会觉醒自己的武魂。武魂城，这对于大陆的魂师来说，绝对是神圣无比的地方。这里坐落了大陆最强大的势力武魂殿，而在武魂城之中，位于城东位置的中央，一座高耸云天的楼阁赫然挺立，这正是武魂城之中的另一方神秘无比的势力摘星楼。说起摘星楼，在大陆之人眼中可谓是享誉盛名。摘星楼作为一个杀手组织，一切的规则都很简单，付出相应的代价，摘星楼就会根据雇主的要求斩杀一人。无论是10几级的大魂师，还是80几级的魂斗罗，在摘星楼这里都可以付出代价斩杀。甚至就是那传说中的封号斗罗，摘星楼楼主也曾斩杀过。也正是因为如此，摘星楼方才屹立不倒于武魂城。此刻，在摘星楼之巅，白云朵朵，仿佛屹立于云端，一种种名贵稀有的花草树木被有规律地种植在摘星楼之巅。呼！随着一阵清风拂过，一道戴着银色面具的白衣男子此刻正半跪在地，朝着房间深处恭恭敬敬。楼主，属下完成任务已然回归，特此和楼主汇报。随着白衣男子话音落下，阁楼之中一道空灵的琴音霎时间传来，白衣男子额头上顿时汗流满地。轰！终于，白衣男子仿佛承受不住这股空灵的琴音一般，一枚枚魂环开始从白衣男子身边浮现，赫然是黄黄紫紫黑黑黑黑8个魂环。这名白衣男子竟然是一位魂斗罗级别的强者。叮叮叮！当！随着阁楼中琴音消散，一位同样戴着漏金面具的长发男子缓缓走了出来，手中环抱一具古琴，眼神中说不出的犀利。杨白，你做的不错，这段时间也长进了不少，已经89级了吗？想来阴黑和你之间也是差不多修为了，看来是时候得给你们寻找第9魂环了。听见面前漏金面具男子不急不缓的话语，白
白衣魂斗罗显然兴奋不已，一个劲的拜谢。漏金面具男挥挥手，就让白衣男子退下了。如果透过漏金面具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这漏金面具男不是别人，正是玄天大陆之上的叶天辰。叶天辰此刻轻轻抚摸着手中的天魔琴，心思也是有些飘逸。当年他从天玄大陆泰山之巅落下之后，不知为何就来到了这斗罗大陆之中，甚至就连身躯也缩小成了6岁孩童的模样，同样是天生6指，被父母从小抛弃。不过幸运的是，在了解了斗罗大陆神奇修炼体系之后，他也成功的觉醒了自己的武魂，那就是天魔琴。自此以后，叶天辰也就开始修炼魂力，同时也没有忘记对天龙八音的修炼。短短10几年的时间，他就成就了斗罗大陆传说中的封号斗罗强者，同时也慢慢建立起了摘星楼。刚才那位白衣男子就是摘星楼2位供奉之一，名曰阴阳二供奉。在这之下，还有9位魂圣级别的天级杀手，36位魂帝级别的地级杀手，至于往下的玄级杀手和黄级杀手就不计其数了。摘星楼也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和武魂殿这个庞然大物一样屹立大陆不倒。叶天辰摇摇头，不再纠结这个问题。摘星楼有他就有希望，就有机会在斗罗大陆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拖着清瘦而又修长的身影，叶天辰慢慢又走进了楼阁之中。不一会儿，飘渺清脆、悦耳动听的琴声慢慢从楼阁之中传出，如同潮水，又好似细雨绵绵。哪怕隔着100丈之远，却也总能勾动摘星楼下不断路过的魂师心中那股莫名的情绪。有的猛然间就两眼通红，开始充血狰狞，武魂开启，魂环展现，宛若凶狠的魂兽；有的则是突然一顿，眼中落泪，内心一抽，幡然醒悟，心境提升之间，魂力突破。摘星楼又如同往日一般神秘，而又让路过的魂师充满好奇。而在武魂城圣女殿中，此刻同样也有一名美若天仙、宛若秋水芙蓉的绝色仙子，正一脸凝重地看着自己面前出现的黑影。绝色仙子不是别人，正是武魂殿这一代的圣女比比东，而黑影自然就是罗刹神传承里的一缕神魂。比比东，罗刹神考，你是否做好准备开启神考？本座可提醒你，此刻开启神考，你恐怕还没有那个能力完成第1考。黑影如同鬼魅，话语间尽是霸道和冷漠。比比东抬头，精致的五官，白皙如玉的肤色，让人赞叹，不愧是人间少有，佳人难再得。可惜此刻没有人会有机会看到比比东这美绝的一幕，他的眼眸中透露出来的也不是平常少女的清纯可爱，而是复杂和仇恨。罗刹大人，比比东已经考虑清楚了，现在就要开启神考。比比东几乎是一字一句将话一个个蹦出来的，话语间满是冰冷，完全没有一丝情感。哼，既然如此，本座也就不再劝说。罗刹神考第1考，本座要你3个月内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要杀一位拥有天使血脉、拥有天使武魂的魂师。你可能做到？当罗刹神说出第1考内容的时候，比比东的身形明显一顿，他也没想到罗刹神考第1考就这么难办，要让自己杀死一位天使武魂的魂师，这不摆明了就是针对千家吗？不过此刻比比东在冷静下来之后，也是点点头。从开始神考的那一刻，他就没有退路了。千家千道流比比东肯定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做到让一位99级的绝世斗罗死去，而面对只有5岁的千仞雪，比比东终究还是下不了手。只有千寻疾，比比东没有任何心理压力，甚至恨不得现在就斩杀千寻疾。没有人知道在千寻疾伤害比比东之后他有多痛苦，没有人知道在自己喜欢的玉小刚背叛自己之后他有多痛苦。看向罗刹神，比比东眼神坚定无比，杀机显露，充满狂躁而又显得很辣。比比东尽力而为，身死而不悔。罗刹神影微微一笑，也不再多说，化作一道黑烟就消散在比比东面前。罗刹神魂离开之后，比比东方才看向教皇殿的方向，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涟漪，倒更多的还是仇恨，更是杀意。千寻疾，当年你伤害我的，我比比东都会一一找回来。说罢，比比东离开了圣女殿，直接朝着武魂城中最高的建筑物，也就是摘星楼疾驰而来。当罗刹神魂宣布了罗刹神考第1考的要求之后，比比东就已经有了决断。千寻疾虽然不如千道流，但好歹也是武魂殿的教皇，95级的封号斗罗，神级武魂、天使武魂的拥有者，实力可是不弱。而比比东现在不过是89级魂斗罗而已，若要强来，怕是生死也没有办法将千寻疾斩杀。所以他想到了摘星楼这个神秘莫测的势力，从来没有和武魂殿有过一丝交集，也从没将武魂殿放在眼中。武魂城中人人都知道，摘星楼想要杀的魂师，哪怕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也逃不掉。没有人知道摘星楼有多么强大，但是摘星楼前的那道神秘的琴声却始终提醒着路过的魂师，摘星楼斩杀过封号斗罗。曾经比比东也问过武魂殿的封号斗罗长老，为何武魂殿能够容忍摘星楼留在武魂殿，
得到的答案却是出乎意料。那位长老的回复很简单：摘星楼主有实力斩杀95级巅峰斗罗。如果武魂殿和摘星楼没有深仇大恨，武魂殿也不想轻易招惹摘星楼。而比比东来摘星楼的打算，正是想借摘星楼的手斩杀千寻疾。原因很简单，摘星楼的规矩，只要肯付出相应代价，摘星楼就可以根据要求刺杀任何人。比比东虽然不确定摘星楼主这位神秘的存在是否愿意出手，但是他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可以轻易做到让千寻疾死去。谁让罗刹神考没有明确说一定要比比东亲手杀死一名天使武魂拥有者呢？自然比比东也就可以雇佣杀手。不一会儿的功夫，比比东就从圣女殿来到了摘星楼前。看着面前高耸入云的摘星楼，比比东心中也是不再平静。摘星楼实在是太神秘了，尤其是那位楼主，所有人都只知道这位楼主也是封号斗罗，武魂是一台诡异的古琴，天生六指，大陆人称六指琴魔冕下。思索片刻，比比东还是迈着忐忑的步伐，不走寻常路，直接一跃而起，沿着摘星楼凸起的四角，开始朝着楼顶快速而上。随着一个优美弧线划过，比比东那傲人的身姿赫然挺立在摘星楼之巅。看着四周平静无比，一盆盆奇花异草散发着迷人的芬芳，比比东一时之间也是有些好奇，这六指琴魔冕下竟然有如此情趣，倒真是有些别致。就在比比东将目光留意在那些奇花异草，打算伸出手抚摸一朵傲人的玫瑰之时，楼阁之中隔着一片片青丝，空灵的琴声开始响起。比比东顿时感觉到一股危险如同芒刺在背，伸出的手瞬间收回，下一秒，那朵娇艳玫瑰的上空，一道透明的锋刃一闪而过，天空之中的云朵霎时间被一分为二。比比东知道，这是那位神秘的摘星楼主在提醒自己，不要擅自动他的东西。比比东有些心惊，难怪摘星楼没有人敢挑衅，这神秘的摘星楼主的实力比他想的还要恐怖。若不是靠着自己武魂的特殊，天生对危险有很强大的感知能力，就刚才那下，他比比东的那只手就别想要了。就是普通的封号斗罗来了，也只怕逃脱不过这诡异的杀招。而且威力之强，就是封号斗罗也不敢说能将天空中遮天蔽月的乌云一劈两半，更不要说这还是摘星楼主随手一击了。此刻比比东心中除了谨慎，更多的则是狂喜，这代表着摘星楼主真的有实力可以轻易斩杀千寻疾。至于如何让其出手，那就看比比东的能耐了。嘴角带着笑意，比比东朝着楼阁之中起手一拜：在下比比东，武魂殿圣女，求见六指琴魔冕下。话音落下，比比东抬头望去，楼阁之中没有丝毫变化，仿佛就当他比比东没有来过一般。见状，比比东也不退却，直接加大音量，再度高声道：比比东，求见六指琴魔冕下。说罢，比比东就打算直接朝着楼阁之中而去。可是就当他迈出左脚之时，一道清冷的道音赫然响起：比比东，武魂殿圣女。啊，有意思，武魂殿的人怎么来到了我摘星楼？莫非武魂殿是要对我摘星楼动手了不成？见摘星楼主终于发话，比比东此刻也是松了一口气。其实刚才他想要进入楼阁之时，武魂感应告诉他那会很危险，会死。但他赌对了，摘星楼主没有第一时间想要杀他。不过摘星楼主的这番话显然对武魂殿没有一丝好感，这正合比比东的意头。没有迟疑，比比东随即回复起来：琴魔冕下，今日比比东来到摘星楼，代表的不是武魂殿，而是我个人。此话一出，楼阁中原本已经有些急促的琴声开始变得舒缓起来。哦，代表你自己？我摘星楼圣女应该知道是个什么地方，既然代表你自己，那不知圣女来我摘星楼有何贵干？叶天辰此刻在楼阁之中略带疑惑，说实话，对于武魂殿，他现在还没做好准备。摘星楼想要崛起，势必会和武魂殿有所冲突，而武魂殿的实力，就是叶天辰已经贵为封号斗罗，也是头皮发麻。先不说那2位数的封号斗罗强者，单单一个千道流，这位武魂殿的大供奉99级的绝世斗罗，就不是现在的叶天辰能够应付得了的。这2年来，叶天辰已经有了退役，当初将摘星楼搬到武魂城，为的是吸引优秀魂师加入，而现在摘星楼想要发展，已经不可避免的和武魂殿开始冲突。为此，叶天辰已经有了去意，打算离开武魂城，去往2大帝国暗中发展，待今后实力强大后，再面对武魂殿这道绕不过去的坎。所以刚才叶天辰才没有第一时间就将比比东斩杀，而只是想要削去比比东一只手，略作惩戒而已。只是比比东反应之快，倒是让叶天辰高看一眼。面对叶天辰的询问，比比东也不做思考，快速应答起来：琴魔冕下，在下听闻摘星楼神秘莫测，绝世无双，凡是雇主愿意付出相应代价，摘星楼必定将雇主要求之人斩杀当场。自从摘星楼建立以来，从未出过意外，凡是摘星楼要杀之人，没一个能够活着保身的。
就是传说中的封号斗罗强者。听闻秦魔冕下也亲自出手将其斩杀，不知在下说的这些可是事实？叶天辰此刻一时之间也搞不明白比比东到来的目的，不过感知到比比东不过才89级，连封号斗罗都没到达时，也就没有将其放在心上，随口说道：“如你所说，摘星楼没有失误过，不过这与你来我摘星楼有何干系？”说话间，叶天辰也是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琴声消失，夜色里原本被他劈开的乌云中，一道月光射下，将摘星楼之巅照亮其中，显得幽深寂静而又苍茫。此刻，比比东心中已经有了决断，向前一步，拱手暴礼：“秦魔冕下，实不相瞒，在下今夜前来摘星楼，乃是有一事相求。秦魔冕下若是能够应下此事，比比东必定感激不尽。”说着，比比东眼神里也透露出一阵阵凶光，如同一只猛兽，时刻盯着唾手可得的猎物。叶天辰也是没想到，这比比东居然敢对自己提请求，真当他叶天辰是大善人不成？不过转念一想，这些年来还真没有任何一人敢这么和他说话，倒显得比比东比较特别。从来都是叶天辰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任何一人敢多言半句。就连杨白、阴黑两位供奉都是如此，何况其他摘星楼的杀手呢？隔着片片青丝，叶天辰空灵冷漠的声音也让比比东不由得心生寒意。哼，居然是来找我做事的，圣女莫非不知我摘星楼只接杀人的活，还是认为我摘星楼会看在你武魂殿的面子上，答应圣女你的其他事？我劝圣女还是有些自知之明的好，莫让本座气恼，否则圣女殿下可是会小命不保。此刻，比比东原本有的最后一丝自信已经彻底丧失，只觉得从脚底到头上通体冰寒，偏偏额头上还冒出一片密汗。他还不想这么轻易就死在这里，他还大仇未报。秦魔冕下，今日比比东来，是想让冕下替我杀一人。担心叶天辰突然出手的比比东，终于说出了自己此行的目的。而叶天辰一听，顿时充满疑惑。按理来说，比比东作为武魂殿圣女，不应该有什么人会敢招惹到她才是。退一万步讲，就算有比比东非杀不可的家伙，比比东也应该让武魂殿那些老家伙出手才是，何必要来摘星楼找自己呢？疑惑中，叶天辰手中的琴声再度响起，带着一丝好奇，叶天辰开口问道：“不知是何人，竟让比比东你这位武魂殿圣女冒着风险亲自来摘星楼寻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比比东也是骑虎难下，干脆搏一搏了。一咬牙，阵阵杀机伴随着比比东一字一句缓缓而出：“秦魔冕下，在下想让冕下杀的不是别人，正是武魂殿教皇千寻疾。”轰！此话一出，叶天辰不得不说，他被比比东惊讶到了。千寻疾可是武魂殿的教皇啊，一身实力可是不弱，95级的巅峰斗罗，背后更是有着99级的千道流。而青丝之外的比比东居然想让自己刺杀千寻疾，这可真是打着灯笼没处找。不过不得不说，原本古井无波的叶天辰也是被比比东这雷人的一幕给震撼到了，心中起了涟漪，反而有了浓厚的兴趣。随着叶天辰停下手中的动作，琴声再度消失，随手一挥，青丝片片翻飞，叶天辰也终于见到了比比东的真容。白皙的皮肤，近乎完美的容颜，令他看上去是那样的与众不同。尤其是身上流露出的那种无形的高贵神圣，更是令人忍不住会生出顶礼膜拜的情绪。叶天辰虽然不会受此影响，但还是在心中赞叹一句：好一个武魂殿圣女。相比之下，比比东见到叶天辰之后，则是更加惊讶。叶天辰身材显得有些消瘦，但是青衫笼罩之下，倒是更有一番韵味，如同月光一般的银丝整齐地披在后肩，面部则是被一副镂金面具遮掩。但是比比东通过露细之处，依旧可以推测出面前这位秦魔冕下帝绝世容颜。修长的手指轻轻地搭在那让人灵魂发麻的古琴之上，如同传说中的一般。秦魔冕下天生六指，可是比比东却没有感到任何不雅的地方，反而觉得是那么协调，那么让他难忘。圣女阁下，本座很是好奇，这千寻疾可是你的老师，武魂殿的教皇千道流的儿子，你为何认为本座会替你将其斩杀呢？又为何觉得本座有这个能耐呢？要知道，武魂殿可是拥有不下10位的封号斗罗，而本座现如今这摘星楼也只有本座一位封号斗罗而已。圣女阁下真的是让本座有些刮目相看啊！叶天辰一边说，一边打量着比比东，看起来不像是说着玩的。可是这就奇怪了，究竟是什么让比比东这么想要自己斩杀千寻疾呢？比比东再上前一步，直视着叶天辰那幽邃清冷的眼眸，冷冷说道：“在下来找秦魔冕下，自然是因为信任冕下能够击杀千寻疾。至于为何要杀千寻疾，抱歉，秦魔冕下，恕我不能告知冕下，就看秦魔冕下，您敢不敢接下这个委托了？”激将法啊，啧，倒是有点意思。我说过，摘星楼办事，你大可放心，千寻疾而已，
虽然是95级的巅峰斗罗，可是真实实力嘛，但也算不得什么。我摘星楼可以接。叶天辰话音落下，比比东神色中不由得一喜，他知道摘星楼主不是骗自己。看着比比东神色中的惊喜，叶天辰也是一盆冷水泼了下来。圣女阁下先别忙着高兴，接下这委托可以，可是圣女阁下又能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这可得好好说说清楚。一位封号斗罗强者的性命可不是说取就取，何况还是教皇千寻疾呢？不知圣女能付出什么代价呢？说罢，叶天辰静静地看着比比东，眼眸中透露出的只有一份戏谑。刺杀千寻疾，亏比比东这个圣女想得出来。叶天辰承认自己确实对这种高难度的任务有些心动，但作为摘星楼的楼主，杀手的规矩叶天辰也不可能忘却。想要动动嘴皮子，空手套白狼，在摘星楼可行不通。比比东此刻沉默了，他才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摘星楼能够完成刺杀千寻疾这个难题不假，可是也要雇主付出相应代价，摘星楼才肯出手。就如叶天辰所说，刺杀千寻疾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严峻，自己又能付出什么呢？几分钟后，见比比东沉默不语，叶天辰也是失去了兴趣。好了，圣女阁下，还是哪里来哪里去吧，莫要停留摘星楼了。终于，叶天辰这句话似乎刺激到了比比东，这是一个机会，一个既可以报仇雪恨，又可以完成罗刹神考第一考的机会。比比东实在想不出，除了摘星楼出手，还有什么能让自己完成这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不，情魔免下，比比东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求情魔免下可以杀死千寻疾。比比东眼眸中已经没有了任何神色，成与不成，在此一举了。迈着闲散的步伐，叶天辰缓缓走到比比东的面前，随着两人距离靠近，比比东心中的那股危机感也瞬间炸裂，仿佛面前的这个男人可以随时取自己性命。可是叶天辰明明一点动作都没有，没有释放武魂，甚至没有魂力波动。终于，叶天辰居高临下，死死盯住比比东，冷峻的眼眸中略带一丝杀意。任何代价？比比东，你这个圣女可真天真，本座要你现在就去死，你愿意吗？这……比比东有些无言以对。若是在5年前，比比东一定愿意，只要能让千寻疾去死，他可以付出任何代价，哪怕生命。但是现在，他还有一些东西无法放下。比比东的反应，叶天辰也是能够预料到，也不奇怪。情魔免下，除了这个以外，其他任何代价比比东都愿意承受。比比东抬起头，看着叶天辰，一字一句充满坚定。摇摇头，叶天辰伸出修长的6指，从比比东额头上缓缓划过，来到下巴，轻轻挑起，平静地说道：既然你不愿意死去，那就服侍本座一夜，不过这一夜你会丧失20年的生机，你又是否愿意？话音落下，一个呼吸间，叶天辰整个身躯如同潮水般退回到了楼阁之中，青丝片片落下，一道道琴声开始响起，伴随着优美动听的琴声，还有叶天辰那冷淡的回复：若是愿意，你就进来；若是怕了，就此离去。比比东，你只有1炷香的时间考虑，届时若是依旧站在原地不为所动，本座必定让你命丧黄泉。比比东此刻内心深处无比挣扎，杀死千寻疾，自己面前这个男人可以轻易做到，可是也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在1炷香结束之前，比比东已经心如死灰。随着一丝魂力震动，比比东身上的衣裙瞬间滑落，大片雪白的肌肤暴露在空气当中，伴随着月光洒在雪白肌肤之上，一举一动勾魂夺魄。比比东冷冷地看着前方那青丝遮掩之下的楼阁，一步一步走了进去。拂晓时分，随着东升的太阳释放第一缕晨曦，比比东缓缓从楼阁之中走出，如同行尸走肉，面色红润，却让人觉得阴寒刺骨，仿佛整个人都丧失了生机活力一般，两鬓也开始出现一缕缕银丝。走出楼阁的一瞬间，一套琉璃裙就附着在比比东滑嫩的肌肤上，遮掩了大片春光。没有一句话，比比东一个飞身就离开了摘星楼。比比东心中如何想的，叶天辰此刻是不会知道了。当比比东走后不一会儿的功夫，随着楼阁之中一阵慵懒的呼声响起，叶天辰也掀开青丝，慢慢走了出来。看着比比东离去的方向，叶天辰嘴角流露出莫名的微笑。昨晚比比东的决定，这是叶天辰意料不到的。不过送上门的艳遇，他叶天辰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食色性也罢了。而且比比东也支付了20年的生机，采阴补阳之术，叶天辰的天魔情可是很在行。武魂殿既然早晚有一天会对上，那么就从你千寻疾开始吧。说完，叶天辰取出天魔琴，随着他琴声一阵悠扬婉转，一道道身影也从摘星楼中间一跃而上，来到摘星楼之巅。我等拜见楼主。道道身影齐刷刷的拜倒在地，眼神中充满了狂热。叶天辰看着面前的这些摘星楼杀手，眼神中也是透露出满意的神色。面前的这些杀手
都是摘星楼的中流砥柱，未来甚至承担着摘星楼雄霸大陆的重任。将目光扫视一圈，叶天辰也是开始交代起来。阴阳两位供奉上前听令。随着叶天辰话音落下，杨白和阴黑拖着长袍从人群中缓缓而出。我等听令，从今日起，你等二人便不再接手刺杀任务，全力为我探查武魂殿、教皇千寻疾的一举一动。交给你们，本座放心。待这次任务结束之后，本座自会带领你二人狩猎第9魂环。阴黑杨白瞬间面露喜色，扑通一下拜倒在地。谨遵楼主号令。话音落下，阴黑杨白两位供奉唰的一下就飞身离开摘星楼之巅，朝着教皇殿的方向疾驰而去。他们两人对这次的任务十分看重，毕竟关乎着他们的第9魂环，又岂能不重视？见阴黑杨白已去，叶天辰目光落到其他杀手身上。天级杀手听令，吾等听令。随着9位天级杀手上前一步，他们的黑布遮掩之下的脸上也是透露出狂热的情愫。阴黑杨白两位供奉得到承诺第9魂环，他们也期待着自己能够有所提升。毕竟凡是楼主答应的事情，无论大小难易，叶天辰都全部做到，没有半句食言。这也是摘星楼的这群天级杀手如此忠心的原因之一。叶天辰露金面具之下，同样是对这群天级杀手的满意神色。你等这段时间同样不必接手任何任务，只需将武魂城中摘星楼的所有重要珍贵之物全部暗中转移到天斗帝国即可。你等可否能够办到？此话一出，9位天级杀手身形明显一顿，他们倒是没有想到，他们尊贵的楼主大人居然会给出这么一个任务，将武魂城中摘星楼的贵重之物转移。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简单，毕竟摘星楼这样做，说白了就是要离开武魂城。他们心中也是猜测，或许和武魂殿有一定关系，但是这不关他们的事。作为摘星楼的天级杀手，他们需要做的就是一件事，对楼主绝对的服从。楼主放心，我等必定办到，绝不暴露一丝一毫踪迹。点点头，叶天辰随后看向剩下的杀手们，缓缓说道：至于你们，这段时间任务照做，不过切记不要暴露你们的踪迹。做完任务就不要回到武魂城，直接离开武魂城，前往天斗帝国。你等是否明白？剩下的杀手们单膝跪地，抬手抱拳：楼主大人放心，我等明白。见任务都交代下去了，叶天辰随即挥挥手，一瞬间，无论是天级杀手还是其他杀手，纷纷化作一道道残影，离开了摘星楼之巅。所有杀手离开之后，叶天辰方才缓缓来到摘星楼一角，看向武魂殿的方向，嘴角微微上扬，取出天魔琴，开始尽情弹奏。不一会儿，摘星楼下一群群魂师开始集聚，他们想要从叶天辰这飘渺的琴声之中有所领悟。一切仿佛都没有发生过，还是如同以往一般，寂静如潮水。离开摘星楼之后，比比东一路疾驰，不过片刻的就回到了武魂殿。高大的殿门，雄伟的建筑，无不显示出武魂殿的威严。当比比东来到殿门口，想要悄然进入之时，原本紧闭的殿门却缓缓而开，映入眼帘的身影是比比东这辈子最不想见到的人——教皇千寻疾。一瞬间，比比东心中不断闪过那过往的屈辱，仇恨的种子疯狂生长。比比东硬是压下心中的那股冲动，只是冷冷地看着千寻疾。终于，十几秒之后，千寻疾仿佛被比比东这种冷冷的眼神盯得有些烦躁，浑厚中略带一丝沙哑的声音在比比东耳边响起：东儿，我听说你昨晚出了武魂殿，并且一晚未归，可有此事？一开口，千寻疾就说出自己来的目的。比比东除了是武魂殿的圣女之外，还是他千寻疾占有过的女人。千寻疾也知道比比东恨自己，可是作为武魂殿的教皇，千寻疾还是认为比比东就是属于自己。因此，无论比比东如何反抗，哪怕使用肮脏的手段，千寻疾也要得到比比东。此刻比比东的表情也在瞬息之间变化起来，多了一丝慌乱，更多了一丝咬牙切齿的恨意。他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恐怕都在千寻疾的掌握之中。莫名的，比比东对自己前往摘星楼这件事突然有了一些释怀。摘星楼主虽然也是个混蛋，但是比比东此刻认识到，如果没有摘星楼主相助，自己根本不可能将一个全盛时期的千寻疾斩杀。我是武魂殿的圣女，去哪里做什么，似乎不需要对教皇陛下你汇报，更不需要教皇陛下派人监督我。还有，教皇陛下，我叫比比东，不是什么东儿，教皇陛下也可以叫我圣女。比比东直视千寻疾的双眼，无尽的空洞，无尽的杀意都被比比东完美的隐藏。千寻疾只觉得比比东此刻的眼神是那么犀利，震惊之余也收回了自己的目光。比比东丝毫不退让的行为让千寻疾也没有什么办法。看着冷冷的比比东，千寻疾再度缓缓说道：比比东，记住你的身份，你是武魂殿的圣女，教皇的弟子，雪儿的母亲。没有继续多说下去，知道问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千寻疾直接拂袖而去。终于在千寻疾走后，比比东才收回那凶狠的目光，抬头按照熟悉的道路朝着自己的圣女殿走去。
回到圣女殿内，百花池旁，随着比比东身上的衣物一滑到底，比比东缓缓走进了百花池中。扑通一声，比比东整个身躯全部进入水中，温暖的池水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比比东那敏感的肌肤。呼！随着比比东探出头来，他的脑海中叶天辰的身影开始浮现，那恐怖的实力，诡异的琴声，仿佛又在比比东耳边响起。比比东双目紧闭，努力让自己不去回想昨晚的经历，可是越是想要忘记，那不堪回首的记忆就越是涌上心头。猛然间，比比东紧闭的双眼霎时间睁开，一缕缕黑气从比比东身躯内散发出来，悄无声息之间漫步整个圣女殿。百花池旁原本争相绽放的花朵全部凋谢死去，就连百花池水也迅速变了颜色。摘星楼主，希望你真的能够将千寻疾斩杀吧，若是食言，这辈子上天入地，我比比东但凡有机会，必定让你和摘星楼从斗罗大陆上彻底消失。终于，当比比东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眼神里的猩红的黑气开始全部褪去，随之而来的百花池水也恢复了以往的清澈，只是那凋谢的花朵却再也直不起身来。比比东这边的动静自然没有逃脱出千寻疾的眼线。回到教皇殿之中的千寻疾，当得知比比东那边的动静之后，也是心思一动。对于当年之事，千寻疾从来就没有后悔过，不过他也想真正得到比比东，因此这些年来，哪怕比比东从未正眼看过他千寻疾一次，千寻疾也没说什么。唉，也不知如何才能让东儿接受这一切。就在千寻疾苦恼之际，教皇殿的大门缓缓而开，随着两道人影的进入，千寻疾的思绪也是一顿，随即又恢复了往日作为武魂殿教皇该有的威严。属下月关鬼魅见过教皇陛下。进来的正是菊斗罗月关，鬼斗罗鬼魅。千寻疾挥挥手，示意二人不必多礼。菊斗罗、鬼斗罗，你二人这段时间可曾有什么发现？圣女可有什么异常之处？听到千寻疾这么一问，菊斗罗和鬼斗罗二人同时摇摇头。他们两人作为千寻疾的左膀右臂，平日里千寻疾也最信任他们二人，因此千寻疾便让他们二人监视比比东的一举一动。昨晚比比东夜出武魂殿，也正是他们二人所告知千寻疾的。月关上前一步，也是将昨晚之事一一道出。回禀教皇陛下，昨夜圣女殿下离开武魂殿之后，就朝着摘星楼的方向掠去。我和老鬼虽然一直暗中跟随，但是圣女殿下武魂特殊，我们也不敢靠得太近。最后，当圣女殿下来到摘星楼附近的时候，原本我和老鬼还想继续跟踪，可是摘星楼的那位似乎发现了我们，仅仅只是一阵琴声，变化万千，杀机涌现，就将我和老鬼逼退。供奉殿曾经有令，没有大供奉的命令，我等不能擅自招惹摘星楼，因此我和老鬼将圣女殿下跟丢了。说完，菊斗罗和鬼斗罗低下头，仿佛在等待千寻疾的惩罚。可是等了半天，也不见千寻疾有什么动静。此事怪不得你们摘星楼那位大供奉也给我提过，其实力之强，深不可测，让我没事也少去招惹。不过现在圣女似乎越来越恨我了。说罢，千寻疾也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只能是长叹一声。就在这时，菊斗罗眼珠一转，仿佛是想到了什么，抬起头看着千寻疾，惊喜地说道：教皇陛下，圣女殿下不是已经到了89级吗？何不为其猎取魂环？若是教皇陛下能够为圣女猎取一枚10万年的魂环，圣女殿下必定会对教皇陛下回心转意。鬼斗罗此刻也是反应过来，他知道月关是什么意思了。教皇陛下，正巧我和月关刚好知道一只10万年魂兽的踪迹，此事若成，还怕圣女殿下不会原谅您吗？哦，鬼斗罗再这么一说，千寻疾瞬间就有些异动了。倘若真能办到，千寻疾觉得比比东还真有可能原谅自己，毕竟斗罗大陆又有谁能够拒绝一枚10万年的第9魂环？嘴角微微上扬，千寻疾显得有些急促。菊斗罗、鬼斗罗，你二人快说，这10万年魂兽此刻究竟在什么地方？见千寻疾如此兴奋，菊斗罗和鬼斗罗也是很高兴，随即就打算将10万年魂兽的消息告知千寻疾。教皇陛下，那10万年魂兽据说乃是一株蓝银草魂兽化形进入人类社会，现在正和昊天宗的唐昊在一起，就在星斗大森林边缘地区。而且据说那蓝银皇还怀上了唐昊的孩子，实力10不存一，对付魂斗罗都够呛，至于唐昊也不过是一位魂斗罗罢了。教皇陛下，这真是天赐良机啊！千寻疾眼中的渴望已经暴露了他此刻的想法，正如菊斗罗和鬼斗罗所说，这真是天赐良机，既可以博取比比东欢心，还可以打击昊天宗，真是一箭双雕。好，既然上天给了我千寻疾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又岂能让其白白流失？千寻疾此刻心中已经开始幻想起了自己将那10万年魂兽擒住，带到比比东面前的场景了。菊斗罗和鬼斗罗见状，也是心中暗喜不已。传我命令，3日后本教皇要出武魂城办点事情，
菊斗罗、鬼斗罗，这次就你们二人跟着我前去即可，切记不要让大供奉他们知道了。点点头，菊斗罗和鬼斗罗也不傻，教皇不愿意让供奉殿知道也是正常，毕竟供奉殿可不会让千寻疾单独前往星斗大森林。至于为何，菊斗罗和鬼斗罗也不知道，反正是大供奉的命令，谁又知道呢？这边千寻疾和菊鬼斗罗开始准备前往星斗大森林，而一直探查消息的摘星楼阴阳两位供奉也在半日后得知了这个消息。摘星楼，此刻叶天辰正无聊地弹奏着一曲高山流水，忽然间一阵清风吹过，阴黑阳白两位供奉赫然出现在叶天辰面前。停下手中的动作，叶天辰抬起头看着阴黑阳白，缓缓问道：如何？可曾有那千寻疾的消息？阴黑阳白半跪在地，也是将千寻疾要前往星斗大森林这件事给叶天辰一一道来。沉思片刻之后，叶天辰也是眉头一挑，这千寻疾没事去星斗大森林干嘛？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武魂殿是不允许教皇单独前往星斗大森林的。可曾打听到千寻疾去星斗大森林所为何事？听到楼主在问，阴黑阳白也是无奈的摇摇头，他们能知道的就只有这些了。千寻疾离开武魂殿前往星斗大森林究竟是出于什么打算，他们不知，除了千寻疾和菊鬼斗罗知道外，摘星楼布置在武魂殿的案子也不得而知。见阴黑阳白摇头，叶天辰也不为难他们。罢了，不管他千寻疾前往星斗大森林干什么了，死人一个又何必在意那么多呢？你们二人做得不错，这次星斗大森林之行，你们二人也一同前往，待我斩杀了那千寻疾，也为你们寻找第9魂环。对了，让天级杀手加快转移，其他杀手也尽快处理完在武魂城的任务，快些离开武魂城。遵命。阴黑阳白两位供奉对视一眼，他们终于可以成就封号斗罗了。楼主大人，我们就先行告退了。既然大人要为我们二人猎取第9魂环，我们也得快些突破到90级。挥挥手，叶天辰就让他们下去准备了。两位供奉走后，叶天辰移步到摘星楼边缘，看着这繁华人烟的武魂城，也是微微摇头。这次行动之后，摘星楼或许会彻底消失在这武魂城之中。叶天辰此刻已经能够想象到当千道流那老家伙得知自己杀了千寻疾时的表情了。千道流，白发人送黑发人，也不知你是否承受得住，可别一气之下先嗝屁了。慢慢吐出这几个字，叶天辰也是缓缓回到了楼阁之中。3日后，今日的教皇殿之中显得格外热闹，往日只有千寻疾一人罢了，而今日除了菊鬼斗罗之外，还有4位魂斗罗级别的强者站立大殿之中。不一会儿，千寻疾从屏风后面缓缓走出，看着菊鬼斗罗和那4位魂斗罗，心中说不出的高兴。我等拜见教皇陛下。菊斗罗和鬼斗罗在前，4位魂斗罗在后，一同高声附和。罢罢手，千寻疾示意菊鬼斗罗他们不必多礼。好了，今天人都到齐了，这件事供奉殿应该不知道吧？千寻疾盯着菊鬼斗罗，小心谨慎地问道。讲真，他千寻疾在武魂殿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千道流一人，偏偏自家老爷子无论在哪方面都看上不他千寻疾。若不是阴差阳错之下，千寻疾给千道流生了个孙女儿，千寻疾估计早就被千道流针对了。能不能保住教皇之位，都还是两说。教皇陛下，供奉殿当然不知道这件事，更何况大供奉呢？教皇陛下，大供奉如今可没有闲工夫搭理我们，如今大供奉每日的关注点可都在雪儿小姐身上。教皇陛下大可不必担心。菊斗罗你一句我一句，直接让千寻疾觉得十拿九稳了。点点头，既然供奉殿和大供奉不知道这件事，那就可以出发了。走吧。星斗大森林，10万年魂兽，本教皇来了。也没有继续拖延，很快千寻疾就带着菊鬼斗罗还有4位魂斗罗离开了教皇殿，离开了武魂城，朝着星斗大森林而去。而就在千寻疾离开武魂城之后，供奉殿中一个衣着华丽的银发老者此刻正怀抱着一个精致可爱的小女孩缓缓入睡。老者和小女孩不是外人，正是千道流和千仞雪。就在千仞雪彻底熟睡之后，一道金发老者缓缓走进大殿之中。大哥，教皇带着菊鬼斗罗还有4位魂斗罗刚刚离开了武魂城，至于目的地似乎是星斗大森林哪儿，要不要？转过头来看着进入大殿的老者，千道流苍老的身躯猛然一震，随即又恢复了平静。不必理会他，教皇这个位置他终究还是不适合，待今后雪儿长大一些，就让雪儿担任教皇就好。至于星斗大森林，那些恐怖的家伙早就休眠了，没有大事发生，那些家伙不会现世的。如果吉儿有本事让那些家伙苏醒，倒真是长本事了，说不得还会让我们高看他一眼。说罢，千道流重新将目光集中在怀中的千仞雪身上，眼神里流露出的是满满柔情。惊愕斗罗一顿，也是没有想到自己大哥会这么说，不过这些也不关他的事，千道流自己的家事，若不是因为千寻疾是教皇，惊愕斗罗也懒得管。
而且千道流说的也对，千寻疾前往星斗大森林，虽然会有一定风险，但毕竟也是95级的封号斗罗，身边还有菊鬼斗罗跟随，一般的10万年魂兽根本不足以威胁到他们的安全。至于那些凶兽，的确不会因为一个千寻疾就苏醒过来。这么一想，金鳄斗罗就打算告退了。就在他走到大殿门口，想要迈步离开时，千道流的声音突然传来：“金鳄，摘星楼那位最近没什么动作吧？”金鳄斗罗一震，随即也是回复道：“大哥，摘星楼那位和往常一样，没有什么异常，依旧还是在摘星楼弹琴养性。大哥若是担心，何不直接出手，将其了断？非是不想，摘星楼那位虽然不是我的对手，可是我想要斩杀他，恐怕要付出不小的代价，甚至就算我全力出手，也没有十足的把握留下他。”说罢，千道流也是一阵叹息。摘星楼突兀而出，一出世就让千道流有些不安。对于叶天辰，千道流觉得只要再给叶天辰一些时间，必定会成长到他这个地步，届时武魂殿的地位怕是会受到不小的挑战。若是有朝一日他千道流死去，武魂殿就凭借千寻疾，恐怕给摘星楼色牙缝都不够。金鳄斗罗也是深有同感。1年前金鳄斗罗阴差阳错之下和叶天辰有过一战，不分胜负。可是摘星楼主还年轻，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没有继续说下去。金鳄斗罗离开供奉殿之后，千道流也是微微叹息一声。现在他的全部希望都放在了千仞雪身上。若是千仞雪今后能够挑起武魂殿的大梁，他千道流就护持其慢慢成长；若是千仞雪不能，那千道流就只有选择以命搏命，和叶天辰同归于尽。快了，雪儿就快6岁了，半年之后是拼是守，一切就都明晓了。供奉殿之中的千道流心事重重，而此刻摘星楼内，叶天辰同样如此。而叶天辰此刻的心事可不是忧虑重重，而是兴奋无比。阴黑、杨白、千寻疾离开武魂城了吗？站立楼阁边缘的叶天辰此刻手指有些颤抖，那种马上就要将一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斩杀的渴望感充斥着叶天辰的内心。杀手的本能告诉他，此刻最应该冷静，但是太久没有动手的他又觉得有些手痒痒。回楼主的话，那千寻疾已经离开武魂城了，随行的除了菊鬼斗罗之外，还有4位魂斗罗跟随。至于供奉殿那些长老，我们未曾看见有什么动静，而且根据暗子传回来的消息看，千寻疾似乎有意不让供奉殿那些老家伙知道这件事。阴黑杨白说完，看向叶天辰，此刻他们也能感受到自家楼主的那种渴望，那种对鲜血的渴望。叶天辰看向武魂殿供奉殿的方向，深深看了一眼之后，随即缓缓开口：“看来千道流这家伙是对千寻疾失望透顶了，这件事可瞒不过千道流那老家伙。99级啊，其实力何其恐怖！”阴黑杨白他们选择闭嘴，没有搭话。他们并不知道这么多，对于千道流也根本接触不到。此刻，叶天辰眼中开始浮现曾经的那段记忆。当初他斩杀那位封号斗罗之时，那位封号斗罗为了活命，找上了武魂殿的2供奉，也就是金鳄斗罗，希望能够得到其庇护。结果就是叶天辰在金鳄斗罗亲眼见证下将那位封号斗斩杀，随即叶天辰也无法避免的和金鳄斗罗发生大战。凭借强横实力和天魔琴的诡异强大，叶天辰不过95级左右的修为就能勉强应付金鳄斗罗。两人大战1天1夜，直到感受到千道流那恐怖的气息扑面而来，叶天辰方才紧急撤退。现如今，叶天辰已经96级了，甚至差一步就能到达97级。可是面对千道流，他还是觉得没有任何一点胜算，只能是有逃走之力罢了。而千道流自那以后没有找过叶天辰的麻烦，叶天辰也能够猜测一二。武魂殿几乎就是靠着他千道流，千家才能雄霸大陆这么久。若是千道流和自己大战出了什么意外，哪怕只是重伤，千家都将会面临灭顶之灾。千道流毕竟已经老了，所以现在无论有没有比比东来求他这件事，叶天辰都打算尽快离开武魂城。若真是千家那位小公主6岁觉醒武魂之后天资不够，闭着眼睛想，叶天辰都知道千道流这老家伙肯定要拼着和自己同归于尽的危险，也要斩杀自己。自己只要死了，武魂殿有金鳄斗罗守着，短时间内也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可若是任由自己发展，今后千道流就是想同归于尽，估计都做不到了。回过神来，又深深看了一眼武魂殿，缓缓吐出一口浊气。叶天辰脚尖轻轻一点，整个人如同离弦之箭一般猛然射出，一道道残影留在阴黑杨白身边，随即声音传来：“出发吧！”阴黑杨白对视一眼，同样如同飞鸟一跃而起，紧紧跟着叶天辰离去的方向疯狂掠去。此时的千寻疾还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滑下落幕。离开武魂城之后，千寻疾带着菊鬼斗罗马不停蹄的就赶向星斗大森林。星斗大森林作为斗罗大陆最著名第3大魂兽聚居地之一，
面积之大，几乎和巴拉克王国的国土面积相等，横跨天斗帝国和星罗帝国国境，其中2/5的面积在天斗帝国，另外3/5则在星罗帝国，是一片巨大的原始森林，森林内地形复杂，有湿地、沼泽等等，那里的魂兽也极为可怕，越靠近森林中央，魂兽也就越强大。走进一片看起来阴森无比的密林，千寻疾此刻满脑子都是那10万年魂兽，丝毫不畏惧星斗大森林随时有可能出现的危险。不过他们一行人也没什么可怕的，3个封号斗罗，4个魂斗罗级别的强者，光是其身上恐怖的气息散发出来，就足以让5万年以下的魂兽畏惧不前。哪怕是5万年修为以上的魂兽，因为有了不少灵智，也不会傻到来自找麻烦。教皇陛下，根据传来的消息，现如今唐昊正带着那10万年魂兽藏在星斗大森林外围的地方，不过被一些魂师发现之后，唐昊似乎深入了一些，我们寻找起来也麻烦不少。教皇陛下，老鬼说的确实如此，不过那唐昊也不是傻子，星斗大森林深处可比人类社会危险得多，属下猜测唐昊应该不会深入到核心位置。点点头，听到菊斗罗这么一说，千寻疾也是微微思索一番。星斗大森林如此之大，就算只是外围的地方，也足够他们寻找很久的了。唐昊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哪里？千寻疾带着疑问看向菊鬼斗罗。教皇陛下，这个据说唐昊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一处峡谷之中。千寻疾自信一笑，就去那处峡谷附近。既然唐昊身边的10万年魂兽有了身孕，就不可能离开太远。唐昊这家伙何等自信，又哪里会想到有人会来找他麻烦？现在赶去，必定可以找到他们。说罢，千寻疾一挥手，让菊鬼斗罗带路。很快7人就化作一道道恐怖的影子，快速穿梭在森林之中。当他们走后，一道飘渺的身躯从9天之上缓缓落下，脚尖轻轻拂在落叶之上，愣是没有发出一丝一毫的声音。千寻疾，原来你来星斗大森林是为了10万年魂兽？哼，怪不得你这个平日里无所作为的教皇，居然也舍得离开武魂城。10万年魂兽有了身孕，唐昊、昊天宗，有意思，有意思。不一会儿，又有2道身影来到，赫然就是阴黑阳白2位供奉。楼主，竟然有10万年魂兽出世！阴黑阳白看着远去千寻疾他们，也是心头一震，没想到武魂殿消息这么灵通，竟然还有10万年魂兽的消息。点点头，叶天辰倒是无所谓，他的9个魂环都有了，自然对10万年魂兽没有太多的兴趣。而且他的天魔琴特殊之处也在于能够提升魂环年限。天魔琴，何为魔？损他人而利自己，通过吸收魂兽精血神魂，或则魂师魂力魂环，皆可成长。好了，莫要惊讶，且跟上看看就是，你们的第9魂环或许也能够是10万年级别的。不管阴黑阳白一脸惊讶不已呆滞的表情，叶天辰化作一道黑影消失在原地。顾不得震惊，阴黑阳白2人带着急切的笑意连忙跟上。如果没有10万年魂兽和唐昊这一茬事出现的话，或许现在叶天辰就可以将千寻疾留在这里。可是10万年魂兽的消息确实有些意思，人类和魂兽的结合，叶天辰想想都觉得有些好奇，而且还有昊天宗牵扯其中，说不得还有意外之喜。因此叶天辰也就不着急动手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坐享渔翁之利，岂不美哉？星斗大森林之中，此刻正是大雨倾盆，一片密林之中，千寻疾还有菊鬼斗罗瞬息之间就从树冠之上飞驰而过。他们身后4位8环魂斗罗级别的强者施展武魂，才勉强跟上前方的3位封号斗罗。路过的地方，无论是魂兽还是一些前来星斗大森林猎取魂环的魂师，一个个都被那强悍的气息吓得瑟瑟发抖。而叶天辰和阴黑阳白2位供奉则是闲庭信步，不急不慢地跟在千寻疾他们的后面。楼主，这千寻疾都已经寻找3天时间了，还没有一点10万年魂兽的痕迹，咱们要不要直接动手？叶天辰身后，阴黑一脸平静地说道。阴黑，你太急了，10万年魂兽岂能这么容易就被千寻疾他们发现？况且这3日他们并没有展开仔细搜查，似乎是知道那10万年魂兽的具体所在。还是再等等吧。叶天辰没有搭话，阴黑这家伙可不是真的想要快些斩杀千寻疾，不过是因为昨日阴黑突破90级，想要自己快些帮其猎取魂环罢了。而杨白则是对10万年魂兽感兴趣，2人谈不上对错。不过叶天辰自己对这怀孕的10万年魂兽还是挺感兴趣的。阴黑，稍安勿躁，急性子吃不得热豆腐，作为一名合格的杀手，你还需要磨练一下你的性子才是。随着叶天辰发话，阴黑点点头，自家楼主发话了，那阴黑只能无条件的执行。就在叶天辰和阴黑杨白谈论间，千寻疾他们也终于穿过这片密林，来到了唐昊曾经出现过的那处峡谷之中。站在山崖之巅，千寻疾看着下方一望无际的峡谷，
心中颇为激动。到了，就是这里了。本皇甚至已经感受到了唐昊那令人讨厌的气息了。听到千寻疾如此兴奋，举鬼斗罗也是很激动。这件事若是办好了，他们二人今后在武魂殿的地位可就大大提升了。教皇陛下，既然如此，我和老鬼就分开搜索唐昊，还有那10万年魂兽。教皇陛下带着剩下的4位魂斗罗一同搜索，只要发现唐昊，无论哪一方，咱们都可以快速将其黏住。届时10万年魂兽插翅也难飞。点点头，千寻疾没有什么意见。这时候肯定不可能让4位魂斗罗单独搜索，以免打草惊蛇。举鬼二人皆是封号斗罗强者，千寻疾也放心如此。就这么办。菊斗罗、鬼斗罗，此事若成，带回到武魂殿，本皇亲自为你们二人请功。出发吧。说罢，举鬼斗罗身躯一震，动力十足，化作2道流光，分别朝着峡谷之中一跃而下。千寻疾和其他4个魂斗罗也没闲着，直接从山崖上一跃而下，展开搜索。待他们离去几分钟之后，叶天辰和阴黑阳白2位供奉此刻也站立在山崖之上。楼主，看来所谓的10万年魂兽就藏在这处峡谷之中了，咱们是否也要去搜索一番？阳白问得小心翼翼，自家楼主大人脾气可不太好，他才不像阴黑那样冒冒失失。看着远去的千寻疾他们，叶天辰此刻微微一笑，不管千寻疾能否找到10万年魂兽，这处峡谷刚好就可以作为千寻疾的葬身之地。不必了，你们二人留在此地修炼就是，至于千寻疾，就让他们去找那10万年魂兽吧。但愿他们真的能够找到吧。说罢，叶天辰盘坐于山崖之上，手中天魔琴乍现，开始闭目养神。随着手指于琴弦上拨动，一阵悦耳的琴声开始缓缓传来。阴黑阳白见状，也是有样学样，盘坐于山崖两侧，静静的开始修炼起来。既然他们楼主都不着急，他们又何必慌慌张张呢？而在密林之中寻找唐昊和10万年魂兽踪迹的千寻疾，此刻根本不知道他的生命即将开始倒数。进入峡谷不久，千寻疾就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这片峡谷之中必定有人来过。看着地上那早已熄灭不知多久的篝火，千寻疾若有所思。就在千寻疾他们正努力寻找唐昊的时候，此刻在距离千寻疾他们数十里的一处瀑布之后，唐昊正满脸焦急地等待着。阿银，你再坚持坚持，就快了，我们的孩子就快要出世了。就在唐昊鼓励之时，随着一声孩童的啼哭声响起，唐昊和10万年魂兽蓝银皇的孩子也终于出世。阿银，唐昊着急忙慌来到蓝银皇身旁，将那刚出世的孩子用丝巾包好，一脸柔情似水地看着怀中嚎啕大哭的男童。昊哥，我们的孩子！唐昊此刻很是激动，连忙将手中的婴儿送到蓝银皇的手中。阿银，辛苦你了。昊哥，不辛苦，一切都是值得的。说完，他手中的婴儿霎时间哭声更大了。昊哥，小家伙估计是饿了，可是孩子刚出生，我还没有母乳。蓝银皇一脸难色，看着唐昊，愧疚的表情让唐昊心都软了。无妨，阿银，你先抱着孩子，带我出去寻一只哺乳期的魂兽即可。说罢，唐昊身躯一震，直接穿越瀑布，来到密林之中，开始寻找正在哺乳期的魂兽。而阿银表情也有些微妙，呆呆地看着离去的唐昊。不一会儿的功夫，唐昊就发现一只1000年左右的疾风豹，看样子刚好处于哺乳期。兴奋之余，唐昊直接释放武魂，89级魂斗罗的压力倾泻而出。庞大的昊天锤如同潮水一般的压力，让这只1000年左右的疾风豹直接被吓得瘫软在地，丝毫没有反抗的能力，就连站起来逃跑都做不到。哈哈，小小疾风豹还不是手到擒来？心中一喜，唐昊连忙上前将这只1000年左右的疾风豹提在手中，几个呼吸间就消失在原地。而唐昊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他这个行为让他和蓝银皇陷入泥潭之中。寻找良久的千寻疾本来心中已经开始打退堂鼓，觉得是不是自己的猜测出现问题，唐昊和10万年魂兽压根就没有留在这处峡谷之中。可就在千寻疾想要召回举鬼斗罗去其他地方搜索之时，一阵强烈的魂力波动瞬间让千寻疾差点兴奋地跳起来。这是魂斗罗级别的魂力波动，昊天锤的味道。唐昊啊唐昊，没想到你竟然真的躲在这片峡谷之中，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啊！冬儿，等着，要不了多久，我就给你带来10万年魂兽。哈哈哈哈！这股强烈的魂力波动自然不只是千寻疾感受到了，举鬼斗罗也感受到了这股波动。不过他们二人并没有擅自行动，而是返回到了千寻疾身边。教皇陛下，您真是神机妙算啊！这唐昊竟然主动暴露魂力波动，当真是上天也要教皇陛下擒拿这10万年魂兽。一回到千寻疾身边，菊斗罗对着千寻疾就是一阵彩虹屁，听得千寻疾暗爽不已。冷冷地看着唐昊魂力波动传来的方向，千寻疾嘴角邪魅一笑。唐昊就在前方，10万年魂兽也跑不了，
走，杀唐昊，擒拿10万年魂兽。说罢，千寻疾一马当先，直接掠去。举鬼斗罗对视一眼，兴奋不已，也朝着千寻疾的方向疾驰而去。剩下4位魂斗罗也是有样学样，跟了上去。而此刻在山崖之巅，当叶天辰感知到唐昊那昊天锤独特的波动之时，冷笑一声，手中的动作赫然停止。当琴声停下的一刹那，叶天辰的身躯也直接飞天而去，只留阴黑阳白二人一脸懵逼呆在原地。反应过来之后，连忙朝着自家楼主飞去的方向掠去。反观这边，唐昊手提着疾风豹，不一会儿的功夫就返回到了瀑布后面。阿银，我找到了一只哺乳期的疾风豹，正好可以喂养小家伙。说完，随着唐昊大手一丢，疾风豹直接瘫软在地，动弹不得。蓝银皇看了一眼那只哺乳期的千年疾风豹，心中一阵柔情。昊哥，辛苦你了。唐昊摸摸头，一脸无所谓的笑笑，不过眼神中确实突然金光一闪而过，随后又变得温柔起来。很快，唐昊就抱着刚出生的小唐三来到疾风豹身边，开始让其大口吮吸起来。吃饱喝足之后，小唐三也停止了哭泣。就在这时，瀑布之外，千寻疾和举鬼斗罗还有4位魂斗罗已经到来。感受到那独属于10万年魂兽的气息在瀑布后面，千寻疾兴奋不已。唐昊，还不快快出来受死！随着千寻疾一声怒吼，正片山谷之中飞鸟不断。唐昊也是瞬间炸裂，直接破开瀑布，和千寻疾他们面对面。唐昊看着四周9环上下浮动的封号斗罗，拳头紧握，心中发苦。唐昊，你们逃不掉的，将10万年魂兽交出来，我放你一条生路，否则你就是自取灭亡。千寻疾声音洪亮，神圣威严在山谷中不停回响。哼，千寻疾想要带走阿银，除非踏过我的尸体。即便面对封号斗罗，唐昊依然表现得很是硬气。唐昊看着瀑布内疲惫虚弱的阿银和他怀中的儿子，他眼底深处闪过悔恨的痛苦。是的，他后悔了，因为这一切都是他导致的，就因为他没有抵挡住心中的贪婪。10万年魂环的诱惑，他没有忍受住。唐昊很清楚自己是很爱阿银的，但是脑海中总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他的想法，催促着他走向贪婪。他早已跨入封号，只是一直用昊天宗秘法压制在89级，只需要一个第9魂环，他立刻就可以成就真正的封号斗罗。所以他谋划了这一切，他做得很隐蔽，自认为此事只有他自己知道。千寻疾一行人的到来，也是因为他暗中透露消息的缘故，否则也不至于沦落到如今这步险地。是他害了阿银，不过现在他准备用自己的生命来弥补。唐昊紧了紧手中的昊天锤，想要先发制人发动攻击。很好，那就准备好赴死吧。唐昊，动手！千寻疾看出唐昊没有要妥协的意思，直接下令动手。月关、金蕊、范流霞、鬼魅、鬼影地毯手，得令的举鬼2位封号斗罗魂环闪烁，即刻发起了攻击。乱披风！唐昊抡起了锤子，叠加力量，一锤强过一锤，先后与之对拼，击退了2人。天使光刃！这时千寻疾也发起了攻击，巨大的剑刃竖劈而下。凌天一击！唐昊将乱披风的力量叠到了极致，与千寻疾狠狠地对拼在一起。轰！震耳欲聋的声音骤然响彻山谷，对拼产生的强烈罡风摧毁了山谷中的陵墓，山上巨石也不断震落。这次对拼中，千寻疾被锤飞倒退了数十丈，脸色极度难看，他竟然落入了下风。而唐昊也不好受，极强的一击结束，当即喷吐出一大口鲜血，已然受了重伤。毕竟是8环魂斗罗对9环95级超级斗罗，昊天宗绝学爆发力确实强悍，但也有很强的反噬。2级禁止领域，眼见短时间内无法拿下唐昊，月关和鬼魅当即十指相扣，拥抱在一起，发动了武魂融合技。2人身上18个魂环忽然间全部点亮，一个白色光圈瞬间扩散，唐昊直接被禁锢住，无法动弹分毫。武魂殿想要的还没人能阻止。唐昊，准备好成为本座登顶阶梯的踏脚石吧。千寻疾在空中踏步，缓缓说着，声音响彻山谷。天使圣剑！千寻疾抓住唐昊被暂时禁锢的机会，天使圣剑投掷而出，要将唐昊一击格杀。结束了，唐昊。然而他没能如愿，阿银出手了。天使圣剑在即将刺穿唐昊脑袋的那一刻，几根蓝银黄藤蔓破土而出，缠绕在其上，使其无法寸进丝毫。阿银玉手一握，天使圣剑顷刻间便被搅碎成了漫天光雨。放了他，我跟你们走。阿银走过来，挡在了唐昊身前。可以。千寻疾斟酌了好一会，同意了。只要阿银跟他们走，目的也算达成了。杀了唐昊也没什么好处，唐昊毕竟是天下第1宗昊天宗的传人，没必要因为唐昊与昊天宗死磕。闻言，
武魂殿其他几人也不再进行攻击，放下了戒备。阿银，不要跟他们走！听到阿银说要跟武魂殿的人走，唐昊慌忙喊道。阿银没说话，他催动蓝银黄藤蔓将唐昊禁锢在了地上，然后转身将孩子放在他怀里。阿银，对不起，是我害了你。唐昊无法动弹，眼睁睁地看着阿银的举动，眼中流下了悔恨的泪水。阿银淡淡的摇了摇头，昊哥，其实我知道的，你对我的魂环也是有想法的，对不对？你不用否认，我发现有几次你无意中看我的眼神都有些不对劲，那是一种很陌生的眼神，嗜血、贪婪，只是我不愿意相信而已。因为我爱你，也选择相信你。我知道我很傻，我不怪你。还有，这一路谢谢你的陪伴，我知道你是在弥补我，这些天我过得很开心，只是该结束了。昊哥，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了，既然你也想要我的魂环，那我就给你吧，好好照顾你的孩子。阿银泪流满面，然后决绝地发动了献祭。不要，阿银不要！唐昊大声呼喊，挣脱了束缚，想要阻止。不好，他要献祭，快阻止他！千寻疾还有举鬼斗罗四位魂斗罗根本没有预料到这种情况，事发突然，众人都愣了愣。千寻疾最先反应过来，厉声提醒之后，率先出手，天使圣剑当即斩出一道强大金光，随即几人都发起了强大的攻击。然而已经晚了，献祭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再见了！阿银红唇开合，传递出最后的声音。不！唐昊目眦欲裂，跪倒在地，仰天痛呼。下一刻，一个蓝银光圈刹那间笼罩了整片天地，光圈内的所有人和事物都在顷刻间静止，仿佛时间停止了似的。这效果比举斗罗和鬼斗罗的武魂融合技两级静止领域还要可怕。武魂殿的所有人员，包括最强的教皇千寻疾，都无法动弹，所有攻击都被禁锢在虚空中，直到阿银的身躯化为一个血红的魂环，套在了唐昊手里的昊天锤上。蓝银光圈随之散去，众人才恢复行动。阿银身影不复存在，只余一颗种子和一块闪耀着蓝银光芒的魂骨掉落在地上。阿银，不！唐昊眼睁睁看着阿银献祭，他得到了阿银的魂环，但他并没有一丝开心。他一手捂着脸，低垂着头颅，陷入了深深的懊悔与自责，泪水从双目中不断涌出，滴落在怀中的婴儿身上。武魂殿众人见势已不可为，显得有些沮丧。可恶！千寻疾挥动天使圣剑，斩落下了好几个小山头，发泄着怒火。举鬼两位封号斗罗对阿银留下蓝银种子不感兴趣，而是紧紧盯着光芒闪烁的魂骨，那是10万年蓝银皇右腿骨。两人眼中纷纷露出贪婪之色，不过被千寻疾狠厉的一瞪，又都悻悻地收了回去。武魂殿，好一个武魂殿，我与你们势不两立！啊！这时，千寻疾散发的魂力金光惊醒了唐昊，他张开大口，发出了愤怒的嘶吼，声音宛若来自修罗地狱，对阿银的爱意与愧疚，还有自己的懊悔与痛苦，通通化为了无尽的怒火。唐昊忽地抬起头，双眼瞬间变得猩红一片，身上的气势不断攀升，直接跨过90级，然后91级，最后停留在92级，属于封号斗罗的威压一瞬间席卷而出。他身上的伤势也在刹那间痊愈。92级封号斗罗，唐昊的气息变化终于引起了武魂殿千寻疾和举鬼斗罗的注意。看着唐昊身上律动的红色魂环，俱是满眼的震惊，几人有些愣了神。10万年魂环竟然有如此强悍的效果。就在此时，趁着武魂殿几人愣神的时机，唐昊悍然发起了进攻。杀神领域，炸环，昊天真身。唐昊身上一个血红的光圈瞬间激发，笼罩向5人，增强气势，同时削弱敌人，自身实力增强 20%。与此同时，他身上律动的9个魂环齐齐炸开，气息更加恐怖。昊天真身也凝聚而出，增幅几身。乱披风！唐昊的攻击实在太快了，所有举措几乎瞬息之间完成。匆忙抵挡的月关、鬼魅和4位魂斗罗级别的强者先后被锤飞，轰隆隆几声在山谷石壁上砸出了3个大洞，随后摔倒在地上，纷纷狂吐鲜血，气息萎靡。6人当中，3位魂斗罗实力最弱，直接就没了生命特征。月关和另一位魂斗罗也已受了重伤，而鬼魅因为武魂是鬼影，虚无实体，论防御力是几人中身体防御最强的。他挡在千寻疾面前，在唐昊的锤击下快速滑退出数米远，双腿在地上离出了2条深深的沟壑，随后吐了一大口血。大须弥锤！这时唐昊发动了他所掌握的最强绝招昊天绝学，将所有的魂力注入武魂。昊天锤骤然变大到上百米高，握在昊天真身手中，对着千寻疾和鬼魅悍然袭去。哼！自持武魂诡异惊人的鬼魅冷哼一声，鬼影武魂瞬间附体，悍不畏惧地顶了上去。然而他低估了大须弥锤的威力。
多重状态加持下的大须弥锤，根本不是他能抵挡得了的。轰！首当其冲的鬼魅眨眼间被锤飞，撞入山谷，瞬间丧失了战斗能力。唐昊，你该死！天使真身！眼见鬼魅被锤飞生死不知，千寻疾恼怒不已。他召唤出天使真身，巨大的6翼天使将他护持在胸口。第9魂技天使荣光，千寻疾爆发出了他的最强攻击，一道威势惊人的杀伐之光从天使真身的口中喷吐而出。下一刻，昊天锤与金光骤然撞击在一起，一道毁灭冲击波产生，肆无忌惮地冲击向山谷，瞬间摧毁了周围数座山峰。而昊天锤与金光在碰撞之后相抵在一起，彼此互不相让，不相上下，短时间内谁也奈何不了谁。长时间僵持下去，赢的人一定是千寻疾。毕竟千寻疾身为95级的超级斗罗，魂力比刚晋升封号的唐昊多出近1倍。而且唐昊的力量来源于炸环的瞬间增幅，不能持久，时间一过还会遭受严重的反噬。然而世上总有意外，当然意外往往也是来源于人为的精心设计。一道肉眼不可见的白色光团携带一缕红色雾气从天而降，白色光团投射入唐昊怀中的婴儿，而红色雾气则脱离白色光团没入了唐昊的体内。此时正是唐昊魂力将尽之际，唐昊突然感觉一股恐怖的杀戮力量在体内炸开，本就血红的双眼刹那间变得更加深邃猩红。虽然所剩无几的魂力被这股力量侵蚀，但他惊喜地发现，这股力量他竟然可以调用。唐昊眼睛一亮，随即他将这股力量直接传导入武魂昊天锤中。去死吧！唐昊眼中红芒爆闪，厉声一吼。下一秒，昊天锤锤身血红一片，僵持的局面瞬间打破，天使荣光被击碎。怎么可能？千寻疾满脸不可置信，眼睁睁看着昊天锤轰然砸在天使真身上。咔嚓一声玻璃碎裂的声音响起后，天使真身顷刻间粉碎。千寻疾的身体与昊天锤来了个亲密接触，飞射了出去，狠狠撞在山谷石壁之上，将石壁砸出一个巨大的坑洞之后，千寻疾的身体被巨大力道反弹而起，弹跳了出去，最后掉落，趴在地上七窍流血，再也没有动弹，也不知是死是活。这一击结束之后，唐昊身形一闪，想要拾起阿银献祭后掉落的种子及魂骨，随后快速闪现，利用最后的力量，一锤将山谷外面包围的圣皇武士砸穿，抱着儿子飞快逃走。可是就在这时，一道透明的音浪瞬息之间就朝着唐昊袭来，明明看似极为普通，却仿佛要开天辟地一样。唐昊一时之间都惊呆了，只能眼睁睁看着阿银的魂骨直接被这道音浪卷走。没有丝毫犹豫，唐昊内心深处疯狂跳动，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感应告诉他赶快跑，还有高手，并且是他唐昊难以匹敌的存在。唐昊抱着小唐三就疯狂逃窜，那道音浪也没有继续追击他，很快唐昊就消失在山谷之中。月关和鬼魅眼睁睁看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幕发生，两人心肝俱颤，已是被吓破了胆子，也不敢追击。随即两人颤巍巍地上前查探，发现教皇千寻疾全身筋骨断裂，七窍流血，模样惨不忍睹，但还有气息。幸好教皇陛下没有生命危险。老鬼，快，咱们快离开星斗大森林，回武魂殿。若是教皇陛下出了什么事，你我可担待不起。鬼魅闷哼一声，一口鲜血喷薄而出。他刚才被唐昊一锤重伤，到此刻正如菊斗罗所说，若是教皇有失，他们二人必定难辞其咎。谁让他们带领千寻疾来寻找唐昊和10万年魂兽呢？这次行动，3个魂斗罗直接被唐昊一锤打杀，剩下的那位魂斗罗也是出气多，进气少了，显然是活不成了。千寻疾重伤昏迷，他们二人也好不了多少。菊花关，对，快，咱们快带着教皇陛下走。顶着重伤不已的身躯，鬼魅也是知道此刻不能再耽误了，连忙上前，配合着菊斗罗，驾着千寻疾就要往峡谷出口处跑。而此刻，叶天辰正盘坐于峡谷出口之处，天魔琴静静地架在怀中，一只手上拿着一块发着蓝光的骨头，赫然就是阿银的那块魂骨。刚才唐昊遭遇的那道音浪，也正是叶天辰所为。开玩笑，他叶天辰怎么可能容忍到手的东西被他人取走？若不是那10万年魂兽献祭速度太快，且献祭没办法打断，叶天辰都想出手直接将10万年魂兽擒拿住。不过虽然没成功，但是有这么一块10万年魂骨，倒也不算太亏。而且唐昊力竭之时的那2道光芒，叶天辰可是观察得清清楚楚，实在是太诡异了。从那2道光芒之上，叶天辰感受到了生命和毁灭的气息，这种感觉和千道流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独特的气息很是相似，属于神的气息。也正因为如此，叶天辰方才没有去为难唐昊，否则凭他叶天辰的实力，唐昊根本不可能逃走。神的气息，
这件事越来越有意思了。原本以为神不过是斗罗大陆虚无缥缈幻想出来的东西罢了，没想到，竟然还真有些东西。叶天辰此刻心思有些复杂，对于神也是说不清的一种感觉。不过很快他就将杂乱的思绪一扫而空，原因也很简单，菊斗罗和鬼斗罗此刻已经扶着昏迷的千寻疾，马上就要来了。这次的任务目标也即将开启，虽然千寻疾已经重伤，可是叶天辰也不可能放过他，毕竟答应了比比东不是吗？这么一想，叶天辰脑海中又不由得浮现出比比东那曼妙的身躯，嘴角也是微微上扬。半炷香的时间一晃而过，很快在叶天辰前方的山谷中开始模糊出现3道人影。此刻天色已经渐渐变暗，潮湿的峡谷之中一缕一缕的浓雾开始蔓延开来。相隔不过1000米左右，叶天辰也只是大概能够看到菊鬼斗罗还有昏迷的千寻疾到来。老鬼，前方就要出峡谷了，你我快加把劲，教皇陛下可不能有任何一点差池，否则供奉殿大供奉非得把你我兄弟生吞活剥了。菊斗罗此刻一脸着急的神色，哪怕他在刚才和唐昊的战斗中也是受伤不轻，可千寻疾比之他们要重要太多了。老菊花，我已经是用尽全力了，不能再快了，再快我的伤势就压制不住了。一句话还没说完，鬼斗罗又是一口鲜血喷薄而出，一旁的菊斗罗也是连连摇头，心中悲愤不已。就在菊斗罗刚想说什么的时候，一道飘渺深邃诡异当中又透露着清脆悦耳的琴声，如同潮水一般，一瞬间就将他们漫步其中。霎时间，菊斗罗也好，鬼斗罗也罢，皆是脸色惊变，这琴声他们再熟悉不过了，这是摘星楼主的琴声。刹那间，菊斗罗和鬼斗罗相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那深深的恐惧。老鬼，不好！该死的，那摘星楼主怎么会出现在这儿？鬼斗罗此刻已经脑袋一沉，压根就没有注意菊斗罗说的了，只是觉得自己心脏仿佛一颤，整个人都呆住了。老鬼，老鬼！在菊斗罗震惊的注视当中，鬼斗罗的身躯一僵，一声闷哼，直接瘫软在地，口中鲜血不断涌出。这时候，菊斗罗也顾不得千寻疾了，直接将千寻疾放在地上，来到鬼斗罗身边，尽全力帮助鬼斗罗压制伤势。而在山谷出口处的叶天辰，此刻嘴角的冷笑慢慢浮现，手中的动作刹那间加快，随即一曲终了，起身收琴，一步一步朝着菊鬼斗罗和昏迷的千寻疾走来。菊斗罗自然压根就没有关注到叶天辰的靠近，因为此刻他知道反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浓雾弥漫，与其去找叶天辰的踪迹，还不如直接在原地等待，以不变应万变。气氛在这一刻已经跌落到低点。很快，菊斗罗就听见一步一步的脚步声在缓缓靠近，接着就是叶天辰那虚无缥缈、宛若死神所命的声音响起。一朵菊花，一个小鬼，竟然这么忠心耿耿，都已经如此重伤了，还守在原地，倒也算是不错。可惜你们今天的运气实在是有些差，一个唐昊刚刚成就的封号斗罗，竟然就将你们打成这样。4个魂斗罗直接身死，千寻疾重伤昏迷，小鬼也是伤得不轻，就只有你菊斗罗还有反抗之力，可悲可叹呐！武魂殿除了供奉殿那些老家伙，其他的原来都是一群饭桶罢了。菊斗罗此刻面色铁青，他知道自己和鬼斗罗还有教皇千寻疾在摘星楼主面前根本不可能有逃走的机会，哪怕是他们3人全盛时期也希望渺茫，更何况现在呢？秦魔冕下，何必装神弄鬼？既然我等都已经这样了，虽不知秦魔冕下您来究竟为何，但也没必要如此奚落我等。秦魔冕下可敢出来一见？菊斗罗尖锐的嗓音如同猫爪挠金属一般，刺耳的同时让人有一种莫名的烦躁。浓雾之中的叶天辰闻言，嘴角微微上扬，抬手之间，一阵恐怖的魂力瞬间炸裂，整个峡谷之中所有的浓雾只是片刻之间就被这股强烈的魂力全部驱逐。他的身躯也出现在菊斗罗面前。如你所愿，小菊花！惊呼之间，菊斗罗也是看见了叶天辰那如同神魔的身形。相隔不过100米，随着叶天辰一步踏出，一道黝黑而又深邃的魂环从叶天辰脚下缓缓升起，再一步又是一道黝黑的魂环升起，如此踏出7步，当第7步踏出的时候，升起的那道魂环已经不再是黝黑的颜色，而是透露着一丝猩红。第7魂环，叶天辰就已经接近10万年级别的了。此刻的菊斗罗已经呆住了，他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哪里有人一开始就是万年魂环起步的呢？惊讶远没有停止，当叶天辰踏出第8步的时候，一道猩红无比的魂环陡然间让空气都凝结住不少，菊斗罗更是死死盯着那猩红无比、充斥着血腥和恐怖的魂环升起。10万年魂环，竟然真的是10万年魂环！10万年，10万年！菊斗罗已经彻底呆住了，就连瘫软在地的鬼斗罗也奋力扭过头来，看着这让他毕生难忘的一幕。不过，这一切还没完。
当叶天辰踏出第9步的一瞬间，又是一道猩红无比的10万年魂环升起。菊斗罗也好，鬼斗罗也罢，此刻早已麻木。他们所接受的武魂理论告诉他们，不可能有魂师一开始就是万年魂环起步。可是现在他们眼里的究竟是什么？难怪，怪不得供奉殿让我等不要轻易招惹摘星楼。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菊斗罗心中疯狂呐喊，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一个94级的封号斗罗，居然会成为待宰的羔羊，并且还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9个魂环全部开启的叶天辰，此刻身上那96级、接近97级的魂力，如同一轮大日，散发的恐怖气息，让星斗大森林内5万年以上的魂兽都感应到这股莫名的威压。星斗大森林核心位置，生命之湖中，随着一道巨大无比的牛头从湖水中缓缓探出，牛眼之中一丝恐惧开始蔓延。这是接近98级封号斗罗的威压，星斗大森林莫非要变天了吗？随着牛头缓缓吐出这几句话，他的身躯也开始沉入湖中。不管星斗大森林内的魂兽们作何感想，此刻的菊鬼斗罗反正是什么都不敢想了。看着叶天辰一步一步接近，他们的脸上也开始苦涩起来。当距离菊鬼斗罗50米左右的时候，叶天辰停下了自己的脚步。看着有些恐惧的菊鬼斗罗，漏金面具之下，叶天辰的面色开始舒展，一抹神秘的微笑开始蔓延开来。秦魔冕下，不知您到此地所为何事？抱着最后的希望，菊斗罗抬起头，紧张地顶着叶天辰，豆大的汗珠开始从菊斗罗额头上滴落。微微一笑，叶天辰看了看还处于昏迷之中的千寻疾，也是没有啰嗦。小菊花，你觉得我摘星楼出动能有什么事呢？无非就是为了杀人罢了。你要不猜猜，本座来到这儿，目标又是何人呢？看着有些犹豫的菊斗罗，叶天辰也是不着急。千寻疾这鸟样都不用他亲自出手了，怕是再耽搁一些时日，自己就先嗝屁了。菊斗罗深吸一口气，果然，摘星楼不会无缘无故出动，更何况是摘星楼主呢？可是他们当中没人和摘星楼有过仇怨，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有人愿意付出代价取他们当中一人的性命。漂浮之间，菊斗罗脑海中突然出现一道身影，那是武魂殿圣女比比东的身影。是了，怪不得上次比比东消失在摘星楼附近，原来是去交易去了。不过下一秒，菊斗罗也是苦涩无比，这意味着摘星楼主的目标虽然不是自己，但是一定就是教皇千寻疾了。千寻疾曾经做的那些破事，菊鬼斗罗可都是再清楚不过了。看着叶天辰那深邃的眼神，菊斗罗微微一叹：秦魔冕下，若是冕下想要刺杀我武魂殿教皇，冕下今后怕是难逃供奉殿的法网。呵呵呵，笑话，你觉得我会怕那群老家伙？不得不说，你很聪明，可惜跟错了人。叶天辰不再多说，将目光集中在千寻疾身上。秦魔冕下，慢！见摘星楼主已经不再和自己废话，把目光投向了教皇千寻疾，哪怕此刻菊斗罗心中也是颤抖不已，也想再挣扎一下。哦，小菊花，千寻疾虽然是你武魂殿教皇，可你好歹也是一位封号斗罗，如此忠心耿耿，莫非你和千寻疾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成？看着菊斗罗打扮的妖艳模样，叶天辰也是脑洞大开。不管是玄天大陆还是这斗罗大陆，有龙阳之好的家伙可都不少。这种癖好，叶天辰也不过是听说过而已。此刻看着菊斗罗这紧张的模样，莫非两人真的有什么？话音之间，叶天辰漏金面具之下也是变得精彩起来。龙阳之好，想想都刺激。虽然菊斗罗此刻看不到叶天辰漏金面具之下的神色，但也能猜测一二。可是现在也顾不得解释那么多了。秦魔冕下，素闻摘星楼有3不杀原则，今日又何苦对我武魂殿教皇动手呢？言下之意，菊斗罗还是抱有一丝希望，祈祷叶天辰能够因此不杀千寻疾。叶天辰冷冷看一眼菊斗罗，一瞬间菊斗罗如坐针毡。哼，本座还以为你小菊花和千寻疾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原来是为了这3不杀原则。不过小菊花，你觉得他千寻疾也好，你菊鬼斗罗也罢，能满足这3不杀原则吗？自作聪明。菊斗罗心中暗道不好，自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3不杀：1不杀非魂师队伍的平民百姓，2不杀老弱病残孕、鳏寡孤独者，3不杀良善仁义之辈。他千寻疾无论如何也和这3条扯不上半毛钱关系。叶天辰此刻也是不再犹豫，当下就要一掌将千寻疾毙命。千钧一发之际，菊鬼斗罗相视一眼，彼此之间都下定决心。老鬼，动手！2级禁止领域。刹那间，顾不得身上的伤势，菊鬼斗罗直接施展武魂融合技，企图将叶天辰困住。冥顽不灵，区区一个武魂融合技也想拦住本座，痴心妄想罢了。天龙八音，赫然之间，天魔琴出现在叶天辰手中，随着其12指落在琴弦之上，
一阵有一阵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于耳般的恐怖音浪侵入这武魂融合技之中。霎时间，整个峡谷之中，一道道音浪化作刀兵，或长枪，或短刀，或飞驰战马，或屠戮苍生的杀神。仅仅只是一个照面，举鬼斗罗拼了命施展的武魂融合技就化为碎片。举鬼斗罗也因此受到反噬，直接被震飞100米之外，全身骨骼碎裂，已然没有丝毫反抗之力。看着昏迷的千寻疾，叶天辰露金面具之下，诡异笑容升起。他可不能让千寻疾死得那么轻松。当初比比东还有一个特殊要求，那就是让千寻疾受尽折磨而死。千寻疾，好好享受吧。第一魂技，索命观音。话音落下，叶天辰脚下第一魂环亮起，一道诡异的黑烟一瞬间就侵入千寻疾脑海之中。轰！恍惚之间，千寻疾的精神力世界中，原本沉睡的千寻疾一瞬间清醒过来。他的面前已经不再是祥和而又平静的精神力世界，而是如同地狱一般的场景，鲜血淋漓不尽，枯骨蔓延道路，恶臭的黑水泥，不断阴森渗人的莫名声音缓缓传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霎时间，千寻疾发现自己周边已经围满了冤魂恶鬼，一个个凶恶的神色死死盯着他。千寻疾，拿命来！仅仅只是一个照面，所有冤魂恶鬼直接扑上来，将千寻疾压倒在地，猛然撕咬起来。那种痛不欲生、欲死欲仙的感觉，一瞬间就让千寻疾目光呆滞起来。啊！我有罪，我罪孽深重，我该死，我该死啊！无尽的声音响起，千寻疾的痛苦惨叫声如同潮水一般在其精神世界中循环上演。而此刻，叶天辰依旧是带着笑意，看着身躯不断颤抖的千寻疾。突然，千寻疾身躯一直，双眼仿佛受到了恐怖的吓唬，渗人的鲜血从千寻疾眼中缓缓流出。也不知这够不够罢了，谁让那晚比比东如此卖力，我叶天辰又岂能白嫖一通？第五魂技，幻神之语。猛然间，叶天辰第五魂环骤然亮起，叶天辰此刻也开始双手落到天魔琴之上。随着一道道琴音响起，虚空之中一片又一片的黑色羽毛宛若漫天大雨，不过片刻之间就疯狂朝着千寻疾的身躯落下。而就在千寻疾精神世界里，那些恶鬼冤魂消失的一刹那，一道道黑色箭雨如同疾风，一瞬间就将其身躯穿透。偏偏他的精神世界中，自己还是不死的存在，如同万蚁尸身。千寻疾已经痛苦的说不出半个字。而在叶天辰面前，千寻疾的身躯不断颤抖，随即双鼻也好，两耳也罢，都开始渗出鲜血。不仅如此，就连已经失去行动能力的举鬼斗罗也有幸品尝到叶天辰第五魂技的销魂滋味。随着精神箭雨落下，动弹不得的举鬼斗罗一瞬间就感觉自己的精神世界受到重创，那种揪心的疼痛，就是他们已经是封号斗罗，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此刻，举鬼斗罗已经能够想象到作为叶天辰重点照顾对象的教皇千寻疾是怎样一个下场，一瞬间就让他们有些不寒而栗。没想到摘星楼主不仅实力强悍，手段还这么诡异残忍。他们此刻想开口求饶，可是却怎么也张不开嘴。而叶天辰见千寻疾已经这个模样了，似乎还是有些不满足。这家伙才这样就快死了，本座还没施展真正的手段呢。哼，不管了，好久没有这么痛快的折磨人了，今天高低也让你千寻疾试试。天龙八音，业火焚身。话音落下，随着叶天辰手中动作不断，一道道恐怖的业火开始燃烧，从最开始的一簇到漫步整个峡谷。千寻疾的精神世界之中，此刻千寻疾已经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亡，只是那不断落下的箭雨瞬息之间化作一道道业火落下，顷刻之间，他的整个灵魂都被业火包裹住。曾经的那些业力开始内外交加，火焰的灼烧感让千寻疾痛苦不堪，直接倒地不断翻滚，企图将业火熄灭。但这一切无疑都是徒劳的，业火又岂能轻易熄灭？无尽的业火不断燃烧着千寻疾的灵魂，他也在痛苦之中，灵魂一分一毫不断散去。终于，似乎再也受不了这种非人的折磨，千寻疾一咬牙，直接燃烧自己的灵魂。霎时间，叶天辰面前千寻疾的躯体开始无火焦黑。也不知多久，或许只是一瞬间，千寻疾精神世界彻底崩溃，灵魂彻底寂灭。一代武魂殿教皇千寻疾就此陨落，连同举鬼斗罗此刻也是受尽业火折磨，但两人却生生扛着业火的痛苦，坚强的活了下来。罢了，举鬼斗罗，本座就留你们一命，不然千道流那个老家伙还不知道是本座斩杀的千寻疾。哈哈，你们给千道流带句话，千寻疾废物而已，唐昊有神相助。言罢，叶天辰也没兴趣继续待下去，手一挥，业火收回，直接消失在这片峡谷之中。与此同时，在千寻疾陨落的一瞬间，武魂城
供奉殿内千道流面前的天使神像前，一盏琉璃灯霎时间熄灭。千道流死死盯着这一切。不，吉尔！霎时间，武魂城中属于千道流99级封号斗罗的气息一瞬间爆发出来，所有的魂师顷刻之间皆是压力山大，有的直接被这股庞大的压力活生生震碎五脏六腑。随后，千道流的身影猛然飞出武魂城，朝着星斗大森林，也就是千寻疾尸首所在地疾驰而来。圣女殿中，当属于千道流那股磅礴的压力消失之后，比比东方才有些艰难地站起身来，看着千道流消失的方向，嘴角流露出的是魔鬼一般的微笑。就在刚才，千寻疾陨落的一刹那，比比东的罗刹神第一考也终于完成。千寻疾，你这个魔鬼，没有想到吧？有一天居然会死在他人手中。啧，不得不说，摘星楼主实力之强，还真是有些可怕。不过，待我获得神位，你摘星楼主也好，千道流也罢，你们都得死。说罢，比比东开始接受罗刹神考第一考的奖励。不过瞬息之间，他的气息就从89级来到了90级。这还是因为他此刻没有获取魂环的缘故，只要他获取第9魂环，其实力必定会突飞猛进。强大的感觉令人陶醉。比比东这边的动静自然不会引起武魂殿中其他封号斗罗的察觉。此刻所有魂师都想知道千道流为何如此震怒。99级的实力，不过1刻钟的时间，千道流就来到了星斗大森林。那比之夜天辰还要恐怖的气息，无时无刻不在散发出危险的警示。星斗大森林所有的魂兽都是被这股气息瞬间惊吓，就是5万年以上的魂兽，此刻也是疯狂逃窜，朝着星斗大森林的核心区而去。而千道流的气息也不光是天青牛蟒、泰坦巨猿这一类10万年魂兽心惊胆战，忌惮不已。生命之湖下的地底空间内，原本陷入沉睡的帝天，此刻也因为千道流的到来睁开双眼，看着千道流的方向，缓缓吐出一口浊气，随即不再理会，而是将目光集中在面前的100万年魂兽天梦冰蚕上。一路疾驰，不一会儿的功夫，千道流就来到千寻疾陨落的这处峡谷。远远望去，这处峡谷已经是光秃秃的一片，所有草木森林在夜天辰夜火落下的那一刻就已经全部化为灰烬。目光一转，千道流就看见了死的不能再死的千寻疾尸体。一个猛冲，千道流就来到千寻疾尸体面前，伸出苍老而又颤抖不已的双手，缓缓将千寻疾尸体抱起，搂在怀中，一时间老泪纵横。吉儿，是谁？到底是谁？竟然有这么大胆子，敢对你动手啊！一时间，千道流也是悲愤欲绝。他平日里不喜欢千寻疾不假，因为千寻疾无法支撑起武魂殿的未来。可是千寻疾终究是他千道流的儿子，虎毒尚且不食子，更何况千道流呢？双手从千寻疾僵硬而又苍白的脸上划过，千道流此刻心中如同刀割。也不知过了多久，随着一场绵绵细雨的到来，千道流终于放开了千寻疾早已冰凉的躯体。他的目光开始集中到动弹不得的举鬼斗罗身上。一个呼吸之间，千道流就来到举鬼斗罗身边，只是看了一眼就知道举鬼斗罗此刻的情况。而举鬼斗罗此刻也看见了千道流来到自己面前，心脏扑通扑通直跳，眼神里也满是惊恐。他们无法想象教皇千寻疾身死这件事会给他们带来何等的麻烦。不管心中如何震怒，千道流还是伸出苍老的手掌，一股恐怖的魂力带着诡异的感觉瞬息之间就侵入举鬼斗罗身体之中。不过片刻间，举鬼斗罗就惊讶地发现自己那骨骼尽碎的身躯开始一点一点愈合起来。终于，随着千道流收回手掌，举鬼斗罗体内的伤势也恢复了大半。此刻，千道流古老而又深邃的眼神平静地看着举鬼斗罗，下一秒嘴唇微张，恐怖的音浪瞬间袭来。举鬼斗罗，说说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究竟是何人杀了教皇？顾不得伤势问题，举鬼斗罗艰难地爬起身，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紧张的眼神东张西望，丝毫不敢与千道流对视一眼。大供奉，教皇陛下，教皇陛下是被摘星楼主所杀。菊斗罗心一横，也是顾不得那么多了。实话实说，或许他和鬼斗罗还能活命，否则他们菊鬼斗罗怕是会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摘星楼主，千道流一时之间有些恍惚，他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会是摘星楼主。摘星楼可是在武魂城内啊，他怎么敢？可是千道流也看出菊鬼斗罗这样子应该不是说谎，丧子之痛，还有那股明知是谁却如同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让千道流瞬间就苍老了不少。他很清楚，既然摘星楼主敢这么做，武魂城内的摘星楼大概率已经是一座空楼，人去楼空，他千道流就是再怎么厉害，也不可能满世界追杀摘星楼主。武魂殿离不开他，千仞雪更离不开他。
听到千寻疾是被叶天辰所杀之后，千道流也冷静了一些，刹那间又把目光集中在了菊鬼斗罗身上。菊鬼斗罗，你们二人可是94级封号斗罗，吉儿也是95级封号斗罗，你等就是不敌摘星楼主，也不至于如此狼狈。说说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看着千寻疾尸体之上没有一丝一毫属于摘星楼主天魔情带来的伤势，千道流也有些惊讶，尤其是千寻疾身上那股属于昊天锤的气息，更是让千道流疑惑不解。菊鬼斗罗对视一眼，尽管有些心虚，但是他们也明白这件事瞒不住大供奉的，该来的终究会来。菊斗罗艰难地抬起头，看着峡谷深处的方向，开始讲述起来。大供奉，教皇陛下一开始就已经被昊天宗的唐昊重伤昏迷不醒，我与老鬼也是被唐昊所伤。摘星楼主是在我和老鬼打算带教皇陛下回武魂殿的时候出现的，因此我们根本不是其对手，就连反抗之力都没有。对了，摘星楼主竟然还拥有7个万年魂环，2个10万年魂环。菊斗罗越说越惊，直到感受到千道流面色阴沉下来，方才住嘴不言。昊天宗唐昊，他不过一个魂斗罗，如何伤得了吉儿还有你们3个封号斗罗？菊斗罗，你是觉得老夫是傻子不成？菊斗罗身子霎时间就不停地颤抖起来，着急忙慌之下，终究还是将他们带着千寻疾来寻找10万年魂兽，还有蓝银皇献祭唐昊的事全部道出。千道流听罢，气得直接一掌将菊斗罗和鬼斗罗拍飞出去，刚刚好了一些的伤势瞬间又加剧起来。废物，一群废物，一个刚成就的封号斗罗，你们……千道流已经不想多说任何一个字了，心中那股子憋屈夹杂着丧子之痛，只觉得头晕不已。飞出去的菊斗罗大口大口吐着鲜血，看了一眼千寻疾，仿佛又想起了什么。大供奉，那摘星楼主让我们带句话给您。菊斗罗几乎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吼出这么一句。闻言，千道流也是看向菊斗罗，手掌一吸，就将菊斗罗提在手中，说：大供奉，摘星楼主让我们告诉你，唐昊有神相助。说完，菊斗罗再也压制不住体内的伤势，直接晕死过去。而千道流此刻则是有些发懵，有神相助，他不明白叶天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嘲讽他千道流有个废物儿子吗？过了好一会儿，千道流方才反应过来，唐昊有神相助，是了，否则一个刚刚成就的封号斗罗，如何是菊鬼斗罗还有千寻疾3位封号斗罗的对手？原本只是丧子之痛，此刻一下子就变得扑朔迷离起来。3日之后，武魂殿突然爆出一则消息，教皇千寻疾重伤不治身亡，而凶手则是昊天宗的唐昊，并且还将唐昊私通10万年魂兽的事情也一并爆出。供奉殿大供奉千道流亲自喊话昊天宗，让其交出杀害教皇千寻疾的凶手唐昊。一时间，这个消息就像是长了翅膀一样，快速传来整个斗罗大陆。供奉殿内，此刻千道流正一脸疲惫地抱着只有5岁半的千仞雪，将摘星楼主杀害千寻疾换成唐昊，正是他千道流的主意。就在千道流轻叹时，大殿之门缓缓开启，惊愕斗罗苍老的身躯一步一步走了进来。大哥，消息已经传出去了，现在各个帝国家族和上3宗都已经得知了这件事。惊愕有些不解，明明是那摘星楼主杀害的教皇，为何要说成是昊天宗的唐昊？说着说着，惊愕斗罗也是一脸不解，他真的不理解为何千道流会这么做。拖着疲惫的身躯，轻轻将熟睡的千仞雪放在软座上，吐出一口浊气，来到惊愕斗罗身边。千道流略带沙哑的声音开始响起：惊愕，摘星楼主的确是杀害吉儿的真正凶手，可是如今武魂城中摘星楼所有人早已人去楼空，试问你我武魂殿又能怎样？老夫还能亲自去满大陆搜寻他摘星楼主不成？除了我亲自出手，武魂殿内又有谁能擒拿摘星楼主呢？这惊愕斗罗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确实，摘星楼人去楼空，他们武魂殿确实底蕴深厚，可是人家摘星楼主个人实力强大啊，整个武魂殿自己98级封号斗罗也只能说与之交手可以做到不落下风，也只有千道流亲自出手方能有所胜算。可是自己大哥若是不在武魂殿，那武魂殿可不稳。何况大陆之大，以摘星楼主的本事，摘星楼又岂会让武魂殿轻易拔起？摘星楼主又岂能让他们轻易拿捏？轻轻拍了拍惊愕斗罗的肩膀，千道流又说道：对了，惊愕，摘星楼主如今怕是已经96级甚至97级了，他的魂环配置已经不再是曾经的8黑1红，而是7黑2红。陡然间听闻千道流这话，惊愕斗罗也是倒吸一口凉气，这摘星楼主进步竟然这么快，难以想象，难以想象啊！千道流沉默不语，摘星楼主的成长速度确实让他有些措手不及，但这还不是他将杀害千寻疾的凶手说成是唐昊的唯一原因。
沉默半晌之后，看着金鳄依旧震惊的模样，千道流也是微微叹气。武魂殿有这么强大一个对手，实在是令人措手不及。就是曾经的唐晨，千道流也没这么棘手过。大哥，金鳄懂你的意思了。既然摘星楼主我们短时间内拿他也没有办法，那还不如闭口不谈。这次教皇之死，也有他昊天宗唐昊的一部分责任。昊天宗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不然我武魂殿何以堵住悠悠纵口？点点头，又摇摇头。千道流的想法可不仅如此。金鳄，你说的不错，如此确实可以降低一部分吉儿被杀给武魂殿带来的冲击。但是我却是真的想要擒拿住昊天宗的唐昊，我要唐昊死，而且是非死不可。此话一出，金鳄斗罗也有些发懵。唐昊作为昊天宗的人，本身如今也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想要擒拿住他，武魂殿可得费一番力气。如果昊天宗执意要抱住唐昊的话，说不得武魂殿还会因此伤筋动骨。按金鳄斗罗看来，他们应该是不会真的大动干戈对唐昊和昊天宗出手才是。毕竟教皇千寻疾已经死了，唐昊也不过是替罪羊，让昊天宗付出一些代价，这件事就接过去了。不过既然自己大哥不愿意，那肯定有他自己的考量，金鳄斗罗也没啥好说的。看着金鳄斗罗有些疑惑，千道流悠悠的眼神里尽是杀机。金鳄不必奇怪，你可知那摘星楼主托举鬼斗罗给我带了一句话？哦，金鳄斗罗有些惊讶，摘星楼主这个操作有些迷惑，人都杀了还带话干嘛？看着天使神像的方向，千道流冷冷说道：他说唐昊有神相助。轰！霎时间，金鳄斗罗觉得自己头都大了，也终于能理解自己大哥为何执意要杀唐昊了。有神相助，也就是说唐昊背后有一尊神存在。金鳄斗罗倒是没有去怀疑这是摘星楼主在故弄玄虚，他和叶天辰交过手，作为一位大陆的顶尖强者，还不至于拿神开玩笑。这大哥，金鳄明白了，明日我便带上几位供奉往昊天宗一趟。说罢，金鳄斗罗眼中同样也是杀机涌现，点点头。千道流没有制止，算是默认了这件事。比起摘星楼主，一位神的动作更让千道流神经紧绷。摘星楼主顶多就是在自己不在了之后对武魂殿造成冲击，可是其实说白了，若是有一天千道流自己不在了，千家没有一个合格的继承人，有没有摘星楼，结果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可是一位神的布局，千道流却不得不重视。作为天使神的后人，他不可能坐视不管。不一会儿，金鳄斗罗就缓缓走出大殿，留下千道流一个人静静地看着熟睡的千仞雪。与此同时，当唐昊杀害教皇千寻疾的消息传到昊天宗之时，昊天宗所有人也都沸腾起来。昊天宗大殿之中，唐啸，你看看你弟弟唐昊做的好事，竟然私通10万年的魂兽，还打死了武魂殿的教皇千寻疾。哼，岂止如此，听说武魂殿对这件事很是震怒。唐昊乃是我昊天宗之人，我们岂会好过？武魂殿肯定不会放过我等。依我之见，还是让唐昊乖乖的认罪，交于武魂殿发落，也免得我昊天宗众弟子长老因此被武魂殿牵连进来。几位昊天宗的长老你一言我一语，不停地在给如今的宗主唐啸施压，言语中尽是怪罪唐昊惹是生非，得罪了武魂殿。唐啸此刻也是不知该如何应对，他也不过是刚刚继承宗主之位不久，本身实力也不过92级罢了。在场的这些长老大多数都是魂斗罗级别的强者，甚至还有几位封号斗罗级别的长老也都对此事施压。诸位长老，此事究竟是不是昊帝所为，还有待商榷。更何况武魂殿狼子野心，也有可能故意离间我等，还是等事情弄清楚再说不迟。哼，这有什么好说的？唐啸，你不要因为唐昊是你的亲弟弟就因此偏袒他。告诉你，武魂殿教皇千寻疾身死这件事千真万确，而且其身上的确是被昊天锤所伤。你说的倒是好听，但武魂殿可不会善罢甘休。你难道真的想要我昊天宗100年基业毁于一旦不成？莫等唐啸说完，一位封号斗罗级别的长老就直接打断唐啸，丝毫不把其宗主位置看在眼里。就在场面一度陷入僵局之时，一直没有发话的二长老突然站起身来。大殿之中，所有人顿时都不说话了。作为昊天宗现如今最强者，二长老95级的实力当属第一，自然话语权也比刚刚成为宗主的唐啸要强上不少。好了，这件事先放一放吧。武魂殿教皇千寻疾身死这件事是事实，其被昊天锤所伤也是事实。可唐昊毕竟是我昊天宗的封号斗罗，又岂能轻易交给武魂殿？这件事暂且放一放，看看武魂殿如何处理。我昊天宗拥有一位封号斗罗不容易，更何况唐昊还是拥有10万年魂环的封号斗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切都放上一放吧。说罢，也没人再说什么。昊天宗一时之间陷入了诡异的平静。
昊天宗和武魂殿发生的这一切，远在星斗大森林之中的叶天辰自然不会有任何动容。此刻，他正一脸平静地走向星斗大森林的深处，而其身后，阴黑供奉颤抖的心，激动的手，正为那即将到手的第9魂环而兴奋不已。楼主大人，再往前就进入星斗大森林核心区了，其中可是拥有10万年魂兽的存在，我等还是小心为妙。杨白看向星斗大森林深处，脸色开始缓缓变化。与阴黑不同，杨白的第8魂环就是来自星斗大森林深处，乃是一只7万年左右的大地雷龙。摘星楼有一个规矩，所有杀手的魂环从第1魂环开始都需要自己去获得，而第9魂环则是可以让楼主亲自出手。无论魂环年限，就是10万年魂环，若是杀手开口，楼主也会为他们获取。但话是这么说，他们能不能成功吸收10万年魂环，那就得两说了。当初杨白自持实力强大，独自一人就来到了星斗大森林深处猎取魂环，可是没想到仅仅只是一只7万年左右的大地雷空，就差点要了他的小命。甚至当其离开星斗大森林之时，还遭遇了10万年魂兽泰坦巨猿，哪怕最后死里逃生活了下来。自那以后，杨白对于星斗大森林深处依旧是敬畏无比。不过杨白这话一出，阴黑这家伙不干了。杨白，瞧瞧你的这点出息，不就是星斗大森林深处有10万年魂兽存在吗？楼主大人亲自出手，就是10万年魂兽来袭又能怎样？土鸡瓦狗耳罢了，您说对吧？楼主大人，杨白瞅了阴黑一眼，懒得和这家伙说。前方，叶天辰也听到了自己身后这2个活宝斗嘴，露金面具之下也是难得舒展笑容。杨白不必太过担心，就如同阴黑所言，10万年魂兽在本座面前还太年轻，造不成什么困扰。不过这星斗大森林可不仅仅只有10万年魂兽，也许暗藏了一些数10万年的凶兽也说不定。叶天辰说的不急不缓，语气平和，但这话落到阴黑耳中，则是犹如一剂强心针，让他的胆子大了不少。但杨白的重点显然不在10万年魂兽上，而是听自家楼主说可能有几10万年的凶兽，更加担心了。这话叶天辰也不是随口一说，斗罗大陆上不可能只有10万年级别的魂兽，而10万年以上的魂兽又几乎没有出现过，只是书籍之中零零碎碎有一些记载罢了。但随着叶天辰第9魂环现如今几乎已经接近20万年，他也是有所猜测，这斗罗大陆肯定拥有20万年上的魂兽，只是藏在了某些地方不愿出世罢了。星斗大森林作为斗罗大陆最大的魂兽森林，很难说没有凶兽藏匿其中。楼主大人，这笔猎取魂环，我等真的要对10万年魂兽动手吗？不去想那些有的没的，杨白此刻开始关注这次猎取魂环来。阴黑也是眉头一皱，倒不是认为自家楼主没有这个实力，而是因为10万年魂兽极其难寻，光是找到一只10万年魂兽就需要大量时间。而更为重要的是，一只10万年魂兽产生的魂环，他阴黑也好，杨白也罢，都没有把握能够成功吸收。吸收10万年魂环所要面临的压力是9万年魂环截然不同的，因此杨白方才问出这么一句。闻言，叶天辰的脚步一顿，阴黑杨白也相继停下了脚步。这件事得看你们如何选择。10万年魂兽，这星斗大森林之中拥有天青牛蟒、泰坦巨猿，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存在。这一点对本座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猎杀10万年魂兽，本座虽然比较棘手，却还是有把握做到。至于你们能不能成功吸收，那就需要你们自己决定了。当然，我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你们拥有10万年魂环，这种方法没有什么危险，只是相比前者有一些区别罢了。叶天辰回过头，静静地看着阴黑杨白二人，看两人又如何选择。此话一出，阴黑杨白二人相视一眼，瞬间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看向叶天辰，一同开口问道：楼主大人，您且说说这第2种方法有何区别？没有迟疑，叶天辰也是有话直说。第2种方法就是本座为你们找2只9万年左右的魂兽，你们先行吸收其魂环，之后再寻找一些万年魂兽，将其魂环加之你们的第9魂环上，从而使之达到10万年。但这种方法有个缺点，那就是吸收一般的10万年魂兽可以获得2个魂技，这种方法只有1个魂技，具体作何选择就看你们2人的了。说罢，叶天辰直接踏步往星斗大森林深处走去。阴黑杨白二人脸上先是惊讶，随即便是狂喜。相比于直接吸收10万年魂环，这种方法堪称逆天的存在。至于少1个魂技，那又何妨？心头狂喜的2人迅速跟上叶天辰的步伐，满心欢喜地踏入星斗大森林深处。进入星斗大森林核心区域，这里的魂兽数量陡然下降。一路上，叶天辰他们看见的每一只魂兽，几乎都没有低于1万年这个水平的，大多数都在3万年到5万年之间。
因为不是此行的目标，叶天辰和阴黑阳白也没有去管这些魂兽，只是自顾自地寻找9万年左右的魂兽。只是星斗大森林如此之大，又岂会那么容易就能够找到合适的魂兽？一连3天时间，叶天辰都带着阴黑阳白在星斗大森林之中缓缓搜索。而这3天时间，在星斗大森林之中倒是没有丝毫影响，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事发生。可在外界，这3天几乎说是天翻地覆也不为过。就在叶天辰他们踏入星斗大森林深处的同时，昊天宗终于迎来了武魂殿的问责。昊天宗的人听着，今日本供奉亲自前来，只是为了那杀害我武魂殿教皇千寻疾的凶手唐昊。昊天宗作为上3宗第一宗门，该不会私藏杀害我武魂殿教皇的凶手吧？随着一声巨响，金鳄斗罗带着武魂殿4位供奉直接从天而降，一刹那间就来到昊天宗大殿之上，丝毫不顾及在场昊天宗众人难看的脸色，直接指名道姓，非要擒拿住唐昊不可。高坐宗主之位的唐啸此刻也是狠狠吸了一口冷气，这武魂殿竟然把这位派来了。98级的封号斗罗金鳄斗罗，当初唐啸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曾经和金鳄斗罗交过手，结果很明显，97级虽然不错，却依旧不是98级的金鳄斗罗的对手。而今天可不仅仅只有一个金鳄斗罗前来，在其身后，青鸾斗罗、雄狮斗罗、千钧斗罗、降魔斗罗4位95级以上的封号斗罗也是一脸冷色。这般强大的阵容让昊天宗有些不知所措，就连一向稳重的二长老此刻也是心惊胆战。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他昊天宗也就没有机会再留存世间了。武魂殿仅仅只是来了几位供奉而已，昊天宗已经招架不住，何况那如同神魔的千道流还没有亲自出手。当然，千道流当初和唐晨有过约定，也不会亲自出手对付他昊天宗，不然昊天宗早就没了。面对现在这种情形，昊天宗的大部分魂斗罗级别的长老都是虚汗直淌，就是一些封号斗罗级别的长老也是狠狠咽了一口气，不敢多说一句话，生怕惹了金鳄斗罗，直接覆灭了他昊天宗。毕竟98级的金鳄斗罗可是有这个实力的。金鳄冕下，唐昊虽然是我昊天宗之人，但是我们也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勾结10万年魂兽，并且杀害了武魂殿的教皇。此事我等昊天宗诸位长老显然也是要狠狠责备唐昊的。奈何唐昊自这件事发生后就没有回过昊天宗，我们这群长老也没有他的消息啊。就在气氛几乎跌到冰点之时，一位封号斗罗级别的长老开始发话，将这件事全部推到唐昊个人身上。金鳄斗罗没有说话，只是眉眼间依旧是一副冷冷的神色。而唐啸一听，当场就有些人妈了，这些长老竟然直接将全部罪责推给自己昊弟。这武长老话可不能这样说，武魂殿教皇身死这件事，我们昊天宗也深感意外。可是武魂殿教皇究竟是不是我昊弟所杀，此事还犹未可知，诸位何必这么武断？够了！没等唐啸说完，金鳄斗罗一声大喝，就将唐啸要说的话硬生生憋进去。老夫今日来不是听你等推卸责任的，我武魂殿教皇身死，你昊天宗觉得这是一件小事不成？唐昊私通10万年魂兽这件事不用质疑，老夫的话还是值得你们信任的。而我武魂殿教皇身上的伤皆是昊天锤所伤，这也是事实。老夫今日来不是为了和你等争吵这些无关紧要之事的。此刻唐昊不管在不在昊天宗，你昊天宗都得给我武魂殿一个交代。我武魂殿的教皇不能白白殒命，提醒你们，如果今日不能让老夫满意，昊天宗上上下下1000余人，今日之后能活下来几个就不是老夫能够控制的了。说罢，金鳄斗罗也不含糊，脚下黄黄紫紫黑黑黑黑红9个魂环缓缓升起，独属于98级的气息流露在整个昊天殿之中。所有昊天宗之人都是全神贯注，心中恐惧感缓缓加剧。紧接着，金鳄斗罗身后的武魂殿4位供奉也是武魂全开，5位95级以上的封号斗罗让昊天宗众人压力山大。这昊天宗2长老再也不能保持平静，原本以为武魂殿只是做做样子，不会大张旗鼓来逼迫他昊天宗，到现在看来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宗主，既然金鳄斗罗冕下已经如此说了，宗主您认为唐昊之事又该如何处理才是？2长老直接将问题抛给了唐啸，今时不同往昔，他可不能随意胡说。武魂殿今日看来是非要一个交代不可。唐啸也是没有想到2长老居然给自己来这么一手，毕竟前日2长老还力排众议，信誓旦旦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现在居然转眼间就把他给买了。金鳄冕下，在下还是那句话，在事实还未彻底弄清楚之前，昊天宗无法确定唐昊是否真的杀害教皇千寻疾冕下，因此还请金鳄冕下给予一定时日，让我昊天宗调查清楚这件事，如此方能证明唐昊是否有罪。冥顽不灵，昊天宗没有资格谈要求。没等唐啸继续说下去，只见金鳄斗罗大手一挥，唐啸直接被排山倒海一般的压力撞飞100余米。
想要爬起身来，但却怎么也起不来。金鳄斗罗环视一圈，随即说道：“我再提醒在座的诸位一遍，今日我等前来是要一个交代，不是听你昊天宗狡辩的。”说完，直接站立当场，等待昊天宗的处理结果。而此刻，当唐啸被金鳄斗罗一击拍飞之时，昊天宗的众人早就被吓破了胆。几位封号斗罗级别的长老直接来到二长老面前，都不再理会唐啸伤势如何。如今，他们只想快点把武魂殿这群瘟神送走。二长老，唐昊犯下的错，可不能让我们整个昊天宗所有人来背。就是，二长老，前日你说的我们都赞同，但是今日形势比人强，昊天宗100年基业，二长老你可不能犯糊涂啊！二长老，唐昊既然犯下如此弥天大错，我们昊天宗定然不可包庇他，还望二长老好好考虑清楚。一位位封号斗罗级别的长老和一群魂斗罗级别的长老眼巴巴看着二长老，他们此刻对唐啸的认可度直接跌破冰点。这种事再去问唐啸，他们除非觉得自己不怕死还差不多。二长老也是没想到这件事居然又落到自己头上，虽然有心想让唐啸处理这件事，可是现在这个情况，他也不敢让唐啸多说半句。诸位长老，你们不用着急，我昊天宗100年基业定然不会毁在你我手中。况且我昊天宗向来都是有功就赏，有罪必罚。既然唐昊犯下这等弥天大错，我昊天宗也不能因为其身份而姑息他。诸位且说说，应当如何处置唐昊？二长老说完，悄悄松了一口气，看向金鳄斗罗那略显舒展一些的面容，也是心中一喜，自己可真是个老机灵鬼。这话一出，昊天宗的长老也是七嘴八舌开始议论。依我之见，唐昊先是和10万年魂兽私通，就凭这一点，唐昊就应该在我昊天宗除名，将唐昊逐出昊天宗。不仅如此，唐昊既然不顾人类魂师情谊，勾结10万年魂兽，杀害武魂殿教皇千寻疾，这件事更加严重。除名还不够，我昊天宗也要捉拿唐昊。这等败类，实在有辱我昊天宗100年声誉。对，不过既然武魂殿也要问罪唐昊，那唐昊具体如何处理，就应当由武魂殿来决定，我等只需负责擒拿他便是。昊天宗长老的这些话落到唐啸耳中，如同晴天霹雳。他怎么也没想到，偌大一个昊天宗，竟然一个有骨气的长老都没有。可是偏偏此刻他也无力反驳，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长老讨论着而无动于衷。看向金鳄斗罗，二长老脸上流露出讨好的笑容。金鳄斗罗冕下，适才我昊天宗诸位长老的处理结果，冕下也听到了。我昊天宗绝不姑息这种作奸犯恶之徒。金鳄冕下以为如何呀？金鳄斗罗点点头，随即收起自己的武魂和魂环，看着一群陪笑的昊天宗长老，缓缓说道：“诸位昊天宗长老对唐昊的处理结果，老夫还算认可。不过你昊天宗管教不严，教出这等败类，昊天宗也应当给个结果出来。”这二长老和其他昊天宗长老相视一眼，都觉得有些难办，但武魂殿肯定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心一横，眼一闭。二长老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说出了昊天宗的条件。金鳄冕下，您说的对，我昊天宗也是有管教不严的责任。既然如此，今后我昊天宗从此隐世不出，昊天宗现如今在大陆的所有一切皆归武魂殿所有，还望金鳄冕下能够高抬贵手，免去我昊天宗管教不严的过失。说完，二长老整个人都没了力气，瘫软在地。今天虽然保住了昊天宗，但付出的代价却是极其惨重的。不过随即二长老就露出了笑容，尽管昊天宗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好歹还是将昊天宗保下了，不是吗？嘴角微微扬起，金鳄斗罗也不再逼迫，今日本来就是为了唐昊而来，既然唐昊不在昊天宗，那收点利息也不错。至于覆灭昊天宗，千道流和唐晨可是有过约定，金鳄斗罗虽然也想如此，但还是按千道流吩咐的来吧。毕竟这样的昊天宗有和没有，其实已经没多大区别了。记住你们今天说的话，若是让老夫今后发现昊天宗私自包庇唐昊，我武魂殿可不会善罢甘休。至于唐昊，就由我武魂殿擒拿便是。说完，金鳄斗罗和4位供奉头也不回，直接离去，留下昊天宗众人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这一切。这些还身处星斗大森林深处的叶天辰，自然是不知道昊天宗发生的这一切，就算知道，也不会有任何兴趣。昊天宗如何并不重要，大猫小猫3两只，翻不了天。比起这个，叶天辰对唐昊更感兴趣。所谓的神，为何会选中唐昊这样一位不过刚刚封号斗罗的魂师？当然，还有唐昊和那10万年魂兽的孩子，最后的那道光芒可不简单。行走在星斗大森林核心区域，时不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万年魂兽，让阴黑阳白两人有些兴奋。就在叶天辰和阴黑阳白继续前进之时，前方突然出现一群万年魂兽，不要命朝着叶天辰他们的这个方向奔来。看这些万年魂兽的表情，惊恐无比，似乎身后还有更加恐怖的魂兽在追赶他们。2万年魂兽火云邪狐，
3万年魂兽大地犀牛！阴黑阳白二人都看呆了，这么一群万年魂兽竟然会被追赶，莫非其身后是一只10万年魂兽不成？来不及多想，叶天辰他们的目标可不是这些万年魂兽，也没兴趣随意斩杀这些万年魂兽，随即直接飞入半空。慌忙的这群万年魂兽也没有兴趣去管叶天辰他们，直接从叶天辰他们的底下疯狂逃过。半空之中，叶天辰看向这群万年魂兽的身后，一排排千年万年的大树直接被连根拔起，浩浩荡荡，如同大军开拔。再靠近些，叶天辰方才看明白，追赶这群万年魂兽的居然是一群不可胜数的千钧蚁，其中还不乏拥有一些万年级别的存在。楼主，怪不得这群万年魂兽会如此疲于奔命。那些千钧蚁虽然不是每一只都拥有万年修为，但那数之不尽的数量却是太过吓人。蚁多能识相，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先行撤离？杨白有些谨慎，不过说的不无道理，和一群千钧蚁死磕显然不是一个好主意。叶天辰刚想点头撤离，突然千钧蚁群中3只大小身长在3米左右的千钧蚁突然出现，长约3米的身体上覆盖着一层暗金色的甲壳，有6只粗壮有力的断腿，头顶上也有6只眼睛释放着幽绿色的光芒。这是3只9万年左右的千钧蚁皇，哈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阴黑阳白原本以为马上就撤离，但当他们听到自家楼主的惊呼声后，也是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9万年魂兽，这不是刚才对他们量身打造的一样吗？转过头看向阴黑阳白，面具之下，叶天辰诡异一笑：“阴黑阳白，你二人要不要试试这9万年魂兽的实力？你们可是难得有机会可以施展全部实力。”阴黑阳白一听也没有拒绝，反正有自家楼主看着，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刚好试试9万年魂兽有何等本事。楼主，我们去也！天空中唰的一下，2就直接掠过千钧蚁群的前方部队，直接朝着3只千钧蚁皇而去。赤阳剑、寒鹰刀，随着阴黑阳白二人开启武魂，2黄2紫4黑8个魂环分别在他们脚下亮起。第1魂技赤阳神光，第5魂技音乐斩。2道流光破开昏暗的天色，硬生生砸到3只千钧蚁皇身上。轰然一声，整个千钧蚁群开始骚乱，而3只千钧蚁皇在被砸入地下数十米之后，仿佛也感受到了这股恐怖的冲击，整个骨骼之上亮起银白色的光芒。霎时间，3只千钧蚁皇吃痛，巨大的眼睛里布满血丝，开始变得狂暴起来。仅仅只是一个弹射起步，3只千钧蚁皇便瞬间从地底直接飞到地面，看向阴黑阳白二人，开始嘶吼起来。一瞬间，所有的千钧蚁仿佛收到进攻的信号，开始朝着阴黑阳白包围而来。阴黑，这些家伙不好对付，防御能力太强大了，而且千钧蚁力量无穷，可不要和他们近身。明白，阳白，你来拖住3只千钧蚁皇，我来解决这些蚁群。好。第8魂技奥义终极杀，第8魂技阴风阵势。2人同时发动第8魂技，直接施展全力一击，想要一击必杀。3只千钧蚁皇瞬间爆发无尽的力道。千钧蚁是一种生命力十分顽强的魂兽，身体防御能力出众，抗击打能力极强，而且力量奇大无比，有着远身体比例的力量。这就是千钧蚁的全部特性了。作为一种魂兽，它们自身却并没有什么魂技，在任何魂兽森林中，它们经常会成为其他魂兽的食物。它们的防御虽然不错，但终究是有限的，又缺乏攻击手段。虽然力量不错，但也很难挥出来。当然，也有不少魂兽对千钧蚁不屑一顾，毕竟破掉他们的防御，再吃它们实在是有些累。正因为生命力顽强，这种魂兽才会数量众多的存在于魂兽森林之中。一般来说，10年修为的千钧蚁体长大约在3寸左右，只有嘴部有1对剑齿，能够咬断坚硬的东西。100年修为的千钧蚁体长也不会过6寸，到了1000年修为才有长到1尺长的可能。这已经是很少见的千钧蚁了，因为它们是在没有什么强大的保命手段，而且自身族群之中也经常会出现相互残杀的情况。一般魂师也进入过不少魂兽森林，尤其是来过这片星斗大森林多次，每次都能见到不少千钧蚁，却从未引起过他的注意，也从未见过体长过1尺的千钧蚁。面对阴黑阳白二人的压力，3头千钧蚁皇只是晃了晃自己的头部，左右2只缓慢地向两旁分开，对杨白形成半包围之势，渐渐地压迫上来。他们身上的暗金色也变得越明显了，但自身的能量却完全内蕴，没有丝毫散出体外的意思。嗡嗡嗡嗡，千钧蚁皇拍打着背后的翅膀，缓缓飞了起来。这3兄弟不愧是在一起生活了多年，动作整齐划一，就像是镜像一般，不论是翅膀拍打的度，还是从地面上升的高度，都是一模一样。霎时间，3只千钧蚁皇直接不管不顾，冲着杨白就是一阵猛冲。巨大的力量
极快的速度，仅仅只是一个照面，杨白就被这股庞大的压力震飞100余米。阴黑此刻也不好受，无尽的蚁群杀了一些还有一些，仿佛无穷无尽，阴黑魂力很快就见底了。楼主大人，阴黑杨白此刻知道不是逞强的时候，直接呼唤叶天辰：“你们已经不错了，退下吧。”言罢，叶天辰手中天魔琴骤然响起，一道道刀兵如同潮水一般涌涌澎湃，霎时间就将所有千军蚁群碎尸万段。受到如此惊吓，也顾不得千军蚁皇的命令，所有千军蚁直接破土而入，在地底疯狂逃窜。天龙八音破！一刹那，随着叶天辰96级接近97级的魂力瞬间爆发，3道透明而又苍老强大的利剑瞬间挂在天边，猛然之间就斩向3只千军蚁皇。天地之间，只听见砰的一声，当硝烟散尽之后，3只千军蚁皇已经是出气多，进气少了。阴黑、杨白，开始吧。阴黑点了点头，抬起自己的右手，强忍着脱力的虚弱感，将自己残存的魂力缓缓凝聚到掌心之中，伴随着淡红色的光晕，赤阳剑一瞬间就了结了一只千军蚁皇。来吧，我的第9魂环，你将决定我是否能够成就大陆顶尖高手。在那淡红色的光芒牵引之下，9万年千军蚁皇的魂环缓缓朝着阴黑的方向飞了过来。叶天辰双眼盯视着飘来的魂环，沉声喝道：“盘膝坐好，一手武魂。”阴黑一言在原地盘膝坐下，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右手的武魂之上。此时，随着9万年千军蚁皇魂环的接近，他感受到一种空前强大的压力，全身骨骼甚至都在这种压力下发出轻微的响声。很快，黑色光环来到了阴黑头顶上方，没有给他任何反应的机会。那黑色光环突然收缩，变成一个只有手镯大小却无比凝实的黑环，直接套落在了他右手掌心处的寒阴刀武魂之上。阴黑只觉得右手如同侵入岩浆一般，一股炙热的能量疯狂涌入，剧烈的热流瞬间冲入体内，刹那间五内如焚，身体不禁一阵剧烈的颤抖。不论魂环的力量如何冲击你的身体，谨记一定要保持清醒，只有这样，未来才能更好的利用魂环的力量。叶天辰依旧提醒着阴黑，不一会儿就陷入了平静。接着又是杨白吸收第9魂环，都很顺利。二人从今日起便是91级的封号斗罗了。封号斗罗，果然，这强大的魂力完全不是80多级魂斗罗能够与之相比啊！杨白感受着体内磅礴的魂力，心中喜悦溢于言表。哈哈，杨白，没想到你我有一天竟然真的能够成为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这一切都是楼主大人恩赐，否则就凭你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做到，只能是望洋兴叹。楼主大恩大德，阴黑永世难忘。阴黑激动之余，也是不忘表表忠心，毕竟这千军蚁皇可是自家楼主出手才拿下的。没错，阴黑，楼主大恩，永世难忘。我等拜谢楼主。叶天辰此刻心中也是很欣慰，这摘星楼从今日开始就不再只是他一位封号斗罗了，有了阴黑杨白二人，今后一些比较棘手但又不是非要他出手不可的事就有帮手喽。阴黑、杨白，起来吧，你们能有今日，皆是你等2人刻苦修炼的结果，本座不过是给了你们一些修炼资源和指导罢了。不过哪怕今日成就了封号斗罗，也得记住，这世间之大，无奇不有，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今后一定还是小心为上。须知再强大的存在，一招不慎也有可能身陨身亡。叶天辰不由得又想到自己在玄天大陆的那段经历。是，楼主大人，放心吧，我二人定会戒骄戒躁，沉着冷静完成任务的。就在这时，第3只千军蚁皇虽然身上带着伤，到看到自己2个兄长的悲惨命运之后，也是下定决心，猛然之间拼尽刚刚恢复的一点力量，直接朝着地面疯狂遁地逃窜。楼主大人，那只千军蚁皇要逃！阴黑指着已经钻入地底的千军蚁皇，一脸不可思议。毕竟刚刚这3只千军蚁皇可是被自家楼主一击之下动弹不得，没想到千军蚁除了力量强大之外，竟然还有如此恐怖的恢复力。放心，逃不了。第9魂技，剑斩山河。只见杨白赫然冲天起，朝着千军蚁皇逃遁的方向直接施展刚刚获得的第9魂技。霎时间，一道金色圣剑虚影横跨数十米，直接斩向正土遁逃跑的千军蚁皇。轰的一声，巨剑落下，跨越大地，硬生生劈在千军蚁皇的后背之上，恐怖的余威直接给大地一分两断，绵延数百米。777！千军蚁皇身上的血肉降溅了一地，他嘶吼一声，整个后背都塌陷下去，连同2只触角都被生生斩断。在原地挣扎片刻之后，终于是闭上了双眼，一抹黝黑的魂环缓缓升起。哈哈，杨白，你这第9魂技当真恐怖，仅仅只是一剑就将这9万年千军蚁皇斩杀当场，啧，自愧不如啊！杨白微微一笑，其实他的第9魂技虽然强大，
但想要一剑斩杀这样一只9万年千钧蚁皇，还是差上一些。这只千钧蚁皇早已花费最后的魂力逃跑，面对他的第9魂技时，压根就没有魂力再进行防御了，也算是杨白捡了个漏。不过杨白也真正感受到了封号斗罗的恐怖，不仅仅只是魂力的提升，还有消耗也是大大降低。曾经若是他施展这样一招，先说没这么恐怖的伤害，光是现在第9魂技的消耗，就可以将没成为封号斗罗前的他榨光。封号斗罗提升是全方位的。好了，阴黑、杨白，你们今后可以慢慢去熟悉封号斗罗级别的各种妙用。若是本座有空，也可以指点你们一二。此话一出，阴黑、杨白瞬间变脸，那种曾经被叶天辰支配的恐惧又浮上心头。曾经他们也接受过叶天辰的指点，但是完全是教他们如何挨打。哪怕叶天辰将自己修为压制到和他们一样的程度，天魔情面前众生平等，他们压根就没有机会接近自家楼主，就被虐得体无完肤。哈哈，楼主，这个今后有空再说吧。对，楼主，咱们还是先重建摘星楼，再讨论此事。摇摇头，叶天辰也知道这两人估计是怕了，也不再纠结这个问题，反正愿不愿意可不是他们二人说了算。好了，不提这件事，现在你们谁要先来？本座立刻就能施展秘法，将这9万年千钧蚁皇的魂环加持在你们的第9魂环上。对了，提醒你们一下，这个过程可不比吸收魂环好受多少。说罢，叶天辰看向两人，一脸笑意。这阴黑、杨白二人对视一眼，猛然之间，两人同时伸出右手。哈哈，杨白，你是剪刀，我是石头，你先来。说完，阴黑一脸得意，看得叶天辰一愣一愣的，他俩还有这种操作？带着一丝忐忑，杨白有些不安的跟在叶天辰后面，向着那千钧蚁皇走去。杨白，释放武魂。啊，好的，楼主。说话间，杨白释放自己武魂赤阳剑，一瞬间，2黄2紫5黑9个魂环在杨白脚下亮起。天魔琴，吸！仅仅只是一瞬间，叶天辰手中的天魔琴就将这只9万年千钧蚁皇的魂环吸纳进天魔琴之中。陡然之间，天魔琴开始散发强大的魂力波动，将9万年千钧蚁皇的魂环全部转化成魂力。随着叶天辰6指拨动琴弦，一道道精纯的魂力开始融入到杨白的第9魂环之中。当这股魂力开始融入杨白第9魂环时，杨白的面目也开始狰狞起来。那是天魔琴附带魔气的影响，提升魂环年限可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办到的。哪怕叶天辰的天魔琴有这种逆天能力，他也不敢随意使用。每一次使用天魔琴提升魂环年限，都会产生大量的魔气进入叶天辰的体内。若是不管不顾，等待魔气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便会彻底沦为一个杀人的机器。而唯一的办法，便是每日通过一点点排除魔气来解决。因此，叶天辰一年也只能拥有2次提升魂环年限的机会。此刻，杨白双眼变得通红，气息也更加狂暴。但与此同时，随着魂力注入魂环，他的第9魂环也开始发生显著变化，从黝黑无比的颜色开始缓缓多了几丝血色。终于，当叶天辰手中动作停下的时刻，原本黝黑的魂环已经是血红一片。10万年魂环就此形成。杨白的身躯开始被迫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强大魂力，不过一瞬间，他的魂力就直接突破到92级。呼！随着叶天辰缓缓停下，9万年千钧蚁皇的魂环几乎已经耗尽，剩下的一点点则是被叶天辰自己吸收。他96级的魂力也开始有了一丝松动。一旁的阴黑都看呆了，这种操作闻所未闻，听叶天辰说是一回事，亲眼见证一枚10万年魂环诞生又是另一回事。至少此刻阴黑是震惊无比的。不过一想到杨白承受的那种痛苦，也就瞬间释然了。这世界上没有不付出代价就能提升实力的。好了，杨白，你的第9魂环已经是10万年级别的了。你体内的那一丝魔气，你可通过漫长的时间一点点排出体内。你们与我不同，这辈子也只能进行1次魂环提升，若是再来一次，你就压制不住那魔气了。说罢，叶天辰缓缓来到杨白身边，随手一拍，直接将杨白体内的魔气压制住。杨白也瞬间恢复一开始的状态，但其头上的汗珠还见证着刚才的一切。眼神一转，叶天辰就盯上了阴黑。阴黑，现在已经没有魂环可用了，不过你放心，有本座在，一切都是手到擒来。阴黑也是不知道自己现在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不过很快，阴黑、杨白二人就跟在叶天辰身后，开始去搜寻下一个目标。3天之后，3人来到一处看起来有些荒凉的地盘。不过叶天辰一眼就看出这个地方有问题。看似荒凉的大地之上，实则只是方圆数十里的范围而已，而在这片范围之外，则是森林密布，一片生机盎然。这个地方似乎有些不简单呐。盯着前方那淡淡散发着强大魂兽的气息，
叶天辰露金面具之下也是眉头一皱。楼主，您是说这里藏有强大的魂兽不成？阴黑，楼主大人的话，你觉得还需要怀疑吗？做好战斗准备吧，正好咱们也搜寻3天时间了，就让这里面藏匿的这头魂兽成就你的10万年魂环吧。杨白双眼死死盯着前方，一字一句缓缓对着阴黑说道：哎，罢了，该来的总会来，好歹我也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了，怎么就开始害怕了呢？阴黑有些发懵，不过看到自家楼主那云淡风轻的模样，他似乎找到了问题所在。就在阴黑有些愣神之际，这片荒凉的大地开始颤抖起来。嗷嗷嗷！一阵阵强大魂兽的吼叫声响彻云霄，隔着老远的距离，阴黑杨白都能感知到那股危险的气息。终于，当那只庞大魂兽来到距离他们数千米的距离时，阴黑杨白二人终于看清了这只魂兽的庐山真面目。这竟然是传说中的黄金犀牛！这种魂兽不是已经灭绝了吗？阴黑杨白二人霎时间就认出了这只庞大的魂兽。黄金犀牛，传说的强大魂兽，20多米高的身躯让阴黑杨白二人狠狠地咽了一下唾沫。叶天辰嘴角微微一笑，随即看向阴黑杨白。可不仅如此哟，这只黄金犀牛还是一只10万年以上的魂兽。怎么着？要不你二人先来试试，正好给你们练练手。听自家楼主这么一说，哪怕已经拥有10万年魂环的杨白也是脸色一白。开什么玩笑，这黄金犀牛若是10万年以上的存在，他阴黑杨白若是真的对上，送菜还差不多。黄金犀牛的强大在于那恐怖的防御能力和超乎想象的力量。千钧一黄不过是普通血脉的魂兽罢了，而黄金犀牛那可是顶尖的魂兽血脉啊！10万年修为的黄金犀牛，即便是95级的强攻系巅峰斗罗，也不过堪堪能够抗衡1、2罢了。楼主，要不咱们还是换个目标？阴黑此刻心脏扑通扑通的直跳，这几天的时间受到的惊吓可比过去几年还多。不了，好不容易遇到一只10万年的魂兽，岂能轻易放过？知道你们二人很勉强，本座今日亲自出手就是。听叶天辰这么说，阴黑杨白方才松了一口气，只要他们不用对上这么恐怖的魂兽，那就没事了。阴黑杨白也不担心自家楼主能不能斩杀这只10万年的魂兽，毕竟叶天辰的第9魂环当初就是从一只10万年魂兽身上获取的。现在虽然这黄金犀牛实力强悍，但还威胁不了叶天辰。10万年的黄金犀牛，难得难得！既然今日有幸一遇，那就借你魂环一用了。话音落下，叶天辰手中天魔琴乍现，漆黑二红9个魂环缓缓在其脚下升起，96级巅峰的修为显露无疑。恐怖的气息让狂奔而来的黄金犀牛都硬生生停下自己的脚步。人类竟敢擅自闯入本王的地盘，今日且放你一马，速速离去！口吐人言的黄金犀牛此刻也意识到自己面前的这个男人不是善茬，那恐怖的魂环配置散发出来的强大魂力，让黄金犀牛原本升腾的战意一扫而空。小犀牛，来都来了，本座自然不可能轻易离去，今日来就是要取你魂环一用。杀！一瞬间，叶天辰直接化作一道流光，手中天魔琴一阵一阵的音浪夹带着强大魂力变化成无数刀兵。霎时间，无数透明的刀兵就来到黄金犀牛身上。当当当！黄金犀牛那恐怖的防御能力也不是盖的，丝毫不畏惧叶天辰的这点攻击，还挺皮实。可惜今日本座要你死，你就没机会活着。天龙八音，风声鹤唳。刹那间，一阵阵罡风犀利无比，那恐怖的切割能力让黄金犀牛连反应能力都没有，就直接被这一道道锐利的罡风切割的血肉模糊。哪怕是他恐怖的防御能力，此刻也难以承受这样的痛苦。啊！人类，我要你死！被鲜血刺激的黄金犀牛也是不做幻想，狂暴着朝着叶天辰奔袭而来。呵，找死！第9魂技天魔灭世，这是除了上次对战金鳄斗罗之后，叶天辰第2次施展第9魂技。叶天辰的身后，一尊数百米高的天魔虚影开始浮现，随着这尊天魔的双眼陡然睁开，一道道恐怖的魔气开始汹涌起来。杀！随着叶天辰继续操控着天魔琴，身后的天魔虚影伸出数十米的大掌，轰然之间直接朝着奔袭而来的黄金犀牛轰下。砰砰砰！原本紧张刺激的战斗戛然而止，叶天辰面具之下轻蔑一笑，随即收回天魔琴。小犀牛，若是今日你一心逃跑，本座还要多费些功夫，可惜你的脑子似乎有些不够用，那就怪不得本座了。硝烟散尽，出现在叶天辰面前的是一道凹陷的大地，方圆数百米的大地直接被天魔虚影一掌陷落，而那10万年魂兽黄金犀牛此刻正血肉模糊的躺在这片掌印之中，他的全身上下
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尤其是后背之上，整个脊骨都被生生震断。死！哪怕知道自家楼主实力强悍，但阴黑阳白二人此刻看到这一幕，也是被震撼到了。10万年的黄金犀牛，竟然这么轻松就被自家楼主收拾了，恐怖，还是恐怖！怪不得自家楼主将目标放在这黄金犀牛身上，原来根本就是如同屠鸡一般啊！再看向坑中的黄金犀牛，只有最后一口气还在吊着，看模样几乎随时都有可能死去。一瞬间，阴黑阳白二人就两眼发光起来。10万年魂兽全身都是宝啊，那血肉可以让魂师打凹体魄，还有传说中的10万年魂骨。10万年魂兽可是必定爆出魂骨的啊！发了，发了！楼主，咱们这一次可真是发大了。阴黑搓着双手，有些急不可耐。叶天辰淡淡瞟了一眼阴黑，瞬间阴黑就恭恭敬敬起来。阴黑，走吧，别管魂骨的事了，还是先成就你的10万年魂环再说吧。话音落下，叶天辰一个闪身就来到黄金犀牛面前，轻飘飘的一掌落下，黄金犀牛瞬间殒命。血红色的魂环升起，颇有一种极致的美感。壮着胆子，阴黑也是跟在叶天辰身后，学着杨白当时的模样，释放自己的武魂魂环。同样的步骤，叶天辰取出天魔琴，开始吸收10万年魂环的磅礴魂力。不过与杨白那次不一样的是，仅仅一瞬间，天魔琴就爆发出血红色的光芒。接着，叶天辰直接将血红色的魂力注入到阴黑的第9魂环内。片刻之间，他的第9魂环就化作一片血红。而此刻，这枚10万年魂环不过消耗一半不到，剩下的魂力则是被叶天辰注入到自己的第7魂环之内。仅仅只是一个照面，第7魂环便化作显眼的血红色，接着就是第6魂环。不过一会儿的功夫，第6魂环就从黝黑无比的模样多了几分血红的血丝。呼！随着叶天辰吐出一口浊气，他的双眼之中冒出一阵金光。不仅只是阴黑第9魂环成就10万年进入92级，他自己也因为这枚10万年魂环打破了96级的极限，成功突破到了97级。这种感觉可真美妙。微微一笑，叶天辰开始缓缓起身，来到早已冰凉的黄金犀牛面前。叶天辰直接伸出右手，猛地一射，黄金犀牛的10万年魂骨瞬间就落入叶天辰的手中。10万年右臂骨看起来似乎还不错。这一幕同样也被阴黑阳白二人看在眼里，竟然是右臂骨，10万年的魂骨，难以想象啊！阴黑阳白二人有些震惊，但也明白10万年魂兽必定会有魂骨产生。转过头来看着阴黑阳白二人一脸期待的神色，叶天辰微微一笑，在10万年魂骨面前，能有这份定力已经算是不错。阴黑阳白，这黄金犀牛的10万年右臂骨，你们也不是没有机会获得。这样吧，你们当中谁先成就95级封号斗罗，这黄金犀牛的10万年魂骨就是谁的了。如此可好？说着，叶天辰还特意将这10万年右臂骨在他们面前晃了晃。阴黑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楼主，您这……算了，楼主，10万年魂兽的魂骨太过珍贵，我们二人虽然也渴望获得这种宝贝，但是楼主您还是自己使用吧。阴黑这么懂事，难得一见啊！杨白打趣着阴黑，但目光中却是赞同的神色。他也知道这10万年右臂骨是好东西，但他们楼主或许更适合拥有。摇摇头，叶天辰知道他们是误会了。本座说了给你们，你们就不要推辞。本座自修炼以来，强化肉身，造化体魄，这魂骨于我而言不过身外之物，本座并不需要。因此，你等二人大可不必如此退让。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你们二人各自努力便是。啊，这……多谢楼主大人。阴黑也是没想到反转来的这么突然，说给自己就给，还真有些让他反应不过来。不过既然自家楼主都说了魂骨无用，那他们也没必要再多说。毕竟叶天辰决定的事，他们很清楚，基本上都是不会更改的。看了看黄金犀牛的魂骨，又瞧了瞧杨白那微笑着的面庞，阴黑霎时间就支棱起来了。杨白，这块10万年右臂骨最后定然是属于我的，你就不要挣扎了。谁让我天资聪慧呢？杨白顿时有些无语，这阴黑说变脸就变脸，属不属于你可不是说说而已。若是一般的小玩意儿，那给你又何妨？不过这10万年魂兽黄金犀牛的右臂骨嘛，我却是拿定了。你，哼，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好了。看着阴黑阳白二人斗嘴，叶天辰也是难得见到这么轻松愉悦的一幕，也没有阻止。实际上他们不管谁输谁赢，届时叶天辰都会给他们一块10万年魂兽的魂骨。可别忘了，他叶天辰可不仅仅只是猎杀过一头10万年魂兽。好了，你二人要争要抢，都等离开星斗大森林再说吧。听到自家楼主发话了，
阴黑阳白二人也是停下了喋喋不休。楼主大人，离开星斗大森林之后，我们应当也是前往天斗帝国了吧？杨白小心翼翼地问道。他倒是不清楚自家楼主为何要前往天斗帝国，毕竟这次他们出来可是击杀了武魂殿的教皇千寻疾。去到天斗帝国，虽然离武魂城要稍微远上一点，但凭借武魂殿在整个大陆的势力，找到他们还是比较容易的。这可能会迎来武魂殿的疯狂报复，但叶天辰的命令他们也不得不听，因此才有这疑问。随意看了一眼杨白，叶天辰无所谓的点点头。没错，就是前往天斗帝国，而且还是直接将摘星楼落地于天斗城。这阴黑阳白二人都有些疑惑，但还没等他们说出口，叶天辰就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次虽然打杀了武魂殿教皇千寻疾，但是同样也有不少的收获。武魂殿可不一定将罪名按在本座身上，因此天斗城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样危机四伏。再说了，以本座如今的实力，除非千道流亲至或者武魂殿所有供奉一同前来，否则对本座和摘星楼都不会有什么威胁。这一点叶天辰早就料到了阴黑阳白会有此疑问。而且千寻疾身死其实对于武魂殿来说并没有太大区别，就千道流那家伙的性格，怕是对唐昊更加感兴趣一些。阴黑阳白没有继续开口，他们永远相信自家楼主。半个多月后，天斗帝国天斗城门之外，高大的城池迎来了3位特殊的客人。楼主，天斗城到了。我们杨白有些犹豫，但还是认真问到叶天辰。进去吧。露金面具之下，叶天辰挥挥手，阴黑阳白也就瞬间明白叶天辰的意思。是。说话间，3人开始进入天斗城。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天斗城内突然变得骚乱起来，一道道帝国精锐突然来到街道之上。每时不一位天斗帝国精锐，霎时间整个天斗城的气氛都变得诡异起来。楼主大人，是不是武魂殿？放心，事有非敌。没等阴黑说完，叶天辰直接打断他继续说下去，停下脚步，站在原地静静等候着。不过片刻之间，一群训练有素的天斗帝国步兵开始迈步前来。浩浩荡荡的气势让阴黑阳白二人瞬间炸毛，身上的气势也有意无意间散发出来。终于，当这群士兵靠近到200米左右时，阴黑阳白二人不再等待，纷纷释放武魂。2黄2紫4黑1红9个魂环分别在他们脚下升起。不过就在他们准备动手的一瞬间，士兵突然从两侧让开，开出一条大道来。随即3匹天马拉着一架马车从士兵之中缓缓驶出。当天马停下的一刹那，马车之中走出一名中年男子。霎时间，所有在场的士兵齐刷刷的跪倒在地，叩见陛下。直到这一刻，阴黑阳白方才明白，原来是天斗帝国的雪夜大帝来了。哈哈，不必多礼，众将士请起。说罢，雪夜大帝一步一步朝着叶天辰他们方向走来。阴黑阳白二人时刻警惕着，比较封号斗罗虽然强大，但是如果面临一个帝国大量士兵围攻，也有陨落的可能，因此由不得他们不重视。转瞬间，雪夜大帝就来到了3人身前，微微一笑：“秦魔免下，久违了。”唰的一下，阴黑阳白二人直接呆住了。这天斗帝国的雪夜大帝还认识自家楼主，这件事他们可是一丁点儿也不知道啊。叶天辰此刻倒是比较平静，抬着头看着雪夜大帝略显沧桑的模样，嘴唇微动：“雪夜陛下，好久不见，你我应当有10年未曾相见了。”一晃10年，雪夜陛下也从那雄姿英发的翩翩青年，成为今日执掌天斗帝国的雪夜大帝了。雪夜无奈的摇摇头：“天辰不过是生在帝王家的使命罢了，为之奈何？”话语间，雪夜大帝仿佛又看到了第一次遇见叶天辰的时光。10年前，叶天辰还未成就封号斗罗，不过刚刚成为魂圣罢了。雪夜大帝也刚刚登上帝位，两人就这么在天斗城内相遇了。所谓不打不相识，叶天辰也是狠狠地将雪夜大帝教训了一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雪夜大帝却在更加年轻的叶天辰身上看到了自己曾经的梦想——仗剑走天涯。二人也因此结缘。那段时光，叶天辰行走于王宫之间，天下美酒佳肴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可谓是纸醉金迷。最终1年的时光，叶天辰不再沉迷，重生斗罗大陆之后的那种迷茫一扫而空。在夜色中告别了雪夜大帝，离开了天斗帝国，前往武魂城重建摘星楼。一晃10年就过去了。天辰，当初你离开时曾经说过，要让摘星楼屹立于斗罗大陆，如今也算是实现了。可惜了，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拥有机会去仗剑走天涯了。雪夜大帝轻轻叹了一口气，若是他的天赋能够再强大些，修为再高些，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雪夜陛下，人生如白马过隙，一晃而逝罢了。
雪夜陛下如今执掌天斗帝国，国富民安，又何尝不是一种成就？听到叶天辰这么说，雪夜大帝也是无奈一笑，也是，一切都不可能重来。看向叶天辰身边裹得严严实实的阴黑阳白二人，雪夜也是执手行礼。这两位冕下，应当便是摘星楼阴阳两位供奉了吧？传闻中，两位供奉乃是魂斗罗修为，今一见都已经封号斗罗了呀！摘星楼强大如斯啊！阴黑见过雪夜陛下，阳白见过雪夜陛下。阴黑阳白二人也不自持修为高就看不起面前的这位雪夜大帝，毕竟人家怎么说也是一国之主，又和自家楼主是旧相识，该有的礼数二人还是门清的。好了，雪夜陛下，这个地方可不是说话的地儿，还是老地方一叙吧。对，天辰、阴黑阳白两位供奉，且随我一同上车。随即叶天辰也不客气，轻轻一点就来到马车前，手一挥便进入车中。阳白和阴黑也是有样学样，接连进入马车之中。雪夜则是慢慢一步到华丽无比马车面前，一位士兵手疾眼快，直接弯腰在地，让雪夜踩在背上进入车中。一驾往醉仙楼，我等遵命。随着雪夜大帝话音落下，车马也开始移动起来，朝着天斗城中醉仙楼的方向掠去。其前有数十位旌旗开路，其后有数百步兵压阵，浩浩荡荡，疾驰而去。半个时辰后，天斗城醉仙楼顶层，一副精美绝伦的八仙桌上，雪夜大帝和叶天辰相对坐，阴黑阳白二人则是站在叶天辰左右。整个醉仙楼中都被帝国精锐围得水泄不通。看着自己面前的叶天辰，雪夜大帝也是难得有机会来一次醉仙楼。天辰，这醉仙楼中的醉仙酿，你可是好久不曾品尝了，今日你我当一醉方休。说罢，雪夜大帝挥挥手，一位帝国士兵便抱着一个尘封许久的坛子走了过来。接过坛子，当雪夜大帝打开的一刹那，一股迷人的酒香顿时散发出来。来，天辰，这可是30年的醉仙酿，不可多得呀！闻言，叶天辰也是心头一动，随即左手缓缓来到眉间，轻轻一点，一接，漏金面具瞬间脱落。一个转身，叶天辰就将其放入腰间的魂导器中。此刻，叶天辰的真眼也是展露无遗。阴黑阳白二人纷纷瞪大了眼睛。他们虽然跟随叶天辰7、8年时间了，但是却没有见过自家楼主的庐山真面目。当叶天辰面具取走的一瞬间，他们二人显然呆住了。第一感觉就是年轻，自家楼主那眉心剑目、白皙如雪的肌肤让他们明白，自家楼主的年纪怕是不大，但实力之恐怖，他们也是更加敬畏了。雪夜也是好奇的看了一眼，毕竟10年不曾见面，乍一看还是没变，还是那么英姿勃发，但眉眼间小得更加成熟，倒是真的。其实当初叶天辰戴着面具，不过是实力低微之时的无奈之举罢了。毕竟作为杀手，杀人不是最难的，保护好自己才是最关键的。而成就封号斗罗之后，叶天辰也习惯了以面具示人，也就不在意这些细枝末节了。雪夜陛下，这醉仙酿我在武魂城可是馋得慌，今日倒是可以解解馋虫了。话音落下，叶天辰也不担心酒会有问题，直接一杯下肚，满满的酒香从叶天辰唇齿之间流出，叶天辰瞬间就精神起来。阴黑阳白一看，有这么夸张吗？但随着那酒香的蔓延，两人也是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哈哈，阴阳两位供奉，坐下一起喝。雪夜陛下都开口了，你们坐下吧。听到自家楼主发话了，二人方才坐下，同样一杯醉仙酿下肚，也是忍不住赞叹起来。天辰，你信中说你要将摘星楼搬移到天斗帝国，这件事当真？见大家都放开了，雪夜也是忍不住询问起来。平静地看了看有些激动的雪夜大帝，叶天辰也是点点头。没错，摘星楼已经不适合继续留在武魂城内了，而迁移到天斗帝国也算是我的一点私心。天斗帝国宗门众多，这潭水越浑越好。这件事我倒是无所谓，不过天辰，摘星楼若是建立于天斗帝国，天辰，你可愿为我天斗帝国客卿供奉？雪夜看了一眼平静如水的叶天辰，继续说道：这些年来，我天斗皇室越加难以控制整个帝国了，那些宗门学院已经不把帝国放在眼中，还有武魂殿虎视眈眈，若是可以的话，还望天辰相助1、2。叶天辰倒是早就猜到雪夜会提出这个要求。雪夜陛下，这件事倒不是天辰不答应你，只是最近这段时间，天辰怕给天斗帝国带来麻烦。若是等天辰实力再进步一些，倒是无所谓。不过，天辰愿意在天斗皇室有难之时出手一次，陛下以为如何？唉，雪夜其实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一个结果，不过还好，毕竟答应了天斗皇室有难会出手相助。好吧，天辰，就如同你当初所说，没有永垂不朽的王朝，也许在未来的有一天，天斗帝国也会分崩离析，
化为泡影，但有天辰你这句话，天斗帝国也算是幸运。其实倒也不是叶天辰不愿意成为天斗帝国的客卿供奉，只是他作为摘星楼主，自然不能加入任何势力。但若是天斗皇室遇到危机，凭借血液和自己关系，他并不介意帮上一把。而且千道流和武魂殿毕竟还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叶天辰也不想因此暴露一丝软肋。罢了，不提这个了。天辰，你这摘星楼想要建在何方？索托城。随着叶天辰话音落下，雪夜大帝也是眉头紧锁起来。若是建立在天斗城内，倒是好办。作为天斗帝国的皇帝，他分分钟可以搞定。但是索托城这个地方可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作为斗罗大陆著名的斗魂场地，索托城可谓是鱼龙混杂，帝国的命令到了哪里根本行不通，又和星罗帝国接壤，复杂程度可想而知。不过雪夜一想到叶天辰摘星楼的性质和他们强大的实力，也就瞬间放心不少。好吧，索托城，既然天辰你已经决定了，我也就不再多问。明日我便下令将索托城封送给天辰你。不过索托城的那些家伙同不同意，那就得天辰你们亲自去解决了。点点头，叶天辰也知道雪夜只能做到这个地步。其实他本不用来天斗城一趟，直接往索托城去就是，但毕竟到了天斗帝国的地盘，有些人有些事还是做个告别的好。就好比雪夜大帝，从今以后叶天辰估计都不会再相见了。毕竟他现如今已经97级了，距离99级成为极限斗罗也不过是时间问题。神的出现，他叶天辰同样感兴趣。大势将至，是生是死，全凭运气。他叶天辰已经做好了准备。1个月之后，索托城迎来了一批诡异的魂师。仅仅1夜之间，索托城内原本错综复杂的势力就遭遇了一次大清洗，数百名魂师命丧当场。这批到来的魂师正是摘星楼的地级和玄级杀手们。一时间，整个索托城人人自危，有的魂师直接选择跑路离开血腥的索托城，也有的魂师想要浑水摸鱼，不断向着索托城涌入。当摘星楼的天级杀手到来之后，整个索托城更加震动，9位魂圣修为以上的强者降临索托城，让本就昏暗的局面变得更加暗流涌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几天之后，索托城中央位置一座全新的建筑正大张旗鼓地进行着。终于又过了3个月时间，一座100丈之高的楼阁耸立在索托城之中。当楼阁之上摘星楼3个鎏金大字出现在所有人眼中之时，索托城之中的魂师方才知道这几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原来是摘星楼，这个传说中可以媲美上3宗强大势力。不过索托城的魂师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摘星楼为何会从武魂城搬到了他们索托城。当然他们也不可能知道。很快，摘星楼屹立于索托城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天斗帝国，并且快速向星罗帝国和武魂城传播而去。然而当这个消息传遍整个天斗帝国之后，天斗帝国的一些宗门势力则是愁云惨淡。七宝琉璃宗作为上3宗之一，七宝琉璃宗在天斗帝国可谓是混得风生水起，整个天斗帝国之中都遍布七宝琉璃宗的产业。加之拥有2位95级以上的封号斗罗坐镇七宝琉璃宗，也让七宝琉璃宗在天斗帝国中权势一般无二。然而此刻，作为七宝琉璃宗的宗主，宁风致却是显得有些心事重重，不停地在宗主大殿内来回踱步。风致，发生了何事，让你如此紧张？就在宁风致眉头紧皱之时，剑斗罗陈心缓缓走了进来。剑斗罗的出现让宁风致稍作镇静，看向剑斗罗，悠悠地说道：“剑叔，今天得到的消息，索托城中这段时间混乱的根源找到了。”哦，这难道不应该是一件好事吗？索托城这段日子混乱不堪，我们宗门的很多产业都被迫停止了运营。既然找到了混乱的根源，派出宗门强者去解决了便是，又何必如此着急？剑斗罗陈心倒是也知道近段时间索托城的一些消息，他们七宝琉璃宗在索托城的产业可谓是不少，这段时间给七宝琉璃宗带来的损失也不小。看了一眼剑斗罗陈心，宁风致无奈的摇摇头，显得更加忧愁了。剑斗罗眉头一皱，敏锐的发现问题：“风致，可是那索托城背后的根源不简单，实在不行的话，我这把老骨头亲自去处理就是。”话语间，剑斗罗陈心满是傲气，他96级的实力，在整个天斗帝国几乎都是无敌的存在，自然有着傲气。悠悠的叹了一口气，宁风致也是一脸苦涩：“剑叔，这件事哪怕您亲自去，恐怕也解决不了。”当剑斗罗听到宁风致如此一说，顿时就惊讶住了。什么？风致，这天斗帝国还有我剑斗罗陈心无法解决之事？哪怕是蓝电霸王龙家族搞的鬼，我也有能力解决它。没等剑斗罗继续说下去，宁风致突然来了一句：“剑叔，如果我说索托城混乱的原因是因为摘星楼呢？”闻言，
剑斗罗霎时间就感觉自己满腔热血都被一盆凉水泼灭了。摘星楼，风致，你确定你没有看错？真的是摘星楼？不对啊，摘星楼不是一直都坐落在武魂城之中吗？为何突然跑到天斗帝国来了？还去了索托城？陈星显然有些疑惑，但听到摘星楼3个字，他也冷静下来不少。摘星楼的名号，他们自然不可能不知道，尤其是摘星楼主那恐怖的实力，竟然能与武魂殿的金鳄斗罗一战而不相上下，单凭这一点就不是他陈星能够媲美的。宁风致也希望自己是看错了，但事实就是摘星楼确实来到了天斗帝国，来到了索托城。剑叔，消息不会有错，而且我们在武魂城内的探子传来信息，武魂城内的摘星楼已经人走楼空了。我猜测，应当是摘星楼和武魂殿之间有了矛盾。的确有这个可能，毕竟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虽然不知道武魂殿这些年到底顾忌什么，一直没有对摘星楼出手，但毫无疑问，他们两方之间绝对会有摩擦。唉，话是这么说，但摘星楼来到天斗帝国，对我们七宝琉璃宗而言，也不知是福是祸。陈星点点头，确实，摘星楼行事一向隐秘，而且丝毫不和任何一方势力有任何一点联系。毕竟，摘星楼可是大陆之上第一杀手组织。其实我最担心的，还不是摘星楼搬到索托城这件事。天斗帝国本来都已经快被我们七宝琉璃宗掌控手中了，突然冒出一个摘星楼，还是我们无法解决的存在，这难免对我们宗门带来冲击，帝国的形势或许也会变化。有一件事宁风致没有说，这几个月天斗皇室对他们七宝琉璃宗越来越疏远了。宁风致隐隐间已经感受到了不对劲。罢了，风致，既然摘星楼到来这件事无法阻止，索托城的所有产业我们都撤回来吧，能不和摘星楼发生冲突，那便是最好。若是真的避免不了，届时联合其余2宗，上3宗同气连枝，倒也不怕他摘星楼，也只能这样了。说话间，宁风致仿佛用尽了所有的力气。他的几年谋划，随着摘星楼的到来，或许一切都落空了。有人欢喜有人愁，相比于七宝琉璃宗的愁容，蓝电霸王龙家族就显得高兴不少。哈哈，没想到，这摘星楼竟然搬到了天斗帝国来，还落座索托城之内。这次你七宝琉璃宗可有的忙了？宁风致啊，宁风致，几年的谋划被摘星楼的到来突然打破，你此刻应当不好受吧？玉元镇满心欢喜，这几年他们蓝电霸王龙家族可谓是被七宝琉璃宗四处打压，在天斗帝国内的一些产业也不断丧失，所以对于摘星楼的到来，玉元镇倒是乐得如此。反正天塌了有个高的顶着，他们蓝电霸王龙家族如今基本已经处于半隐士状态，倒也不怕摘星楼的冲击。甚至玉元镇觉得关键时刻还能让摘星楼牵制一下七宝琉璃宗和武魂殿，这件事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惊喜。玉元镇此刻的想法，宁风致肯定不会知道了。除了他们之外，当昊天宗听到摘星楼来到天斗帝国之时，更是直接不理会。他们昊天宗都隐世了，还理会这些个玩意儿个毛啊！上3宗的想法和下4宗大体相差不大，同样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一切的一切，远在天斗城内的叶天辰显然也不会在意。在天斗城待了3个多月后，他也终于辞别了雪夜大帝，准备前往索托城。1个月后，索托城内摘星楼之巅，当一阵悠扬婉转，如同潮水，时而惊涛拍岸，时而细水长流的琴声响起之后，所有索托城之中的魂师都震动了。这意味着摘星楼主那位神秘的6指琴魔冕下终于来到了索托城中。而就在索托城之中叶天辰到来之际，这个消息也传到了武魂城内。供奉殿，此刻千道流正仔细听着金鳄斗罗述说着关于索托城发生的一切。大哥，实在是没想到摘星楼主竟然去到了天斗帝国索托城内，倒是让我有些疑惑。按理来说，摘星楼应该夹着尾巴做人才是，竟然如此明目张胆的出现，就不怕我们武魂殿报复他不成？千道流听后反而没什么反应，不过是意料之中罢了。我们对外说的是吉儿是被唐昊所杀，摘星楼和武魂殿也就没有明面上闹翻。而且你觉得摘星楼主怕什么呢？怕你还是怕我？他都不怕。如果没猜错的话，他如今至少也是96级甚至97级了。他的武魂特殊，魂环诡异，实力再度增强，就算是如今的你，估计也不是他的对手了。金鳄斗罗沉默，大哥说的没错，摘星楼主不需要害怕，更不需要躲避。除此之外，我想那小家伙去到天斗帝国，应当也是对唐昊感兴趣吧。我从来不怀疑摘星楼主可以走到我的这一步，甚至他比我年轻时候还要恐怖得多。对于神，他或许比我还感兴趣。金鳄斗罗点点头，他能理解99级对神的渴望，丝毫不差于他渴望突破99级一样。哪怕有1/1000的机会，他金鳄都会去试上一试，更何况是对神的渴望呢
就在千道流还想继续说些什么的时候，一道冰冷而又妩媚的声音从大殿之外传来：“大供奉，比比东求见。”金鳄斗罗闻言，也是不再谈论有关摘星楼之事，正襟危坐，看着比比东一步一步走入殿来。“你来了，比比东。”千道流眼神里没有任何感情，看向比比东的同时，也感受到他那92级的实力。大供奉召见，比比东岂敢不来？比比东直视着千道流，眼神里尽是平静，瞥了一眼千道流身边的金鳄斗罗，也是嘴角一笑。没想到二供奉你也在。金鳄斗罗点点头。好了，这次叫你来，你应该知道是什么事。见千道流发话，比比东的目光也是重新回到了千道流身上。大供奉，比比东明白，武魂殿不可一日无主，大供奉想要比比东接任教皇之位，倒是比比东莫大的荣幸。平静地看着比比东说完，千道流总觉得比比东不是什么善茬，但如今的武魂殿也只能让比比东担任教皇了。你是我武魂殿的圣女，本来就有资格担任教皇，更何况你还是雪儿的母亲，于情于理都有资格。此话一出，比比东内心也是一紧，一股无名怒火在心底暗暗燃烧。千道流这话的意思很明显，不仅仅只是因为他比比东是武魂殿的圣女，更重要的是他比比东为千家诞生了一位继承人，这才是他能够接任教皇的根本原因。哪怕千寻疾已经死了，比比东还是觉得不解恨，甚至因为不是他亲手杀死的原因，这段时间比比东心中的恨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积越多。可是面对教皇之位，比比东还是忍了。继任教皇之事，全凭大供奉做主就是。冷静下来之后，比比东也是平静地回复道：“既然如此，1个月后你便继任教皇吧。”千道流一锤定音，让比比东不由松了一口气，拖着满腔怒火缓缓离开了供奉殿。在比比东走后，金鳄斗罗也是忍不住开口道：“大哥，这比比东心中应当还是记恨着吉儿，那滔天的恨意，哪怕再怎么隐藏，也是如此明显。让他接任武魂殿教皇之位，真的好吗？”千道流深深叹了一口气：“金鳄，有些事情真的没办法说清楚。菊鬼斗罗给我说了一些关于吉儿和比比东之间的事，你觉得吉儿和摘星楼主曾经有过仇恨吗？”金鳄斗罗摇摇头：“这个倒是不曾听闻。”“是啊，吉儿和摘星楼主没有任何矛盾啊，那摘星楼主为何还要杀他？其实还是因为他比比东。据菊鬼斗罗所言，应当是比比东前往了摘星楼，付出了相应的代价，让摘星楼主去杀吉儿。”这金鳄斗罗有些震惊，既然如此，为何自家大哥还这么坐得住，甚至还让比比东继任教皇之位呢？你很疑惑？别忘了，无论如何，比比东都是雪儿的母亲，都是我千家的人，而且这仅仅只是一个猜测罢了。此外，我武魂殿现如今除了老一辈之外，还有谁更适合继任教皇呢？金鳄斗罗沉默了。千道流说的不错，武魂殿年轻一代有些断层，千寻疾死后，比比东已经是最佳人选了。骤然之间，千道流和金鳄斗罗仿佛又苍老了一些。对了，大哥，雪儿还有几天时间就要满6岁了，也是时候给雪儿觉醒武魂了。闻言，千道流瞬间就精神起来。比起比比东和叶天辰给他带来的忧虑，显然对于千仞雪的事，他更加上心，也让他拥有为数不多的快乐。雪儿觉醒武魂一事就不需要让其他人知道了，咱们供奉殿一同观礼便是。比比东若是愿意来，就让他来；不愿意，那就算了。3天之后便给雪儿觉醒武魂。是，大哥，我就先告退了。说完，金鳄斗罗也就离开了供奉殿，只剩下千道流一个人待在大殿之中。3日之后，供奉殿内，武魂殿所有的供奉齐聚一堂，一同见证千仞雪的武魂觉醒。随着稳重的脚步声传来，千道流拉着千仞雪的小手，缓缓出现在所有供奉面前。我等见过大供奉，不必多礼，今日是雪儿的武魂觉醒，你们能来，倒是我家雪儿之幸。说完，千道流也是看见了人群之中一言不发的比比东，见比比东没有丝毫上前的意思，千道流也不勉强。大供奉，觉醒石。点点头，千道流将觉醒石放在人群中间。雪儿，去吧，将双手放在觉醒石之上，用心感受那属于天使神的力量。千道流说完，语气中明显流露出一丝紧张。小小的千仞雪也只能懵懂的知道武魂觉醒是什么意思，虽然被一群人围着有些害怕，但是他知道他的爷爷期待着他觉醒武魂，因此也就坚定地走到觉醒石面前，将双手放到上面，仔细感受属于自己的武魂来。半炷香的时间过去了，就在一众供奉觉得有些焦急的时候，一道亮光从千仞雪体内散发出来，那是一股属于光明、属于善良的光芒。一时间，千仞雪小小的身体变得光芒万丈，紧接着一道数十米之高的6翼天使神虚影出现在千仞雪身后。浩大的天使之光让人群之中的比比东顿时觉得厌恶无比。好啊！
雪儿当真觉醒了强大的天使武魂，我千家后继有人啊！此刻，千道流心中狂喜无比。千仞雪能够觉醒天使武魂，这千道流不会怀疑，毕竟千仞雪体内就躺着的是他们千家的血脉。而真正让他感到欣喜的是，千仞雪身上那股强大的魂力波动。这股魂力波动，至少也是先天满魂力。就在这时，陡然之间，供奉殿之外的天使神像突然爆发出恐怖的气息，一道道天使神光照耀到千仞雪小小的身体之上。霎时间，觉醒石破碎，千道流也是彻底不能平静。这是天使神的传承，先天满魂力20级。千道流震惊了，他一辈子求之不得的天使神传承，竟然在今日落在了千仞雪的身上。天使神，我千家要有神诞生了吗？此刻，千道流除了欣喜之外，还多了一丝落寞。他苦苦追求了一辈子的天使神传承，就这么容易降临到自己孙女儿身上。而一旁的那些供奉们，则是挂满了笑容。恭喜大供奉，贺喜大供奉，恭喜雪儿小姐，贺喜雪儿小姐。欢乐声此起彼伏，但没人注意到，人群中比东的身影在天使神落下传承的一瞬间，就悄然消失在了大殿之中。唯有千仞雪那有些不知所措的眼神，落寞地看着这一幕。很快，这一场属于武魂殿、属于千家的盛事便告一段落。当供奉殿的几位供奉长老离开之后，千道流看向千仞雪的目光极其复杂。平心而论，他千道流追求了一辈子可望而不可及的天使神位传承，就这么容易降临到自己孙女儿身上。而他99级，就差1级便可100级成神。可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从千仞雪武魂觉醒的这一刻，一切都不一样了。罢了，我千道流追求了一辈子天使神位的传承，终究与我无缘。不过，终究还是雪儿继承了神位，也算不错。顷刻间，千道流原本浑浊的双眼顿时金光乍现。天使神位他是没机会了，但既然千仞雪继承了天使神位，那么千道流他就必须护其成长。雪儿啊雪儿，你可真幸运啊！你放心吧，有爷爷这把老骨头在，这斗罗大陆定然不允许有任何人、任何事威胁到你。爷爷一定给你都铲平了不可。就在千道流心中暗暗发誓的时候，金鳄斗罗缓缓推门走了进来。金鳄，你来了。迈着老态龙钟的步伐，金鳄斗罗嘴角带着微笑，看着千道流。大哥，雪儿这次可是狠狠地惊艳到我们供奉殿所有供奉，先天魂力20级，加上6翼天使作为神级武魂，雪儿的未来不可估量啊！金鳄倒是要恭喜大哥了。听到金鳄斗罗这么一说，千道流心中还是蛮自豪的。作为天使家族的传人，千仞雪的天赋确实极为罕见。金鳄，雪儿天资不错，但年龄尚小，在其未真正成长起来之前，还是得靠你我，还有供奉殿的几位供奉为其护道才是。想来今后雪儿也能挑起武魂殿的大梁，我千家也算后继有人。闻言，金鳄斗罗点点头。大哥说的金鳄都明白，放心吧大哥，雪儿有大哥您看着，还有我和供奉殿几位老伙计，雪儿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你说的也是。千道流对金鳄斗罗的话表示认同，开玩笑，若是有他们存在都保护不了千仞雪，那武魂殿也没存在的必要了。对了，金鳄，有昊天宗唐昊的消息了吗？对于唐昊，千道流依旧是比较上心的，毕竟叶天辰那句有神相助还是深深影响着千道流，以前就像是一根刺，但在千仞雪天赋展现之后，加之获得了天使神位的传承，这根刺就让千道流不得不重视起来。任何对千仞雪有威胁的人或事，他千道流都要将其毁灭，尤其是另一位神的存在。而且当千仞雪获得天使神位传承之后，千道流心中对于成神的渴望并没有因此降低，他自然不可能剥夺自己孙女儿的神位继承，当然也没那个能力，天使神选择谁就是谁，他千道流也无能为力。不过若是能够得到关于唐昊身上所谓神的消息，他千道流也不是没有机会获得其他神位继承，事在人为罢了。听到自家大哥开口问起唐昊之事，金鳄斗罗也是嘴角上扬。大哥，这件事我正好想对你说来着。我们在昊天宗的探子回报，昊天宗附近似乎有着唐昊的踪迹，若是猜得不错，他唐昊想必是渴望得到昊天宗的庇护。可惜昊天宗那群软骨头似乎并不愿意牵扯进来。看着金鳄斗罗那几乎笃定的面色，千道流也是流露出耐人寻味的笑容。昊天宗没了唐晨那家伙，不过是一群散沙罢了，不值一提。唐昊出现在昊天宗附近也不是不可能。这样吧，金鳄，你带这几位长老供奉去一趟吧。若是唐昊真的藏身在昊天宗附近，记住，若是不能活捉，那就直接将其斩杀当场，绝不能让其逃了。千道流语气中杀机涌现，对于唐昊，他固然也想活捉之后逼出神的消息，但若势不可为，那就杀之永绝后患。感受到自家大哥的强烈情绪波动，金鳄也是点点头。大哥你且放心，
只要他唐昊被我找到，定然将其生擒来献于大哥，就算不能生擒，也必定杀之。好，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二人的一番谈话，远在昊天宗附近藏匿着的唐昊自然是不可能知道的。此刻，他正一脸凝重地看着朝他走来的人影。昊弟，你终究还是来了，可是你不该来的。随着人影话音落下，他的面目也变得清晰可见，正是昊天宗现任宗主唐昊的大哥唐啸。看着有些凌乱不堪的唐昊，唐啸心里面很不是滋味。对于唐昊和蓝银皇阿银之间的事，他唐啸可是知道的清清楚楚，甚至曾经他唐啸还对蓝银皇动过心。见自己大哥如此一说，唐昊的眉头也是紧紧一皱，低头看向怀中熟睡的婴儿，唐昊眼神变得坚定起来。大哥，我知道自己给昊天宗带来了灾难，阿银已经献祭了，我唐昊倒是无所谓，武魂殿想要擒拿我，大不了一死而已。可是我和阿银的孩子终究是无辜的，若是可以，还望大哥看在你我兄弟情谊的份上，将我和阿银的孩子带回宗门抚养吧。提到蓝银皇献祭这件事，唐啸明显身体一顿，看向唐昊的神色也是复杂无比。冷静下来之后，唐啸也是问出了自己心中想问的一切。昊弟，那武魂殿教皇千寻疾究竟是不是被你所杀？唐啸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若是唐昊真的没有打杀千寻疾，那他有机会去说服几位长老接受唐昊，甚至武魂殿那边也有理由搪塞过去。可惜他失望了。当看到唐昊有些犹豫的神色时，他的内心咯噔一下。而唐昊犹豫，却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打杀千寻疾。大哥，这我也不确定。那日千寻疾带着举鬼斗罗，连同4位魂斗罗，想要逼迫我交出阿银，最后阿银献祭于我，我突破了封号斗罗。在这之后，我就和他们大战一场，最后不知为何，原本已经魂力枯竭的突然恢复如初，并且威力更甚。我炸环施展披风锤法，将其所有人重伤而退，而千寻疾也倒飞出去，生死不知。原本我还想取走阿银的魂骨之后查看一番的，但就在那时，一股恐怖的音浪让我不得不紧急撤退。所以我也不知道千寻疾是否死在我的手中。这话一出，唐啸也听迷糊了。所以就算千寻疾不是直接死在自家昊弟手中，也肯定被昊弟重伤过。武魂殿那边肯定也不会放过自家昊弟。沉思片刻，唐啸也是无奈的摇摇头。唉，昊弟，你糊涂啊！武魂殿一直对我们昊天宗虎视眈眈，自从爷爷消失之后，我们昊天宗就一直被武魂殿打压着。你和千寻疾这件事也肯定会被武魂殿抓住把柄。可是他们想要抓走阿银啊！唐昊直接喊出声来。难道你就没有觊觎过阿银的魂环吗？唐啸眼神平静的落在唐昊身上，唐昊顿时蔫了。看唐昊这副表情，唐啸也是不再提这件事。好了，现如今说别的已经没有意义了。你和阿银孩子的这件事，我也不能私自做这个决定。不过你且放心，我会尽力说服几位长老留下他的。至于你，昊弟，恕我无能为力。唉，唐昊苦涩一笑，也是点点头。如此，就多谢大哥了。和唐昊秘密见面之后，唐啸也是不再耽搁，直接返回了昊天宗，打算说服几位长老收留唐昊和阿银的孩子。而唐昊也是一晃就消失在密林之中。索托城，自从摘星楼搬迁到了索托城之后，整个摘星楼迅速将索托城所有的角落，连同魂师也一同摸查清楚。摘星楼之巅，楼阁之中，叶天辰此刻正悠然地举着杯中醉仙酿，微微一笑，随即送入腹中。就在这时，阴黑迈着步子来到楼阁之外。楼主，阴黑求见。放下手中的酒杯，叶天辰抬头望去，嘴唇微动。进来吧。咯吱。楼主，索托城的情况都调查清楚了。阴黑见叶天辰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也就不再停顿。楼主，索托城之中的魂师实力倒是不强，普遍都是一些魂尊、魂宗、魂王级别的魂师都已经极其稀有。当然，魂王以上的也不是没有。原本还有一名七宝琉璃宗的魂帝坐镇索托城，但自从我们摘星楼来了之后，七宝琉璃宗的这位魂帝也就撤离了索托城。还有武魂殿有一座3级分殿，执掌者也不过是一位53级的魂王罢了。叶天辰点点头。索托城处于星罗帝国和天斗帝国的交界位置，虽然魂师数量庞大，但大多是一些低级魂师。不过这种实力其实已经很不错了。整个斗罗大陆，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基本上都属于几个势力，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外出。魂斗罗级别的强者大多苦修以求成为封号，因此大陆之中行走的魂师中，基本上魂圣甚至魂帝级别的魂师都已经算是强者了。对了，这索托城之中七宝琉璃宗的产业应该不少吧？不然他们也不至于派出一位魂帝来此坐镇才是。叶天辰摩挲着手指，略带笑意的说道：“楼主，
您猜测的不错，整个索托城之中，七宝琉璃宗的产业几乎占到1半以上。可以说，在我们摘星楼没来之前，整个索托城几乎都被七宝琉璃宗控制在手里。果然嘛，宁风致这个家伙虽然因为武魂原因无法突破魂斗罗的境界，但作为一宗之主，脑子还是挺灵光的。恐怕不仅仅只是一个索托城而已，天斗帝国内，他七宝琉璃宗也掌控了大量的产业。说句富可敌国也不为过呀。阴黑一听也是深以为然，七宝琉璃宗的强大不仅仅只是实力强悍，其谋划也是极其惊人的。楼主，还有一件事，据武魂城内探子来报的消息，武魂殿的金鳄斗罗带着几位武魂殿供奉在3天前离开了武魂城，其方向似乎是我们这边，又好像是昊天宗。此事，听到阴黑说到这个消息，叶天辰微微思索，随即罢了手。不必担心，金鳄他们的目标不会是我摘星楼，签到流不出，摘星楼就不需要担忧。好了，你下去吧。遵命。随即阴黑就消失在楼阁之中。千道流，你终究还是对唐昊感兴趣了。昊天宗，唐昊，啧，有的受了。自言自语片刻，叶天辰不再考虑这些有的没的。如果金鳄这次能够将唐昊擒拿或者斩杀，那说明那位神对唐昊也不过是一时感兴趣罢了，他叶天辰也不需要牵扯进去。可若是金鳄那个家伙亲自出手都没能将唐昊擒获，那就有意思了。届时他叶天辰也必定插上一手了。昊天宗宗门大殿之内，所有实力达到魂斗罗境界以上的长老此刻全部齐聚一堂。唐啸高坐于宗主之位上，见所有长老已经就位，唐啸也是开口说出口自己今天的目的。诸位长老，关于我昊帝之事，目前已经有了一些消息。此话一出，所有长老瞬间来了兴趣。宗主，快说，唐昊这个丧门星此刻在哪？我等现在就去擒拿他，交于武魂殿发落。就是唐昊犯下了弥天大错，居然还敢出现。几位长老七嘴八舌，恨不得现在就将唐昊擒拿住一般。唐啸脸色有些发黑，自己都还没说唐昊和阿银所生孩子的问题，这群长老就闹得不可开交，这让自己又该如何说出口？几位长老，唐啸的一声几位长老压根就当作没听见，继续说着该如何处理唐昊。几位长老，终于唐啸大喝一声，几位长老方才有些不解的扭头看向唐啸，见唐啸脸色铁青，也就不再多说，静待唐啸的下文。我昊帝和那化形的10万年魂兽还孕有一子，不管我昊帝有没有杀害武魂殿的教皇千寻疾，这个孩子终究是无辜的，因此我想将这个孩子带回昊天宗抚养，诸位长老意下如何？而这几位长老在听到唐啸说的竟然是这个事情之后，顿时就脸色一变。宗主，你可要想清楚，这唐昊和10万年魂兽的孩子可不能留在我们昊天宗，不说他唐昊犯下了弥天大错，害得我们昊天宗只能封山不出，就是没有这件事，一个和10万年魂兽所生下的孩子也是我昊天宗的耻辱。就是，而且若是武魂殿抓不到唐昊，还得知我们将这个孩子抚养在昊天宗，那武魂殿可不会轻饶了我们昊天宗。孰轻孰重，宗主你应该衡量得清楚才对。这唐啸一时之间竟无言以对，他一直觉得不过是一个孩子罢了，几位长老应该不会反对才是。可是他错了，从昊天宗开始妥协的那一刻，有些人就已经失去了原本该有的脊梁。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说服这几位反对的长老，唐啸将目光集中在二长老身上。二长老，此事你又如何看待？说话间，唐啸眼神里满是期待，期待二长老能够替自己说一句。可惜二长老的话霎时间就将他心中的那团希望之火瞬间扑灭。唐啸，你作为一宗之主，还是应当以大局为重。唐昊的这个孩子如你所说确实是无辜的，若是我昊天宗因为收了这个孩子被武魂殿知晓，那后果宗主可曾想到？宗主可别忘记了，上次我们答应了武魂殿金鳄斗罗什么？一个孩子和昊天宗的传承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听到这话，唐啸已经知道二长老是什么意思了。刹那间，唐啸咬紧牙关，眼神扫过在场的每一位长老，愣是没有一位长老同意收留这个孩子的。猛的一下，唐啸就站起身来。本想以宗主的地位强行决定此事的唐啸，又看了看长老们平静的神色，重重的叹了一口气后，狠狠地瘫软在宗主之位上，眼神中满是迷茫。索托城外50里，金鳄斗罗此刻正带着千军降魔2位供奉缓缓而来。二哥，前方50里就是索托城了，听说摘星楼已经搬到这里，我们是不是？瞥了一眼千军斗罗，金鳄缓缓吐出一口浊气。千军，你觉得就凭我们几人去了索托城，又能如何？摘星楼主之事，大供奉会亲自处理的。走吧，昊天宗也不远了，过几日就到了。唐昊，我们可不能让他逃了。好吧，二哥，听你的。昊天宗，唐昊，这次看你怎么逃。
千钧斗罗冷冷看了一眼索托城的方向，随即跟着金鳄斗罗朝着昊天宗的方向继续飞掠而去。而在昊天宗附近的唐昊此刻正焦急地等待着自己大哥唐啸的消息。就在唐昊满心期待的眼神之中，唐啸如同被抽干了灵魂一般，两眼无神地朝着唐昊缓缓而来。大哥，如何？几位长老应当已经同意我将孩子留在昊天宗了吧？唐啸闻言瞬间清醒过来，看向唐昊的眼神也变得闪躲起来。霎时间，唐昊就察觉到自己大哥的异样。昊弟，原本我以为让你和阿银的孩子进去，昊天宗应当不会被几位长老反对，可事实恰恰相反，他们现如今一听到你的名字，哪怕只是与你有关的东西都反感无比。你和阿银的孩子就更不让留在昊天宗了。我对不住你。昊弟，唐昊此刻反而一脸平静。大哥，我不怪你，既然几位长老容不下我唐昊，容不下一个无辜的孩子，那我走就是了，定不会让你为难。说罢，唐昊眉眼间开始冷了下来，转身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消失在了唐啸视线之中。昊弟，此刻唐啸想要将唐昊追回，可是他真的有些无能为力，哪怕身为一宗之主。和唐啸分离之后，唐昊便打算离开昊天宗的范围，一路飞掠而行，但因为有孩子的拖累，速度倒也算不得多快。然而就在他即将离开昊天宗的范围，走进一处空地之时，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感霎时间在唐昊脑海之中炸裂开来。不好！不过当唐昊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晚了。在他的面前，瞬息之间，金鳄斗罗便迈着老健的步伐，朝着唐昊一步一步逼近。金鳄斗罗浑浊的双眼在见到唐昊的一瞬间，陡然爆发出一阵阵金光，微微颔首。唐昊，没想到你竟然真的敢回到昊天宗，这份胆量倒是不错，可惜了，一切不过是羊入虎口，自投罗网罢了。杀害我武魂殿教皇，勾结10万年魂兽，每一桩每一件，唐昊，你都死不足惜。若是识相，现在立刻跟我回武魂殿，不然除了你会死，昊天宗今日也难辞其咎。说罢，金鳄斗罗黄黄紫紫黑黑黑黑红9个魂环开始在脚下一个一个浮现出来，一条数十米长的黄金巨鳄也在其身后不断的咆哮着。来自其98级的气势如同山岳，陡然之间，唐昊就觉得压力山大。此刻唐昊已经没了面对自己大哥时的冷静，额头之上一道道凝重的汗珠不断落下。转过头，唐昊就想先跑为敬，但就在其转过身子之时，面前又来了2位气息内敛深厚的老者。轰！随着千钧斗罗和降魔斗罗二人身上2黄2紫5黑9个魂环亮起，96级的修为也是让唐昊有些心惊胆战。此刻要说唐昊心底不慌，那肯定是假的。3位96级以上的封号斗罗出现在自己面前，唐昊真不知道自己如何有机会活下去。重新面对金鳄斗罗，唐昊苦涩一笑，武魂殿可真看得起我唐昊，98级的金鳄斗罗啊！既然今日避免不了一战，那我唐昊就拼死一搏吧。说罢，缓缓将怀中的小唐三放在原地，唐昊也是释放武魂，昊天锤直接落入手中，2黄2紫4黑1红9个魂环在其脚下亮起。92级的实力此刻却如同大海中的一片孤舟，显得是那么微弱。猛然之间，唐昊便一个闪身朝着千钧斗罗和降魔斗罗这边冲刺而来，手中昊天锤高高举起，全身上下的魂力全部汇聚于锤面。武魂真身大须弥锤！暴喝一声，唐昊手中的昊天锤也将威力提升到了极限。仅仅只是一瞬间，唐昊的攻击就来到了千钧斗罗面前。而此刻，千钧斗罗双眼之中毫无惧色。武魂真身第8魂技千钧一致。刹那间，千钧斗罗的动作如同闪电，手中的盘龙棍狠狠迎接上了唐昊的昊天锤。轰！仅仅只是一个照面，唐昊便瞬间被一股恐怖的力量生生震飞出去，一口鲜血喷薄而出。果然，92级的封号斗罗和96级相比，还是差距很大。哪怕唐昊手中的是天下第一器武魂，也是如此。金鳄斗罗一直就这么看着，也不动手，他倒要看看这唐昊何德何能，当初为何有实力打伤举鬼斗罗，还重伤了千寻疾。但是很可惜，此刻唐昊表现出来的实力，金鳄斗罗还看不出任何可圈可点的地方。不过倒飞出去的唐昊却也借助着千钧斗罗的这一击，直接远离了小唐三的身边，试图将战场往另一个方向引。没有任何犹豫，千钧降魔2兄弟直接朝着唐昊欺身而去。2位96级的封号斗罗联手之下，仅仅只是几个回合，唐昊便被千钧斗罗一棍抽飞100米之远。就当唐昊想要起身继续反抗之时，却突然听到了金鳄斗罗的声音：唐昊，若是你还想让我手中的这个小崽子继续活下去的话，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的好。老夫年纪大了，手上的劲道可是把控不住的。
也免得这个小崽子受苦不是。话音落下，唐昊猛然看向金鳄斗罗，不知何时，小唐三此刻已经被金鳄斗罗提在手心。受到惊吓的小唐三此刻顿时哇哇大哭起来。金鳄斗罗也不在意，静静地看着唐昊，他倒要看看唐昊又该如何抉择。此刻，唐昊整个人都气炸了，身体不断地颤抖起来，青筋暴起，但很快就没了脾气。无论如何，他也没有想到，一位98级的封号斗罗竟然会用一个周岁都不满的孩子来威胁他。不过对此，金鳄斗罗都是丝毫不在乎旁人会如何想。他金鳄出武魂殿之前可是答应了自家大哥千道流，要将唐昊生擒带走的。而唐昊这家伙这么弱，别说让他出手了，仅仅只是千钧和降魔兄弟，唐昊就已经快半死不活了。自己若是出手，他唐昊还不得碎尸万段。因此，金鳄斗罗不如干脆一点，直接找到唐昊的软肋，让唐昊乖乖求饶。金鳄斗罗，亏你还是供奉殿之中的二供奉，98级的封号斗罗，竟然如此卑鄙无耻，竟然用孩子作为威胁。金鳄微微一笑，唐昊，你说的没错，我是供奉殿的98级封号斗罗，可是这小崽子貌似也算不得人类。一个人类和10万年魂兽的结合，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就在这时，唐昊此刻又听到了自己和阿银的孩子哇哇大哭的声音，孩子的哭声更大了。终于，唐昊还是妥协了。就在唐昊手中昊天锤消失于手中之后，身后的千钧斗罗和降魔斗罗两人直接瞅准机会，一人给昊天脚踝一棒，霎时间唐昊就瘫软在地上。随后，千钧斗罗和降魔斗罗二人一同架着唐昊的一只胳膊，直接来到了金鳄斗罗的面前。唐昊，你不过是一罪孽深重之徒罢了，对付你又何必在意使用这些手段呢？当初你杀害我武魂殿教皇之时，就应当知道自己会有今天这个下场。你怨不得任何人。在千钧斗罗和降魔斗罗控制住唐昊之后，金鳄斗罗直接来到唐昊面前，运转魂力，直接将唐昊体内的魂力全部封住。随即又看向自己手中唐昊和10万年魂兽蓝银皇所生的小唐三。唐昊，没想到啊，你竟然真的会和一个魂兽生下这样一个孩子。这斗罗大陆千百年来，似乎你是第一个。说着，金鳄斗罗带着些许兴趣，朝着自己手中的小唐三看去。奇怪的是，此刻小唐三已经没有继续哭闹，和使金鳄斗罗提在手中时完全不同，小小的眼神里竟然显得空洞而又深邃。隐隐之间，金鳄竟然感知到了手里的这个小崽子若有若无的一股杀意。霎时间，原本风轻云淡的金鳄斗罗瞬间眉头紧锁，看向小唐三的眼神也不再是戏谑，而是凝重。莫非人类和魂兽结合所生下的孩子天生就带着魂兽的天性不成？金鳄斗罗心中默默猜测着，不过很快还是将这个想法排出脑海。人类和魂兽之间结合的事例虽然记载的极少，但是金鳄斗罗好歹也是斗罗大陆泰斗级别的人物，关于武魂和魂兽的知识可谓是全在脑海之中。斗罗大陆从未出现过这种先例。就在金鳄斗罗有些阴晴不定时，被封住魂力的唐昊此刻心都快碎了。他辜负了阿银，已经让他内心开始破碎。而此刻面临武魂殿，面对金鳄斗罗和千钧降魔两位供奉，他原本成为封号斗罗的那股自信也瞬间被击碎。深深的无力感让唐昊有些绝望，看向金鳄斗罗那凝重的神色，唐昊更加担心金鳄斗罗会对他的孩子动手。金鳄斗罗，你有什么就冲我来，孩子是无辜的。终于，唐昊忍不住对金鳄斗罗嘶吼起来。刹那间，金鳄斗罗就被唐昊的嘶吼声吸引，将目光从手中小唐三身上转移到唐昊。唐昊，可笑至极，你竟然和老夫说无辜！一个魂师成长到封号斗罗的境界，你应该明白我们一路上究竟杀了多少人，这当中又有多少也是所谓的无辜呢？今日你落入我的手里，你的命就不是命了，包括老夫手中的这个小崽子也是一样。你……唐昊一时竟有些无言以对。罢了，多说无益。千钧、降魔，你们带上唐昊，我们去昊天宗收收利息。这帮缩头乌龟可是已经违反了那日的约定，总得付出点什么吧？是，都听二哥你的。千钧、降魔两位供奉很快就提着如同废人一样的唐昊，跟在金鳄斗罗身后，朝着昊天宗疾驰而去。昊天宗回到宗门之内的唐啸有些心不在焉，一想到自己作为昊天宗的宗主，却没有能力决定唐昊和阿银孩子这件事，心中既是感到惭愧，又极为愤怒。昊天宗的这些长老们贪生怕死，一退再退，他唐啸却是没有任何办法。谁让他实力上没有绝对的碾压呢？就在唐啸有些愣神之际，昊天宗内一声声低沉的钟声让唐啸迅速回过神来。不好！当钟声响起的一瞬间，唐啸便立刻朝着宗门大殿疾驰而去。不过半炷香的时间，唐啸便来到了宗门大殿之中。一进门，顿时心就沉到了谷底。
只见大殿之中，唐昊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完好的地方，静静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只有那微微睁开的虚弱双眼，证明其还活着。昊弟！唐啸惊呼出声，可是下一秒，原本迈出去的步子瞬间又停了下来。原因很简单，金鳄斗罗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那如渊似海的气息让唐啸有些呼吸困难。金鳄斗罗眉头一舒，冷笑一声：“既然你们昊天宗的宗主也到了，老夫就不再耽误各位了。想必你们也看到了，唐昊，你们昊天宗杀害我武魂殿教皇的凶手已经被老夫亲自擒拿。”此话一出，昊天宗的几位长老一阵眼神交流之后，一位封号斗罗级别的昊天宗长老站了出来：“金鳄冕下，既然杀害千寻级教皇的唐昊已经被冕下擒拿，冕下又何必来我昊天宗呢？当初我们可是说好了，唐昊归武魂殿处理便是。何况唐昊早就被我们昊天宗逐出宗门，已然不是我昊天宗之人了。金鳄冕下随意处置便是。”随着这位长老发话，其余几位昊天宗魂斗罗级别的长老也是随声附和起来。金鳄斗罗没有说话，而是将目光看向了唐啸。唐啸宗主，你认为呢？唐啸一听，整个人直接愣住了，他不知该说什么。见唐啸半天不开口一句，昊天宗的那些长老们顿时急了，纷纷给唐啸眼神示意。金鳄和千钧降魔两位供奉直接戏谑的摇摇头：“昊天宗真的是没救了。罢了，既然唐啸宗主不说话，那昊天宗的二长老，你意下如何啊？”见唐啸支支吾吾这么长时间蹦不出半个字，金鳄金光一闪，也不再为难他，反正自己目的已经达到，种子已经种下，昊天宗或许根本不需要他们武魂殿动手，他们自己就会分崩离析。而二长老一听金鳄将话题又引到自己身上，整个人瞬间就不好了。要他说什么？曾经唐昊没被抓住，说什么都无所谓，而现在自己若是让武魂殿随意处置唐昊，今后唐啸那里又该如何是好？可他们昊天宗偏偏还不能说不字。灵机一动，二长老也是学着唐啸的模样，故作不说话，想要蒙混过去。但金鳄斗罗又岂能如他所愿？既然二长老不说话，想必也是默认了当日的约定。果然，昊天宗还是讲诚信的。说罢，金鳄斗罗面露笑意，盯着唐啸一字一句清清楚楚的说道。唰的一下，二长老直接被气傻了，还能这样？唐啸此刻也是深深望一眼二长老，随后又扫视一圈在场所有昊天宗的长老。看到这一幕的金鳄斗罗很满意，开始有点效果了。好了，昊天宗的诸位，既然你们如此配合，那昊天宗之内有人私自勾结唐昊之事，老夫就不再多说了。原本老夫还打算追责这件事的，谁让昊天宗的诸位长老如此爽快呢？千钧斗罗的降魔斗罗此刻同样是满脸笑意，他们也没想到自家二哥竟然还能这么玩。哦，对了，老夫手中的这个小崽子就是唐昊和那10万年魂兽所生下的，诸位长老认为又该如何处置啊？依旧是由我武魂殿随意处理吗？诸位昊天宗长老的意见，老夫可是会好好考虑的，毕竟一个孩子而已，给你们面子也不是不行，就看诸位昊天宗的长老们是什么意见了。说罢，金鳄苍老的脸上笑容更加灿烂了。这……唐啸下意识的就想让金鳄斗罗放过唐昊的孩子，可是又看了一眼不为所动的长老们，一咬牙，直接说了出来：“金鳄冕下，这个孩子终究是无辜的，金鳄冕下若是信任，就交由我昊天宗进行处理吧。”此话一出，昊天宗的长老们瞬间脸色一变，他们此刻压根就不想和唐昊再扯上一点关系。不行，唐昊和10万年魂兽所生下的孩子血脉不纯，我昊天宗岂能让这种孽畜辱没门庭？还是交由武魂殿，交由金鳄冕下亲自处理便是。开始的那位封号斗罗长老直接站出来反对，丝毫不顾及唐啸此时的感受，就是10万年魂兽和人类从古至今皆是敌对，唐昊不顾人伦，和10万年魂兽所生下的孩子，凭什么让我昊天宗负责？何况唐昊已经不是我昊天宗之人了。你们……唐啸直接被气得一口老血喷出。好，不愧是昊天宗，老夫佩服。既然昊天宗绝不是那种藏污纳垢的地方，那我手中这个小崽子就由老夫亲自处理了。说罢，金鳄环视一周，见昊天宗的这群长老不反对，嘴角一冷。10万年魂兽所生，说白了也就是半人半兽，这等小崽子自然是留他不得。老夫今日就将他直接了断。说罢，金鳄就要一把扭断小唐三的脖子。不要！唐啸直接惊呼出声，唐昊眼中也满是仇恨和泪水。轰！就在金鳄五指即将触碰到小唐三命脉之上时，轰然之间，一道暗红色的神光从天而降，仅仅只是片刻之间，就将金鳄和在场的所有人震飞数百米之远。在这电花火石之间，原本重伤且被金鳄封住全身魂力的唐昊，却突然觉得自己体内的封印被瞬间解除了，就连身上的伤势也直接痊愈。
没有丝毫犹豫，唐昊直接上前一把抱住小唐三，以最快的速度直接冲出昊天宗。片刻之后，硝烟散去，金鳄斗罗从地上稍显狼狈的缓缓起身，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刚刚小唐三所在的地方，又看到已经没了踪迹的唐昊，瞬间就呆住了。这就是摘星楼主说的有神相助吗？金鳄斗罗实在是不敢相信，这世间竟然有人能从自己眼皮子底下以这样一种方式溜走。刚才的那道神光，其威力之强，相当于以为99级的极限斗罗一击，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金鳄受了一些轻伤之外，千钧斗罗、降魔斗罗，包括昊天宗的10数位长老，皆是一瞬间就被重伤。一步跨出，金鳄瞬间离开昊天宗大殿，可当其出来之后，已经没有了唐昊任何一点踪迹，就连气息也彻底消失。可恶，唐昊，竟然让你就这么跑了！心中郁闷无比的金鳄斗罗此刻也是有些无能为力，轻叹一声之后，将千钧斗罗和降魔斗罗带着，就直接离开了昊天宗。他要将今天发生的这件事快些告知自己的大哥千道流。一天之后，索托城中摘星楼之巅，楼阁内，叶天辰正津津有味地听着杨白带来的消息。楼主，昊天宗那边有消息了。叶天辰点点头，那唐昊应该就在昊天宗附近，这次金鳄斗罗亲自出手，唐昊怕是难以逃脱，除非……叶天辰没有继续说下去，示意杨白继续。楼主您说的没错，武魂殿的金鳄供奉确实将唐昊于昊天宗附近擒拿住，但在昊天宗却出了一些意外，最终导致唐昊竟然神奇般的逃了。哦，竟然真的让唐昊逃走了？快说说昊天宗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听杨白确定唐昊已经逃了，叶天辰瞬间兴趣就上来了。杨白也是不含糊，直接一股脑说了出来。根据传来的消息，当日金鳄斗罗带着唐昊前往昊天宗问责，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似乎是在金鳄斗罗即将把唐昊和那10万年魂兽所生下的孩子绞杀之时，一道暗红色的流光从天而降，直接将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武魂殿的金鳄斗罗，也被瞬间震飞100米之远。除了武魂殿的金鳄斗罗之外，其他人当场就身受重伤，甚至昊天宗还有2位魂斗罗级别的长老直接因此陨落。随着杨白话音落下，叶天辰也是眉头紧锁起来。看来唐昊和那个10万年魂兽所生的孩子也不简单。一开始叶天辰只是怀疑唐昊有神相助罢了，毕竟也可能是什么昊天宗的秘法是自己不知道的，但现如今基本上就可以实锤了，唐昊或则他和10万年魂兽所生下孩子，其中必定和神有什么关联。唐昊，看来不仅仅只是千道流对你感兴趣，本座也要关注你了呢，希望你能活着。心中默念一句，随即叶天辰挥挥手就让杨白退下了。在经过几日的奔波之后，金鳄斗罗阴沉着脸走进了武魂城供奉殿中。当金鳄斗罗沉重的步伐进入其中时，千道流早早的就已经在等待了。见金鳄阴沉着脸走进来，千道流却是微微一笑：“金鳄回来了，看你这副模样，猜得不错的话，应当还是没有擒拿住唐昊吧？”说着，千道流直起身来，走到金鳄的身边，拍了拍其肩膀：“说说吧，金鳄，那唐昊何德何能，能从你和千钧降魔的手中逃走？”唉，金鳄一听，直接叹了一口气：“大哥，你有所不知，那唐昊不过92级的实力罢了，哪怕他的手中拥有昊天锤、10万年魂环，依旧不过尔罢了。仅仅只是千钧和降魔2人，就可以轻易击败他。”千道流点点头，92级的封号斗罗，哪怕拥有10万年魂环，也最多相当于94级的封号斗罗，自然不可能是千钧斗罗和降魔斗罗的对手。为了生擒唐昊，我便用唐昊和10万年魂兽所生下的小崽子威胁他，随后千钧降魔他们直接一棍废了唐昊的双腿，随后便去了昊天宗，想要找点利息。没想到，当我要捏死唐昊和10万年魂兽所生下的小崽子时，意外发生了。一道暗红色的神光从天而降，就连我也被击飞100米之远，其余人皆是身受重伤。等我反应过来，那唐昊连同那只小崽子却神秘失踪了，就连气息都无迹可寻。或许真的如同摘星楼主所言，唐昊有神相助。大哥，这次是金鳄大意了，金鳄无能，请大哥惩罚。说着，金鳄直接单膝跪地，等候千道流开口惩处。当真正听到金鳄亲口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千道流也真正重视起来了。如果说曾经只是因为对叶天辰话语的信任才去擒拿唐昊的话，现在千道流基本已经确定唐昊和神必然有着某种联系。轻轻将金鳄扶起，千道流却突然笑道：“无妨，金鳄，此事算不得什么。若真是有神相助，金鳄你也无能为力。毕竟神的力量太过恐怖了啊。”说着说着，千道流来到了天使神像面前，看着高大的天使神像，微微愣神，随即眼神坚定起来。一位神降下神迹，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想要挑选神位继承人，不管是唐昊也好，还是唐昊和10万年魂兽所生下的小崽子也罢，总之他千道流都不允许除了千仞雪之外的任何人成就神位。雪儿，你且放心吧，有爷爷在，所有的不稳定因素爷爷都会亲自给你解决。我千家能不能再度诞生一位天使神，就看你的了。默默念叨一句之后，千道流转身看着金鳄，唐昊的事你就先放上一放，下一次若是再有唐昊的消息，我会亲自出手。唐昊也好，那小崽子也罢，只有死才能不对我武魂殿产生任何威胁。金鳄一听也是嘴角冷笑，他金鳄确实奈何不得有神相助的唐昊，但是自家大哥何等实力，除非神灵亲至，或则唐晨波塞西出手，否则谁也阻止不了其斩杀唐昊。放心吧，大哥，这段时间我会尽力收集有关唐昊消息的，大哥你今后加以面试。千道流点点头，随即金鳄斗罗就直接走出大殿，开始安排去了。在金鳄斗罗有了之后不久，一个可爱无比的小姑娘缓缓走进大殿，一见千道流就唰的一下扑在其怀中。爷爷，雪儿想你了。千道流开怀大笑，亲昵的抱着千仞雪，也是柔声说道：雪儿，爷爷也想你呢。耷拉着脑袋，小千仞雪若有所思的问了一句：爷爷，刚才金鳄爷爷和您都在说些什么呢？这么长时间，让雪儿都有些等不及了。哈哈，雪儿爷，我和你金鳄爷爷自然是有要事相商了。雪儿就不要多问了，你还小，有些事今后你会接触到的。哼，爷爷，雪儿不小了，雪儿已经觉醒武魂了，好吧？看着千仞雪一脸小傲娇，千道流抚摸着千仞雪的秀发，微微一笑。雪儿觉醒武魂了，确实也该知道一些东西了。这样吧，爷爷过几天就带雪儿你去狩猎魂环，好不好呀？届时我让你金鳄爷爷也陪着我们一块儿去。好，爷爷一言为定哟。看着乖巧懂事的千仞雪，千道流嘴角的笑意更加明显了。好好好，听雪儿的，一言为定。转眼之间又是1个月的时间过去。今日武魂城内热闹非凡，原因也很简单，武魂殿的新一任教皇比比东正式接任了。而今天正是比比东的接任大典。今天的比比东穿着教皇独有的服饰，一双雪白的大长腿非常的惹眼，更别提比比东丰满的臀部和水蛇一般的细腰，一出场就吸引了武魂殿所有成员的目光。此刻武魂殿极为年迈的长老拖着象征着教皇的皇冠，一步一步地走到比比东面前。尊敬的教皇冕下，我将代表武魂殿为你呈上教皇皇冠。看着面前的皇冠，只要戴上他，比比东就是正式的武魂殿教皇了，几乎不再受到武魂殿任何人的束缚。当然除了大供奉千道流以外。比比东微微低头，年迈的长老小心翼翼地为比比东戴上。这一刻武魂殿沸腾了。比比东教皇冕下，武魂殿万岁！比比东教皇冕下，武魂殿万岁！比比东教皇冕下，武魂殿万岁！声如海洋，声势浩荡，直冲云霄。见到这种场面，哪怕是比比东心中也不禁有些欣喜，开口说道：诸位，今日是我武魂殿最隆重的日子，希望诸位今日给我比比东一个面子，冰释前嫌，共享今日盛事。教皇冕下开口，我等定将遵循。来，让我们共同敬教皇冕下一杯，祝贺比比东冕下您继承武魂殿教皇之位。来，祝贺比比东冕下继承教皇之位。拍马屁的不少，当然也有一些仅仅是来看热闹的，比如上三宗的七宝琉璃宗和蓝电霸王龙宗。虽是举杯，但并不像那些人一样喊着口号。这比比东还真是个人才，短短几年便将不属于他的武魂殿收入麾下。宁风致对于比比东并没有什么好感，毕竟一个女流坐上了天下第一的势力的王座上，作为男人的他不太喜欢，更何况比比东的为人真太过狠毒，一般人还真招架不住。最重要的是，武魂殿和七宝琉璃宗的利益终究是冲突的，宁风致自然更不可能对比比东有任何好感。剑斗罗冷喝道：这样的女人当武魂殿的教皇只有坏处没有好处，风致我们最好离那个女人远一点。剑叔说的是，我们七宝琉璃宗一向都是跟武魂殿保持距离，这次也不例外。宁风致点了点头。另外一边，蓝电霸王龙宗门，玉元镇看着台上的比比东，一脸不爽地说道：小刚那逆子当初要是选择比比东，我蓝电霸王龙家族早就是斗罗大陆第一宗门了，气死我了。唉，失之交臂，可惜了。就在玉元镇心中不断吐槽的时候，一道宏大的声音却让他瞬间回过神来，连忙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供奉殿，诸位供奉道。随着这道吆喝声落下，远处千道流一马当先，身后跟着金鳄、千军降魔等供奉缓缓走了进来。此刻的千道流表情严肃，那种属于99级封号斗罗的气息若隐若现，场中之人无不侧目相待。教皇陛下，老夫和诸位供奉倒是来得有些晚了。移动到比比东面前，
千道流开始展露微笑，静静地看着自己面前的比比东。比比东同样也是微微一笑，不过眼神中一闪而过的杀意却也逃不过千道流的目光。摇摇头，千道流也是有些无奈，谁让武魂殿没有比东更适合的教皇人选了呢？大供奉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比东的教皇继任大殿，比东受宠若惊还来不及，又岂会怪罪大供奉和诸位供奉来的晚呢？大供奉，诸位供奉，请上座。随着比东比了一个请的动作，千道流和金鳄斗罗他们相视一笑，随即缓缓坐下。而此刻人群之中，当宁风致见斗罗他们看到连千道流这个老妖怪也出来了之后，也是紧张到了嗓子眼。99级的封号斗罗，这世间屈指可数，可以说将昊天宗失踪的唐晨刨去，整个大陆之中就属千道流一人而已。那海洋中的波塞西虽然也是99级封号斗罗，但作为海神大祭司，波塞西一辈子也不可能有机会踏足大陆。此刻面对千道流，在场的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哪怕千道流没有任何的动作，任何的气息泄露。人的名数的影，有些时候光是听到名字就足以让人头皮发麻了。千道流啊，竟然依旧如此坚挺，也不知我见到陈星这辈子有没有机会对千道流试剑一番。相比于只有79级的宁风致，剑斗罗陈星此刻则是战意高涨。七宝琉璃宗这边是这样一副情形，而在蓝殿霸王龙家族，当玉元镇看到千道流出场的那一刻，也是眉头紧皱起来，心中不由嘀咕起来，这千道流竟然一点事都没有，还以为已经作化于供奉殿了呢。武魂殿，哎，依旧是恐怖如斯啊。千道流今日来的目的很明显，那就是告诉天底下的魂师，他千道流99级的极限斗罗，武魂殿真正的守护人，依旧活得好好的。那些野心家千万别以为武魂殿换教皇了就可以肆意妄为，这也算是千道流给比东来镇场子了。对于此，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不过不得不说，千道流这一招效果不是一般的好。此刻不管是七宝琉璃宗，还是蓝殿霸王龙家族，甚至就是下四宗，几乎在场的所有魂师心里面都将武魂殿牢记在心，将千道流这如同神一般的威严铭记于心。就在大家都惊讶于千道流和金鳄斗罗他们的到来时，又一道突然声音传来：摘星楼，杨白供奉道。话音落下的一瞬间，现场的气氛瞬间就掉到了冰点，尤其是此刻的比东，脸色唰的一下变得铁青，甚至就连千道流此刻则是眉头紧锁。随后杨白披着白袍，一步一步走进殿中。听闻今日乃是武魂殿新任教皇的继承大典，在下奉我家楼主大人之命，特意前来恭贺武魂殿新任教皇比东冕下，不请自来，还望武魂殿的诸位莫要怪罪才是。说完，杨白抬头静静地等待着武魂殿的下文。来之前，叶天辰就和他说过，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毕竟这是武魂殿教皇的继任大典，武魂殿可丢不起那个脸去找杨白的麻烦。比东反应也是够快，霎时间就满脸微笑，感受着杨白那独属于封号斗罗的气息，也是微微有些吃惊。来者是客，既然摘星楼主有此心，我武魂殿倒是谢过摘星楼主这份好意了。杨白供奉，请上座吧。比东说完，看了一眼千道流所在，见千道流一点反应都没有，也就不再多想。而此刻千道流也是不知道摘星楼到底要做些什么，不过今日毕竟是教皇继任大殿，摘星楼主也没有亲自前来，千道流也就没有了出手的欲望。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对付摘星楼主，千道流不会傻到将面前这个刚刚成就的封号斗罗怎样，毕竟那只会打草惊蛇而已。杨白嘴角冷笑，教皇冕下，且慢，今日杨白前来可不是空手而来，我家楼主还为教皇冕下准备了一件礼物。我家楼主说教皇冕下会喜欢这件礼物的。说罢，杨白随即从腰间的魂导器中将所谓的礼物取出。当礼物取出的一瞬间，全场哗然，就连千道流都猛然间站起身来，比东更是脸色无比难看，因为杨白取出的这件礼物正是武魂殿历代教皇专属的教皇权柄。当杨白取出教皇权柄的一瞬间，人群之中也不乏有认识教皇权柄的魂师大呼惊色。七宝琉璃宗的宁风致此刻也是直接站起身来，死死盯着杨白手中的教皇权柄。这真的是教皇权柄？宁风致心中震惊不已，随即看向杨白，随后缓缓坐了下来，脸上的表情由惊讶变成了微笑。风致，奇怪，摘星楼为何会有武魂殿的教皇权柄呢？这不是历代武魂殿教皇权力的象征吗？着实让人有些费解啊。古斗罗有些疑惑，毕竟教皇权柄一般情况下都是在教皇手中，几乎都是教皇贴身保管，这一次又怎么会落入摘星楼手中呢？宁风致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摇摇头，现在什么原因已经不重要了，他倒是要看看武魂殿又该如何应对呢。不仅仅是七宝琉璃宗抱着看戏的态度，蓝殿霸王龙家族、玉元镇直接惊呼出声。
这摘星楼真是神通广大，竟然连武魂殿的教皇权柄都能弄到手。武魂殿，摘星楼，看来今后不会太平了。玉元镇轻笑一声，随即和宁风致对视一眼，两人都从对方的神色中看到了戏谑。相比于七宝琉璃宗和蓝电霸王龙家族，此刻场上阴沉着脸的比比东也是微微颤抖着。他再清楚不过了，这教皇权柄肯定是摘星楼主那个家伙斩杀千寻疾时顺手牵羊得到的。可是今日乃是他比比东的教皇继任大典，送他这件礼物，居心何在？比比东此刻心中暴怒不已，独属于92级封号斗罗的气息开始在他身上散发出来，一个一个的魂环开始在脚下浮现。当第9魂环出现的一刹那，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因为比比东的第9魂环竟然是一枚10万年魂环。死亡珠皇开始在其背后虚影乍现，大有一副要杨白身死的意思。见状，杨白不屑一笑，就他比比东是封号斗罗。随即杨白的脚下2黄2紫4黑1红9个魂环同样缓缓浮现，同样是92级的实力，让场面顿时有些剑拔弩张。而宁风致、玉元镇还有其他一些魂师则是看呆了。场上不管是武魂殿新任教皇比比东，还是摘星楼的那位供奉，竟然都拥有10万年魂环。他们一时之间竟有些迷糊，10万年魂环是那么容易就能获得的吗？杨白看向比比东，也不动手，只是心平气和地说道：“教皇冕下，这是作何？我家楼主知道这教皇权柄乃是武魂殿历代教皇的信物，因此好心好意让在下将这教皇权柄送来武魂殿，作为教皇冕下的贺礼。教皇冕下这样做，可是会让我家楼主寒心的呢。我家楼主还说了，教皇冕下和我家楼主之间关系匪浅，希望教皇冕下还是不要为难在下的好。”一听这话，比比东直接气炸了。叶天辰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就在比比东打算给杨白一些教训之时，千道流的身影霎时间又出现在二人面前。庞大的压力让杨白和比比东的武魂直接压回体内。见状，杨白一笑，也不担心，缓缓后退了2步。好了，教皇不必动怒，来者是客。既然摘星楼主有心，这教皇权柄又是我武魂殿传承之物，老夫倒是要多谢摘星楼主能够将此物归还。想必这教皇权柄也是上任教皇我儿千寻疾前往星斗大森林之时意外丢失，摘星楼主果真是用心良苦啊。这句话千道流明明是微笑着说的，可落在杨白耳中却显得如此刺耳。不愧是99级的极限斗罗，当真是恐怖如斯。杨白心中赞叹，表面却没什么变化。一旁的比比东此刻也是压住心中的怒火，他不明白为何摘星楼主明明杀了千寻疾，千道流这个老家伙还能表现得如此平静。不过这些不是他此刻该考虑的了，既然千道流都亲自出面了，他比比东也只能就此作罢。大供奉说的是，刚才是比比东失礼了，杨白冕下莫要在意才是。摇摇头，杨白白袍之下直接翻了个白眼。比比东说的话，他杨白一句也不会信。教皇冕下护务心切，杨白能够理解，自是不会在意。教皇冕下，收下吧。说完，杨白双手捧着教皇权柄来到了比比东的面前，看了一眼千道流，发现其神色没有任何变化之后，比比东随即将教皇权柄从杨白手中接了过来。场下，宁风致和玉元镇他们见摘星楼的这位封号斗罗和比比东竟然没有发生任何冲突，脸上都有些失望。若不是千道流出面，或许此刻真的会更热闹一些。见比比东已经接过自己手中的教皇权柄，杨白也不愿在武魂殿内多待。既然教皇冕下已经接受我家楼主的礼物，在下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诸位告辞。说完，杨白就大踏步直接走出大殿。比比东又看了一眼千道流，见千道流还是任何反应都没有，他也只能叹了一口气，任由杨白离去。这一幕也让宁风致他们更加觉得无趣了，他们心中巴不得比比东直接对摘星楼的这位供奉动手，但是千道流稳如老狗，镇压全场，也没人敢肆意妄为。一场教皇继任大典就此落幕，属于千寻疾的时代彻底终结。从今日起，斗罗大陆武魂殿，他比比东将正式登场，属于比比东的时代来临了。大典过后，比比东独自走进了属于自己的教皇殿，看着熟悉无比的一幕，曾经哪些糟糕的记忆缓缓浮现在比比东的脑海之中。千寻疾的身影仿佛又出现在比比东面前，哪怕比比东知道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也不由得有些恍惚。坐在独属于教皇的宝座之上，感受着教皇之位带来的权力，比比东有些陶醉。不过随即他的表情就冷了下来。今日的教皇继任大典，叶天辰来的这一出，属实让比比东有些破防，心中也对叶天辰恨意满满，充满杀机。当然，对于出手阻拦的千道流，比比东也是愤怒无比，可惜他现如今实力低微，没有反抗的能力罢了。3日之后，杨白安全回到了索托城，一路上他还担心武魂殿会派人来劫杀他，
弄得他一路飞奔，丝毫不做停留，直到进去索托城，心中方才安定下来。毕竟面对武魂殿，哪怕杨白已经是封号斗罗，也是忌惮不已。武魂殿中的封号斗罗超过10位以上，无论放在哪儿，都是个恐怖的存在。摘星楼之巅，楼阁内，当杨白来复命的时候，叶天辰此刻正一脸笑意地打量着杨白。不错，不错，本座还以为你杨白回不来了呢。杨白眉头一皱，随即有些疑惑说道：“楼主，您不是说此行不会有危险吗？”叶天辰故作惊讶：“哦，是吗？本座说过这个话，大抵是本座猜测的吧。本座其实也不敢确定，毕竟武魂殿若是真把你留在哪儿，好像也很正常的样子。”杨白顿时有些无语了。不过当他抬头看到叶天辰那戏谑的表情之后，就知道自家楼主不过是说着玩罢了。就在杨白有些无语的时候，摘星楼一位天级杀手赫然来到楼阁之外，属下求见楼主。见状，叶天辰的笑容也是收了起来。进来吧。听到叶天辰那飘渺的声音传来，这位天级杀手方才小心翼翼地走进楼阁之中。看这位天级杀手一副凝重的表情，叶天辰也是直接问道：“发生了何事？”禀告楼主，城外有一位85级的魂斗罗想要加入我们摘星楼。哦，还有这种事？叶天辰顿时就来了兴趣。那人是谁？听到自家楼主发问，这位天级杀手也不迟疑。独孤博。独孤博，竟然是他！还没等叶天辰反应过来，杨白率先惊呼出声。叶天辰自己也是听说过这个人的，不过却没有什么交集。而杨白似乎和独孤博有些交集，看向杨白，叶天辰随口一问：“杨白，这独孤博你认识？”闻言，杨白也是点点头。楼主，独孤博属下的确认识。20年前，属下还和独孤博是要好的朋友，一起结伴闯荡大陆。没想到啊，今日竟然还有机会再次相逢。哦，如此一说，倒也算是你的旧相识了。不过想要加入我们摘星楼，那可不容易。这样吧，就让那独孤博进来吧，85级的魂斗罗也算不错。随着叶天辰挥挥手，那名天级杀手也就直接退出楼阁之内。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将独孤博带到摘星楼前。我家楼主已经在摘星楼之巅等你了，独孤博阁下，你亲自前去便是。说罢，这位天级杀手也就直接消失在独孤博眼中。独孤博身材瘦长，看上去像标枪一般，须发皆是墨绿色，一双眼睛更像是绿宝石一般烁烁放光，整个人给人一种虚幻的感觉，似乎像是幻影一般。面无表情，或者说是脸上表情完全是僵硬的，两腮深陷，头上绿发乱蓬蓬的，身上衣服也只是朴素的灰色长袍。看着面前巍峨耸立的摘星楼，独孤博心中满是感慨。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入摘星楼。那日比比东的教皇继任大典之上，他也在台下观礼。当杨白释放武魂的那一刻，独孤博就认出了杨白。毕竟有的武魂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就好像他的碧鳞蛇皇以毒冠绝天下一般，曾经好友的武魂赤阳剑，他自然不会不认识。可正是因为认识，他的内心方才不再平静。要知道，当初的他可是和杨白没什么差距的，甚至独孤博的修为还要强上一些。但是20年时间过去了，曾经和自己差不多的杨白却已经是名动天下的封号斗罗，甚至还是一名拥有10万年魂环的封号斗罗。独孤博不得不承认，他心动了，所以他今日来了。不再犹豫，独孤博脚尖轻轻一点，3几下的功夫就稳稳地落在了摘星楼之巅。落地之后，他就看到自己曾经的好友杨白已经在等候自己了。而叶天辰此刻却是独坐楼阁之内，没有直接见他独孤博。独孤博抱拳行礼：“杨白兄，好久不见。”杨白微微一笑，同样也是抱拳还礼：“独孤兄，20年不见，没想到还能和独孤兄再次相逢，可喜可贺啊！”独孤博点点头，20年不见，其实两人除了面目稍微有些变化之外，性格什么的还是如旧。杨白见独孤博左瞧右看，就知道他是在寻找自家楼主，随即也就开门见山的说了：“独孤兄，听闻独孤兄今日前来是为了加入我们摘星楼，此事当真？”闻言，独孤博脸上略带一些羞涩，毕竟是旧相识，自己来投奔人家，难免有一些放不开的地方。不过很快，他的脸上就坚定起来：“杨白兄，实不相瞒，今日我独孤博前来，确实是为了加入摘星楼，不知杨白兄可否引荐一二？”独孤博也是直接，不过杨白却并没有答应，而是又看了看独孤博：“独孤兄，非是我杨白有意推辞，我家楼主说了，就算你我之间是旧识，独孤兄想要进入摘星楼，也只能通过考核，方才有资格加入我们摘星楼。此外，别无他法。”这独孤博也只能是无奈的点点头。毕竟若是随意一人都能够加入摘星楼，那么摘星楼也不会成为大陆最神秘的势力了。就在独孤博点头的同时，楼阁之中
叶天辰飘渺的声音突然传来：“独孤博，既然你真心想要加入我摘星楼，那就得让本座看到你的价值。你如今的实力是85级，本座也不为难你，本座将自己的实力压制到80级。若是一炷香之后你还能活着，那摘星楼便收下你；如若死去，那也是你独孤博的命数如此。何去何从？你考虑清楚，毕竟生命只有一次。”独孤博看向杨白，但是此刻杨白却也无法干涉，只能是站立原地不为所动。独孤博知道杨白也无法插手此事，自己能不能进入摘星楼全靠自己了。情魔冕下，独孤博愿意一试，死而无悔。说完，独孤博神色肃穆，一脸坚定。此刻独孤博心中想的是，摘星楼主只使用80级的魂力，而自己则是85级，不管怎么说，优势在他。若是此刻独孤博想的被杨白知道的话，杨白估计自己是笑不出来的。自家楼主的恐怖他杨白再清楚不过了，80级对付独孤博85级也是绰绰有余。而楼阁之中的叶天辰听到独孤博这自信满满的话语，也是不禁摇摇头。既然如此，独孤博，那就开始吧。话音落下，楼阁之中，叶天辰手中天魔琴瞬间出现，将自己的魂力压制到80级后，随着叶天辰12指一齐弹奏，一道又一道的音浪跨越楼阁，直接朝着独孤博而来。其角度之刁钻，仅仅一瞬间就让独孤博惊讶到无以伦比。几乎刹那之间，独孤博脚下2黄2紫4黑8个魂环就亮了起来。碧鳞蛇皇，第7魂技碧鳞蛇皇真身。眼见此刻已经来不及躲闪，独孤博也只能选择硬刚。咻咻咻！一道道音浪如同锋利的刀剑，在独孤博武魂真身开启的那一刻就来到了他的身躯之上。当当当！如同金属碰撞，仅仅只是一个照面，独孤博就发现自己的身躯上已经变得通红无比，有些地方甚至直接被音浪切割开来，鲜血开始缓缓流出。仅仅只是一击，独孤博就收起了一开始的轻视，面色无比凝重。下一秒，他就下定决心，自己仅仅只是防御，怕是不可能坚持一炷香的时间，他必须主动出击。第5魂技蛇蟒天罡盾。一时间，无尽的绿色魂力夹杂着恐怖的蛇毒，开始在独孤博身前凝聚成8面盾牌。紧接着，独孤博脚下一踏，就要往楼阁之中而去。天真！楼阁之中，看到独孤博想要和自己近身，叶天辰也是不再留手。第1魂技索命观音。陡然间，独孤博的脚步就是停滞，双眼开始变得迷离起来。他的精神世界中，一位从没见过的浩大索命观音突然降临，随着索命咒开始不断攻破独孤博的精神世界，他的面目表情也变得狰狞起来。不能放弃，都是假的，都是假的！仅仅只是片刻之间，随着独孤博强行破开精神世界，一口鲜血也是忍不住喷了出来。看着这一幕，叶天辰也是点点头。这个独孤博还是比较果断的，宁可受伤，也不愿意继续被自己的第1魂技控制，还算不错。第6魂技碧鳞蛇皇破。随着独孤博施展第6魂技，他背后的碧鳞蛇皇猛然朝前就是一扑。雕虫小技而已。第3魂技魔海深渊。随着叶天辰第3个万年魂环亮起，独孤博的脚下突然开始变得虚幻起来。猛然间，他就直接掉入这虚幻的空间之中，仿佛永无止境，没有尽头。做完这一切，叶天辰收起自己的天魔琴。若是他独孤博能够在半炷香的时间内出来，那加入摘星楼又何妨？可若是出不来，那也只能是一死了之。缓缓走出楼阁，叶天辰就看见杨白脸上那略带紧张的表情，而杨白也在叶天辰走出楼阁的一瞬间反应过来，脸上又重新恢复了冷淡，轻轻一笑。叶天辰指着独孤博被自己魂技困住的黑色深渊：“怎么，杨白，你的心何时开始变得柔软起来？”杨白一听这话，顿时就脸色煞白。一个杀手最忌讳的就是内心变得波动，而他现在面对独孤博，竟然有些优柔寡断，甚至还想请求叶天辰放过独孤博一马。楼主，叶天辰没等杨白开口，便罢手打断了他。杨白，作为一名杀手，若非实力强大到一定程度，还是不要拥有感情为妙。不过现在的你已经是封号斗罗，已经是这片大陆最顶级的那批人之一，倒是不用过于在意这些旁枝末节。但是这独孤博想要加入我摘星楼，这一关他必须自己度过，没有人可以帮得了他。我摘星楼不是什么实斋坊，没有点能力，本座可看不上。不过你且放心好了，本座刚才并没有施展全力，还是保留了一些实力。若是他独孤博半炷香之后依旧无法逃出来，也不过是重伤罢了。看在你和他就相识的份上，就留他一命吧。闻言，杨白顿时大喜过望，属下多谢楼主。随即
杨白就又带着一丝紧张和期待，死死盯着独孤博消失的黑色深渊。处于深渊之中的独孤博可不知道外界发生的一切。叶天辰的第三魂技有些特殊，这片魔海深渊之中会无限放大一个人的贪念、痴念、执念，若是真的陷入其中，无法自拔，那么最终精神世界就会崩溃，被困之人也就只有死路一条。此刻，独孤博眼中的世界虽然依旧黑暗，可是他竟然能感受到自己的修为正在急速突破。从85级魂斗罗，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了90级。紧接着，一道血红色的魂环毫无征兆地落在了独孤博的身上，他的气息也开始暴涨。轰然之间，他就打破了封号斗罗的桎梏，全身魂力冲天起，独属于封号斗罗的气息让独孤博无比忘我。哈哈，我独孤博也成为这片大陆的顶尖强者了。封号斗罗，我独孤博做到了！就在独孤博兴奋无比的一瞬间，原本黑暗的世界里开始变得光亮起来，一根根10万年魂兽的魂骨赫然出现在独孤博的眼中，各式各样散发的气息，霎时间就让独孤博激动到有些喘不过气来。竟然是真的10万年魂骨！毫不犹豫，早已迷失自我的独孤博直接陷入这突如其来的10万年魂骨世界中。而在外界，杨白此刻脸色有些难看，更多的还是一种紧张。半炷香的时间可是已经快到了，但是独孤博却并没有一丝一毫要脱离自家楼主魂技的征兆。楼主，您的第三魂技真的那么难以突破吗？杨白扭过头来，看着一脸笑意的叶天辰，略显紧张地问道。闻言，叶天辰摇摇头，本座的第三魂技其实并没有多么强大，不过是他独孤博吃了个亏罢了。本座虽然将魂力压制在了80级，但本座80级的时候，精神力的强度就不比一般的封号斗罗差。这第三魂技若是有封号斗罗修为，精神力大大增强之下，也压制不了多久。不过本座毕竟只是80级的魂力，这第三魂技也只能支撑半炷香而已。放心吧，他独孤博死不了。听到自家楼主这么一解释，杨白似懂非懂的点点头。说白了就是独孤博一身实力都在独攻之上，莫要说精神力，就是体魄也没有同级别的魂斗罗强大。只能说自家楼主的这个第三魂技刚好比较克制独孤博罢了。唉，独孤兄，你可不能继续沉迷了，半炷香马上就要到了啊！不管此刻的杨白如何担心，魂骨世界中的独孤博此刻正挑选着合适自己的魂骨，一块一块又一块，每一块10万年的魂骨，他独孤博都不愿意放弃。我的，都是我的，所有10万年魂骨，我独孤博都要全部带走。哈哈，对了，都差点忘记了，还得给燕儿挑选一套魂骨才是。就在独孤博提到燕儿的一瞬间，他突然意识到此刻的自己有些不对劲，脑海中开始浮现独孤雁那小小的身影。恍惚之间，仿佛听到了独孤雁在自己耳边的亲昵：“爷爷，您为什么要去索托城呀？”“哈哈，爷爷是为了成就封号斗罗，为了今后更好的保护燕儿呀。”轰！片刻之间，独孤博眼中开始落下一滴滴清泪。顷刻间，整个魂骨世界开始变得扭曲起来，他手中紧紧抓住的10万年魂骨也变得虚幻。假的，都是假的！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燕儿，谢谢你！在最后一瞬间，当独孤雁声音在独孤博耳边响起之后，他忽然惊醒。啊！第8魂技，时光凝固。随着独孤博发动第8魂技，整片魔海深渊都静止了下来，所有的迷惑也全部戛然而止。独孤博开始打量起了这个如此逼真的虚幻空间，没有丝毫犹豫，独孤博心一狠，就直接试图打破这方禁锢。第6魂技，碧鳞蛇皇破。随着独孤博将浑身上下全部的魂力都注入到自己的第6魂技之中，他的第6魂技也是无比恐怖起来。伴随着独孤博第6魂技轰然落到这片静止的空间之上，如同镜子破碎一般，整个由叶天辰第3魂技构造的空间轰然倒塌。在杨白紧张无比的时刻，在半炷香时间结束之前，终于脱离了叶天辰第3魂技的束缚，出现在杨白视线之中。哈哈，独孤兄，你竟然真的成功了！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可喜可贺，恭喜你，独孤兄！今后我们就是一路人了。看着杨白那狂喜无比的表情，魂力用尽的独孤博只觉得自己眼前无比晃荡，迷迷糊糊中，嘴角也扬起了轻松的微笑，随即直接瘫软在。杨白见状，连忙来到独孤博身边。独孤兄，独孤兄！这一幕，叶天辰总觉得怪怪的，随即开口：“杨白，独孤博不过是魂力耗尽，有些虚脱罢了，你且带他下去休息，等他恢复之后，你再带他来见我。”说罢，叶天辰挥挥手就进入了楼阁之中，而杨白也反应过来，独孤博确实没啥大事，也就带着他离开了摘星楼之巅。不一会儿，一道道悦耳销魂、勾心夺魄的琴音就从摘星楼之巅徐徐传出。不过短短几天的时间，
独孤博就恢复了过来。不仅如此，经过了叶天辰第三魂技魔海深渊的淬炼之后，独孤博的心境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许久不曾有过增长的魂力也终于得到宣泄，几天时间就突破到了86级。摘星楼之巅，此刻杨白已经带着恢复之后的独孤博来到叶天辰面前。杨白拜见楼主。一见叶天辰，杨白就表情严肃起来。在他身旁的独孤博虽然明显有些不太适应，也是有样学样，双手抱拳，单膝跪地，属下独孤博拜见楼主。看着独孤博还有些发懵，叶天辰也不在意，慢慢都会习惯的，不必多礼。独孤博，既然你已经通过了本座对你的考核，那本座自然也会信守承诺，允许你加入我摘星楼。不过此刻你可要想好了，入我摘星楼容易，可想要脱离我摘星楼，要么就是你死了，要么就是本座死了，否则任何胆敢叛逃之人，天涯海角，本座都会亲自取其性命。你可明白？听着叶天辰冷冷的话语，不急不缓，独孤博心中也是猛地一跳。就刚刚叶天辰的这几句话，似乎带着一种魔力，让独孤博仿佛看见了自己若是叛逃的凄惨下场。抬起头，独孤博目光坚定地看着叶天辰。楼主大人放心，我独孤博既然今日入了摘星楼，今后摘星楼就是我独孤博的根。生是摘星楼的人，死是摘星楼的鬼。若为此事，必遭天谴。闻言，叶天辰嘴角露出浅浅的微笑。这独孤博还挺上道。罢罢手，叶天辰也是戏谑的说道：“不必天谴，你若有为此事，不待上天降下惩罚，本座肯定是第一个扭断你脖子的。不过也不必太过紧张，我摘星楼可没那么多束缚，若是有任务，那就需要及时完成。其他的时间皆是你们自由安排，修炼也好，听曲儿也罢，只要不打着摘星楼的名字胡乱作为，平日里也没你什么事。毕竟你独孤博好歹也是一位86级的魂斗罗，又不是我摘星楼笼中的鸟。”是，楼主大人，独孤博明白。杨白在一旁也是忍不住露出笑意。自家楼主虽然平日里性子冷淡，但不得不说，对待他们摘星楼所有成员，叶天辰都是极其宽容的。每年能够让一位魂斗罗级别的魂师出手的任务也是少之又少。其实独孤博大多数的时间依旧是属于他自己。独孤博此刻也不知自己是该笑呢，还是该感到害怕。自家这个楼主似乎和一般高高在上的封号斗罗不大一样，尽管实力高深莫测，却显得对万事万物皆不是太过在意的模样。摇摇头，独孤博也不再多想，自己都已经加入摘星楼，想那么多也没用，还是踏踏实实做事，高高兴兴修炼就好。想到这儿，独孤博终于也是忍不住露出了笑容。看着独孤博这呆头呆脑的傻里傻气的笑容，不知为何，叶天辰总觉得自己是不是看走眼了？怎么觉得独孤博不一样了呢？独孤博，本座也知道你入我摘星楼所为的无非就是两件事情，其一便是获得整个摘星楼作为你的后盾，想要依靠摘星楼获得庇护；其二便是你独孤博想要在我摘星楼这里找到成就封号斗罗的机缘，这些本座都不会介意。此话一出，独孤博咯噔一下，就觉得自己又有些呼吸困难了，自己这点老底都被扒拉的差不多了。还没等独孤博开口解释，叶天辰继续说道：“凡是加入摘星楼之人，自然能够得到本座和整个摘星楼的庇护，这点毋庸置疑。不过，你想要找到突破封号斗罗的机缘，那就得看你够不够努力了。若是你独孤博足够优秀，能为摘星楼做出贡献，本座也不会吝啬。杨白有的，你也能拥有。10万年魂环，在我眼中可不是什么大问题。”闻言，独孤博有些呆滞，10万年魂环真的那么容易到手？看了看一脸笑意的杨白，还有无比平静的叶天辰，独孤博半信半疑，不过内心深处却是充满期待。其他的就没必要再多说了，这段时间你就跟在杨白身边吧。刚好我摘星楼1年1度的千杀令也该颁布了，就由你们2人来负责此事吧。好了，本座也乏了，你2人暂且退下吧。叶天辰看着杨白和独孤博，直接将此事定下，不给他们丝毫犹豫的机会。一瞬间，叶天辰就回到了楼阁之中，只剩下有些呆滞的独孤博和略显苦瓜的杨白。杨白遵命。扭过头看着依旧不知所措的独孤博，杨白摇摇头：“独孤兄，走吧，千杀令一出，那你我就有的忙喽。”说着，杨白率先从摘星楼之巅一跃而下。独孤博见状，赶忙跟上，他还有很多疑惑需要杨白解答呢。唰的一下，2人就来到平日里杨白的驻地。带着疑惑，独孤博也是忍不住问起了杨白：“杨白兄，不知这千杀令，你我又该如何处理才是？”不提还好，一提杨白也是满面愁容，随即苦笑道：“独孤兄应当也是听过我摘星楼千杀令，不过此事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独孤博眉头紧锁，他自然也是听说过摘星楼的千杀令。传闻摘星楼每年发布一次千杀令，在千杀令发布期间，所有斗罗大陆的魂师也好，
平民百姓也罢，都可以前来摘星楼发布任务。只要能够付出摘星楼认同的代价，无论是刺杀高级魂师，还是对付地痞流氓，无论对错是非，摘星楼都会全体出动，在3个月时间内疯狂完成任务。但是知道是一回事，独孤博很清楚，想要真正办好这件事，他和杨白估计会累得够呛。所有的任务接下之后，都需要他们2人进行把控、监督，确保每一单任务都能够圆满完成。杨白兄，千杀令我毕竟只是听过一些罢了，只知道事务繁琐，但其他的却是一概不知。唉，听见独孤博微微叹了一口气，杨白原本苦笑的脸色瞬间变化起来，看着独孤博那忧愁的模样，杨白拍了拍独孤博的肩膀：“独孤兄，不急不急，往年都是我和阴黑2人负责，有我在，此事倒是无碍。你我还是先发布千杀令吧。”闻言，独孤博也是点点头，道理谁都懂，一步一步来呗。几天之后，随着摘星楼千杀令发布，从索托城开始，瞬间让整个天斗帝国陷入热议之中。不久之后，就传遍了整个斗罗大陆。一时间，索托城变得风卷云涌，各方势力、各路人马纷至沓来。而在天斗帝国西南法斯诺行省诺丁城内的诺丁魂师初级学院内，一名短发中年男子此刻正死死抓住自己手中关于摘星楼发布千杀令的消息，眼眸之中尽是冰冷的杀机。就在这名中年短发男子有些微微愣神之际，诺丁学院中一位路过的老师也看到了这名中年男子的异常。一瞬间，这名路过的老师就对此嗤之以鼻，嘴中也开始出现嘲讽起来：“哎呦喂，我当是谁呢？手里紧紧攥着摘星楼千杀令发布的消息，原来是大师您啊！啧，不应该啊！大师您怎么说也是从武魂城中来的大人物，这世间莫非还真有人让大师您敢怒不敢言？不过好像也不是不可能，毕竟大师您的身份是高贵，可是您毕竟只有29级罢了。算了，大师，人家摘星楼的千杀令可是机会难得哟，大师可不能耽搁了。”哈哈哈哈！冷嘲热讽一番之后，这位来自诺丁魂师初级学院的老师也就讥笑着走开，只留下玉小刚一个人在风中凌乱。过往的其他诺丁魂师初级学院的老师们见到这一幕，也是嘴角挂着微笑，戏谑得看一眼玉小刚，随即也就径直离开。此刻，玉小刚整个人都快气炸了，四四方方的大脸开始变得通红，眉眼间尽是杀机涌现。哼，这帮混蛋，不过一群坐井观天之辈，岂知我玉小刚的能耐？我玉小刚虽然仅仅只是29级，可是我研究的武魂10大理论，就是封号斗罗强者，那也得为之疯狂。狗眼看人低！玉小刚心中不断怒骂着。不过他也注意到了刚才那位诺丁魂师初级学院老师说的，摘星楼的千杀令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若是自己不提前去获得这么一次绝佳的机会，那岂不是可惜？心中打定主意之后，玉小刚也是不再犹豫，直接迈着自信的步伐走出诺丁城，向着索托城的方向大踏步向前。而摘星楼千杀令的影响可远不止如此。七宝琉璃宗宗门大殿内，此刻的宁风致面色阴沉。就在这时，剑斗罗同样也是阴沉着脸走了进来。见到剑斗罗到来，宁风致也是站起身来。剑叔，怎么样？那些人真的前去索托城了？剑斗罗沉默片刻，随即有些无奈的说道：“风致还是没有拦住，有几位魂尊趁乱进入了索托城。”闻言，宁风致眉头紧锁，轻轻吐出一口浊气，缓缓又坐到了座椅上。看来还是没办法阻止这件事嘛。罢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不了就让那几位代理商和我们的负责人进去宗门，我们亲自庇护他们。摘星楼哪怕实力再强，也不可能为了一点小事侵至我七宝琉璃宗。何况我七宝琉璃宗也不是你捏的。剑斗罗也是点点头，也只能是如此了。说起七宝琉璃宗发生的这一切，还是和摘星楼发布的千杀令有关。曾经摘星楼坐落于武魂城，哪怕发布千杀令，除非真的是拥有深仇大恨，一般人可不会选择在武魂殿眼皮子底下和摘星楼交易。毕竟摘星楼不惧武魂殿，他们那些低级魂师可不行。而现在来到索托城，来到星斗帝国，这里的矛盾早就已经是极为突出了。尤其是七宝琉璃宗几乎垄断了整个天斗帝国的产业，在扩张的这个过程中，七宝琉璃宗造成多少魂师、多少平民无辜惨死，已然是数之不尽。摘星楼的到来，如同黑夜里的一盏明灯，对于那些渴望报复七宝琉璃宗的家伙们来说，摘星楼的千杀令来的是如此及时。结果显而易见，无数对七宝琉璃宗有着仇恨的魂师和平民不断朝着索托城而去，渴望能够借此机会报仇雪恨。七宝琉璃宗的情报也不是吃干饭的，这些人当中绝大部分都被七宝琉璃宗半路全部截杀，但很可惜，依旧有着漏网之鱼进入了索托城。一时间，整个七宝琉璃宗陷入了高度防范之中。而这还不是摘星楼千杀令发布之后最恐怖的。当摘星楼千杀令发布的消息
传遍整个天斗帝国之后，很多地方的官员都和变了一个人似的。曾经那些一毛不拔、雁过留毛的官员，竟然一个个都破天荒的开始发放物资给普通民众。更甚者，甚至是背负金条，直接来到闹市，想要洗刷自己身上的罪孽。天斗城中，当雪夜大帝看到各地方送来的一封封急件，还有暗中搜查到关于这段时间天斗帝国各宗门、各官员的种种反常行为后，雪夜大帝也是不禁有些感慨。他自己执政这么多年，颁布了这么多帝令，都没有丝毫变化和收敛的官员和宗门们，竟然就因为摘星楼发布了一个牵杀令，就怕成这样。果然没有实力，说什么都是假的。这一点，雪夜大帝此刻深深为之信服。一切的一切，自然都无法影响源源不断的魂师和平民开始涌入索托城。索托城中也因此变得格外热闹，尤其是摘星楼之下，无数的魂师聚集在这里，渴望自己能够听到摘星楼主的琴声，从而有所感悟。索托城这热闹非凡的一幕，自然也是被匆匆赶来的玉小刚尽收眼底。有在索托城的街道上，玉小刚此刻满脑子都是自己即将可以报仇雪恨的那股子兴奋。不一会儿的功夫，玉小刚就来到了高耸云天的摘星楼前。没想到摘星楼竟然也会有从武魂城离开的这一天。不过也对，武魂殿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摘星楼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两方定然发生过一些自己不知道的冲突。不管了，办事要紧。说着，玉小刚就直接来到摘星楼门前盘腿坐下，等待明日一早摘星楼的牵杀令发布。一夜如风，悄然而逝。当东方黎明升起的一瞬间，万道金光灿灿无比，落在摘星楼之上，反射出异样美丽的光芒。咕咕吱呀！随着摘星楼第一层大门缓缓而开，两道身影也出现在玉小刚和一众等待良久的人群面前。杨白披着白袍上前一踏，脚下两黄两紫四黑一红9个魂环就陡然乍现。独属于封号斗罗的气息，让在场所有人没有一个敢大口呼吸的，全部都待在原地。独孤博见状，身着绿袍的他同样也是上前一步，两黄两紫四黑8个魂环同样在其脚下升起。魂斗罗级别的实力，在场之人亦是没有一个敢看轻了事。左右扫了一眼，杨白嘴唇微动，一股浩大的声音就清晰地传入在场所有人的耳中。摘星楼第9次牵杀令从今日起开始发布，为期3个月，共计3650件。诸位有需求的，此刻就可以有序进入摘星楼发布任务了。不过事先说明，我摘星楼只看代价，若是想要空手套白狼，那还是早些离开的好。最后，若是有人胆敢在我摘星楼闹事，格杀勿论。说罢，杨白身上那股浓烈的杀机直接笼罩在场所有人。一瞬间，大家都是心中一跳，自然不敢轻易在摘星楼犯事。就连一开始自信满满的玉小刚，此刻都开始乖乖地排起长队。而进入摘星楼之中的，有的人欣喜若狂地走了出来，一副大仇得报的模样。同样也有些失魂落魄，明显没有付出摘星楼能够接受的代价。终于，在等候了1天1夜之后，终于轮到了玉小刚进入摘星楼中。一进来，玉小刚就来到独孤博的面前，看着独孤博，兴奋不已。简单瞅了一眼玉小刚，独孤博就没了兴趣。一位大魂师能有什么仇家？手中缓缓抬起一杯清茶，就是一饮而下。但玉小刚一开口，就差点让独孤博将茶水喷了出来。我要沙兰殿霸王龙家族玉罗冕。可！独孤博眼睛瞪得老大，一脸的不可思议，瞅着面前这个中年男子，不知为何，独孤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过想了一会儿，还是不记得是谁。就在这时，杨白也被玉小刚这独特的刺杀对象吸引了过来。随着杨白的步伐朝着玉小刚靠近，此刻的玉小刚也是开始有些慌张，毕竟是一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该有的压迫感还是十足的。嘴角微微上扬，杨白也是直截了当。阁下口中的蓝电霸王龙家族玉罗冕，可是一位85级以上的魂斗罗，这个委托我摘星楼可以接下。不过，阁下你仅仅只有29级罢了，我实在不知道阁下能够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让我们摘星楼去接下这个委托。毕竟刺杀玉罗冕，我摘星楼可是需要派出封号斗罗强者前去方能做到。玉小刚一听，顿时大喜，他还担心摘星楼会因为需要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出手，就拒绝此事了呢。没想到摘星楼却是丝毫不惧。哈哈，那是自然，尊贵的冕下，既然敢来摘星楼委托此事，在下就已经早早做好了准备。杨白听罢，眉头一皱，自己面前这个家伙不过29级的大魂师罢了，何来如此自信？说吧，阁下能付出些什么？玉小刚闻言也是昂首挺胸，论魂力，他可能还觉得自己差上不少，可是偏偏对于自己研究的武魂10大理论，他是自信满满。冕下，在下能够付出的代价，既不是大量的金币，也不是什么天才地宝，而是一本书，是在下精研武魂10几年的研究成果。武魂10大理论。此话一出，还没等杨白反应过来，
一开始就陷入沉思的独孤博终于知道自己面前的这个家伙到底是谁了。随即，独孤博站起身来，冷冷的语气里尽是嘲讽：“我当是谁？竟然有这么大的口气，想要我们摘星楼去刺杀蓝电霸王龙家族的玉罗冕？原来是你啊，玉小刚，蓝电霸王龙家族族长玉元镇的儿子。”唰的一下，玉小刚原本自信满满，等着杨白主动询问武魂10大理论的脸色瞬间煞白无比，竟然被人给认出来了。杨白此刻也是反应过来一些，原来自己面前这个29级的废物是出自蓝电霸王龙家族，而且还是蓝电霸王龙家族族长的儿子。刹那间，杨白脸上就流露出浓厚的兴趣，想要刺杀自己的亲叔叔。自己面前这个玉小刚可真是够狠的。玉小刚很快就恢复了平静，既然已经被人认出来了，也没必要隐瞒了。没错，我就是玉小刚，蓝电霸王龙家族族长之子。不过，摘星楼应当不会因为我的这个身份就放弃这次委托吧？而且，在下可是听说了，摘星楼从不暴露委托人的身份，两位又何必纠结我是谁呢？冷静下来之后，玉小刚也是破罐子破摔，只要摘星楼最终能够接下这个委托，那一切都是值得的。杨白闻言点点头，玉小刚阁下，你说的没错，我摘星楼的确不用管你是谁，可是阁下所谓的代价，那武魂10大理论又是何物？当真值得我摘星楼去斩杀一位拥有封号斗罗庇护的魂斗罗吗？杨白兄不必多问了，你可能并不知道他玉小刚所谓的武魂10大理论是何物，但我可是清清楚楚。哦，独孤兄说来听听。杨白看独孤博那满脸嘲讽的神色，就已经猜到所谓的武魂10大理论没有什么价值，但架不住那颗好奇心，杨白也是想知道究竟是何物。杨白兄，这玉小刚所谓的武魂10大理论，不过是一堆无用的破烂罢了。当年他玉小刚在武魂城中偶然之下，凭借和武魂殿圣女，也就是现任教皇比比东的关系，得到许可进入武魂殿藏书室。也不知这家伙到底抄了多少武魂殿历代总结的武魂知识，回到天斗帝国之后，就开始大肆宣传所谓的武魂10大理论。依我看来，却是无用至极。你说是吧？玉小刚听到独孤博这样一说，玉小刚再也绷不住了。你到底是谁？我玉小刚和你无冤无仇，为何要否定我的武魂10大理论？这些都是我苦苦研究的心血，与武魂殿藏书没有丝毫关系。玉小刚此刻的面目狰狞，一副即将巅峰的模样。哼，我是谁？玉小刚，你还不配知道？拿着你所谓的武魂10大理论，立刻马上给我滚出摘星楼！废物一样的东西，也值得我们摘星楼替你斩杀玉罗冕？痴心妄想！杨白也是明白了，合着自己面前这个玉小刚就是一个骗子呗，竟然还想空手套白狼，让他们摘星楼去斩杀一位魂斗罗。一瞬间，杨白的脸色就难看起来。若是没有独孤博揭穿玉小刚所谓的武魂10大理论，他杨白说不定还会浪费更多时间。哼，不过是一篡改之辈，竟敢来诓骗我，找死！陡然间，杨白直接一挥衣袖，恐怖的魂力直接将玉小刚的身躯拍飞出摘星楼数十米。轰！随后猛地砸到地面。噗！随着一口老血不断涌出，玉小刚只觉得自己全身上下都没有一块完好的地方，挣扎了好一会儿，依旧是爬都爬不起来。摘星楼中，独孤博看着杨白那愤怒的模样，不禁有些好笑。杨白兄，没必要和这种无能之辈过多计较。刚才杨白兄这一击，这玉小刚就是不死也得蜕层皮。杨白听罢也是舒缓了不少，死倒是不至于。我摘星楼发布签杀令期间，所有进入我摘星楼的雇主，不管能不能谈拢，都不会要了对方性命，除非雇主想以命换命。那玉小刚刚才也不过是被我重伤而已，算了，不提也罢，继续吧。独孤博点点头。摘星楼外可是还有很多人正等待着进入，他们二人自然也不会将一个小小的玉小刚，一个29级的家伙看在眼里。不一会儿，摘星楼内，独孤博和杨白又陷入了忙碌之中，而玉小刚可就没那么舒坦了。在摘星楼外躺了大半天的玉小刚，终于在付出不少金魂币的代价下，被人成功带回治疗。3日过后，索托城外一辆牛车之上，玉小刚全身上下裹满纱布，一动不动躺在上面。随着牛车启动，玉小刚也是被摇来摇去。摘星楼不识好歹，竟然敢胡说八道！我玉小刚研究了一辈子的武魂10大理论，怎么可能是一堆废纸？都给我等着，此仇不报，我玉小刚这辈子誓不为人！摘星楼！就在玉小刚暗暗发誓，心中杀机涌现的时刻，随着牛车晃动太大，他也被一同甩下车来。玉小刚的离开丝毫不影响摘星楼外那些魂师和平民的期待。短短半个月时间，摘星楼发布的签杀令一共3650件委托全部满额。以往在武魂城中，至少也得2个月方能做到的，没想到在索托城却如此容易。当所有任务全部接满之后，原本计划3个月的时间直接提前了2个多月。摘星楼再一次关闭大门。所有人都知道，
一场属于杀戮的盛宴即将在天斗帝国上演。摘星楼之巅，此刻杨白和独孤博二人正恭恭敬敬地向叶天辰汇报着这次签杀令的情况。楼主，今年的签杀令已经全部接满了，共3650件，其中刺杀对象没有封号斗罗和魂斗罗级别的强者，魂圣级别的对象6人，魂帝级别的对象70多人，魂王300多人，魂宗级别的有1000多人，魂尊1000左右。除此之外，还有数百的普通人。所有付出的代价之中，有将近1000人是选择以命换命。请楼主指示。听到杨白将今年摘星楼签杀令的情况汇报来，叶天辰的嘴角也是露出复杂的神色。1000人选择以命换命，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了。可想而知，能够被以命换命的刺杀对象，其身上定是血债累累。轻轻叹了一口气，叶天辰也不再纠结这些。摘星楼的存在，不就是一把悬在世间众人头上的一把利剑吗？至少，摘星楼的签杀令还能给那些绝望的人一丝报仇雪恨的曙光。杨白、独孤博，你们2人做得不错，既然名单已经到手了，就挂入楼中，让天地玄黄各级杀手去完成吧。遵命。不过，楼主，虽然这次任务之中没有魂斗罗和封号斗罗级别的刺杀对象，但有几位魂圣和魂帝可不好对付。闻言，叶天辰眉头一皱，杨白好歹也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这名单当中也没有魂斗罗以上的对象，那只能说明这份名单里有一些特殊的存在。说说吧，这次的名单里大概是有一些上3宗或者武魂殿的人存在吧？毕竟你杨白可是封号斗罗。点点头，杨白看了一眼独孤博，随即独孤博缓缓开口说道：楼主，这次名单之中别的倒是无所谓，可是有3名魂圣和12名魂帝，还有数十位普通人中属于大商贾的家伙，都已经躲进了七宝琉璃宗。他们都是七宝琉璃宗的人，甚至七宝琉璃宗在各地的产业都是这群人在打理。我们，没错，楼主，若是七宝琉璃宗一直庇护这些人，凭我92级的实力，哪怕加上独孤兄还有阴黑，也没有把握能在七宝琉璃宗的庇护之下将这些人斩杀。随着杨白补充完，叶天辰也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针对七宝琉璃宗，看来七宝琉璃宗私底下小动作怕是不会少了。如此说来，七宝琉璃宗确实对于你们来说有些麻烦，不过你们先执行其他任务就是，至于七宝琉璃宗的那些刺杀对象，就给本座留下吧。看来本座还得亲自去一趟七宝琉璃宗才能办到了。不过也好，宁风致这个家伙也是个聪明人，是时候去见一面了。杨白遵命。听到自家楼主亲自去处理有关七宝琉璃宗的事，杨白也是放松不少。七宝琉璃宗可是拥有2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而且等级还都在95级以上。杨白虽然对自己很有信心，但面对这样2位封号斗罗，他现如今也是无法应对。很快，随着摘星楼签杀令发布完成之后，摘星楼中天地玄黄4级杀手纷纷领取了自己的任务，之后便从摘星楼如同潮水一般涌现而出，绝大部分都是天斗帝国内的委托。杀戮正式登场。一座规模庞大的山庄之中，此刻作为这座山庄的主人，拥有魂圣实力的他正享受着来自山庄内那些奴隶们的劳动成果。就在这名魂圣尽情享受着山珍海味之时，一道破空声突然传入他的耳中。霎时间，一名来自摘星楼的天级杀手直接飞入大殿之中。长风破72级战魂圣，还以为是什么人物，原来也不过是一奢靡之辈。不过既然入了我摘星楼签杀令的名单，今日就是你的死期了。话音落下，这位天级杀手陡然之间就释放自己的武魂，78级实力加上那诡异无比的招，不过一炷香的时间，摘星楼的这位天级杀手就径直离开了这座山庄。随手一丢，一枚独属于摘星楼的杀人令牌就深深嵌入门头。而在大殿之内，那名魂圣已经是被碎尸万段，鲜血直接染红了整个房屋。除了这个，无论是热闹的集市上，还是一些人烟稀少之地，凡是签杀令名单上有的，摘星楼的杀手都会如约而至。陆陆续续，将近1个月左右的时间，摘星楼3650件委托几乎全部完成，剩下的就只是那些躲在七宝琉璃宗的家伙了。这1个月，对于整个天斗帝国来说，无疑是极为震撼的。各地时不时都会有一些魂师和普通人被摘星楼的杀手所杀。所有天斗帝国境内，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了摘星楼代表了什么，代表的就是杀戮。不过，有人欢喜就有人愁。七宝琉璃宗此刻的宁风致就极为担心，他不相信摘星楼的签杀令会没有他七宝琉璃宗的骨干，奈何到目前为止，摘星楼硬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宁风致知道，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罢了。他宁风致不是不清楚叶天辰的强大，但他就是要赌一赌，若是赌赢了，今后的七宝琉璃宗还能在天斗帝国之内保持绝对的霸主地位，可若是最后还是输了的话，
对于整个七宝琉璃宗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那些人之所以归附于七宝琉璃宗，也不过是为了得到庇护罢了。但若是有一天七宝琉璃宗不能再让他们安安全全，七宝琉璃宗就该走下坡路了。就在宁风致一脸苦涩的时候，剑斗罗陈心和古斗罗古荣两人一起走了进来。一进大殿，剑斗罗陈心和古斗罗就看到满心忧虑的宁风致。风致，有消息了。随着剑斗罗话音落下，宁风致噌的一下就站起身来，眼睛里满是复杂的神色。剑叔，古叔，可是摘星楼那边的消息？此刻宁风致觉得自己一辈子都没有像今天那么紧张过。摘星楼那边肯定有他们七宝琉璃宗的人上榜签杀令，但1个多月过去了，摘星楼愣是没有半点反应，反倒是宁风致这段日子里每天都神经紧绷着，就怕摘星楼突然来袭。剑斗罗和古斗罗对视一眼，纷纷把目光低了下来。剑斗罗也开始认真说起搜到的消息。风致，摘星楼那边应该已经完成除了我七宝琉璃宗之外的所有委托了。这段时间通过我们整个天斗帝国的情报网，已经有3000多人被摘星楼刺杀完成。因此我们认为摘星楼恐怕是将我们七宝琉璃宗作为最后一个对象。闻言，宁风致也是面色铁青。唉，罢了，剑叔，古叔，既然摘星楼那边已经完成其他委托了，我们七宝琉璃宗也该做好准备了。摘星楼至少也是拥有2位封号斗罗，尤其是那摘星楼主，真不知我七宝琉璃宗能否度过这次难关。此话一出，剑斗罗和古斗罗二人也都沉默了。摘星楼主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封号斗罗，那可是能和武魂殿2供奉98级的金鳄斗罗一战而不落下风的存在。他们2人实力虽然也属于封号斗罗比较强势的存在，但是真要面对摘星楼主，剑斗罗也好，古斗罗也罢，2人真的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不过此刻见宁风致如此担忧，古斗罗也是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风致，要不我们向蓝电霸王龙家族求助吧？有了玉元镇加入，即便是摘星楼主，我们七宝琉璃宗也能安然无恙了。闻言，宁风致却是摇摇头，对于蓝电霸王龙家族，对于玉元镇，他宁风致太了解不过了。古叔，不可能的，玉元镇绝对不会对我七宝琉璃宗施以援手。若是他蓝电霸王龙家族也有重要之人被摘星楼盯上，说不定我们还有机会和玉元镇联手。但现如今，只是我七宝琉璃宗自己被摘星楼盯上罢了。玉元镇这个家伙，怎么可能会帮我七宝琉璃宗？古斗罗沉默了。确实，蓝电霸王龙家族不趁机对他们七宝琉璃宗打劫，就已经算是不错了。毕竟无缘无故就去招惹摘星楼，那怕是玉元镇也知道孰轻孰重。对了，剑叔，武魂殿有没有回应？提到蓝电霸王龙家族，宁风致就想起了武魂殿。他宁风致也不傻，若是能够得到武魂殿的支援，他七宝琉璃宗可不会担心摘星楼上门。因此，宁风致就给教皇比比东写了一封信。剑斗罗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苦涩的摇摇头。风致，武魂殿新任教皇比比东确实有回信，可是比比东似乎并不愿意牵扯进来，更不想对我七宝琉璃宗施以援手对付摘星楼。现如今只能靠我们自己了。剑斗罗话音落下，宁风致只觉得自己一时之间头都大了。比比东可不傻，当他收到七宝琉璃宗的来信后，仅仅只是看了一眼就将其烧成灰烬。先不提武魂殿如果想要帮助七宝琉璃宗，至少也得派出3、4位封号斗罗，而且还不能是和举鬼斗罗一般的实力，必须得供奉殿中的那些供奉出手方有把握能够保下七宝琉璃宗。仅仅只是这一点，他比比东就没办法做到。别说供奉殿那些供奉不可能听他比比东的，就连长老殿，比比东现如今都没有将所有武魂殿长老收服为己用，又如何能够帮助七宝琉璃宗？何况宁风致来信说的轻巧，只是将武魂殿一阵彩虹屁，却丝毫不提武魂殿帮助七宝琉璃宗的好处是什么。比比东自然更是懒得搭理，甚至比比东还巴不得摘星楼能够将七宝琉璃宗连根拔起。毕竟他们武魂殿表面上可是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自然不可能大张旗鼓地针对七宝琉璃宗。而摘星楼可不一样，叶天辰丝毫不顾及斗罗大陆任何人对摘星楼的评价，好也罢，坏也罢，摘星楼行事只讲代价。当然，比比东心里其实也担心，因为自己相助七宝琉璃宗的原因，让摘星楼主将他委托刺杀千寻疾的事给暴露出来。至少现在不行，他比比东还没有彻底坐稳武魂殿教皇的位置。相比于七宝琉璃宗此刻如临大敌，神经紧绷，远在索托城摘星楼之巅的叶天辰就轻松愉悦不少。这段时间自从签杀令发布以来，摘星楼在索托城的地位更加不可撼动了。当然，这些在叶天辰眼中倒也不是什么重要之事，最重要的是有一大批魂师挤破头颅想要加入摘星楼，这就让叶天辰很满意了。不过摘星楼还是没有收这些魂师。按叶天辰的想法，
这些魂师一个个加入摘星楼的目的，可都不是为了为摘星楼效命，一个个都有所图谋。对于今后摘星楼需要新鲜血脉这件事，叶天辰还是更倾向于自己培养。不过，这一切对于现在的摘星楼来说，还有些为时过早。无论是因黑阳白二人，还是其他天地玄黄4个级别的杀手，他们都处于成长期间，摘星楼还处于上升期。从摘星楼之巅看向七宝琉璃宗的方向，叶天辰眼中开始变得期待起来。没记错的话，七宝琉璃宗可是有着2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加上宁风致这位79级的辅助型魂师，叶天辰觉得七宝琉璃宗之行会更加精彩。阴黑，速来见我！随着叶天辰一声号令，几乎就在片刻之间，摘星楼中一处房间之内，正拼命修炼的阴黑瞬间化作一道虚影，消失在屋内。一眨眼的功夫，阴黑就来到了摘星楼之巅。阴黑拜见楼主。见阴黑已经前来，叶天辰也是点点头。不必多礼，阴黑，今日叫你来，本座可是有件任务要交给你，不知你有没有信心完成？说罢，叶天辰面目微笑，阴黑则是眉头一皱。楼主一笑，生死难料，他总觉得应该不是什么好事，但奈何阴黑也没有拒绝的余地。楼主，您就直说好了，阴黑必定竭尽全力。说完，阴黑瞟了一眼自家楼主，看到自家楼主嘴角开始上扬，心一下就沉到谷底。他知道他完了。果然，下一秒，叶天辰说出来的话就让阴黑差点一个踉跄。阴黑，本座要你将躲在七宝琉璃宗内所有签杀令名单上的家伙格杀勿论，不知你可否做到啊？啊，楼主，这细些得看着阴黑那一脸呆滞的模样，叶天辰也不算为难他了。罢了，走吧，本座这次亲自出手，七宝琉璃宗的封号斗罗就交给我了，剩下的你看着办吧。闻言，阴黑一阵狂喜，他就知道自家楼主不会不管他死活。哈哈，楼主，阴黑遵命。欣喜之下，阴黑也是跟在叶天辰后面，二人如同一只飞鸟，轻轻一点脚尖就冲天起，化作2道残影，消失在摘星楼之巅。3日之后，七宝琉璃宗山门之外，此刻叶天辰正一脸欣赏地看着七宝琉璃宗那宏大的建筑群。啧，不愧是七宝琉璃宗，掌控整个天斗帝国产业的宗门就是不一样。这可不像是一个宗门所在地，说是一座城池也丝毫不为过。有意思，不过今日我叶天辰既然来了，你七宝琉璃宗恐怕就没那么幸运了。叶天辰心中默念着，不得不说，七宝琉璃宗真是富可敌国。阴黑此刻站在叶天辰后面，同样是震惊不已。虽然他也早就知道七宝琉璃宗的富有程度十分恐怖，但是耳闻不如见面。亲自看到这一幕的阴黑，眼中流露出的除了一丝丝期待之外，更多的则是无尽的杀机。楼主，这七宝琉璃宗果然名不虚传，这份豪华程度比之武魂殿也是差不了多少。不过今日楼主您亲自前来，七宝琉璃宗怕是会永远记得这一天。点点头，叶天辰又看了一眼七宝琉璃宗的方向，随后转过头看向阴黑。阴黑，这七宝琉璃宗的繁华不过是一场空罢了。这世间没有绝对的实力，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守不住的。罢了，进去吧，想必宁风致那家伙早就严阵以待了。记得将签杀令名单上所有人全部斩杀，一个不留。至于其他的七宝琉璃宗弟子，胆敢阻拦着，你也一并杀了吧。不过其他人就不要动了，七宝琉璃宗现在还不是灭亡的时候，留着他们今后还有用。闻言，阴黑有些不解，难道今日前来不是要将整个七宝琉璃宗覆灭吗？好吧，他阴黑显然是有些白激动了。不过对于叶天辰的命令，他虽然不知道为何不直接覆灭七宝琉璃宗，但阴黑也会坚决执行。放心吧，楼主，一共72人，不多不少，我都全部记在心里，必定不会有事。走吧，将近半年时间没有好好活动了，希望七宝琉璃宗不要让我失望才是。遵命，楼主。说完，叶天辰在前一步一步朝着七宝琉璃宗的山门而去，而阴黑也跟在后面，面色开始逐渐变得冰冷，杀戮即将到来。阴黑已经做好了准备，不一会儿的功夫，两人就来到了七宝琉璃宗宗门之外。这时，七宝琉璃宗几名巡逻的弟子也发现了叶天辰和阴黑二人。可是还没等七宝琉璃宗这些巡逻弟子开口询问，阴黑仅仅只是一个眼神，封号斗罗级别的压力瞬间就将这些七宝琉璃宗的弟子压成一滩血雾。陡然间，叶天辰和阴黑两人轻轻一跃，就进入了七宝琉璃宗。一路上，所有见到叶天辰和阴黑的七宝琉璃宗弟子，没有一个敢靠前的。原因很简单，阴黑此刻脚底下已经升起2黄2紫4黑1红9个魂环，独属于封号斗罗的气息，别说上前阻拦了，这些七宝琉璃宗弟子觉得怕是多看一眼自己就要爆炸。与此同时，
当阴黑封号斗罗的气息席卷整个七宝琉璃宗的时候，宗门大殿之内早已等待多时的宁风致和剑斗罗古斗罗也是瞬间察觉。风致来了，摘星楼，剑叔、古叔，走吧，躲是躲不掉的，生死直安天命，希望我七宝琉璃宗能够度过这场大劫吧。宁风致轻轻吐出一口冷气，作为七宝琉璃宗宗主，他宁风致倒也是不畏惧死亡。剑斗罗和古斗罗闻言，眼中也是闪过一阵光芒，他们作为老牌封号斗罗，实际上也并不害怕叶天辰的到来。很快，宁风致和剑斗罗古斗罗刚刚走出大殿，就看到一身黑袍的阴黑和一身素衣的叶天辰。此刻宁风致心一下子就沉到谷底。摘星楼虽然就来了2个人，但很明显，黑袍男子就是摘星楼的2位供奉之一。那血红色的魂环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宁风致黑袍男子的强大。但最让宁风致感到绝望的，却是一脸笑意的叶天辰。从黑袍男子那恭恭敬敬的态度来看，这位素衣男子应该就是摘星楼那位神秘无比的楼主封号琴魔了。呼！看着宁风致一脸紧张而又凝重的神色，叶天辰倒是一脸无所谓的模样。不知琴魔冕下今日到我七宝琉璃宗有何贵干？哪怕明知道摘星楼来的目的，宁风致依旧不想一开始就大打出手。若是可以，宁风致还是希望能够尽量做到不冲突。毕竟明摆着2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还有一位实力之强神秘莫测，他宁风致没有一点把握。听到宁风致那带着一丝畏惧的话语，叶天辰也没有着急动手。宁宗主，没想到你我第一次相见竟然是以现在这种身份，本座为何而来？宁宗主又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呢？若是今日宁宗主可以将我摘星楼签杀令名单上的那些家伙交出来，说不定本座还可以就此作罢。否则七宝琉璃宗今日怕是要赔上不少人的性命。此话一出，宁风致面色阴沉，剑斗罗古斗罗2人更是眼神中充满杀意。秦魔冕下，您这是在威胁我七宝琉璃宗吗？威胁？宁宗主，既然如此，也不必多说了。阴黑，你去行动吧，记住不要落过一个人。懒得废话的叶天辰干脆直接让阴黑开始行动。既然七宝琉璃宗觉得自己可以，那叶天辰今天就要好好给七宝琉璃宗上一课。听到自家楼主发话，阴黑黑袍之下脸色一喜，随即化作一道长虹，直接开始涌入七宝琉璃宗，开始寻找刺杀对象。不！宁风致见到这一幕，瞬间就脸色巨变。剑斗罗见状就要飞身前去阻拦阴黑，可是刚有这个想法，叶天辰瞬间就出现在他的面前。剑斗罗陈心，你还是留下吧。轰然之间，叶天辰一掌拍出，磅礴的魂力如同排山倒海一般，直接让剑斗罗不得已飞身而退。摘星楼主，你找死！此刻宁风致有些急了，若是真让摘星楼主一个人拖住他和剑斗罗古斗罗3人，那摘星楼的那位黑袍封号斗罗岂不是可以在七宝琉璃宗内肆意妄为？3位都自身难保了，还想那么多？看来还是没有将本座放在眼里。说罢，叶天辰脚下一道黑色魂环瞬间升起，片刻之间，6道黑色的魂环，3道血红色的魂环，让宁风致和剑斗罗古斗罗3人顿时呼吸有些急促。6道万年魂环，3道10万年魂环，这怎么可能？宁风致一下就呆在原地。紧接着，叶天辰97级的魂力顿时爆发，一阵阵恐怖的魂力波动，让整个七宝琉璃宗大殿之外开始变得飞沙走石。封号斗罗的气势直接让周围所有魂圣以下修为的魂师瞬间感受如同山岳一般的压力。轰然一声，魂圣以下修为的七宝琉璃宗弟子直接硬生生双膝，随后直接整个身子都趴在地上，动弹不得。竟然是97级的封号斗罗，3个10万年魂环，6个万年魂环，摘星楼主竟如此恐怖，怪不得就连武魂殿2供奉98级的金鳄斗罗都拿他没有办法。此刻见识到叶天辰全部实力的剑斗罗陈心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这恐怖的魂环配置，整个斗罗大陆他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宁宗主，现在你们还来得及，最后给你们一次机会，将我摘星楼签杀令名单上所有刺杀对象交出来，本座保你七宝琉璃宗平安无事，否则本座若是真动起手来，你七宝琉璃宗恐怕是凶多吉少了。顶着巨大的压力，此刻的宁风致眉头紧锁，摘星楼主97级的实力确实有些超出他的想象，尤其是恐怖的魂环配置。可是他还是不愿意放弃，无论如何他们今日都要尽力一战。原因很简单，若是七宝琉璃宗直接将那些人交出来，今后整个天斗帝国恐怕再也不会有任何魂师或者商贾会信任他七宝琉璃宗了。摘星楼主，废话不多说，既然今日阁下非要逼我七宝琉璃宗一战，那就来吧。剑叔、古叔，杀！随着宁风致一声怒喊，他的脚下
7道魂环也是瞬间升起。作为7宝琉璃宗宗主，79级辅助系魂圣，被誉为斗罗大陆第一辅助系魂师宁风致也不是什么简单的货色。若非他的武魂7宝琉璃塔只能让他修炼到魂圣境界，现如今怕也是封号斗罗了。第一魂技7宝玲珑心，随着宁风致第一魂环亮起，2道流光瞬间飞入剑斗罗陈心和古斗罗体内，二人也是毫不犹豫，直接释放自己的武魂。第7魂技七杀真身，第7魂技古龙真身，二人一来就直接开启武魂真身。面对叶天辰这样一位97级的封号斗罗，就算是他们也只能拼尽全力。霎时间，一道道犀利无比的剑气铺天盖地般朝着叶天辰俯冲而来。古斗罗见状，也是直接将无数的骨刺围绕着叶天辰发起猛烈的攻击。有点意思，剑斗罗陈心、古斗罗古荣，一个96级，一个95级，再加上一个号称大陆第一辅助的宁风致，就让本座看看你们7宝琉璃宗到底有何底气，胆敢对本座出手。天魔琴，天龙八音，破！只见叶天辰手中天魔琴赫然出现，随着叶天辰双手拨动琴弦，一道道恐怖的音浪比之锋刃，瞬息之间就将剑斗罗和古斗罗所有的攻击抵挡下来。砰砰砰！无尽的音浪和剑气骨刺在虚空中不断交汇，整个7宝琉璃宗大殿周边的建筑仿佛受到轰炸，般直接在3人火拼之中轰然倒塌。一时间，惨叫声、哀嚎声不绝于耳。第7魂技7宝真身，七宝有名，一曰力，二曰速，三曰御。宁风致见状，没有丝毫犹豫，此刻他已经将全部魂力用上，尽自己最大限度辅助剑斗罗和古斗罗二人。风致，来得好，看老夫手段！第8魂技七杀惊雷起，一剑破长空。杀！哈哈，老贱人，我也来！第8魂技空间之门。得到宁风致的加持，剑斗罗此刻的威力已经有些超出96级的极限，几乎相当于97级的威力。古斗罗也是如此，实力瞬间提升不少。仅仅片刻之间，古斗罗就直接利用第8魂技，突兀之间就来到叶天辰背后3米左右的距离。第9魂技天古神龙波，一瞬间，古斗罗就将空间之力和魂力结合，想对叶天辰造成极强的伤害，并且范围内空间封锁，使叶天辰无法动弹，更无法躲闪。老贱人，快！二人配合之下，几乎就是刹那间就完成一次恐怖的杀招配合。此刻，哪怕依旧还是不动如山的叶天辰，也不得不佩服剑斗罗陈心和古斗罗二人联手的实力。他们二人联手之下，怕是寻常97级的魂师都不是二人对手，何况此刻还有一个宁风致在辅助二人。看来今日本座是来对了，希望你们能够让本座好好活动活动筋骨吧。天魔琴，第7魂技天魔附体，天魔真身。霎时间，一道天魔虚影浮现在叶天辰身后，滚滚魔气风卷云涌。与此同时，剑斗罗的第8魂技和古斗罗的第9魂技也是瞬息而至。轰！陡然间，一阵强大的魂力波动从叶天辰天魔真身上爆发而出，3人一同造成的魂力冲击波，哪怕是宁风致是79级的魂圣，也在顷刻间被拍飞数十米。呼！当这一击过后，古斗罗身形迅速暴退，就在他闪身躲过的一瞬间，叶天辰两眼之中一道黑色的闪电射出，原本古斗罗停留的地方顿时被炸出一个深坑。老贱人，这家伙魂力太强了，你我单独行动恐怕难以打破他的防御，那就一起来。剑斗罗也是不犹豫，直接飞身来到古斗罗身边。见此情形，古斗罗也是松了一口气，刚才他连续施展武魂真身和第9魂技，对他魂力的消耗那是极其恐怖的。若是再单独进攻，古斗罗怕自己被叶天辰抓住机会，届时剑斗罗一人就更没把握了。风致，是时候拼尽全力了。剑斗罗这时也看向宁风致，宁风致点点头。7宝琉璃，7宝之心，7宝同行。一瞬间，宁风致直接催动自己的7个魂技同时使用，恐怖的增幅让剑斗罗和古斗罗原本消耗不少的魂力瞬间就变得充盈起来。不管是力量还是速度，亦或是防御力，7宝琉璃塔都被宁风致施展到了极致。来吧，摘星楼主，我7宝琉璃宗绝对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轻易招惹的。第9魂技神魔两斩，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剑斗罗陈心也是顾不得那么多了。第9魂技对于他来说，绝对是最恐怖的杀伤力了。同样，古斗罗也是施展出自己的第9魂技，几乎就是一瞬间，剑斗罗和古斗罗二人的第9魂技直接缠绕在一起，迸发出无可匹敌的气势，一往无前。见到这一幕，叶天辰嘴角的笑意也逐渐变得疯狂。此刻剑斗罗古斗罗联手，几乎等同于98级封号斗罗的全力一击，这让叶天辰兴奋极了。哈哈
既然你们七宝琉璃宗冥顽不灵，今日本座就要你们好好尝尝记性。第9魂技，天魔灭世。霎时间，叶天辰血红色的第9魂环猛然爆发出刺眼无比的光芒，虚空之中，一道道黑色的魔气从天魔琴内不断涌出，刹那间就形成一尊100米之高的天魔虚影。恐怖的气息让剑斗罗古斗罗眉头一皱，心中暗道不好。顷刻之间，随着叶天辰一掌拍出，天魔虚影化作一道100米巨掌，以遮天蔽日的气势朝着剑斗罗和古斗罗杀来。砰砰砰！每一次巨掌和剑斗罗、古斗罗二人之间的碰撞，剑斗罗和古斗罗都被恐怖的力道直接震退数十米。终于，当古斗罗体内魂力开始减少的一瞬间，剑斗罗也几乎崩溃，两人就这么轰然之间被巨掌狠狠地拍在七宝琉璃宗的宗主大殿之上。咔嚓一声，整个七宝琉璃宗的宗主大殿瞬间化作一片废墟。而剑斗罗和古斗罗二人此刻早已鲜血横流，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宁风致此刻也受到反噬，直接一口闷哼，瘫软在地。叶天辰手中天魔琴的恐怖之处让他们感到绝望。看着宁风致那咬牙切齿又惊又惧的模样，叶天辰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宁宗主如何？今日本座可是很认真的对付你们三人了。不得不说，比之蓝电霸王龙家族，你们七宝琉璃宗确实要强上不少。就是昊天宗，在我眼中没有了唐晨那位绝世斗罗的存在，你们七宝琉璃宗比之如今的昊天宗还要恐怖一些呢。可惜了，可惜你宁风致敬酒不吃罚酒。我摘星楼虽然对付不了武魂殿，但对付你七宝琉璃宗还是不值一提。你……宁风致闻言，双眼血丝密布，此刻他恨不得将自己面前的叶天辰生吞活剥。杀人诛心，说的就是叶天辰。我……哼，宁宗主还是不要太激动的好，毕竟气大伤身，现如今你仅仅只是被反噬重伤而已，千万别被自己气死了。对了，你看，现在可不仅仅只有你们三人受难，我摘星楼那位供奉也在行动呢。说罢，叶天辰指了指正四处忙碌的阴黑，宁风致也是顺着目光看去，入目之处，阴黑手中的寒阴刀正好刺入七宝琉璃宗的一位魂圣体内。那名魂圣双目呆滞，浑身上下早已是千疮百孔，此刻见阴黑手中的长刀刺入自己的胸膛，感受着自己生命一点一点的流逝。这位魂圣何其不甘，双手有些颤抖着握住阴黑用力刺入的长刀，鲜血不断的从手掌中滴落而下。但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一位重伤的魂圣又如何阻拦得了一位封号斗罗强者呢？霎时间，当阴黑长刀彻底洞穿这位魂圣的那一刻，他的双眼开始缓缓合上，重重的呼吸也变得弱不可闻。不，魔鬼！你们摘星楼都是魔鬼！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宁风致整个人都快崩溃了。七宝琉璃宗此刻就是待宰的羔羊，无尽的鲜血即将开启。叶天辰缓缓走到宁风致身边，轰然之间，一脚落下，宁风致想要艰难爬起来的身影再度被狠狠地砸在地上。宁宗主，先别急，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罢了。你七宝琉璃宗可是有着几十位我摘星楼签杀令名单对象，慢慢来，一个一个都会轮到的。宁风致闻言，心中一阵绞痛，他没想到摘星楼仅仅只是来了两人，就将整个七宝琉璃宗搅成这样。逐渐得，宁风致觉得自己都看麻木了，阴黑手中的长刀不断斩出，七宝琉璃宗几乎没人是阴黑一合之敌，哪怕是那些魂斗罗级别的强者，也是望而生畏，彼时彼景，已经容不得他们再考虑太多，能够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对于这些魂斗罗级别的魂师，阴黑也没兴趣，他的目的一直是摘星楼签杀令名单上的家伙。逐渐得，七宝琉璃宗从一开始的慌乱无比，到现在已经麻木不仁，阴黑基本上都没有遇到什么阻拦，不过1个多时辰，就将所有签杀令名单上的家伙全部斩杀当场。结束后，阴黑也是念念不舍地将手中的寒阴刀散去，脚尖一点，就来到叶天辰身边，单膝跪地，双手抱拳。楼主，七宝琉璃宗签杀令名单上人员属下已全部斩杀完毕。微微一笑，叶天辰挥挥手，让阴黑起来。阴黑干得不错，谢楼主夸奖。阴黑也是戏谑地看向躺在地上的宁风致，他虽然没有见识到自家楼主是如何折磨七宝琉璃宗宗主和那两位封号斗罗的，但此刻光看宁风致和那两位封号斗罗动弹不得的样子，阴黑脑中已经有画面了。叶天辰又将目光投向宁风致，看着这凄惨的模样，摇摇头，随即就往七宝琉璃宗山门外走去，一边踏步一边开口：宁风致，七宝琉璃宗今日之祸，本座也不为难你，放心，你七宝琉璃宗还不到灭亡的时候，本座也不会赶尽杀绝的，毕竟本座一开始来的目标就不是你们。好了，是时候该走了。对了，你七宝琉璃宗这些年应该也收藏了不少好东西吧？本座也不多要，就拿走一半好了，
全当是你七宝琉璃宗其他人的赎命费吧。前一句，宁风致乍听之下还有一丝欣喜，毕竟只要七宝琉璃宗有他们在，就可以恢复过来。哪怕经此一役后，七宝琉璃宗恐怕影响力会削弱很多。但叶天成后一句可是让他肉疼无比，七宝琉璃宗可是富可敌国的存在，一半收藏，那得多少啊？不过事已至此，他也没有反抗的余地，只能是默默看着叶天成和阴黑二人开始在七宝琉璃宗如同蝗虫过境。尤其是阴黑，3个魂导器被他塞得满满当当。当叶天成、阴黑走后，七宝琉璃宗只留下宁风致和剑骨斗罗在风中凌乱。返回索托城的路上，阴黑表现得格外开心，毕竟来这一趟可是收获满满，还没什么危险。不过他也有些疑惑，自家楼主为何不趁此机会直接将七宝琉璃宗直接毁灭呢？楼主，阴黑有一事不明，为何楼主不将七宝琉璃宗直接毁灭？以楼主您的实力，应当不是问题才是。瞥了一眼阴黑那疑惑的表情，叶天成停下脚步，看向武魂城的方向。阴黑，七宝琉璃宗现在还不是时候灭亡，他们也是武魂殿眼中的丁肉中刺。这斗罗大陆的水啊，还是越浑越好，浑水摸鱼，我摘星楼还需要时间。阴黑似懂非懂，不过也没有再继续追问自家楼主的意思如何，那不重要，他该做的就是服从命令便是。几天之后，叶天成和阴黑回到了索托城，一切仿佛都陷入了平静，而整个天斗帝国却是直接炸开了锅。摘星楼主降临七宝琉璃宗，并且宁风致、剑斗罗、古斗罗3人皆是被重伤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整个天斗帝国都是议论纷纷。当然，其中还是有很多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作为上3宗之一的七宝琉璃宗，可是拥有2位95级以上的封号斗罗坐镇，还拥有大陆第一辅助魂师，都沦落到这步田地，实在让人唏嘘不已。蓝电霸王龙家族，当玉元镇听闻这个消息的时候，先是感到震惊，毕竟七宝琉璃宗这么强大，都没挡住摘星楼，可想而知摘星楼的实力到底有多变态。随后就是一阵欣喜，毕竟七宝琉璃宗遭此大劫，他蓝电霸王龙家族可是拥有不少好处。很快，在玉元镇的操作下，不少天斗帝国的魂师和富商巨贾都企图得到蓝电霸王龙家族庇护。一时之间，整个天斗帝国变得风卷云涌。武魂殿当比比东得知七宝琉璃宗发生的一切之后，也是不禁有些疑惑。按道理来说，摘星楼应该不会轻易放过宁风致他们才是，可是偏偏摘星楼就是没有赶尽杀绝。不过当比比东看向供奉殿的时候，他似乎有些理解摘星楼的那位秦魔冕下究竟在想些什么了。大供奉千道流，这位99级的封号斗罗，永远是摘星楼过不去的一道坎，同样也是他比比东无法逾越的一道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比比东也不是很在意了。现如今他还没有彻底掌控武魂殿，还轮不到他开始布局。自从摘星楼登临七宝琉璃宗之后，整个天斗帝国对于摘星楼都是极其复杂的情绪。七宝琉璃宗也在这次事件之后对天斗帝国的影响力急剧下滑，一时间整个斗罗大陆都陷入了平静之中，大家都需要时间来积累力量。教皇比比东需要掌控整个武魂殿，大供奉千道流需要尽心尽力培养千仞雪，摘星楼需要时间增长高端战力，七宝琉璃宗同样需要时间舔舐伤口。春去冬来，摘星楼之巅，叶天辰此刻正伸出修长的6指，随着满天飞雪缓缓落下，一片晶莹剔透的雪花飘落到他的手掌之中，随即又化作一滴甘露，从叶天辰拇指之间滑落，自摘星楼之巅轻柔地落向地面。5年时间过去了，过得可真快，一眨眼的功夫罢了。叶天辰收回手臂，看着漫天飞雪，不禁有些感慨。自从5年前摘星楼和七宝琉璃宗这件事过后，他就再也没动过手。5年时间，叶天辰一直在收集与神有关的资料。他已经97级巅峰了，如果需要的话，叶天辰此刻随时可以突破到第98级。就在叶天辰微微愣神之际，阴黑杨白2人如同2道幽灵，眨眼之间就来到摘星楼之巅。杨白全身魂力一震，身上所有的雪花全被强劲的魂力直接气化。看向自家楼主，杨白神色凝重，阴黑此刻也是如此。不过2人对视一眼之后，还是轻轻叹了一口气，打算实话实说。楼主，我和阴黑回来了。微微看了一眼杨白和阴黑2人那略带凝重的神色，叶天辰脸上虽然极为平静，但心底还是有一些失落。还是没有任何有关唐昊的消息吗？闻言，阴黑杨白2人低下头，他们确实没有找到有关唐昊的任何消息。楼主，我们依旧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唐昊的踪迹，他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其实寻找唐昊也是3年前叶天辰开始进行的，目的也很简单，唐昊身上有着神的秘密，叶天辰希望能够从唐昊哪里有所收获。摇摇头，叶天辰也是习惯了。罢了，没有他的消息那就算了吧，总之本座不相信他唐昊可以一直不冒头。你们很不错，已经94级了，
阴黑、杨白，还记得本座当年所说吗？谁先突破第95级，可是有一块10万年魂骨的。你们可要继续努力才是。嘴角微微一笑，叶天辰此刻说出的话，让阴黑和杨白的情绪也变得活跃起来，将没有找到唐昊消息的失落感一扫而空。楼主，您就放心吧，那黄金犀牛的魂骨肯定是我阴黑的，你说是吧？杨白，阴黑坏笑着，杨白也不在意。但愿如此吧，阴黑，希望你真的能超过我。缓缓回应了阴黑一句，杨白也是不再多说，默默站在了叶天辰身侧，看着飘落下的雪花，心中也是感慨万千。楼主，独孤博已经89级了，或许要不了多久，我们摘星楼就可以再添一封号斗罗了。站在叶天辰身侧，杨白也是提起了独孤博。闻言，叶天辰也不觉得意外，独孤博的天赋不差，只不过一直注重毒功的修炼，而落下了修为的提升罢了。在摘星楼的这几年，独孤博几乎没有任何任务，除了每年的千杀令还需要他负责之外，这家伙几乎一直都在落日森林中修炼，因此5年时间提升3级倒也算不得什么。独孤博功法特殊，能够突破到89级我并不意外，不过这家伙想成就封号斗罗那就有些困难了。89级和90级虽然只是1级，但古往今来又有多少魂师在此境界被死死困住？杨白若有所思，的确，不过这种事也不一定，当初他和阴黑不就没什么突破屏障吗？罢了，不管这些琐事了，你们下去吧。若是独孤博突破90级，本座亲自为他猎取魂环又如何？遵命！阴黑杨白二人对视一眼，瞬间就消失在摘星楼之巅。与此同时，武魂城内教皇殿中，比比东此刻正高坐于教皇之位上，看着自己年前的2位封号斗罗，比比东眼中不断闪过一丝杀意。不过想到供奉殿之中的千道流，比比东还是忍了下来。居长老、鬼长老，不知二位长老今日来见本皇，是有何事发生啊？在他面前的正是月关和鬼魅二人。至于他们二人为何要来见比比东，那就说来话长了。6年前，月关和鬼魅被千道流带回武魂城之后，就一直在武魂殿中扮演着透明的角色。供奉殿中因为千寻疾的事，没有任何一位供奉给月关和鬼魅好脸色看，就连长老殿因为比比东执掌教皇之位后，也开始排挤他们二人，哪怕二人皆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可是武魂殿可不缺封号斗罗，这不思来想去，二人觉得还是跟着比比东好些，毕竟比比东是教皇，还是一位95级的封号斗罗。看着比比东那冷淡的神色，月关和鬼魅相视一笑，随即直接半跪在地，对着比比东就是一个大礼。月关、鬼魅，见过教皇陛下。今日月关和鬼魅少来，是为了投靠您的呀。教皇陛下，您不知道，这几年我和老鬼在武魂殿是多么不受人待见。说着说着，菊斗罗就拉着鬼斗罗一阵哭惨。听到这话，比比东眉头开始紧锁起来。菊斗罗和鬼斗罗二人这几年确实在武魂殿混得不咋地，这件事比比东作为武魂殿教皇也是清清楚楚。可是菊斗罗和鬼斗罗曾经对他比比东，菊长老、鬼长老，你二人再怎么说也是武魂殿的长老，也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加入本皇的阵营意味着什么？你们不会不知道吧？闻言，菊斗罗和鬼斗罗心中咯噔一下，他们再清楚不过了。武魂殿现如今已经分裂成了以比比东为首的长老派和以大供奉为首的供奉派。不过二人已经不在乎那么多了，反正与其两边受气，还不如直接加入一方得了呢。教皇陛下，您放心，今后月关和鬼魅必定只听教皇陛下您的命令，若有背叛，月关和鬼魅不得好死。说罢，菊斗罗悻悻地看了一眼比比东，此刻比比东的脸色开始缓和不少。菊鬼二人毕竟也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甚至还差一些就能达到95级。若是收下二人，对比比东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助力，因此比比东有些动心了。既然如此，月关、鬼魅，记住你们今日说过的话，今后你们就好好替本皇做事，我比比东不会亏待你们的。说完，比比东95级的魂力倾泻而出，9个魂环缓缓浮现，尤其是那10万年的第9魂环。菊斗罗和鬼斗罗也知道这是在警告他们，也不在意，反正他们也没其他路可走了。做完这一切，比比东也是嘴角露出让人捉摸不透的微笑。现在整个武魂殿经过几年时间的掌控，比比东已经差不多大权在握了。除了指挥不了供奉殿那些供奉之外，比比东就是武魂殿的神，他也该继续行动了。相比于摘星楼和武魂殿，七宝琉璃宗这5年可就低调得多了。自从叶天辰和阴黑5年前上七宝琉璃宗走过一遭之后，七宝琉璃宗声势大降。宁风致为了稳住七宝琉璃宗，很多不必要的产业也都让了出去。七宝琉璃宗宗门大殿之中，此刻宁风致正一脸紧张地看着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宁荣荣。今天正是宁荣荣6岁的武魂觉醒之日。
剑斗罗和古斗罗二人同样也在这里，不过二人看起来似乎比5年前要苍老许多，头上布满了银丝。或许和叶天辰的哪一战彻底打破了他们作为老牌封号斗罗的自信。风致，不用太过紧张，蓉蓉天资聪慧，想必武魂觉醒也差不了哪儿。风致，你古叔说的没错，蓉蓉这孩子是我们看着长大的，武魂觉醒肯定也不会差。剑斗罗看着天真俏皮的宁荣荣，仿佛才有了一丝活力。对于宁荣荣武魂觉醒这件事，他们也是很上心。宁风致一听，觉得也是不无道理，他们七宝琉璃宗的传承武魂肯定就是七宝琉璃塔，只不过是看先天魂力有多少罢了。剑叔、古叔，我并不担心，只是蓉蓉毕竟是我七宝琉璃宗的继承人，因此有些慎重罢了。宁风致看着剑斗罗和古斗罗，内心深处也是有些波动。若非5年前他想要赌一赌，或许剑斗罗和古斗罗就不会像今天一样，仿佛丧失了生机一般。感受到宁风致眼神中的一丝亏欠，剑斗罗和古斗罗微微上前拍了拍宁风致的肩膀。他们二人从未后悔过和叶天辰交手，尤其是剑斗罗陈心和叶天辰交手，他才真正意识到什么是这斗罗大陆真正的强者。以往他陈心终究是太高看自己了。风致，不开心的事就丢一边去吧，今日可是蓉蓉的武魂觉醒仪式，我们开始吧。闻言，宁风致点点头。6岁的宁荣荣还不知道武魂觉醒意味着什么，不过他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父亲和2位爷爷都渴望看到他觉醒武魂，因此宁荣荣也就根据自己父亲的指示开始了武魂觉醒。随着武魂牵引，宁荣荣小小的手心中开始冒出一座7层小塔，小塔如同一座完美无瑕的艺术品，散发着耀眼的光芒，赫然就是七宝琉璃塔。看到这一幕，宁风致显然也是松了一口气。刚刚小塔出现的一瞬间，他就感受到宁荣荣体内那股微弱的魂力，虽然不是很强大，却也有先天7级以上。哈哈，我就说嘛，荣荣的天资不会差。古斗罗嘴角带着微笑，心中格外开心。风致，让荣荣检测一下先天魂力吧。剑斗罗也是很激动，但还是想要知道宁荣荣的先天魂力有多少。点点头，宁风致正有此意。荣荣，检测一下你的先天魂力吧。说着，就让宁荣荣将手掌放在觉醒石上。随着一阵光芒亮起，宁风致和剑斗罗他们方才看清楚宁荣荣的先天魂力到底有多少，竟然是先天魂力9级。不错，不错，荣荣的天赋可以说是大陆顶尖的了。剑斗罗这话倒也没有夸大其词，整个斗罗大陆能够有先天魂力9级的小家伙可谓是少之又少，至于先天满魂力，基本上是见不到的，更不要说如同千仞雪那样先天20级的了。因此先天魂力9级几乎就是最顶尖的天赋了。看着宁荣荣那绽放着璀璨光芒的七宝琉璃塔，宁风致心中满是自豪。可以说有了宁荣荣，他们七宝琉璃宗就有了新的希望。天斗帝国西南法斯诺行省圣魂村，如果只是听其名，那么这绝对是个相当令人惊讶的名字，可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法斯诺行省诺丁城南一个只有300余户的小村而已。之所以名为圣魂，是因为传说中在100年前这里曾经走出过一位魂圣级别的魂师，从而得名。这也是圣魂村永远的骄傲。圣魂村外尽是大片的农耕之地，这里出产的粮食和蔬菜都要供给到诺丁城。诺丁城在法斯诺行省中虽然算不得大城市，但这里毕竟距离与另一帝国接壤处很近，也自然是2大帝国商人交易的起始地之一。诺丁城因此而繁荣，附带的令城市周围这些村庄中的平民生活也比其他地方要好得多。天刚蒙蒙亮，远处东方升起一抹淡淡的鱼肚白色，毗邻圣魂村的一座只有100余米高的小山包上，却已经多了一道瘦小的身影。那是个只有5、6岁的孩子，显然他经常承受太阳的温暖，皮肤呈现出健康的小麦色，黑色短发看上去很利落，一身衣服虽然朴素，倒也干净。对于他这么大的孩子来说，攀爬着100米高的山丘可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但奇怪的是，当他来到山顶的制高点时，却面不红，气不喘，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男孩在山顶上坐了下来，他的双眼死死地盯视着东方那抹渐渐明亮的鱼肚白色，鼻尖缓缓吸气，再从口中徐徐吐出，吸气绵绵，呼气微微，竟是形成了一个美妙的循环。正在这时，他的眼睛突然瞪大了，远处天边那抹渐渐明亮的鱼肚白色中，仿佛闪过一丝淡淡的紫气。如果不是有着惊人的目力和足够专注的话，是绝对无法发现它存在的。紫气的出现令男孩的精神完全集中起来，他甚至不再呼气，只是轻微而徐缓的吸气，同时双眼紧紧地盯视着那抹疏隐疏现的紫色。紫气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当东方那一抹鱼肚白逐渐被升起的朝阳之色覆盖时，紫气已经完全消失了。男孩这才缓缓闭上双眼，同时长长地呼出一口体内的浊气，一道白色气流如同匹练般从他口中吐出，
然后再徐徐散去。静坐半晌，男孩才再次睁眼，不知是否因为那天边紫气的沾染，他眼眸中竟然闪烁着一层淡淡的紫意。尽管这紫色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就悄然收敛，但当它存在的时候却是那么清晰。颓然一叹，小男孩做出一个绝不应该出现在他这个年龄的无奈表情，摇了摇头，自言自语的道：“还是不行，我的玄天功依旧无法冲破第一重的瓶颈，这该如何是好？”这正是唐三带着3分无奈7分坚定，6岁的唐三也只能是先回到家中。圣魂村西侧，在村头的位置，3间土坯房在整个村子里可以说是最简陋的了。正中大屋顶上有一个直径1米左右的木牌，上面画着一个简陋的锤子。锤子在这个世界最广泛的代表意义指的是铁匠。当唐三进入家门的时候，原本无所事事的唐昊陡然之间就朝着唐三看了过来。感受到唐三体内那微弱的气息，唐昊心中甚是激动。和原著一样，唐昊为了躲避武魂殿和摘星楼的搜寻，干脆直接隐居在这小山村中，从不轻易使用魂力。而不一样的是，唐昊没有让唐三成为一个普通人，而是尽力去培养唐三。他要给自己的唐三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儿子绝对不简单。一开始在阿银献祭于他的时候，他就察觉到一丝不可思议，他的魂力全部恢复，并且战力暴涨。如果说这只是一个巧合的话，在昊天宗被金鳄斗罗抓住的这一次，唐昊就彻底坐实了这件事。小小的唐三体内竟然拥有让金鳄斗罗都抵挡不住的力量。唐昊相信，只要自己能够护住自己儿子成长起来，未来他就可以报仇。看着自己儿子走进家门，唐昊嘴角微微上扬：“小子，你回来了。”听到自己父亲的问候，唐三点点头。他总觉得自己父亲有些不对劲，但作为唐门弟子，有些话他不会主动去问，该有的谨慎唐三一直都有。哪怕自己面前的这个人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父亲。回来了，父亲。唐三缓缓来到屋内，看着那还呲呲冒火的炉子，眉头一皱。他总觉得自己这个父亲不简单，尽管平日里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那股强烈的磅礴气息，若隐若现极度危险的感觉，让唐三有些猜不透。但这毕竟是他重生之后的父亲，唐三也只能将所有疑问压在心底。似乎是察觉到了唐三眼中的异常，唐昊微微一笑，也不在乎。唐三就快要觉醒武魂了，唐昊心中也已经有了决定。就在气氛如同往常一般，显得有些尴尬的时候，破旧的屋门之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唐昊，唐昊，在家吗？小三在不在屋里？唐昊一听就知道是圣魂村的村长老杰克来了，没有回应老杰克的敲门声，唐昊随即扭头看向唐三：“小三，去开门。”闻言，唐三也是缓缓来到门前，轻松将门打开。一进屋门，老杰克就将目光集中在了唐三身上：“小三，你今年也已经6岁了，是时候该觉醒武魂了。正好，我们村子今天来了一位武魂殿的大人，来给孩子们觉醒武魂。小三，你可得赶快些。若是成了魂师大人，今后我们圣魂村也能荣耀一番。”唐三似懂非懂，点点头，也就算是回应了老杰克。见状，老杰克也不停留，继续去往下一家。老杰克走后，唐三看向唐昊，眼中一抹坚定闪过：“父亲，究竟什么是武魂？魂师又是什么？您可以告知我吗？”唐三直接开门见山，选择和自己这个世界的父亲摊牌。他的玄天宫现如今已经没有办法再做突破，只能是寻找其他方法了。唐昊微微一笑，随即也没有再选择隐瞒：“小三，你虽然只有6岁，可我能感知到你的内心世界已经不是小孩子能与之媲美。你天生神异，为父也不再瞒着你。所谓武魂，便是斗罗大陆最基础的东西。每当6岁到来之时，便可以觉醒自己的武魂，以此获得强大的战力。”唐三点点头，他零星从村民口中知道过一些关于武魂的事，也不觉得吃惊。那父亲，魂师又该如何划分？什么样的魂师才是最厉害的？唐三也是精明扼要。唐昊一听，随即脚下升起一道黄色的魂环。魂师者，从6岁觉醒武魂开始，天资强大者能拥有先天7级以上的魂力，随后通过冥想修炼，不断增强魂力。到了10级，便是需要猎杀魂兽，获取魂环，就好比为父脚下这个，且每10级都需要一个魂环作为突破。之后10级以后为魂师，20级以后为大魂师，30级以后为魂尊，40级以后为魂宗，50级以后便是魂王，60级以上为魂帝，70级以上为魂圣，80级之上则是魂斗罗级别的强者。至于到了90级以上嘛，那就是大陆最顶尖的强者。昊斗罗。说罢，唐昊脚下第2道黄色的魂环亮起，接着就是第3道紫色魂环。唐三此刻有些惊讶，自己的这个父亲的确不是普通人，竟然是一位30多级的魂尊。可这还没完，紧接着唐昊脚下第4道紫色魂环亮起，第5道万年黑色魂环亮起，第6道、第7道、第8道。
唐三满脸震惊，魂斗罗，自己父亲是魂斗罗级别的强者。就在唐三觉得这一切已经足够震撼的时候，唐昊脚下一道血红色的恐怖魂环缓缓升起，那股血腥而又狂暴的气息让唐三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渺小。但此刻唐三也是兴奋的，自己的这位父亲竟然是封号斗罗，整个大陆最顶尖的强者。看着自己儿子如此兴奋，唐昊却一瞬间就将所有魂环收回。小三，不是父亲这些年不告诉你真相，实在是父亲担心身份暴露会给你带来危险。此话一出，唐三也是有些发懵，自己父亲不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吗？竟然也会有危险？似乎是看出了唐三的疑惑，唐昊无奈苦笑。小三，大陆之上，封号斗罗虽然十分稀有，但在一些大势力中却并不少见。为父便是因为惹到了一个超级大势力，方才不得已隐居于此。唐三毕竟是20多岁的灵魂，明白自己父亲是什么意思。父亲，小三不怪你。欣慰一笑，唐昊看向唐三，瞬间就想给他觉醒武魂。小三，现在你也已经满6岁了，就让我给你觉醒武魂吧。说着，唐昊便布下觉醒石。唐三见状没有犹豫，直接按照唐昊所说开始操作。不一会儿的功夫，一道亮光瞬间在唐三手心乍现，一道蓝银草瞬间出现。唐昊一看，霎时间觉得有些悲伤。所谓睹物思人，大抵也就是如此了。不过很快眼中就闪过一丝失落。父亲，我右手还有一个武魂。陡然间听到唐三说这话，唐昊多时探查起来。一柄精致无比的小锤此刻正静静地漂浮在唐三手心。霎时间，唐昊使劲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确定自己没有看错后，心中顿时就兴奋起来。哈哈，天佑我唐昊，竟然是双生武魂，一个蓝银皇，一个昊天锤，这天赋绝无仅有啊！唐昊此刻兴奋极了，唐三拥有如此强大的天赋，可谓是恐怖异常。小三，快来测测魂力！话音落下，唐三根据唐昊的指引下，两手放在觉醒石上。刹那间，一道亮光浮现，光芒直接照耀了整个屋内。先天满魂力，好啊，好！没想到我唐昊竟然能够拥有这样一位儿子。听到自己父亲的兴奋声，唐三猜测估计是自己的天赋不低。不过比起天赋如何，他更想知道如何才能突破玄天宫第一重。父亲，既然您说魂师成长需要魂环，那我们现在就去吧。此话一出，唐昊却是摇摇头。对于自己孩子的天资，唐昊并不打算现在就匆匆为其寻找魂环。小三，你先别急，魂师的魂环对于魂师实力的增强具有重要作用。魂兽产生的魂环从10年以下的白色起，100年魂兽产生的魂环为黄色，少年魂兽的魂环则是紫色，而万年魂环便是黑色。至于为父身上那道血红色的魂环，则是10万年的红色。唐三点点头，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了。唐昊继续说道：因此为父希望你不是随意找一个魂环便是，为父已经安排好了，我将会把你送往诺丁城魂师初级学院，哪里有能帮助到你的人？小三知道了。相比于圣魂村之中的唐昊和唐三，远在索托城摘星楼之巅的叶天辰此刻则是对独孤博充满了兴趣。此刻摘星楼之巅，叶天辰静静独坐楼阁之中，而阴黑阳白二人则是站在楼阁两侧。中间位置，独孤博正一脸兴奋地看向自家楼主，而叶天辰脸上也是闪过一丝震撼。前不久刚听到杨白说独孤博突破到了89级，本来叶天辰还说今日将独孤博叫来，让阴黑阳白二人传授他一些破镜封号斗罗的心得。鬼知道独孤博这家伙什么时候居然突破到了90级，成为一名准封号斗罗。相比于叶天辰还算镇定自若的神色，阴黑阳白二人则是瞪大了眼睛，一脸不可思议。见自家楼主还有2位供奉这么看着自己，独孤博既有些紧张，又十分欢喜。终于，叶天辰不再沉默，深邃的眼神里带着一丝惊讶，目光落在了独孤博身上。独孤博，本座很是好奇，前些日子杨白对本座说你已然突破至89级，对此本座并不觉得意外，5年时间提升3级魂力也不算多么逆天。不过今日一见，你竟然已经成功突破到了90级，这89级和90级之间可是天差地别，多少魂师都永远停在这一步。本座很好奇，你又是如何做到的？说话间，叶天辰也是兴趣满满。独孤博不可能无缘无故就突破到了90级，这一点叶天辰觉得自己不可能猜错，毕竟独孤博的天赋真的算不上什么太过逆天，只能说是中规中矩罢了。因此既然不是正常情况突破的90级，那就是借助外力了。而这世间又有什么外力能让一个刚刚突破89级1个月不到的魂斗罗猛长至90级呢？这用惊世骇俗来形容也是丝毫不为过。听到自家楼主问自己，独孤博有些支支吾吾，不过一想到自己已经是摘星楼的人了，
甚至他的第9魂环自家楼主也会帮他获取，独孤博就没什么犹豫的了。楼主，其实属下是服用一株仙草。咬着牙，独孤博大声说了出来。果然如此吗？叶天辰心中暗暗震惊，自己的猜测没有出错，独孤博就是借助外力突破的90级，但是什么样的仙草才能让独孤博都能提升1级？叶天辰反而更加好奇了。看着独孤博那涨红的脸，叶天辰微微一笑，说实话，独孤博肯说出具体原因，叶天辰就觉得独孤博值得培养了。好了，独孤博，本座又不是在审问你，不必如此紧张。你放心，不管你那仙草从何处获得，本座都不会强抢豪夺。我摘星楼一向自由，本座又岂会行那等事？不过，本座还是想问一句，这所谓的仙草真有如此效果？听到自家楼主这么一说，独孤博顿时安心不少。对于叶天辰的问话，他也不做隐瞒。楼主，实不相瞒，在落日森林中，属下有一座修炼洞府，那是一处天然形成的泉眼。泉水被分为2面，一面如同岩浆一般酷热，一面则是刺骨难耐。当初属下发现这处特殊的泉眼之时，就已经拥有很多的仙草生长在其中了，因此那里就被属下当做了药源和修炼之地。前些日子属下突破89级之后，本来想去这冰火2重天的泉眼处巩固一下修为，却不曾想有一株即将成熟的仙草，那是药园中属下认识的为数不多的仙草。若是放任其成熟不顾，那株仙草就会立刻枯萎，加之那株仙草还有固本培元的效果，属下就直接将其服从了。结果属下就稀里糊涂突破到了90级。此话一出，叶天辰的重点落在了冰火2重天上，这极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冰火2仪眼。玄天大陆也曾记载过这种洞天福地，但那仅仅只是传说，至少叶天辰没有听说过任何人寻找到冰火2仪眼。没想到竟然会在斗罗大陆出现。冰火2仪眼的妙用，可是连叶天辰都有些心动的。若是能够到冰火2仪眼中去炼体一番，叶天辰就更不需要魂骨之类的东西了。而阴黑阳白二人的重点显然不是冰火2仪眼，他们也不知道冰火2仪眼有什么妙用。阴黑阳白只是得知还有很多独孤博自己也不认识的仙草存在其中，顿时就激动了。要知道独孤博能够一株仙草提升1级魂力，阴黑阳白二人也不求多，他们能够增长半级魂力也就够了。一瞬间，独孤博就感受到阴黑阳白二人那如饥似渴的目光，顿时一个机灵，身体有些不自觉地颤抖起来。阴黑兄，阳白兄，你们这是怎么了？听到独孤博弱弱的声音，阴黑阳白2人对视一眼，方才压制住了心中的那团烈火。嗨，独孤兄，没事，我们只是好久不曾活动了，有些激动罢了。这一幕看得叶天辰就挺无语的，这2人至于吗？虽然杨白说的解释似乎有些漏洞百出，实际上独孤博直接翻了个白眼。不过很快他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那冰火泉水留着也是留着，其中的那些仙草他也不认识，更不敢轻易服用。因此与其空手保山而不能用，还不如告知自家楼主，也许自家楼主一高兴，也给他安排一个10万年魂环呢。独孤博每每看到阴黑和杨白脚下那10万年魂环亮起的时候，可都是羡慕的不得了。想做就做，独孤博也不是个优柔寡断之人。楼主，您若是不嫌弃，属下愿意将这冰火泉眼拱手送上。毕竟在属下这里，属下也只能干看着。若是楼主您能识的那些仙草，能给我那孙女儿留下一株，属下就心满意足了。还望楼主大人您莫要推辞。说罢，独孤博直接单膝跪地，一脸渴望的模样。杨白心中此刻也是忍不住给独孤博点了一个大大的赞，这才是聪明人的做法。毕竟哪怕自家楼主真的不在意这处特殊的泉眼，独孤博此举也算是表忠心了，未来自家楼主也不会亏待了他。相反，若是独孤博私藏不说，就算自家楼主不需要，也会有所顾忌，对今后独孤博可是不利。显然对于这特殊的泉眼，叶天辰可是十分的感兴趣。冰火2仪眼形成条件极为苛刻，若是自然形成，那就需要火山和冰川交际地带，而据叶天辰所知，落日森林可没有这些。也就是说，落日森林的这个冰火2仪眼不是自然形成，而是因为某种异宝方才成就，这也大大增加了叶天辰的兴趣。哈哈，独孤博，对于这冰火2重天的泉眼，本座也不瞒你，本座十分有兴趣走上一遭。至于其中的仙草，本座也没有把握全部认识，但你放心，你的孙女儿肯定不会缺少一株仙草。多谢楼主大人，多谢楼主大人。独孤博很开心，自家楼主这么高兴，他的10万年魂环应该是稳了吧？还有他孙女儿独孤雁的仙草。楼主大人，既然如此，那我们现在就去落日森林一趟，将那些仙草带回。楼主大人，您看如何？独孤博试着问道。一旁的阴黑阳白二人也是眼珠子一转，对于独孤博的这个提议，2人都很兴奋。
恨不得现在就去将仙草取回，服用之后突破修为。但叶天辰可不着急，那冰火两仪眼就在落日森林之中，也跑不了。去之前，他也得做些准备才是。无妨，独孤博，现如今你还是继续去那冰火泉眼修炼吧。服用仙草固然让你修为突破到了90级，但本座观你气息羸弱，这仙草对于你来说终究还是外力，不仅需要你花费时间好好炼化，还要凝练魂力，打稳根基。你也不想成就封号斗罗后修为就此停滞不前吧？一听这话，独孤博立刻重视起来。确实，他虽然突破到了90级，但还是需要时间去适应这份力量，不能操之过急。楼主，属下明白了，这段时间属下就留在冰火泉眼处勤加修炼，等待楼主您的到来。本该如此，你且放心，待你根基稳固之后，本座亲自为你出手，猎取魂环。今后你也能同阴黑阳白一样，拥有10万年魂环。多谢楼主，多谢楼主。很快，独孤博就径直离开了摘星楼，看得阴黑阳白二人心中一阵痒痒。奈何没有叶天辰的命令，二人也不敢私自前去那所谓的冰火泉眼，更何况他们还不认识那些仙草。3天时间一晃而过，诺丁城外，此刻一名中年男子戴着灰棕色的斗篷，披着一身的黑袍，静静地看着自己前方的诺丁城。此刻，在这中年男子身边，一位6岁左右的小男孩眼中也是闪过一丝金芒。这正是从圣魂村出来的唐昊、唐三父子。望着前方略微热闹一些的诺丁城，唐三嘴唇微动，扭头看向自己的父亲。父亲，这就是您说的那位武魂研究奇才所在的城市吗？看起来似乎有些小。唐昊愣了一下，唐三的言外之意很明显，对自己挑选的人不是很放心。毕竟，若真是武魂研究的大师级人物，又岂会留在这小小的诺丁城之中？唐昊此时此刻也不知该如何解释，不过来都来了，还是让唐三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吧。小三，是与不是，真与不真，你亲自见上一见不就知道了吗？走吧，诺丁城属于天斗帝国中最渺小的城市之一，你留在这里也安全得多。等你稳定了，为父还得找那些人先算算利息。唐三点点头，没有再多问。哪怕是对于唐昊口中的那些敌人也是如此。他明白，现在还不是让他知道一切真相的时候。轻轻摸了摸手腕，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自信的笑容。他的手腕上正戴着来到这个世界后的第一件作品，而且是所有步骤都是由他自己完成的作品。那是一个袖剑，在当初的唐门来说，袖剑是最普通的击阔类暗器了。袖剑的制作关键在于击皇的力量以及本身设计的精巧程度。像唐三制造的袖剑本身甚至是带保险装置的，绝无误伤的可能。一套袖剑一般都是3根剑和一个袖筒组成，唐三现在手上戴的这个也不例外。而这个袖剑的材料却正是他耗费了近100天时间锤击出来的生铁。对于唐三此刻来说，自己玄天功未曾突破，加之身体发育只有6岁，若是一般普通人还好，若是遇上魂师，几乎百死无生。这袖剑就是保命的武器。唐昊看了看唐三，眉头微微一皱，随即又舒展开来，想了想，还是没有开口，随即就大踏步朝着诺丁城内走去。进入城中，不一会儿的功夫，唐昊便带着唐三直接进入了诺丁城魂师初级学院。而此刻，诺丁城初级武魂学院内，玉小刚正有些闷闷不乐。自从5年前被摘星楼拒绝回到学院后，所有学院中的那些老师更瞧不起他了。就在玉小刚百无聊赖之际，2道身影缓缓走进了他的屋内。霎时间，玉小刚汗毛倒竖，一股浓烈的危机感让他骤然清醒过来。是谁？唰的一下，玉小刚就看见了此刻站在自己面前的2人，一大一小，正是唐昊、唐三。玉小，蓝电霸王龙家族族长玉元镇之子，武魂10大理论创始人。唐昊静静地看着自己面前的玉小刚，语气平和地说道。但在玉小刚眼中可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他在唐昊眼中看到了一股凌冽的神色。唐三此刻也就这么看着，对自己父亲所说研究武魂的大师有一丝不屑。这怂货会是研究武魂的大师级人物？唐昊嘴角微微上扬，随即脚下一个一个魂环开始升起。赫然之间，9个魂环就出现在唐昊身下。那血红色的10万年魂环几乎让玉小刚呆滞住了。独属于唐昊封号斗罗的气息一瞬间就蔓延在整个诺丁城。尽管来得快，去得也快，此刻的玉小刚已经彻底明白自己面前是一位封号斗罗。看着那标志性的昊天锤，玉小刚忍不住咽了咽口水。玉小刚见过昊天冕下，仅仅只是一瞬间，玉小刚就认出了唐昊的真实身份。唐昊罢手，示意玉小刚不必多礼，随即又将目光转向唐三。这是我唐昊的儿子，武魂蓝银草，先天满魂力，今后就先跟着你了。闻言，玉小刚感到有些懵逼，但还是机械性的点点头。面对一位封号斗罗，他敢说个不字吗？不过见到唐三那平静的模样，
玉小刚也是忍不住朝唐三看了过去。这竟是100年来第3个双生武魂。听了大师的话，唐三大吃一惊，看着大师的目光顿时变了变，左手手腕也已经悄然抬起，眼中流露出惊疑不定的神色。玉小刚突然老神在在地看着他，微笑道：“你是不是很奇怪我为什么会知道你是双生武魂？我曾经调查过647个武魂为蓝银草的人，其中拥有魂力的有16个，几率不到3%。而即使是拥有魂力的这16个人，也没有一个魂力能够超过1级的。而你却是先天满魂力的10级。按照我所研究的武魂10大核心竞争力中的一条，先天魂力大小与武魂素质成正比来看，蓝银草显然无法满足，所以我可以肯定，你应该还有另一个武魂，而且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武魂。”唐三的眼神渐渐平静下来，辩驳道：“凡事都有例外，为什么我就不能是一个特例呢？”玉小刚激动地点了点头，道：“没错，凡事都有例外，但你的武魂是蓝银草，所以你显然不是那个例外。天斗帝国与星罗帝国在最近100年以来，双生武魂虽然只出现过2个，但天生满魂力却出现过19位。我仔细研究过他们每个人的武魂，无一不是强大的存在。年纪最小的一个，现在也已经达到了大魂师的层次。除了14人是家族血统遗传得到的强大武魂以外，有5个是例外。他们的出身并不高贵，但也拥有了先天满魂力。而这种意外就是变异武魂的存在。而根据我这么多年对变异武魂的研究，没有任何一种武魂与蓝银草武魂会产生变异。而你的蓝银草武魂又是普通的蓝银草，所以我完全可以肯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变异武魂，那是什么？”唐三问道。玉小刚细心地解释道：“这就要先说武魂是如何进行传承的问题。一个人拥有的武魂与父母的武魂有着直接的关系。最为正常的情况就是传承了父亲或者母亲任何一方的武魂，这就是家族式的武魂传承。而其中一些例外就是所谓的变异武魂，来源同样是父母的武魂，只不过因为父亲与母亲之间的武魂拥有一定的变异性，所以被传承者的武魂才会出现变异，产生出一种新的武魂。变异武魂可以变异的强大，甚至出现先天满魂力，但绝大部分变异武魂却只会变得弱小。变异武魂就像是近亲结婚的产物，白痴的几率很大，但也有可能出现远超常人的智者。”唐三点了点头，突然他向后退开一步，拉开自己与玉小刚之间的距离，紧接着双膝跪倒在地，向大师恭敬地磕了3个头。这一次轮到玉小刚愣住了，这是干什么呢？老师，唐三恭敬地叫道：“请您收我为徒吧。”玉小刚有些得意地笑了，很满意地笑了，弯腰将唐三拉了起来。“傻小子，拜师为什么要磕头？你不知道这是只拜君王和父母的礼节吗？只需要鞠躬就可以了。”斗罗大陆的习惯显然与唐三第一世的情况不同，但唐三并不以为自己的礼节多了，郑重的道：“1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应该受到我的跪拜。”唐门对于礼节的教导十分严苛，当初受到那种教育成长起来，早已深深的烙印在唐三内心深处。见状，玉小刚心中更加得意了。不过有一点，玉小刚这辈子都不会说出来，唐昊和那10万年魂兽蓝银皇的破事，几乎整个斗罗大陆人尽皆知。他玉小刚又不是傻子，既然唐昊都说了唐三是他的孩子，又岂能只有一个蓝银草武魂，而没有昊天锤？这自然是不可能的。当然，他的理论其实也不是不准，蓝银草几乎不可能出现先天满魂力。此刻，玉小刚觉得唐三就是上天派来拯救他的。若是他玉小刚能够将唐三培养起来，成为名震天下的封号斗罗，他的理论定能被世人所接受。这样想着，玉小刚就把目光看向了唐昊，毕竟这位才是正主。唐昊目光中有一丝疑惑，本来他只是想要玉小刚代为照顾一下唐三便可，但见唐三已经执意要拜玉小刚为师，唐昊也只能按唐三的意见来了。既然小三执意要拜你为师，玉小刚，今后你就好好教导小三吧。闻言，玉小刚有些欣喜若狂，哈哈，昊天冕下，还请放心，小三在我这里，玉小刚必定竭尽全力教导他。唐昊点点头，并没有再说些什么。但唐昊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他在诺丁城爆发出封号斗罗气息这件事，已经被摘星楼的一位在诺丁城执行任务的地级杀手传回了索托城。摘星楼之巅，叶天辰和往日一样，每日清修抚琴。就在叶天辰想要继续弹奏一曲之时，阴黑的身影出现在了叶天辰的眼前。楼主，关于唐昊，属下这里有一点消息了。此话一出，叶天辰瞬间来到阴黑面前，脸上露出一丝笑意。这唐昊躲躲藏藏这几年没被发现，叶天辰并不着急，他不相信一个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能够耐得住寂寞。说吧，唐昊有何消息传来？阴黑点点头，一板一眼仔细说道：楼主，属下在一位地级杀手上报天斗帝国法斯诺行省下的诺丁城有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出没，并且
那气息和昊天宗的昊天锤极为相似。不过，因为我们这名地级杀手实力有限，不敢贸然打探，执行完任务就匆匆回来上报了。闻言，叶天辰看向西南方向，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唐昊。要知道，昊天宗自从6年前出了唐昊这档子事之后，就一直处于封山状态。何况拥有昊天锤的封号斗罗，除了昊天宗那几个家伙之外，也就只有唐昊了。诺丁城嘛，本座知道了。阴黑，那名地级杀手干得不错。叶天辰嘴角的微笑更加灿烂了。楼主，要不要属下去打探一番，确认一下那名封号斗罗是不是唐昊？叶天辰摇摇头，如果真的是唐昊，阴黑去了反而会打草惊蛇。不必了，这次本座要亲自出手，我倒要看看连金鳄那老家伙都搞不定的唐昊到底有什么本事。就算有神相助，本座也要去试上一试。唰的一下，阴黑就被惊讶到了，自家楼主竟然打算亲自前往那诺丁城。楼主，要不要属下也陪您走上一遭？想到上次在七宝琉璃宗的爽快经历，阴黑顿时有些心动。若是可以的话，他也想和这唐昊好好碰一碰。毕竟他和唐昊几乎是同一时间成就的封号斗罗。看着战意满满的阴黑，叶天辰轻轻一笑：“阴黑，你就不必了。那唐昊可是连金鳄斗罗都没擒拿住，98级的封号斗罗啊！莫非你还能比金鳄斗罗还厉害不成？还是好好驻守摘星楼便是。我不在的这段日子，记住和杨白好生照料。”啊，楼主，阴黑想他说些什么，不过一想到金鳄斗罗都失手，自己好吧，他确实有些困难。没有丝毫犹豫，叶天辰直接从摘星楼之巅一跃而下，化作一道流光，朝着西南方向飞掠而去，只留下阴黑站在原地，一副苦瓜脸，闷闷不乐。而当叶天辰朝着诺丁城快速接近的同时，武魂城供奉殿中，千道流也收到了诺丁城出现封号斗罗的消息。金鳄斗罗直接推开供奉殿的大门，快步向前走来。大哥，有消息了！诺丁城出现一名陌生的封号斗罗强者，金鳄怀疑这名封号斗罗就是唐昊。闻言，原本静坐修身的千道流瞬间睁开双眼，一抹恐怖的杀意让整座供奉殿中都变得肃杀起来。诺丁城，唐昊。千道流默默念叨了一句，随即双眼又变得浑浊起来。金鳄，消息属实吗？千道流这句话可把金鳄斗罗难住了。毕竟诺丁城武魂分店只是说当地出现了一名陌生封号斗罗的气息，至于到底是不是唐昊，金鳄斗罗也仅仅只是一个猜测罢了。大哥，不一定是唐昊，诺丁城武魂殿只是上报有陌生封号斗罗的气息出现，但当地武魂殿的负责人实力太过于低微，根本无法判断那封号斗罗的武魂到底是何。此话一出，千道流脸上变得有些失落。见状，金鳄斗罗继续问道：“大哥，我们是不是派人去查看一番？”闻言，千道流摇摇头，消息不确定，去了可能还是会白走一趟。而且，若真是唐昊，一般人去了也没用。金鳄斗罗听罢，也是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唐昊就如同一个执念，金鳄斗罗太想将其擒拿住了。咬咬牙，金鳄斗罗知道自己大哥应该是不会理会了。毕竟武魂殿现如今真的需要千道流镇守，尤其是比比东成为教皇之后。大哥，不管那诺丁城的封号斗罗是不是唐昊，金鳄都想去探查一番，还望大哥准许。说完，金鳄直接单膝跪地，双手抱拳，一副千道流不同意他就不起来的节奏。反观千道流见到金鳄竟然这么执着，嘴角也是露出笑意。罢了，金鳄，你想去就去吧。上次的事，大哥从来没有怪罪过你。不过你记住，若真是唐昊，定要一击必杀。哪怕唐昊有神相助，那位神明也不可能时时刻刻关注着唐昊。只要你速度够快。闻言，金鳄点点头，多谢大哥成全。说罢，金鳄也不耽搁，径直离开供奉殿，同样也朝着诺丁城而去。金鳄走后，千道流缓缓起身，看着金鳄消失的方向，若有所思。唐昊、唐晨、昊天宗，轻轻吐出这几个字，千道流浑身上下独属于99级气息直接冲天而起。若不是因为千道流需要守护千仞雪，也许这次去的就不是金鳄斗罗了。与此同时，焦皇殿中，比比东感受到那独属于千道流的恐怖气息，本能的就皱起眉头。天使神的气息让比比东有些难受。哼，千道流这个老家伙没事发什么疯？眼不见心不烦，比比东现在也拿千道流没办法，只能是忍着心中那股子厌恶没触发。就当叶天辰和金鳄斗罗都往诺丁城方向赶来的时候，作为两人目标的唐昊并没有丝毫的察觉。此刻他正带着唐三还有玉小刚在帝国圈养的魂兽森林中寻找着合适的魂环。走进魂兽森林，
唐三显得有些兴奋，自己即将拥有第一魂环，届时说不定玄天宫也将突破第一层。看向前方略带阴暗的森林，唐三也是询问起来：“父亲，老师，不知我的第一魂环该如何选择？”小三，你的第一魂环自然是选择加在蓝银草上，年限大概400多年左右，已经就是魂师的极限了。当你的蓝银草9个魂环都加满的时候，便可以试着给昊天锤增加魂环。如此一来，你的昊天锤第一魂环就可以达到万年级别，甚至是10万年。这就是双生武魂的恐怖之处。玉小刚有些悠悠地回复道。在玉小刚的内心深处，虽然唐三此刻已经是他的弟子，但玉小刚依旧有一种莫名的羡慕。他羡慕自己这个弟子的天赋是如此的强大，若是曾经他自己也拥有这种天赋，或许就不会在唐昊面前低三下四了。唐昊浑浊的双眼里闪露出一丝金光，显然对于玉小刚所说表示赞同。小三，你老师说的没错，现如今还不是给昊天锤增加魂环的时候，并且你记住，从今以后不到封号斗罗之前，切记莫要使用昊天锤，除非遇到生死存亡时刻，否则千万不要暴露昊天锤，那会为你招来杀生之祸。唐昊此话一出，玉小刚有些欲言又止。他明白唐昊的意思是什么。这几年来，武魂殿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唐昊的踪迹。可以说，如果唐三不慎暴露了自己的昊天锤，那等待唐三的必将是武魂殿疯狂的追杀。而武魂殿一旦出手，哪怕是唐昊这位拥有10万年魂环的封号斗罗，也没有把握能够安全逃离。唐三也不傻，自己的父亲作为封号斗罗，依旧这么小心谨慎，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自己的父亲肯定是招惹了一些超然的存在。父亲，老师，你们放心吧，我定然不会轻易暴露昊天锤的。不过，父亲，能说说我们的敌人到底是谁吗？唐三想知道。说完，唐三就平静地看着自己的父亲唐昊，看着唐三那坚定的眼神，无比成熟的模样，唐昊迟疑了片刻，终究还是叹了一口气。小三，既然你想知道，那为父就告诉你吧。说罢，唐昊看了一眼玉小刚，随即又看向唐三，缓缓开口：小三，你可知你的母亲是谁？想必你无论如何也猜不到，你的母亲其实是一只10万年的魂兽化形。当初我和阿银相逢、相知、相恋，原本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可是谁知，就在你出生的那段时间，前任武魂殿教黄千寻疾来了。说到这里，唐昊顿了一下，似乎又回忆起了曾经的时光，眼角也不禁流下了泪珠。而唐三也是眉头紧锁，仔细地听着自己父亲诉说往事。唯有玉小刚一脸的平静，毕竟这些事他都是知道的。阿银为了救你和我，献祭给了我，也正因此，我突破了封号斗罗，与武魂殿的教皇千寻疾大战一场，最终将其重伤。那时我已经几乎力竭，就匆忙带着你逃离了。谁知那千寻疾最后却不治身亡。也正此，武魂殿震怒，直到今日，我依旧是武魂殿列出的第一通缉人。唐昊也是选择性的告知唐三，对于自己做过的那一切不好的事情，都有选择性的抹除。而得知这一切的唐三，表情越发凝重。父亲，武魂殿真的有这么强大吗？唐三发出了自己最后一个疑问，他想知道自己的敌人究竟有多强。闻言，唐昊沉默了，一旁的玉小刚见状也是站了出来。小三，武魂殿的强大超出你的想象。昊天冕下虽然也是封号斗罗，甚至是拥有10万年魂环，但武魂殿的封号斗罗至少也有10名以上。最恐怖的还是供奉殿那些老家伙，其中天使斗罗，武魂殿大供奉千道流为99级的绝世斗罗，供奉殿二供奉金鳄斗罗，那是98级的超级斗罗。除此之外，武魂殿供奉殿中还有几位在95级以上的供奉存在，再加上长老殿的那些封号斗罗，可以说武魂殿就是这世间最强大的势力。说罢，玉小刚也有些沉默了。当初的他不就是因为畏惧武魂殿的强大，才离开了比比东，离开了武魂城吗？此刻唐三内心极为复杂，一想到今后要面对这样一个恐怖的超级势力，唐三就有一些头皮发麻。老师，这世间除了武魂殿之外，难道就没有其他势力可以与之抗衡了吗？此话一出，玉小刚也是一愣，不过随即也是摇摇头，倒也并非绝对。武魂殿虽然强大，却并非可以在大陆之上为所欲为。整个斗罗大陆的势力可以分为一殿一楼，上3宗下4宗，2大帝国，几大家族。这其中，摘星楼和上3宗都拥有封号斗罗的存在。武魂殿对此也十分忌惮，尤其是摘星楼。传闻之中，摘星楼主是可以比肩武魂殿金鳄斗罗的存在。说到这儿，玉小刚的面目变得狰狞起来。他讨厌武魂殿，同样他更厌恶摘星楼。而唐三此刻脑海中却炸开了锅。
对于所谓的上三宗下四宗，他并不在乎，但当听到摘星楼3个字的时候，唐三却是有些震惊了。在他来到斗罗大陆之前，天玄大陆也有着摘星楼的存在。就在唐三想要继续询问玉小刚有关摘星楼的情况之时，唐昊却突然发现了适合唐三魂环的魂兽，400年左右的凤尾机关蛇。小三，你的魂环找到了。话音落下，只见唐昊虚空一握，一股恐怖的力量便将那凤尾机关蛇死死地压在地上，无法动弹。小三，快！魂环需要你亲自击杀魂兽方能吸收。闻言，唐三也顾不得询问有关摘星楼的情况，连忙抬起左臂，一道银光闪过，剑势狠狠地刺入凤尾机关蛇的头部。下一秒，一道黄色的魂环缓缓升起。不敢怠慢分毫，唐三很快就将这道魂环吸收殆尽。吸收魂环后，他的魂力突破到了11级。与此同时，玄天宫也突破到了第1层，缓缓站起身来。唐三抬起右手，淡淡的白光浮现在皮肤表面，紧接着深蓝色的蓝银草从掌心中蜂拥而出，清晰的黄色光环从他脚下升起，围绕着身躯上下盘旋，正是一环魂师的显著特点。以前的蓝银草宽度不到半指，而此时的蓝银草宽度却已经变成了3指，草叶也比以前厚实了数倍之多。带着奇异的纹路，数十根蓝银草飞快地向四周蔓延开来，草叶尖端抬起，就像是10余条凤尾机关蛇在四下觅食。蓝银草上并没有附带凤尾机关蛇的腥气，而只有淡淡的茶香，那令人迷醉的香气中却充满了危险。玉小刚眼中闪烁着极其激动的光芒，强忍着兴奋道：“韧性如何？”眼见为实，唐三用行动回答了大师。10余根脱离了他手掌的蓝银草中，一根突然飞起，缠绕在一株手臂粗细的小树上，另一边则回到唐三手中。他右手用力后拉，小树的躯干顿时弯了下来，令蓝银草绷得笔直，却丝毫没有要断裂的迹象。好，这真是太好了！玉小刚显得极为兴奋，一旁的唐昊也是微微点头，对于唐三的第一魂技表现得很满意。很快，3人就踏上了返回诺丁城的路途。回到诺丁城之后，日子仿佛陷入了平静。在玉小刚的安排之下，唐三顺利进入了诺丁城初级魂师学院学习。唐三也成功的成为七社的老大。躺在自己的床位之上，唐三有些心事重重。自己的母亲竟然是一只10万年的魂兽，而且还拥有武魂殿这样一个敌人。一时之间，唐三有些头大，同时心中还对自己老师提到的摘星楼充满疑惑。正在这时，一个清脆的声音从外面传来：“这里是七社吗？”众人同时朝门口处看去，眼睛顿时有些直了。只见一个俏生生的小姑娘站在门口，看样子和唐三的年纪差不多，身高也几乎一样。俏丽的小脸白里透红，粉嫩嫩的样子就像熟透的水蜜桃，让人很有咬上一口的冲动。尽管她的衣着非常朴素，但看上去却十分整洁。黑色的长发梳理成一个蝎子辫垂过臀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透着好奇。她的手里也捧着一套崭新的校服。宿舍内的学员都是男孩，突然看到一个这么漂亮的小女孩出现，一个个都露出目瞪口呆的样子。唐三忍不住低声向王胜问道：“我们这里可以男女混住？”王胜点了点头，同样压低声音道：“大家还都是孩子，学校每个宿舍都不分性别的，据说到了中级魂师学院才会区分开。真是怪了，去年一个工读生都没有，今年却来了2个。老大，上，给他个下马威。”不用了吧？唐三没想到自己刚刚成为了这所谓的七社老大，立刻就遇到了一个难题，让他去欺负一个女孩子，他实在做不出来。门口的女孩眨了眨大眼睛，看着里面没人理会自己，再抬头看看门上那七社的标牌，脸上流露出甜丝丝的微笑。“你们好，我叫小舞，跳舞的舞。”“你好，我叫唐三。”就好似命中注定，唐三和10万年魂兽小舞还是相遇了。而此时此刻，叶天辰也已经来到了诺丁城外。没有打草惊蛇，叶天辰穿着素衣行走在诺丁城的街头，感受着周围魂力的波动。可是忙活了半天，依旧没有任何发现。那属于唐昊的气息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般。莫非唐昊这家伙仅仅只是路过诺丁城吗？叶天辰心中有些怀疑，但来都来了，叶天辰也不可能就此放弃。“唐昊啊，唐昊，你可千万别被我找到了！”静下心来，叶天辰开始在诺丁城里一寸一寸的搜索，不放过任何角落。不一会儿的时间，叶天辰就来到了诺丁魂师初级学院的门前。突然，一股奇特无比的气息被叶天辰察觉，这10万年魂兽的气息，有意思，有意思！这小小的诺丁城竟然有一只10万年的魂兽。不过就在叶天辰想要去一探这10万年魂兽究竟的之时，诺丁初级魂师学院中，唐昊内心深处顿时炸毛，一股莫名的恐怖感让唐昊心脏扑通扑通直跳。仅仅只是一瞬间，唐昊就明白
自己被人盯上了。看了看唐三的位置，还有那只10万年的小兔子，唐昊一咬牙，陡然之间，独属于封号斗罗的气息瞬间弥漫在整个诺丁城中。霎时间，唐昊就冲天起，朝着诺丁城外逃去。叶天辰也在此刻停下了自己的脚步。唐昊，你终于出现了，不过你这招调虎离山似乎有些来不及了。哈哈，罢了，既然你想玩，本座就陪你玩玩。仅仅只是一瞬间，叶天辰也冲天起，速度之快，仅仅只是片刻之间就看到了唐昊的身影。此刻，唐昊也感受到了背后那恐怖的气息。可是为了自己儿子和那只10万年魂兽不被发现，唐昊还是想把叶天辰继续引远一点。毕竟那只10万年魂兽可是唐昊给唐三预定的魂环。诺丁城中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整个诺丁城魂师都是一震，而在诺丁魂师初级学院中，小舞也是忍不住身体一颤，那是封号斗罗的气息。小舞内心害怕极了，若是被人类封号斗罗发现，他可以肯定自己是百死无生。与此同时，玉小刚则是迅速找到唐三，他知道唐昊的仇家寻来了，大概率是一位超级斗罗以上的强者，不敢有丝毫耽误。玉小刚找到唐三就要离开诺丁城，唐三甚至没有反应过来就被玉小刚带走了。而在诺丁城外10里地处，叶天辰的身躯赫然出现在唐昊身前，盘坐于虚空之中。叶天辰嘴角带着笑意，看着唐昊那疯狂逃窜的模样，随着手中天魔琴乍现，6指拨动琴弦，一道恐怖的音浪就朝着疾驰而来的唐昊斩去。一瞬间，这道音浪就将挡在前方的一切都平消而去。唐昊也是发现了这恐怖的一幕，连忙停下自己的脚步，朝着地面狠狠地砸去，几乎是插着他的头部，音浪疾驰而去，刮得唐昊脸上生疼。落地之后，唐昊方才看清自己面前的究竟是何人，映入眼帘的仅仅是一袭素衣，一把古琴，一个青年华发男子。唐昊几乎可以肯定，自己面前的这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绝不是武魂殿的人。不知冕下究竟是何人？你我无冤无仇，又何必拦我去路？镇定下来之后，唐昊也是谨慎地看向叶天辰，缓缓发问。见唐昊如此模样，叶天辰实在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看起来呆呆的，傻傻的，怎么就会有神相助呢？搞不明白，叶天辰也不想明白。唐昊，昊天宗弟子，94级封号斗罗，拥有10万年第9魂环，似乎也就那样。本座想不明白，金鳄斗罗那老家伙怎么会失手？轰！当叶天辰口中说出金鳄斗罗的时候，唐昊瞬间就明白了，面前的这位封号斗罗是敌非友，冕下究竟是何人？唐昊上前一步，脚下9个魂环徐徐升起，手中的昊天锤也陡然乍现，来自封号斗罗那恐怖的气息瞬间席卷当场，一时间飞沙走石，气氛变得肃杀起来。看着唐昊这紧张的模样，叶天成微微摇头，刹那间双眼射出一道金光，看向唐昊，一字一句：本座叶天成，摘星楼楼主。轰！霎时间，唐昊只觉得自己脑子嗡嗡嗡的响，面前的这人竟然是摘星楼的楼主，那位神秘的6指琴魔。恍惚之间，唐昊忽然想起了6年前的那一幕，似乎6年前那道诡异的音浪和今日显得极其相似。想到这儿，唐昊有些怀疑，看着叶天辰那平静如水、丝毫没有波动的模样，唐昊忍不住开口问道：摘星楼主，6年前在星斗大森林迫使我撤离的是你吧？叶天辰微微一笑，嘴角带着莫名的弧度。这唐昊也不傻嘛，一眼就看出自己就是6年前抢了10万年蓝银黄魂骨的人。没有继续废话，叶天辰也不做解释，只是看向唐昊的眼神如同一位死人。随着叶天辰上前一步踏出，脚下一个个万年魂环赫然升起。当第7个魂环亮起的时候，那让人如痴如醉的10万年一抹鲜红色的魂环瞬间乍现。此时此刻，唐昊的心已经沉到了谷底。但这还没完，当第8个血红色的10万年魂环，第9个10万年魂环缓缓升起的之后，独属于叶天辰97级的气息，仅仅只是一瞬间就将唐昊所有的气势碾压。此时此刻，唐昊额头上开始滴落一滴一滴汗珠。这样恐怖的魂环配置，唐昊一辈子也没有见过呀。感受着叶天辰身上那丝毫不弱于金鳄斗罗的气势，唐昊说不慌都是假的。强忍着心中的那股子震撼，唐昊还想再挣扎一下。秦魔冕下，唐昊和您无冤无仇，又何必苦苦相逼，截我去路？看着唐昊那一副不死心的模样，叶天辰摇摇头。本座可是听闻你唐昊有神相助，就连金鳄斗罗那家伙也射手。本座想要看看这神的力量究竟有多么强大。话音落下的一瞬间，叶天辰没有选择再和唐昊纠缠下去，手中天魔琴一拨，恐怖的音浪化作万千刀刃，铺天盖地般朝着唐昊而来。唐昊此刻也没有想到叶天辰的攻击来得这么快，
既然没办法缓和，唐昊也是打算拼命了。昊天锤，第7魂技，昊天真身。陡然间，唐昊手中的昊天锤爆发出恐怖异常的气势，一道道雷霆环绕在昊天锤之上，向着叶天辰万千剑气、无数刀刃而来的方向就是轰然一锤。来自封号斗罗的魂力仿佛不要命一样疯狂输出，大地被唐昊这一锤直接山崩地裂，一道恐怖的力量直接将大地砸出深深的裂缝。轰轰轰！当唐昊手中的昊天锤遇上叶天辰那万千剑气刀刃的一瞬间，两股独属于封号斗罗的魂力陡然碰撞，一股冲击直接将方圆100米内所有生命摧残一空。强大的冲击，即便是唐昊也有些吃不消，手中的昊天锤不停地颤抖着。刚才那波试探性的硬碰硬让唐昊知道今天怕是难以走脱了。这昊天锤果然名不虚传，一力降10会，即便只有94级的实力，却也能和95级的超级斗罗碰上一碰了。感受着手中传来的那一丝微弱的波动，叶天辰也是不由得赞叹道：不得不说，唐昊其实也算强大，至少在叶天辰看来，因黑阳白二人单独对上唐昊，估计也不是唐昊的对手。不过就这点实力的话，你今日怕是走不掉了。唐昊不再多想，叶天辰一套行云流水、丝滑无比的曲子便响彻云霄。所谓4两拨千斤，以柔克刚。既然他唐昊刚猛异常，叶天辰倒要试试这唐昊的极限到底在哪儿。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随着叶天辰催动天龙八音，柔自觉也是让人感到一丝莫名的杀意，一根根如同细丝的音浪铺天盖地，那种柔而不实之感让唐昊陡然间就睁大了眼睛。没有犹豫，唐昊依旧是一锤落下，想要直接用蛮力打碎一切。可是当昊天锤落到那些丝线之上时，唐昊发现他错了，错得离谱。昊天锤狠狠地砸到一缕缕丝线之上，可是那些丝线却是顺着其力道自然弯曲，宛若一拳打在棉花上，丝毫不起作用。就这唐昊有些惊讶疑惑之际，一道音浪细丝悄无声息从他脸颊划过，霎时间一道血痕在唐昊脸上乍现，一抹血光也让唐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啊！乱披风之锤！眼见自己即将被这万千丝线斩杀当场，唐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随着其施展乱披风之锤，一道道大锤不断砸向一缕缕细丝，伴随着每一锤力量的叠加，威力也是越来越大。终于，唐昊的速度开始急速加快，在他周边直接形成一道狂风，将满天的细丝全部掀飞出去。当乱披风之锤最后一锤时，唐昊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朝着叶天辰轰然而下。唐昊瞬间散发出强大的杀气，并将其实体化，使得周围的空气都扭曲起来。感受到唐昊的杀气，甚至连天气都阴沉了下来。第81锤的强大让叶天辰有些啧啧称奇，不愧是昊天宗出来的家伙。尽管现如今的昊天宗已经不如当初，但唐晨那位99级极限斗罗独门绝技还是颇为强大。来得好！第4魂技天魔之盾。当叶天辰第4魂环亮起之后，无尽的魂力犹如实质，瞬息之间就在叶天辰头顶化作一面黑色无比的盾牌，散发着悠悠魔气，硬接下唐昊这第9981锤。砰砰砰！此刻唐昊眼中早已是血红一片，不管不顾，直接奋力一锤。顷刻之间，一股比之唐昊第81锤更为恐怖的力量反弹，直接将唐昊震飞出去。当黑色盾牌散去，叶天辰轻轻拍了拍素衣之上落下的灰尘，看向唐昊那气喘吁吁的模样，不禁有些失望。刚才那一锤，叶天辰觉得自己可以和95级的封号斗罗正面一战了。不过，距离叶天辰心中所想的还差得远。他的目的很简单，一点一点逼迫唐昊，直到那所谓的神力出现。杀唐昊从来都不是叶天辰此行的目的。第7魂技天魔真身。随着叶天辰施展第7魂技，一道天魔虚影也出现在其身后，几乎就是一瞬间，一道遮天蔽日的巨剑直接朝着唐昊劈开。本就有些力竭的唐昊只能眼睁睁看着这道巨剑落下。咔嚓！随着巨剑落下，唐昊身边直接被一剑斩出100米深渊。与此同时，唐昊的左臂也应声而落。随着唐昊左臂被一剑斩断，一道温热的鲜血直接喷薄而出。唐昊呆呆地看着这一幕。此时此刻，因为速度太快，唐昊还没有一丝的痛觉。终于，左臂断尸之痛涌入脑海，一股揪心无比痛苦感席卷唐昊全身上下。此时此刻，唐昊再也不能保持平静，他的内心已经接近崩溃了。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强者找他唐昊的麻烦？金鳄斗罗98级的实力，他侥幸不死。今日这摘星楼主丝毫不弱于那金鳄斗罗，唐昊已经觉得自己今日是非死不可了。此刻，
因为左臂被断，唐昊感觉到自己半边身子有些麻木，紧接着唐昊就觉得自己双腿有些颤抖。看着那依旧平淡如水的叶天辰，唐昊彻底绝望了，他的身躯再也坚持不下去，重重的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唐昊已经被身上的痛觉所占据，看着唐昊这副凄惨的模样，叶天辰嘴角的微笑更加灿烂了。不过此时此刻，唐昊还不能死。一个呼吸间，叶天辰就来到唐昊身前，看着已经等死的唐昊，叶天辰从魂导器中缓缓拿出了一根魂骨，这正是10万年魂兽蓝银皇的魂骨。仅仅如此，你就不行了吗？且看我手中是何物。唐昊听到叶天辰那戏谑的声音，缓缓睁开了双眼。当看到叶天辰手中那块魂骨的时候，唐昊整个人都青筋暴涨，一股无名之火在他的心中开始燃烧。这是阿银的魂骨！魔鬼，你还给我！唐昊伸出右臂，不停地在空中挥舞，似乎想要抓住叶天辰手中的魂骨，奈何却是做得无用功。眼见这样做有些效果，叶天辰更加兴奋了，他还要继续刺激唐昊。啧，你唐昊可是昊天宗的封号斗罗啊！哦，不对，说错了，昊天宗可不承认你唐昊。哎呀，都怪本座6年前前往了那星斗大森林，一不小心就将武魂殿的教皇千寻疾斩杀当场。真不知道武魂殿的那帮人是怎么想的，竟然硬生生说成是被你唐昊打死的。可惜了，就因为这一点点小事，你唐昊会过得如此凄惨。你唐昊都快气炸了，他早该想到的，当初千寻疾只是被他重伤了而已，若要说死亡，有举鬼斗罗在，这是万万不会发生的才对。现在听到叶天辰侃侃而谈，唐昊一切都明白了。千寻疾是摘星楼主杀的，锅是他唐昊背的。一瞬间，死去的记忆开始攻击他。昊天宗内一众长老的指责谩骂，他们的横眉冷对，面对武魂殿时的深深无力感，唐昊的愤怒已经化为实质。如果眼神能够杀人的话，此刻唐昊恨不得将自己面前这位摘星楼主碎尸万段。可惜他没有这个本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叶天辰那张微笑着的脸庞。似乎是感受到唐昊体内那股波动，叶天辰更加兴奋了。唐昊啊，唐昊，你觉得今日你的死就可以一了百了了吗？不，诺丁城内那只10万年的魂兽，本座会亲自擒拿住，还要感谢你唐昊，毕竟这10万年的魂兽可是无比珍惜。让本座猜猜，当初你抱着的那个婴儿应该也6、7岁了吧？和10万年魂兽所生的小杂种，应该就在这诺丁城内。这10万年魂兽，不会是你给你那6、7岁的孩子所准备的吧？今天可都要便宜本座了。被叶天辰这么一刺激，唐昊整个人都变得癫狂起来，强忍着浑身上下那无比钻心的疼痛，唐昊缓缓爬了起来，右手紧握昊天锤，眼神中满是杀意。终于在艰难的爬行之后，唐昊缓缓地直起了身子。摘星楼主，你该死！该死啊！见此情形，叶天辰丝毫不慌，轻轻点出一指，唐昊的身躯直接被洞穿，整个人又倒飞了100米之远。这一次，唐昊挣扎了半天也没能再爬起来。94级的实力，面对97级的叶天辰，再加上天魔琴的恐怖和魂环的配置，唐昊可以说是毫无还手之力。只是这样吗？唐昊，你体内不是有神力吗？你用出来啊！哈哈，神，看来不过是一个笑话罢了。今日本座要你死，你背后的神依旧是无动于衷。可笑，可笑啊！话语之间，叶天辰满是嘲讽，手中魂力化作一根长鞭，对着唐昊就是猛地一鞭抽去，直接痛击灵魂。唐昊却毫无反抗之力，只能眼睁睁地忍受着这种难以用言语描述的疼痛。同时他的心中也在问自己，他真的有神相助吗？可若是没有，昊天宗内的那一次又是为什么呢？唐昊看了看自己胸膛上的血洞，整个人的意识开始恍惚起来。就在他即将昏迷过去的时候，他的体内一股暗红色的神力开始缓缓来到他的脑海之中。此刻叶天辰也发现了不对劲，不过脸上并没有流露出丝毫惧意，反而是极致的微笑。成功了！他终于引起了那位神的注意。仅仅只是一瞬间，唐昊的身躯赫然挺立，两眼散发着暗红色的光芒，整个人的气势也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原本只是94级的魂力，此刻开始暴涨起来，95级、96级，直到涨到第99级，方才停止了增长。唐昊手中的昊天锤此刻也是变得暗红一片，恐怖的气势让叶天辰眉头紧皱起来。本尊的神位守护人，岂是你能所伤？速速退去，饶汝一命！唐昊缓缓开口，但叶天辰又岂能善罢甘休？哈哈，99级，啧，不愧是神的手段，仅仅只是一丝神力就能达到这种程度吗？本座倒要试试，你又能如何？
神无意杀之。哼，冥顽不灵的家伙，给本神死来！话音落下的一瞬间，唐昊手中的昊天锤直接爆发出恐怖无比的力道，轰然落到叶天辰头顶。第7魂技天魔真身，第8魂技天魔之怒。磅礴的魂力从叶天辰体内倾泻而出，一道天魔身躯犹如实质，直接对上了唐昊的惊天一锤，宛若天神下凡，仅仅只是一锤之威，就将方圆千米内所有生灵涂炭殆尽。而叶天辰此刻素衣早已破败不堪，但眼中的战意却是高涨起来。好，好，好呀，这才是神该有的力量，一丝神力，哈哈！本座就不相信他唐昊的身躯受得住这样的冲击。话音落下，叶天辰身后的天魔虚影直接凝聚成实质。天龙八音，杀！天魔真身手中巨剑化作一把古琴，随着天魔拨动琴弦，一道道恐怖的魔气裹挟着无尽的音浪，化作万千魔兵，铺天盖地，直取唐昊。凡人，安敢如此！唐昊怒喊一声，随即手中的昊天锤陡然增大，一股强大的气息开始蔓延开来。大须弥锤，轰！随着唐昊手中昊天锤极具恐怖的能量，对着叶天辰铺天盖地而来的攻击便是猛然一锤。霎时间，万千魔兵化作一道道魔气，消散在空中。而他手中的昊天锤杀势不减，直接将叶天辰轰出100米开外。感受着那昊天锤中恐怖的能量，尽管此刻叶天辰已经形象不在，嘴角却依旧上扬。不愧是神的力量。反观唐昊，见这样依旧没有将叶天辰逼退，也是不由有些烦躁。一缕神力支撑不了多久，再加上唐昊的身躯也快承受不住了，他必须速战速决了。炸！炸！炸！陡然之间，唐昊脚底下的魂环开始变色，从黄黄紫紫黑黑黑黑红慢慢变化，最终8黑1红9个魂环出现在唐昊脚底下。而这还没完，紧接着唐昊脚底下这9个魂环开始一个一个炸裂，9道魂环的恐怖魂力直接加持在昊天锤之上。大须弥锤，最终奥义，死！眼见唐昊那如同真神降临一般的恐怖实力，此刻一向平静的叶天辰也不禁有些大惊失色。神的力量有些超乎他的想象了。不过很快叶天辰就疯狂起来。第9魂技身化天魔。霎时间叶天辰就施展了第2个第9魂技，这也是10万年魂环的恐怖之处。但这还远远不够，身化天魔的叶天辰化作100丈天魔，遮天蔽日之间，魔气浩荡。整个诺丁城此刻都看见了这幅恐怖的场景，一个个魂师皆是胆战心惊，生怕这2位交战的大佬一个不小心就将魂技砸到诺丁城来。而城中的唐三和玉小刚就这么看着这场惊天大战。此刻玉小刚的脸上有些发愣，这还是他记忆之中的唐昊吗？唐三也是被惊呆了，不过更多的还是担心。第9魂技天魔灭世。陡然间，身化天魔的叶天辰将所有魂力化在掌心，猛地一瞬间就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光芒。砰砰砰！惊世骇俗的力量在2人交战的中心瞬间爆发，仅仅只是眨眼之间，这股庞大的能量冲击就来到了诺丁城墙之上。轰然之间，整个诺丁城的城墙都被这股恐怖的余波瞬间摧为灰烬。而交战的中心，此刻叶天辰披头散发，整个人都有些颤抖，嘴角缓缓流出一抹鲜红，但2眼之中却是战意满满。他知道这恐怖的一击过后，哪怕是那恐怖的神邸，此刻那一缕神力也几乎耗尽，而唐昊的身躯也已经支撑不住。凡人，没想到你还能活着，倒是让本尊有些出乎意料。说罢，唐昊就要转身离开这里。这一缕神力马上就要消散了。静静地看着唐昊的身影，叶天辰大喊一声：“神，也不过如此。汝可敢告知名号？”话音落下，唐昊的身躯瞬间暂停，缓缓扭过头来，看着叶天辰那战意满满的模样，随即轻笑一声：“本神修罗。”说罢，便化作一道暗红色的光芒，消失在原地。看着远去的唐昊，叶天辰脸上并没有失落，反而显得更加的兴奋。这就是神的力量吗？果然够强大。修罗，早晚有一天，我叶天辰必取你向上神头。说完，叶天辰又是猛地一口鲜血喷薄而出。刚才和唐昊的最后一次碰撞，叶天辰虽然没有被重伤，但也几乎耗尽了魂力。当然，唐昊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一缕修罗神力已然快要耗尽。打坐休息了好一会儿之后，叶天辰微微吐出一口浊气，体内的魂力也恢复了1/3，缓缓站起身来，体内魂力一震，素衣之上所有的尘埃全部被清理干净。看向诺丁城的方向，叶天辰并没有忘记，这诺丁城中
可是还有一只10万年的魂兽。迈着沉重的步伐，叶天辰一步一步朝着诺丁城内走去。而在城中，当唐三和玉小刚看见大战结束，没有丝毫的犹豫，玉小刚直接拉着唐三就从诺丁城的一边逃去。此时此刻，唐三无论如何也不能留在诺丁城之中，玉小刚绝对不会冒这个险。而唐三哪怕十分担心自己的父亲，却也没有犹豫不决。他知道，如果自己不离开诺丁城，被自己父亲的仇家找到，那自己父亲和神秘人的这一场惊天大战就毫无意义。更何况，唐门之人首先要保证的就是自己的安全问题，他唐三也绝不会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两人逃跑的速度极快，玉小刚虽然实力不咋地，但好歹也是一位29级的大魂师，加上这么多年的修炼，体内魂力不要命催动之下，宛若离弦之箭，跑得比兔子还快。而唐三虽然只有11级魂力，但鬼影迷踪全力施展之下，其速度比之玉小刚也丝毫不慢。不一会儿的功夫，两人就离开了诺丁城，朝着一片茂密的森林就是一阵狂奔。终于一炷香之后，两人方才停下了脚步。玉小刚更是直接四仰八叉躺在地上喘着粗气，体内魂力几乎耗尽一空，额头上汗珠大滴大滴落下，浸透了衣衫。唐三也好不到哪里去，整个人显得格外狼狈，轻轻将头顶着树叶拨去，看向自己的老师，眉头一皱，也是深吸一口气方才轻声说道：“老师，我们已经逃得够远了吧？”玉小刚狠狠地吸了一口气，看向唐三，嘴角微微一笑：“小三，放心吧，我们已经离开诺丁城至少20里地了，那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应该不会追来才是。更何况，那位封号斗罗还和你父亲大战过一场，你我现在都是安全的。”点点头，唐三听后也就放心不少。老师，刚才和我父亲交手的那位封号斗罗，老师您知道是谁吗？唐三的问题让玉小刚微微一愣，随即也仔细回想起来当时的场景，脑海之中那遮天蔽日的天魔虚影，诡异无比的琴声，让玉小刚一阵搜索，终于在脑海之中闪过一个与之相符的封号斗罗。一想到那人的名号，玉小刚顿时有些不确定起来。不过看着唐三那一脸渴望的模样，不管对不对，玉小刚今日都非得说出个一二来。小三，为师若是没有猜错的话，刚才和你父亲交手的那位封号斗罗，应该就是摘星楼的楼主，那位神秘无比的6指琴魔冕下。随着玉小刚一字一顿的将摘星楼主说了出来，唐三眉头紧锁，自己父亲何时又招惹了摘星楼呢？这让唐三有些沉默。整个斗罗大陆最强大的武魂殿，他们父子二人与之敌对也就罢了，现在又加上一个摘星楼，唐三只觉得此刻自己的心情有些复杂，说不出是担心多一些还是平静多一些。微微吐出一口浊气，唐三知道今后的路恐怕不会那么好走了。唐三会不会觉得自己这个老爹有点坑？对于唐三那边的情况，叶天辰自然是不会知晓，就算知道了也不会放在心上。此刻叶天辰已经一步跨入了诺丁城中，感受着那独属于10万年魂兽的气息，叶天辰缓缓走进了诺丁初级魂师学院。而此刻的小舞正蜷缩在一处隐蔽的墙角，小小的身躯带着些许的颤抖。10万年魂兽化形，在修为未到60级之前，是很容易被人类的封号斗罗发现的，甚至一般的魂斗罗若是仔细一些，也能发现10万年魂兽化形的身份。更何况他还是柔骨兔呢，在斗罗大陆之上，可以说柔骨兔就是十分普通的魂兽。虽然不知道小舞是怎么拥有10万年修为的，此刻小舞的头埋得更深了，眼角开始流下了泪珠。在他离开星斗大森林之时，天青牛蟒和泰坦巨猿也曾劝阻过他，奈何小舞一心想要进入人类世界，现在就是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恍惚之中，小舞仿佛又梦到了自己的母亲。星斗大森林中，他的母亲一脸温柔，手中拿着木梳，为小舞一点一点梳着那柔顺的长发。和煦的春风配上大自然的气息，仿佛世间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没有纷争，没有杀戮，那样的日子是多么的让小舞感到陶醉。就在这一瞬间，画面突然一转，3位人类魂师闯入星斗大森林。为首的那位封号斗罗头戴紫金冠，手握权杖，显得高贵而又充满让人感到厌恶的气息，这正是教皇比比东。另外2位便是菊鬼斗罗，紧接着便是小舞的母亲被毒刺洞穿身体。不，霎时间小舞从恍惚之中惊醒过来，2行泪珠从白皙的脸颊缓缓滑落。就在小舞感到迷茫而又如同坠入深渊的担忧之时，一道平淡且充满冷意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小兔子，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独自进入人类世界！真是让本座有些惊讶。”闻言，小舞的脸蛋唰的一下变得煞白无比，机械的扭过头来，小舞就见到了自己永生难忘的那张脸，正是叶天辰。轰！
感受到自己面前这位年轻男子身上散发出的那股恐怖的魂力波动，小五的面目变得格外呆滞。这是独属于人类封号斗罗的气息。他知道自己还是被发现了。而叶天辰看着自己面前6、7岁大小的小女孩，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倒不是心生怜悯，而是觉得一只10万年的魂兽不应该这么小就进入人类世界。就算是和唐昊在一起的蓝银皇，那也是几乎成年之后方才进入的人类世界。此刻叶天辰总觉得自己面前这只10万年的小兔子似乎有些不太聪明的样子，看着10万年魂兽那呆呆的模样，一脸茫然无措地看着自己。叶天辰脸上的平静瞬间消失。不管怎么说，自己面前的这个6、7岁的小女孩也是10万年化形。陡然之间，叶天辰便伸出修长的手掌，一缕缕魂力化作暗黑色的丝线，直接将小五整个人都束缚起来。仅仅只是一瞬间，无数的黑色丝线直接透过小五的身躯，一抹一抹鲜红开始渗透出来。那无边的痛感让小五刹那间就清醒了过来。啊！感受着自己生命仿佛马上就要流失，他的内心是崩溃的，更是不甘的。他还没有给自己的母亲报仇，他还不想死。艰难的抬起头，看着自己面前这位封号斗罗，小五嘴中缓缓吐出几个字：我还不能死，求求您，求求你放过我吧。叶天辰有些嗤之以鼻，让自己放过他？一只10万年的魂兽，可能吗？小兔子，别做无谓的挣扎了，本座实在是不理解，放过你对本座有什么好处？一只10万年的魂兽，若是本座能将其斩杀，虽然本座已经不缺少魂环，却也不是没办法吸收。何况你还能给本座再添加一根10万年魂骨，你觉得我会放过你吗？闻言，小五沉默了。是啊，自己终究是魂兽，还是一只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10万年魂兽。面前这位封号斗罗凭什么放过自己？听着叶天辰那冷漠无比的语言，小五的心已经沉到了谷底，仿佛是认清了自己的命运，他的双眼开始缓缓闭上，等待着死亡的到来。但就在这时，叶天辰那冷漠的声音却再一次传来：你敢杀人吗？本座可以让你活下去。话音落下，小五陡然睁开双眼，不可置信的眼神里充满了求生的欲望。我可以。一瞬间，叶天辰手中黑色丝线消失，小五也掉落在地上，浑身上下鲜血淋漓，但还是挣扎着爬起来，看着自己面前这位封号斗罗强者，然后又将头低了下去。叶天辰微微一笑，自己面前这只小兔子虽然看着人畜无害，却也是一只10万年魂兽化形。不过柔骨兔对叶天辰来说其实真的没什么作用。手下独孤博虽然也需要第9魂环，但叶天辰觉得柔骨兔还是有些不符合。独孤博走的是毒路，那就需要剧毒无比的魂兽，而不是面前这只10万年柔骨兔。至于魂骨，他手中可是拥有3根10万年魂骨了，多一根不多，少一根不少。小五缓缓喘息着，体内生机的流逝也在顷刻之间停止，尽管浑身布满了鲜血，他还是对着叶天辰扑通一下跪倒在地。谢谢你。叶天辰摇摇头，看向小五，随即开口：本座说了，你敢杀人，本座方才暂时饶你一命，现在本座就要看你亲自杀人。话音落下，叶天辰庞大的精神力瞬间扫描过整个诺丁城魂师初级学院，片刻就发现了一位身具业力的家伙。手掌轻轻一吸，哪怕相隔数百米，那家伙也被猛地吸到叶天辰面前。随手一拍，这家伙就丧失了行动能力，被魂力束缚住。然后又从魂导器中取出一把匕首，直接扔在小五的面前。动手吧！拿着匕首刺进他的胸膛，扎向他的心脏。你只有半炷香的机会，半炷香的时间，他若是不死，那你就别活了。说罢，叶天辰抱住手，平静地看着这一幕。小五有些呆滞，说是那样说，可是真正要他刺杀面前这个鲜活的生命，他却有些犹豫了。可是他也很清楚，自己面前这个封号斗罗绝不是仁慈，若是自己不将面前这个家伙刺杀，死的就是他了。看见这10万年魂兽竟然有些犹豫，叶天辰邪魅一笑，随即直接将这名男子的束缚解开。现在你们当中只有一个人可以活下来，小子，你可以杀了面前的这个小女孩，届时本座可放你离开。陡然间，这名业力缠身的家伙双眼之中杀机涌现，没有丝毫犹豫，手中瞬间出现一把长剑，向着小五的脑门直刺而去。小五都惊呆了，连忙躲闪开来，但还是被长剑划破了手臂。紧接着又是一剑斩来，小五彻底疯狂起来。就在长剑即将落到自己身前时，一个侧身，长剑刺入了小五的小腹，而小五也手握那把匕首，狠狠地刺入这家伙的胸膛。霎时间，滚滚热血喷薄而出，全部洒在小五的脸上。小五，还是先留着吧，不杀了。小五有些呆住了，第一次杀人的他显得有些局促。
用尽全力将这名男子的尸体推开，颤颤巍巍看着叶天辰，随后便一个踉跄昏死过去。这10万年魂兽有意思，竟然没有杀过人。不过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手中的一把刀，杀戮将永远伴随着你。说罢，叶天辰手掌轻轻落到小五的额头上，一道魂力瞬间席卷小五的全身，他的身体也开始迅速恢复起来，就连腹部的伤口也在急速愈合着。半刻钟后，小五从昏迷中逐渐苏醒过来，进入眼帘的是叶天辰那模糊的身影。小兔子，你记住，从今以后你便是我摘星楼的杀手，这是你活命的代价。小五有些麻木的点点头，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是被迫的接受命运的安排。小五，知道了。说完这句话，小五便沉沉的睡去。见此情形，叶天辰微微一笑，伸手将小五那小小的身躯轻轻提起，便要离开诺丁城。此行的目的叶天辰已经达到了，他成功见识到了神的力量，哪怕那只是一丝神力，一丝神念。就在叶天辰带着小五准备离开诺丁城之时，诺丁城外一位老者此刻正阴沉着脸，感受着那尚未散去的战斗气息，眉眼之中满是震惊。摘星楼主，没想到你居然也对这唐昊感兴趣，还嫌我一步到来。呼吸间，此人的脸上开始变得阴寒刺骨，赫然正是从武魂殿一路疾驰而来的金鳄斗罗。金鳄斗罗此刻就这么站着，守候在诺丁城门口，全身气息早已内敛，他要等着叶天辰的到来。而叶天辰正闲庭信步，手中带着小五，不一会儿的功夫就走出了诺丁城门。突然间，叶天辰停下了自己的脚步，将小五随手就安放在城门一角，随后缓缓看向自己面前100余米处的一道身影，微微吐出一口浊气，嘴角带着微笑，随后一步踏出，97级的魂力开始爆发出来，整个诺丁城又陷入了恐慌之中。哈哈，金鳄斗罗，好久不见！没想到今日连你也来了这诺丁城，让本座猜猜，应该是为了唐昊而来吧？说话间，叶天辰又向前迈了一步。这时，金鳄斗罗同样不甘示弱，浑身98级的气息冲天而起，两人的恐怖魂力交汇，让整个诺丁城内的魂师觉得格外压抑，纷纷朝着诺丁城外逃去。而此刻的小五也渐渐苏醒了过来，可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怎么又出现一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小五觉得自己真的好倒霉，这斗罗大陆一共也没有多少封号斗罗，诺丁城就更别说了，自己怎么救？唉，此刻他也只能祈祷叶天辰能够平安无事，否则小五已经能够想到自己落入那位老者手里的下场了。虽然叶天辰也不是什么好人，但至少他能活着，不是吗？摘星楼主，没想到啊，没想到竟然让你给抢先一步来到这诺丁城。唐昊那家伙究竟在哪？告知老夫，今日老夫便放你一马。听着金鳄斗罗那异想天开的话语，叶天辰轻笑一声，笑话，自己还需要告知他？金鳄，本座看你是老糊涂了，5年前你本可以抓住唐昊父子，可是神的力量不好受吧？闻言，金鳄脸色铁青，这件事是他一辈子黑点，偏偏叶天辰哪壶不开提哪壶，就很让金鳄感到愤怒。摘星楼主，听你这话，想必也是没能将唐昊怎么着吧？刚才那大战的余威，老夫可是隔着老远就看到了。神的力量如何，你不是也亲自感受过一番了吗？又何必嘲讽老夫？这倒是实话。叶天辰微微一笑，实话告诉你吧，金鳄，那唐昊还是逃了，不过这是本座有意而为之。本座此行只为亲自感受一番神的力量，现在本座不仅见识到了，还和神大战一场，各种滋味不是你金鳄能够理解的，快退去吧。也许那唐昊还未走远，你还能追得到。叶天辰这话一出，金鳄的脸色虽然依旧难看无比，但却少了很多愤怒。能和神一战已经十分了不得了，至少他金鳄当初就没有做到。不过叶天辰想要金鳄就此离去，却是根本不可能，因为此刻金鳄也发现了小五那害怕到颤抖的身躯，嘴角神秘一笑。金鳄斗罗看向小五，摘星楼主，没想到你此行竟然还能有意外收获，10万年魂兽柔骨兔化形为人，真是让老夫异常羡慕。今日老夫来都来了，你摘星楼主已然体会过神的力量，我金鳄总不能空手而归吧？这只10万年的柔骨兔交于老夫，你看如何？唰的一下，小五面色巨变，这老家伙竟然真的打上他的主意了。但随后叶天辰的话却是让小五悬着的心放下不少。金鳄斗罗，老家伙你想得倒挺美，这只小兔子已经是我摘星楼的了，本座又岂能拱手让人？更何况本座实在不知道你金鳄斗罗有什么底气让我交出这只小兔子。你叶天辰，莫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气急之下，金鳄也不再以摘星楼主相称了，
直接叫上了他的名字。此话一出，叶天辰只是摇摇头，随后脚底之下一道道恐怖的魂环缓缓升起。霎时间，6道黑色万年魂环，3道10万年魂环，让金鳄斗罗直接皱起眉头。叶天辰，你不过是强撑着罢了，刚才与神一战，应当消耗不少吧？老夫就不相信，你还能和老夫一战。话音落下，金鳄斗罗脚下黄黄紫紫黑黑黑黑红9道魂环也是直接亮起，诺丁城外的气氛也变得凝重起来。此刻叶天辰心中也是思索着，刚才和唐昊一战，他体内的魂力几乎全部耗尽，现在也不过恢复1/3多一些罢了。若是平时，叶天辰丝毫不惧金鳄，毕竟自己现如今的战力可是超出98级不少。奈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魂力不够，有些难受。而金鳄斗罗一见叶天辰那稍加迟疑的模样，就知道自己猜对了。97级的叶天辰，若是魂力充足，会和自己啰嗦这么多。以金鳄对叶天辰的了解，怕是早就和自己开战了。现在既然叶天辰有些犹豫了，那就说明自己还有希望。唐昊没抓住那就算了，都已经跑了，自己再怎么搜寻也是无用功。可是面前这只10万年的小兔子，那可就不一样了。若是能够将其带回武魂殿，逼他献祭给千仞雪，金鳄知道自家大哥肯定会异常高兴。至于失败了，对金鳄来说也不过是败退罢了。金鳄虽然知道自己可能不是叶天辰的对手，但想要离去，叶天辰也留不住他。见叶天辰依旧没有任何行动，金鳄知道不能再等了。叶天辰，10万年魂兽，交出来吧，否则老夫可不会手下留情。此话一出，原本有些犹豫的叶天辰顿时被气笑了。这老家伙当真以为自己怕了他不成？金鳄，既然你如此执着，本座今日倒要试试，你能奈我何？天魔琴，天龙八音，杀！杀！杀！轰然之间，随着叶天辰拨动琴弦，一道道恐怖的魔影如同千军万马，手持魔刃，顷刻之间就杀到了金鳄斗罗身前。见此情形，金鳄斗罗嘴角微微上扬，不慌不忙中，随着其右脚一步踏出，他的气势焕然一变。第7魂技，金鳄真身。陡然之间，金鳄斗罗背后一只滔天黄金巨鳄瞬间乍现，其厚厚的鳞甲直接横在金鳄斗罗身前。随着魔影到来，金鳄斗罗一动不动，岿然屹立。砰砰砰，一道道魔影悍不畏死，纷纷落到金鳄斗罗武魂真身上，自爆开来。恐怖的冲击让金鳄斗罗方圆10米开外不断塌陷，但金鳄斗罗却神色自若，丝毫不为所动。哈哈，金鳄斗罗不愧是防御力无敌的存在。再来，第5魂技，幻神之羽。随着叶天辰施展第5魂技，在两人战场的天空之中，一片片黑色的羽毛开始缓缓浮现，宛若飞雪一般朝着地面轰然落下。所有的黑色羽毛全都无火自燃，仅仅一瞬间就全部落到金鳄斗罗的武魂真身之上。霎时间，金鳄斗罗的整个武魂真身全部被黑色的羽毛点燃。此时此刻，金鳄斗罗感受到自己的武魂真身仿佛受到侵蚀一般，那黑色的羽毛沁击灵魂，金鳄斗罗的物理防御此刻已经消失了作用。摘星楼主果然有些手段，当年你可没有对我用过这一招。第3魂技，死亡之旋。瞬息之间，金鳄斗罗如同一阵旋风，以武魂真身为中心，陡然间就制造出一阵飓风，所有落下的黑色羽毛全部被飓风一扫而空。没有丝毫的迟疑，金鳄斗罗知道两人不过是试探性的出手罢了，接下来就该动真格的了。第8魂技，黄金巨力破。霎时间，一道金色的光芒一闪而过，如同一颗恐怖的流星，阻挡在这道流光前面的万物都被瞬间摧毁。叶天辰也不敢大意，金鳄斗罗毕竟是98级的顶尖存在。第7魂技，天魔真身。第8魂技，天魔之怒。仅仅片刻之间，叶天辰的背后天魔虚影乍现，浑身魔气汇聚成一道遮天蔽日的巨掌，瞬息之间就和金鳄斗罗的第8魂技狠狠地撞在一起。轰轰轰，如同一声声炸雷，整个诺丁城外犹如被千军万马横踏而过，所有的万物生机瞬间被摧毁。此时此刻，就连靠在墙角瑟瑟发抖的小舞也被这股恐怖的冲击波掀飞数10米之远。一击过后，金鳄斗罗喘着粗气，武魂真身和第8魂技一同释放，哪怕是金鳄斗罗也有些吃不消。而叶天辰就更狼狈了，他的额头已经开始冒出虚汗，他的魂力已经不多了。咬咬牙，叶天辰做出了属于自己的决定。面对金鳄斗罗的步步紧逼，他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他想要一击定胜负。第9魂技，身化天魔。第9魂技，天魔灭世。仅仅片刻之间，叶天辰就要使用10万年魂环附带的2个魂技。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不对劲，
当他身化天魔之时，体内的魂力几乎耗尽一空。没有办法，叶天辰只能伸出右手，随着指尖滑落，一滴滴鲜红的血液滴落在天魔琴之上。血祭天魔，赐无魔力。脸色苍白的叶天辰，仅仅只是一瞬间，就仿佛变了一个人一样。天魔琴中滚滚魔气流露而出，瞬间缠绕在叶天辰身躯之上。一瞬间，他原本已经干枯的魂力得到补充，犹如滔滔大河，取之不尽。第二个第九魂技瞬间得以成功施展。刹那之间，诺丁城外一道百丈天魔赫然挺立于天际，浑身上下魔气不断翻滚。金鳄斗罗整个人都瞬间倒退100余米。他可不是第一次和叶天辰交手，很清楚叶天辰第九魂技的强大之处。不过很快他就明白，退是没有办法的。叶天辰身化天魔，一步踏出便是100米之远，瞬息之间就来到金鳄斗罗身前。天魔捏紧拳头，对着金鳄就是狠狠一拳。噗！金鳄直接没有丝毫反应的机会，就被一拳轰出。金鳄知道再逃避也于事无补，干脆直接拼了。第九魂技极限爆裂杀。随着金鳄斗罗脚下10万年魂环瞬间亮起，他全身上下的魂力也都汇聚成一点。黄金巨鳄真身瞬间也膨胀到100丈身长，巨鳄头颅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金光，这是他全身上下最坚硬的地方。顷刻之间，黄金巨鳄开始不断的死亡翻滚，其速度之快，直接让诺丁城外掀起一阵阵狂风。终于，他的速度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如同炮弹发射，黄金巨鳄瞬间就朝着叶天辰的天魔真身轰然撞去。叶天辰也不甘示弱，所有魂力夹杂着丝丝魔气，汇聚出一把巨剑。瞬息之间，一剑斩落，和黄金巨鳄再一次狠狠地碰撞在一起。两人的这一次交手，丝毫不比叶天辰面对那一丝修罗神力加持之下对战唐昊的那终极一招。当碰撞的一瞬间，恐怖的冲击波让叶天辰直接没有稳住身躯，瞬间倒飞出去，直接砸向诺丁城墙。轰然一声，城墙瞬间倒塌。叶天辰在一片废墟之中缓缓站起身来。噗！一口闷血直接涌上喉咙，恍惚之间，叶天辰便已伤势不轻。更可怕的是，他的体内魂力已几乎耗尽。但相比于金鳄斗罗，叶天辰还算好的了。碰撞的一瞬间，金鳄斗罗也直接倒飞出去，直接落入地面，砸出一个深坑。尽管他防御能力无双，此刻也是浑身上下骨骼破碎。刚才这一击，他也已经竭尽全力，但奈何叶天辰也是拼命施展，艰难地从深坑之中缓缓爬出。金鳄斗罗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关节之处一丝丝血红开始渗出，看向叶天辰的方向。尽管金鳄斗罗知道叶天辰恐怕也已经魂力耗尽，但他依旧没有继续上前。两人若是再继续火拼下去，若是那唐昊突然出现，他们谁都没有反抗之力。用尽全力解数，金鳄斗罗直起身躯，直接朝着武魂殿的方向遁去。而叶天辰也不敢有丝毫耽搁，眼神落到小舞身上，发现他已经被两人交战的冲击波掀飞，直接晕死过去。手一提，瞬间将小舞牢牢抓住，脚尖用力一点，耗尽魂力的同时，体内天空八音的内力也是急剧下降，但好歹速度不慢，朝着索托城的方向一路疾驰。一天一夜之后，索托城内摘星楼前，随着叶天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猛地一打，整个身躯瞬间落到摘星楼之巅。瞬息之间，阴黑阳白二人也出现在摘星楼之巅，轻轻将手上的小兔子放下。叶天辰也是累得够呛。楼主，楼主，您……阴黑阳白二人都看呆了，自家楼主怎么如此狼狈？不过来不及多想，阴黑连忙从楼阁之中倒出一杯仙茶，恭恭敬敬地递到叶天辰身前。楼主，您先喝杯茶吧。没有犹豫，叶天辰举杯一饮而尽，缓缓休息一下之后，方才觉得好上一些。看着阴黑阳白，叶天辰苦笑不得，自己这次有些大意了，没想到金鳄那老家伙也闻着腥味到了诺丁城。不过很快叶天辰就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阴黑阳白，将这只小兔子带下去治疗一番，明天再带过来见我。说罢，叶天辰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入了楼阁之中，开始恢复自身损失的魂力。而阴黑和阳白这才注意到小舞那小小的身躯，阴黑竟然是一只10万年的魂兽。阳白大惊失色，自家楼主这是去干嘛了？竟然还有这种意想不到的收获。阴黑也是惊讶无比，自家楼主不是去找唐昊了吗？怎么唐昊没带回来，反而弄了一只10万年的柔骨兔呢？而且看这模样，这10万年柔骨兔似乎刚刚化形没多久，这不应该出现在人类世界才是。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是一脸懵逼。不过自家楼主已经交代了，他们也不敢多问。随即杨白轻轻抱起小舞，就和阴黑一起找到摘星楼中治愈系魂师治疗去了。而金鳄斗罗
其速度可比叶天成快上不少，毕竟他体内剩余的魂力更加充沛。一天之后，也同样出现在武魂城外。看着高大巍峨的武魂城，金鳄斗罗的心中此刻有些复杂。上一次去抓捕唐昊，结果被唐昊父子跑了也就算了，而这次竟然半路杀出个摘星楼主，一想到那只10万年化形魂兽，金鳄斗罗就有些心痒痒。奈何叶天辰不是什么阿猫阿狗，他也没有任何办法。轻轻叹了一口气，金鳄斗罗苦笑一声，随即大步流星走进了武魂城。不一会儿的功夫，金鳄斗罗就来到了供奉殿外。没等金鳄斗罗上前推开大门，供奉殿内的千道流就已经感应到金鳄的到来，随手一挥，一道魂力闪过，供奉殿大门就被缓缓打开。金鳄斗罗身体明显一顿，不过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进去。一进大殿，金鳄就发现自己大哥一脸平静地看着自己，似乎已经预料到了自己的结局。回来了，金鳄。没有任何多余的询问，千道流仅仅只是简单的5个字，就让金鳄斗罗瞬间有些破防。大哥，这次我又失败了。此话一出，千道流顿时直起了身子。也就是说，金鳄此行的诺丁城还真有唐昊藏身？哦，莫非那位神又插手了不成？千道流有些紧张了。所谓一而再再而三，这位神恐怕是要找继承人，否则没有理由会这么保护着一个刚成就的封号斗罗。而这也正是千道流比较担心的。他们武魂殿和昊天洞的关系可是一直明争暗斗，若是唐昊成就了神位，千道流不用想都知道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毁灭武魂殿。不过千道流不知道的是，这次金鳄可是连唐昊的影子都没看着。听着自己大哥那灵魂发问，金鳄显得有些局促，毕竟说出来也太丢人了。但奈何面前这位是自己大哥，金鳄也不会躲躲藏藏。深深吸了一口气，金鳄也开始讲述起来。大哥，这次金鳄前去那诺丁城，确实唐昊就藏在哪儿。不过金鳄并没有直接和唐昊对上。在我到了诺丁城之后，摘星楼那位已经和唐昊大打出手，两人大战过一场。等我赶到战场，唐昊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说到这儿，金鳄的声音开始低沉下来。千道流闻言则是微微皱起眉头，他倒是没有想到摘星楼主会出现在诺丁城。不过仔细一想，他也就释怀了。叶天辰前往诺丁城，大概率也是得到了唐昊的消息。至于唐昊为何能够和叶天辰一战还能成功逃走，千道流猜测还是神的力量在作祟。看着自己面前神情有些低落的金鳄，千道流瞬间就舒展了眉头。不管怎么说，唐昊这件事既然引起了叶天辰强烈的兴趣，千道流相信叶天辰是不会坐视一位拥有神庇护的家伙继续存在这世间的。在千道流心里，叶天辰和他和金鳄其实都是一类人，一类为了消除所有不稳定因素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杀戮的强者，只不过他们之间分属不同阵营罢了。金鳄，这次唐昊逃了也就逃了吧，今后恐怕叶天辰也会对唐昊追杀到底，倒也算一件好事。不过你又为何如此狼狈不堪呢？说到这儿，千道流也是忍不住打量了一下金鳄那灰头土脸的模样，看样子似乎是和别人大战过一样。金鳄闻言有些复杂，随即也是说道：大哥，我到诺丁城后又和叶天辰一场恶战，这才弄成这样。说罢，金鳄随意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袍。千道流则是有些无语了，这两人怎么还能打起来呢？毕竟谁也奈何不得谁，火拼下来不浪费魂力的吗？似乎是预料到自己大哥会对此感到疑惑，金鳄随后就解释起来：大哥，你不知道这次叶天辰在诺丁城不仅和有神相助的唐昊一战而不败，还抓住了一只10万年魂兽化形的小女孩。金鳄觉得那只10万年化形魂兽若是能被我带回给小雪献祭的话也是不错，就没忍住。毕竟那时候叶天辰体内魂力也没剩多少了。说到这儿，千道流也没话可说了，毕竟人家是为了自己孙女儿能拥有一个10万年魂环，他千道流还能说啥？不过一提到10万年魂兽化形，千道流也是有些心动。就如金鳄所说，若是自家雪儿能够拥有10万年魂兽献祭，那对于今后更快获得天使神位，那绝对是有帮助的。奈何看金鳄这模样，想来二人火拼下来，金鳄并没有讨到什么好。算了，10万年魂兽罢了，他叶天辰既然抢去了，千道流也只能作罢。毕竟他不会离开武魂殿半步，不会离开千仞雪半步。金鳄，就这样吧，想必这次你和他交手也能明显感受到他的成长。叶天辰此人，已经彻底成长起来了，就是我亲自出手，怕是也留不下他了。你下去好好休息吧。是，大哥。金鳄没有继续多说什么，随即点点头就转身离去。当金鳄走后，千道流也是有些复杂，他此刻只希望自家雪儿可以快些成长起来吧。
雪儿，爷爷等你，等你成为魂斗罗的那一天，爷爷就废了比比东，让你担任我武魂殿的教皇。冷冷说了一句之后，千道流缓缓来到天使神像前，随即便如老僧入定，不再有一丝多余的动作。而在索托城中摘星楼之巅，经过一夜调理恢复，叶天辰终于将耗尽的魂力全部补齐。重重吐出一口浊气，叶天辰眼中开始思考起了未来的方向。他已经是97级的封号斗罗，甚至即将突破到第98级，或许要不了多少年，他就可以成功破进99级，成为如同千道流一样的存在。只是到了那时，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会摆在面前，他不想一辈子困死在封号斗罗，可是成神这2个字说起来轻飘飘，叶天辰却是一点思路都没有。毕竟成神可不是简简单单，光看那唐昊一丝神力附着之下，竟然拥有这般恐怖的实力，就不难看出神和封号斗罗之间那是宛如天地一般的差距。唉，没想到当初心心念念的封号斗罗境界，今日却成了一个束缚。神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许千道流那老家伙知道的更多些。自顾自念叨了几句，叶天辰摇摇头，将脑海中那些有的没的统统抛之脑后。现在说这些没有任何意义，还是等成就99级之后再去追寻神的答案吧。这样想着，叶天辰也就陷入了往日的平静。不过很快，阴黑阳白二人就直接带着小舞到来了。伴随着阴黑阳白二人朝着摘星楼之巅飞跃而来，被杨白提在手中的小舞此刻已经显得格外平静。摘星楼，小舞之前在诺丁城中也听说过这个势力，也知道自己可能会面临着什么。毕竟从他身边的这2人都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小舞就知道他这一辈子要么化作魂师的魂环，要么就待在摘星楼一辈子。不过小舞也不是没有值得开心的地方，虽然摘星楼中他作为10万年魂兽可谓是险象环生，但只要那位不发话，他知道自己比在任何地方都要安全。加油！没等小舞继续多想，阴黑阳白二人便已经来到摘星楼之巅。轻轻落地之后，杨白放开了小舞，对着叶天辰微微行礼。阴黑、杨白，拜见楼主。叶天辰罢手，示意2人不必多礼，随后又将目光转移到了小舞身上，随意打量一眼，叶天辰就知道这只小兔子身上的伤势已经无大碍了。看着自己面前这个一脸平静的男人，小舞说不紧张那是假的，毕竟这是一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还不是一般的封号斗罗。似乎是看出了小舞的那一丝怯懦，叶天辰随即微微一笑，如沐春风。阴黑阳白二人都看呆了，不过自家楼主的事，他们可不会随着插手。小家伙，说说吧，你来自哪里？平静地看向小舞，叶天辰缓缓开口说道。小舞听罢也不再犹豫，更不会隐瞒，此时此刻真话假话，他明白自己面前这个男人一眼就能看出。我叫小舞，来自星斗大森林。点点头，叶天辰并不觉得奇怪，若是面前这只小兔子随意说了一个地点，叶天辰估计会当场将其斩杀。毕竟摘星楼留下的只能是对他忠心耿耿的杀手。阴黑阳白二人一听这只10万年化形的小兔子是来自星斗大森林，也是有些震惊。毕竟星斗大森林之中并没有传出有10万年柔骨兔的消息。不过一想到星斗大森林的恐怖，还有自家楼主曾经说的那些超过10万年修为的凶兽，也就释然了。偌大的星斗大森林里藏着一只10万年柔骨兔，这很正常吧？本座很是好奇，按理来说10万年魂兽若是想要化形成人重修武魂，那也应该在森林中提升到60级以上修为，方才会进入人类世界才是。而你这只小兔子，看模样不过6、7岁的样子，修为更是只有10级，连第一魂环都没有凝聚，又怎么想到要进入人类世界呢？此话一出，阴黑阳白二人也是侧耳倾听，这件事他们也是感到极为奇怪。小舞听罢，缓缓回忆起了自己的母亲，脸上的表情也从怯懦开始变得狰狞起来，随后2行泪水开始从眼角缓缓滴落，小小的身躯里开始散发一股淡淡的杀意。猛地一抬头，小舞小小的脸蛋上写满了坚定。我是为了给我母亲报仇。一瞬间，小舞用力嘶吼出声。阴黑和杨白哪怕已经杀人无数，也能感知到小舞心中那股真真切切的杀意。但叶天辰的关注点显然不在这里。小舞这么说，也就是说他的母亲也是一只10万年的柔骨兔，而且应当是被人类魂师猎杀了。没有理会小舞那崩溃的模样，叶天辰嘴角微微上扬，随即又戏谑地问道：那不知你想杀谁？此话一出，阴黑阳白二人也是来了兴趣，毕竟能够斩杀10万年魂兽的家伙，定然是一位封号斗罗无疑了。小舞脑海之中缓缓浮现出比比东那副模样，眼中也是杀机涌现。武魂殿教皇比比东，卧槽！听到小舞说出比比东3个字的时候，阴黑和杨白二人的反应不一。阴黑直接震惊了，原来是比比东那娘们儿斩杀的小舞母亲。
当然，他真正惊讶的原因在于上代武魂殿教皇千寻疾可就是他们摘星楼做掉的。这次如果小舞继续在摘星楼留下，往日的那一幕会不会再次上演呢？相比于阴黑，杨白则是觉得小舞有些天方夜谭。比比东可是接近95级的封号斗罗，小舞不过一只10万年柔骨兔化形罢了，何能说要杀了比比东呢？除非自家楼主亲自出手，否则即便是杨白和阴黑两人一同出手，也没有任何把握能够斩杀比比东。但杨白很了解自家楼主，要让自家楼主亲自出手斩杀比比东，那几乎是一件不可能之事。而叶天辰在听到小舞说出比比东3个字的时候，依旧是一脸平静。小舞想杀谁，这是他自己的事，摘星楼中不会有人替他出手。何况叶天辰带他回来，仅仅只是想让他服务于摘星楼，替摘星楼执行任务罢了。倒不是叶天辰看上了小舞的天赋，只是一只10万年魂兽，叶天辰总不能白白看到唐昊那家伙捡便宜吧。轻轻叹了一口气，小舞说出比比东3个字的时候，内心深处也平静了不少。这是他活下去的信念，为他的母亲报仇。小舞，按你的话说，比比东吸收了你母亲的魂环。就在这时，杨白却是发现了可疑之处。比比东早在5年前就已经成就了封号斗罗，9个魂环全部集齐，第9魂环虽然也是10万年级别的，但杨白毕竟和比比东亲自接触过，那第9魂环充满杀戮和邪恶的气息，不可能属于一只柔骨兔。小舞有些懵，不过还是木讷的点点头。这件事是大明二明亲眼所见，小舞相信他们不会骗自己。那可就奇怪了，比比东5年前就已经成就封号斗罗，又如何能够再度吸收魂环？杨白心中能加疑惑了，毕竟不是谁都和自家楼主一样，而且哪怕是自家楼主，那也不是吸收魂环，只不过是吞噬魂环的力量为己用罢了。杨白此话一出，阴黑也是反应过来，虽然他不知道比比东的具体情况，但杨白显然不会胡说。杨白又认真看了一眼小舞，确定小舞没有在说谎，心中那股疑惑让杨白有些烧脑，只能是看向自家楼主。叶天辰微微一笑，看着杨白缓缓解释道：杨白，不必怀疑，那比比东我再清楚不过了，他可是双武魂。6年前叶天辰采阴补阳那一晚可就已经发现了，不过叶天辰可不畏惧比比东这份天赋，因此也一直没说出来。而今日既然杨白他们有所疑惑，索性就让他们知晓一些比比东的底细也好，省得今后在比比东手中吃亏。双武魂，阴黑杨白二人顿时心头一惊，双武魂意味着什么他们很清楚，可以先将一个武魂提升到封号斗罗级别，再给另一个武魂添加魂环，一开始从第1魂环起便可以是万年魂环，而比比东更是直接猎杀10万年魂兽。不过阴黑杨白一想到自家楼主那同样不可思议的魂环配置后，也明白了自家楼主不放在心上的原因。可是他们不行啊，今天他和阴黑可算是开了眼，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10万年魂兽化形，选择6岁进入人类世界，小年纪口出狂言，刺杀比比东。武魂殿教皇竟是双武魂拥有者，阴黑杨白就很难评。相比于阴黑杨白二人得知比比东是双武魂之后，只是震惊多一些，小舞就显得格外阴霾。一位接近95级的封号斗罗，还是双武魂拥有者，更是武魂殿的教皇，他真的有机会斩杀比比东吗？小舞不知道，但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他就不愿意放弃。望向叶天辰，小舞心头微微一动，面前这个男人或许能让自己有更多机会。他知道此刻哪怕让他离开摘星楼，他也不会离去了。努力奋斗。默默看了一眼小舞那坚定的眼神，叶天辰心中微微一动，这股子狠劲不错，有一些摘星楼的感觉了。小兔子，从今以后你就暂且留在我摘星楼吧，以后你就跟着阴黑供奉，就由他教导你杀人修炼。6年之后你便要开始执行任务，记住，你只有一条命，死也得给我死在摘星楼内。听着面前这位摘星楼主如此一说，小舞心中没有犹豫，随即跪倒在阴黑面前。阴供奉，今后小舞就拜托您了。阴黑神色有些复杂，说实话他并不想管这档子事，但奈何自家楼主发话了，他也不可能拒绝此事。而且看着小舞那坚定的眼神，尽管阴黑很清楚小舞这辈子都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斩杀比比东，何况他还是一只10万年魂兽，在人类世界就是一块香饽饽。楼主，阴黑遵命。说话间，阴黑将跪在地上的小舞缓缓提起，有些无奈的放到自己身后。杨白这家伙全程就这么静静看着，也不说话。不过从他嘴角的笑意不难看出，对于阴黑的遭遇，杨白表示安莫能助，只能是精神上鼓励他。其实现在叶天辰也是有些无奈，这小舞杀了没什么太大用，放了也不可能，毕竟是一只10万年魂兽，那就先养着吧，毕竟也只有6岁。想了想，叶天辰觉得还是先这样吧。
看向阴黑阳白，叶天辰随即又交代起了另一件事，那就是独孤博所说的要员。对了，阳白、阴黑，3日之后，你们陪本座走一趟落日森林，看看独孤博所说吧，那要员究竟如何？叶天辰话音落下，原本有些苦瓜脸的阴黑瞬间面露微笑，他等这一天可是有些迫不及待了。阳白也是嘴角露出浅浅的微笑，显然也是极为感兴趣。我等明白。随着阴黑阳白二人对视一眼，两人异口同声，叶天辰也就挥挥手让他们下去了。阴黑阳白带着小舞走后，叶天辰轻轻叹了一口气，虽然自己魂力已经全部恢复，但当日和金鳄火拼10血祭天魔琴还是让他有些元气受损，自身精血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摇摇头，叶天辰就返回楼阁之中，静静修炼着，等待3日之后前往落日森林。就在索托城摘星楼和武魂殿都陷入平静之时，在诺丁城发生的一切也在整个斗罗大陆疯狂传播。首先是昊天斗罗唐昊异军突起，竟然能够独自抵挡摘星楼主这位恐怖强者而不败。其后又有武魂殿2供奉，几十年不曾出动的金鳄斗罗和摘星楼主在诺丁城外一场恶战，最终也是以各自退却而收场。整个斗罗大陆议论纷纷，不过更多的则是惊讶，既惊讶于唐昊这位新起之秀的恐怖实力，也惊讶于摘星楼主强大实力。毕竟能够连续应对2人而不败，这可不是一般封号斗罗能够办到的。尤其是金鳄斗罗，还是成名已久的98级封号斗罗。七宝琉璃宗。当宁风致得知在诺丁城发生的一切后，显然有些不淡定，因为他实在是想不明白，唐昊这家伙何德何能，能够与叶天辰一战而不败。别人不知道，他宁风致可是清楚得很。先不说叶天辰手中那天魔琴的恐怖诡异，就说叶天辰97级的绝世实力，天下间除了武魂殿金鳄斗罗和千道流，还有昊天宗消失几十年的唐晨之外，宁风致想不出还有何人是叶天辰的对手。哪怕是金鳄斗罗，也不过是有抵挡之力罢了。更何况叶天辰那一身让人不可置信的魂环配置，宁风致真的有些想不通，到底是唐昊真的有这么强大，还是他们七宝琉璃宗太菜了呢？狠狠吸了一口冷气，宁风致觉得自己有些晕乎。就在这时，剑斗罗和古斗罗也匆匆走了进来。风致，你听说了吗？诺丁城唐昊竟然这么强势！古斗罗激动之下，说话都有些不太利索，但也纯是被震惊到的。唐昊才成为封号斗罗几年，不是古斗罗吹，唐昊哪怕拥有10万年第9魂环，现如今也绝对不会超过94级。一个94级的封号斗罗，如何是一名97级的对手？何况那人还是摘星楼主。一想到自己几年前的遭遇，就是剑斗罗也是忍不住开口询问起来。风致，这件事可否属实？宁风致此刻真的不愿相信这是真的，整个诺丁城的魂师可都是看得清清楚楚。剑叔，没错，这件事属实。闻言，剑斗罗沉默了一会儿，随即惊呼出声：不对，风致，那唐昊万万不可能有实力对抗摘星楼主，除非他身上隐藏了什么秘密。是了，就是这样，不然为何武魂殿会对他穷追不舍？当年金鳄斗罗亲至昊天宗擒拿唐昊，也被对方给逃了。唐昊的身上一定有什么秘密。剑斗罗神情激动，颇有一种云开见日出之感。不过很快，他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则是满脸疑惑。可是这唐昊身上又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秘密，会让金鳄斗罗和摘星楼主都对此如此感兴趣呢？古斗罗也是摇摇头，他们又怎么知道唐昊身上发生了些什么呢？而宁风致却突然笑出声来：剑叔，古叔，不管唐昊身上有什么秘密，我们也插手探寻一番，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比起找人，摘星楼也好，武魂殿也罢，可都比不上我七宝琉璃宗。轰！宁风致的话仿佛一个潘多拉魔盒，剑斗罗和古斗罗眼中瞬间金光闪过。唐昊不知不觉间又被一方势力盯上，也不知唐三得知这一切会作何感想。而在武魂城教殿中，当比比东得知在诺丁城发生的一切之后，也是瞬间明白为何金鳄斗罗这段时间没有见到他的身影，原来是去寻找唐昊去了。有意思，一个唐昊刚刚成就封号斗罗没几年的家伙，竟然能让金鳄这老家伙几次三番亲自出手，就连叶天辰也没能留下他吗？说你唐昊身上没有秘密存在，谁又相信呢？比比东喃喃自语着，对于这件事他也很感兴趣，毕竟他的罗刹神考第3考可是要他亲手杀死一名95级以上的封号斗罗，并吞噬其灵魂。至于罗刹神考第2考，猎杀10万年魂兽并成就封号斗罗，他要在几年前就完成了。第3考却迟迟没有动静的原因，除了实力不够之外，还因为目标不好选择。达到95级以上修为的封号斗罗总共就没多少，比比东也不敢轻易行动。可是唐昊嘛，
若是等唐昊成就95级时，比比东可是能调用武魂殿的力量完成第3神考，这何乐而不为呢？甚至还能知晓唐昊背后的秘密。比比东有些心动了，但这一切还得继续等待一段时间才行，谋而后动，永不过时。3日后，叶天辰从摘星楼之巅一跃而下，径直朝着落日森林的方向而去。在其身后，殷黑阳白2人也是紧紧跟随，一同前往落日森林独孤博的药园。2日之后，3人就进入了落日森林之中。此刻，独孤博也早早的等待着。1天前他就收到杨白的消息，说明了楼主要来，因此他也不敢耽搁，已经等候多时了。属下独孤博拜见楼主。看到独孤博，叶天辰神色不变。此时此刻，他只想看看那处泉眼究竟是不是传说中的冰火两仪眼。好了，独孤博，不必多礼，快些起来，带我们去见识见识你说的那处药园吧。微微一愣，独孤博也不敢说不。属下遵命。不一会儿的功夫，在4人恐怖的速度之下，就来到了独孤博所说的药园，一处如同天坑一般的洞穴。叶天辰并没有理会独孤博此刻一脸自豪的表情，而是将目光都向了面前洞穴内的情景。令他有些惊讶的是，眼前洞穴内的温泉与他想象的并不一样。温泉面积并不大，但却分成2块椭圆形的水潭中，温泉水的颜色竟然分别是乳白和朱红。更为奇异的是，他们虽然在这同一水潭之内，但却泾渭分明，彼此之间互不侵犯，始终保持在自己一侧。那滚滚而上的水蒸气，正是由2种温泉之间的位置所产生的，不断的升腾而上，直到山口的位置才徐徐散去。这是……叶天辰看着眼前一幕，身体因为激动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他怎么也没想到，竟然会在这个世界看到如此瑰丽的一幕。虽然他以前从未亲眼见过冰火两仪眼，可是在他记忆之中却有着一个类似的情景描述。这就是冰火两仪眼，一处天然的聚宝盆。这所谓的聚宝盆，指的当然不是黄白之物，而是对于药物来说的聚宝盆，也是特殊的天然环境。在聚宝盆的环境下，普通植物是根本无法生长的，因为普通植物不能适应那特殊的气候，但聚宝盆却是所有珍稀植物的衍生地，而且会让这些珍奇的植物生长时间以10倍计的缩短。简单来说，如果一株灵芝生长在聚宝盆任何一地10年，就会有100年灵芝的效果。聚宝盆拥有的得天独厚条件，乃是钟灵天下之秀，天地灵气所聚集之所。冰火两仪眼，这竟然真的是冰火两仪眼！冰火两仪眼指的是眼前这得天独厚的泉眼，一眼双生，两仪互克，千万年也未必能够形成一处的宝地啊！一生之中能够见到天地精华凝聚之所的聚宝盆，叶天辰又怎能不激动？冰火两仪眼不仅养物，同样也对人体有着极其特殊的作用。一旦人类或者动物在冰火两仪眼旁边生活，那么短时间内身体就会被2种极端属性的天地灵气冲击，如果不能及时离开，必定会爆体而亡。可对于像独孤博这样一身剧毒的人来说，却有着天大的好处。极热与极寒对毒物都有克制作用，也就适合独孤博在此修炼。冰火两仪眼周围遍布着各种各样的植物，千姿百态，看上去就像一个植物的乐园。而这里的植物却无不是珍稀之物，只是一眼望去，叶天辰就已经有些目瞪口呆了。就在他面前不远处，靠近乳白色温泉边缘，有一丛看似像小虫一样的东西。叶天辰小心翼翼地蹲下身体，仔细观看，内心顿时充满了强烈的震撼。这是雪蚕，冬虫夏草中的极品雪蚕。他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东西，心跳的度似乎更加快了几分。虫草本身就是一种极品药材，所谓的冬虫夏草，简称虫草，其实是一种虫生菌，低等寄生菌类植物。这种虫草真菌冬天寄生在鳞翅类昆虫，生活在高山上的蛾类、蜂类的幼虫、蛹或成虫体上，侵入它们的体内，吸取养料，待菌丝逐渐盐充满了虫体，幼虫就僵硬而死。到夏季，真夏季，真菌孢子在死虫体内繁殖，从虫的头顶上长出带有一个棍棒形状的子实体，这种是虫草。虫草也因而得名。而雪蚕则是对虫草中极品的另一种称呼。这种虫草外表灰白色，上有环纹，全身有足8对，以中部4对最明显。至光故意折断，断面略平坦，白色微带黄。子实体细长，深棕色至棕褐色，呈圆柱开，一般比虫体长，顶部有稍膨大的孢子，外色黄亮，内色白，丰满肥大，不但比普通虫草要大，功效也要好得多。此时呈现在叶天辰面前的雪蚕，比他印象中潜意识的雪蚕要足大了1倍以上。这一丛至少有数斤之多，虽然雪蚕还算不上天才地宝，但如此质量的，叶天辰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过。紧接着，叶天辰又注意到雪蚕旁的另一株植物，此物外皮黄褐色，断面黄红色，单叶互生，叶柄细长而弯曲，叶片卵状心形，
先端渐尖，夏季从叶叶开出黄绿色而具紫斑的小花，曲折条形，十分奇异。这是朱砂莲，居然能长得这么大。与虫草的滋补不同，朱砂莲性喜阴寒，本身寒性很强，克燥热，也是一种珍贵药材，对于火毒治疗有奇效。不论是雪蚕还是朱砂莲，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如果是平时见到这两种药草，恐怕叶天辰直接就会被它们所吸引。但此时此刻，他却无暇仔细观察，因为他的目光很快就被一股淡淡的香气引了过去。那是一朵淡粉色的大花，无叶，茎长3尺，花朵极大，直径足有1尺，每一片花瓣看上去都像水晶一般晶莹剔透。淡粉色的花朵随着水雾轻轻摇摆，生长在红白两色泉水相交处的岸旁。叶天辰此时距离这朵花还有10余米的，却依旧能够闻到那股淡淡的幽香。花蕊是淡紫色的，就像一颗颗紫色的钻石镶嵌在那里。香气传得虽远，却并不浓郁，淡淡的清香，宛如处子体香一般动人。当叶天辰看到这朵粉红色的大花之时，整个人不禁有些呆滞，因为还有一段距离，一时间他也没有认出这种花究竟是什么。下意识的快行几步，来到大花旁，轻嗅，花香依旧，并没有因为他的靠近而变得浓郁，依旧是那种淡淡的清香味道，沁人心脾。令叶天辰原本因为在这冰火两仪眼旁开始有些不适的身体得到了些许缓解。这是什么花？感觉上似乎有些奇怪，叶天辰隐约觉得这种花在自己脑海中是有印象的，可一时之间却又有些想不起来。他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眼前这朵花并不是天才地宝，而是一株真正的仙品。叶天辰下意识地转过身，想要去看看其他的药材。就在他刚刚转过身时，突然看到了奇异的一幕。原本周围尽是黑暗，可此时却都变成了一片粉红色。这粉红色的光照大约有直径10米左右，颜色很淡。但叶天辰封号斗罗级别的实力何等敏锐，他立刻就判断出自己并不是眼花。再回身看向那朵大花，他这才现，这淡粉色的光照正是以这朵大花为中心形成的。脑海中阻塞瞬间贯通，灵光闪现之间，叶天辰冲口而出，叫出了这种花的名字：幽香绮罗仙品。深吸口气，叶天辰飞快地在冰火两仪眼周围绕了一圈。仅仅是粗略的观察，他就已经看到无数珍宝，就连9品紫芝这样的宝物也有。叶天辰至少已经看到了7、8种仙品药草，上等的药材更是不计其数。在这些药草之中，有毒的虽然占据了1半以上，但有益处的却也不少，就像冰火两仪眼中的2汪泉水一般，在此分庭抗礼。此刻不仅仅只是叶天辰心生激动，殷黑阳白2人也是格外兴奋。看着这满地的天才地宝，他们心中已经乐开了花，心中对独孤博也是更加亲切，见字欢喜，祝愿何为书友平安喜乐。当然，独孤博此刻也知道殷黑阳白2人打的什么主意，毕竟2人此刻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没有犹豫，叶天辰缓缓来到一株白色的八角仙草面前。那白色药草顶部看上去像一朵白色的大花，八角状，中央如同冰晶一般的闪烁着点点花蕊，没有任何香气流露。而它所在的位置正是寒极阴泉一边的中心点。从魂导器中取出一把匕首，叶天辰随手一划，一道比寒光过处，八角白色大花应声而落，跌在药草之间。刹那间，一股寒气弥漫而出，周围的药草上都挂上了一层淡淡的白霜。此物名为八角玄冰草，其寒花品，能使人心寒意冷，中枢麻动。此草10米之内冷气逼人，时间稍长就会寒毒攻心，无药可治。别说是吃，就算是在他旁边都要倒霉。想要摘下它，必须用金铁之物方可。割下八角玄冰草后，叶天辰并没有在这边停留，也没有去捡起它，而是飞快地跑到冰火两仪眼的另一边，炽热阳泉的中心位置。这一次，他的目标是一颗宛如白菜样式却通体火红的植物。犹豫片刻，叶天辰还是站在距离他10米外的地方，缓缓提起双掌，伴随着魂力的凝聚，手掌渐渐变成如墨一般。几乎只是一弹一落之间，叶天辰就已经来到了那株火红色的药草旁，双手急挥而出，从根部将这株火红色的药草挖掘了出来。和之前那极寒的八角玄冰草正相反，叶天辰这次摘下的却是一株拥有顶级火毒的剧毒仙品烈火性胶书。此物只生长在炽热之地，哪怕在岩浆中也能生存，所有作用都和八角玄冰草正好相反。阴黑阳白还有独孤博见到这一幕，并没有丝毫的动作。他们虽然不知道自家楼主这是做些什么，但既然叶天辰没有招呼他们，他们就好好守着便是。看了看冰火两仪眼泉水中间位置，叶天辰嘴角微微一笑，随即伸出修长的双掌，两边一吸，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2株仙草就落到叶天辰手中，一边至阴至寒，一边至阳至刚。此刻哪怕叶天辰魂力充沛，也感受到2株仙草带来的压力。2种仙品虽毒，但在被克星克制之后，却再无之前的霸道，入口即化，
化为精液顺喉而下。叶天辰只觉得舌底生津，清香四溢，味道真是不错。叶天辰心中暗暗想到，希望接下来他们不要太火爆才好。几乎只是3次呼吸的时间，叶天辰的身体剧烈的颤抖了一下，紧接着一层冰蓝色从他脚下直接升起，眨眼间整个人已经完全变成了蓝色，紧接着又是一层红色升起。这时的叶天辰看上去就像刚刚煮熟的虾子一般，蓝红交替，看上去极其奇异。没有丝毫犹豫，叶天辰直接纵身一跃，落入了冰火两焰之中。楼主，这阴黑阳白还有独孤博霎时间脸色煞白，自家楼主这也太冒险了吧。不过他们此刻阻止也已经来不及了，只能希望自家楼主不要出现任何意外。扑通一声，叶天辰整个人已经没入泉水，转瞬间沉入其中。他之所以没在吃下2种仙品药草后立刻投入水中，就是要等药效作，否则只要略早片刻，落入水中的他就将尸骨无存。此时药效作之后再入水中，他却并没有过多的感觉了，因为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胶书带来的感觉已经令他对外界的一切感知都瞬间消失。叶天辰之所以决定选取这2种药草，自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2种仙品剧毒之草在这冰火两眼周围并不是品质最好的，只能算是很普通。如果单是一种，别说是吃，哪怕就是在其旁边也会立刻陷入极度的危险。但是冰火相克，当2种药草聚集在一起时，就会出现刚才那中和的效果，这也是唯一服用2种药草的机会。当然，2种药草的冰火特性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服用它们之后，叶天辰依旧要承受强势的冰火洗礼，一旦身体支撑不住，立刻就会爆体而亡。不过好在叶天辰可是97级的封号斗罗，这点压力其实也还在可控范围之内。叶天辰选择服用它们，最重要的是因为眼前的冰火两仪眼。因为根据天玄大陆的文献记载，想要进入冰火两仪眼内，那么八角玄冰草加烈火性胶书同时服下是唯一的机会。这2种药草本身就是秉承了冰火两仪眼2种极端泉水气息而生，也只有它们才能克制2种泉水的恐怖威力。冰火两仪眼内的泉水随着叶天辰的跃入而翻腾了一下，时间不长，泉水涌动之间，叶天辰已经悄然沉没其中。水面重新恢复了平静，乳白与赤红仍旧是那样的泾渭分明，水汽依旧在空中弥漫着，所有的一切都回归于寂静之中。时光如水，从清晨到夜晚，也只不过是约升约落而已。夜幕重新降临，黑暗笼罩大地，冰火两仪眼的范围内也重新陷入了黑暗之中。而那沉入其中的叶天辰却依旧没有浮出水面，似乎他已经完全从这泉水中消失了一般。阴黑阳白也好，独孤博也罢，此时此刻他们都只能静静地守候在原地，等待着自家楼主平安归来。而他们所不知道的，此刻叶天辰正沉浸在冰火两仪眼之中，一道道至阴至阳的力量从泉水中不断浸透叶天辰体内，洗刷着叶天辰的周身经脉，他的骨骼和肉身开始得到强大，就连5脏6腑也不断增强着，体内暴躁的药力也开始转化为精纯的魂力，开始和他体内磅礴的魂力交融。一瞬间，当叶天辰双眼睁开，他吸收的速度也开始急速加快，整个冰火两仪眼开始形成一个漩涡，围绕着叶天辰的身躯不断的传输着能量。等待多时的阴黑阳白还有独孤博3人此刻都惊呆了下巴，他们能够清晰地感应到，在冰火两仪眼的底下有着强烈的魂力波动，这是属于他们楼主的气息，并且这股气息还在不断的增强之中。阴黑和阳白2人的神色也从一开始的担忧变成了浓浓的羡慕。不过他们也很清楚，面对这恐怖的冰火两仪眼，即便他们已经是封号斗罗的修为，也不敢随意冒险。哈哈，看来楼主并没有什么事，反而是天大的机缘造化，当真令我等心生慕意啊。阴黑咧嘴一笑，阳白此刻也是面露笑意。独孤博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开始好奇起来，这冰火两仪眼究竟是何物，又有着怎样的功效？这一切的一切，他虽然现在并不知道，但只要等自家楼主出来之后，他便能一解心中所惑。终于，当黎明破晓之时，一道金光从东方直接射入整个洞穴之中，冰火两仪眼的上方也开始不断的翻滚着，一股独属于97级封号斗罗的气息蔓延在整个洞穴之中。紧接着，叶天辰的身躯便从冰火两仪眼之中一跃而出，悬浮在空中，阴黑阳白独孤博他们入目之处，宛若冰肌玉骨。霎时间，满洞生香。但这还没完，随着叶天辰身躯之中不断涌出庞大的魂力波动，他的体内魂力整个开始达到一个极限。水涨船高之下，体内魂力丝毫不受叶天辰的压制，开始向着98级冲击。轰轰轰！此刻叶天辰心中也是明白赌不如输，之前一直选择不突破，就是担心突破太快造成根基不稳，魂力不纯。
但现如今已经抑制不住了。啊！随着叶天辰一声怒吼，磅礴的魂力如同滔天巨浪，仅仅只是一瞬间，他的魂力便冲破了98级大关。与此同时，叶天辰也没闲着，魂力的突破后，他也开始了魂力提纯。千万不要小看一个魂师魂力纯度带来的战力变化，魂力越纯，其破坏力也就越恐怖。而那些魂力斑杂的魂师施展魂技，看似恐怖如斯，实则只是水中净月，伤害极低。这就是98级的力量吗？微微吐出一口浊气，叶天辰有些感叹，个人实力的提升永远才是最正确的道路。而阴黑阳白还有独孤博三人，当叶天辰突破98级的一瞬间，三人就感受到那股无与伦比的压力。也幸好他们三人都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阴黑阳白也就眉头紧锁着，独孤博还未曾获取第9魂环，因此紧咬牙关，双腿也不断打战。不过很快，那股庞大的压力如同潮水，来得快，去得也快。独孤博满头虚汗，止不住的喘息，脚尖在虚空之中轻轻一点，叶天辰瞬息之间便来到他们三人身边。阴黑这家伙最是机灵，连忙迎接上去。恭喜楼主，贺喜楼主！楼主今日突破98级，从今以后，我摘星楼必定更上一层楼。杨白在一旁有些无语，这家伙可真是够了。独孤博就比较平静了，毕竟对于他来说，叶天辰是98级还是97级，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反正在场所有人中，他一个都打不过。叶天辰嘴角带着微笑，见阴黑这家伙这么殷勤，他决定要好好奖励他一下。阴黑，这些年来你在摘星楼可谓是尽心尽力，对本座也是言听计从，所有大事小物你都办得很到位。这么着吧，正好今日遇到这个洞天福地，本座就赐你一场机缘造化，你看如何？随着叶天辰话音落下，阴黑那颗小心脏开始扑通扑通直跳，眉眼之间尽是喜色。哈哈，楼主，阴黑拜谢楼主。说罢，这个显眼包还不忘对着杨白挑挑眉头，杨白就很无语，点点头。叶天辰随即手一伸，随着手中魂力运转，那株幽香绮罗仙品就被叶天辰牢牢抓住。阴黑，张嘴！啊！阴黑正奇怪自家楼主让自己张嘴干嘛之时，叶天辰手中的幽香绮罗仙品就猛然间塞入阴黑口中。随着叶天辰轻轻抬了一下阴黑下巴，阴黑本能的扬起头来，幽香绮罗仙品随即就被送去了阴黑腹中。嗨嗨嗨嗨！随着叶天辰收回手臂，阴黑也是有些莫名其妙。楼主，您不是说要给阴黑一场造化吗？怎么？没等阴黑说完，只见叶天辰嘴角一丝熟悉的笑容浮现，阴黑顿时知道大事不好。果然，下一秒，叶天辰一手扣住阴黑肩膀，猛地一提，直接将阴黑丢进了冰火两焰之中。楼主，您……没等阴黑说完，他的整个身躯已经落入了冰火两焰之中。扑通扑通，阴黑落入冰火两焰之后，瞬间就感受到了那股冰火两重天的恐怖之处。这一幕看得杨白咽了咽口水，独孤博更是眉头紧锁着。阴黑运转魂力，尽力吸收冰火两焰之中的力量，淬炼己身，这可是一件难得的机缘哦。听到自家楼主这么一说，原本还想快些出来的阴黑也是一咬牙，径直开始运转魂力。霎时间，他体内的幽香绮罗仙品此刻也开始发挥药效。幽香绮罗仙品化作一道道精纯的魂力，开始在阴黑体内肆虐横行。加之冰火两眼的恐怖力量，阴黑直接痛得有的颤抖。这时，叶天辰又缓缓转过头，看向杨白和独孤博二人。当叶天辰转过头来的一瞬间，杨白顿时觉得大事不好。楼主，您这是？杨白小心翼翼地问起叶天辰，尽管他的内心深处已经明白了接下来将要遭遇的。哦，怎么，杨白，你难道不想快些突破到第95级？此话一出，杨白脸色巨变，从一开始的担心到喜色颜开。楼主，您说的可是真的？瞬间，杨白就相信了叶天辰所说的话，自家楼主可不是一个打诳语之人。此时此刻，哪怕是独孤博也不能拒绝这种巨大的诱惑。尽管看向阴黑那有些痛苦的模样，但如果这样能够变得更加强大，他们也愿意一试。见此情形，叶天辰点点头，微微一笑。所谓机缘难得，这冰火两眼可是难得一见的存在。看向药园之中，选定目标之后，随着叶天辰隔空摄取入手心，8瓣仙兰瞬间飘到独孤博的面前。他的实力相较于杨白来说还是偏弱，因此服用这株仙品也更适合一些。紧接着，当叶天辰手掌微动之间，一株机关凤凰葵就出现在杨白面前。你二人快些服用，然后进入这冰火两焰之中吧。说罢，叶天辰也就轻笑一声，开始进入药园之中，继续辨认这些天材地宝。杨白和独孤博看着各种面前的仙草，心中有些复杂，看了看阴黑，二人对视一眼，眼中已经有了答案。
杨白兄，请。独孤博手一挥，颇有一种豪迈之感。哈哈，独孤兄，一同服用。刹那间，两株仙草就被二人吞入腹中，紧接着没有丝毫犹豫，两人猛然纵身一跃，直接落入冰火两眼之中。那至阴至寒的泉水瞬息之间就让他们感受到皮肤的灼热和冰冻。但与此同时，冰火两眼中蕴含的能量也在他们的体外开始不断的渗透入体内。随着他们体内的仙草开始挥发药力，他们也感受到了如同阴黑一开始的那种疼痛。尽管如此，杨白和独孤博也没有丝毫的退却。伴随着身体痛苦的同时，他们体内魂力也开始不断的翻滚起来。阴黑和杨白此刻都已经感受到那好久不曾增长的魂力开始急速上涨，他们的魂力很快就来到94级的巅峰。与此同时，体内的魂力并没有停止增长，而是不断累积，等待着达到一个极致。量变终究会促成质变，独孤博就不同了，他已经是90级的魂力，已经增长不了太多，因此进入他体内的魂力在无法继续增长之后，就转而开始强化独孤博的肉身。叶天辰就这么静静的看着，也不担心他们三人会出现什么意外。这2天，冰火两眼的能量被他吸收了一半还要多，现如今已经对封号斗罗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因此阴黑阳白他们也才能如此安然无恙。伴随着三人在冰火两眼之中由一开始的痛苦已经变得极为平静，他们已经适应了冰火两眼。1天1夜之后，阴黑阳白还有独孤博三人已经几乎将体内的药力吸收殆尽，就连冰火两眼之中仅剩的哪些能量此刻也是少之又少。经过了1天1夜的吸收，三人此刻虽然没有和叶天辰那般显得冰肌玉骨，但他们的躯体也被加强了很多。肉身力量的提升带来的是身体全面素质的提高，无论是速度还是反应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体内的魂力也在冰火两眼之中得到了淬炼，变得愈加精纯，这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忽然间，叶天辰紧闭的双眼猛然睁开，看向独孤博，随即手掌一握，独孤博的身躯便从冰火两眼之中被叶天辰射出。此刻，独孤博有些懵逼，自家楼主这是怎么回事？自己不是在冰火两眼之中修炼好好的吗？似乎是看出了独孤博心中的疑惑，叶天辰嘴角一笑，随即解释起来：独孤博，这冰火两眼对于你来说不可久待，否则寒冰之毒和赤阳之毒在你体内过多，你便会压制不住你那一身毒功，最终的结果不过是一死罢了。此话一出，独孤博被吓了一个机灵，他明白自家楼主可不会口出狂言，何况叶天辰毕竟是98级的封号斗罗，能看出他一身毒功的弊端也不足为奇。这楼主，您说的对，我体内的毒素，独孤博有些叹息，他体内的毒素随着自己修为越来越高，毒素也就越来越多，可是当毒素提高他战斗力的同时，也可能让他随时丧命。这一点独孤博不是不知道，只是很多时候就算知道，他也只能选择继续修炼。看着独孤博一脸低落的模样，叶天辰轻轻拍了拍其肩膀：放心吧，本座在，你这身毒并不是什么难事。本座有2个方法，不知你愿意选择什么？楼主您但说无妨。叶天辰点点头，也是将自己的方法说了出来。第一个方法很简单，本座亲自出手，用浑厚的魂力去帮你把体内的毒素全部清除。只是这样一来，你会承受极大的痛苦，甚至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经脉断裂而死。不仅如此，因为你的一身实力都在毒功之上，将你体内所有毒素清除之后，你的实力将大大下降。不知独孤博，你是否愿意？独孤博有些无语，看着自家楼主似笑非笑的表情，他顿时有些蔫巴。自己一身实力都在毒功上，这可不心肺。罢了，本座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鱼和熊掌兼得。楼主，您说。叶天辰此话一出，独孤博瞬间就激动了。这方法说起来也并不复杂，你之所以被毒素反噬，主要就是因为你修炼的毒功。如果你拥有的是气武魂，那么就好办多了，只需要把你体内的毒素凝聚在自己的武魂之上，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你现在使用的乃是兽武魂，所以毒素才会与自身融合。尽管你的魂力能够起到调动和压制作用，但它们却早已经成为了你身体的一部分，故此才会对身体产生极大的损伤。想要把你体内的剧毒保留下来，又不让它们伤害到你，就必须要找一个寄生体来作为毒素储存之所。我想，魂骨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闻言，独孤博也是开始思考起来。独孤博本身其实也是玩毒的大行家，听叶天辰这么一说，顿时明白过来，眼中碧光一亮：楼主，您是说让我将体内的毒素逼入魂骨之中，这样就不会伤害到我自身了？叶天辰点了点头，就是这个道理。对了，你那小孙女也是一样，你只要给她寻找到一块合适的魂骨，让她在修炼毒功时将毒素逼入魂骨之内，那么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此话听得独孤博一阵兴奋，
不过随即他又想到了这样做的一些弊端。独孤博皱了皱眉：“楼主，我修炼碧灵蛇武魂60余年，身体早已经和毒素融为一体，这毒可并不好逼，一个不好，恐怕反噬的只会更厉害。楼主，您不是在叫我如何自杀吧？”叶天辰淡淡的道：“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当然不是让你直接用魂力去逼迫。你说的对，那样做不但没有好作用，反而会引起更强的反噬。必须配合一定的药物引导，逐渐将你经脉、骨骼中的毒素一点一滴的过滤出来，集中到魂骨内部。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是1天2天能够完成的。毕竟现在的你本身就是一个毒人。当然，这件事叶天辰也不至于真的就不管不顾。届时独孤博需要用到的药材什么的，叶天辰也会给他配置。其实叶天辰还有一种更加简单的方法，不过就是独孤博容易入魔，他的天魔琴也能够将独孤博体内毒素直接消散。奈何这一身魔气，独孤博还是不要轻易沾染的为妙。就在独孤博陷入沉思之时，叶天辰不声不响从魂导器中取出一根魂骨，这是叶天辰当初突破90级时猎杀的那只10万年魂兽的躯干骨。当叶天辰手中这根魂骨出现在独孤博面前之时，独孤博就像是猫闻到了鱼腥味，霎时间就将目光集中到了这根10万年魂骨上。这是一只10万年魂兽的躯干骨！我的天啊！独孤博都看呆了，自家楼主拿出这样一件重宝是要干嘛？还没等独孤博从震惊中反应过来，随着叶天辰将手中魂骨一抛，这根10万年躯干骨就稳稳地落到独孤博怀中。扑通扑通，独孤博此刻的心跳直接加速，他眼睛都看呆了，机械地抬头看向叶天辰：“楼主，您这是赏赐给属下的？”独孤博瞪大了眼睛，满脸的不可思议。叶天辰微微一笑：“怎么，独孤博，莫非你不想要？既然如此，那就还回来吧。”不，楼主，独孤博何德何能，岂敢拒绝楼主您的赏赐？独孤博拜谢楼主您的赏赐。白了一眼独孤博，叶天辰也是摇摇头，看着手中这10万年魂兽产生的躯干骨，独孤博仿佛如获至宝，整个人右摸摸，左瞧瞧，愣是半天才依依不舍地放入自己的魂导器中。看着自家楼主，此刻独孤博只觉得自己真幸运，没有理会独孤博那仿佛要融化了的眼神。叶天辰此刻也看向还在冰火两眼之中的殷黑和杨白。对于给独孤博10万年魂骨这件事，叶天辰倒不觉得有什么，毕竟这冰火两眼可不比一根10万年魂骨来得轻。加上独孤博怎么说也是摘星楼的人，一根10万年魂骨罢了，早晚叶天辰都会送出去。只不过现在独孤博更需要一些罢了。此刻冰火两眼之中，殷黑和杨白两人也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们体内的魂力已经达到一个极限了，哪怕是肉身也已经不再吸收任何能量。此时此刻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突破。只有突破到95级，二人方才有进步空间。两人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现在就是突破的最佳时机。冰火两眼还可以提供些许能量，体内仙草又还没有彻底消化完，此时不动更待何时？此刻殷黑杨白二人也是早已清醒过来。殷黑扭头看了一眼杨白，两人瞬间就对视起来。殷黑嘴角微微上扬，脸上也是喜色颜开。杨白，今日我便要突破95级了，楼主手中那块黄金犀牛的魂骨一定是属于我殷黑的。哈哈，你就祝福我吧。你放心，等今后若是你遇到危险，拥有10万年魂骨的我必定帮你一把。你觉得怎么样呀，杨白？杨白就挺无语的，这殷黑还真以为这次可以吃定他了。哼，殷黑，你莫非以为今日就只有你可能突破95级吧？哼哼，今日我杨白也要冲击第95级，我就不信了，还能让你提前突破了不成？说罢，杨白加速运转魂力，整个身躯迅速开始吸收冰火两眼仅存的能量。与此同时，在杨白的头顶也形成一个空气漩涡，大量游离在天地之中的魂力开始不断灌顶。随后，杨白开始奋力炼化这些天地之间游离的魂力，将其一遍又一遍的炼化提纯。殷黑一看这架势，顿时也有些慌了，他可不想让杨白率先突破，也是有样学样，头顶之上大量天地中斑杂的魂力开始涌入殷黑的身躯，他的身躯也是不断的变化着。幸亏二人这一天一夜让肉身强大了不少，不然这种程度的吸纳天地之中斑杂的魂力行为也是和找死差不多。毕竟一般魂师修炼都是通过冥想来沟通天地之中的斑杂魂力，然后让其变得温和，方才吸纳入体内进行炼化。谁会和殷黑杨白二人此刻一样？不一会儿的功夫，整个洞穴之中所有游离的魂力都被二人吸纳一空。叶天辰见状也是眉头一皱，殷黑杨白二人已经到了极其关键的时候，可不能让他们功亏一篑才是。只见叶天辰对着上方山体就是一阵狂轰，
所有的山体也在顷刻之间破碎，随后被叶天辰强大的魂力浮动在虚空之中，伴随着叶天辰大手一挥，所有破碎的山体全部被丢出数百米之远。此刻正值午夜时分，一道皎洁的月光直射到冰火两仪眼之上。当空气完全流通之时，阴黑和阳白也开始向着更远处的天地获取魂力。一时间，他们头顶的魂力漩涡陡然增大数倍，磅礴的魂力进入体内，也让他们二人脸色巨变。大量的班杂魂力需要炼化，两人都竭尽全力，不停地炼化着这些魂力。霎时间，阴黑阳白二人就大汗淋漓。尽管此刻他们依旧还在冰火两仪眼之中泡着，而此刻当冰火两仪眼被月光照射后，此地整个地势也发生极大的变化。哪些天材地宝、仙根仙草全部轻轻一颤。叶天辰也是不再犹豫，这处冰火两仪眼已经能量耗尽了，不能再支持这些仙草和天材地宝继续生长了。眼见仙草灵根开始有细微变化，叶天辰不敢耽搁，很快便将此地所有的成熟仙草等全部采摘进入魂导器。其他尚未成熟的，除了剧毒之物，其余全部被叶天辰送去冰火两仪眼之中，开始散发精纯的魂力，支撑阴黑阳白二人的突破。做完这一切之后，叶天辰缓缓来到独孤博身旁，看着已经空空如也的药园，他还是挺不好意思的。不过当独孤博扭过头看向叶天辰时，叶天辰顿时又陷入了平静。独孤博，你已经到了90级的极限，你的10万年魂环，等待阴黑和阳白二人突破结束之后，我们便一同前去猎取吧。闻言，独孤博瞬间从失去药源的一丝伤感中变得欣喜若狂。他独孤博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而此刻，冰火两仪眼之中的阴黑和阳白二人也是开始冲击起来。95级的屏障和一般95级以下的突破不一样，95级以下几乎是魂力累积到了，突破也就不成问题。但95级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门槛。如果说91级到95级之间是斗罗大陆顶尖强者，那么95级以上的魂师，那就是一个势力或者帝国的核武器，其意义也是完全不同的。伴随着阴黑和阳白开始奋力冲破那层屏障，二人的身躯也开始高负荷运转着，整个身躯开始膨胀，一道道青筋暴起，整个身躯开始变得通红，甚至有些地方已经有血雾渗出。此刻即便是叶天辰也帮助不了二人，他们也只能靠自己了。能否突破95级，在此一举。咔嚓，终于随着一声脆响，杨白的身躯开始高速运转起来，他的95级屏障已经突破了。轰然之间，体内早已无处释放的魂力疯狂涌入那仿佛新出现的天地。杨白的脸上一股喜色油然而生，他终于是抢先在阴黑之前突破了。不过就在杨白突破的一瞬间，阴黑那边同样也是冲破了95级的屏障，体内汹涌澎湃的魂力得到倾泻，整个人都不由得松了一个口气。尽管阴黑没有在杨白之前突破95级，让他有些难受，但再怎么说他也是95级的超级斗罗了。只有到了这个级别，他们方才有实力代表摘星楼周旋于整个大陆，否则哪怕二人联手尚未突破前，就算是七宝琉璃宗，他们也只能望洋兴叹。叶天辰看着阴黑和杨白如此迅速就突破到了95级，也是格外的高兴，今后摘星楼的许多事务终于不用他亲力亲为了。而独孤博就是说不出的复杂情绪，本以为自己突破到了封号斗罗就可以和杨白他们拉近距离，谁曾想现在他们的距离却是越来越大了。95级啊，这种级别的强者，独孤博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有一天能够达到，毕竟这斗罗大陆拥有的魂师何其之多，但能够到达95级以上的强者绝不超过20位，可以说是千难万难，也丝毫不为过。不过此刻独孤博心中也变得越加坚定，只要今后自己好好执行任务，终有一天他也能拥有这样的机会，成为斗罗大陆真正意义上的绝世强者。砰砰砰！就在独孤博心中还在想着这些的时候，阴黑阳白二人也是同时跃出冰火两仪眼，来到了叶天辰面前。楼主，我们二人不辱使命，已经突破95级了。阳白眉飞色舞，阴黑则是喜悦中带着一丝遗憾。看着二人，叶天辰微微一笑，你们做得不错，95级的封号斗罗，这世间已经不多见了，未来摘星楼你们也能承担起更重大的责任。不错不错。哈哈杨白有些听出自家楼主的言下之意了，心中的喜悦顿时加上一丝阴霾，没有理会阴黑阳白二人如何作想，叶天辰也是打算履行自己的承诺。只见手中一转，一根10万年魂骨赫然出现在手掌心之中，正是那黄金犀牛的右臂骨。杨白，你是第一个突破到95级的，这根魂骨就给你了。说罢，叶天辰将魂骨递到杨白面前，杨白面露笑意，笑着看了一眼阴黑，随即高声说道：多谢楼主栽培，今后杨白势必更加努力。
说罢，得意的接下魂骨，一脸的稀罕。此刻，阴黑的脸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对于杨白，他觉得今后自己估计都没脸见人了。叶天辰摇摇头，轻轻一笑，这阴黑可是难得吃一次亏，这样也好，省得平日里跳得最欢。不过该给的，叶天辰也不会吝啬。只见其手心探入腰间魂导器之中，猛地抽出一根魂骨，散发着10万年魂兽气息扑面而来。阴黑顿时就惊呆了，这是一根10万年右腿骨。看着阴黑那心动无比的模样，叶天辰故意放到阴黑面前晃了晃，随即缓缓开口：“如何，阴黑？我手中这根10万年蓝银皇右腿骨可是不错。楼主，瞧您说的，10万年魂兽的魂骨能有差的吗？”阴黑嘴里说着话，眼睛却是一直盯着这根魂骨，丝毫没有移动。既然你也觉得不错，那就给你了。说罢，叶天辰轻轻一抛，蓝银皇的右腿骨就落入阴黑手中。这，阴黑都惊呆了，这是给自己的？他还以为自家楼主只是问问而已呢，没想到还能获得这么一根魂骨。杨白也是翻了翻白眼，阴黑这家伙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行了，阴黑，楼主大人给你的，你就收着吧。看这根魂骨，似乎是6年前唐昊那10万年魂兽妻子的。怎么，你莫非害怕了唐昊不敢收下不成？说罢，杨白哈哈大笑起来。阴黑自然不可能是因为唐昊的缘故不敢要，只是此时此刻他有些惊讶罢了。毕竟那种失而复得的心情，杨白是体会不到的。颤抖的手，激动的心，阴黑小心翼翼将蓝银皇的右腿骨抱在怀中，如同抱着一个婴儿一般轻柔。此刻别说杨白了，就是叶天辰也是眉头微皱。阴黑这家伙挺有变态潜质的。一夜过去，当第二天破晓黎明到来之时，四人直接起身，头也不回，直接消失在原地。这冰火两焰暂时已经废了，想要重新恢复，起码也需要1000年的时间。离开冰火两焰之后，四人就朝着落日森林最深处走去。他们还要为独孤博猎取第9魂环。缓缓走进落日森林的最深处，周边的环境也开始变化起来。整个落日森林和星斗大森林不一样的是，落日森林总给人一种阴森恐怖之感，仿佛周边的一切都是血腥和阴险，而星斗大森林则是浩大无比，真正有那种原始森林之感。叶天辰走在最前方，凭借他98级的魂力，不断感应着周边的魂兽。落日森林虽然没有星斗大森林魂兽种类那么齐全，但是要说什么地方的魂兽最适合独孤博，那还得是落日森林之中的魂兽。总之，一路走来，叶天辰他们不乏发现一些5万年以下的魂兽，而这些魂兽之中，竟然有1/3都是身负剧毒的魂兽。作为用毒的高手，独孤博也是格外的兴奋。楼主，您说这落日森林真的拥有8、9万年左右的魂兽吗？实在不行，咱们还是前往星斗大森林深处要来的容易一些。走了好一会儿之后，阴黑也是小心翼翼地询问起来。在他的记忆中，没听过落日森林之中有什么年限极高的魂兽，毕竟他也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这些消息可谓是轻车熟路。不过还没等叶天辰开口，独孤博就开口反驳起来：“阴黑供奉，你有所不知，之所以外界传闻这落日森林之中没有高年限的魂兽，不过是他们无法接近罢了。据我所知，这落日森林之中有着一只8万年左右的碧鳞蛇皇，就我的武魂而言，可谓是最适合不过了。”独孤博说罢，将目光集中在叶天辰身上，他相信自家楼主肯定知晓一些消息。不过叶天辰接下来要说的话却是让他们3人都惊掉下巴。只见叶天辰先是点点头，随即开口说道：“独孤博说的不错，这落日森林之中虽然没有星斗大森林那般恐怖，但5万年以上的魂兽也并非没有，甚至就是10万年魂兽也未必不存在。我们先找找看吧。更何况这里的魂兽更适合独孤博的武魂一些。”此话一出，如同一锤定音，阴黑也就没再多说什么。4人继续朝着深处前行。过了2个时辰之后，叶天辰原本匀速的步伐突然停止，身后的3人也是瞬间变得警觉起来，纷纷释放魂力探查起来，不过却是什么也没发现。而叶天辰则是嘴角微微上扬，独孤博的第9魂环似乎有些着落了。走吧，前方可是个好地方，兴许独孤博的第9魂环就在那儿了。说罢，叶天辰带头朝着前方前行。大约走了10里地，前方一片辽阔无际的沼泽泥潭赫然出现在4人面前。此时此刻，叶天辰已经感受到那股看似微弱无比，实则异常强悍的魂兽气息。阴黑看着这一望无际的黑色泥潭，顿时皱起眉头，鼻子轻轻嗅一嗅，一股浓烈的恶臭顿时扑面而来。阴黑顿时整个脸都扭曲起来。楼主，这地方这么臭，真的有魂兽藏身？面对阴黑发出的灵魂拷问，叶天辰不予回答，只是静静看着前方深不见底的黑色泥潭，随后缓缓开口说道：“阴黑，看来
你还是有些不相信本座。既然这样，一会儿若是真有魂兽，就由你去将其解决吧。本座和杨白还有独孤博，我们就不出手了，看着你大发神威便是。此话一出，杨白率先忍不住笑出声来。这阴黑真是没事找事，这下好了吧？这黑色泥潭之中，若是真有魂兽藏身，哪怕是一只5万年修为，杨白相信阴黑估计都得花些力气。何况泥潭之中还这么臭。就在此时，叶天辰神色微微一动，随即看向阴黑。阴黑，你现在就到这泥潭之中走上一遭，是否有魂兽存在，还是你去亲眼目睹的好？去吧。没有给阴黑任何的讨价还价余地，听到自家楼主已经下令，阴黑还是硬着头皮，脚尖轻轻一点就飞入虚空，落脚处正好是一截腐烂的枯木。随着阴黑体内魂力一震，枯木开始朝着前方滑行。去！片刻之后，叶天辰他们就只能看到阴黑那渺小的身影了。看着叶天辰，杨白微微上前，带着疑惑，轻声问道：“楼主，这黑色泥潭之中，当真有些5万年以上修为的魂兽？”独孤博也是凑上前来，他也很想知道。神秘一笑，叶天辰指着远处的黑色泥潭，缓缓开口：“哪里有一只8万年左右的千木独阁，这次可够阴黑喝上一壶的了。”啊，好嘞，今晚我继续加班加点，明天12点给你们来波大的，不然真的信誉不保了。听到千木独阁的名字，杨白瞬间有些懵逼。对于这种魂兽，他也没有接触过，只是知道有这个名字罢了。而独孤博就不一样了，听到有一只8万年千木独阁，脸色巨变。这世间竟然还存在千木独阁，而且还是8万年左右的修为，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杨白一听独孤博这么喃喃自语，也是颇为好奇，这千木独阁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独孤兄，这千木独阁莫非有什么过人之处不成？听到杨白如此一问，独孤博也是眉头稍微舒展一些。杨白兄，你有所不知，这千木独阁可不简单，因为其恐怖的毒液而著称。所谓千木，其实不过是它释放毒液的出口罢了。但也正因如此，它的毒液几乎无法躲避，加之其一直生活在这种深渊泥潭之中，就更难猎杀了。8万年左右的千木独阁，就是阴黑供奉已然突破95级，怕是也不好对付啊。而且千木独阁隐蔽性极强，甚至能够收敛自己的气息。听到独孤博这么一说，杨白略微惊讶后，又露出浓浓的笑容。果然，自家楼主说的没错，够阴黑喝一壶的了。就在杨白和独孤博继续交谈之时，进入泥潭之中的阴黑则是有些百无聊赖。楼主真是净吓唬人，这种地方鸟不拉屎，怎么可能会有魂兽存在呢？吐槽归吐槽，阴黑还是蛮认真的，几乎整个泥潭之中他都快速搜寻了一遍。很可惜，他并没有丝毫的发现。可就当阴黑打算原路返回之时，一道数10米左右的黑影猛然之间就从他脚下的泥潭之中张着大嘴呼啸而来。一瞬间，阴黑也顾不得看清到底是什么魂兽，直接运转魂力朝着天空中猛然掠出。砰！95级封号斗罗级别强者的速度也不是盖的，尽管千木独阁率先偷袭阴黑，但阴黑还是成功脱离这深渊巨口。呱呱呱！悬浮在虚空之中的阴黑此刻终于能够看清袭击自己的魂兽身影，一眼看去，他就和千木独阁来了一个对视。死！竟然是这恶心玩意儿！千木独阁！阴黑眉头一皱，这千木独阁可不好对付。说是这么说，此刻阴黑脚下9个魂环已经缓缓亮起，黄黄紫紫黑黑黑黑红9个魂环一出，一股独属于封号斗罗的气息瞬间爆发出来。轻轻吐出一口浊气，阴黑知道自家楼主还有杨白独孤博他们可都看着自己呢。臭蛤蟆，竟偷袭我！第7魂技，寒阴真身。刹那间，一柄冰冷恐怖的长刀赫然出现在阴黑身后，刀尖的点点寒芒让人有些不寒而栗。此刻，这只8万年的千木独阁也是感知到那股异常的危机。8万年魂兽的智商可是不低，仅仅只是片刻之间，千木独阁就陷入泥潭之中，消失不见。与此同时，他的气息也骤然变弱。阴黑不屑一笑，只要出现了，又岂能如此轻易逃掉？第5魂技，音乐斩。一瞬间，随着阴黑挥出长刀，2道寒芒陡然出现，直接落入泥潭之中，落到千木独阁身上。呱！感知到危险到来，千木毒蛤也不会坐以待毙。只见泥潭之中的千木毒蛤一口毒液吐出，整个身躯之上的泥潭瞬间石化。阴黑的音乐斩落到其上，也仅仅只是将其破开一角。此刻，叶天辰他们也关注着阴黑和千木独阁之间的战斗。眼见着千木独阁还能这样玩，叶天辰也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这种能力可是不弱，不过也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缺点，离开了泥潭，这只千木独阁也就直接废了。杨白也明白了
为何独孤博说千木独阁不好对付了？楼主，要不我去帮阴黑一把？杨白轻声说道。他倒不是认为阴黑收拾不了这只8万年千木独阁，只是他想看看成就95级之后他的实力增幅有多少而已。叶天辰随着瞟了一眼阴黑，随即就摇摇头：“不必了，杨白，那只千木独阁还不够你们发挥全部实力，阴黑还没真正动手，这只8万年千木独蛤蹦跶不了多久了。”闻言，杨白也只能作罢。自家楼主都说了，他还能反驳不成？而且也确实是这回事。场中见千木独阁轻易挡住了自己的第5魂技，阴黑也不在乎。不过是时候解决他了。眼神一冷，阴黑身上那股杀伐气息开始变得浓郁无比。第8魂技阴风阵势，一瞬间，随着阴黑背后长刀狠狠落下，一道道阴风混杂着刀芒，全部倾泻在千木独阁身躯上的石化泥潭上。轰轰轰！没有丝毫意外，当一位95级封号斗罗使出全力之时，8万年千木独阁显然有些招架不住。顷刻之间，他背上的石化泥潭化作一块块废墟，刀芒瞬间斩在千木独阁后背之上。好，他的后背直接出现一道道血痕，绿色的鲜血喷薄而出，一阵毒雾猛然乍现。情急之下，这只8万年千木独阁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所有毒液出口喷出一道毒液，霎时间铺天盖地。阴黑见状，也只能是先躲闪开来。见状，千木独阁迅速转入泥潭深处，开始疯狂逃窜起来。阴黑，不用追了。就在阴黑想要继续追上去补刀之时，叶天辰的声音却在他耳边响起。不明所以的阴黑也只能听自家楼主说的，无奈看了一眼跑到泥潭深处的千木独阁，飞掠返回到了叶天辰他们身边。一落地，阴黑有满脸写满了疑惑。叶天辰微微一笑：“阴黑，这附近此刻不仅仅只有千木独阁，还有一只将近9万年的碧鳞蛇皇隐匿其中。适才你伤到那千木独阁，你猜猜那碧鳞蛇皇会不会有所动作？”此话一出，不仅仅是阴黑，就连杨白还有独孤博也是一惊。他们2人看到阴黑突然返回，也是有些疑惑，原来是因为这个。自家楼主的意思，3人都明白。独孤博此行的目标就是那只碧鳞蛇皇，同时这只8万年千木独阁也不可能放过。碧鳞蛇皇不同于千木独阁，若是让他发现端倪，很有可能直接跑路。落日森林虽然没有星斗大森林那般庞大，但也绝对不小。若真是那样，那可就得费些力气抓捕了。而碧鳞蛇皇和千木独阁半斤八两，势均力敌。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若是让碧鳞蛇皇和千木独阁中的一方露出破绽，另一方可不会放过这种吞噬对方的好机会。果不其然，就当千木独蛤逃入泥潭深处之时，碧鳞蛇皇隔着老远就闻到了千木独蛤身上的血腥味。血腥味刺激之下，他明白千木独阁现在就是最虚弱的时候。在落日森林之中，无论是碧鳞蛇皇还是千木独阁，双方对彼此都已经是十分熟悉的了。很快，碧鳞蛇皇就发起了攻击。隔着老远的距离，叶天辰就发现那昏暗的森林之中有一双血红色的眼睛突然浮现。碧鳞蛇皇已经到来，数十米的身躯弯弯曲曲缓缓移动着，头顶冒出2个犄角，大有一副要化蛟化龙的气势。全身墨绿色的鳞片闪闪发光，那漆黑一片的蛇信子缓缓吐出，找准千木独阁的方向，他就要发动致命一击了。死！随着一声低沉无比的声音响起，碧鳞蛇皇陡然加速，其速度之快，就是一般的封号斗罗也比之不上。赫然之间就钻入散发着恶臭气息的泥潭之中，一口咬下，那里正是千木独阁藏身之地。就在碧鳞蛇皇一口咬下的瞬间，正在疗伤的千木独阁也感受到了一股从未有过的危机，没有丝毫的犹豫，千木独阁猛然一跳，想要逃离原地。但就在他跃出泥潭，来到半空之时，碧鳞蛇皇的大嘴也咬住了他的一只小腿。仅仅只是一瞬间，大量的毒液通过碧鳞蛇皇的毒牙疯狂涌入千木独阁的体内。随后，碧鳞蛇皇的身躯死死地缠绕着千木独阁，感受到自己身躯的那种疼痛，千木独阁也不坐以待毙，随着身上所有毒液出口缓缓打开，一阵毒雾瞬间将碧鳞蛇皇包围，无数能让泥潭石化的毒液落到碧鳞蛇皇的身上。刺！令人感到诡异的是，碧鳞蛇皇的身躯并没有发生任何的石化，但这些千木独阁的毒液也开始腐蚀着他的身躯。不得已之下，碧鳞蛇皇也只好松开口，迅速后撤。他的毒液已经注入到了千木独蛤体内，根本没必要和千木独蛤在此刻火拼。正在千米之外观看着的叶天辰4人，此刻早已经收敛气息，静静看着这一幕的发生。杨白、阴黑，看样子那千木独阁今日应该不是碧鳞蛇皇的对手。一会儿，你们2人同时出手吧，务必将碧鳞蛇皇留下。放心吧，楼主。阴黑和杨白点点头，表示明白。独孤博也是激动万分，
他马上就可以成就封号斗罗了。阴黑供奉，杨白兄，独孤博在此，多谢二位出手相助。独孤博对着阴黑杨白就行了一礼，随即又看向叶天辰，眼中满是感激。不一会儿的时间，千木毒阁就有些受不了碧鳞蛇皇的毒液，开始变得疯狂起来。所谓临死前的挣扎，往往是最猛烈的。千木毒阁死死盯着不远处的碧鳞蛇皇，体内魂力在脚下缓缓聚集，随后猛地一跳，直接飞出泥潭。碧鳞蛇皇也没有想到千木毒阁会离开泥潭之中，突然之下就被千木毒蛤砸到蛇身，随后千木毒蛤死死抱住碧鳞蛇皇的蛇身，周身毒素开始疯狂喷射。一时之间，碧鳞蛇皇痛苦不堪。此刻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直接将整个蛇身缠绕着千木毒阁，在忍受着千木毒阁毒素腐蚀的同时，一点一点发力。终于，千木毒阁体内随着他剧烈运动，碧鳞蛇皇的毒液流通全身，加之碧鳞蛇皇的死亡缠绕，很快就要奄奄一息。阴黑、杨白，就是现在！随着叶天辰一声令下，阴黑、杨白二人瞬间如同炮弹一般飞射出去。第七魂技寒阴真身，第七魂技赤阳真身。随着阴黑、杨白二人猛然杀出，两道流光瞬间就来到碧鳞蛇皇面前。此刻，碧鳞蛇皇瞪大了眼睛，显得格外惊恐。但因为身躯缠绕着千木毒阁，一时之间竟也无法脱身，并且和千木毒阁纠缠这么长时间，碧鳞蛇皇也有一些乏力。刹那之间，一道巨大的长剑刺入碧鳞蛇皇的5寸位置，将其狠狠扎在地上。而阴黑的寒阴刀则是扎入碧鳞蛇皇的尾部。死！碧鳞蛇皇吃痛，巨剑长刀落下之处，一道道墨绿色的血液喷薄而出，其身躯不断的扭动着。此时此刻，碧鳞蛇皇还想着逃出升天，但这一切无疑都是徒劳的。在阴黑和杨白两位封号斗罗面前，迎接碧鳞蛇皇的只有死路一条。独孤博看见碧鳞蛇皇已经被阴黑、杨白二人控制住，也是赶忙飞掠过来。毕竟碧鳞蛇皇需要他亲手杀死，方才能够吸收其魂环。见独孤博来到身边，杨白微微一笑，手掌翻飞之间，赤阳剑赫然出现。独孤兄，行动吧！独孤博点了点头，抬起自己的右手，接过杨白手中的赤阳剑，将自己的魂力缓缓凝聚到掌心之中，伴随着墨绿色的光晕，赤阳剑一瞬间就了结了一只碧鳞蛇皇。来吧，我的第9魂环，你将决定我是否能够成就大陆顶尖高手。在那墨绿色的光芒牵引之下，9万年碧鳞蛇皇的魂环缓缓朝着独孤博的方向飞了过来。杨白双眼盯视着飘来的魂环，沉声说道：“独孤兄，做好准备，这9万年魂环可不简单。”独孤博点点头，在原地盘膝坐下，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武魂之上。此时，随着9万年碧鳞蛇皇魂环的接近，他感受到一种空前强大的压力，全身骨骼甚至都在这种压力下发出轻微的响声。很快，黑色光环来到了独孤博头顶上方，没有给他任何反应的机会。那黑色光环突然收缩，变成一个只有1米大小却无比凝实的黑环，直接套落在了他身后碧鳞蛇皇武魂之上。独孤博只觉得自己如同侵入岩浆一般，一股炙热的能量疯狂涌入，剧烈的热流瞬间冲入体内，刹那间五内如焚，身体不禁一阵剧烈的颤抖。1个时辰之后，封号斗罗，果然这强大的魂力完全不是9世纪时能够与之相比啊！独孤博感受着体内磅礴的魂力，心中喜悦溢于言表。哈哈，独孤兄，恭喜！就在这时，叶天辰走了过来，看着独孤博，平静说道：“独孤博，释放武魂。”啊，好的，多谢楼主。说话间，独孤博释放自己武魂碧鳞蛇皇，一瞬间，2黄2紫5黑9个魂环在独孤博脚下亮起。天魔琴，吸！仅仅只是一瞬间，叶天辰手中的天魔琴就将这只8万年千木毒阁的魂环吸纳进天魔琴之中。陡然之间，天魔琴开始散发强大的魂力波动，将8万年千木毒阁的魂环全部转化成魂力。随着叶天辰6指拨动琴弦，一道道精纯的魂力开始融入到独孤博的第9魂环之中。当这股魂力开始融入独孤博第9魂环时，独孤博的面目也开始狰狞起来。此刻，独孤博双眼变得通红，气息也更加狂暴。但与此同时，随着魂力注入魂环，他的第9魂环也开始发生显著变化，从黝黑无比的颜色开始缓缓多了几丝血色。终于，当叶天辰手中动作停下的时刻，原本黝黑的魂环已经是血红一片。10万年魂环就此形成。独孤博的身躯开始被迫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强大魂力，不过一瞬间，他的魂力也直接突破到92级。呼！随着叶天辰缓缓停下，8万年千木毒阁的魂环几乎已经耗尽，剩下的一点点则也是被叶天辰自己吸收。此时此刻，若不是独孤博亲眼所见，谁又能相信10万年魂环竟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取呢？深深看了一眼自家楼主，
独孤博的内心无疑是震撼不已的。缓缓走到叶天辰面前，唰的一下，独博便单膝跪地，双手抱拳，眼神中既有着突破封号斗罗的喜悦兴奋，同样还透露着浓浓的感激。楼主，今日独孤博能拥有这一切，皆是楼主所赐，此等大恩，独孤博不知如何报答，只能是今后任由楼主差遣。独孤博定口绝无二心，口无二言。独孤博声情并茂，他是真的感激叶天辰。10万年魂华啊，这是一般魂师能够拥有的东西吗？看着独孤博如此这般，叶天辰轻轻一笑，手掌轻轻抬起，一股无形之中的魂力便将独孤博托举起来。独孤博，今日的这一切皆是你应得的，本座不过是顺手所为罢了。不过从今以后，你独孤博也算是这片大陆真正意义上的强者了。我摘星楼从建立以来，就只有阴黑和杨白2人是供奉，所以今后你便是我摘星楼的供奉了。92级，有这个资格了。随着叶天辰此话一出，独孤博都有些懵了。自己明明是对自家楼主表示感激，这怎么稀里糊涂自己就成为供奉了呢？独孤博一时有些呆住了。不过杨白的一番话却是将他拉回现实。哈哈，独孤兄，还不快谢过楼主？从今以后，你也是我们摘星楼供奉了呢。点点头，独孤博终于反应过来，能成为摘星楼供奉这件事，其实独孤博也是很惊喜的。当初加入摘星楼之时，他除了名义上是摘星楼的人，实际里可没有任何职务身份。现在这样，说明自家楼主，说明摘星楼已经彻底认可他独孤博了。独孤博的脸上流露出浓浓感激，看向叶天辰，依旧静静微笑着。独孤博眼中坚定。独孤博拜谢楼主。摆摆手，叶天辰对于这些并不在意。好了，离开摘星楼时日也不短了，回去吧。随着叶天辰话音落下，他的身躯已经消失在原地，留下的仅仅只是一道道残影。阴黑杨白见状，瞬间也是脚下生风，一飞冲天，直上云霄。独孤博眼中闪过一丝笑意，体内封号斗罗级别的魂力一出，同样也是紧随其后，牢牢跟在阴黑杨白他们身后。没过多久的时间，随着4人全力赶路下，很快就回到了索托城之中。唰唰唰，随着4人落到摘星楼之巅，这场落日森林冰火两眼之行便告一段落。阴黑杨白还有独孤博3人默默退去。叶天辰看着3人离去的背影，心中还是觉得不错。从今以后，摘星楼也算是能够让阴黑杨白他们独当一面了。就在叶天辰打算清修之时，杨白却去而又返。楼主，前2天到的天斗皇室一封信，署名是雪夜大帝。杨白不敢耽搁，因此只能打扰楼主您了。点点头，叶天辰随即将杨白手中的信接了过来。上书，天辰亲启。雪夜所书。缓缓将封面打开，叶天辰也是开始缓缓看了起来。天辰，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天斗皇室这几年已经快支撑不住了，如今所有的繁华不过是表面罢了。没有封号斗罗镇守的天斗帝国，那些宗门学院之人肆无忌惮。如果可以的话，天辰还望派遣一位强者来天斗城。默默看完雪夜写的这封信，叶天辰神色淡然。雪夜此举无非是想要拥有一位强者镇住那些学院宗门，不过阴黑杨白他们是不可能出现的。仔细想了想，叶天辰一阵无奈，罢了，就帮他雪夜一次。杨白，你去将独孤博叫来，本座有事吩咐。尽管不知道雪夜大帝给自家楼主写了些什么，杨白明锐觉得估计不是什么简单之事，便很快将独孤博找来。不一会儿，独孤博就又回到摘星楼之巅。楼主，您找属下何事？独孤博有些疑惑，毕竟这才刚回来一会儿而已。轻轻看了一眼独孤博，叶天辰也是缓缓开口。独孤博，本座若是让你前往天斗城，接受成为天斗帝国的客卿供奉，你可愿意？此话一出，独孤博面色巨变，他整个人都呆住了。楼主，您是不要我了吗？独孤博脸上格外幽怨，毕竟他刚刚成为摘星楼的供奉，竟然这么快就要被分出去。叶天辰知道自己没有说明白。独孤博，本座的意思不是让你离开摘星楼，而是两面兼职。不过你放心，天斗帝国那边没有任何权利命令你做任何事，平日里有什么事，我通知你一声便是。何况你那孙女儿不也在天斗城吗？此事你去是最合适的了。叶天辰说完，看向独孤博，此刻独孤博仿佛有些明白自家楼主的意思了，说白了就是让自己去天斗皇室挂个明白，这不直接说吓他一跳。哈哈，属下还以为楼主您是不要我了呢。既然如此，独孤博愿意前去。点点头，叶天辰便让独孤博和杨白离去了。唉，雪夜啊雪夜，我叶天辰当年欠你的已经还得差不多了。心中默默念叨几句，叶天辰也不再纠结，
随即进入楼阁之中，静静清修起来。而离开的独孤博和杨白也是开始准备起来。独孤博没有丝毫的犹豫，既然自家楼主让自己前去挂个名，那他就当是一次任务便是。只是这个任务周期有些长，也不需要时时刻刻杀人罢了。看向天斗城的方向，独孤博的内心还是有些激动的。上一次前去还是1年前，他去看自己孙女儿呢。这次就不一样了，他独孤博即将名动天下。3日后，天斗城外，独孤博缓缓走到城门口，看着熟悉的场景，心中也是越发期待起来。天斗魂师初级学院，独孤博的身影很快就出现在这儿。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前往天斗皇室，独孤博自然有他的原因。独孤雁此刻还在天斗魂师初级学院学习呢，他独孤博肯定得先看看自己孙女儿才是。迈着步伐，独孤博就朝着学院走去，一路上都是些10岁左右的小孩。此刻，哪怕独孤博已经是一位拥有10万年魂环的92级封号斗罗，依旧难掩盖心中的那份激动。不一会儿的功夫，独孤博就来到了一处比较安静的小屋子面前，他的孙女儿就住在这里。作为独孤博的孙女儿，独孤雁自然不需要和别的人同在一处屋檐下，毕竟他独孤博可是货真价实的魂斗罗，整个学院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也算是一种庇护了。至少独孤雁这几年虽然很少得到独孤博的陪伴，却也没有受到任何的欺负。小屋之内，一位10岁左右的小女孩正不断修炼着。在独孤雁心中，自己爷爷之所以没有时间陪在她的身边，就是因为她太弱小，怕跟在身边给她带来危险。因此，独孤雁对修炼之事也格外上心。就在她修炼结束，起身之时，门却被推开了。屋门打开的一瞬间，独孤博那略带苍老而又精气神十足的模样瞬间进入独孤雁的眼中。爷爷！没有丝毫的犹豫，独孤雁径直跑到独孤博面前，紧紧抱住自己的爷爷。哈哈，叶儿，爷爷看你来了，怎么样？叶儿开不开心？10岁左右的独孤雁已经有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小脸一红，瞬间又紧紧抱住自己的爷爷。开心，叶儿很开心。不过很快，独孤雁的脸上就变得忧愁起来。独孤博见状，还以为是自己的孙女儿在这受欺负了呢。叶儿，你这是怎么了？刚刚还开心着呢，怎么现在？叶儿，是不是学院中有人欺负你了？哼，老夫的孙女儿也有人敢欺负？快，叶儿告诉爷爷，爷爷给你好好的收拾他。闻言，独孤雁脸上的忧愁如同雨过天晴，瞬间消失。噗嗤，随着独孤雁忍不住轻轻一笑，独孤博也有些懵逼了，自家这孙女儿是咋回事啊？哼，臭爷爷，学院里没有人欺负我，他们都知道我是你独孤博的孙女儿，平日里躲我还来不及呢。啊！独孤博更懵了，挠挠头，独孤博也是有些不知所措，似乎是看出了自家爷爷那疑惑的模样。独孤雁紧紧抱住独孤博的同时，也是道出了心声：爷爷，你每次来看燕儿都是见过一面以后就匆匆离去，虽然燕儿已经习惯了，但燕儿还是希望能够让爷爷多陪陪我。这次爷爷你来，想必一会儿又该离去了。此话一出，独孤博方才明白自己孙女儿是什么意思。哎，燕儿，这些年是爷爷对不住你，没能陪在你身边。独孤博此刻觉得自己真的很不称职。燕儿的父母走得早，从小到现在都是独孤博一手拉扯长大。一想到这些年自己确实没有好好陪伴过自己孙女儿，独孤博眼中有些湿润，随即眼神坚定起来。燕儿，你放心，今后爷爷一定陪在你身边。这次爷爷回来，短时间内就不走了。此话一出，反倒是独孤雁呆住了。自家爷爷什么性格他再了解不过了，这属实让独孤雁有些震惊。真的吗？爷爷点点头，独孤博微微一笑。燕儿，真的。哈哈，太好了，太好了。随即独孤雁整个人都激动地跳到独孤博怀里。此刻独孤博终于明白为何自家楼主要让自己来执行这个任务，不仅仅只是因为他的实力达到要求，这样一来还可以让他独孤博好好陪伴一下孙女儿。至少短期之内，独孤博是不会离开天斗城了。谢谢您，楼主。独孤博心中默默感激着叶天辰，与此同时也紧紧抱住自己的孙女儿。半天之后，独孤博牵着独孤雁的小手出现在了天斗皇宫门前。独孤雁小脑袋有些疑惑，自家爷爷来这地儿干嘛呢？很快，当独孤博交给守门士兵一封书信之后，不一会儿的时间，整个皇宫大门缓缓开启，迎面走来的正是雪夜大帝。此刻雪夜大帝的脸上满是笑意，他向叶天辰求援原本只是试试罢了，没想到叶天辰竟然真的派来一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当然，尽管不是他期待中的阴黑阳白两位供奉，但只要是封号斗罗强者，那也足够了。看着独孤博的一瞬间，雪夜大帝就感受到那股隐隐约约的气息，恐怖、杀戮等等融为一体。面前这个人，如果不是雪夜认识，
他也不敢相信会是独孤博，气质变化太大了。见到雪夜大帝亲临，独孤博也没有自持其高。独孤博见过雪夜陛下。独孤雁拜见雪夜陛下。随着独孤博和独孤雁脆生生的嗓音响起，雪夜大帝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哈哈，不必多礼，独孤冕下之事，天臣已经交代清楚了。倒是雪夜要麻烦独孤冕下一段时间了。雪夜陛下言重了，既然是我家楼主所托，在下自然不会有任何问题。雪夜大帝点点头，表示自己的肯定。独孤冕下，独孤小姐，快请进吧。此刻，雪夜大帝没有觉得有丝毫问题。一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无论走到哪里，都值得任何人以礼相待。更何况自己面前这一位可是摘星楼的新任供奉，今后他天斗皇室的客卿供奉，雪夜就更加重视了。不一会儿的功夫，独孤博带着独孤雁就来到了皇室大殿之中。整个大殿不愧是皇室专属，所有的一切显得格外奢华，甚至就是一般的东西放到外面也是天价。不过这些自然不可能让独孤博有任何心动。进入大殿之后，独孤博就带着独孤雁在一处桌前就坐。雪夜大帝笑笑，来到了独孤博对面坐下。独孤冕下，不知天臣可否给冕下说过具体事宜？雪夜大帝一边询问，一边让挥挥手，让人准备吃食。听到雪夜大帝这话，独孤博眉头一挑，虽然不知雪夜大帝为何如此一问，却也是没有丝毫的犹豫。雪夜陛下，我家楼主让我前来天斗城，乃是成为天斗皇室的客卿供奉。此事想必陛下您也是再清楚不过了。随着独孤博话音落下，雪夜大帝脸上露出一份兴奋的笑容。哈哈，独孤冕下说笑了。雪夜虽然是这天斗帝国的皇帝，但天臣若是不想帮助我天斗皇室，那我也没办法强求。自然还是独孤冕下亲口说出，我方才知晓答案。独孤博点点头，确实，若是自家楼主不愿意，这世间还真没有任何人可以逼迫摘星楼。不过独孤博心中也是疑惑不已。来天斗帝国之前，杨白曾经给他说过，自家楼主和雪夜大帝曾经关系匪浅。今日听到雪夜大帝一口一个天臣，就不难看出了。雪夜大帝此刻也是疑惑独孤博什么时候加入了摘星楼，还成为了封号斗罗。但仔细一想，又无所谓了。独孤博反正马上就是他们天斗皇室客卿供奉了。目光一转，雪夜大帝就看向了独孤雁，这个可是独孤博唯一的孙女儿。若是想要拉近天斗帝国和独孤博之间的关系，雪夜觉得还是从独孤雁这儿入手比较好些。哈哈，独孤冕下，话说你这孙女儿一晃也快满12岁了。一提到独孤雁，独孤博面上就笑意满满。雪夜陛下，不瞒你说，还有2年时间。雪夜大帝点点头，随即继续说道：我看你这孙女儿灵光无比，想来也是天之骄子，正好我天斗皇家学院也算不错。独孤冕下若是放心，待叶儿12岁之后，便直接进入天斗皇家学院学习，不知独孤冕下意下如何？独孤博还奇怪呢，这雪夜大帝没事提他孙女儿干嘛？没想到居然是这个目的。独孤博倒也不是很在意，不过如果能够让叶儿今后更好的被保护，或许天斗皇家学院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样一想，独孤博也就释然了，对着雪夜大帝微微一笑，随即谢道：那就多谢雪夜陛下了。哈哈，无妨无妨，这点小事何足挂齿。何况独孤冕下，你即将成为我天斗帝国客卿供奉，自然享有这些权利。来喽！哈哈，那在下就却之不恭了。独孤博也不和雪夜大帝客气，就如同他所说，自己成为天斗帝国客卿，供奉给天斗帝国带来的效益，可不仅仅只是一点半点。可以说，一旦独孤博显露出自己是拥有10万年魂环的92级封号斗罗，整个天斗帝国内所有宗门学院对于皇室都会心生忌惮，哪怕是七宝琉璃宗和蓝电霸王龙家族这种超级大势力，也不可能忽视独孤博的存在。至于下4宗，那些零零散散的魂师学院就更不用说了。这些雪夜明白，独孤博也明白。说完独孤雁的事，雪夜大帝也是没有犹豫，开始直入主题。独孤冕下，3日之后，我便为你举办一场宴席，用以祝贺独孤冕下成为我天斗帝国客卿供奉。不知独孤冕下觉得是否妥当？独孤博明白雪夜这句话的意思，说白了是骡子是马，那得拉出来溜溜。天斗帝国客卿供奉，这可不是需要藏着掖着，相反，其实雪夜需要的仅仅只是独孤博封号斗罗级别的震慑力罢了。因此，对于此事，独孤博自然不会有任何意见。雪夜陛下您安排就好，届时只需知会在下一声便可。好，独孤冕下果然豪气。一场盛宴结束之后，独孤博就带着独孤雁离开了皇宫，回到了独孤雁在天斗初级魂师学院内的小屋中。第2日骄阳升起之时，随着雪夜大帝一纸文书传往各地，独孤博成为天斗帝国客卿供奉之事也开始迅速蔓延开来。
天斗帝国之内，知道独孤博名号的也算不少，但所有人都不明白，独孤博竟然能这么快便修炼到了封号斗罗之境，而且还加入了天斗皇室，成为客卿供奉。一时间，四方云动，各方势力也开始迅速行动。蓝电霸王龙家族，随着玉元镇收到来自雪夜大帝的邀请函，打开看到其中的内容后，脸色瞬间一变。哼，独孤博竟然成为封号斗罗了，这家伙好快的速度！客卿供奉，想得到挺美。不过天斗皇室，这是想要震慑各方势力不成？罢了，老夫倒是要去看一看，他独孤博何德何能，能够做出这样一个决定。玉元镇心中对于此事虽然也是比较惊讶，却并没有丝毫的担心。他们蓝电霸王龙家族本来就低调行事，和皇室也没有利益冲突。当然，更重要的是，玉元镇乃是95级的封号斗罗，自然不会畏惧一个小小的独孤博。与之不同的是，当消息传到七宝琉璃宗之时，宁风致则是不那么认同。现如今的天斗帝国可谓是各方势力错综复杂。七宝琉璃宗虽然也是一方庞然大物，但经过了5年前摘星楼那场事件后，宁风致显然稳重不少。独孤博，5年时间罢了，你竟然能够成为封号斗罗，这倒是让我很是惊讶呢。不过既然雪夜都亲自邀请了，也罢，那就亲自前去一趟好了，顺便看看独孤博实力如何。打定主意之后，宁风致也没有耽误，带着剑斗罗陈星就径直离开了七宝琉璃宗，朝着天斗城直行而去。除了七宝琉璃宗和蓝电霸王龙家族之外，下四宗同样派人前往了天斗城。3日之后，天斗城内各方云集至此，可谓是热闹至极。整个天斗城内高级魂师的身影不断浮现，纷纷朝着天斗皇宫而去。此刻，天斗皇宫大殿之上，雪夜大帝穿着一身龙袍，威武非凡，坐下一群大臣肃穆庄严，皇室子弟也是严阵以待。终于，随着雪夜大帝开口，仪式也即将开启。传我命令，打开宫门，迎接各方来客。打开宫门，迎接各方来客。随着命令一层一层下达，天斗皇宫大门徐徐而开，早已等候多时的各方势力纷纷进入皇宫之中。大殿之上，此刻已经是人山人海。看着这么多魂师势力到来，雪夜大帝的内心深处是极为高兴的。今日来的越多，独孤博在他们心中的印象也就越深刻，震慑效果也就越好。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道。随着一声报号，所有人都朝着门外看去。只见宁风致迈着缓慢的步伐，一步一步朝着大殿而来。在他的身后，剑斗罗陈星面无表情，到其身上那股恐怖的气息，却也让在场所有人都心生寒意。那就是宁风致，七宝琉璃宗宗主，果然有些气概。嗨，那位后面可是剑斗罗陈星，96级的封号斗罗，这位才是七宝琉璃宗真正的底蕴所在。一时间，大殿之中议论纷纷，大家都小声嘀咕着。雪夜大帝也是没有端架子，直接来到大殿门口亲自迎接。哈哈，宁宗主竟然也亲自来了，倒是让我天斗皇室有些惊讶。宁风致微微一笑，雪夜陛下您说笑了，独孤博成就封号斗罗本就是一件大事，何况他还成了天斗帝国客卿供奉，风致岂能有不来之理？点点头，雪夜没有纠结这些，宁风致可不是什么简单货色，雪夜也没想过独孤博能够震慑七宝琉璃宗多少。蓝电霸王龙家族族长玉元正面下道。紧接着，玉元镇也来到了大殿之中。一切人员到来之后，雪夜也是开始铺垫起来。哈哈，今日雪夜实在是荣幸之至啊！在场的诸位皆是我天斗帝国的强者之辈，今日大家聚在一起也是不易。想必大家都知道，独孤博冕下成就封号斗罗这件事。从今以后，独孤博便是我天斗皇室客卿供奉了。说罢，雪夜使了一个眼神，一位士兵瞬间明白过来。不一会儿的时间，大殿之外，独孤博一步一步朝着殿内走来，所有的人都朝着独孤博看去，想一睹封号斗罗的风采。随着独孤博缓缓而来，他的嘴角也开始露出浅浅的微笑。就在这时，大殿之中的剑斗罗陈星和玉元镇两人对视一眼，两股封号斗罗的压力瞬间朝着独孤博猛撞而去。唰的一下，独孤博脚步刹那间就停止上前。感受着那股来自封号斗罗级别的压力，独孤博先是眉头一皱，随即又笑容满面。他知道这肯定是七宝琉璃宗和蓝电霸王龙家族给自己的下马威。可惜他独孤博可不是孤身一人，他的背后还有摘星楼，自然不会忍气吞声。随着独孤博脚步上前一步，轰！整块石板瞬间化为灰烬，紧接着独孤博脚下一道道魂环缓缓升起，黄黄紫紫黑黑黑黑8个魂环陡然乍现，来自玉元镇和剑斗罗陈星的压力瞬间减小不少。这还没完，随着独孤博嘴角微微上扬，第9道10万年魂环刹那间出现在所有人面前。那猩红无比的魂环直接让在场所有人恨不得再近些看看。这
10万年魂环？怎么可能？独孤博怎么可能拥有10万年魂环？宁风致此刻心中不停的呐喊。对于独孤博成就封号斗罗，他虽感到疑惑，也只当作独孤博运气好罢了。但这10万年魂环，那又该如何解释？一个10万年魂环，可是代表了一只10万年魂兽，这不得不让宁风致感到震惊。月票打赏投资，快快前来！此刻不仅只是宁风致，玉元镇心中同样如此。不过他更多的还是嫉妒，凭什么他玉元镇都没有10万年魂环，而一个独孤博却能拥有10万年魂环？他不明白，心中也是无比难受。其实比起他们，雪夜大帝的震撼一点也不比他们来的少。本以为独孤博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封号斗罗，现在却是画面一转，拥有了10万年魂环。这样一来，意义可就不一样了。10万年魂环代表了什么？雪夜心中很清楚。这下，哪怕是七宝琉璃宗和蓝电霸王龙家族都不敢再轻视独孤博了。不管大殿之中那些人作何感想，此刻独孤博倒是显得格外舒坦。随着自己92级的魂力猛然爆发，哪怕剑斗罗陈星和蓝电霸王龙家族族长玉元镇一同暗中出手，也是无济于事。嘴角带着一丝冷笑，独孤博一步一步走向大殿。所有在场的魂师都感受到了独孤博身上那92级的魂力波动。封号斗罗如同一座大山压在所有魂师头顶，让他们有些喘不过气来。走进大殿，左右环视一圈，独孤博脸上淡然无比，没有丝毫的表情。诸位，今日乃是我独孤博成为封号斗罗之后第一次出面，从今以后，我的封号便是独。话音落下，一股冷意油然而生，所有人脚底下都感受到了一股寒意。同时，一些人意识到了独孤博加入天斗帝国的恐怖之处。一位擅长使用毒的封号斗罗，还拥有10万年魂环，若是和帝国发生冲突，大战之中，独孤博简直就是战神一般的存在。显然，此刻雪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脸上简直笑开了花，赶忙迎了上来。哈哈，诸位也都听见了，本帝也在此宣布，从今以后，独孤冕下便是我天斗帝国的客卿供奉，其地位等同亲王。说着，雪夜看向在场所有人，眼神中那股喜色压根就藏匿不住。哈哈，恭喜雪夜陛下，恭喜独孤冕下！随着天斗帝国的那些大臣们一同附和，在场的魂师也是有些无奈。但就在这时，剑斗罗陈星站了出来。独孤兄，没想到有朝一日你也能够成就封号斗罗，甚至还拥有10万年的魂环，当真是让陈星感到无比羡慕啊！此话一出，大家也都把目光集中在剑斗罗身上，毕竟剑斗罗可是96级。闻言，独孤博自嘲一笑。剑斗罗说笑了，在下不过是运气好一些罢了，这10万年魂环也不过是偶然而得。倒是剑斗罗96级的超级斗罗，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到达的境界，这才真的让人感到震撼才是。此话一出，剑斗罗笑笑不说话，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向所有人证明他们七宝琉璃宗依旧强大。一个独孤博还不至于让七宝琉璃宗感到忌惮。对此，独孤博心中也是门清，但实话实说，哪怕他现在拥有10万年魂环，加之一根10万年魂骨，也不可能是剑斗罗陈星的对手。或许阴黑和杨白可以与之一战。就在这时，一直没有动静的玉元镇也是站起身来。哈哈，剑斗罗陈星可是96级封号斗罗，独孤兄不必放在心上。相信独孤兄拥有10万年魂环，今后达到95级也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不过今日不知能否让我们见识一下独孤兄你的实力。此话一出，全场皆是一震。玉元镇这话很明显，那就是要和独孤博来上一场。独孤博表面面露笑意，心中则是暗暗估计着自己和玉元镇的差距。玉元镇虽然比不上剑斗罗陈星，却也是95级的超级斗罗，加之蓝电霸王龙武魂的强悍，独孤博知道自己同样也不是对手。哈哈，玉族长说笑了，独孤博自然就是封号斗罗实力罢了，比玉族长或许要差些，但也绝对不弱。不信，玉族长你可亲自来试上一试。瞬间气氛变得有些冰冷，玉元镇一阵冷笑，终究还是保持着理智，没有直接动手。这毕竟是天斗皇室的客卿供奉，自己说说可以，若要动手，那还得斟酌斟酌。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候，雪夜大帝却是来充当起和解人。独孤冕下，玉族长，你们都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都是我天斗帝国真正的底蕴，何来高低之别？来来来，今日难得让大家聚在一起，就让我天斗皇室好好敬一敬地主之谊。几句话的功夫，雪夜就让气氛缓和下来。不过独孤博心中却也暗暗记住今日之事，七宝琉璃宗的剑斗罗陈星至少还隐晦一些表达，而玉元镇简直就是无脑霸道，真当他独孤博是孤家寡人不成？其实玉元镇如此霸道，还是和5年前摘星楼上七宝琉璃宗有关。那次之后，蓝电霸王龙家族可是吞并了七宝琉璃宗不少产业，
加之最多魂师加入蓝电霸王龙家族，也让玉元镇更加飘飘然了。但他自己也不想想，七宝琉璃宗拥有2位95级以上的封号斗罗，都有被打击的体无完肤那一天，更何况是他蓝电霸王龙家族呢？除了他玉元镇是95级封号斗罗之外，蓝电霸王龙家族再无封号斗罗。所谓人狂必有祸，今日他蓝电霸王龙家族种下的因，日后也必将结出恶果。一场属于天斗皇室的盛宴没多久就结束了。独孤博也是站起身来，直接潇洒离去。比起应付这些家伙，独孤博更愿意陪伴自己孙女儿。不过盛宴结束，可不代表这件事就此结束。独孤博乃是92级封号斗罗的消息，还有拥有10万年魂环的消息，很快就在天斗帝国传播开来。这位封号唯独的强者，一瞬间就出名整个天斗帝国。回到七宝琉璃宗之后，宁风致越想越不对劲，他很不明白，为何独孤博能够拥有10万年魂环，这绝不是一个偶然。其中隐藏的秘密，宁风致认为也绝对不简单。不过，任由他冥思苦想，也没想到究竟是何原因。就在这时，6岁多的宁荣荣跑了进来：“爹爹，爹爹，快来和荣荣一起玩耍吧。”6岁的宁荣荣可爱至极，此时还没有养成日后娇娇大小姐的脾气。宁风致一听自己女儿来了，也是露出老父亲的笑容：“哈哈，荣荣乖，爹爹现在有事要处理，等爹爹处理完了再和荣荣一起玩好不好呀？”此话一出，宁荣荣小嘴一撇，随即气嘟嘟的来到宁风致面前，娇嫩的嗓音充满了别样的愤怒：“我不要！”无奈的宁风致也只能向自己的乖女儿妥协，不再去想独孤博10万年魂环之事，抱着宁荣荣就径直离开了七宝琉璃大殿。索托城摘星楼之巅，当天斗城之中发生的一切被独孤博传来消息之后，殷黑就将消息恭恭敬敬递到叶天辰手中。看了看独孤博传来的消息，叶天辰神色没有任何一丝变化，让独孤博前往天斗城做天斗帝国客卿供奉。除了因为雪夜大帝的关系之外，叶天辰也想插根刺在天斗城。如此一来，天斗帝国也要稳定不少，不至于各方势力轮流登场。不过，信中所说的蓝电霸王龙家族倒是让叶天辰眉头一皱。玉元镇95级封号斗罗，武魂蓝电霸王龙，这家伙胆子可真肥。有时间还是得收拾一下他蓝电霸王龙家族。君不见七宝琉璃宗都学乖了吗？心中默默想着，叶天辰放下手中的信件，独孤博之事暂且就先告一段落了。就在这时，一直站立等候着的殷黑忍不住看了一眼叶天辰，神色有些犹豫，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这自然被叶天辰轻易就发现了。扭过头看向殷黑，叶天辰轻轻一：“殷黑，支支吾吾的可不是什么好习惯，有什么难事尽管说出来便是。”此话一出，殷黑也是不再犹豫，将自己的难题说了出来：“楼主，有件事属下得和楼主您说一声，希望楼主您能够同意。”“哦，但说无妨。”得到肯定的答复，殷黑也是直接开口说道：“楼主，上次你让我代管的那只小兔子就是小五，它似乎要凝聚第一魂环了。魂兽凝聚魂环是不能够被打扰的，恰好我近日需要闭关炼化楼主您给的那块魂骨，所以我想把那只小兔子送到楼主您这里来，不知楼主您意下如何？”说着说着，殷黑越说越小声，直到最后没了声音。迎接他的则是叶天辰那冰冷的面庞。殷黑心头一震，暗道不好，自己似乎有些玩脱了。啪！叶天辰手指来到殷黑头上，就是一个脑背儿。莫非不可以先让那只10万年小兔子凝聚第一魂环之后，你再去炼化魂骨吗？一听这话，殷黑有些犹豫，但还是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说道：“楼主，关键是杨白那家伙已经开始炼化魂骨了，我不想落后杨白。”就这？叶天辰算是看明白了，殷黑这家伙和杨白可真是相信相爱相杀的一家人，谁也不让谁。一想到殷黑居然会说出如此离谱的话来，叶天辰也是忍不住笑骂起来。罢了，殷黑，你把小兔子带来，去炼化魂骨吧。不过，你若是在杨白的后面炼化成功，那本座就要好好的指导你了。听明白了吗？一听到指导，殷黑顿时脸色一变，连忙点点头，马不停蹄的便要将小五带来。几个呼吸之间，小五就被殷黑直接抓着放到了摘星楼之巅，随即都没理会小五那一脸疑惑的表情，就唰的一下消失在原地。他可不能在杨白之后炼化魂骨啊，不然想想殷黑就觉得恐怖。不过小五显然是有些懵逼的，自己明明修炼好好的，都快凝聚第一魂环了，不曾想竟被殷黑供奉，直接抓到了摘星楼之巅。小五悄咪咪的看了一眼叶天辰，见叶天辰眼中并没有杀机，他方才放心不少。小五还以为是这位摘星楼主要杀自己了呢，现在看来并不是。小兔子，殷黑说
你要凝聚第一魂环，那么你就在这儿开始凝聚吧。看着小舞，叶天辰没有其他什么话，只是丢下一句，就径直走回楼阁之中。小舞此刻彻底懵了，所以这一切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劲摇了摇头，小舞也不敢耽搁，既然面前这一位要自己在此地凝聚第一魂环，那他也只能听话照做了呗，不然还能咋地？静下心来，小舞也开始了自己的尝试。与真正的人类不一样，魂兽化形之后并不需要截取魂环，他们自己就能产生魂环。不过产生的魂环还是看个人承受能力，其实与神赐魂环有些相似，不过是魂兽产生的魂环不可能超过自己化形之前的年限罢了。很快，小舞就盘坐在楼阁之外，开始平心静气凝聚第一魂环。就这时，楼阁之中，叶天辰的声音再度传来：“小兔子，每一个魂环的产生，我劝你还是不要随意的好，若是可以，应当尽量提升魂环年限。”说罢，叶天辰的声音彻底消失，只剩下小舞有些若有所思。他也不是什么修炼小白，知道魂环年限越高，魂技威力也就越强。对于叶天辰说的，小舞也是如此操作。静静坐下之后，小舞开始牵引自己体内的魂环。不一会儿的功夫，一道白色的魂环就出现在小舞的面前。不过，小舞并没有着急吸收炼化，而是不断朝着白色魂环中注入魂力。随着魂力一点一点的注入到这枚白色魂环之中，白色魂环也开始一点一点发生变化。不一会儿，白色魂环就化作一枚黄色的百年魂环。但是小舞并未就此停下注入魂力，仅仅只是100年还不够。楼阁之中的叶天辰自然也发现了小舞凝聚第一魂环的动静，不过他并没有插手。一个强者是不需要别人过多帮助的，那种温室里的花朵是不可能成长起来的。何况小舞终究是一只魂兽，叶天辰心中还是有一些芥蒂。随着时间的流逝，夜幕也缓缓降临，小舞凝聚的第一魂环此刻已经呈现浓浓的黄色，达到了400年年限。此时此刻，小舞的额头上已经是大汗淋漓，但一想到自己的未来对手是一位双武魂的封号斗罗，小舞又咬咬牙坚持了下来。终于，当他第一魂环年限突破到了500年之时，小舞只觉得自己已经快要坚持不住了。不，500年还不够，还不够！小舞眼中带着一丝疯狂，他第一魂环不能只有500年年限啊！随着小舞一声怒吼，他第一魂环的年限也再度上升起来。终于，600年年限时，小舞口中一口鲜血直接喷薄而出，鲜血顺着嘴角缓缓滴落，将洁白无瑕的长裙点缀上朵朵艳红的梅花。600年第一魂环，他依旧没有放弃，继续冲击着。当第一魂环来到700年年限时，小舞的身躯已经开始渗出一丝丝鲜血，整个骨骼都嘎吱嘎吱作响。此时此刻，小舞已经有些魔怔了，依旧不管不顾，想要继续提升第一魂环的年限。就在这时，一道冰冷的声音从楼阁之中传来：“小兔子，700年已经是你的极限了，不要不知足，再提升下去，你会爆体而亡。只有活着才能有机会报仇，死了可就什么都没了。”叶天辰话音落下的一瞬间，小舞猛然惊醒，自己确实有些魔怔了。忍受的极大的痛苦，小舞奋尽全身最后一点力气，将魂环开始缓缓吸收炼化。楼阁之中的叶天辰此刻也是不得不赞叹一句：这小兔子可真狠，对自己都这么狠，是个可塑之才。不过叶天辰也明白，小舞之所以敢这么玩和他是魂兽化形脱不开关系。首先就是魂力冲击，一般人吸收炼化魂环，那是需要地方柱魂力冲击的，也就是因为这魂环的力量不属于自己，进入人身躯后会极为狂暴，影响魂环吸收。而小舞不一样，他凝聚的第一魂环本身就是他化形之前体内魂力储存的能量，自己炼化起来，魂力温和无比，压根没有那些顾虑。其次，小舞的身躯比之一般的6岁孩童要强上不少，此刻是10万年魂兽化形嘛，体内魂力从小滋养之下，这也正常。成功凝聚第一魂环炼化之后，小舞也已经精疲力尽，随着体内魂力突破到第12级，他也直接昏迷过去。叶天辰可没有兴趣去照顾这只小兔子，也当作没看见。此时此刻，当小舞凝聚第一魂环的同时，武魂殿之中，千仞雪也是刚刚吸收完自己的第5魂环。没错，12岁的千仞雪已经拥有了魂王的修为。缓缓走进供奉殿之中，千仞雪就看见自己的爷爷已经在等候着自己。回来了，小雪，这次截取魂环如何？听到自己爷爷开口询问，千仞雪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脚下直接亮起一个个魂环。黄子子嘿嘿，5个一般人看了都要大吃一惊的魂环配置，仅仅只是让千道流点点头。比起原著，这一次千道流在千仞雪身上可谓是付出了更多。无尽的天才地宝堆积之下，千仞雪的身躯强度直接飙升。第2魂环便是1000年起步，甚至是第4魂环这枚万年魂环，还是千道流使用手段逼迫一只万年魂兽主动献祭。可以说，
千仞雪一出生就在罗马。不过，尽管千仞雪已经拥有了绝大部分魂师梦寐以求的一切，他的心中依旧还是觉得难受。而让他感到难受的根源只有一个：比比东。从出生到现在，千仞雪记得很清楚，比比东绝对没有和他说过3句话。可是比比东是他的母亲啊！千仞雪有些复杂，不知该如何是好。对于这件事，千道流也不是不清楚，只是他也不好强行干涉罢了。爷爷，一切顺利，还算不错。说罢，千仞雪就离开了供奉殿，只留下千道流一人独守大殿之中。看着千仞雪那离去的背影，千道流心中无比的失落和惆怅。自己身为99级的绝世斗罗，怎么就活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唉，轻轻叹了一口气，千道流缓缓来到天使神像面前，双手合十，慢慢跪倒在天使神像前。而千仞雪在离去之后，便朝着教皇殿直行而去。他要找比比东，找他问清楚。而比比东此刻正和举鬼斗罗商议着。比比东高坐教皇椅上，看着面前的举鬼斗罗，缓缓开口：“听说天斗帝国皇室招募到了一位封号斗罗，叫独孤博，还拥有10万年第9魂环。此事是真是假呀？”比比东不急不缓，冰冷的声音中充满了威严之感。菊斗罗小心翼翼看着比比东，发现没什么异样之后，方才放心回答起来：“禀告教皇陛下，那天斗帝国确实招到一位封号斗罗，这独孤博属下也曾认识，擅长使用毒，只是他拥有10万年魂环这件事，属下心中存疑。10万年魂环何其珍贵，他独孤博何德何能有资格有能力获取？”对于这件事，菊斗罗嗤之以鼻，他不相信独孤博能够拥有10万年魂环。一听这话，比比东冷冷一笑，看着菊斗罗，眼神中透露着一丝杀意。唰的一下，菊斗罗就发现不对劲，连忙跪倒在地，将头无限低下。月关，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天斗城武魂圣殿殿主白金主教萨拉斯已经传来消息，独孤博拥有10万年魂环这件事，此言不虚。随着比比东话音落下，菊斗罗也是直接开口道罪：“是月关有眼无珠，还望教皇陛下恕罪。”没有理会菊斗罗，比比东站起身来，开始继续说道：“天斗帝国今后也是我们武魂殿要灭亡的目标，这位封号斗罗的出现可不是一个好消息。而且天斗帝国还拥有7宝琉璃宗、昊天宗和蓝电霸王龙家族，都说柿子要挑软的捏，但天斗帝国比之星罗帝国要难缠得多，你们2人可有办法？”说罢，比比东一个华丽转身，缓缓又坐到教皇椅上。这菊斗罗也好，鬼斗罗也罢，一时间都变得有些哑口无言。天斗帝国除了比比东说的这些之外，还有那神秘无比的摘星楼，举鬼斗罗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法。废物，一群废物罢了，你们下去吧。说罢，举鬼斗罗连忙缓缓退了下去。出来吧，别躲了。在举鬼斗罗走后，随着比比东一声大喝，躲在暗处的千仞雪缓缓走了出来。教皇陛下。千仞雪始终还是没有叫出母亲这2个字来。比比东看着千仞雪，听到这欲言又止的称呼，心中有些颤抖。累了，拉不出来了，大家将就吃吧。好吧，我承认了，我肾虚，是我不行。不过很快，比比东就恢复了冰冷的状态。不知雪儿小姐在偷听些什么？这里可是教皇殿，不是大供奉的供奉殿。一瞬间，整个教皇殿中气温骤降，冰冷中透露着一丝杀意。千仞雪有些颤抖，面前这个高高在上的教皇陛下，真的如此狠心吗？他不明白，自己明明是他的女儿啊。此刻，比比东看着千仞雪，越看越有一种当初千寻疾的影子存在。他的神色开始带着一丝厌恶混杂其中。没有等千仞雪继续开口，比比东就直接挥手一扇，一道恐怖的魂力直接将千仞雪卷出教皇殿，随后大门缓缓合上。看着已经紧紧关闭着的大门，千仞雪有些落寞，但更多的还是失望。这些年来，他不止一次出现在比比东的面前，可是比比东根本就没有正眼瞧过他。也不知在大门之外徘徊了多久，随着千仞雪缓缓站起身来，眼神之中充满了坚定。他要让比比东知道，自己不是一朵温室里的花朵，自己可以帮助到他。一想到这儿，千仞雪收回脸上的愁容，取而代之的则是冰冷还有坚定。不一会儿的功夫，千仞雪又重新回到了供奉殿之中。千道流从天使神像面前缓缓起身，扭过头来看着推门而入的千仞雪，嘴角微微一笑。他还是没有接纳你。千道流此话一出，千仞雪瞬间迟滞起来。不过转念一想，他千仞雪又怎么骗得过自己爷爷呢？教皇陛下教务繁忙，因此说了这么一句之后，千仞雪也没往下继续多说。闻言，千道流摇摇头，无奈苦笑一声。自己带大的孙女儿，他能不知道是什么性格？可是比比东，对此千道流真的没有任何办法。不过在他心里，他还是觉得千仞雪没有必要接触比比东，
今后既然要获得天使神传承，成神之后也不用再留念世间。雪儿，你可知你的母亲比比东为何会如此对你？深深看了一眼千仞雪，千道流还是决定将曾经之事告知千仞雪。长痛不如短痛，如何选择也应该由他自己来选。千道流此话一出，千仞雪瞬间聚精会神起来，轻轻叹了一口气。千道流也开始讲述：雪儿啊，当初你的父亲是我武魂殿的教皇，而你母亲比比东则是你父亲的弟子，也是我武魂殿的圣女。什么？千仞雪整个人都傻了，自己父亲竟然是自己母亲的老师，这不是有违伦理吗？看到千仞雪这个反应，千道流也不觉得奇怪，因为他自己也这么觉得。雪儿，不必如此激动，听爷爷慢慢说吧。点点头，千仞雪恢复了平静，再次聚精会神看向自己爷爷。当初你的母亲爱上了一个满嘴谎言之人，那人叫玉小刚，乃是蓝电霸王龙家族族长玉元镇之子，武魂天生废物，一辈子也只能是个29级的大魂师而已。你的父亲发现这件事之后极为震怒，因为他也喜欢你的母亲。说到这儿，千道流又看了千仞雪一眼，见其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也就继续说下去。后来你母亲竟然想和那废物玉小刚私奔，结果被你父亲发现了，一气之下，你的父亲，从那之后你母亲就有了你，你的母亲也就一直恨着你父亲，恨不得亲手杀了你父亲。听到这儿，千仞雪似乎有些理解自己的母亲比比东为何如此不待见自己了，可是自己父亲犯下的错为何要怪罪到自己身上？同时他也开始可怜比比东。沉思片刻，千仞雪突然抬起头来，看着自己的爷爷，赫然问道：所以爷爷，我父亲是比比东杀死的吗？陡然间听到千仞雪这么问，千道流还有些不知如何回答。不过转念一想，既然说都说了，那就全部告诉千仞雪吧。雪儿，关于你父亲的死，你也知道，我们武魂殿传出去的是被昊天宗的唐昊勾结10万年魂兽所杀，但其实不是。你父亲的死，真正的凶手还是摘星楼楼主叶天辰。什么？摘星楼主叶天辰？那位6指琴魔，竟然是他！千仞雪从小就在武魂殿中长大，耳濡目染之下，自然也听过叶天辰的名号。97级的封号斗罗，6个万年魂环，3个10万年魂环的拥有者，一身实力已然超过了自己二爷爷金鳄斗罗。看到千仞雪有些疑惑，千道流缓缓开口道：雪儿，你有所不知，这件事没你想象的那样简单。你的母亲当年去过一次摘星楼，那次或许就是去付出代价，让摘星楼主取你父亲的命。说到这儿，千道流的表情也不再平静，苍老的面容上是一阵阵恐怖的杀机涌现。千仞雪沉默了，今日听到了这么多自己从未知晓的秘密，他的心中有着太多的复杂情绪。千道流见状，也是轻声安慰起来：雪儿，你母亲和父亲之事，你不必理会，一切都有爷爷去处理，包括摘星楼那位也是如此。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修炼，争取早日成就封号斗罗。届时武魂殿教皇的位子，爷爷定然给你夺回来。千仞雪听罢，欲言又止，他并不想要什么教皇之位，可是面对照顾自己长大的爷爷，他也不忍心拒绝。爷爷，你放心吧，雪儿会努力修炼，早日突破封号斗罗的。说这话的时候，千仞雪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会真的置之不理。显然千道流也是微微摇头，他太了解自己的这个孙女儿了。尽管从小到现在表现出来的都是乖巧懂事、努力上进，只有千道流明白，千仞雪的骨子里和比比东何其相似，都是一样的固执，或者说偏执要更准确一些。但愿如此吧，雪儿，你先下去吧，爷爷累了，想好好休息一下了。千道流柔声细语，千仞雪也是闻言之后，缓缓离开了供奉殿。就在千仞雪离开之后，供奉殿深处，金鳄斗罗缓缓走了出来。大哥，雪儿，其实大哥，您不应该告知他这一切的，以雪儿的性格，他恐怕不会再安稳修炼了。千道流点点头，这些他又何尝不明白。金鳄，长痛不如短痛，雪儿终有一天还是会知晓这一切的。与其到了那个时候，一切都尘埃落地，雪儿想努力也无济于事，还不如现在就让他自己决定今后的道路吧。趁现在有你我，还有供奉殿在，雪儿至少还能得到一份助力，不至于今后孤身一人。金鳄听后也是轻轻叹了一口气，是啊，既然如此，大哥，那我们也得做好准备了。雪儿的性格绝不会当作没发生过，我是怕雪儿直接去找叶天辰报仇。你也知道，叶天辰现如今的实力恐怕已经不是97级了。点点头，千道流倒不是很担心，自家雪儿只是固执，又不是傻子。叶天辰的实力之强，除了自己亲自出手之外，也没谁能奈何得了他。放心吧，金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切都没有什么好畏惧的。说罢，两人都没有继续聊下去。
而在索托城摘星楼之巅，自从3天前小舞被阴黑送来之后，这3天时间，小舞一直都在恢复自己拼命提升魂环年限的伤势。3天时间，基本已经恢复如初。这3天时间，叶天辰一直在楼阁之中静修，压根就没有管小舞死活。原因很简单，小舞的腰间有着一条魂导器，叶天辰已经记不清这小兔子取出了多少胡萝卜。此外，叶天辰刚刚突破到98级，也需要时间来稳固修为。毕竟万丈高楼平地起，不管修炼到了各种层次，这最基础的一点叶天辰还是不会忘的。就在叶天辰陷入修炼状态之中时，一道气息瞬间从摘星楼内爆发出来。陡然间，叶天辰就睁开了双眼，这股气息不是别人，正是杨白。刹那间，叶天辰嘴角就神秘一笑。如果没记错的话，3天前自己可是给阴黑说过的。就在杨白炼化魂骨之后1个多时辰，阴黑修炼之地也传来一阵恐怖的气息。显然，阴黑也已经成功炼化了10万年魂骨。此刻，阴黑修炼之地，尽管阴黑已经成功炼化了蓝银皇的10万年魂骨，但他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喜色，反倒是紧张到汗流满面。这杨白怎么炼化的这么快？他那块可是10万年黄金犀牛的魂骨啊！我这块蓝银皇的魂骨，按理来说比之他那块应当要容易一些才是啊！哎，这下好了，完脱了。就在阴黑口中还在碎碎念叨的时候，一道琴声悠扬悦耳，从摘星楼之巅缓缓传来。但这道悦耳的琴声，对于摘星楼底下那些一直守候着的魂师来说，是一件莫大的机遇；对于阴黑来说，则是惶恐无比。果然，下一秒，叶天辰的声音便出现在阴黑耳边：“阴黑，炼化魂骨，可喜可贺，速来见我！”噌的一下，阴黑直接一个弹射起步，一瞬间就来到了摘星楼之巅。落地之后，也是没有如同往日那般悠闲自在，而是紧张无比的挪到楼阁前，随即一拜：“属下阴黑，拜见楼主。”啪！陡然之间，楼阁大门瞬间打开，叶天辰也出现在阴黑面前，轻轻一笑：“阴黑，3日前你似乎对本座承诺过什么，你可还记得？”说罢，叶天辰微笑着看向阴黑，明明柔和的笑容，硬是让阴黑不由得脑袋一缩。阴黑当然知道自家楼主说的是啥，此刻退无可退，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楼主，阴黑当然记得。这次是阴黑口出狂言，阴黑甘愿受罚。低着头，阴黑也是已经准备好迎接那恐怖的单方面吊打。在阴黑话音落下的一瞬间，杨白也是感受到阴黑的气息，直接飞掠到摘星楼之巅。看着一脸不情愿阴黑，还有微微笑着的自家楼主，杨白果断选择闭口不问，只是悄悄来到小舞身边，蹲下身子，柔声问道：“小舞，告诉本供奉，你阴黑老师是不是对楼主大人承诺了啥呀？”小舞有些纳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明所以的小舞也是将3日前阴黑的那些操作统统告知了杨白。毕竟面对一位95级的封号斗罗，小舞还是果断选择坦白。当杨白得知一切后，脸上也流露出一丝戏谑的微笑。这阴黑，啧，有的受了。而此刻的阴黑显然无心关注杨白的笑意，甚至杨白已经来了他都没发现。既然你知道，那阴黑，且随我来吧。话音落下，叶天辰如同大鹏展翅，一飞冲天。阴黑颤颤巍巍站起身来，咬咬牙，也是奋力一点，整个身躯瞬间化作一道残影。哈哈，小舞，走！今天我带你好好看看，你这阴黑老是出丑。没等小舞开口同意，杨白已经一只大手提着小舞消失在了原地。索托城外30里，一处荒无人烟的森林之中，刷刷刷，随着破风声此起彼伏，叶天辰和阴黑也来到这儿。紧接着，杨白也带着小舞出现在离阴黑100米之外的一棵苍天大树上。嘿嘿，有好戏看了。杨白笑笑，小舞则是一脸好奇。场中，叶天辰站立原地，看着有些神色紧张的阴黑，随即发话：“阴黑，来吧，让本座看看95级的你到底有多少实力。”阴黑点点头，既然已经这样了，也没什么好怕的了，随即便脸色沉重，轻轻吐出一口浊气。霎时间，阴黑脚下一道道魂环缓缓升起，黄黄紫紫黑黑黑黑红9个魂环散发着恐怖的气息。95级的魂力悍然爆发，一股强大的魂力波动瞬间扩散开来。坐在大树之上的小舞差点就被这道气势席卷在地，幸好杨白手快，一把拉住了他。楼主，属下可就不客气了。说罢，阴黑脚下第7魂环陡然亮起，第7魂技寒阴真身一出手，阴黑就是直接使用出武魂真身。开玩笑，和自家楼主动手，阴黑可不会傻傻的怕消耗魂力，这种事依旧是长痛不如短痛。第5魂技音乐斩，正所谓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阴黑此刻压根就不给自己留后路。一瞬间，2道寒芒轰然而至，
仅仅片刻之间就来到了叶天辰面前，轻轻一笑，叶天辰甚至都没有使用天魔琴，只是浑身魂力一震，一道魂力波动瞬间迎上了阴黑的第五魂技。轰！刹那间，阴黑的第五魂技便被叶天辰硬生生震散。眼见如此，阴黑也不气馁，这本就是意料之中的事。第八魂技阴风阵势，紧接着阴黑也是毫不犹豫，直接施展第八魂技。一阵狂风骤然而临，狂风之中满是恐怖的刀芒，散发着嗜血的杀机，直接将叶天辰整个包裹起来。眼见如此，叶天辰依旧没有退后半步，只见他手掌之中魂力凝聚，用力拍出一掌，直接就迎上了这阵刀芒狂风。蹭蹭蹭，魂力凝聚下的叶天辰手掌宛若金属一般，随着和刀芒的每一次碰撞，都发出刺耳欲聋的摩擦声。还算不错，阴黑，你的第八魂技有点意思。不过接下来本座可要出手了。说罢，叶天辰一步向前，浑身魂力陡然爆发，阴黑的第八魂技也直接消散殆尽。随着叶天辰一步踏出，他的脚下一道道黝黑无比的魂环缓缓升起，刹那间又是三道血红一片的魂环升起。阴黑此刻直接看得头皮发麻，脸上也是大汗淋漓。而此刻100米之外的大树上，杨白的表情显然和阴黑形成鲜明对比，他的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慌张，反而是一脸激动。一旁的小舞就很难评，当然小舞也是极为惊讶的，作为10万年魂兽，小舞也不是不知道封号斗罗的强大之处，但现在这个场景他还是第一次见。上次在诺丁城他还没看清楚呢，就直接被叶天辰和金鳄两人的战斗余波先飞晕死过去。现在看到场中2道恐怖的身躯，那血红无比的魂环，小舞不知为何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排斥，反而是一种羡慕。或许此刻他明白，这就是人类真正强者的标志吧。比起可怜同类，小舞目前想做的还是尽快强大起来，然后报仇。场中当叶天辰9个魂环全部浮现之后，阴黑也高度紧张起来。不出意外的话，马上他阴黑就要出意外了。至于会不会试试就试试，阴黑知道是不会的，但10天半个月下不来床，估计是没跑了。叶天辰灿烂一笑，手中天魔琴瞬间乍现，丝丝魔气在天魔琴上缓缓流动着，虽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杀机浮现，但那恐怖的气息依旧让人感到窒息。阴黑，来试试吧。天龙八音，破！随着叶天辰6指拨动琴弦，一道道音浪裹挟着无尽刀光剑影，铺天盖地般落向阴黑。阴黑此刻瞳孔无限放大，仅仅片刻之间，音浪随即而至。来不及多想，阴黑直接催动自己的武魂真身，体内魂力全部爆发，开始奋力防御起来。轰轰轰！每一道刀光剑影落到阴黑的武魂真身上，阴黑都感觉自己如同被人一锤重击，那种滋味格外不好受。他的身躯也在不断逼退着，每一道音浪来袭，他都会被击退数米，脚下大地也是坑坑洼洼，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而此刻叶天辰6指越来越快，音浪越来越多，威力越来越大，丝毫没有要停止的迹象。见状，阴黑顿感不妙，他知道自己绝不能再后退了，浑身魂力直接凝聚于武魂真身之上，随着阴黑奋力一刀斩出，所有面前的音浪都一刀两断。借此机会，阴黑直接飞上天空。第9魂技刀破天地，轰隆隆！随着阴黑第9魂环亮起，一把血红色的100米巨刀凝聚在天空之中，那猩红的刀身一看就知道威力非凡。轰然之间，当阴黑凝聚了足够的力量，他也是第一次将自己的第9魂技施展出来。斩！随着阴黑话音落下，100米血刀从天而降，其速度之快，就连叶天辰也不禁啧啧称奇。第4魂技天魔之盾，随着叶天辰第4魂技发动，他的身前一阵阵魂力夹杂着魔气，瞬间凝聚成一面盾牌。没有丝毫担心，尽管阴黑的这一击确实不弱，但想要打破叶天辰的第4魂技却还差上不少。砰砰砰！随着血刀落下，斩在叶天辰天魔之盾上的一瞬间，一道血红色的光芒冲天起，一股强大的魂力波动自2人为中心，疯狂朝着四周倾泻而出。100米之外，杨白也是瞬间拉着小舞飞入空中，仅仅片刻之间，他们脚底下的那棵参天大树就被扩散的刀芒化为碎片。硝烟散去，阴黑此刻已经累得满头大汗，脸色也有些苍白无力，整个手臂不断的颤抖着，微微抬起头，看着自家楼主那依旧纹丝不动的身影，阴黑差点没缓过来。楼主，您神威盖世，阴黑真的已经顶不住了呀！说罢，阴黑也注意到了远处天空之中的杨白和小舞，随即他的眼中一道光芒闪过，瞬间计上心头。不过楼主，这次阴黑一个人的确抵挡不住楼主您几招，但如果杨白能够与我一同出手，
相信楼主，您一定会对我们刮目相看。此话一出，殷黑迅速起身，手指向天空之中的杨白。看，楼主，杨白都跟来了，看来他也想楼主亲自试炼一番。叶天辰顺着殷黑手指方向看去，他当然知道杨白为何要跟来，不过殷黑说的没错，既然都这样了，何不如两个一起试试？这样一想，叶天辰声音也在杨白耳边响起：“杨白，你也别闲着，一起来试试吧。”轰！此话一出，杨白脑子里顿时就懵逼了。怎么着？今天吃瓜还吃到自己头上来了？但就算杨白此刻再怎么幽怨，自家楼主的话他还是要听的。随手将小五安置在1000米之外，杨白也落入战场之中。一落地，殷黑就贱兮兮的冲着杨白眨巴眼。杨白顿时一头黑线，都别愣着了，你们二人一同出手吧。叶天辰话音落下，殷黑杨白二人也是不再犹豫。杨白直接释放武魂，9个魂环一同而出。第7魂技赤阳真身，第7魂技寒阴真身。殷黑，你我一起来。没问题。唰的一下，殷黑直接飞掠来到叶天辰身后，杨白则是直面叶天辰。此刻两人也是开始认真对待起来。杨白率先发起进攻，手中赤阳剑伴随着体内磅礴的魂力，一道道剑气连绵不绝，直冲叶天辰正面而来。而殷黑也没闲着，在杨白发起进攻的一瞬间，同样落下自己的寒阴刀。还挺聪明，知道自己体内魂力刚才消耗不少，搞背后偷袭。不错不错。第5魂技幻神之羽。轰然之间，天空中一道道黑色羽毛瞬间凝聚，其下落速度之快，就是殷黑杨白二人也没有预料到。来不及多想，二人的攻击瞬间收回，并且不断退去。刹那间，那满天飞羽就落到他们武魂真身之上，一股灼烧灵魂之痛让他们眉头顿时紧缩起来。只有真正面对自家楼主，他们方才能感受到其他人的那股绝望。眼见武魂真身已经快要顶不住了，殷黑杨白二人对视一眼，纷纷明白对方的意思。他们不能坐以待毙。第9魂技刀破天地。第9魂技剑斩山河。两人都是不约而同发动第9魂技，殷黑体内魂力几乎被第9魂技直接榨干，杨白也是面露虚汗。血刀和巨剑陡然之间一齐落下，叶天辰眼中露出满意的神色。就他们二人的攻击，几乎已经可以和七宝琉璃宗的剑斗罗一战了。没有丝毫的防御，叶天辰最后直接爆发出体内全部的魂力，98级的魂力形成一个巨大的黑色光环，迎接着二人的至强一击。轰！当血刀和巨剑落下，叶天辰只觉得一股锋利无比的杀机瞬间突破自己的魂力防御。紧接着，殷黑右腿泛起一阵光芒，杨白右臂同样如此。黄金一击，蓝银守护。轰！轰！轰！毫无征兆之下，二人瞬间击中叶天辰身躯。这就是二人炼化魂骨之后的附带魂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在二人喜悦不已之时，叶天辰的身躯中一股庞大的魔气仿佛受到刺激，全身上下的魂力也变得狂暴起来。他们击中的时候有多猛烈，一瞬间倒飞出去就有多凄惨。砰砰砰！随着两人倒飞出去，一口鲜血再也忍受不住喷薄而出。叶天辰也瞬间收回自己的9个魂环，缓缓来到殷黑和杨白身边，随着一股魂力输入，二人的脸色也开始变得好转起来。看着殷黑杨白，叶天辰嘴角一笑，说道：“你们二人的实力还不赖，尤其是最后那一击10万年魂骨附带的魂技，一般人往往都没有防备，可以作为保命手段使用。不错，不错。”听到自家楼主如此夸奖，二人都是苦苦一笑。最后那一下，两人其实也是这么想的，可惜摇摇头。殷黑和杨白二人缓缓起身，看着早已满目疮痍的大地，心中也对自己的实力有了一定的估计。远处，小五此刻早已目瞪口呆，原来摘星楼主居然这么强大。还有殷黑和杨白，平日里不显山不漏水，没想到，果然人类魂师能够修炼到封号斗罗级别的，都没有一个是简单人物。除了惊讶之外，小五也知道自己距离封号斗罗还是太过遥远，也坚定了自己的修炼之心。一场试炼之后，叶天辰便带着殷黑杨白还有小五回到了索托城摘星楼，一切仿佛都静了下来。而在武魂殿，此刻千仞雪的房间内可就没那么平静了。几日时间，千仞雪想了很多东西，自己父亲的死，母亲比东受到的伤害，一切的一切都犹如一道道划痕落在千仞雪心中。他不知道自己现在到底该做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思来想去，千仞雪突然站起身来，眼神之中一道亮光一闪而过。对了，天斗帝国，若是我能够解决整个天斗帝国，母亲她会不会因此而感到开心，从而接纳自己呢？不，我凭什么要她接受？一瞬间，千仞雪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直接大变样，
或许在一次次失望之中，他也变得固执起来了吧。而此刻，远在天斗帝国的一片密林之中，两道身影正有些气喘吁吁地看着远处的村庄。这里距离天斗帝国都天斗城不远，位于天斗城以东800里外，背后是群山环抱。而呈现在两人眼前的，只是一个看上去与其他村落相差不大的小村子。袅袅炊烟从村子各处冒起，快是吃中午饭的时候了。村口处，几个顽童正在嬉戏，旁边的田地里更是有不少人在收拾农具，准备回村中吃饭。摊开手中的羊皮地图，玉小刚又仔细地辨认了一下，他可以肯定自己并没有找错地方，就是这里。地图上显示，昊天宗竟然就是眼前这个小村子。曾经的天下第一宗门，居然已经沦落成了眼前的样子吗？这两人正是唐三和玉小刚。两人自从离开诺丁城之后，玉小刚便带着唐三一路狂奔，直冲昊天宗而来。其实不只是玉小刚，哪怕是唐昊来到此处，也同样会吃惊。昊天宗宣布封闭之后就遮掩了，那张地图原本就是几年前的。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想法，玉小刚收好自己的地图，和唐三大步朝着面前这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小山村走去。同时他心中也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感慨，曾几何时，昊天宗还是斗罗大陆魂师界第一宗门，可现在却沦落到隐藏在一个小山村之中，这实在是让人有些唏嘘不已。尽管这样能够很好的隐藏自身，可是对于一个拥有强大传承的家族来说，这是何等巨大的打击。唐三看着面前的这一切，此刻心中也是不好受。眼前的昊天宗是如此的破败不堪，给宗门带来灾难固然是他父亲的错，可是当时的他父亲有选择余地吗？唐三也明白自己是唐昊的儿子，对这件事当然会偏向于父亲。但时过境迁，现在已经不是追究是谁责任的时候，而是应该如何重振宗门，如果将当初的耻辱洗清。脑海中种种思绪波动之中，唐三和玉小刚已经走到了山村入口处。正在他想走进去的时候，几名刚刚耕作回来的中年村民却拦住了他的去路。请离开这里，我们这里不欢迎外来者。说话的是一名身材壮硕的中年人，一边说着，目光中带着几分疑惑，上下打量着唐三。唐三心中暗叹一声，身体站定，我并不是外人，只是回家而已。中年村民愣了一下，回家？我们这里可没你这样的贵族少爷，都是乡下人。你回什么家？唐三不需要用眼睛去看，也能感受到周围这几名村民开始变得紧张了。他们握住农具的手明显收紧，脚步轻微移动，隐隐有将自己包围的意思。不愿在这里浪费时间，唐三缓缓抬起左手，黑光从掌心中涌动而出，带着沉凝而充满威势的气息。昊天锤悄然而出，左手收紧，紧握锤柄。唐三微微一笑，这样可以证明了吗？看到昊天锤，几名中年人先是愣了一下，但情绪很快就放松了许多。在看唐三时，目光中更多的只剩余尊重，没有再继续受到阻拦。唐三很快就和玉小刚开始上山。上了山顶，前方视线豁然开朗，在石山的另一边已不再是那么单调。放眼望去，前方几座山上有着大量绿色植被。两人就这么一前一后，朝着山中而去。通过观察，唐三县这片山脉很是奇特，大部分山峰都非常陡峭，而且山与山之间更是由山涧组成。想要进山，如果是一上一下的攀登，无疑会产生极大的消耗。如果是在每一座山头都布置防御的话，那么就需要经过一道接一道的天堑，哪怕进攻者的数量是防御者的10倍，也未必能够如愿攻入。这地形实在太险恶了些。前行没多久，他们已经到了脚下山头的尽头，500米的高度，已有云雾缭绕。唐三凝神一看，不禁失笑，原来在这座山峰的尽头，有根粗如手臂的铁索，一直延伸到远方，不用问，应该是连接到另一座山峰上了。而云雾缥缈，很好的将它掩藏在其中，如果不仔细看，还真的很难现。虽然铁索会在空中摇曳，但只要有一定实力，能够稳定住自己的身体，自然就能够走过去。这一点，20级的魂师也能轻松做到。唐三立刻就明白了这个布置的用意。如果有敌人来袭，那么完全可以在第一道关口抵挡不住敌人的时候，有铁索撤退到第二座山，然后斩断铁索。这样一来，不但有时间缓冲，也可以继续以第二座山为屏障抵御来敌。如此设计不可谓不巧妙。连诺丁城遇到的那种情况，唐三都不怕，更何况眼前这小小的铁索了。腾空而起，脚下轻动，整个人已经落在铁索之上。铁索是向斜上方延伸的，显然尽头处的山峰要比之前的高。唐三凭借着自身魂力作用，加上6岁的身躯，整个人就像是贴在铁索上一般向前滑动。玉小刚在其身后也是有样学样。两座山峰之间的距离很远，足有近1000米。伴随着前行，逐渐步入铁索中段，在山峰的影响下，脚下铁索的晃动也变得越来越剧烈起来，几乎一致都在左右摆动，幅度接近10米。接下来的路就像是不断的重复，
只不过山与山之间的深涧变得越来越深。一直通过铁索来到第4座山峰时，铁索的情况已经开始生改变。由于寒冷和湿气，由第4座山峰到第5座山峰连接的铁索上面凝结了一层冰棱，滑不留手，令前进的难度大幅度增加。终于抵达了山顶，唐三倒没觉得怎样，但他身后的玉小刚却是脸色一片苍白。这第5座山峰也是进入昊天宗的最后一座山峰，隐居避世的昊天宗就在这座山峰之上。虽然没有亭台楼阁，但放眼望去，也是一座如同城堡般的建筑，建筑通体灰色，看上去就像是山的一部分，几乎占据了整座山顶。朝着宗门走去，巨大的石质建筑宛如堡垒一般，正门高达5米，虽然不能和教皇殿相比，但这种全石质建筑却显得格外敦实。正门上方石刻的3个大字苍劲有力，更带着一份足以与周围山岳对峙的恢宏浩然。昊天宗正门前，2名身穿灰衣的青年看到2人行来，赶忙躬身行礼，但其中一人还是拦住唐三的去路，请您出示本门信物。信物？唐三愣了一下，他当然不知道这所谓的信物是什么，不禁有些疑惑地看向自己老师玉小刚。玉小刚笑道：“就是昊天锤啊，难道还有什么比昊天锤更能证明你们宗门直系子弟的身份吗？他们看你眼生，才要你出示的，这是规矩，给他们看看就是了。这里只有咱们宗门直系子弟才能进入，宗门附属和外门弟子都在外面那个村子里。”闻言，唐三左手一翻，黑光涌动，尺长昊天锤已经出现在掌握之中。见到昊天锤之后，唐三和玉小刚没有再遇到阻拦，在2名昊天宗弟子进入宗门之内通报一会儿之后，便将唐三和玉小刚带入昊天宗之内。昊天宗的建筑并没有半分奢华的感觉，但也说不上简朴，整体最大的特点就是厚重2字。进入宗门主建筑，也就是那座城堡一般的所在，穿过宽阔的厅堂，从内侧楼梯登上2楼。路上看到不少昊天宗子弟，一律都是灰衣装束。2人带着唐三和玉小刚来到2楼最内侧的一座拱门前停了下来，抬手在门上拍了2下：“宗主，我们将人带来了，进来吧。”低沉浑厚的声音从房间内响起，听在唐三耳中却出奇的亲切，因为这声音和父亲唐昊至少有8分相像。推开房门，这是一间足有100余平米的屋子，里面的摆设很简单，宽阔的桌案覆盖了2面墙壁的书柜，还有2张长条沙发。一名贵妇优雅地坐在一张沙上，看到一袭白衣的唐三和玉小刚，俏脸上的笑容顿时变得浓郁起来。唐三自然一眼就看到了这位贵妇，但他还是被桌案后那魁伟的身影吸引住了。身材高达2米开外，虎背熊腰，刀削斧凿一般的面容，花白短，同样也是简朴的灰衣，但他站在那里，整个人就像是这座城堡的核心一般。2米的身高或许并不算特别高大，但如果非要让唐三用一个词汇来形容面前这个人，那么他只能想到巍峨2字。唐三父亲的双眼是浑浊的，那是旧伤所致，而眼前这分明与父亲有7、8分相像的男子，看上去比父亲还要年轻几分。他那炯炯有神的双眼，目光如炬，一下子就盯视在了唐三身上。恢宏博大，没有任何掩饰的狂放气息铺天盖地而来，巨大的压力一下子就笼罩在了唐三身上。但巧妙的是，这份压力却绕过了玉小刚，一点也没作用在他身上。玉小刚看向唐三时，目光中不禁多了几分焦急。可令玉小刚惊讶的是，唐三步入房中，面对那扑面而来的压力，神色间竟然没有丝毫变化，双脚隐隐形成丁字站立，腰板挺得笔直，脸上的优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脸尊敬。双膝弯曲，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向桌案后那释放出恢宏气息的男子拜了下去。唐三参见宗主。简单的6个字，每一个字从他口中吐出都极为清晰，也非常连贯。桌案后男子目光一敛，所有压力瞬间消失，唐三只觉得身体周围一空，仿佛整个人的力量都被抽干了似的。但他终究还是稳定住了自己的身体，上身略微的晃动了一下，却依旧保持拜倒在地的样子。起来吧。浑厚的声音从那男子口中传出。没错，这个人就是昊天宗当代宗主唐昊的嫡亲大哥唐啸，昊天宗一门双斗罗的另外一位，他的封号为啸天。唐三没有立刻起身，而是用力的向唐啸叩头3次，额头与地面接触出咚咚咚的3声。唐月华眉头一皱，赶忙上前拉起唐三：“你这是干什么？当初你父亲的事也不能都由你来承担。”不论是他还是唐啸，自然都明白唐三这3个响头是为了唐昊向唐啸磕的。站起身的唐三挺腰：“父债子还，天经地义。宗主，我愿为父亲承担一切责任。”唐啸从唐三进门之后，脸上的神色就有些阴晴不定。听他这么一说，唐啸猛地一掌拍在面前的石桌上，怒喝道：“小小年纪，口出狂言，你承担得起吗？”嗤的一声轻响，唐啸面前的桌子悄无声息地坍塌了，竟然就那么化为了一地粉末。
而偏偏并未影响到周围的一切。无形中，他已经展现出了自己精深而恐怖的修为。玉小刚站在一旁暗暗啧舌，那可是2吨最坚硬的花岗岩直接雕琢而成的桌子，拍碎并不难，难的是让其在无声中变成粉末。唐三再次跪倒在地，我不知自己是否承担得起，但我愿用这条命为宗门效力，尽自己一切能力为宗门效命。唐啸转过身，推开身后的窗户，右手一引，地面上的石粉竟然就那么被牵引而起，飞逝于外面空中。自己的事竟然让一个孩子来承担。唐昊啊唐昊，你真的要一直逃避下去吗？听着唐啸的话，唐三眼前不禁浮现出自己父亲大战的场面。宗主，我父亲不是逃避，他说他无颜面对宗门，没有回来的权利。唐啸的声音不可遏制的有些颤抖。他还好吗？这还没等唐三开口，一旁的玉小刚便接过话来。啸天冕下，昊天冕下现如今可不容乐观。我之所以带着唐三来到昊天宗，就是想让昊天宗庇护唐三。您有所不知，几日前在诺丁城，不知到底是什么原因，昊天冕下和摘星楼主那位六指琴魔冕下大战一场，结果昊天冕下不知所踪。轰！此话一出，唐啸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唐昊什么时候又招惹到了摘星楼主？没有说话，唐啸此刻有些默默无言，心中也产生了一丝愧意和悔意。但一想到当初那些长老决绝的样子，唐啸的心中就生出了浓浓怒火。当初若不是哪些长老横加阻拦，一个个贪生怕死，自己的昊弟也不至于如此孤立无援，自己面前的这位亲侄子更不至于小小年纪便要躲避各方势力。又看了唐三那稚嫩的面庞一眼，6岁的孩子显得坚毅而又果敢。唐啸在心中暗暗做下决定，5年前是他没有能力，没有保护好昊弟和唐三，现在他绝不会再让唐三受到一丝一毫伤害。罢了，小三，你父亲的事我会派人去调查的，放心吧，你父亲好歹也是拥有10万年魂环的封号斗罗，不会出事的。而你就暂时留在昊天宗内，过几日我便召开宗门大会，让你成为真正的昊天宗弟子。此话一出，唐三的嘴角露出一阵浅浅的微笑，如果真能这样的话，他自然是乐意之至。自己父亲得罪了这么多势力，武魂殿、摘星楼，唐三就真的一点不怕？答案是否定的，只是身在一个没有势力庇护的家庭里，唐三没办法改变罢了。唐三多谢大伯。此刻唐三口中也从一开始的宗主变成了大伯，这倒是让唐啸觉得很是亲切。唐月华见到这一幕，心中也是暖心无比。此刻他们唐家3人亲亲密密，丝毫没有注意到玉小刚脸上的那一丝若隐若现的阴霾。玉小刚怎么也没想到，事情居然开始脱离自己掌控范围了。他带唐三来昊天宗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让昊天宗庇护他和唐三罢了。毕竟唐昊那家伙不知为何又招惹到摘星楼，摘星楼的实力他玉小刚是亲眼见识过的，说是深不可测也不为过。若是摘星楼真的将唐昊逃离这件事牵扯到他们身上，玉小刚觉得自己恐怕会十死无生。而唐三则是他玉小刚冒着风险的原因，他要让拥有双武魂的唐三成为封号斗罗之后，自己作为他的老师，自然也就名扬天下，一雪前耻。现在唐啸居然想让唐三加入昊天宗，这不就功亏一篑吗？但就算玉小刚此刻心中再怎么不乐意，也只能憋着，自己一个29级的大魂师，面对唐啸又哪来的话语权？藏着心事的玉小刚表面上依旧是喜笑如花，内心却是阴霾无比。唐啸在听到唐三也乐意加入昊天宗之后，感到极为欣慰。或许当初自己亏欠昊弟的，都可以补偿在唐三身上。很快，唐啸的目光就落在了一旁面含笑意的玉小刚身上，不禁有些眉头微皱。小三，不知这位是？看着眼前的这位中年男子，唐啸心中有些疑惑，当然也夹杂着一丝丝着蔑视。他能够十分清楚地感应到玉小刚体内那仅仅只有29级的魂力波动，这种实力在昊天宗之内都是极为少见的，当然10几岁的孩子除外。唐三一听自己大伯的这话，也是扭头看向自己的老师玉小刚，随即介绍起来：大伯，这位是我的老师玉小刚，我老师是蓝电霸王龙家族族长玉元镇之子。唐三能够一路来到昊天宗，多亏了我老师的帮助。很显然，在听到玉小刚3个字的时候，唐啸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他当是谁呢？原来是曾经那个只会溜须拍马、剽窃武魂殿研究成果的玉小刚。看着玉小刚那微笑的模样，唐啸的脸上逐渐没了笑容，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神色。他不明白，一位29级的大魂师，自己的昊弟怎么会让他成为唐三的老师？深深吸了一口气，唐啸此刻也并没有爆发出来，毕竟唐三都说了，这一路前来都是玉小刚的功劳，自己也不能这么快就过河拆桥。久仰久仰，原来是蓝电霸王龙家族族长玉元镇之子玉小刚阁下。10几年前，你我还有过一面之缘，时至今日，
却是不复当年容貌，已然是见面不识了。想当年，阁下可是扬名整个武魂城啊，武魂10大理论可是直接让阁下一举成名了哟。不知为何，玉小刚一听这话，顿时觉得唐啸是在嘲讽他，可惜他没有证据。强忍着心中的怒火，玉小刚依旧是喜笑相迎。哈哈，啸天冕下您说笑了，在下因为武魂缺陷，不得已才去研究武魂10大理论，可惜直至今日依旧没能解决自身问题，依旧停留在29级。不像昊天冕下，10几年的时间竟然已成为当世顶尖的封号斗罗强者。在下听闻，啸天冕下您还是昊天宗的宗主，想必这些年昊天宗在您掌握之下，应当是蒸蒸日上了呀。玉小刚话音落下，双眼扫过整个屋子，最后又停留在唐啸的身上。此刻唐啸心中对于玉小刚已经不是一开始的讨厌了，眼中不着痕迹的一丝杀机闪过。玉小刚此话不就是讽刺他昊天宗这些年受到武魂殿的打压，无奈封山闭宗吗？二人的第一轮谈话就针尖对麦芒，而唐三却也发现了一丝丝的异样，但他并不知道这其中究竟隐藏了些什么，只是冥冥之中感觉自己的大伯和自己的老师似乎很不对付。这样一想，唐三也是很快行动起来。大伯，您放心吧，我的老师对我很好，这些天我也学到了很多，而且我老师还是我父亲亲自给我寻找的。唐三这话很明显就是让唐啸不要再提自己老师这件事了。心中对唐三有愧疚的唐啸此刻也是尊重唐三的意见，没有再去理会玉小刚。反正只要等到唐三能够成为昊天宗真正的弟子，玉小刚再不在昊天宗就没有任何影响了。好了，既然小三你都这么说了，那你和你老师就早些休息吧，你入昊天宗的事交给大伯就好。说罢，唐啸看了一眼唐月华，二人也就缓缓离开了这间屋子。在唐啸和唐月华走后，唐三并没有去询问自己的老师和自己大伯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有些事不是他能够去插手的。何况现在的唐三也确确实实想好好休息一下，这么多天的奔波，他也只是一个刚6岁多一点的小孩子啊。见唐三开始休息，玉小刚心情有些复杂，不过走一步看一步，现在也不是忧虑的时候，万一真的有转机出现呢？摇摇头，不一会儿的时间，玉小刚也陷入了沉睡。而离开的唐啸和唐月华两人很快就走到了宗主大殿之中。大哥，小三这个孩子这些年应当是吃了很多苦，小小年纪就如此懂事，甚至说一句工于心计也不为过。唉，当年若是能够将小三留在昊天宗，他也不会受到这么多苦难。点点头，唐啸对此也表示认同。月华，此刻小三在昊天宗，既然来了，我倒是不担心，此刻我担心的是昊帝啊。摘星楼楼主那位6指擒魔冕下，其实力之恐怖，丝毫不下于武魂殿的金鳄斗罗。昊帝被摘星楼盯上，恐怕极为凶险。可惜我这个做大哥的却没有能力请去帮助他。唉，一想到这儿，唐啸整个人的心情就低落下去。唐月华同样如此。相比于唐啸，唐月华心中更加难受。自己大哥好歹还有封号斗罗的实力，而自己，大哥，那玉小刚？两人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唐月华便将话题引到了玉小刚身上。一提到玉小刚，唐啸满脸的怒意便展露无遗。玉小刚，这家伙不过就是一个骗子罢了，也不知他是如何骗过昊帝，让昊帝将小三托付于他。总之，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玉小刚这样一个碌碌无为之辈继续教导小三。对于唐啸的这话，唐月华也表示赞同。玉小刚是什么人，他们心里都门清儿，甚至就连玉小刚为何要做小三的老师，他们也能大概猜测到一点。唐三现在不过6岁多一点，应该刚觉醒武魂不久，而唐啸却能清晰地感知到唐三身上那12级魂力的波动。玉小刚不过是想借助小三的修炼天赋来洗刷自己废物的名号罢了。大哥，话又说回来，这次大哥如果召开宗门大会，也不知那帮长老会不会同意小三成为昊天宗弟子，毕竟他们当年可是……唐月华没有继续说下去，但唐啸也很清楚唐月华要表达的是什么，无非就是担心那些长老会因为昊帝的缘故依旧断然拒绝此事。但唐啸却有着属于他的自信，6年前他不过92级罢了，而现在凭借这些年的努力和昊天宗海量资源，唐啸已经突破到了95级，即便是二长老也不过和他同一级别。当年之事不过是唐啸实力不济，人微言轻，没有办法控制整个昊天宗罢了。而现在拥有95级实力的他，其说话的分量也大大增强了。他就不相信自己身为昊天宗的宗主，昊天宗的最强者，还不能让小三成为昊天宗弟子不成？放心吧，月华，现在可不是6年前，如今的我乃是95级的封号斗罗。昊天宗上上下下，除了二长老之外，其余长老又胆敢不从？大哥是有把握的。说话间，一股睥睨一切的气势在唐啸的身上一闪而过，实力的提升带给他的还有强大的信心。唐月华本想再说些什么，
但看到自己大哥如此自信的模样，也是没有再继续说下去。很快，3日的时间便一晃而过。这3天的时间，玉小刚心中一直感到无比担忧，生怕最后唐三真的留在了昊天宗。如此一来，自己的所有努力便会化作泡影，付诸东流。随着清晨的阳光缓缓照射到昊天宗之内，宗主大殿之中，一道道钟声瞬间响起。昊天宗内所有的长老在听到钟声之后，都纷纷放下手中之事，急忙来到宗主大殿之内。不一会儿的时间，昊天宗所有魂斗罗以上修为的长老全部到齐，大家纷纷找到自己的位置安静坐下。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却也依旧镇定自若。很快，这场宗门大会的发起人唐啸便从大殿之外缓缓走入。吾等拜见宗主。也不管此刻总长老心中如何作想，面对唐啸，该有的宗门礼仪自然是不会少。一步一步来到大殿之上，随着唐啸缓缓坐下，昊天宗的宗门大会也正式开始。诸位长老，自从6年前我昊天宗无赖封山之后，这宗门大会便再也没开过。今日我唐啸将诸位长老召来，自然也是有要事相商。说罢，唐啸环视一眼，在场所有长老脸上都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而二长老此刻则是站起身来。哈哈，宗主既然召开宗门大会，自然有宗主的理由，我等作为昊天宗长老，自是无可推辞。宗主有何事相商，尽管直说便是。我们这些老家伙，尽管实力上比之宗主要差上一些，但其经验丰富，也能给宗主您一些有益的指导。二长老话音落下，底下的那群长老们一个个都点点头，摸摸胡子。这几年的平静倒是让他们的脸上多出了不少笑意。唐啸看着这一幕，心里面便来气，但为了唐三的事，他还是努力忍住了。深深吸了一口气，唐啸继续说了下去：诸位长老，今日唐啸将诸位长老请来，实则是为了一个人的事。此人也是我昊天宗之人，武魂同样是昊天锤，不知诸位可否见见此人？唐啸此话一出，昊天宗的这群长老一个个都来了兴趣。按理来说，昊天宗应该没有人流露在外，但凡事总有例外，还是见一见再说吧。竟然有这种事，宗主可真是为了宗门着想啊！就是，咱们昊天宗确实需要补充新鲜血脉。一位位长老此刻抒发己见，但他们打死都不会想到唐啸要带来的人会是唐三。在他们心里，自家宗主在6年前就已经断了那个念想，应该不会如此糊涂才是。轻轻一笑，唐啸等的就是这一刻。月华，去将小三他们带来吧。随着唐啸开口，唐月华也是点点头，带着笑意离去。不一会儿的功夫，唐三还有玉小刚便跟在唐月华的身后，缓缓走进了大殿之中。一进入宗门大殿，所有昊天宗长老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唐三身上，他们全部都下意识地忽略了玉小刚，毕竟谁家天资卓越之人在中年时期还停留在29级呢？唐三此刻也感受到了无数看向自己的目光，感受着每一位在场之人那恐怖的气息，唐三也不得不感慨一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昊天宗虽然高端战力缺乏，但魂斗罗强者确实不少。诸位长老，他叫唐三，武魂乃是昊天锤，不知诸位长老觉得如何啊？随着唐啸如此一说，昊天宗的这些长老们纷纷来了兴趣，也开始打量唐三。不错，不错，这小家伙虽然只有6岁的年纪，却有着12级的魂力，但真是不可多得的天才啊！宗主大人的眼光不错，6岁多一点便能拥有如此修为，想必先天魂力一定不低。二长老也是十分高兴，面前的这个小家伙天资确实不错。哈哈，小友，不知你先天魂力几何呀？带着浓浓的兴趣，二长老直接问向唐三。唐三听罢，朝着自己大伯的方向看了一眼，见自己大伯一脸微笑，示意自己可以直说，唐三也就放松起来。禀报长老，唐三乃是先天满魂力。什么？是不是我们听错了？先天满魂力？我昊天宗有先天满魂力的弟子了。数位长老都被惊呆了，先天满魂力意味着什么他们都知道，只要不陨落，今后就是铁板钉钉的封号斗罗，这由不得他们不重视。尽管他们虚伪胆怯，面对武魂殿时唯唯诺诺，但不代表他们就真的没有一点野心。如果昊天宗能够秘密培养这样一位天资强大的弟子，对于今后的昊天宗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此时此刻，站在唐三身旁的玉小刚也看见了昊天宗这帮长老的反应，那激动无比的模样让玉小刚心生寒意。这帮家伙竟然想跟他抢唐三，门都没有。但此刻他也没有资格在现场发话，不过他心里明白，若是让这群昊天宗的长老知道唐三乃是昊天斗罗唐昊之子，想必那时候应该会更加精彩。想到这儿，玉小刚也不急，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惊喜不已的昊天宗长老们看向唐啸的表情也变得缓和了许多。对于6年前的事，不仅只是唐啸心生愤怒，昊天宗的众位长老更是如此。他们始终认为保护昊天宗能够一直留存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6年前唐啸的所作所言，他们极不认同。此刻二长老在听到唐三说自己是先天满魂力之后，内心的喜悦早已按捺不住，缓缓走向唐三，很快就来到唐三的面前。小子，将你的武魂释放出来，我得要好好看一看。说话间，他的眼神之中充满了渴望和兴奋。唐三闻言也不遮掩，手掌轻轻抬出，随着魂力凝聚，一柄精巧无比的小锤便出现在二长老面前。与此同时，唐三的脚下遇到黄灿灿的魂环缓缓升起。无论是二长老还是其他昊天宗的长老，都一眼看出唐三的这枚魂环年限恐怕不低。感受着唐三身上12级的魂力波动，二长老有些颤抖，死死盯着唐三脚下的魂环。二长老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起来。第一魂环就是400多年的年限，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这简直是上天赐予我昊天宗的礼物。扭过头来，二长老看向长老席众多长老，面容上的笑意就已经说明了一切。宗主，若是要收这位小友进入我昊天宗，老夫和诸位长老必定全部赞成。这种恐怖的天赋，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啊！随着二长老话音落下，唐啸此刻内心也是笑开了花。他就知道，唐三凭借着自己那过硬的天赋，昊天宗的这群长老绝对不会有所阻拦。没错，这种恐怖的天赋实在是世间少有，我昊天宗爱才心切，自然不会让这种天赋的弟子流落在外。就是二长老此言极对，我等皆支持二长老所说。随着其他长老一唱一和，唐啸知道今天这件事暂且算是成了。哈哈，既然诸位长老都觉得此事可行，那从今以后唐三便是我昊天宗弟子，诸位可有异议？唐啸说罢，看向诸位长老，而诸位长老也是摇摇头。这么好的弟子，他们又怎会有意见呢？就在一切都要尘埃落定之时，玉小刚却忍不住了，他的嘴角微微泛起一丝阴险的笑容。原本默不作声的他直接站了出来。诸位，在下玉小刚，家父乃是蓝电霸王龙家族族长玉元镇，唐三正是我的弟子。今日唐三能够成为昊天宗弟子，我玉小刚也是无比激动，为小三儿感到开心。不过在下却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当说不当说。玉小刚此话一出，二长老他们顿时迟滞，心中纷纷开始盘算起来，这玉小刚怎么就来到了他们昊天宗呢？竟然还是唐三的老师。不过一想到他是蓝电霸王龙家族之人，几位长老也都没有去追究此事。二长老微微一笑，表现得极为和善。蓝电霸王龙家族的朋友，作为唐三的老师，你有话直说便好，我等皆是洗耳恭听。说完，其他长老也是纷纷点点头。不知为何，此刻唐啸顿觉大事不妙。果然，当玉小刚开口的那一刻，一切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既然诸位昊天宗的长老们愿意听在下说上几句，那我可就直说了。这世间传闻，昊天宗乃是上3宗之首，作为蓝电霸王龙家族的一员，我玉小刚自然是无比清楚。在下想说的乃是一件小小的请求。唐三的父亲与我乃是旧识，只可惜现在唐三的父亲却因为一些琐事被人追杀，不知昊天宗的诸位长老可否施以援手，救唐三父亲于水火之中。如此，不仅我玉小刚，想必唐三也会对诸位长老感激不尽。一旁的唐三听到这话，心中极为感动。自己的老师到现在都没有为自己谋划过一丝利益，反而处处为他着想，为他父亲着想。想到这儿，唐三的眼角有些湿润，不过更多的却是一份期待，期待着昊天宗的诸位长老能够施以援手，帮助自己的父亲。这包括二长老在位的诸位昊天宗长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纷纷在眼神交流起来。不过很快，他们就得出了结论，这唐三的父亲帮上一帮又能如何？毕竟他们可都是魂斗罗以上的强者，这天地之大，何处去不得？玉小刚阁下，你且明说，唐三的父亲究竟遇到了何事？凡是我等能够帮助唐三父亲的，必定会施以援手。昊天宗作为上3宗之首，这点小事自然是责无旁贷。唐啸此刻眼见事态即将不受自己控制，心中对于玉小刚更是恨到了极致。这家伙偏要在关键时刻出来插上一手，这不是拿他在火上烤吗？嘴角闪过一丝笑意，玉小刚也不耽搁，开始缓缓道来。作为昊天宗的长老，其实唐三的父亲诸位长老也都认识，那便是昊天斗罗唐昊。唐三正是昊天斗罗之子，说起来也正是你们昊天宗之人。轰！玉小刚的这几句话仿若平地一声惊雷，直接让昊天宗的所有长老都被惊体无完肤。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唐三竟然会是唐昊的儿子。毕竟按理来说，6年前他们言辞拒绝之后，唐啸应该不会再提出这种事才对。可偏偏还是又发生了。二长老神色有些复杂，看了一眼有些心虚的唐啸，又将目光投向了唐三。说实话，他很看好唐三，但他毕竟是唐昊的儿子，是昊天宗的罪人，而且
唐三还是唐昊和10万年魂兽所生，某种意义上来说，真的就是杂种。他有些犹豫，而其他的昊天宗长老则是不同。在唐昊消失的这5、6年时间，他们舒服日子过得久了，又岂会再招惹上有关唐昊的一切？万一要是让武魂殿之人知道，他们昊天宗私自收下了唐昊的儿子，一旦对昊天宗动手，他们必将毫无还手之力。到了那时，就是待宰的羔羊。这让其他长老开始议论纷纷，看向唐三和唐啸的神色也陡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眼见计划起了作用，玉小刚脸上虽然表面看来是愁容满面，心里却早已笑开了花。不过这还没完，他还得给昊天宗加上一把火。几位昊天宗的长老，不知你们意下如何？是否愿意相助于唐三的父亲？我玉小刚也实话实说了，前些日子昊天冕下不知为何，既然和摘星楼主发生了冲突，一场大战过后，昊天冕下不知所踪，也正因此，我才带着唐三匆匆来到昊天宗，希望唐三能够得到宗门的庇护。现在看来，诸位长老大义凛然，想来定不会丢下唐三不管，丢下昊天冕下不管。唰的一下，有几位昊天宗的长老听到这话，直接站了起来。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唐昊这家伙竟然不仅招惹了武魂殿，现在就连摘星楼也开始惹上了吗？顿时，现场的气氛变得诡异起来。唐三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面前的这些昊天宗长老，他并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但他能够感受到自己老师到现在还依旧为他的父亲求情，这让唐三感动的不行。不管此刻别人怎么想，唐啸的心中恨不得将玉小刚斩杀当场。这家伙口无遮拦，竟然将这件事也爆了出来，简直是可恶至极。偏偏唐三还是一副感恩不尽的样子，这让唐啸更加恼火了。而此刻，二长老的心中却是闪过摘星楼主这4个大字。摘星楼主代表了什么？尽管昊天宗封山不出，也是了解一些的。5年前，仅仅只是摘星楼主一人独上7宝琉璃宗，就将整个7宝琉璃宗拆得粉碎。要知道，7宝琉璃宗可是有2位95级以上的封号斗罗呀！而且就已知的消息，摘星楼主的实力丝毫不比金鳄斗罗差。当初一个金鳄斗罗就几乎横扫他们整个昊天宗，让所有人都不敢肆意妄为。现在唐昊招惹了摘星楼主，若是收下了唐三，二长老不敢想象，若是让摘星楼主知晓这件事，会给昊天宗带来怎样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到了那时，武魂殿也一定会得知此事，两方大势力逼迫之下，昊天宗又该何去何从？这些都是二长老需要考虑的。就在这时，在场的一些长老已经开始发话了。哼，我当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什么天纵之资，原来是唐昊那个罪人的孽种。这种人究竟是如何来到我昊天宗的？宗主大人，你难道不应该给我们一个解释吗？唐昊就是我昊天宗的灾星，宗主大人这么做，实在让人有些百思不得其解。依我之见，此刻就该将唐三迅速赶出昊天宗，否则若是让武魂殿和摘星楼发现踪迹，怪罪于我昊天宗，届时诸位又拿什么来抵抗？昊天宗的100年基业，万万不可就此中断。宗主大人，你就听老夫们一句劝吧，速速将唐三这个灾星之子送下山去，如此可保我昊天宗平安无恙，这才是正途。听着一位位长老那愤怒的语气，还有其中对自己的指责，唐啸的怒意早已忍耐不住，尽全力让自己平复下来。唐啸将目光看向了二长老，他想知道二长老又是怎样一个想法。似乎感受到了唐啸投来的目光，二长老的神色里有一些躲闪，但听到自己的那些同僚们一个个抱怨不已，一想到昊天宗会因为唐三同时面临武魂殿和摘星楼，二长老也只能无奈叹了一口气。宗主，诸位长老虽然说的比较极端，但也并非没有依据。我昊天宗100年基业实在难得，若因为这一点点小事就毁于一旦，我等死后皆无颜面见老宗主。因此，哪怕唐三再怎么妖孽，我昊天宗也不能将其收下。还望宗主能够明白，昊天宗的利益永远才是最大的。此话一出，唐啸原本还有一丝期待的心瞬间冷了下来。他早该知道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随着唐啸神色冷了下来，他的体内魂力也开始狂暴起来，95级的魂力陡然爆发，黄黄紫紫黑黑黑黑黑9个魂环在唐啸的脚下缓缓升起，手中那精致无比的昊天锤瞬间乍现。诸位长老，6年前唐啸就已经对你们妥协了，你们一群贪生怕死懦弱之徒，有何颜面留在我昊天宗？今日唐三之事，无论你们同不同意，唐三都将是我昊天宗弟子。今后若是摘星楼和武魂殿怪罪下来，所有后果皆由唐啸一人承担便是。诸位长老，此事可否？听着唐啸那冰冷无比的话语，无论是二长老还是其他长老都是神色一变。他们没有想到唐啸居然敢如此强硬，逼迫他们。一瞬间，整个昊天宗大殿内的气氛都变得凝固起来。唐啸，你作为昊天宗宗主，就是这样为昊天宗考虑的吗？
所有后果由你一人承担。若武魂殿和摘星楼真的怪罪下来，你唐啸又算个什么东西？你何德何能说自己能够承担一切？就凭你95级的实力吗？告诉你，我们这些老家伙虽然实力不及你，但武魂殿和摘星楼是什么样的势力，你自己应该很清楚。6年前在金鳄斗罗面前，你不也毫无反抗之力吗？你莫非觉得95级了，就可以真的和武魂殿还有摘星楼一决高下了不成？二长老冰冷的话语里满是愤怒。唐啸啊，唐啸，在你眼中，我们这些长老皆是贪生怕死之徒，这我们不否认。但武魂殿和摘星楼之强，就算我们反抗，又有什么意义？若金鳄斗罗再来一次昊天宗，告诉我，你拿什么来保障？我们是怕死，因为我们知道和武魂殿还有摘星楼作对，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以卵击石，螳臂挡车，我昊天宗就是衰落了。从唐晨老祖消失之后，就已经衰落了。你的父亲当初也不过是苦苦支撑罢了，他也不过97级，也只能保证昊天宗苟延残喘。你唐啸又何德何能敢如此狂言？哼！宗主眼高手低，自以为命比天高，实则实力却平平无奇。说大话谁都会，但昊天宗只有一个。昊天宗的长老此刻仿佛炸开了锅，一个个都对唐啸口诛笔伐起来。他们错了吗？或许在某种程度来说，他们做的是对的。若是6年前他们不顾一切反抗，面对金鳄斗罗，今日还能有昊天宗吗？大概率是没有的。几位长老的思想还是那样，在实力不济的时候该妥协还是得妥协，哪怕贴脸陪笑又能如何？只有活着才能有机会翻盘。唐啸一时之间背对哑口无言，想要说些什么，却发现自己是那样的无能为力。是啊，自己现在说的这一切虽然正气凛然，但若是摘星楼和武魂殿真的来袭，昊天宗毁于一旦，那是必然的。自己95级也仅仅只是在昊天宗内属于顶尖强者，武魂殿中比他强大的比比皆是。摘星楼主的恐怖，那也是七宝琉璃宗亲自体验过的。一时间，唐啸的色有些恍惚，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看到昊天宗发生的这一幕，玉小刚神色淡然，甚至有一些幸灾乐祸。他的弟子绝对不可能成为昊天宗的嫁衣。唐三是他崛起的唯一机会，就算得罪了唐啸，玉小刚也在所不惜。嘴角的冷笑一闪而过，玉小刚来到唐三面前，轻轻拍了一下唐三的肩膀。小三，看来昊天宗依旧是不肯接纳你们父子，当年之事早已过去，他们……唐三此刻脸色也是有些不好看，原以为自己能够找到一个靠山，但现在看来，这帮家伙不将他当场格杀就是万幸了。对于自己老师的话，唐三也是点点头，表示自己明白，是他们不该来昊天宗。同时唐三对于自己的大伯也是有一些愧疚，因为自己的缘故，作为昊天宗宗主的大伯显然和昊天宗的长老们闹翻了。如此一来，在唐三的心中便生出了退意。老师，要不我们还是走吧，既然昊天宗的诸位长老不欢迎我，我唐三也不是死皮赖脸之人。天地之大，何处不可去得？就算武魂殿和摘星楼都针对于我，那又如何？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岂能意欲久居人下？玉小刚听到唐三这慷慨激昂的话，嘴角微微一笑，显然十分满意。与之不同的是，此刻唐啸却是极为难受。他依旧不死心，他不想让自己活在愧疚之中。看着几位长老，唐啸鼓足勇气，还想要再争取一次。诸位长老，你们有你们的想法，可是我昊天宗现如今新鲜血脉已然将要凋零。唐三的确是我昊帝之子，但他却拥有先天满魂力，武魂又是昊天锤。假以时日，我昊天中必将出现一位强大的封号斗罗，届时未必不能一扫颓势，重铸昊天之威。唐啸希望诸位长老能够再考虑考虑。二长老沉默了，他不是不明白唐啸的意思，但这件事实在是风险太大了。若唐三的事真的被传了出去，昊天宗必将万劫不复。在二长老心中，怕就怕唐三还没有真正成长起来，就被武魂殿和摘星楼发现踪迹。轻轻叹了一口气，想了想，二长老还是摇了摇头。唐啸，老夫明白你的意思，但我们真的不能拿昊天宗当作赌注。恕我等无能为力，绝不可让唐三进入昊天宗。你们……唐啸都快被气笑了，合着说了半天，这帮老家伙是一句也没听进去。诸位长老可别忘了，我唐啸才是昊天宗的宗主，这昊天宗的一切事务皆由我唐啸一人说了算。今日叫诸位长老前来，不过是通知你们一声，无论你们同不同意，从今天起，唐三都是我昊天宗的弟子。这话不说还好，唐啸一说，昊天宗所有长老全都炸锅了。哼，唐啸宗主，好大的威风！6年前面对武魂殿之时，你不也是个缩头乌龟？今日反倒是训斥起我们来了，你配吗？唐啸，我看你是被鬼迷了心窍，
当初你们兄弟二人同时迷恋上那10万年魂兽，当真以为我们一点都不知晓吗？现在竟然要为了那10万年魂兽和唐昊那灾星生下来的逆子，视昊天宗100年基业于不顾。你有何颜面说自己是昊天宗的宗主？我昊天宗又岂能有你这样的宗主？今日你为了一个魂兽所生的妖孽就敢威胁我等，日后还不知道你唐啸要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果然你们兄弟都是一丘之貉。闭嘴！唐啸显然被戳到了痛点，直接一声吼出，想要让昊天宗的诸位长老通通闭嘴。但这显然是枉然的，他们不仅不乖乖闭上嘴巴，反而愈演愈烈，将唐啸和蓝银皇还有唐昊之间的那些事全都抖了出来。这可惊掉了玉小刚的下巴，他只知道唐昊和10万年魂兽有染，却不曾想他们兄弟二人皆深谙此道。不愧是兄弟，果然喜好都相同。而唐三在听到昊天宗这些长老如此肆无忌惮讨论着他的父亲和母亲之时，那种羞辱让唐三眼中闪露过无数杀意。若非他此时实力不够，这些长老有一个算一个，他唐三都要将其赶尽杀绝。好啊，原来你们这些长老就是这样对待我这位昊天宗宗主的。哈哈，既然如此，这昊天宗不大也罢。从今以后，我唐啸再也不是昊天宗的宗主，昊天宗何去何从，与我唐啸再无半分瓜葛。说罢，唐啸手中的昊天锤开始缓缓捏紧，他的怒火需要得到释放。眼见情况不对，玉小刚十分机灵，直接拉着唐三就要离开昊天宗。而昊天宗的那些长老见到唐三要走，也是飞快袭来，想要将唐三拦住。无论是唐三也好，唐昊也罢，对于昊天宗来说都是一个定时炸弹。如果可以的话，他们这些长老想要擒下唐三，然后送往摘星楼也罢，武魂殿也好，总之从那以后便和昊天宗再无干系。唐啸见状，直接一个闪身，重重的砸在唐三他们面前。玉小刚，你带着小三先走，这帮长老就交给我了。话音落下，玉小刚直接拉着唐三的小手，顺着来时的路一路狂奔。一路上昊天宗的弟子皆是不明所以，也没有出手阻拦。而在昊天宗宗主大殿之内，唐啸深深看了一眼远去的玉小刚，缓缓吐出一口浊气，便扭过头来看向满脸怒意的那些长老。诸位长老，从今以后，我唐啸再也不是昊天宗之人，奉劝诸位长老还是让唐三安全离去的好。唐啸不想和诸位兵刃相见，但若是诸位长老不听劝告，那也怪不得唐啸了。唐啸！在场的所有长老全部怒目圆睁，死死地盯着唐啸。这个家伙让他们感到无比的愤怒。唐啸，你当真要如此吗？二长老平静地说道。唐啸微微一笑，看着诸位昊天宗的长老摇了摇头。我啸天行事，与尔等无关。哼，敬酒不吃吃罚酒，就凭你一人也想挡住我们，痴心妄想。诸位长老全力出手，定要将唐三擒拿归来。到了这步田地，二长老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既然一切都已经闹翻了，那什么同门情谊都不重要了。唐三天资妖孽，我是放了他离去，今后成长起来肯定会报复回来。轰轰轰！一道道昊天锤出现在昊天宗诸位长老手中，脚下清一色的黄黄紫紫黑黑黑黑8个魂环。二长老还有另外3位长老则是脚下升起9道魂环。第7魂技昊天真身乱披风之锤。先下手为强，唐啸陡然之间便施展昊天真身，手中的昊天锤瞬间胀大，轰然之间一锤落下。所有长老皆是奋力抵抗，毕竟是95级的封号斗罗，他们也不敢轻视。在双方碰撞的一瞬间，整个昊天宗主大殿瞬间炸裂，所有长老和唐啸都倒飞出去。这还没完，此刻唐啸心中的怒火已然被点燃，手中的昊天锤也是变得肆无忌惮起来，什么同门情谊，什么昊天未来，都化作了手中重重的一锤。人群当中魂力四散，唐啸毕竟正值壮年，能够抵抗他的也唯有几位封号斗罗级别的长老。即便如此，除了二长老之外，其他3人都有些勉强。哈哈哈！昊天宗大须弥锤，炸！一瞬间，唐啸直接施展炸环，体内魂力迅速暴涨，每一击都让昊天宗长老付出极大的代价。就连二长老也有一些吃力，脸上冷汗频出。疯子！唐啸，你这个疯子！此刻唐啸宛若战神，所有昊天宗长老都不敢轻易接近他。他们并不想和唐啸一样炸环而战，那样并不值当。随着双方陷入僵持，不一会儿的时间，唐啸眼见唐三他们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手中昊天锤高高举起，一锤落下，他自己也消失得无影无踪。硝烟散去，只留下昊天宗一众长老在那里怒骂不已。半个月之后，诺丁城魂师初级学院。离开昊天宗之后的唐三和玉小刚并没有去往其他地方，反而回到了诺丁城。
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回到诺丁城之后，生活仿佛陷入了平静。此刻唐三就正向他请教修炼的问题。老师，修炼时间越长的魂兽实力就越强，所产生的魂环效果也就越好。这强大的地方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唐三问道。玉小刚僵硬的面庞浮现出一抹他那标志性的难看笑容。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不同级别的魂兽所产生的魂环区别，主要在对魂师本身的属性附加以及技能的能力上。举个例子，如果用量化的角度来看，你的蓝银草武魂将走控制系气魂师路线，那么你得到一个属性相合的10年魂环，那么你的蓝银草控制性就会增加10，但如果是100年魂环，那么你对蓝银草的控制性就是增加100，以此类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所有魂师都会尽量去追求更加强大的武魂。唐三疑惑的道，那岂不是拥有势力越大的人所能得到的魂环就越好吗？那些贵族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家族力量去猎杀更强的魂环给自己。玉小刚眼中流露出赞许的光芒。能想到这里，证明你仔细思考过，但事实上却并不是那么简单。或者说，魂环的附加要求是极其苛刻的。首先，必须是本人击杀的魂兽才会得到该魂兽的魂环。魂环只会存在极短的时间，在1个时辰内不附加在自己身上就会失去效果。其次，魂兽是一种极为骄傲的生物，任何魂兽都不会允许自己被俘虏。如果被敌人打成重伤，想要俘虏他们，那么魂兽会选择魂力自爆，自杀而亡。这就杜绝了你说的情况，哪怕是请人去猎杀魂兽，最后不是由他杀死，那么也很难得到魂环。当然，这都不是绝对的。人类的智慧魂兽如何能比？猎杀魂兽最好的方法就是组团前往魂兽所在地，最后一击由自己来完成，这样就能够获得魂环。所以，你所说的贵族和一些拥有势力的人，在猎杀魂兽方面确实有着一定的优势。但是，这样的人容易得到魂环，却并不代表他就会变得比普通魂师强大。谁也不能肯定自己遇到的魂兽属性是否是最合适自己的。魂兽的级别固然重要，属性是否相合也同样关键。再好的魂环与你本身武魂相克，也无法产生好的作用，反而会影响自身。最为重要的是，每一名魂师在不同阶段吸收魂环是有限制的。比如说，你现在只是一个12级魂师，以你现在的魂力，最多也只能吸收一头100年魂兽的魂环。如果你妄图吸收1000年魂环，那么结果只会有一个：身体无法承受，被魂环的力量毁灭。在吸收魂环的时候，是任何外力无法帮助的，只能依靠自己。你想想，那些需要别人帮助才能猎杀自己所需魂兽的人，自身实力又怎么可能坚韧？说不定吸收一个适合自己同时等级也在控制范围内的魂环，都会产生毁灭性的打击。唐三，你要记住，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想要获得什么，就一定要做出相应的努力。投机取巧是庸人所为。我所研究的武魂理论，只是为了让魂师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变得容易一些，在拥有相等实力的情况下变得更加强大。你明白了吗？唐三认真的点了点头。他本来也不是一个习惯投机取巧的人，依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的朝目标努力才最为扎实。如果可以直接取巧的话，当初他的第一魂环有自己父亲在，怕是直接就可以做到第一魂环万年了。小三，这个送给你。玉小刚淡淡的声音将唐三从思绪中惊醒。当他的目光看向玉小刚时，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玉小刚手里已经多了一条腰带，看上去很漂亮的腰带。腰带通体呈黑色，上面有着暗色条纹，不仔细看是无法辨别的。在整条腰带上，均匀的镶嵌着24块乳白色的玉石，每一块玉石都只有成人拇指指甲大小，呈圆形，色泽温润，一看就是不可多得的美玉。谢谢老师。唐三也不客气，伸手接了过来。所谓长者赐不可辞，以前在唐门的时候他就见到过，唐门内门长老收弟子之后都会给一件见面礼。自己老师送给自己这条腰带，应该也是同样的含义。这条腰带跟了我很多年，也被埋没了很多年，希望将来它能在你手中绽放出应有的光彩吧。腰带一入手，唐三就感觉出了它的不一般，腰带上似乎有着许多微弱的气流在流转着，而这些气流是以腰带本身为桥梁，以玉石为储存。30年前我得到它的时候就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但以我多年的研究来看，它可以算是顶尖的魂导器，作用是储物，只需要你自身魂力注入其中，每一块玉石都能够提供1立方米的存储空间，方便存放这种物品。魂导器对于唐三来说，这又是一个全新的名词，虽然还不知道魂导器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但自己老师的解释已经令他心神大振。24颗玉石，也就是能有24立方米的存储空间，对于自己来说，那就是可以存放24种暗器的地方。唐三的眼神变得炽热起来，内心对于玄天功提升的渴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恨不得现在就拥有足够的内力去修炼各种暗器的使用。有了这条腰带，
再不需要担心暗器的存储问题。没用唐三询问，大师已经率先解释道：魂导器顾名思义，凭借武魂力来使用的器具。传世的魂导器很少，大都没有攻击作用。魂师本身也是不需要武器的，魂导器都可以用文物来形容。至于它们是如何产生、如何制作的，早已失传。这条腰带是我和几个朋友在一次探险中得到的，作为酬劳分配给了我。对我来说，它没什么太大的作用，以后你应该能用得着。给它起个名字吧。看着那24颗温润的玉石，唐三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就想起了前世一首著名的诗句：24桥明月夜，就叫它24桥明月夜吧。玉小刚微微一愣，僵硬的面庞看不出表情，点了点头，道：很好听的名字，就是冗长了一点。唐三心中暗叹，或许这也算是自己对前一世的一点回忆。大师道：使用它很简单，把你的魂力注入到那颗玉石内，就能感觉到其空间的存在。如果你反应够快速的话，其中的东西就像是空出现。但想要将它的特性掌握好，还要多加练习，这也是你今后的一门功课。不用自己老实说，唐三也明白练好从24桥明月夜内取物的重要性，赶忙点头答应。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就是1年过去。过去这1年的时间，对于唐三来说，过得是极为充实的，也是非常满足的，突破了玄天宫第一重的瓶颈。在他刻苦努力的修炼下，玄天宫有了长足的进步。按照他自己的计算，此时应该已经达到了第2重中段偏上的实力，按照魂力计算，就应该有16级到17级左右了。带着儿时的记忆，唐三回到了圣魂村。生活了6年的小山村已然在望，不知道为什么，唐三心中有种莫名的情绪渐渐浮现。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那么他会说有家的感觉真好，哪怕这个家只有自己和父亲。很快，唐三就已经走进了圣魂村，唐三的家就在村头，家已在眼前。唐三的心情不自觉地变得激动起来，脚下的步伐加快，3步并作2步来到家门口。大门像他离去时一样并没有关着，这一直都是唐昊的习惯，毕竟他这个铁匠铺也没有什么可以被偷的东西。唐三快步向里面走去，一切似乎都没有变，铁匠铺里还是那么乱，甚至比他走之前更乱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放了一地，破破烂烂的感觉却带给他更多的亲切。哦，小三，是你回来了。温和的声音响起，从里间走出一个人来。看到他，唐三不禁愣了一下。杰克爷爷，你也在啊？里面走出来的正是圣魂村村长老杰克，脸上带着一丝苦笑，将手中一张纸递给唐三。你看看吧，这是你爸爸半年前留下的。一丝紧张的情绪出现在唐三心中，赶忙接过老杰克递来的纸张，低头看去。纸上面只有简单的几行字，字迹有些潦草，但却难掩粗犷豪放之气。小三，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你放心，上次在诺丁城外，爸爸并没有出什么事。不要去找我，你是不可能找到我的。你虽然还小，但有自理能力。雏鹰只有自己展翼，才能更早的高飞。不用为我担心，你的性格中继承了许多你妈妈的细腻。爸爸是一个无用的人，你渐渐的大了，爸爸需要去拿回一些本应该属于我的东西。总有一天，我们父子2人会再相见的。唐三默默的摇了摇头，小心翼翼的将手中的纸折好，放入自己怀中。谢谢您，杰克爷爷，家里这么乱，我就不请您留下了，我还要收拾一下。老杰克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小小的唐三竟然下了逐客令，叹息一声：好吧，不过你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我。无奈的摇了摇头，转身朝外面走去。老杰克走了，铁匠铺内就只剩下唐三一个人。唐三也不开口，就那么开始收拾起凌乱的房间，收拾着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而在诺丁初级魂师学院，岳小刚正在自己的房间中看着书。小三回家了，他心里空荡荡的。相处了1年的时间，尽管他嘴上不说，可心里对这个弟子的感情却在不断的加深。直到今早唐三走的时候，他还犹豫着要不要去他家去看看。最后玉小刚还是否决了自己这个想法，原因有很多，甚至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砰砰砰，这时敲门声突然响起。玉小刚眉头皱了皱，平时除了唐三，根本没有人会到他这里来。请进。玉小刚放下手中的书，淡淡的说道。门开，一个高大的身影从外面走了进来。他穿着一身简单的灰色长袍，凌乱的黑发披散在肩膀上，苍老的面庞上刻满了沧桑，一双浑浊的眼睛似乎已经到了风烛残年一般，和他才50岁左右的外貌毫不相符。你好，大师。来人的声音低沉而有些沙哑。不知道为什么，当这个人刚一进门的时候，大师全身都下意识的紧张起来，就连魂力也不自觉的遍布全身。你是？缓缓站起身，玉小刚眼中流露出几分疑惑。灰衣人淡淡的道：唐昊。唐昊。玉小刚一向古井不波的神情骤然大变，
双眼瞳孔几乎是瞬间聚焦，死死地盯视着眼前的这个人，双手抓在桌案上，手指已经变成了青白色。你是浩？1年前在诺丁城外，您就消失了，我还以为你的左臂。唐昊挥了挥手，阻止玉小刚说下去。过去的事不用再提了，我们也算有几面之缘。别人或许会认为你只是个疯子，但我却知道你是一个执着的人。玉小刚的情绪渐渐冷静下来，僵硬的面庞略微牵动了一下。小三他已经回家了，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唐昊点了下头，淡淡的道：正是因为他回家了，我才会在这里。你是他的老师，作为父亲，我本就应该来见见你。我要走了，唯一牵挂的也只有他，所以我希望将小三托付给你。你要走？去哪里？他可是你的儿子。玉小刚死死地瞪视着唐昊，眼神略带凌厉。唐昊依旧是一副冷冷的样子。他也是你的徒弟，我必须要走，有很多事是必须要去做的。他跟着我不会得到快乐，我没有其他要求，他的人生由他自己去选择。7年了，我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7年，现在他已经长大，有些事是我必须要去做的。而且小三跟在我身边，无论是武魂殿还是摘星楼，我都没有任何把握保护住他。玉小刚深吸口气，我不知道在你身上都发生过什么，但是我看得出小三对你十分依恋，你不觉得就这样离去对他来说太残忍了吗？唐昊淡淡的道，他自己决定了要走一条不平凡的路，和我在一起才是对他的残忍。好了，要说的话我已经说完了，不论什么时候，请记住，他是我的儿子。说完这句话，唐昊抬手一挥，一块乌黑色的令牌当啷一声落在大师面前的桌子上。砰！房门关闭，唐昊高大的身影已经消失。看着房门，玉小刚站在那里，半晌没有任何动作。良久，他才缓缓低下头，目光落在那块令牌之上，嘴角处流露出一丝苦笑。没想到我的偶像竟然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唉，唐昊吧，唐昊，你就这么走了，今后我和小三又该如何是好？万一摘星楼或武魂殿找来，那岂不是……唉，武魂城教皇殿，高高的皇座之上，一名女子静静端坐。她有着一张绝美的脸庞，肌肤胜雪，一头亮丽的酒红色长发，雪白的手掌紧紧地握着一根黄金权杖，身上穿着华贵的冕服，雍容典雅，威势毕露，正是武魂殿的最高主宰教皇比比东。启禀教皇冕下，巴拉克王国主殿有消息传来，一位红衣主教跪伏在殿内，手中拿着一封信函。呈上来。教皇朱唇轻启，清冷的声音中却是充满了威严。话音方落，一位身着菊花样式衣裳的男子接过红衣主教递上的信函，恭敬地将其递给比比东。素手抽出信函，一双美眸细细的阅读。咚！这是权杖落地的声音。比比东脸色一片淡漠，眼中有着难言的怒火。凤鸣村被屠村了。比比东语气清淡，却如同石破天惊，令殿中的众人尽数震动。什么？众人皆是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要知道，这凤鸣村乃是教皇冕下的故乡，竟然有人敢屠了凤鸣村。教皇冕下，请问伤亡如何？一旁身着菊花服饰的男子问道。男子老弱皆亡，只有少许妇孺存活。比比东的语气中凝聚着怒火，诚然他虽然对凤鸣村没有什么挂念，但是再怎么说那也是他的故乡，此举无异于是在打他的脸。不知是何方狂徒，竟敢做出如此丧尽天良之事。男子接着开口，语气中带着愤怒，此举也是在挑衅武魂殿的威严。还能是谁？当然是那些邪魂师了。信中还说，邪魂师的目标不仅仅只是凤鸣村，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报复。比比东目光凌厉，月关，此事就交给你了，务必将这些邪魂师一网打尽，一个不留。月关领命。信中提及是法斯诺主殿的一名执事和2个叫做胡列娜和邪月的小孩子通报了武魂殿击杀了那些邪魂师，救了那些妇孺，此事应当如何处置？比比东的目光横移，不知这2人的实力如何？月关问道。那名执事是一名51级的魂王，武魂狂师，年龄48岁，2个小孩都是11、12岁，将近30级的魂力。比比东淡淡的说道。启禀教皇冕下，月关认为那名执事倒是不用在意，随意发些奖励便可，但是那2个孩子天赋惊人，我们应当大力培养才是。此言有理，这样的人才我们应当收归己用。比比东左侧的一名黑衣者也出声道。那就把这个2人送往天才集训营，如果3个月后的选拔赛他们能拿到冠军的话，他们将会是我座下第1名弟子。比比东淡淡说道。遵冕下之命。对于比比东的话，众人都没有反对。天才集训营是武魂殿设立的一个专门招收12岁之下孩童的集训营，专门为武魂殿选拔人才，每3年会有一次选拔赛，今年正好是选拔赛开始的1年。天才训练营中没有庸才，每一个成员的先天魂力都在6级以上，现在的训练营里便是大魂师级别的学员都有，
如果胡列娜和邪月能够从这里脱颖而出，拿到冠军，倒也有资格做教皇冕下的徒弟。数日的跋涉，胡列娜和邪月二人终于抵达了武魂城。武魂城好生繁盛啊！胡列娜不禁出言赞叹。一路走来，她也算是见识到了许多繁华的城市，可即便是天斗帝国的首都，跟眼前的武魂城比起来，也是要稍逊一筹。这里可是我们所有魂师心目中的圣城。邪月一脸崇敬地说道。胡列娜不置可否，自己哥哥说的确是事实。那些所谓宗门暂且不提，天下的平民魂师对于武魂城还是抱有极高的尊敬的。哥，我们现在去哪？直接前往武魂殿吗？胡列娜脆生生问道。不是，我们先去驿馆，那里有专门负责接待来客的武魂殿执事，我们要在驿馆等待命令，这是一向以来的规矩。邪月说道。哦，来者止步。不一会儿，二人的马车被拦下，拦车的是负责拱卫武魂城的圣殿骑士。下车吧。邪月说道。胡列娜点了点头，两人一起下车。我们是来自法斯诺武魂主殿的，这是我们的文书。邪月从怀中拿出一张文书，上面有着法斯诺行省武魂主殿的印章。核对了文书，那位骑士拱了拱手，说道：驿馆就在前方，请两位步行前往。驿馆附近不允许车马行驶，毕竟这里已经靠近教皇殿了，除非是长老供奉那个等级的人物，否则即便是白金主教也要乖乖的下马车步行。教皇的威势不容侵犯。好的，劳烦了。跟着自己哥哥胡列娜进了驿馆。驿馆之中人数不少，还有着10几个和他们年龄差不多大小的孩子，而这些孩子则是各地的武魂分店或子店送来的少年天骄。一般来说，能够被送到这里来的天才，他们的先天魂力至少都在7级以上。主教大人到，恭迎主教大人。众人齐齐行礼。来的是教皇殿内的一位红衣主教，实力在魂圣阶别，论地位比起在场所有人都要高得多。奉教皇冕下之命，各分店、子店、主殿的执事于明日带领手下人才前往武魂学院报道。凡是通过了学院考核的人才留下，没有通过考核的立即返回原处，不得有误。红衣主教高声说道。属下遵命。众人齐声应和。不知法斯诺主殿的胡列娜和邪月在何处？红衣主教问道。我们在这里。虽然意外主教竟然亲自点了自己的名，但邪月还是拉着胡列娜站了出来。你们就是邪月和胡列娜？红衣主教问道。是的，大人。红衣主教略有深意地打量了他们一眼，说道：邪月于凤鸣村击杀邪魂师有功，奖励金魂币2万枚。至于胡列娜，教皇陛下有命，这胡列娜即日起加入天才训练营，参加天骄选拔赛，不得有误。天才训练营？胡列娜有些疑惑，请问主教大人，这天才训练营是什么地方？红衣主教说道：天才训练营是专门为我武魂殿选拔人才的地方，凡是想要加入教皇殿的天骄，都要加入天才训练营，参加3年1次的天骄选拔赛，只有获得前3名的天骄才有资格加入教皇殿，排在前10名的可以免试进入武魂学院，得到精英学员的待遇，让你加入天才训练营，这是教皇冕下对你的看重，你可莫要让冕下失望。是，小人谨记。胡列娜柔声说道。那就这样吧，我就先走了，明日自会有专人护送你前往天才训练营。红衣主教翩然离去，只留下满屋子的人看着邪月和胡列娜面面相觑。在这位红衣教主走后，胡列娜就觉得格外的无聊，看了一眼自己的哥哥邪月，眼珠子一转，顿时凑到自己哥哥面前。哥，你说这地方这么无聊，咱们刚来武魂城，那不得好好出去逛一逛。邪月一脸无语，自己这个妹妹哪儿都好，就是有些跳脱。妹妹，这里可是武魂城，我们2个这么小，到外面去，我怕出事。邪月还是比较谨慎的，这武魂城可不比巴洛克王国，无论是做些什么事，邪月都是小心翼翼，毕竟武魂城中高手无数。哼，臭哥哥，你不陪我出去玩就算了，大不了我自个儿一个人去。说罢，胡列娜眉眼一挑，魅惑百生，没有理会自己的哥哥邪月，胡列娜就径直出门了。等等我，妹妹。眼见自己妹妹已经离开，邪月也是拿她没有办法，只得赶忙跟上。走在武魂城大街上，一边跳着，胡列娜迈着小碎步，从侧面朝着一位的猥琐大叔走去。刚才他就发现这家伙不对劲，估计是什么采花大盗。妹妹这是要干什么？邪月有些疑惑地看向自己妹妹。胡列娜看似走得不快，但却正好拦在那猥琐大叔面前。叔叔你好，请问附近有卖糖果的吗？猥琐大叔刚从草窝中出来，整个人都沉浸在满足之中。突如其来的声音令他愣了一下，抬头朝声音的来源看去，顿时他那貌似憨厚的面庞上多了一种特殊的光彩，身体的某些部位立刻就有蠢蠢欲动之势。不得不说，夜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小姑娘看上去是那么的可人，稚嫩白皙的小脸
修长黑亮的秀发，虽不算丰满，却也有些规模的身材，尤其是红扑扑的小脸上那一抹青色，对于他这种采花大盗来说，更是充满了诱惑力。猥琐大叔双眼看着胡列娜一阵放光，心中暗道：好一个漂亮可爱的小萝莉！苍天啊，大地啊，难道这是你们送给我的礼物吗？咳嗽一声，猥琐大叔飞快地收起自己眼中银屑的光芒，挺了挺胸，摆出一副严整的姿态，变化之快，如果不是胡列娜一直注视着他，恐怕都要被骗过。不乐听着胡列娜的疑问，立刻义正言辞的道：叔叔当然是好人了。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胡列娜小脸上飞起一抹羞红。我叫胡列娜。猥琐大叔呆了一下，喉结随着吞咽吐沫有力的动了一下。这送到嘴边的嫩肉，要是不吃，真对不起自己。你将来一定是个大美女。胡列娜，这边可没有卖糖果的，跟叔叔走吧，叔叔带你去买糖果，然后再送你回家，好不好？胡列娜笑了笑，乖巧的点了点头，道：好啊。猥琐大叔也没想到这小姑娘如此好骗，眼看她答应和自己走，顿时心中大喜，一双小眼睛朝周围看了看，按照记忆朝着一个偏僻的方向走去。为了不打草惊蛇，他强忍着没有去拉胡列娜的小嫩手。小姑娘，这么晚了还出来买糖果呀？这边如此偏僻，你就不怕碰到坏人吗？猥琐大叔板起面孔的时候，加上他那貌似憨厚的外表，别说还真有几分道貌岸然的样子。胡列娜眨了眨漂亮的大眼睛，叔叔，那你是坏人吗？猥琐大叔此时是邪恶之心大动，以他达到46级的魂力，要是像平常时候警惕一些，说不定能现邪月的跟踪，可此时他的心思全放在了身边这个人身上，那还顾得上其他？偷眼观看胡列娜，胡列娜那纤细的小腰肢走起路来轻摇慢动，她的臀部并不算太大，但腰肢实在太纤细了，所以带起的那一抹弧线令猥琐大叔这个采花大盗不断的偷偷吞咽着口水。再加上胡列娜近乎完美的容颜，如同风百合叶，雨润芭蕉，他心中原本泄掉的那股邪火已经逐渐升腾而起。对他这样年纪的采花大盗来说，外在的刺激尤为重要。眼前的胡列娜又岂是草窝中那些土鸡所能相比的？越走越偏僻，周围已经很少能看到行人了。猥琐大叔带着胡列娜拐了个弯，来到一个幽深黑暗的小巷子中。叔叔，到底哪里有卖糖果的啊？这边好黑，我有点怕。胡列娜细声细气，似乎有些惊慌地说道。猥琐大叔嘿嘿一笑，道：胡列娜，这大晚上的吃糖果对身体不好，还是让叔叔带你看其他好东西吧。好东西？什么好东西？胡列娜好奇地问道。猥琐大叔停下脚步，伸手就开始解自己的裤带，马上就有了。胡列娜突然笑了，叔叔，你看我的眼睛啊！猥琐大叔手上一僵，动作顿时停了下来。他看到了一双红色的眼眸，充满魅惑的眼眸，整个人顿时陷入僵直之中。而下一刻，他面前却只留下一抹紫色的残影。脖子上一紧，不等猥琐大叔释放武魂，胡列娜的双臂就已经悄然缠上了他的脖颈。下一刻，猥琐大叔觉得一股大力从脖子上传来，整个人已经不由自主地离开了地面。如果他是力量型魂师，或许还有稳定住自己身体的机会，可惜他是控制系魂师，而魂师的武魂如果没能释放出来，实力又将极大程度的削弱。再加上他辛勤耕耘了一天，体力早已下降大半。此时的猥琐大叔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下一刻整个人眼前已经变成了一片星光，金星、银星、大小星星不断在眼前闪动，剧烈的震荡令他根本无法集中魂力释放出自己的武魂，身体甚至感觉不到疼痛，只有强烈的麻痹。身后一直跟踪的邪月这时也赶忙冲了过来，看着自己的妹妹，邪月有些无语。妹妹，这种事让哥哥来就好，你这样做是会有危险的。胡列娜对邪月做了个鬼脸，轻哼一声，哥，这家伙如果我不出手，以你的性格肯定不会管。这邪月此刻也是无话可说，正如自己妹妹讲的那样，自己就算发现了这家伙是个采花大盗，他也不会没事找事，除非他威胁到自己的妹妹，那么邪月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击杀。就在二人交谈的间隙，那名猥琐大汉的眼睛却突然睁开，那怒不可遏的模样，狰狞的面孔，无不诉说着此刻他的愤怒。你们都是在找死！第4魂技，罪恶之花。猥琐大汉不声不响，默默催动魂技，不一会儿的功夫，邪月和胡列娜就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哥，这是什么味道？怎么这么难闻？邪月又闻了闻，也是眉头一皱，刚要说话，就发现自己妹妹已经瘫软下去。自己想要伸出手去扶，但他惊恐地发现自己也开始浑身无力。哈哈，两个小家伙竟然暗算我，今日白白送你上门，那我可就不客气了。一瞬间，原本躺下的猥琐大叔瞬间站起身来，
就在他伸出那油腻的肥手准备抱走胡列娜之时，一道红光瞬间闪过，咔嚓！猥琐男缓缓低下头，发现自己的胸膛已经被洞穿了，鲜血不断涌出，随后他也重重的摔在地上。片刻之后，一道身影出现在了邪月和胡列娜面前，定睛一看，正是杨白。这两个小家伙有点意思，两个20多级的大魂师，竟然敢找这个魂宗的麻烦，啧，胆子不小啊！你们两个小家伙，今日碰到我，也算你们运气好，不然……杨白看了一眼那死的不能再死的猥琐男，这小姑娘要是落到他手里，结果可想而知。罢了，好人做到底，你们两个与我投缘，就带你们回去吧。说罢，杨白一手提着一个，飞快离开了武魂城。这次他来武魂城，还是受叶天辰所托，取回这段时间武魂殿内的情报消息。摘星楼安插在武魂殿之中的背后人员，这段时间都不方便行动，因为比东似乎有什么大动作，也就使得摘星楼的情报人员比较谨慎。因此，叶天辰就亲自把杨白派来了。毕竟杨白是95级的封号斗罗，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出现什么意外。一夜过后，第二天一大早，经过一晚上的赶路，杨白提着二人，已经来到了距离索托城300里的一片空地。看着自己手中的两个小家伙，杨白有些疑惑：那猥琐男的魂技这么持久的吗？这两个小家伙已经昏睡一夜了。没有多想，杨白摇摇头，继续朝着索托城赶去。而邪月和胡列娜此刻已经开始有了苏醒的迹象。胡列娜迷迷糊糊中，觉得自己的身体在不停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颤颤抖抖，那种感觉让胡列娜瞬间清醒。艰难睁开双眼，映入胡列娜眼帘的却是一片原始森林，而她自己却正以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速度在移动着。啊！一瞬间，胡列娜直接惊出声来。就在这时，杨白也发现了手中的小姑娘已经醒来，听着那有些刺耳的喊叫声，杨白直接放缓了速度。小姑娘，你醒了，别瞎叫唤，本尊可没有对你做些什么。突兀的浑厚男声传入胡列娜耳中，她也抬头向上看去，一看就顿时清楚了自己的处境。此刻，她正被一位中年大叔提着在森林之间不断跳跃。回过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哥哥，同样如此。尽管此刻他也十分紧张，却也松下一口气，至少他的哥哥还陪着自己。胡列娜明显发现提着自己的这位中年大叔不是昨晚那个猥琐男，心中安定的同时，也猜测自己和哥哥都是被这位中年大叔带走了。阁下，您可以先把我们放下来吗？胡列娜弱弱的说道。杨白一顿，随即直接停下身影，落在一处平地上，手一松，胡列娜就被杨白丢了下来。踉踉跄跄站起身来，胡列娜只觉得自己头还是晕乎乎的，看着自己面前这位中年大叔，也变得谨慎起来。大叔，您可是在昨晚救了我们兄妹？有些不确定的胡列娜小心翼翼问了起来。杨白轻轻一笑：小家伙，昨晚就是你自作聪明，想要拿下那采花大盗吧？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你们还是太嫩了点。若非本尊到的及时，碰巧遇见了你们，此时此刻，你的命运你应该清楚。胡列娜哑口无言，自己确实有些大意了。就在这时，一直昏迷的邪月也清醒了过来。妹妹！噌的一下，邪月直接一个弹射起步，站在胡列娜面前，尽管脑子还是晕乎乎，依旧谨慎地看着杨白。你是什么人？抓我们兄妹究竟想干什么？邪月很是小心，生怕杨白突然袭击他一样，甚至就连自己的武魂也释放出来。两道黄色魂环显得是那么空白无力。微微摇了摇头，杨白嘴角露出一丝有趣的笑意。随着他一步踏出，脚下一道黄色魂环瞬间亮起，接着就是第二道黄色魂环，第三道紫色魂环，第四道紫色魂环。一瞬间，胡列娜和邪月紧张到了极点。到这还没完，刹那间，杨白脚下第5道黑色魂环缓缓亮起，第6道、第7道、第8道。魂斗罗强者！邪月直接惊呼出声来，双腿也不自觉开始颤抖。轰！杨白再一步踏出，一道猩红无比的10万年第9魂环猛然爆发，直接让邪月和胡列娜待在原地。封号斗罗，10万年魂环！胡列娜震惊到了，已经不知是否真实还是虚幻，用力拧了自己胳膊一下，感受到那酸痛之感，方才确认他们真的遇到了一位封号斗罗。前辈！邪月嘴角苦涩无比，没想到有一天竟然真的有幸遇到这样一幕。我们刚才就是闹着玩的，前辈大人不计小人过，还望前辈莫要怪罪才是。杨白微微一笑，看着此刻乖巧无比的邪月和胡列娜，摇摇头。计较？本尊没有那么无聊，不过你们2人皆是我从武魂城之中救出来的，你们总的付出一些代价吧。要知道，没有本尊，你们兄妹2人的下场可想而知。邪月点点头，确实如此。
邪月随即对着杨白重重抱拳：“前辈，您还请直说，我们兄妹应当如何报答前辈大恩？”一听这话，杨白就来兴趣了。金钱不足，性命价更高，本尊救了你们二人一命，自然不会索取一些黄白之物。若是有能让封号斗罗提高实力的天材地宝，本尊也不多要，随便给本尊一些就行。胡列娜顿时有些面红耳赤，这位冕下要求真高。冕下，我们兄妹也只有些许银钱。邪月越说越小声：“什么？那可就不好办了。本尊辛辛苦苦将你们二人救了出来，总不至于就这样放你二人离开吧？要不这样，既然付不起本尊想要的代价，那就跟在本尊身边，替本尊跑腿做任务，做个20-30年也行。正好我摘星楼要补充新鲜血脉，你兄妹二人实力倒也不弱，至少在这个年纪还算过得去。本尊也不嫌弃你们，跟我走吧。”不等邪月和胡列娜反抗，杨白随即直接提着两人继续朝着索托城摘星楼而去。而邪月和胡列娜已经彻底呆住了，面前这位竟然是摘星楼的封号斗罗，这下完犊子了。以杨白95级封号斗罗的实力，不过2个多时辰就来到了索托城外，将邪月和胡列娜轻轻放下，杨白就一马当先走进索托城之中。杨白也不害怕胡列娜和邪月兄妹会逃跑，毕竟他们也不傻。走在索托城中，给邪月和胡列娜带来的是不一样的感受。如果说武魂城中是奢华与高贵，是权力和实力象征的话，索托城就显得平平无奇。但两人丝毫不敢小瞧这个地方。所谓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武魂城因为武魂殿坐落在其中，才名扬天下。在这方面，索托城也差不了多少。摘星楼的诡异与强大，整个大陆无论是谁，在内心深处都有一丝忌惮。默默跟在杨白身后，胡列娜小眼睛四处观望。没想到这索托城还挺有意思，没有那些庄严的魂师四处巡逻，没有层层关卡，处处盘查，看起来还挺自由。哥，你觉得呢？胡列娜也是个大心脏，不过既来之则安之，他们二人也知道不可能在一位封号斗罗强者面前跑掉，索性就放轻松了。不一会儿的功夫，杨白就带着他们来到了摘星楼门前。哇，这就是摘星楼，高耸云天，虽然没有武魂殿那样奢华，却别有一番滋味。胡列娜咋咋呼呼，邪月则是眉头紧皱，兄妹二人形成鲜明对比。回过头看着自己带回来的2个小家伙，杨白还是决定将他们带到叶天辰面前说一声，毕竟今后若是成为摘星楼之人，那就需要自家楼主点头答应。你们兄妹别左顾右盼了，待会儿本尊将带你们去见我家楼主大人，你们可千万别掉链子，不然本尊可保不住你们。邪月连忙点点头，示意自己清楚，而胡列娜的心思则不在这上面。一听到自己立刻就可以见到传说中的摘星楼主，那位神秘无比的琴魔冕下，胡列娜的小心脏就扑通扑通直跳不停，完全忘记了自己可是被一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拐来的。深深看了一眼胡列娜，杨白有些无语的同时也感叹这丫头心真大，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杨白随即提着二人朝着摘星楼之巅飞掠而去。而此刻摘星楼之巅，殷黑和小舞凑巧也在。看着小舞，叶天辰眉头一挑，随即直接问了起来：“小兔子，前些日子本座没有空理会你，今日让殷黑将你带来，你也不用紧张。放心，本座还不至于杀了你。本座想要问问，这星斗大森林之中你知道多少？换句话说，星斗大森林之中10万年以上的魂兽都有哪些？”此话一出，小舞眼神瞬间就警惕起来。他不知道这位摘星楼主想要干嘛，不过关于大名二名，他也不想透露丝毫，似乎是看出了小舞眼神中的那丝犹豫。天辰轻轻一笑：“小兔子，你觉得本座这是在和你商量吗？你能做的只有回答，否则本座可不能保证你万无一失。”说罢，叶天辰看向殷黑，殷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自家楼主说的这话不是开玩笑的。和小舞相处的这段时间，殷黑觉得这丫头也还不错，此刻有心相助，却也是欲言又止。这楼主大人，不是小舞不想告诉您有关星斗大森林的一切，实在是小舞不能出卖曾经的朋友。一听这话，叶天辰不怒反喜，小舞的反应充分说明了他知道的还不少。随即叶天辰又变得平和起来：“小兔子，不要讨价还价，何况本座只是想了解一些星斗大森林的秘闻罢了。若是你和哪些10万年魂兽有交集，本座也不会难为你。这世间若要说谁对10万年魂兽的兴趣最低，本座排第一，应该无人排第二了。包括你的负责人殷黑供奉，他的10万年魂环可不是来自于10万年魂兽。若是可以，本座也不是不能和10万年魂兽交朋友。你且放心说便是，否则……都这样了。”小舞也只能一咬牙，将自己知道的说出来了。楼主大人，关于星斗大森林，小舞知道的可能不是很多，不过小舞说的绝对不会有任何隐瞒。
你且直说便是，是真是假，本座自有评判。点点头，小五也就开始讲述起来。星斗大森林之中，诡异莫测，10万年魂兽。据小五所知，除了我和我母亲之外，还有大明和二明。大明本体乃是一只天青牛蟒，应该有10多万年修为；二明则是泰坦巨猿，也是10万年魂兽。除此之外，我母亲曾经倒是说过，还有一些10万年魂兽生活在森林之中。10万年的黄金犀牛，还有什么七彩神鹿？不过哪些小五都没见过，小五只是和大明二明关系不错罢了。小五说完，殷黑都惊讶住了。小五这丫头看似柔柔弱弱，虽然她也知道是10万年魂兽，但是一听小五和天青牛蟒还有泰坦巨猿之间是好朋友，殷黑就有一种即视感。叶天辰一直盯着小五的眼睛，想要从中看到些什么，但是很可惜，小五显然没有说谎。嘴唇微动，叶天辰有些失落。小五，星斗大森林之中只有10万年魂兽吗？哪些传说中的凶兽你可知藏在何处？这才是叶天辰真正的目的。一些10万年魂兽对于叶天辰来说可有可无，甚至如果缺少魂环，他还可以去猎杀海魂兽。当然，大陆魂师也不是不知道海魂兽多如牛毛，但因为费时费力，而且海魂兽一般单一，也就没什么魂师将目标打在他们身上。对于凶兽，叶天辰想要接触的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询问这些关于神的消息。一群在斗罗大陆存在了无数年的家伙们，叶天辰不相信他们不知道一些。当然，叶天辰也可以去问千道流，不过就两方的关系来说，叶天辰觉得还是算了吧。而小五听到叶天辰询问凶兽，也是眉头紧锁起来。这个名词他记忆中也听到过一些，但具体的情况他并不了解。楼主，凶兽小五只是听说过一些传言，具体情况小五也不得而知。传闻中，我们魂兽突破10万年之后，就可以化形为人，继续修炼，也可以度过20万年的天劫，成为凶兽。不过小五等不了那么久，只能选择化形。而凶兽每10万年都要度过一次天劫，直到度过100万年天劫，到了那个时候就可以成就神。只是这些都是传闻，皆是我母亲生前对小五所说，是真是假，小五没办法判断。现如今，小五只知道10万年魂兽可以化形。听到小五说到神这个字眼，叶天辰只觉得有些热血上涌的冲动。唐昊背后那位叫修罗的，便是一位真真正正的神，只有体会过神的强大，才会无尽的向往。这样吗？叶天辰暗暗沉思起来。殷黑在一旁的惊讶，此刻这点也不比叶天辰少。今日听到的这些东西，什么凶兽，什么天劫，什么神，他都从未涉及过。他无法想象20万年凶兽有多强大，那100万年凶兽又如何恐怖，甚至神这个传说中的存在又是什么样的天地。就在叶天辰沉默的同时，小五也是安静的站着不敢动弹，而杨白还有胡列娜邪月也在此刻落到了摘星楼之巅。一落地，杨白就发现有些不对劲，自家楼主怎么如此安静？再看看殷黑和小五那默默等待的模样，顿时知道自己来的可能不是时候。见自家楼主压根没注意自己，杨白也是拉着胡列娜和邪月站在一角，大气不敢喘一口。胡列娜和邪月哪里见过这个场面，身边这位封号斗罗都面面相觑，他们也只能是乖乖站着。叶天辰也感受到了杨白到来，不过没关系，他还有问题要问小五。小五，如此说来，哪些凶兽应当是躲在某个地方？这星斗大森林之中，不知何处最为神异。神异？小五有些懵，不过他还是下意识想起了生命之湖。楼主大人，若要说神异，那肯定是星斗大森林核心之处那片生命之湖。平日里，若是我们不幸受伤，只要进入生命之湖，就可以很快痊愈。不过那个地方是大明的地盘，也是大明在守护着。楼主您……叶天辰罢手，小五也就不再多说。生命之湖嘛，听起来有点意思。这样吧，等本座腾出时间，小五，你就陪本座去一趟星斗大森林。你且放心，那什么大明二明，只要他们识相，本座不会为难他们。小五闻言，心中狂喜，连忙叩谢叶天辰。小五多谢楼主，多谢楼主。挥挥手，叶天辰示意殷黑可以带小五下去了。殷黑见状，也是不敢怠慢，带着小五就准备离开。一转身看到杨白还有身边2个小家伙，殷黑眼珠子一转，就又留了下来。小五有些劫后余生的感觉，不过他也十分庆幸，至少自己此刻活了下来，而且今后他也安心很多，同时也很好奇，这位神秘楼主究竟是如何让殷黑、杨白2位供奉拥有10万年魂环。见殷黑供奉不走，小五也不敢乱跑，就乖乖的留在殷黑旁边。杨白虽然不知道殷黑和小五到底和自家楼主交流了些啥，但眼见已经结束，也就直接带着胡列娜还有邪月来到叶天辰身前。属下杨白拜见楼主。杨白一上来就是一个大礼，胡列娜和邪月也不敢怠慢，虽然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也是有样学样，
单膝跪地，将脑袋埋头低下，点点头。叶天辰示意杨白不必多礼。杨白啊，本座让你前往武魂城，似乎只是获取这段时间武魂城发生的情报而已。你这怎么给本座带回来2个小家伙呢？说完，叶天辰也是认真打量起来胡列娜还有邪月，不看不知道，一看顿时觉得有些惊讶。这2个小家伙都是11、12岁左右，一个30级还没有获取魂环，一个27级，显然都是天资不错的小家伙。杨白一听自家楼主这话，顿时觉得有戏，看着胡列娜还有邪月，缓缓说道：“楼主，这2个小家伙是属下在武魂城顺带领回来的一对兄妹。男孩12岁，却有着30级的魂力；女孩11岁，也有27级。楼主，您不是说我们摘星楼需要一些新鲜血脉吗？”杨白见猎欣喜，也就将他们带来了。嘿嘿，楼主，您看。得。叶天辰不用问也知道杨白是啥意思了，没有直接同意，而是看向胡列娜还有邪月2人。2个小家伙，介绍一下自己吧。若是能让本座满意，从今以后你们便是我摘星楼年轻一代。若是本座觉得你们不行，那么本座可是会杀了你们2人哟。毕竟你们2人刚才可是听到了一些我摘星楼秘闻呢。叶天辰说的不紧不慢，邪月和胡列娜却是瞬间炸毛，他们简直都懵了。天地良心，刚才他们啥也没听到啊。不过面对面前这位看起来年轻的摘星楼楼主，邪月也好，胡列娜也罢，都不敢忤逆。毕竟摘星楼楼主秦魔冕下的威名远扬，他们可不敢赌。邪月率先抬起头来，看着叶天辰，一板一眼开始介绍起自己。小人邪月，今年12岁，武魂2柄月刃，30级准魂尊。这位是我妹。还没等邪月继续说下去，叶天辰便伸手拦住了他。你说你的，他说他的，不必越俎代庖。是。邪月有些无奈，但也不敢反驳，随即看向自己妹妹。胡列娜此刻小心脏扑通扑通直跳，她也没有想到自己玩个钓鱼执法竟然会走到这一步。不过现在可不是后悔的时候，连忙抬头看向传说中的摘星楼主。近距离之下，胡列娜有些呆滞。传说中摘星楼主凶残无比，所过之处必定是尸骸遍地，血流成河。可是胡列娜一看，感觉和传闻似乎有些不一样。霎时间，胡列娜觉得自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见此情形，邪月悄咪咪地推了推胡列娜，瞬间惊醒的胡列娜也是反应过来，现在可不是想这些的时候。小人胡列娜是邪月的妹妹，今年11岁，武魂狐狸，27级大魂师。说罢，胡列娜还不忘偷偷瞄一眼叶天辰，见叶天辰面不改色，一点变化都没有，就快速低下头。杨白站在旁边，显得有些尴尬。这2个小家伙论天赋那都是不错的，但是胡列娜这小丫头显然有些跳脱。杨白不知道自家楼主会不会因此不喜，不过显然杨白并不知道此刻叶天辰内心想法。看着邪月和胡列娜，叶天辰其实并没有什么杀意，不过是觉得有些有趣罢了。转过头看着杨白，叶天辰也是将选择权交到杨白手中。杨白，人是你带回来的，你说说该怎么处理吧。杨白有些懵，怎么处理？他也不知道，只觉得摘星楼加入新鲜血脉是件好事，所以就带回来了。楼主，要不咱们摘星楼也成立一个学院啥的，用来招收新鲜血脉。此话一出，远处的阴黑直接乐了。摘星楼是什么地方？怎么可能来办学院呢？杨白，依我看啊，你还是直接待在身边慢慢教导就是了。开设学院可不适合我们摘星楼。阴黑说罢，也不忘渐渐一笑。杨白一听阴黑这话，也是犹豫了。确实，摘星楼可不适合开设魂师学院。见他们这样，叶天辰摇摇头。好了，你们都不用多说了。这样吧，杨白，今后这2个小家伙就拜你为师，从今以后，你好好教导他们便是。我摘星楼需要新鲜血脉不假，开设魂师学院也不妥当。正好，那只小兔子，你是否愿意拜阴黑为师啊？说罢，叶天辰也是看向小舞。先前一直让阴黑教导他，但毕竟没有真正拜阴黑为师，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唰的一下，阴黑顿时苦瓜脸起来。小舞在他身边，他也慢慢习惯了，但因为小舞没有拜他为师，有很多时候他都不用管小舞。现在这么一搞，自己可就得对小舞上心喽。此刻要说现场最高兴的莫过于小舞了。若是真能拜阴黑为师，那小舞觉得自己在摘星楼就真的稳了。从今以后，他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会突然被嘎，而且拥有摘星楼作为靠山，很多时候也可以给自己减少不少的麻烦。小舞灵机一动，瞬间跪在阴黑面前。阴黑供奉，小舞今日愿意拜您为师。小舞知道，老师您不在乎小舞是10万年魂兽化形，老师您也放心，今后小舞不会给您带来麻烦的。从今以后，您就是小舞的老师，还望老师收下小舞。哗！此刻，
叶天辰都看呆了，自己就是随口一说，让阴黑难堪罢了，没想到这小兔子，啧，不愧是10万年魂兽，虽然平时傻乎乎的，关键时候脑子还是清醒的嘛。相比于叶天辰，邪月和胡列娜两人的惊讶来自于小五说的10万年魂兽，面前这位6岁左右萌萌哒的小女孩竟然是10万年魂兽化形，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合着在场所有人，就他们兄妹2人最垃圾呗。杨白看着这一幕，顿时觉得自己好受一些。让阴黑这家伙阴阳怪气，该。阴黑此刻也是骑虎难下，一方面自家楼主都开口说了，他也不能拒绝，而且小五这一脸期待的眼神，让阴黑也是无了个大语。吃瓜吃到自己头上，阴黑也不是第一次了。所谓轻车熟路，一想到自己只用教导小五一人，而杨白需要带2个，阴黑顿时也没有那么难受了。好吧，今日我阴黑就收你为徒吧，小五，记住，10万年魂兽化形也没事，在摘星楼这些都不重要，今后好好修炼吧，你母亲的仇得你自己去报，老师可是无能为力哦。小五明白，多谢老师。小五欢天喜地，阴黑也是勉强挤出一缕笑容。叶天辰看着这一幕，也是生米煮成熟饭了，就没插手了，反而是看向杨白。杨白有些尴尬，此刻他也将目光投向邪月和胡列娜2人。到这2个小家伙丝毫不上道啊，都这样了，还不快拜他为师？阴黑见状憋着笑，看着小五也顺眼多了，至少小五是真心想拜他为师，而杨白这家伙带回来的吗？嘿嘿。杨白此刻也是脸色铁青起来，看着邪月和胡列娜，有些无语的同时也是难受极了。终于邪月似乎发现了气氛有些不对劲，抬头一看，就见杨白那张铁青无比的脸，远处阴黑那浓浓的笑意，还有摘星楼主平静的神色。小子，怎么你们兄妹是不愿意拜本尊为师不成？杨白冷冷的声音让邪月心中一个机灵，此刻他还哪里敢拒绝？弟子邪月拜见老师。说罢，邪月还不忘戳一戳自己妹妹。胡列娜也不傻，学着自己哥哥扑通一下跪在地上。胡列娜拜见老师。见2人终于开窍，杨白心中松了一口气，就怕2个小家伙打死不松口，那他杨白可就尴尬死了。好，哈哈，从今以后你们兄妹便是我杨白的弟子。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吧，那位是阴黑供奉，和为师一样，乃是95级的封号斗罗强者。他身边那位叫小五，10万年魂兽化形，你们也见识到了。这位便是我摘星楼楼主大人，今后你们务必听楼主的话。说罢，杨白微微一笑，话里话外说得很清楚，今后让邪月和胡列娜听自己和自家楼主的就行，至于阴黑，呵。叶天辰摇了摇头，这2人，算了，不管了，眼下还是神的事情要紧，叶天辰也懒得管其他事。好了，你们都下去吧。遵命。阴黑杨白2人同时执礼，随后带着各自弟子就离开了摘星楼之巅。求月票、推荐票、投资、打赏啥的，同时有什么好的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谢谢。当杨白收邪月和胡列娜为徒之时，远在武魂城之中，比比东却是疑惑不解。就在刚刚，属下人来报，那邪月和胡列娜2人竟然在武魂城中神秘失踪了，这可让比比东恼怒不已。对于邪月和胡列娜2人，比比东是比较看好的，觉得可以作为武魂殿下一代培养，但是此刻却无缘无故就失踪了，比比东的内心深处显然愤怒不已。就在比比东感到愤怒之时，菊斗罗缓缓走了进来。月关拜见教皇陛下。菊斗罗显得小心翼翼，毕竟这件事和他可脱不了关系。比比东面色阴冷，看着菊斗罗，冷言问道：如何？那2个小家伙可曾找到？这……菊斗罗有些无话可说，自己已经带着人将整个武魂城翻了几遍，都没有找到2个小家伙的身影。比比东这样问，菊斗罗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作答。教皇陛下，那2个小家伙，属下正在加急寻找之中，想必要不了多久就会有他们的消息。教皇陛下，您且放心，我们一定会找到的。哼，月关，也就是说到现在你们都没有他们的消息，一帮大活人都是干什么吃的？2个小家伙都看不住，本尊要你们何用？话语间，比比东瞬间站起身来，体内魂力翻滚，一阵阵恐怖的杀机笼罩在菊斗罗身上。感受着这股强烈的杀意，菊斗罗更加胆战心惊。教皇陛下，请您息怒啊，多给属下一些时间，一定能够找到的。比比东沉默了，看了看菊斗罗那紧张无比的模样，随即陷入了平静。2个天赋还不错的小家伙，还不值得他对菊斗罗不满。罢了，月关，你且下去慢慢寻找便是。若是找到了，记得带回来，活着也好，死去也罢。若是没找到，那就算了。我们的计划就要开始了，2个小孩子而已，无关紧要。菊斗罗点点头，
缓缓退了下去。供奉殿中，当千道流感受到比比东方向的那股气息之时，眉头轻轻一皱。比比东这家伙已经95级了吗？哎，这恐怖的修炼天赋还是双生武魂，看来今后也得注意一下他了。说罢，千道流又陷入了静修之中。时间缓缓流逝，转眼之间就是1月过去。武魂殿已经放弃了寻找邪月和胡列娜，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胡列娜和邪月二人会被杨白拐到摘星楼。而今天，摘星楼也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独孤博，还有他的小孙女儿独孤雁。来到摘星楼之后，独孤博直接带着独孤雁前往摘星楼之巅，打算先觐见叶天辰。来到摘星楼之巅，独孤博就开始收起脸上的那份轻松，开始认真起来。听着楼阁之中传来的阵阵琴声，独孤博心中微微一动，自家楼主恐怕早就知道自己的来临了。属下独孤博拜见楼主大人。此话一出，楼阁之中，叶天辰缓缓收起天魔琴，直接走了出来。独孤博，你来了，杨白给我说过，邀你一同前往落日森林猎取魂环。独孤博点点头，确实如此。他的孙女儿独孤雁最近也已经20级了，恰好杨白的弟子邪月30级，两人就借此机会一聚，并且为2个小家伙猎取魂环。叶儿，快拜见楼主大人。独孤博看向自己的孙女，温柔地提示着。此刻，独孤雁躲在独孤博身后，显得有一些怯生。毕竟对于摘星楼主的大名，独孤雁在天斗魂师初级学院也听过不少。不过在听到自己爷爷的话后，独孤雁也是勇敢地站了出来。叶儿拜见楼主大人。诺诺的声音里面带着一丝怯弱，不过从他的小眼神里面可以看出，对于叶天辰这位传说中的摘星楼主，他还是蛮感兴趣的。看着独孤雁，叶天辰微微一笑，这小丫头看起来还行，虽然天赋可能比起邪月他们兄妹要差上一些，可好歹有一个封号斗罗的爷爷，今后的成就也不会差。哈哈，小丫头不要害怕，你爷爷是本座的属下，本座可不会对你怎么着哟。小丫头，告诉本座，在天斗城之中，你们学院是如何描述本座的？这……独孤博有些欲言又止。独孤雁可不管这些。楼主大人，在我们学院之中，大家都说摘星楼主是这世间最强大的魂师之一。当然，他们也说楼主叔叔您残暴不仁，杀人如麻。可是叶儿今日一见，楼主叔叔绝不是那种人。独孤博都惊呆了，自家孙女还真就是实话实说了呗。听到这话，叶天辰并没有任何生气的样子，反而笑脸盈盈。小孩子才是最天真无邪的，没有心机，没有其他的顾虑。好了，独孤博，上次答应你的仙草，现在叶儿还小，吸收仙草可能会出现其他风险，今后等小家伙魂宗了，再给他服用吧。是，属下带叶儿谢过楼主大人。行了，都是摘星楼之人，婆婆妈妈，带着小家伙去找杨白吧。说罢，叶天辰挥挥手，独孤博也没有犹豫，很快就带着独孤雁离开了摘星楼之巅。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杨白所在。一进屋，独孤博就看见邪月和胡列娜2个小家伙，打量着二人，独孤博也是连连点头。2个小家伙天赋都不错，比之他的孙女儿还要强上一分。而且此刻看着自己的到来，二人虽然有些诧异，却是丝毫不害怕，胆量上也还可以。此刻邪月和胡列娜2人对视一眼，都有些疑惑，这面前这位老人看起来似乎不简单的样子。不过能够出现在摘星楼，邪月和胡列娜也不害怕会对他们不利。前辈您这是找我们老师吗？胡列娜眼珠子一转，便开始询问起来。独孤博笑笑，你就是胡列娜吧？你的老师给我信中说过，果然古灵精怪。老夫独孤博，想必你们老师也给你们提过老夫的名号。死！胡列娜有些惊讶，面前这位老人就是独孤博，那位92级的封号斗罗。不知为何，胡列娜觉得自己在摘星楼遇到的封号斗罗似乎有些多了。原来是独孤前辈，我们老师给我们说过前辈您的事迹。前辈快请进，我们老师刚刚出去不久，想必一会儿就回来了。关键时候还是邪月镇定自若。其实他想的也简单，虽然自己面前这位老人是封号斗罗强者，但是自己的老师同样如此，甚至更强大一些。就如同拜师那日自己老师所说，摘星楼中他们兄妹只需要听自己的话，还有楼主的话就行。点点头，独孤博也没有客气，径直进屋坐下。刚坐下，门外杨白就走了进来。哈哈，独孤兄进来可好呀？杨白的声音让独孤博嘴角露出满满的笑意。杨白兄，天斗城一切都好，看只是几月不见，杨白兄竟然已经有了2位家徒，真是可喜可贺呀。杨白笑笑，独孤博过誉了，他们2个小家伙和我有缘，也就收为弟子了。叫独孤兄你来，也是为了一同前往落日森林，给小家伙们猎取魂环。说罢，杨白的目光流落在独孤博身后独孤雁身上。这位就是独孤兄你的孙女儿独孤雁吧？小丫头真乖。哈哈，燕儿，快见过你杨白爷爷。独孤雁也是很有礼貌，
一时间气氛十分融洽。二人交谈不久，就一同起身，带着独孤雁还有胡列娜、邪月前往了落日森林。一路上，胡列娜左瞧瞧右看看，丝毫不担心路上会遇到什么危险。同时，邪月的心中也是感慨不已。曾经，他们兄妹也吃了不少苦。邪月从没想到，有一天自己可以如此惬意的去猎取魂环。这一刻，他的心中对于杨白这位突如其来的老师，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一丝归属感。杨白兄，这次前往落日森林，想必杨白兄也要给邪月小家伙猎取千年第三环。哎呀，时间过得真快，上次咱们来落日森林，我还未曾突破封号斗罗，时光易逝啊。杨白微微一笑，独孤博这家伙还炫耀上了。独孤兄，千年魂环罢了，左右不过是出来散散心。独孤兄上次可是拥有了10万年魂环，成就封号斗罗之后寿元大涨，这点时间倒也不算什么。一路上，独孤博和杨白说了很多，不过大多数都是商业互吹。而邪月和胡列娜还有独孤雁三人之间也开始慢慢接触起来。三人相差并不大，9岁的独孤雁总能说出一些天斗城中的新鲜玩意儿，让胡列娜两眼冒光。就这样，他们朝着落日森林缓缓接近。一天时间，5人便站在了落日森林面前。因为邪月也只需要1000年魂环，而独孤雁也不过是700-800年魂环，所以他们并不需要深入落日森林。杨白和独孤博对视一笑，没有犹豫，带着3个小家伙就踏入落日森林之中。对于落日森林，独孤博可以说是轻车熟路，甚至和回家了没什么两样。独孤博和杨白两人走在队伍前方，2名封号斗罗气息笼罩着方圆10里的大地。一些偶尔来到落日森林外围地区的5000年以上魂兽感应到这股属于人类强者的气息，纷纷朝着落日森林深处疯狂逃去。走着走着，杨白也是觉得有些百无聊赖，毕竟若不是为了这3个小家伙的安全，哪里需要他们亲自前来。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搁其他势力几乎都是猎杀5万年以上魂兽方才可能出手。只能说独孤雁有个好爷爷，邪月和胡列娜有个好老师。独孤兄，不知今日独孤兄要给你家燕儿获取什么魂环？待会儿我也好留意一下。独孤博迟疑一下，随即说道：我家燕儿武魂同样是碧鳞蛇皇，因此若是能找到一只600-700年左右的毒物，那也可以了。点点头，杨白表示理解。独孤博这种还是比较容易的，落日森林之中最不缺的就是毒物了。杨白兄，不知你给邪月要猎取什么魂兽？独孤博也是询问起来邪月。邪月的武魂偏向强攻系和敏攻系，因此需要一只速度快且破甲能力强大的魂兽，年限大概1200年吧。闻言，独孤博看向邪月，也是暗自点点头。确实，邪月适合的和杨白所说大差不差。而在他们2人闲聊之时，胡列娜也是担当起了3人小团伙分为人员。哥，你说你30级能获取什么魂环呀？还有小燕子你也一样。哎，为什么我才27级呢？我也想获取魂环吗？哼，不公平，不公平！邪月此刻只想堵住自己妹妹的嘴，真的很社死。独孤雁则是眉头微皱，觉得胡列娜姐姐有些吵闹。走了一个多时辰，突然前方一阵沙沙沙的响动传来，并且还伴随着一阵阵低沉的嘶吼。隔着老远的距离，杨白就感知到这是什么玩意儿，一条看起来有些吓人的长蛇。杨白抬手之间就要一道剑芒将其斩杀，而独孤博却突然制止。慢，杨白兄，那只长蛇刚好可以作为我家燕儿的第2魂环，这是一只金环蛇。你看，它的身长不过3米，身体之上有着7道金环，证明它是700年左右的金环蛇。这种金环蛇极为好认，100年之时它的生长不会超过3米，直到1000年之时便会长到9米，而万年金环蛇则是有27米。每种身长身上的金环数量便可轻易判断其年限。这种金环蛇剧毒无比，若是被其咬上一口，一般人便会化为脓血，即便是魂师，若是魂力低微，也难以排除它的毒素，最终也只有死路一条。说完这一切，独孤博将目光转移到自己孙女独孤雁身上。刚才他所说的这一切，其实都是给自己孙女说的。很多时候，独孤博不能跟在独孤雁身边，因此能够教授一些，独孤博自然不会放过这种机会。不仅仅是独孤雁，另外2小只邪月和胡列娜也是侧着头认真的听着。关于魂兽的知识，他们以前也是知之甚少，魂师初级学院基本上不会教授这些内容，所以他们兄妹对于这方面就是一块白板。在讲解完之后，独孤博也没有闲着，随手一挥，一道墨绿色的毒雾瞬间笼罩在那条金环蛇身上。不过片刻的功夫，这条金环蛇便被麻痹住了，一动不动，等待着死亡的降临。见状，独孤博微微一笑，对付一条700年左右的小魂兽，他自然是手到擒来。燕儿，去吧，亲手将其击杀，然后吸收魂环吧。爷爷和你杨白爷爷都会为你护法的，放心去吧。谢谢爷爷。独孤雁脸上笑开了花，
有势力和没有势力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至少玉小刚所说的那些其实都有些站不住脚。就好像此刻独孤雁因为有一个封号斗罗级别的爷爷，便可以轻松愉悦的前来猎杀魂兽，丝毫不用担心自己会遇到不必要的麻烦。而在魂环选择上也是有求必应，几乎全部都是精挑细选，适合他的武魂。这还只是猎杀几百年的魂兽，等到今后猎杀万年魂兽之时，没有势力帮助的家伙往往都没办法猎杀自己吸收极限的魂兽。而像独孤雁，几乎10万年以下的魂兽都可以让自己爷爷随意猎杀。就是10万年魂兽，若是有必要，独孤博也不是办不到。他的背后还有着整个摘星楼，这就是大势力的好处。独孤雁一路小跑来到那金环蛇身边，也是丝毫不犹豫，手中一道匕首突然出现，直接被其深深刺入金环蛇体内。挣扎了一会儿之后，这条700年左右的金环蛇停止了扭动，一道黄色的魂环缓缓升起。没有迟疑，独孤雁很快就盘腿开始吸收起来。大约1个时辰过后，独孤雁停止了吸收。对于他来说，一只700年的魂兽虽然年限达到了一般人的极致，但对于独孤雁来说却是没有什么问题。从小到大，独孤博用在他身上的天才地宝可是不少，可以说独孤雁身躯比一般人要强大得多。不过哪怕如此，独孤博也没有冒险让独孤雁吸收更强大的魂兽，因为没必要。100年魂环也就那样，不值得冒这种风险。原著里唐三动不动就极限吸收魂环，这种事一般人都不会傻到去干，毕竟一旦失败那就是爆体而亡，不是谁都是主角。吸收完之后的独孤雁站起身来，缓缓吐出一口浊气，看着自己的爷爷，眼神里充满了惊喜。爷爷，叶儿吸收完了，快看看我的第2魂技。哈哈，叶儿，快让爷爷看看你都得到了什么魂技。独孤博也是很配合，同时眼神中也有着浓浓的期待。独孤雁闻言，手中突然射出一道金光，唰的一下就射到一块石头之上。片刻之间，这块石头开始缓缓生出裂纹，随即化作一滩石水，散发着一股恶臭。爷爷，这就是叶儿的第2魂技，叶儿叫它金光毒水，可以让被袭击到的东西化作一滩毒，腐蚀能力很强呀。独孤雁带着一丝自豪的意味，独孤博也是笑着回应。在独孤雁吸收完魂环之后，5人继续前行，接下来就是要给邪月寻找第3魂环了。走着走着，落日森林开始变得安静起来。就在这时，杨白突然停下脚步，在他们的周围，一道道银光开始闪过，闭着眼睛，杨白都能够感应到，这是一群银月狼想要对他们动手。一群100年左右的银月狼，成不了什么气候，也就那样。杨白眼神变得凌厉起来，随手一拍，一只躲在暗处的银月狼便被一掌拍飞，如同断了线的风筝，狠狠地砸在地上，已经是死的不能再死了。这……独孤博看着那已经4分5裂的银月狼，再看看杨白那依旧愤怒的模样，总觉得杨白是借此机会好好释放一下。可惜他没有证据。杨白此刻也是玩心大起，手中剑气翻飞，不一会儿，这群躲在暗处的银月狼就被杨白一扫而空。就在一切都要结束之时，远处一道银白色的影子一闪而过。哦，竟然是千年银月狼，不错，就让本尊来会一会你。说罢，杨白直接一飞冲天，跃上云霄的同时，手中赤阳剑陡然而现，一道道恐怖的剑气如同狂轰滥炸，顷刻之间就落到那只千年银月狼身边。一株株大树被剑气削成2半，这只银月狼疯狂的逃窜，可最终还是没有躲过。一道剑气划过，银月狼瞬间化为2半。亲眼目睹这一切的独孤博心中隐隐有些那啥，他知道杨白真的不是故意的。见到那只千年银月狼的惨状，胡列娜张大了嘴巴，一脸不可思议。邪月也是眉头紧锁，自己这个老师戾气似乎有些重，而独孤雁则是站在自己爷爷背后，双手捂着眼睛。独孤博没有说啥，5人不一会儿就继续朝着前方走去。数个时辰之后，伴随着杨白亲手抓住一只千年破甲鹰，邪月的第3魂环也就有了着落。就在杨白、独孤博他们在落日森林之中猎取魂环时，武魂城供奉殿之中，千道流正一脸头疼地看着自己面前的孙女儿千仞雪。雪儿，你真的决定了吗？你这样做可是有一定危险的。千仞雪看着自己爷爷，有些犹豫。他知道自己爷爷肯定不愿意自己冒险，可是一想到比比东那张冷冷的脸，千仞雪心一横，也是咬牙打算坚持自己的想法。爷爷，天斗城虽然危险，但有蛇毛爷爷和刺豚爷爷跟在雪儿的身边，雪儿安全还是有保障的。我不想被那个女人瞧不起，我要让她知道我千仞雪不是一个累赘。千道流一言不发，就这么静静看着千仞雪。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孙女儿为何突然要前往天斗帝国卧底，想来和比比东也脱不了干系。唉，雪儿，爷爷本想让你在武魂殿之中无忧无虑成长，今后成就封号斗罗之后，便任由你探索大陆。
直到你可以继承神位。不过，既然你都决定了，爷爷不再去阻拦你。你有你非去不可的理由，爷爷能做的只不过是尽全力保护你的安危。千仞雪听到自己爷爷这么一说，顿时红了眼眶，一滴滴泪珠缓缓滑落。爷爷，您放心，雪儿会保护好自己的。爷爷相信雪儿，不过雪儿你也要小心，天斗帝国内势力错综复杂。七宝琉璃宗有着2位95级以上的封号斗罗，蓝电霸王龙家族也有1位95级的封号斗罗。昊天宗虽然封山不出，但前段日子昊天宗宗主唐啸也辞去了宗主之位，还有那一直隐藏在暗处的唐昊。除了这些之外，索托城摘星楼才是最恐怖的。不过幸好摘星楼势力在天斗城中较少，雪儿你也相对安全。但你刺豚爷爷和蛇毛爷爷虽然可以守候在你的身边，保护你的安全，但不可能做到每时每刻都保护你。所以雪儿你要时时刻刻记住，自身安全才是第一位的。若是有什么需要，记得和爷爷联系。实在不行，爷爷就让你金鳄爷爷去陪你，但你金鳄爷爷名气太大了，容易暴露。爷爷您就放心吧，雪儿已经长大了，雪儿会保护好自己的。对，我们雪儿已经长大了。雪儿啊，能告诉爷爷你的计划是什么吗？卧底天斗城，若是没有一个可行的计划，那就是白费力气。虽然爷爷相信雪儿肯定有着万无一失的计划，但是爷爷也想给你参考一下。千仞雪眉头一皱，不过想到自己爷爷这也是关心自己，也就缓缓开口将其计划说了出来。爷爷，雪儿前往天斗城，实际上已经谋划很久了。那天斗帝国国王雪夜大帝的太子雪清河和雪儿差不多大小，若是雪儿可以在雪清河外出之时神不知鬼不觉将其斩杀，自己再易容成他的模样。爷爷，您觉得天斗城之中雪儿哪里去不得？哦，雪儿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可是那雪清河虽然容易解决，可是雪儿你并不了解他，易容假扮很容易被发现啊。千道流也是一针见血指出了其中不足之处。千仞雪闻言轻轻一笑，爷爷，这些雪儿早就考虑好了。那雪清河的一切雪儿都提前了解的透透彻彻，甚至就是易容之术也不是一般的易容，这易容之术乃是举斗罗亲传，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丝毫不会被别人看出来。雪儿已经想过了，若是雪儿可以成为天斗帝国的太子，那么雪儿就可以引发天斗帝国的战争。届时无论是七宝琉璃宗还是蓝电霸王龙家族，亦或是封山不出的昊天宗，他们之间的仇恨都会被雪儿以各种方式点燃。最后只要他们能够相互争斗，就是在为我们武魂殿今后统一大陆减少阻拦。说来说去，千道流算是听明白了，自己这个孙女儿还是一心一意扑在比比东的霸业上。不过这些都是千仞雪自己的选择，千道流不会选择去干涉，他能做的只是在背后默默的去支持。雪儿，你所说的这一切，爷爷不予评论，这些都是你的选择。不过雪儿你要记住，摘星楼的问题不要碰。摘星楼主如今可是堪比爷爷的存在，即便是你蛇毛爷爷和刺豚爷爷在你身边，你也莫要冲动。你父亲的仇，终有一天爷爷会亲自出手。爷爷就只有这一点要求，雪儿能够答应吗？千仞雪有些沉默，在他原本的计划里，对于摘星楼他也有想法。不过自己爷爷现在说的这些，千仞雪知道都是为了自己好。爷爷，雪儿答应。听到千仞雪这斩钉截铁的回答，千道流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对于千仞雪此行也就放心不少。3日之后，武魂殿的刺豚斗罗和蛇毛斗罗跟随在千仞雪的身边，缓缓离开了武魂城，而他们前往的方向真是天斗帝国。而在天斗城之中，雪夜大帝的儿子雪清河此刻也正满心欢喜。他每一年都只有一次机会离开天斗城，前往皇家猎魂园放松一段时间。骑着高头大马，雪清河心里十分快意，在他的身后，数十名帝国骑士正紧紧跟随着，守护着雪清河的安全。没一会儿，他们便来到了皇家猎场之中。突然，就在他们走入一片密林之中时，地上突然飘起一阵阵白雾。无论是雪清河还是他身后的众多帝国骑士，都以为这只是普普通通的起雾。但当浓雾弥漫整个森林之时，仅仅只是片刻之间，所有人包括雪清河在内，通通觉得脑袋有些迷糊。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一个个沉沉的睡去。就在这时，密林之中走出3道人影，正是千仞雪和蛇毛、刺豚2位封号斗罗。雪清河，亏你还是天斗帝国的太子，就这点能耐罢了。从今以后，我千仞雪便是天斗帝国的太子雪清河。雪儿小姐，开始行动吧。一旁的刺豚斗罗和蛇毛斗罗摇身一变，便化作雪清河身边的2位贴身侍卫。而千仞雪也不堪示弱，手中拿出一具面具，这是一件魂导器，可以让人千变万化。看着雪清河，千仞雪瞬间便化作他的模样，没有丝毫犹豫。他的脚下一道紫色魂环亮起，一道金色的光芒落在雪清河的身体上，
霎时间雪清河便被消融一空，到死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遇到了什么样的存在。而赤臀斗罗和蛇毛斗罗也纷纷将雪清河身边贴身护卫轻轻提起，用力一掌拍出，瞬息之间2名贴身护卫便被击飞出1000米之外，落地的一瞬间，整个身体顿时碎成千万块。大约过了几分钟，随着那些骑士恍惚之间清醒过来，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千仞雪已经面不改色。继续前进吧。随着千仞雪发号施令，在他身后的骑士虽然觉得有些奇怪，但无论是声音还是长相，甚至就连性格，千仞雪都模仿得栩栩如生。摇了摇头，这些骑士也就继续跟随着千仞雪开始了狩猎。到了傍晚时分，天色逐渐昏暗下来，千仞雪便趁着夜色笼罩下回到了天斗城，成功进入了太子寝宫。连续数天时间，谁也没有发现太子雪清河已经被调包了，就连雪夜大帝在见到千仞雪的一瞬间都没有丝毫察觉。而在武魂殿，当比比东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他的心情也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千仞雪说到底还是他的女儿，比比东虽然不喜欢千仞雪，可这也不代表他想让千仞雪去冒这种风险。这个丫头和我当初可真像啊，一样的固执。罢了，既然他想去，那就由他吧。我比比东倒要看看我的女儿能够走到哪一步。比比东缓缓吐出一口冷气，神色也变得平静起来。而千道流在收到千仞雪成功的消息之后，也是放下心来。天斗城之中并没有什么能够威胁到千仞雪的地方。整个天斗城封号斗罗强者，除了天斗帝国客卿供奉独孤博之外，再无其他。心中大定之下，千道流缓缓来到天使神像面前，开始入定清修。一切都仿佛陷入了平静。当杨白带着邪月他们回到了索托城之后，独孤博也带着独孤雁回到了天斗城。魂师的修行本就是水磨功夫，这世间虽然纷争不断，却也并非就是一味的打打杀杀。摘星楼也仿佛陷入了沉寂。诺丁城，此刻唐三缓缓抬起头，看着空中的星辰，自言自语地说道：“爸爸，你真的是怕我在你身边无法变得坚强吗？你放心吧，我会努力修炼，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你的骄傲。唐门，我已经离开了你7年之久，但我永远都是唐门的人。在这斗罗大陆之中，我定会将唐门的一切发扬光大。”银白如玉的双手骤然甩出，无数道丝线般的银光冲天起。唐三眼中已是一片紫茫。5年后，巴拉克王国位于天斗帝国南，与法斯诺行省接壤。说是王国，其实它的面积只有法斯诺行省3/4大，隶属于天斗帝国。天斗帝国境内4大王国之一。巴拉克国王昆德拉是当今天斗帝国国王奥库拉的堂弟。巴拉克王国南方直接与星罗帝国接壤，因此在天斗帝国4大王国之中，巴拉克王国的军事力量是最强大的，也可以说是天斗帝国的门户。天斗帝国原本有10个行省，后随着4大王国的分封，形成了6方势力。帝国本身直接控制5个行省，4大王国各控制1个，还有一个仅次于王国的公国，占据着帝国东边一个最小的行省。表面上，4大王国和那个公国都要受到天斗帝国的统治，可实际上，这5个国家早已经成为国中之国，除了必要的进贡之外，一切完全自主。如果不是天斗皇室掌握着重兵，或许内乱早就已经出现了。星罗帝国也有着类似的情况。因此，2大帝国看上去强势，可实际上却都在走下坡路。谁也说不好，哪一天整个大陆的局面就会突然改变。巴拉克王国境内有2座最为重要的城市，一座就是巴拉克王昆德拉居住的都城巴拉克城，这里是整个巴拉克王国政治和经济的中心。而另一座城市则是位于巴拉克王国境内最富饶的利马平原中央，有巴拉克粮仓之称的索托城。这2座城市都有重兵驻守，是整个王国的重中之重。索托城是一座大城市，这一点从其曾经武魂殿的配置为第3级的武魂主殿就能看出。此时刚过中午，骄阳似火，索托城西门走进来2个年轻人，看上去他们都只有10几岁的样子，身上并没有携带什么行李，一男一女。男孩衣着朴素，看上去12、13岁的样子，身高有1.7米左右，穿着一身淡蓝色劲装，很利落，腰间围着一条镶嵌了24颗玉石的腰带，黑色半长发勉强垂到肩膀，相貌虽不算英俊，但却给人一种很容易亲近的感觉。嘴角处始终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如果说男孩看上去是平和而普通的，那么在他身边的女孩看上去就不那么平凡了。丝般顺滑的黑色长发梳理成整齐的秀发，即使是秀发也依旧垂过了腰间的位置，她比那男孩还要高上半分。上身穿着一件粉红色小衣，将已经开始发育的身材紧紧包覆。她那纤细的不盈一握的小蛮腰令无数女性羡慕。弯弯的眉毛自然成型，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配着略微有些圆的粉嫩小脸，不但漂亮，还给人几分娇俏的感觉。可爱这2个字似乎就是为她度身定做的一般。那男孩站在她身边，
早已被他无形的光辉所遮掩。女孩抬起手，在自己微有潮气的额头轻扫，有些抱怨的道：“终于到这什么索托城了，真不知道大师怎么想的。明明有好几座中级魂师学院都表示要无条件招收我们，他却非让你来考这里那座连等级都没有划分的破学院。”男孩微微一笑，道：“老师让我来考，可没让你来，谁让你非要跟来的？幸好巴拉克王国和法斯诺行省接壤，不然你岂不是更要抱怨了？”女孩白了男孩一眼，真没良心，人家还不是为了你，谁让你是我哥哥呢？反正后天才考试，不管，你要陪我在这索托城里玩2天，弥补我幼小心灵所受到的伤害。男孩失笑道：“堂堂诺丁学院的小魔女，还幼小的心灵，让你那群跟屁虫看到，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立刻去跳河。”这一男一女正是从诺丁初级魂师学院而来的唐三，而女孩则是这几年唐三认的妹妹，名叫小柔。武魂是一把寒冰弓，今年同样12岁，不过魂力比之唐三要差些，只有26级。5年的时间过去了，唐三也终于从诺丁初级魂师学院顺利毕业。12岁的年纪，唐三的实力却有着30级。本来以他的天赋，诺丁学院准备保送他直接进入中魂师学院，甚至有几所著名的学院都发来了邀请函，大有挑选的余地。但玉小刚却要求唐三拒绝了所有的邀请，到这索托城南几百里的一座名为史莱克的学院报考。6年的教导对于玉小刚，唐三早已经是像父亲一般的尊重，更何况他明白自己老师让他这样做一定是为了他好，所以他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尽管唐三知道索托城是摘星楼的地盘，但他也奉行那句话，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只要自己不暴露昊天锤，或许史莱克真的是一个好的去处，因为武魂殿的触手可伸不到索托城附近。几年时间过去，唐三和小柔的关系早已密切的像是亲兄妹一样。唐三选择了这里，小柔自然也跟着来了。离开学院时，玉小刚告诉唐三，他要到帝都去一趟，然后会来这边找他们。在诺丁的6年是唐三过得极为充实的6年，上午上课，下午打工，晚上修炼，几乎没有空余的时间。12岁的他已经不像当初看上去那么单薄了，每天在铁匠铺的工作令他有了健壮的体魄，虽然看上去不算雄壮，但在劲装下却覆盖着一身充满了爆发力的肌肉。小柔撅着嘴道：“不管，你答应不答应？”唐三呵呵一笑道：“随你就是了。不过走了这么远的路，你不累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找个地方住下再说？也快中午了，先吃了饭吧。”小柔笑道：“这还差不多。”唐三很少背逆他的话，自从2人确立了兄妹关系之后，他始终像个大哥哥般呵护着他。虽然他很忙，但无意中流露出的关切还是令小柔很享受这种感觉。索托城比诺丁城要大得多，自然也要热闹得多。街道上随处可见巡逻的士兵，熙熙攘攘的人流穿梭不停。尤其是摘星楼搬到索托城之后，索托城更加热闹了。2人先简单吃了点东西，然后就寻找起住的地方。时间不长，小柔发现了一座很别致的酒店。酒店有3层楼高，看上去规模虽然不算太大，但外表装饰却完全是玫瑰红色。整座酒店的建筑风格也像是一朵巨大的玫瑰花一般，很容易就能带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玫瑰酒店，三哥，我们就住这里吧。小柔指了指，唐三无所谓的道：“听你的。”这几年的打工，再加上武魂殿给的补贴，他现在也算是小有积蓄了。小柔从不在乎钱的多少，花钱大手大脚的，为了不让自己经常透支，索性就把所有收入都放在唐三那里，让他收着，有唐三控制一些，他还能省一点。走进玫瑰酒店，首先的感受就是一股扑鼻的玫瑰香，沁人心脾的香气带着几分暧昧的感觉，令人身心舒畅。酒店的内装只有3种颜色，白、银和玫瑰红，温暖别致，典雅的环境很容易给人以好感。唐三走到柜台前，麻烦给我们开2间房。柜台后的服务生赶忙站了起来，看看唐三，再看看小柔，眼中流露出几分羡慕的光芒。先生，您真的确定要开2间房吗？唐三点了点头，有什么不对吗？服务生眼中流露出几分暧昧。对不起，我们这里只剩下1间房了。1间？唐三皱了皱眉，他2世为人，这一世小的时候和小柔也没什么出格的地方，但现在毕竟2人都渐渐有了成人的身形，男女授受不亲这句话他可是记得很清楚。服务生强调道：“是啊，只有1间。不过您放心，我们的房间都是很大的，设施齐全，住2个人绰绰有余。”说着，他还向唐三递出一个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眼神。当然，唐三是看不懂的。小柔大咧咧的道：“那就1间好了。我们在诺丁的时候，不一直都在同一间宿舍吗？这有什么？还能省点钱买漂亮衣服呢。”唐三无奈的摇摇头，他并不是个固执的人，大不了自己睡地上就是了。晚上一般也是要修炼的，那才是最好的睡眠。好吧，那麻烦
你给我开了这间房。正在服务生准备帮唐三办理手续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却打断了服务生的行动。我说，这间房应该是属于我的吧？唐三和小柔同时回身看去，只见3个人出现在他们身后，正朝着柜台的方向走来。这3个人一男二女，2个女孩子花枝招展，看上去都有17、18岁的样子，身材高挑，比小柔还要高上一点。最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的容貌竟然一模一样，居然是一对双胞胎。但是唐三的目光并没有落在那2名绝色佳丽身上，吸引他注意的却是走在中央的男子。男子身高在1.8米左右，比他要高出半个头，看上去年纪不大，甚至比他背后的2名少女还要小一些。肩膀宽阔，相貌英俊中带着几分刚毅，一头金色长发披散在背后，直垂到近腰的位置。他的头发并不卷曲，而是直顺的垂在那里。最引人注意的是他那双眼睛，那是一双邪异的眼睛，2只眼睛居然都是谋生双瞳。深蓝色的眼眸内目光很冷，那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冰冷，半开合之间斜光闪烁，被他看上一眼，身上犹如被利刃切割着一般。极为英俊的相貌配上这样一双眼睛，这样的男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会成为引人瞩目的焦点。他很强，这是唐三看到这个人之后的第一个念头。双胞胎少女分别挽着那双瞳男子的一只手臂，他也不理会唐三，目光从小柔身上掠过时闪出一丝奇异的光芒，但也只是一闪即逝而已。走到柜台前，看着服务生，青年道：“你是新来的吧？不知道这里总要留一间房给我吗？”服务生愣了一下，试探着问道：“您是？”双瞳男子有些不耐的道：“叫你们经理出来。”服务生对着双瞳男子的目光，心底一阵发冷，赶忙跑到后面去叫自己的上司了。唐三淡淡的道：“这位大哥似乎是我们先来的。”双瞳男子甚至连头都没回，只是冷冷的道：“那又怎么样？”他从来没有向人解释的习惯。唐三的脾气还算温和，小柔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一闪身已经来到唐三身边。“不怎么样，让你滚蛋！”双瞳男子终于回过身来，冰冷邪异的目光落在小柔身上，点了点头。“很好，很久没有人敢这么和我说话了。你们身上也有魂力波动，应该是魂师吧？那你们就一起上好了，打得过我，我立刻就走，否则请你们表演一下滚这个字。”听着双瞳男子的话，他身边的双胞胎少女不禁痴痴的笑了起来，却一点也没有担心的样子，乖巧的松开挽住双瞳男子的手，退到一旁。正在这时，先前那服务生已经带着一名中年人从后面走了出来。双瞳男子和唐三、小柔的对话他显然也听到了，一脸的焦急之色。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千万别动手。双瞳男子斜了他一眼：“王经理，你们现在越来越会做生意了。”王经理抹抹头上的汗水，陪笑道：“戴少，您千万别这么说，都是手下不好。这小子昨天才来的，不知道规矩，对不起，对不起。我立刻给您安排房间。”说着，他转头向唐三和小柔，满脸歉然的道：“对不起了，2位客人，那间房是戴少预定的，还请2位另选别家吧。”如果是依着唐三的性子，让也就让了，酒店那么多，倒也不在乎换一家。但小柔却是唯恐天下不乱的脾气，哪有那么容易妥协？我们偏不让，怎么样？狗眼看人低的东西，别以为我们小就好欺负。戴少冷哼一声：“你们就算想让，也没那么容易。骂了我，想走可不成。”戴少，戴少，您……王经理大急，一脸哀求的表情。戴少眼中闪过一丝凌厉的光芒：“少废话，一切损失算我的。”在诺丁学院也惯了，小柔哪看得了对方这种嚣张的眼神，立刻就要冲上去动手。唐三一把抓住小柔的肩膀：“让我来吧。”小柔不满的道：“为什么？我自己来，我要打得他妈妈都不认识他。”唐三皱了皱眉道：“你一个女孩子，说话要干净一点，忘了我以前说过的话吗？我会永远保护你，这是男人之间的事。”他不让小柔出手，一个是因为感受到对方的强大，怕小柔受到伤害；另一个，如果真的要输了，宁可自己受辱，也不能让小柔被对方侮辱。听了那句“我会永远保护你”，小柔脸上激愤的表情才缓和下来，看了唐三一眼，道：“那你小心，不用争来争去的。我说了，你们2个一起上就是了。”戴沐白不耐的说道。唐三不骄不躁的上前2步，请指教。戴沐白眼中斜光一闪，右拳骤然抬起，伴随着一个前冲，直奔唐三当胸打来。他的动作很简单，没有任何花哨，但唐三的脸色却变了变，因为对手这一拳的气势瞬间在力量和速度的作用下已经达到了巅峰。没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又怎能做到这一点？这个时候，唐三绝不能退，他一退，对手的气势会随之暴涨，只会令这一拳威力更增，所以他不但没有退，反而迎了上去。右脚瞬间踏前一步，这一步足足跨出3米，直接拉近了自己与对手的距离。唐三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破坏对手攻击的节奏。
同样是挥出右拳，唐三的手瞬间变成了莹润的乳白色。砰的一声闷响，戴沐白前冲的身体戛然而止，而唐三却控制不住的向后跌退出4、5步，才站稳身形。戴沐白眼中流露出一丝惊讶的光芒，他显然没想到眼前这个看上去比自己还要小上几岁的少年能够接住自己这一拳。最令戴沐白惊讶的是，唐三的拳头在攻击力上他明明占据了上风，但此时右手却疼痛欲裂，唐三的拳头仿佛像是铜胶铁铸的一般坚硬。唐三又何尝不惊讶呢？要知道，他的拳头不但包含着玄天功内力，而且他本身的力量也与自身的年纪绝不相符。多年从事铁匠工作，令他的力量远超常人，再加上玄玉手的特性，3大优势融合在一起，他依旧败了。对手的力量很刚，但却并不是那种猛烈的刚，而是凝聚的刚，所有的力量仿佛都凝聚成拳头大小，瞬间爆发的震荡力已经令唐三体内气血一阵翻涌。好，能接我一拳，你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戴沐白冷喝一声，身形再展，这一次他的攻击就不那么简单了，整个人从地面上飞扑而起，刹那间就已经来到了唐三上方。四肢奇异的伸展开来，看上去全身上下都是破绽，但他的四肢却都在轻微的动作着，仿佛有无穷后招。唐三的脸色已经变得极为凝重，双膝微屈，脚尖同时内扣，小腿瞬间发力，左臂从外侧内圈，右臂从内侧外推，摆出一个很奇特的姿势。戴沐白的这一击可以说是他的成名绝技，不论对手如何阻挡或者攻击，他都有多种应对方法。看似充满破绽的动作中，却包含着玄奥的攻击手段，四肢皆可成为利器。但就在他的攻击准备展开的时候，突然间一股无形的潜力从下方传来，那股力量似乎很粘稠，并没有强大的冲击力，但却韧性十足。戴沐白在空中无处借力，只觉得自己的身体竟然硬生生的被那股力道带的偏离了原本的轨道，朝一旁落去，所有的攻击自然失去了目标。这是什么力量？惊奇的感觉从戴沐白脑海中一闪而过，但他的战斗经验极为丰富，虎腰在空中一拧，身体横着旋转一周，稳稳地落在地面上。而就在这个时候，唐三的攻击发动了，他选择的时机恰到好处，正是戴少双脚落地的一瞬间，也是最不容易发力的时候。脚踏鬼影迷踪，看上去3次细碎的踏步，唐三已经来到了戴沐白身侧，双掌同时拍出，挂向戴沐白的双肩。戴沐白眼中斜光一闪，4个瞳孔似乎同时闪亮了一下，吐气开声，双肩耸动后退，双拳后发先至，同时上撩，击向唐三的臂弯处。刚烈的拳劲在空中发出一连串的爆鸣，可见他这2拳中蕴含的力量有多大了。在双拳击出的同时，戴沐白的右腿瞬间弹起，在如此近距离的情况下，竟然是直接踢向唐三的下巴，可见他的柔韧性有多么好。不论是他的双拳还是右腿，有任何一记攻击命中，以他超过唐三的攻击力，立刻就会令唐三失去战斗力。但是唐三能让他如愿吗？不要忘了，这可是唐三的主攻。按向戴沐白双肩的手掌随着对方肩膀的后缩失去了目标，但唐三的手并没有收回，而是同时向下抹出，一抹一带，之前戴沐白感觉到的柔韧潜力再次出现。他的一双大臂顿时被带动的向两旁偏出，轰出的双拳也从唐三手臂旁掠过，没能命中目标。在双手抹出的同时，唐三的左脚瞬间踏前一步，身体一侧，肩头直奔戴沐白胸口撞去。他这一侧身也适时的让过了戴沐白踢起的那一脚，一切仿佛都是计算好了的一般。此时戴沐白一脚着地，已经没有了闪躲的空间，攻击又被对方双手抹开力量用老，立刻就处于了劣势。砰的一声闷响，唐三的肩头骤然撞击在戴沐白的胸口上，在观战的双胞胎少女惊呼声中，戴沐白的身体瞬间后飞，上身后仰之下，做出一个后空翻的动作，足足飞出5米才落了下来。哈哈哈，痛快！落地之后，戴沐白没有继续和唐三较量下去，看着唐三那略带稚嫩的模样，戴沐白微微一笑。在下戴沐白，是史莱克学院的学员，武魂邪眸白虎37级战魂尊，不知小兄弟来自何处？年纪轻轻就拥有如此实力。见戴沐白突然停止战斗，唐三也是有一些始料未及。不过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对于戴沐白，唐三也是有了一定的改观。双手抱拳，看着戴沐白，唐三也开始介绍起来。在下唐三，来自诺丁城魂师初级学院，今年12岁，武魂蓝银草30级准魂尊。旁边这位是我的妹妹小柔，12岁，武魂寒冰宫26级大魂师。听到唐三的这话，戴沐白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惊讶，12岁能够达到30级，这确实难以想象。而最让戴沐白感到惊讶的，还是唐三的武魂蓝银草。唐三小兄弟，你们兄妹2人天资如此恐怖，不知来索托城所为何事？戴沐白也是起了一个心思，这种人才若是自己能够带到史莱克学院去，那弗莱德院长肯定对他刮目相待。
而且戴沐白看向唐三身边的小柔，眼神中也流露出异样的光芒。小小年纪就如此水灵，而且实力还如此恐怖，对于戴沐白来说，若是能够征服这种极品，那可比身边的双胞胎姐妹花刺激多了。唐三先是一愣，随即想到刚才戴沐白说自己是史莱克学院的学员，顿时心中闪过一丝欣喜，正愁找不到史莱克学院所在地呢。哈哈，原来沐白兄你是史莱克学院的学员啊！说来也巧，我和小柔正是要去史莱克学院，想要进入史莱克学院继续学习，当真是不打不相识，机缘巧合啊！听到唐三如此一说，戴沐白眼神中忍不住闪过一丝喜色，这不正好合了自己心意？如此一说，那真是缘分所致啊！唐三兄弟，既然你我如此有缘，那今日这间客房就让与唐三兄弟和小柔妹妹了。话语间，戴沐白盯着小柔那精致的面庞，一脸笑意。小柔总觉得那里怪怪的，但是看着自己三哥那喜笑颜开的模样，顿时觉得没必要理会那么多了。一场相识来的就是那么巧合，至于是真的缘分所致，还是孽缘来临，谁有知道呢？第二天一大早，唐三带着小柔、戴沐白早早的就来到唐三他们房前等候，随后就前往了史莱克学院。而在索托城南300里处，史莱克学院正好坐落在此。今日正好是史莱克学院招生的日子，可惜因为其苛刻的条件，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少之又少，而满足条件之人也很少前来史莱克。毕竟能满足史莱克学院条件的魂师，几乎都可以前往各大知名学院，甚至就是天斗皇家学院也不是不可能。站在招生牌面前，弗莱德一脸期待。前几天他收到曾经挚友玉小刚的一封书信，信中说他收的弟子唐三不日便会来到史莱克学院，同时玉小刚还将唐三的天赋透露出一些，这让弗莱德兴奋至极，每天都守候在招生牌前，静静的等候着。就在弗莱德一脸期待的眼神盯着前方之时，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之中，那是戴沐白的身影。院长，好消息！隔着老远的距离，戴沐白便是一嗓子。弗莱德一听，眉头一皱，不知道戴沐白这小子搞什么鬼。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不对劲了，在戴沐白的身后，2道小巧的身影紧随其后。不一会儿的功夫，3人就来到弗莱德面前。戴沐白肉眼可见的激动：院长，快看，我这2位朋友今年刚刚12岁，而且天赋之恐怖，比之我们任何人都不逊色。哦，弗莱德有些疑惑，不过还是看了一眼唐三和小柔，2位是想要加入我们史莱克学院吗？唐三一脸正色：您就是弗莱德院长吧？我老师给我听过院长您的名号，曾经的黄金铁三角之一。我叫唐三，我身边这位叫小柔，我是大师的弟子。弗莱德一听，顿时亚麻呆住了。他说怎么有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原来这就是唐三。哈哈，原来你就是唐三，快，小三、小柔，快进来，你老师在信中可都给我说了，12岁30级的准魂尊，年轻可畏啊！我史莱克学院欢迎你们的到来。说罢，弗莱德拉着唐三的手就走进了史莱克学院。弗莱德拉着唐三走在前面，小柔默默跟着自己三哥，而戴沐白则是走在最后，看着小柔那动人的体态，一阵心猿意马。唐三的到来显得极为顺利，史莱克学院很快就多了2位学员。而在七宝琉璃宗，此刻12岁的宁荣荣正面露难色的看着自己父亲。父亲，您真不打算让荣荣外出求学历练一番吗？宁荣荣有些失落的说道。在他的面前，宁风致面无表情，对于宁荣荣的想法，宁风致是不可能同意的。荣荣，你也别怪父亲狠心，天斗帝国自从6年前摘星楼来到索托城之后，整个天斗帝国都暗流涌动起来。你是我宁风致的唯一女儿，未来七宝琉璃宗的继承人。若是你外出一不小心出了意外，父亲根本没办法保护住你。你见爷爷和古爷爷都需要留守宗门，若是仅仅派出魂斗罗保护你，爹爹也不放心。荣荣，你要理解爹爹的困难之处啊。听到自己父亲这么一说，宁荣荣顿时有些蔫巴。自己父亲说的没错，他宁荣荣也不是几岁的小孩子了，孰轻孰重，他还是知道的。哎，荣荣，或许父亲不能让你去你喜欢的地方，可是荣荣你若是愿意，爹爹可以让你前往天斗城，进入天斗皇家高级学院。荣荣，你可愿意？听到自己父亲的话，宁荣荣失落的心终于好了一些。他也不过是觉得一直待在七宝琉璃宗有些无趣罢了，去天斗城也不是不可以。荣荣愿意，一切听从父亲您安排便是。看着自己女儿如此懂事，宁风致脸上多了一丝欣慰。而在史莱克学院外100多里的一片空地上，此刻一位披风男子正一步步走来，看着远处的史莱克学院，嘴角流露出一股莫名的笑意。若是细细打量，就会发现这名披风男子仅仅只有右臂存在，他正是消失5年之久的唐昊。看着远处的史莱克学院，唐昊心头微微一动。
这些年，其实他一直藏在暗处保护着唐三，但他不能明目张胆出来，他的身份会给唐三带来灾难。就在唐昊看着远处微微愣神之际，一道黑袍身影突然从天而降，顷刻之间就来到唐昊身边。唐昊反应极快，转身之间，手中昊天锤紧紧握住，猛然对着这道身影就是一锤。而黑袍之下，仿佛早已预料到唐昊会是这等反应，千钧一发之际，手中同样出现一把昊天锤，轰轰轰，两把昊天锤顷刻之间碰在一起，瞬间就让二人都退后数十米。昊天锤，你是谁？唐昊缓缓盯着面前的黑袍男子，眼神中杀机毕露。我，哼哼，你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吗？昊弟！说话间，黑袍男子缓缓将自己头上的黑袍一扯而下，那熟悉的面目顿时让唐昊心头一震。大哥，此人正是5年前辞去昊天宗宗主之位的唐啸。前面真是对原著的一种运用，目的是为了铺垫呀。那小柔也是一颗棋子，以后会爆出大瓜来的。唉，接下来都是高潮部分了。5年时间，仿佛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变化。对于摘星楼来说，5年是一场巨变。殷黑阳白二人成功突破到了96级，不过二人想要继续往后修炼，那就没那么容易了。他们的武魂毕竟不是神级武魂，哪怕当初服从那些仙草之后，武魂都发生了一些变化。96级以上，可以说真的是气运和努力缺一不可。独孤博5年时间提升了2级魂力，现如今也是94级封号斗罗。除了这些之外，摘星楼内的3个小家伙也是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12岁的小舞30级，即将凝聚第3魂环，成就魂尊。有意思的是，小舞第2魂环竟然成功凝聚出一枚千年魂环。相比之下，邪月的胡列娜也是不逞多让。邪月今年17岁了，一身实力已经来到了50级准魂王，胡列娜也差不了多少，乃是49级魂宗。除了他们之外，摘星楼曾经的那些杀手们也是变化极大。12年前，摘星楼的9位天级杀手皆是魂圣境界，到了今天，9人毫无意外全都是魂斗罗级别的强者，甚至其中还有2-3位即将突破90级。若不是因为他们武魂本就显得普通，修炼速度慢，12年时间他们早就成就封号斗罗了。但这就是普通人的努力，整个斗罗大陆又能有多少天之骄子？相比于摘星楼其他人的巨大提升，叶天辰却是没有丝毫动静。98级到99级，这无疑是个鸿沟。哪怕这5年叶天辰也十分努力，依旧没有丝毫要突破的感觉。这一点，叶天辰也不着急。99级和98级差距有多大，叶天辰心里明白。自己想要短短5年时间就跨过一道门槛，那倒是想得太美好了一些。君不见金鳄斗罗不也停留了数十年，依旧毫无寸进吗？叶天辰不急，也没必要着急。这段时间，他也知道自己不可能轻易突破到99级，索性修炼之余，也开始将前世的功法选择性传授了一些给殷黑阳白他们。不过大多都是一些身法之类的。看着星斗大森林的方向，叶天辰眼中闪过一丝激动。5年的时间，自己98级修为彻底稳固，当初和拥有一丝修罗神力加持唐昊一战亏损的精血也早已恢复。可以说，现在的叶天辰就是最强大的时候。前往星斗大森林寻找凶兽，也把握更大一些。就在叶天辰微微思索之时，殷黑阳白二人同时来到摘星楼之巅。殷黑阳白拜见楼主。叶天辰回过神来，看着二人轻轻点点头。起来吧，都安排好了吧？这次星斗大森林之行，你们二人还有独孤博也一同前往。听到自家楼主的话，杨白点点头，回禀楼主，属下已经安排妥当了。这次星斗大森林之行，除了我和杨白之外，小舞还有邪月胡列娜、独孤博都会一同前往。独孤博已经快到了。听着杨白说到这个消息，叶天辰心中放松一口气。让独孤博来的原因是在给邪月的胡列娜猎取魂环之后，便让他带着二人回到摘星楼，拥有一位94级封号斗罗镇守，摘星楼段时间内也不会出什么事。至于叶天辰、殷黑、杨白还有小舞，他们自然是要继续深入星斗大森林。殷黑，这段时间七宝琉璃宗还有武魂殿应该没有什么动作吧？扭头看向殷黑，叶天辰也是小心为妙。殷黑愣了愣，随即摇摇头：楼主，您就放心吧，这段时间无论是七宝琉璃宗还是武魂殿都很平静。叶天辰眼角微微一皱，说起平静，这一切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罢了。算了，不理会他们了，只要本座还在，宵小之辈岂敢放肆？下去准备准备吧，3天之后我们就出发前往星斗大森林。我等遵命。说罢，殷黑阳白陡然间就消失在原地。而在史莱克学院，当唐三和小柔成功加入学院之后，也是认识了很多新朋友。除了戴沐白之外，
史莱克学院还有奥斯卡和马红俊二人。因为唐三已经30级的缘故，因此史莱克学院的弗莱德也是决定亲自出手给唐三猎取第3魂环，其地点同样也是星斗大森林。3天的时间过得极快，对于魂师来说，说是转眼之间也不为过。当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摘星楼之巅，叶天辰负手看向远方，在他的身后，小舞站在阴黑身边，胡列娜紧挨着杨白，邪月则是和独孤博并列一排。人都到齐了，我们也出发吧。星斗大森林，我叶天辰又来了。说罢，没有丝毫犹豫，叶天辰瞬息之间拔地而起，化作一道残影，消失在原地。阴黑杨白和独孤博见状，神色不惊，纷纷带着身边的小家伙迅速跟上，一行7人朝着星斗大森林的方向疾驰而去。就在叶天辰他们走后，史莱克学院之中，弗莱德还有赵无极也带着唐三他们离开了史莱克学院。与此同时，天斗城太子寝宫之中，千仞雪看着缓缓走进来的老者，脸上露出一丝笑意。蛇毛爷爷，你回来了。蛇毛斗罗慈祥的点点头，看着早已亭亭玉立的千仞雪，他也是微笑着。雪儿小姐，老夫回来了。关于独孤博之事，小姐猜测或许就是那么一回事。哦，听到蛇毛斗罗如此一说，千仞雪的笑容变得更加灿烂起来。自从5年前千仞雪化作雪清河来到天斗城之后，对于独孤博就一直心生疑惑。一位散修能够达到封号斗罗的境界，不足以让千仞雪警觉，只会感叹普通人修炼亦是不弱。但独孤博拥有10万年魂环一事，却让千仞雪十分好奇。10万年魂环有多么难得，千仞雪不是不知道，即便是武魂殿作为大陆第1势力，也不敢说一定能够获取。那独孤博一介散修，又何德何能？所谓的运气，自然就是一个借口罢了。带着疑惑，千仞雪这些年也是调查了不少，甚至明里暗里都问过自己的那位便宜父亲。可惜雪夜大帝可不糊涂，自然不会将那些隐秘告知千仞雪，即便千仞雪是太子也不行。因此无奈之下，千仞雪只能是暗中不断调查独孤博。终于他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独孤博虽然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天斗城之内，但也会偶尔离开一段时间。尽管1年离开的次数不多，可是这几年根据蛇毛斗罗偷偷观察下来，独孤博前往的方向只有2个，一个便是落日森林，大概率是去收集毒物，而另一个就是索托城。但凡不傻，千仞雪就知道独孤博和摘星楼绝对脱不了干系，而这也让千仞雪一解心中的疑惑。独孤博一介散修拥有10万年魂环的秘密也渐渐清晰起来，摘星楼绝对有这个实力。看着蛇毛斗罗，千仞雪轻轻一笑：蛇毛爷爷，如此说来，那独孤博又前往索托城了吗？没错，小姐，看来今后对于独孤博，我们也得稍加防范才是。尽管独孤博只有94级，千仞雪点点头。这几年的时间，他也不是干坐着，他的触手早已伸到整个朝堂之上。可以说，曾经的雪清河只是因为作为雪夜大帝长子方才获得太子之位的话，今天的千仞雪就显得名副其实。整个朝廷之上，太子党已经是一股重要的力量了。好了，蛇毛爷爷，雪儿知道了，您先下去休息吧。听到千仞雪这么一说，蛇毛斗罗带着笑意缓缓离开。看着蛇毛斗罗缓缓走远的身影，千仞雪的嘴角逐渐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而在史莱克学院，当唐三跟着弗莱德他们走向星斗大森林之时，在他们队伍身后几百米的位置，2道黑袍男子也悄然跟随着。经过1天1夜的时间，叶天辰还有阴黑阳白他们终于来到了星斗大森林。再一次踏上这一片神奇的土地，叶天辰心中感慨良多。当然，队伍之中最兴奋的当属小舞和胡列娜，一个是因为近乡情更怯，毕竟小舞在星斗大森林之中也生活了这么多年，此刻他的内心已经开始忍不住躁动起来。而胡列娜则是单纯的对星斗大森林感到好奇，毕竟他们这次来星斗大森林虽然只是猎取魂环，但自家楼主还有自己的老师，他们可不是为了这个。凶兽在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号的时候，胡列娜无疑是震惊的，她无法想象超过10万年修为达到20万年修为的魂兽是何等恐怖。星斗大森林终于到了。此刻小舞看着自己面前的星斗大森林，心中微微一动，曾经的记忆开始缓缓涌上心头。眨眼之间，小舞的情绪变得有些失落，一滴泪珠从他的眼角划过，随后整个人都变得刚毅起来。看着面前的星斗大森林，叶天辰轻轻一笑，吐出一口浊气。他能感受到这一次前来星斗大森林恐怕危险重重，但风险往往伴随着机遇，叶天辰有这个实力。走吧，星斗大森林，希望隐藏其中的秘密能够让本座满意吧。随着叶天辰一声令下，几人也就朝着星斗大森林内走去。与此同时，史莱克学院也已经进入了星斗大森林之中。进入星斗大森林之中，叶天辰并没有忙着让小舞带他们前往所谓的生命之湖。
而是先给邪月和胡列娜猎取魂环。邪月50级，在他5年前突破30级的时候，叶天辰就赐给了他一株仙草，包括胡列娜、小舞、独孤雁都拥有一株仙草，并且不断的用各种天材地宝来打熬肉身，因此邪月在40级的时候便拥有了第1个万年魂环。现在他要猎取的第5魂环也达到了将近3万年的年限，这个强度已经相当于一般人的第6魂环。胡列娜同样也是如此，前些日子胡列娜便成功突破到了50级。说起来，这两兄妹中胡列娜的天赋其实要略微强大一些，不过在叶天辰眼中，邪月这家伙最适合摘星楼，胡列娜则是多了一丝跳脱。老师，我和我妹妹的第5魂环真的要尝试3万年级别的吗？走在密林之中，邪月也是在杨白身边缓缓说了起来。上次吸收万年第4魂环，邪月差点就直接嗝屁了。万年魂环和千年魂环差距不是一般的大，邪月有些担心，毕竟自己的小命可就只有一条，他死了倒是没有关系，可是自己还有一个妹妹。想到这儿，邪月也不禁眉头紧锁起来。杨白一听，顿时乐了，看着邪月那略带一丝忧虑的面庞，轻声说道：邪月不必担心，万年魂环虽然难以吸收，但是这次有着楼主大人亲自陪同，就算到时候你承受不住3万年魂兽的强大冲击，楼主大人也可以救你一命。这句话杨白倒是没有说假，若是邪月届时真的出现什么问题，叶天辰可以轻易之间就将那魂环中的力量吸收出来，这也是杨白敢让他们兄妹尝试的原因。听到自己老师的话，邪月也是看向对于前方的楼主叶天辰，心中默默祈祷着。不过似乎是杨白这句话起了效果，不一会儿的功夫，邪月便将那最后一丝担忧抛之脑后。看着邪月这坚毅的眼神，杨白显得极为满意。邪月，你要记住，你现如今所得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是为师的弟子，是摘星楼的人员，而你必须要让自己得到楼主的支持，今后方才能够更好的保护住你妹妹。这很简单，实力。一部落不部落，以你的天赋，未来成就封号斗罗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甚至就是95级以上，为师也相信你能够做到。邪月一听，心中也开始平静下来，那股一开始莫名其妙的恐惧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对未来满满的向往。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变强，只有这样才能在摘星楼扎住脚跟，保护自己的妹妹。一路上，杨白和邪月不断交流着，毕竟邪月也不小了，待他获取第5魂环之后，便要开始执行任务了。杨白想要把自己所了解的一切都尽快传授给他，杀手这个行业是残酷的，这几年的感情，杨白也不忍心看着邪月因为经验不足，最后泯然于众人，或化为道道白骨。走在最前方的叶天辰虽然没有回过头来观看这一幕，但却能从邪月身上那微弱的气息变化，感受到邪月心中的那股冲劲。就这样，在星斗大森林之中，无论是叶天辰还是阴黑杨白，亦或是独孤博，都在为邪月和胡列娜寻找着合适的魂环。在这期间，小舞的心中有些复杂，说到底他还是魂兽，眼睁睁看着上万年的魂兽会被轻易便斩杀当场，他的心中就笼罩上了一层薄薄的迷雾。这一幕恰好被阴黑看在眼里，阴黑也小声地问起小舞来：小舞，何必如此慌乱？看你有些心神不宁，这2天你可是要凝聚第3魂环的，切不可大意。你的第1魂环乃是700年左右年限，第2魂环也不差，达到了1400多年。这第3魂环，小舞，说什么你也要达到6000年以上。只有这样，你的第4魂环凝聚为万年魂环才有保障。你和邪月、胡列娜他们兄妹不同，即便他们吸收万年魂环十分勉强，有我们几个老家伙在，有楼主大人在，他们也不会出任何事故。而小舞你不一样，你的魂环来自于自身魂力的凝聚，我们没有办法去帮到你什么忙，这一切都需要你自己去渡过难关，还是振作起来吧。阴黑话音落下，小舞那眉头紧锁的脸也变得舒展开来。是啊，死贫道不如死道友，人类和魂兽之间本来就是无法调和的，人类想要强大，就只有吸收魂兽的魂环。此刻，小舞心中缓缓做了对比，如果他是一名人类，他也需要猎杀魂环变得强大，那么为了给自己母亲报仇，小舞就算将自己都牺牲了也无所谓。一想到这儿，小舞的嘴角开始露出一丝微笑。老师，您就放心吧，若是小舞能够到生命之湖中凝聚魂环，小舞有把握第3魂环便能达到8000年以上。我母亲的仇我还没报。阴黑点点头，对于小舞，这几年时间相处下来，阴黑也将其真正看作自己的弟子。哪怕小舞是10万年魂兽化形，阴黑同样如此。对于魂兽，其实无论是阴黑还是杨白，又或是叶天辰，都并没有抱着一种敌对的态度。之所以猎杀魂兽，也不过是满足自身修为需要罢了。尤其是现在大家都是9环的封号斗罗，对于魂兽的魂环真的不怎么感兴趣了。即便是10万年魂骨，在阴黑眼中
也绝不能和小五相提并论。几人走了一会儿，逐渐的已经来到了星斗大森林外围到核心地区的边缘地带。这种地方既有千年魂兽出没，偶尔也有万年魂兽光临。一般来说，没有50级极魂王以上修为者，几乎都不会冒险来到此地。此刻，叶天辰他们封号斗罗的气息早已隐匿，在魂兽眼中，叶天辰他们之中最强者便是邪月。渐渐深入星斗大森林的外围地区，周围的魂兽也变得丰富多彩起来。不过这些魂兽大多是1000年左右，叶天辰他们根本看不上眼，也就没有理会。而这些1000年魂兽在感受到邪月那50级魂王的修为，也是忌惮不已，不敢上前。不过就在众人继续前进的时候，前方一道巨大的身影赫然挺立。这是一只长达10米的幽冥白虎，那嗜血的双眼之中满是疯狂的意味，仿佛在他眼中，面前的这群人已经是盘中餐一样。3万多年的幽冥白虎，当真是气运所致啊！邪月，你的第5魂环有着落了。哈哈，杨白仰天大笑，看着那只还在不断挑衅的幽冥白虎，就要出手将其擒拿。就在这时，一路上几乎沉默不语的邪月突然站了出来：“楼主，老师，让邪月自己试一试吧。”一听这话，叶天辰嘴角微微上扬起来，杨白则是有些愣住。毕竟是3万年的魂兽，而且还是幽冥白虎。尽管杨白觉得邪月天资妖孽，但如今方才50级，想要拿下这只幽冥白虎，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看着邪月那坚定的眼神，还有自家楼主嘴角淡淡的笑意，杨白还是没有出手阻拦。邪月，去吧，一切小心为上。放心吧，老师，邪月不会有事的。说罢，邪月的脚下2黄1紫1黑4道魂环缓缓升起，整个人的气势也攀升至顶峰。手中2柄月刃猛然乍现，一丝丝寒气让人不寒而栗。此刻，无论是叶天辰，还是阴黑、杨白、独孤博、小舞、胡列娜，都将目光集中在邪月身上。那幽冥白虎感受到邪月身上接近50级修为的气息之后，并没有丝毫的畏惧。这只幽冥白虎在星斗大森林之中也算是身经百战，在他的意识当中，一般的魂帝才能与他一争高下，面前这个人类男子不过50级而已。幽冥白虎极为自信，今天他一定能够饱餐一顿。好，看准时机，幽冥白虎一声怒吼，3万年魂兽的气势展露无遗。周边地区一些修为较弱的魂兽纷纷逃离，而邪月则是面不改色。此刻他的双目之中开始泛着一丝丝血红，那是杀机涌现。先下手为强，邪月决定不再等待。第1魂技，残月连斩。一瞬间，随着邪月脚下第1魂环发出一阵亮光，手中2道月刃瞬间劈出无数光刃，在大日的照耀之下，几乎肉眼难见。顷刻之间便来到幽冥白虎面前。对于邪月的进攻，幽冥白虎似乎有些嗤之以鼻，他能够感受到这些光刃对他造不成任何的威胁，甚至都没有躲避。幽冥白虎猛然直起身子，左右2爪，2道撕裂瞬间炸开，2爪之下，大地出现2道深深的划痕。至于邪月的第1魂技，早已被幽冥白虎一爪消散。可恶，没想到你这畜生倒是有些实力，倒是我邪月小瞧你了。一击不成，邪月也不气恼，这幽冥白虎3万年的修为可不是白白获得的。而且此刻当幽冥白虎逐渐靠近，邪月也发现了幽冥白虎身上那数之不尽的伤痕，这是一只身经百战的魂兽。见到这一幕，邪月的心一下子就沉到了谷底，脸上变得凝重起来，手中的月刃紧紧握住。来吧！一瞬间，邪月不退反进，整个身躯如同一只飞鸟，迅速接近幽冥白虎。他想要近身作战。第2魂技，星月万象。刹那间，随着邪月第2魂技施展，他的身躯开始变得虚幻，陡然之间，无数个邪月虚影出现在幽冥白虎身前。好！幽冥白虎有些迷糊，一时之间竟有些分不清那道才是邪月的真身。此刻，幽冥白虎觉得自己似乎受到了挑衅，只见其用力吸了一口气，随即一声怒吼，一道道恐怖的声波在幽冥白虎身边扩散开来。瞬息之间，还没等邪月发动致命的攻击，一道道声波便将其震退开来。退回数十米开外，邪月的表情更加凝重，缓缓吐出一口浊气，对于幽冥白虎的恐怖也算是有了新的认识。在数百米开外，此刻叶天辰正静静地观看着邪月对战幽冥白虎，一边看一边点头。邪月这家伙当真是做杀手的好苗子。叶天辰嘴角的笑意也越来越上扬。和叶天辰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杨白，邪月怎么说也是他的弟子，此刻面对那幽冥白虎，杨白心中还是有些担心的。手中赤阳剑紧紧握住，一旦邪月出现危险，杨白定会第一时间将这只3万年的畜生一击必杀。
就在叶天辰还有阴黑杨白他们都将目光集中在邪月身上之时，胡列娜此刻可谓是焦急万分。自己这个臭哥哥逞能干嘛？这里可是拥有4位封号斗罗强者在场，一只3万年的幽冥白虎还不是随意解决？哼，臭哥哥！最强虽然是这么说，但见自己哥哥越发吃力，胡列娜再也忍不住了，脚尖猛然一点，整个身躯如同天外飞仙，径直来到邪月身边。他不能看到自己哥哥一个人面临危险而不顾。哥，我来帮你。一瞬间，胡列娜脚下4道魂环亮起，和邪月一样的配置，终于让幽冥白虎有些忌惮起来。2名50级的准魂王，虽然依旧不能撼动他幽冥白虎，但从刚刚和邪月的交手之中，这只幽冥白虎已经感受到邪月的非凡。虽然仅仅只有50级，却比之一般的魂王也丝毫不差。魂王的优势在于第5魂环是万年魂环，可以释放万年魂技，对万年魂兽有着不小的威胁。而面前这位男子虽然仅仅只有50级，却也拥有万年魂环，而胡列娜同样如此。第1魂技妖狐媚。一瞬间，胡列娜眼神之中一道迷离之光闪过，幽冥白虎只觉得自己仿佛陷入泥潭，整个身躯都是一滞。好机会！此刻邪月也顾不得自己妹妹突然插手，见幽冥白虎被自己妹妹短暂控制，手中2道月刃陡然间爆发出无尽的光芒。第4魂技漫天飞刃。随着邪月万年第4魂环亮起，虚空之中一道道黑色的利刃铺天盖地，纷纷落到幽冥白虎身上。吼吼！仅仅只是一瞬间，幽冥白虎如遭重击，身躯之上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一滴滴鲜血在其身上缓缓滴落。但令人惊讶的是，幽冥白虎身上的气势并没有衰弱，反而因为自己受伤变得更加残暴起来。随着幽冥白虎气势猛然上涨，胡列娜对他的控制陡然之间消散一空，口中一道声波冲着胡列娜就是一阵输出：“妹妹，小心！”眼见自己妹妹即将被击中，邪月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手中2道月刃陡然爆发出无尽光芒。第3魂技圆月之盾。一个跳跃，邪月就来到自己妹妹身前。轰！幽冥白虎的声波瞬间击中邪月的第3魂技，恐怖的力道使得兄妹2人瞬间倒飞出数十米之远。微微站起身来，邪月顿时将目光转向自己妹妹，见胡列娜没事，邪月也松了一口气。不过当他站起身来之时，胸口处一阵闷痛，口中一口鲜血控制不住的喷薄而出。哥！胡列娜惊呼出声，见自己哥哥受伤，也是心疼无比。远处看着这一幕的杨白已经按捺不住了，自己的2个弟子被这幽冥白虎如此摩擦，作为老师的杨白岂能善罢甘休？就在杨白要出手的一瞬间，叶天辰伸出修长的手臂，一把扣住杨白的肩膀。杨白，先别急，那2个小家伙不会有危险的，让他们见识见识也不是一件坏事。听到自家楼主的话，杨白这才冷静下来。既然自家楼主都开口了，他们兄妹2人定然不会出现什么危险。杨白也就继续观看起来。看着缓缓逼近的幽冥白虎，邪月眼中迸发出一股强大的杀意，他绝不能让这只畜生伤害到自己妹妹。杀！邪月没有丝毫犹豫，手中2道月刃紧紧握住，瞬间欺身而进，来到幽冥白虎身前。随着手中月刃猛然劈下，幽冥白虎仅仅只是抬起前掌一拍，恐怖的力量让邪月整个手臂都猛然一震。胡列娜见自己哥哥如此拼命，也不敢耽搁。第4魂技天狐变。瞬间，胡列娜整个人的身躯陡然发生巨大的变化，身上的气息也在不断的攀升。第3魂技狐火令。霎时间，胡列娜手中一道道恐怖的火焰开始燃烧起来，没有丝毫犹豫，胡列娜快速来到幽冥白虎身前，手中一道道烈焰不要钱似的丢向幽冥白虎，同时她体内的魂力也在快速下降。这第3魂技和第4魂技消耗魂力极为恐怖，不过片刻之间，胡列娜就觉得自己体内魂力几乎被榨干了，但效果也是出奇的好。一道道火焰在幽冥白虎身上不断燃烧，原本被邪月划开的身躯已经开始愈合结疤，但在火焰的刺激之下，所有的伤口不但直接炸裂开来，甚至还撕扯更深，股股鲜红的血液不断流出。幽冥白虎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吃这么大一个亏。就在这时，远处观看的叶天辰扭头看向杨白。好了，杨白，你可以出手了，不然待会儿邪月魂力耗尽，吸收魂环可是有着风险。唰的一瞬间，听到自家楼主允许自己动手了，杨白心底怒火不断翻滚，手中赤阳剑直接冲天起，化作一道亮光轰然而下。霎时间，幽冥白虎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随着一道剑光闪过，幽冥白虎四肢瞬间断裂。而这道剑气还没有停下，落入远处的森林之中，不知多少参天大树在这道剑气之下轰然倒塌。这一幕让邪月和胡列娜亚麻呆住了，他们2人这还是第一次见到自己老师出手。
这就是封号斗罗的实力吗？重重的咽了咽口水，邪月脸上写满震惊。胡列娜也好不到哪儿去，一转身看向自己老师那一副绝世高人的模样，顿时眼冒金星。一旁的殷黑看着杨白那骚包的姿势，忍不住转过头去，就连叶天辰也是不自在的咳了咳。此刻没有人去关注被斩去4只的幽冥白虎，4只被斩，幽冥白虎吃痛无比，感受着自己生命的流逝，开始挣扎起来。奈何身躯根本无法移动，只能是不断的低沉咆哮，眼神之中无比的惊恐。这只幽冥白虎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些看似没有丝毫魂力波动的家伙，竟然如此轻易便让他动弹不得。扮猪吃老虎，这一刻得到了完美诠释。说实话，一本书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胃口，前面我想铺垫一下，不想让剧情跳跃的特别夸张，但是有的读者还是觉得跟原著有些雷同，我也没办法呀。算了，大家支持本书的书友们，多多投投推荐票、月票啥的吧，作者会坚持下去的。杨白很快就来到邪月和胡列娜身边，仔细检查了一下二人，发现并受到什么伤势，也就放心不少。过了好一会儿，邪月体内魂力恢复不少之后，眼看那只幽冥白虎已经是进气少，出气多，杨白也是看向邪月，缓缓说道：“邪月，去吧，那只幽冥白虎已经挺不了多久了，你的第5魂环，快些吸收了吧。”邪月点点头，站起身来，一步来到幽冥白虎面前，看着这畜生凄惨的模样，心中对于封号斗罗也有着莫名的向往。深深吸了一口气，邪月手中2道月刃猛然间刺入幽冥白虎胸膛，一股温热瞬间流出。此刻幽冥白虎已经没有力气再吼叫，只能是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人宰割。一眨眼的功夫，幽冥白虎彻底死绝，体内魂力开始化作一道黝黑无比的魂环浮现在虚空。就在这时，一道琴声缓缓传来，虚空之中那黝黑的魂环原本狂暴的气息开始变得平和起来。紧接着一道道琴声仿佛一根根细丝，接触到这黝黑魂环的一瞬间，竟然直接刺入魂环之中。随后一道灵魂从魂环之中被细丝缠绕着扯出魂环之内，拉入虚空之中的一瞬间，细丝猛然收缩，这道灵魂体直接被化作虚无。一瞬间，无论是阴黑阳白还是独孤博，他们都惊呆了，纷纷瞪大了眼睛看向那黝黑的魂环。万年魂环之所以吸收困难，便是因为万年魂环在吸收时有魂兽的精神攻击，而此刻他们看向这枚黝黑的魂环，已经没有任何狂暴的气息，温和无比，甚至连其中的魂兽精神力都被直接扯出。唰的一下，几人的目光纷纷集中在叶天辰身上。楼主，你还有这种能耐？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叶天辰收起天魔琴，微微一笑。刚才他不过是看邪月体内魂力损耗极多，若是按照普通方法来吸收魂环，失败的概率会很大，因此他就用天魔琴给这枚魂环改造了一下，将其中魂兽的精神印记直接剔除。如此一来，这枚魂环除了庞大的魂力需要一些时间来吸收以外，再无其他危险。看着阴黑阳白独孤博他们，叶天辰缓缓解释起来：“你等不必惊讶，邪月刚才的消耗很大，加之这幽冥白虎死前怨念极深，吸收这3万年的魂环，邪月恐怕有些困难。正好本座在这儿，就一并替他解决了。”死！此刻，阴黑、阳白他们猛地一拍脑袋，突然反应过来，既然自家楼主可以吸收魂环的力量转移到别人魂环之上，以此来提升魂环年限，自然也可以将魂环之中的魂兽精神印记给剔除。这，他们早应该知道的。阴黑脸上有些幽怨，看着叶天辰，缓缓开口：“楼主，既然你有这种能力，当初为何不替我们吸收第9魂环的时候，也将魂兽精神印记剔除？”阴黑越说声音越小，因为此刻他发现自己楼主脸上的笑容已经逐渐消失了。看着阴黑那幽怨的脸，叶天辰蛮不在意的回了一句：“当初你们也没问本座呀，何况这次是邪月吸收困难，你们几个皮糙肉厚的，当初能有什么事儿啊？”这阴黑阳白还有独孤博彻底无语了，没有犹豫，邪月朝着叶天辰行了一礼之后，随即开始吸收起这枚3万年的魂环。果然，没有了魂兽精神印记的攻击和阻拦，邪月的吸收显得格外顺利。但3万年魂环毕竟蕴含庞大的魂力，即便是没有精神印记冲击，邪月也是满头大汗，体内魂力迅速暴涨带来的依旧是一个不少的难题。不过最后总归算是有惊无险，邪月成功吸收了这枚3万年的魂环。吸收完毕之后，邪月慢慢站起身来，体内魂力波动，叶天辰他们了然于胸。52级，一枚3万年的魂环让邪月直接提升了2级魂力。感受着体内暴涨的魂力，邪月的激动溢于言表。邪月拜谢楼主大人。谢过老师。看着这一幕，大家都为邪月感到开心。以邪月的天赋，今后成就封号斗罗，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好啦，
咱们继续出发吧，还差一枚3万年魂环，就得去做正事了。随着叶天辰这么一说，大家都点点头。现在只需要替胡列娜寻找一枚3万年左右的魂环，独孤博就可以带着他们离去了。而叶天辰也要和小舞带着阴黑阳白踏上寻找凶兽的旅程。想到这儿，叶天辰也不再耽搁，庞大的精神力直接扫视森林深处，一只只魂兽映入他的精神探索之中。不过发现的魂兽大多都是一些千年魂兽，万年魂兽数量就下降了许多。一路探查之下，许多万年魂兽都被叶天辰一一剔除。就在大家走了1个多时辰之后，突然叶天辰的脚步停了下来。楼主！阴黑直接惊呼出声，他知道自家楼主这是发现目标了。往西20里地，那里有一只28000多年的火狐。阴黑，你去一趟吧。闻言，阴黑没有犹豫，直接飞掠而出，朝着西方而去。而叶天辰他们则是站在原地等待着阴黑的到来。看着胡列娜那喜笑颜开的脸蛋儿，叶天辰微微一笑，这小丫头已经长成大姑娘了，可惜依旧是天真跳脱了些。是时候让他们兄妹开始执行任务了，不经历风雨，如何得见彩虹？这猎杀魂兽和刺杀魂师那是两码子事。算了，让杨白去安排吧。叶天辰心中闪过这些念头之后，暂时没有直接说出来，等这次从星斗大森林出来，摘星楼需要变一变了。而阴黑在飞掠一会儿之后，也是看到了自家楼主所说的那只火狐，周身冒着火光，却并没有丝毫弄伤身上的毛发。一看阴黑便知其非凡品，没有给火狐反应的时间，阴黑直接从天而降，封号斗罗的气息直接锁定这只火狐。当这只火狐感应到危险的时候，已经是为时已晚。阴黑的身躯陡然间出现在这只火狐的面前，手掌轻轻一拍，火狐从参天大树之上瞬间砸下，全身骨骼直接碎裂，失去了反抗能力。带着一丝欣喜，阴黑来到地面，在深坑之中将火狐一把拽起。小家伙，遇到我们也不知说你是幸运呢还是不幸。摇了摇头，阴黑提着这只火狐就原路返回。不过片刻的时间，阴黑便提着这只火狐来到了叶天辰他们身边。哈哈，楼主，您可真神了，往西20里还真有一只2万多年的火狐。一边说着，阴黑一边提起手中的火狐，那感觉仿佛在线上稀世珍宝一般。叶天辰摇了摇头，好了，阴黑，将这只火狐交给胡列娜吧。遵命，楼主。说罢，阴黑随即将火狐直接扔在胡列娜身前。小妮子，来吧，你的第5魂环。胡列娜眼中透露出一股欣喜，看着阴黑，满脸笑意。胡列娜多谢楼主大人，多谢阴黑供奉。好了，快些开始吧。完了之后，你们兄妹就跟着独孤供奉回索托城吧。杨白一开口，胡列娜就乖乖闭上小嘴，手中一道寒光乍现，陡然之间就了结了这只火狐的性命。随即胡列娜转头看向叶天辰，那眼神之中仿佛在期待叶天辰也给他将魂兽精神印记剔除一般。可惜叶天辰注定要让他失望了。别看了，胡列娜，本座是不会帮你剔除精神印记的。这只魂兽不过2万多年，你若是没有能耐吸收，你也不配继续留在我摘星楼。说完，叶天辰直接闭目清修起来。一旁的阴黑阳白二人也不敢多说半句。邪月有心想要帮自己妹妹一把，但看着叶天辰那清冷的面容，吞了吞口水，还是忍住了。无奈之下，胡列娜咬咬牙，也只能硬来了。这一次吸收的时间就比邪月要长了不少，整整吸收了3个时辰。结束之后，胡列娜整个人都处于一种痛苦无比的状态。万年魂兽的精神攻击可没有那么简单，胡列娜整个人直接虚脱，这才是一般人超年限吸收魂环的正常反应。在胡列娜吸收魂环完毕之后，她也成功突破到了51级。随后，在叶天辰的注视下，独孤博直接带着邪月和胡列娜原路返回，而叶天辰他们则是继续深入。胡列娜需要整治一下，感觉渐渐的，叶天辰他们已经完全越过了星斗大森林外围地带。小舞此刻也越来越激动，身上那10万年魂兽的气息更是一点点散发出来。而在星斗大森林核心地区，一片深邃而又让人最美，其中湖泊赫然而现，这正是生命之湖。湖水之中，一道庞大的牛头突然破开水面，挺立天空之中，看着远处的森林，猛然就是一阵嘶吼。片刻之后，一具数十米高的泰坦巨猿突然从远处跑了过来，站立之后，看着那庞大的牛头，捶了捶胸口，竟然开始口吐人言：“大哥，您这是？”泰坦巨猿有些疑惑，自己大哥平日里最好亲近，今天怎么如此躁动？天青牛蟒2颗大灯笼似的眼睛看着泰坦巨猿，随后同样口吐人言：“二明，小舞来星斗大森林了。”听到天青牛蟒如此一说，泰坦巨猿整个身躯都变得兴奋无比。小舞姐竟然回来了！大哥，
我要去找小吴姐去了。说罢，不等天青牛蟒开口，泰坦巨猿猛地一跳，便是数百米，很快就消失在天青牛蟒面前。二明，大明见二明如此心急，也是摇摇头。他话还没说完呢，在感应到小五气息的同时，天青牛蟒还察觉到了一丝属于封号斗罗的气息。担心二明出什么事的他，整个身躯缓缓离开湖面，除了牛头之外，剩下的蛇身竟有100米之长。看着二明消失的方向，天青牛蟒尾巴一甩，整个身躯直接轰然而进，在他经过的地方形成一条深深的沟壑。与此同时，史莱克学院在星斗大森林之中也发现了适合唐三的魂兽，那是一只1200年左右青眼千足蜈蚣。这种蜈蚣深含剧毒，移动速度极快，在弗莱德眼中最合适唐三不过了。不过唐三这家伙明显有些心高气傲，明明只需要付弗莱德随意一击便可将这青眼千足蜈蚣收拾妥当，唐三这家伙却非要自己亲自猎杀，美名其曰历练自己的战斗经验。对此弗莱德感到很兴奋，想了想，还是让唐三去猎杀这只千足蜈蚣。对于唐三来说，千年魂兽无疑是恐怖的，尽管唐三有着极高的自信，但想要猎杀这只千足蜈蚣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尤其是千足蜈蚣在自知不是唐三对手之后，便开始疯狂逃窜，无奈之下，唐三也只能紧随其后。青眼千足蜈蚣的速度何其之快，不过半刻钟的时间便硬生生跑出去数十里。追着追着，这只青眼千足蜈蚣发现自己硬是没能摆脱身后人类的追杀，魂兽求生的本能让他朝着星斗大森林核心区疯狂逃窜。此刻在唐三身后，赵无极和弗兰德看见青眼千足蜈蚣进入星斗大森林核心区，顿时就不淡定了。在外围地区几乎不可能出现万年魂兽，他们作为70多级的魂圣，自然可以为所欲为，丝毫不惧。但是星斗大森林的核心区，万年魂兽多如牛毛，5万年以上的魂兽也是不少，甚至就是10万年的魂兽，星斗大森林之中也隐藏着。来不及多想，看着依旧有些固执的唐三，弗莱德着急地喊了起来：“唐三，前面就是星斗大森林核心区了，莫要再追！”而此刻，唐三对于这只青眼千足蜈蚣已经是势在必得，对于身后弗莱德院长的话，根本就是置之不理。无奈，弗莱德便想替唐三将这只青眼千足蜈蚣擒拿。一瞬间，弗莱德脚下7个魂环瞬间亮起，作为78级的敏捷性魂师，猫头鹰武魂的弗莱德瞬间就来到青眼千足蜈蚣面前。就在弗莱德想要一击拿下这只青眼千足蜈蚣时，仿佛是预料到危险将至，青眼千足蜈蚣瞬间掉头，猛地朝着唐三扑去。这可把唐三吓得一个机灵，鬼影迷踪施展到极致，仅仅只是一个缝隙的距离，刚好躲开了千足蜈蚣致命的一击。和唐三擦肩而过，千足蜈蚣没有停留，调转一个方向便疯狂逃窜。就在弗莱德想要继续上前之时，那千足蜈蚣逃窜的方向处，一道苍老的身影突然出现，没有丝毫的迟滞，随着这道身影出现，一道亮眼的魂技瞬间将千足蜈蚣打倒在地。千足蜈蚣不断的翻滚，最终还是无力挣扎，躺在地上等着死亡的降临。弗莱德此刻也将目光集中在那道身影之上，不看不知道，一眼看去，弗莱德就认出了这道身影是谁。蛇婆朝天香。仅仅只是一瞬间，弗莱德整个人瞬间精神紧绷起来。龙宫蛇婆，这对夫妻可不简单。感受着蛇婆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虽然仅仅只是魂帝，但弗莱德依旧不敢小觑。龙宫蛇婆，这对夫妻向来形影不离，蛇婆在自己面前，那龙宫肯定也距离不远。盖世龙蛇夫妇，龙宫可是80多级的魂斗罗呀！此刻，唐三也是眉头紧锁起来，看着前方出现的那名老妇人，唐三能够感受到那股强大的魂力波动。深深吸了一口气，弗莱德来到唐三身边，看着前方的蛇婆朝天香，缓缓开口询问道：“黄金铁三角，弗莱德见过蛇婆阁下。”此刻，尽管弗莱德实力比蛇婆要强大一些，依旧是保持着一丝的谦卑。唐三有些不明所以，他的目光依旧还在那千足蜈蚣之上停留。蛇婆嘴角微微上扬，听着弗莱德的声音，也是没有丝毫的动摇。只见他轻轻一招手，他的背后，一位灵巧的小女孩缓缓走到蛇婆身边。这时，蛇婆方才看向弗莱德。弗莱德，黄金铁三角。冷冷一笑，蛇婆看着地上几乎快要断气青眼千足蜈蚣，又看了看唐三那渴望的眼神，缓缓来到青眼千足蜈蚣面前，随后继续说道：“弗莱德，知道了，老婆子我没有兴趣招呼二位，我家依然现在要吸收第3魂环了，麻烦二位还是走远些比较好。”一听到这话，唐三瞬间炸毛了，自己辛辛苦苦追了那么久，现在竟然被人截胡了，而且态度还如此嚣张。这唐三能人？老家伙，你此举已有取死之道。心中暗暗闪过一丝杀意，唐三手中唐门暗器已经准备妥当。弗莱德也发现唐三的不对劲，
一只手臂紧紧地压住唐三的肩膀，示意唐三不要冲动。随后看向蛇婆朝天香，弗莱德也是有些气愤。蛇婆阁下说笑了，这只青眼千足蜈蚣，俺是我史莱克学院一直追不到这儿。蛇婆阁下半路截胡，便要将其占为己有，这似乎有些不妥吧？说罢，弗莱德脚下7个魂环缓缓亮起，2黄2紫3黑，让蛇婆眉头一皱，随后又是轻轻一笑：“弗莱德，怎么？你觉得老婆子仅仅只是修为，你就吃定老婆子了不成？今日这只青眼千足蜈蚣老婆子还真就要定了。史莱克学院，弗莱德，你们又能如何？”轰！蛇婆的这句话让唐三直接破防，趁着弗莱德院长气愤的一瞬间，手中3根龙须针泛出一丝银光，朝着蛇婆的方向悄然而至。蛇婆只看到3道银光，心中顿时感觉不好，手中蛇杖轰然拍出，2根龙须针直接被震落在地，而其中的一根却擦着蛇婆的左脸，瞬间划过。等蛇婆回过头来，伸出手一抹，一丝血痕已经形成。小杂种，你找死！蛇婆顿时大怒，面前这个小孩子看着虽然和自己孙女儿差不多大，竟然如此恶毒，若不是他反应够快，恐怕已经陨落当场。这一刻，不仅蛇婆和他身后的孟依然震惊了，就连弗莱德都是呆呆地看着唐三。但下一秒，蛇婆那蛇杖瞬息而至，强大的魂力将弗莱德拉回现实。哎，糟糕透了！事已至此，弗莱德知道也不能再挽回什么。眼见唐三即将被蛇杖击中，他也顾不得那么多，直接飞身来到唐三身前，一掌拍下，78级魂力瞬间倾泻而出。蛇婆不过60多级的实力，自然不是弗莱德的对手。弗莱德一掌之下，蛇婆直接连连后退。感受着手臂传来的那股震动，蛇婆脸色极为难看。这弗莱德竟然敢对他动手！弗莱德，你好啊！你们史莱克学院真是胆子大到了极点。既然如此，今日就别怪老婆子手下不留情了。说罢，蛇婆手中蛇杖直接冲天起，天空之中直接出现一道蛇形巨杖。看着这一幕，唐三有些疑惑，弗莱德则是面露难色，一脸凝重。唐三，你快走，快去找赵无极老师，离开星斗大森林，龙宫就在附近，我先挡住他们。说罢，也不管唐三听清楚没有，直接将唐三用力一甩，自己则是凝重的看着面前的蛇婆。唐三虽然疑惑不解，但是潜意识也明白，那位龙宫怕是连弗莱德院长都不是其敌手。思考再三，唐三还是决定先去和赵无极老师他们会合，毕竟赵无极老师也是76级战魂圣，或许能够给弗莱德院长解围。来点月票投资推荐打赏吧，嘤嘤嘤，作者天天眼巴巴看着，可就是没点动静，拜托了各位。很快，就在弗莱德将唐三送出去的一瞬间，蛇婆身后数千米左右的地方，一道苍老的身躯看着天空之中那道蛇形权杖，眼中一丝金光闪过，随即脚尖一点，整个身躯轰然升入天空，不过片刻之间就直直落在蛇婆面前。弗莱德看着这一幕，此刻已经不能保持淡定，一落地，龙宫的视线就集中在弗莱德身上。看着自己老婆子那脸上写满的愤怒，龙宫冷哼一声，脚下8个魂环缓缓升起，看向弗莱德，眼神中尽是杀意。你，弗莱德！就在这时，蛇婆也是来到龙宫身前，附耳将刚才弗莱德还有唐三的行为全部告知自己丈夫。顿时，龙宫整个人怒不可遏，看着自家老婆子脸上那道血痕，龙宫手中龙杖猛然之间就朝着弗莱德而来。一瞬间，弗莱德眼中那龙杖不断放大，他也没想到龙宫竟然说动手就动手，根本不给他一点解释的机会。刹那间，弗莱德硬着头皮迎了上去，猛然碰撞之下，弗莱德整个身躯仿佛撞到了一块生铁，直接倒飞出去。龙宫阁下，您听我解释，刚才……没等弗莱德说完，龙宫下一击接踵而至，来不及多想，弗莱德也只能尽量躲避。第7魂技猫鹰真身，霎时间，弗莱德直接飞入天空，不断躲避着龙宫暴怒之下那不要钱的魂技释放。一时之间，弗莱德可以说是险象环生。而跑出去的唐三并没有跑出去多远，就遇到了赶来的赵无极他们。赵老师，隔着老远的距离，唐三略带着急的神色让赵无极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唐三，你怎么在这儿？弗莱德院长呢？赵无极脸色有些难看，看着唐三那着急忙慌的模样，心中也有种不好的预感。赵老师，快！弗莱德院长和盖世龙蛇夫妇打起来了。赵老师，那龙宫实力恐怕非同一般，赵老师您快去看看吧。唐三说完，终于缓过气来。而听到唐三说到盖世龙蛇夫妇，赵无极脸色瞬间一变。唐三不知道盖世龙蛇夫妇意味着什么，他赵无极可知道，这对夫妇若是施展武魂融合技，那可是能够抵挡封号斗罗的存在啊！不好，弗莱德院长危险！唐三，你留在这儿，我去帮弗莱德院长。
意识到弗莱德情况或许有些不妙，赵无极不敢耽搁，说完就径直朝着弗莱德院长所在的方向奔去。而弗莱德此刻哪怕在天空之中四处躲闪，可是面临龙宫龙婆二人同时出手，他也是狼狈不堪。不过就算如此，他也不敢停下来，落到地面，那样的话他可能会死。龙宫龙婆也不着急，弗莱德速度虽然快，但此刻只是魂圣修为，龙宫全力出手，弗莱德速度优势也几乎荡然无存。而面对弗莱德天空之中躲避的行为，龙宫龙婆就更不着急了。飞行技能一般来说都是极为耗费魂力的，弗莱德又能支撑多久呢？就在这时，赵无极也赶到了。隔着数百米的距离，赵无极纵身一跃，直接飞入天空。与此同时，脚下7个魂环也瞬间亮起。第7魂技武魂真身，第2魂技大力金刚掌。借助从天而降的力量，赵无极整个人宛若一颗炮弹，轰然而至。龙宫察觉的时候，赵无极已经快到了，来不及多想，龙宫手中龙杖横起，硬生生挡住赵无极这恐怖的一击。轰轰轰！巨大的力道让龙宫站立不稳，整个身躯朝着身后不断退去。硝烟散去，龙宫的神色也是精彩起来。不动明王，赵无极，这份力道倒是不错，可惜今日你面对的是老夫。第7魂技龙杖真身。刹那间，龙宫身后一根爆发金光的龙杖散发着浓浓的威压，伴随着龙宫猛然挥舞，龙杖翻飞之间，魂力四射，顷刻间就来到赵无极身前，不可力敌。第1魂技不动明王身。第6魂技龙杖盖世。砰砰砰！龙宫手中龙杖如同山岳，当落到赵无极武魂真身上的一瞬间，赵无极脸色瞬间涨红起来，紧接着脚下大地开始撕裂，他的身躯直接陷入地面。就在龙宫准备再来一仗之时，天空之中弗莱德也是猛然而至。第6魂技猫鹰火雨。一道道火雨如同箭矢，龙宫也不敢大意，身躯迅速暴退开来。借此机会，赵无极双脚一震，自己就从陷入的地面之中飞身而出。一时间，气氛开始变得冰冷起来，龙宫也开始变得谨慎。无论是弗莱德还是赵无极，在魂圣这个境界中都是属于顶尖级别的高手。自己虽然是魂斗罗级别的强者，但眼下自家老婆子需要保护住自己孙女儿，两人无法施展武魂融合技。面对弗莱德加上赵无极，龙宫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出手的必要了，没有把握留下二人，那还是停手罢了。龙宫，刚才那都是一个误会，我史莱克学院的那位弟子只是一时激动，失手之下方才对龙婆动手。龙宫前辈，这青眼千足蜈蚣就送给您孙女儿当做赔礼，您看可好？见龙宫没有着急动手，弗莱德松了一口气，知道赵无极的到来让龙宫那颗杀心得到暂时压制。不过对于刚才唐三的无礼行为，弗莱德也不能不了了之。今日是有龙宫孙女儿牵制住了龙婆，让其二人不能联手，若是不解决这件事，待日后龙婆腾出手来，真正要报复他们史莱克学院，弗莱德心知史莱克学院一定会毁于一旦。龙宫将目光看向龙婆，意思很明显，决定权在龙婆手中。就在龙婆刚要开口说话的时候，林中一阵声响，唐三又跟了过来。顿时间，龙婆脸色就变得难看起来。弗莱德见状，连忙拉着唐三来到身边。唐三，快去给龙婆赔礼道歉，这件事方才有机会解决，否则我们史莱克学院恐怕要遭逢大劫。弗莱德苦口婆心，唐三却是有些不情不愿。他唐三忌惮武魂殿，忌惮摘星楼也就罢了，可是一个盖世龙蛇夫妇算得了什么？他的父亲唐昊虽然在武魂殿和摘星楼面前有些苍白无力，可对付小小的盖世龙蛇夫妇还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唐三心里虽然这样想，脸上却没有显露出来丝毫不悦。当下形势比人强，自己父亲不在身边，唐三只能将这份杀意埋藏心底。缓缓来到龙婆面前，唐三直接弯腰，抱歉，龙婆前辈，刚才是唐三无礼，还望龙婆前辈恕罪。龙婆见状，不知为何，心里总觉得这恶毒的家伙不是诚心道歉，但眼下这个形势，自己就算不退让，也拿他没办法，也就冷冷地点点头，表示不再计较此事了。此刻弗莱德方才真正放松下来，看着自己身上早已破破烂烂的衣服，弗莱德不由一阵苦笑。面对魂斗罗级别的强者，他弗莱德还是太过勉强，只有躲闪之力，此外毫无办法。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件事到此为止的时候，大地却突然开始震动起来，那种如同地震一般的震动，盖世龙蛇夫妇还有唐三、弗莱德他们全部变得摇摇晃晃。正在这时，突然赵无极他们眼中的笑意瞬间消失，一只手猛地抓住唐三的肩膀，将他拉到自己身受。冷厉到极致的气息从赵无极身上喷吐而出，伴随着一声低吼，他直接召唤出了自己的武魂大力金刚熊，瞬间附体。唐三，快走！
弗莱德低吼一声，浑厚的声音传入唐三耳中：“院长，这是怎么了？”唐三一个箭步来到弗莱德身边，疑惑地问道。弗莱德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唐三，待会儿如果有什么情况，你不要管我们，立刻离开这里，先出星斗大森林再说。唐三不明白究竟生了什么事，竟然让一向自恃实力的赵无极老师还有弗莱德院长如此紧张。而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突然看到了诡异的一幕。就在他们注视的方向，两棵高大的树木突然缓缓向两旁分开，一个庞大的身影悄无声息的就从那里走了出来。看到这个大家伙，所有人的呼吸仿佛都停止了。唐三也终于明白了赵无极老师还有弗莱德院长担心的究竟是什么。那是如同一座山岳般的存在，全身黝黑的毛在微弱的星月之光照耀下闪烁着淡淡的光彩。尽管他是四肢着地，但肩膀的高度也绝对过了50米。如果直立而起，恐怕高度会在70米开外。外表看去，这是一只又像猿猴又像是黑猩猩的存在，除了一双像灯笼般大小的眼睛闪烁着黄金般的光泽以外，通体漆黑。在夜晚之中，如果不是他在移动，甚至看不清他的身体。这个大家伙的身体实在太雄壮了，雄壮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他不但身体庞大，而且身体的每一处都布满了比花岗岩还要恐怖的强健肌肉，凸起的宛如小山包一般。而如此庞大的家伙却在行走之间没有出任何声音，甚至连呼吸之声也没有。竟然是森林之王泰坦巨猿。哪怕是一向沉稳的龙公龙婆，此时声音都有些变了。泰坦巨猿出现在任何魂兽森林，都绝对是霸主般的存在，没有魂兽敢于得罪他，因为结果必然是死亡。哪怕只是100年级别的泰坦巨猿，甚至都可以和其他万年级别的魂兽较量。他们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度，攻击、防御几乎没有任何缺陷。最为可怕的是，他们还可以施展类似于魂技一般的技能。没有人知道泰坦巨猿的真正技能都有什么，因为看到这些技能的人类都已经死了。同样是万年魂兽，实力也是决然不同的，这就是本身属性的问题。而泰坦巨猿在所有魂兽中，显然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少数几种魂兽之一。他所能带来的恐怖，几乎是所有魂师的梦魇。曾经不知道有多少魂师觊觎泰坦巨猿的强大，希望能够杀死他作为自己的魂环，可有这种想法又去努力的妄图实现的人，全部都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在已知的魂师之中，似乎只有一个人曾经猎杀过一头泰坦巨猿，而也只有那一个人而已。泰坦巨猿不仅实力强大，而且他本身还拥有着不亚于人类的智慧，在森林之中，他就是绝对的王者。来点月票投资推荐打赏吧，作者天天眼巴巴看着，可就是没点动静，拜托了各位。此刻不论是龙公龙婆还是赵无极弗莱德，他们怎么都想不到，这种就算存在也应该生活在星斗大森林核心位置的森林之王、魂兽之王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尊敬的森林之王，我们并没有冒犯之意，如果这是您的领地，我们愿意立刻退出。弗莱德沉声说道。他知道泰坦巨猿是能够听懂人类话语的，尤其是眼前这头如此强壮的泰坦巨猿，明显修为绝对已经过万年。他实在想不出，在魂兽之中还有谁能比眼前这位更加强大。泰坦巨猿并没有理会弗莱德的话，他只是做出了一个简单的动作，就令众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中。因为他迈进了一步，尽管只是一步，但以他雄壮的身体，这一步之差就已经拉近了与众人这边的距离。此时所有人大脑在急运转，而出现最多的却只有3个字：怎么办？是的，此时应该怎么办？弗莱德很清楚，眼前这头泰坦巨猿的可怕绝对在盖世龙蛇夫妻之上。他宁可面对一位封号斗罗，也绝不愿意面对这样的魂兽之王。所有人都知道，魂师对于魂兽的滥杀令所有魂兽对于人类都充满了仇视，这魂兽之王显然也不会例外。在他面前，弗莱德知道自己连自保都成问题，更不用说保护其他人了。但是此时此刻，作为史莱克学院的院长，他又怎么可能退缩呢？一咬牙，弗莱德沉声道：唐三，我和赵无极老师断后挡住他，你快走，动作一定要快。丢下这句话，赵无极和弗莱德深吸口气，身上7个光环光芒大放，迎着泰坦巨猿的方向冲了上去。而盖世龙蛇夫妇这边见到泰坦巨猿的一瞬间，也是无比震惊。老婆子，快带着依然先走。龙公看向泰坦巨猿，深深吸了一口冷气，沉声缓缓说道。龙婆闻言没有犹豫，龙公和弗莱德他们见识不同，龙公一眼就看出自己面前这只泰坦巨猿恐怕已经拥有10万年修为，即便他们夫妇施展武魂融合技也是无用，只能让蛇婆先走。没有犹豫，无论是唐三还是蛇婆和孟依然，都朝着星斗大森林之外飞快逃离。此刻，2名看着自己面前拦住去路的弱小人类，
也是有些怒不可遏。他想要去见小舞，但是如果直接从核心区域穿过，他会直接闯入七彩神路的地盘。这七彩神路可不简单，即便是大明也不敢说是其对手。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二明方才绕道来到这儿，可没想到竟然遭遇了几名人类。感受到这群人类的实力不过尔尔，二明决定将其全部斩杀。人类竟敢闯入星斗大森林之内，你们都该死！听到面前的这只泰坦巨猿竟然可以口吐人言，所有人都惊讶住了。这是10万年魂兽！弗莱德和赵无极脸色惨白，看着那庞大的深泰坦巨猿躯，一时间心如死灰。龙宫也是眉头紧锁起来，竟然真的是10万年魂兽！拼了！眼见唐三还有龙婆孟依然他们都还没走远，龙宫、弗莱德、赵无极也只能硬着头皮阻挡1、2了。赵无极咬咬牙，率先动手。第1、第2、第3、第5，4个光环同时闪亮。面对强横的对手，赵无极直接了自己全部7个魂技中的4个魂环同时闪亮的光芒是何等耀眼！不动冥王身护体，重力控制以赵无极为中心，全面笼罩向泰坦巨猿。重力挤压配合着重力控制全面动，尽可能限制着泰坦巨猿的身体。同时，他那双手掌也抡了起来，大力金刚掌全力催动，强横的能量波动骤然释放。赵无极在旁边一株参天大树上借力腾空，双手抡起，毫不吝惜魂力的直奔泰坦巨猿扑去。轰！赵无极那2只经过了30%增幅的大力金刚掌重重的排在了泰坦巨猿的头顶，瞬间增幅的力量和度令赵无极对自己的这次攻击极为满意。他可以肯定，这已经是自己除了第7魂环以外的巅峰实力了。但是令弗莱德和龙宫感到恐惧的一幕出现了。赵无极在2掌砸中泰坦巨猿后的刹那，整个身体已经像是炮弹一般被弹得飞了出来。到了这种时候，赵无极还怎么会再有保留呢？仰天怒吼一声，身上的第7个魂环深邃的黑色骤然爆，强烈的黑色光芒瞬间蔓延在赵无极全身。紧接着，他的身体开始生巨大的变化。在大力金刚熊附体之后，赵无极原本就已经极为雄壮的身体像是吹气球一般迅膨胀起来。眨眼之间，身高就已经过了5米，全身肌肉以一种夸张的形态膨胀起来，棕黄色的毛锋长，整个人竟然变成了一头真正的巨熊。当他的身体完全变成熊形时，棕黄色的毛瞬间变色，闪耀着灿金的光芒。化身为熊的赵无极毫不犹豫地朝着泰坦巨猿而去。轰！施展了武魂真身技能的赵无极果然强悍，在防御增加了200%。在拥有了大力金刚熊本体的这一次，他并没有被直接震飞。尽管如此，身为力量型魂师的他，终究还是和泰坦巨猿实力相差太远了。轰然巨响之中，赵无极踉跄的后退出7、8步，才勉强站稳身形。而那泰坦巨猿却浑若无事一般，口中再次出一声怒吼：“人类，你们都该死！”重力领域。此刻，二明是真正动怒了，来自10万年修为的魂力瞬间爆发。仅仅只是一瞬间，那恐怖的压力使得赵无极、弗莱德还有龙宫都是一副痛苦的神色。10万年魂兽的修为何其强大，即便是封号斗罗的强者，面对10万年魂兽都不敢说能战而胜之，何况二明还是泰坦巨猿。虽然仅仅只是刚刚10万年修为，但除非95级以上封号斗罗出手，否则人类魂师没有谁是二明的对手。此刻，赵无极也好，弗莱德和龙宫也罢，纷纷施展自己的武魂真身，抵抗着来自二明的恐怖重力。第8魂技龙杖灭世，忍受着二明强大的重力，龙宫也是施展出属于自己魂斗罗的实力。85级的魂力倾泻而出，龙杖瞬间膨胀起来，化作数十米之长。随着龙宫挥然一击，这巨大的龙杖也是来到二明身前。对此，二明眼中显露的是满满的不屑，一个魂斗罗也敢对他出手，找死罢了！轰！二明手臂浑身肌肉一抖，一拳轰出，直接砸在龙宫的龙杖之上。砰然之间，龙宫直接倒飞出去数十米之远，一口口鲜血喷薄而出，就连肋骨都断了好几根。赵无极和弗兰德看到龙宫都这副惨样，二人对视一眼，都从彼此的眼中感受到一股悲凉。眼见另外几个人类就要跑远，二明直接腿部用力一震，一道重力冲击波瞬间砸在赵无极和弗莱德身上。两人丝毫不比刚才龙宫飞出去的要劲，落地之后鲜血淋漓，直接晕死过去。二明也不急着补刀，只见他一个跳跃便是数百米的距离，片刻之间忽然一跳，就重重的砸在唐三他们逃跑之路的前面。缓缓扭过头来，二明的眼中是满满的杀意。此刻唐三的心已经沉到了谷底，他知道他已经跑不掉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远处2道黑袍身影却缓缓走了过来。二明一下就发现了这2道身影，在这2道身影之上，二明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威胁之味。
这是2位人类强者，其实力至少也是封号斗罗级别。一时之间，二明直接站起身来，不断的拍着胸口，对着这2道身影怒吼起来。唐三此刻也发现了这2道身影的到来，原本死寂的眼神突然迸发出无尽亮光。这2道身影不是旁人，正是唐昊、唐啸2兄弟。10万年魂兽，泰坦巨猿，哼，真是难得一见啊！昊弟，这家伙可是要杀了小三来着。今天你我联手之下，这只大猩猩恐怕要陨落于此了。轻轻说了这么一句，唐啸脚下一道道魂环开始缓缓升起，黄黄紫紫黑黑黑黑黑9个魂环震撼来袭，二明也变得谨慎起来。这还没完，唐昊此刻脚下一个个魂环也开始亮起，黄黄紫紫黑黑黑黑红9个魂环赫然浮现，2道昊天锤不断闪烁着雷电，让唐啸、唐昊2人的身影显得更加恐怖。2位封号斗罗还有10万年魂环，昊天锤，莫非是？蛇婆瞬间就惊讶住了，他似乎知道面前这2位封号斗罗强者是谁了。而唐三一眼就看出那是自己的父亲和大伯。父！唐三想要用力喊出，但看到身边的蛇婆，还是忍住了心中那股悸动。他不能够暴露自己的身份，作为唐昊的儿子，这是万万不能让其他人知晓的。除非他有绝对的把握，能够将身边的蛇婆击杀。但此刻的蛇婆高度紧张，唐三压根就没有机会，只能等候自己的父亲还有大伯将这泰坦巨猿击退，届时就是蛇婆的死期。看着那2位人类封号斗罗缓缓靠近，感受着其身上恐怖的魂力波动，二明此刻有些紧张。面前这2位人类强者不是好惹的样子，但是作为森林之王，二明也是骄傲的，打不打得过，总要试一试才知道。第7魂技，昊天真身，没有丝毫的迟疑，面对10万年魂兽，即便是唐啸和唐昊有着绝对的自信，也是不敢小觑，直接施展昊天真身，2道昊天锤急速膨胀，霎时间，整个森林之中都变得风卷云涌起来。数十里之外，大明感受着2道封号斗罗强者的气息波动，还有二明紧张的气息，知道二明情况恐怕有些糟糕，陡然之间直接加速。而在距离二明上百里之外，原本朝着星斗大森林核心地区进发的叶天辰突然停下了自己的脚步，感受着那股远处传来的魂力波动，一股熟悉的意味萦绕在叶天辰心头。这是封号斗罗强者，而且还是唐昊的气息。不过另一道封号斗罗的气息和唐昊的气息极为相似，又该是谁呢？伴随着二明还有唐昊、唐啸的气势攀至顶峰，远在百里之外的叶天辰也感应到了，看着自家楼主停下了脚步，殷黑和杨白有些疑惑。就在这时，叶天辰看向小五：“小五，你的朋友二明是只10万年的泰坦巨猿，此刻他的情况可是有些不容乐观哦。唐昊正在与他交战。”轰！听到唐昊2个字，小五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殷黑和杨白却是明白，那只10万年的泰坦巨猿怕是凶多吉少。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名封号斗罗也在。罢了，本座先去杀了唐昊，顺带帮你救出那只泰坦巨猿吧。说罢，叶天辰整个身躯直接消失在殷黑、杨白还有小五面前。见状，殷黑、杨白也不敢耽搁，直接带着小五就朝着自家楼主的方向追了上去。今天献血去了，所以更新有点晚，不过万字还是不能停低，期待大家的支持吧。而此刻，二明也高度紧张起来，看着唐啸、唐昊不断的咆哮：“昊弟，让我来会会这只大家伙！”第6魂技，雷神之锤。唐啸眼中一抹金光闪过，手中昊天锤不断散发着灭世雷霆，一道道电弧在唐啸身边呼啸而过。作为95级的封号斗罗，唐啸的实力毋庸置疑。顷刻之间，一道雷霆之锤瞬间落下，泰坦巨猿双眼泛着血丝，狂暴的气息弥漫在整个森林之中。面对着雷霆之锤，二明捏紧右拳，狠狠地砸了上去。轰！轰！轰！在接触到雷霆之锤的一瞬间，一道道炸雷声响彻天地，就连远处观战的唐三还有蛇婆也被这恐怖的一幕深深震撼住。一道恐怖的音浪瞬间席卷当场，唐三闷哼一声，仅仅只是这魂力波动就震伤了他的5脏6腑。见此情形，唐三不再观战，有自己大伯和父亲在，这只泰坦巨猿翻不起什么波浪。随后他便返回到弗莱德和赵无极那边去了。这种场面，蛇婆同样不敢多待，全身魂力催发到极致，形成一个厚厚的保护罩，将自己和自己孙女儿护在其中，随即也朝着龙宫塔方向而去。一击过后，泰坦巨猿感受着拳头上的那股疼痛，不由有些吃惊。面前这位封号斗罗绝对是95级左右的修为，人类有点实力。砰砰砰！一拳轰出，当和昊天锤再度交汇之时，这一次就连二明都受不了这股冲击，整个身躯不断后退，
手臂上满是天雷烧伤的痕迹，一滴滴鲜血缓缓滴落。二明心中很是明白，怒吼一声，拳头紧握，也是一拳一拳不断轰出。唐昊却没有丝毫变化，手中昊天锤依旧速度不减，一锤一锤叠加之下，恐怖的力量让二明显得有些无力。终于，当唐昊蓄力到最后一锤之时，直接跃上天空。而唐啸也不轻松，整个身躯同样倒飞出去，双臂不断颤抖着，胸口一声闷哼，再度一口鲜血喷薄而出。吼！轰！随着二明重力领域施展到极致，唐啸只觉得自己身躯猛然一沉，仿佛背负山岳，不能再让这人类继续下去了。见此情形，唐啸也是直接加入战团，两人联手之下，二明明显有些招架不住，身上鲜血不断滴落，整个身躯也感到一股乏力之感。两人狠狠吸了一口冷气，眼中震惊无比。轰！这一锤二明并没有觉得有多么恐怖，正疑惑之际，唐昊第二锤接踵而至。虽然仅仅只有右臂，可是二明却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危机。一瞬间，天青牛蟒没有任何的花里胡哨，他的牛头之角就是最强大的武器，宛若陨石撞击，顷刻间便来到唐啸、唐昊面前。看着突然出现的天青牛蟒，唐啸和唐昊顾不得震惊，手中昊天锤猛然落下。一瞬间，唐昊整个身躯如同一道旋风，顷刻之间，一锤便落到二明身前。再来，你我！恐怖的昊天锤直接从天而降，所有的雷霆带着无尽的毁灭，在二明的眼中不断放大。第八魂戒，千钧壁垒！轰！轰！轰！第八魂戒，雷霆一击！杀！看着那高耸云天的青色牛头，唐啸、唐昊感受到一股恐怖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是在序列，一锤更比一锤强，机会不可错过。见到面前的泰坦巨猿有了一些颓势，唐昊和唐啸也是倾尽全力。他看得出来，自己大哥虽然是95级的封号斗罗，但是面对这只10万年的泰坦巨猿，依旧还是差了一些。一瞬间，唐昊95级的魂力倾泻而出，手中昊天锤在脚下猩红色10万年魂环的渲染下，多了几分妖异之感。哈哈，10万年魂兽果然非同凡响，泰坦巨猿不愧森林之王。砰！在接触的一瞬间，唐啸、唐昊简直不敢相信，那股如同山岳一般的身躯爆发出来的力量，直接将他们二人撞飞出去。艰难站立之后，唐啸、唐昊方才看清楚面前的这只庞然大物究竟是何方神圣。天青牛蟒赶到了，人类找死！天青牛蟒，竟然是他！一瞬间，二明身躯直接站立，手臂上血红色魂力开始相互缠绕在一起，一拳轰出，恐怖的力量直接引爆，恐怖的雷霆不断聚集，轰然之间，仿佛到达了一个极点。唐啸大吼一声，全身肌肉抖动之间，布满天雷的昊天锤仿佛得到倾泻。轰！霎时间，魂力倾泻之下，以唐昊和二明为中心的地狱瞬间被夷为平地。二明被这一击直接震出数百米之远。面前这位95级封号斗罗，不像看着那么简单。第七魂技，武魂真身，乱披风锤。唐啸说着，手中昊天锤雷霆瞬间爆发，一道道天雷从9天之上落下，和昊天锤交相呼应。死来！第二锤二明依旧轻松接下，但这个时候他发现不对劲。二明看着9天之上的2把昊天巨锤，心中一阵悲凉。自己不过是出来见小五罢了，怎么会遇到2位如此强大的封号斗罗呢？就在唐啸和唐昊昊天锤即将落下之际，远处一道庞大的身躯猛然出现。大哥，这只天青牛蟒可不简单，几乎等同于97级的封号斗罗。不过无论是二明还是唐啸，都仅仅只是受了一些轻伤而已，鲜血更加让他们兴奋起来。就在这时，一直没有出手的唐昊动了。第9魂技，奔雷啸天。这名封号斗罗速度之快，他根本来不及反击，只能是被迫防御。可是第一锤和第二锤相比，明显不如。二明怒吼一声，双眼充血，杀意乍现。重力领域。唐啸没有说话，只是缓缓点点头。此刻，天青牛蟒看向二明，那全身上下的伤势依旧还在滴落着鲜血，大明的怒火也在不断燃烧。人类，你们该死！竟然伤我二弟！星斗大森林今日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说罢，天青牛蟒眼中一道红光一闪而过。迟缓领域。一瞬间，天青牛蟒一出手，唐昊和唐啸就感受到了压力，那种寸步难行的感觉实在是太过于恐怖。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二明也加入了战团。重力领域。唰的一下，唐啸、唐昊只觉得身躯不断向下压去，每步都仿佛受到大山压制，艰难无比。青龙摆尾。就在唐昊、唐啸还在和这股压力斗争之时，
天青牛蟒的蛇尾如同一根长鞭，以掩耳不及迅雷之势打出一阵音爆，迅速抽向唐啸、唐昊兄弟。大哥，不好！一瞬间，二人就被这恐怖的蛇尾抽飞出去。此刻，唐啸已经感受到一股深深的无力感。他作为一位95级的封号斗罗，竟然第一次觉得自己是那么柔弱。大哥，我来对付这只天青牛蟒，你去对付那泰坦巨猿。唐昊一声怒吼，身上的魂环一枚枚炸裂开来。大须弥锤，炸！炸！炸！一瞬间，唐昊就炸裂7个魂环。杀！顷刻之间，唐昊仿佛摆脱了那股重力领域还有迟缓领域的压制，整个人飞身而起，重重一锤狠狠砸在天青牛蟒身上。轰！一锤落下，天青牛蟒也不禁有些震撼。这名封号斗罗强者虽然只是95级的实力，但此刻竟然能够炸环提升实力。天青牛蟒眯着眼睛，一缕杀意闪过，很快就和唐昊站在一起。唐啸见状也不闲着，径直来到泰坦巨猿面前，也是站作一团。1刻钟的时间过后，无论是唐啸还是唐昊，都感受到魂力正在急速耗尽。而在这时，唐三带着昏死过去的弗莱德和赵无极也来到这边。见到又出现一只10万年魂兽，唐三很是冷静。父亲、大伯，你们顶住，小三带着弗莱德院长和赵无极老师先走了。说罢，没有丝毫停留，唐三鬼影迷踪施展到极致，迅速离开星斗大森林。而唐啸和唐昊也见到这一幕，没有犹豫。原本二人已经准备撤退，但唐三此刻还没有走远，他们也只能咬咬牙继续顶住。半刻钟之后，唐啸率先有些承受不住，被二名一拳轰出100余米。唐昊见状也是有心无力，他面临天青牛蟒也不轻松。就在这时，天边一道如同流星一般的身影突然来袭，唐昊十分警觉，一瞬间就发现了这道身影的到来。那熟悉的气息，恐怖的魂力波动，宛若大日降世。唐昊眼中瞳孔不断放大，这是摘星楼主。唐昊几乎下意识的便炸裂第8魂环和第9魂环，手中昊天锤一锤便将同样有些呆滞的天青牛蟒一锤轰飞，随即朝着叶天辰相反的方向不要命的逃窜。唐昊怕了，如果仅仅只是天青牛蟒和泰坦巨猿，他唐昊还能继续坚持一会儿，但叶天辰这位恐怖的摘星楼主，唐昊不相信奇迹会发生第2遍，他不敢赌。扭过头看着自己大哥一脸懵的模样，唐昊心中一痛，但却丝毫不敢停留。大哥，抱歉了。说完这句，唐昊猛然加速，几乎一瞬间便掠出1000米之远。此时此刻，无论是天青牛蟒还是泰坦巨猿，亦或是唐啸，都呆滞在原地。隔着数千米之远，叶天辰那98级的魂力波动就震撼当场。轰然之间，叶天辰就来到天青牛蟒他们面前，看着天青牛蟒和泰坦巨猿，却没有见唐昊的身影。叶天辰眉头一皱，脚下一道道魂环缓缓浮现，嘿嘿嘿嘿嘿嘿，红红红9道魂环让天青牛蟒和泰坦巨猿张大了嘴巴。但叶天辰的目标可不是这2只魂兽。微微看向唐啸，叶天辰原本紧锁的眉头终于舒缓起来。你是唐啸吧？啧，没想到他唐昊竟然跑得如此之快，连自己大哥都丢下了。罢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今日唐啸，你会死。叶天辰的话显得格外空灵，但此刻无论是天青牛蟒还是泰坦巨猿都不敢有丝毫动作。面前这位封号斗罗强者宛若大日，天青牛蟒和泰坦巨猿很清楚，若是面前这位封号斗罗想要杀他们，他们没有丝毫反抗之力。唐啸此刻眼中已经没有了光色，暗淡的眼神充满了死寂的味道。抬头看向虚空之中的叶天辰，唐啸还是问出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句：冕下，临死之前可否让唐啸死个明白？轻轻一笑，叶天辰摇摇头。本座摘星楼主。话音落下，叶天辰身影突然闪现，来到唐昊身前，右手直接洞穿唐啸的胸膛，将其心脏从胸膛之中直接扯出。贴着唐啸的耳朵，叶天辰微微一笑：唐啸，怪就怪你是唐昊的大哥。说罢，叶天辰一把捏爆唐啸的心脏。唐啸感受着自己生命力快速流逝，微微低下头，看着空洞的胸膛，眼神之中充满了悲凉。终于，他的双眼开始缓缓合上，没有停留。叶天辰看向呆呆的二名，嘴唇微动。泰坦巨猿，张嘴！啊！二名有些懵逼，但却下意识张开了大嘴。叶天辰用力一甩，直接将唐啸丢进了二名的口中。咳！二名不明所以，用力一咽口水，就将唐啸吞了下去。看着这一幕，叶天辰很是满意。味道不错吧？封号斗罗强者的身躯，对你来说也是好处不小呢。这时，天青牛蟒已经从刚才的呆滞里恢复过来，看着叶天辰那没有杀意的气息，不禁暗自松了一口气。
不过依旧是忌惮无比。叶天辰见这两只小家伙如此谨慎，也是不禁摇摇头：“你们不必紧张，本座不会伤害你等。小五知道吧？那只小兔子，本座这次就是带它来见你们的。”轰！提到小五，天青牛蟒和泰坦巨猿瞬间警觉起来。就在这时，远远跟在叶天辰身后的阴黑和杨白也赶到现场。唰的一下，天青牛蟒和泰坦巨猿有感知到了两股陌生封号斗罗的气息，与此同时，还有那熟悉的气息。小五来了。今天更新很少，一是七夕有事，二是明天返校了，坐火车要2天，从贵阳到沈阳，所以这2天更新都不会太多，大家见谅一下。谢谢大家的支持。感受到小五的气息之后，天青牛蟒和泰坦巨猿都激动起来。不过，他们看向叶天辰的目光依旧带着一丝忌惮。面前这位恐怖的封号斗罗强者，毕竟是人类，小五和他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件事还不好说。几乎就在一瞬间，阴黑、杨白还有小五就来到了刚才激烈的战场。此刻，小五瞪大了眼睛，有些不可思议地看向二明和大明。按理来说，他们兄弟俩应该是在星斗大森林的核心区才对，怎么今天来到接近外围了呢？小五心中默默地想，见叶天辰站在原地，没有丝毫杀意显露，也是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属下见过楼主。阴黑杨白来到叶天辰面前，微微行礼。小五此刻也没有直接和大明、二明交谈，学着阴黑的模样来到了叶天辰面前。小五拜见楼主大人。楼主，这便是大明，天青牛蟒，那是二明，泰坦巨猿。说罢，小五看向天青牛蟒和泰坦巨猿。大明、二明，好久不见。听到小五的声音，大明和二明明显放松了下来。既然小五都没有任何事，他们也应该是安全的。小五姐，这位冕下是。泰坦巨猿庞大的手指指向叶天辰，心中充满了疑惑。小五微微一笑，也是解释起来。大明、二明，自从我化形进入人类世界之后，没多久就遇见了我家楼主。尽管我家楼主是封号斗罗强者，但对于小五，其实也算是救命恩人。对了，我家楼主便是摘星楼楼主，98级封号斗罗。说这话的时候，小五眼中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羡慕。如果他能拥有叶天辰的实力，他觉得自己一定可以替自己母亲报仇。不过这一切都只是小五的幻想罢了。摘星楼，小五姐，摘星楼是什么玩意儿？可以吃吗？二明有些呆呆的感觉，刚才被叶天辰丢入他口中的糖笑，二明甚至都没有咀嚼，但是封号斗罗强者的躯体让二明觉得无比美味。小五有些无奈，这二明智商确实有些不在线。而天青牛蟒则是听明白了，小五应该是在人类世界中找到了靠山。面前的这位封号斗罗强者，天青牛蟒很是清楚，哪怕在人类世界之中，也绝对是数一数二的绝世强者。有这样的强者保护着小五，对于小五来说算不上一件坏事。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至少天青牛蟒能够感觉到，这位封号斗罗强者对于10万年魂兽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二明，摘星楼不是吃的，摘星楼是一个大势力，堪比武魂殿的势力。一提到武魂殿，二明就正经起来了，眼神中闪露过一丝杀意。就在这时，阴黑和杨白也是慢慢靠近大明还有二明。啧，杨白，看到没有，这两只大家伙可是我弟子小五的朋友，怎么样，厉害吧？杨白有些无语，10万年魂兽这不是很正常吗？这时小五也发现了自己老师和杨白供奉在一旁谈论着，连忙又和大明、二明介绍起来。大明、二明，这位是我的人类老师，阴黑供奉，那位是摘星楼的杨白供奉，他们2人也都是封号斗罗强者哦。小五话音落下，阴黑和杨白也对着大明和二明招招手，表示善意。大明和二明对视一眼，彼此都能从对方眼神中看到那满满的震惊。自从小五走了之后，他们2个就一直担心小五在人类世界会出什么事，尤其是二明，好几次都忍不住想要离开星斗大森林，前往人类世界寻找小五。若不是天青牛蟒拦住了他，恐怕二明早就离开星斗大森林了。听到小五竟然拜了人类封号斗罗为师，惊讶的同时，大明和二明也更加的为小五感到高兴。封号斗罗强者竟然收魂兽为徒，不得不说摘星楼这个势力有点意思。并且大明的眼睛是雪亮的，从阴黑和杨白2位封号斗罗的表情神色上看，没有丝毫的做作和虚伪。对于小五，这2位封号斗罗强者也是没有其他任何坏心思。在小五来了之后，叶天辰就这么一直站着，并没有打断小五和这2只大家伙的叙旧。作为魂兽，小五在摘星楼其实并没有什么知心的朋友，他每天能够做的便是努力修炼，直到有一日能够为自己母亲报仇。看着小五和2只大家伙聊得热火朝天，叶天辰实在有些不忍心打扰。不过一想到神的事，叶天辰还是开口了。好了，小五，天青牛蟒还有泰坦巨猿叙旧的事，你们有的是时间。本座今日前来，
小五你是知道原因的，本座不想耽搁了。听到自家楼主的声音，小五选择性的闭上嘴巴，然后默默退到阴黑身边。叶天辰一步跨出，就来到大明和二明的面前，直接开口问道：天青牛蟒，泰坦巨猿，听闻这星斗大森林之中那生命之虎诡异无比，本座今日来便是为了此事。你们两个大家伙先将本座带到那生命之湖，之后你们再叙旧吧。生命之湖，大明和二明眉头紧锁起来，不用猜也知道，这肯定是小五告诉面前这位封号斗罗的。虽然不知道小五为什么要告诉这位封号斗罗关于生命之湖的特殊功效，但既然是小五说的，大明和二明也只能选择相信。尊贵的人类冕下，虽然不知您为何要前往那生命之湖，但冕下您对小五的照顾，我们兄弟自然不会推辞。冕下，您请跟我们来吧。那生命之湖在星斗大森林核心区域的中央，距离此地可是还有数百里之遥。点点头，叶天辰表示可以理解。那好，尊贵的人类冕下，劳烦您跟随我们兄弟二人来吧。说罢，大明直接前面带路，小五一个纵身起跳，稳稳地落在二明的胳膊之上。阴黑和杨白踏着一朵朵青云，比之大明和二明也是丝毫不慢。相比之下，叶天辰就显得特别普通，但仅仅只是一步跨出，叶天辰却能跨出1000米之遥，堪比缩地成寸。大明和二明的移动速度极其之快，若不是考虑到小五现如今仅仅只有30级的修为，二明甚至还能将速度提高1倍。但如果那样的话，小五很有可能会被强大的罡风直接撕成粉碎。与此同时，叶天辰一步跨出，瞬间来到大明的头顶。大明整个身躯都有些呆滞，感受到头顶那如同深渊的气息，大明连喘息都变得小心翼翼。叶天辰轻轻一笑，对于天青牛蟒的谨慎也是能够理解。天青牛蟒，你可知凶兽？叶天辰缓缓说出，看向天青牛蟒，也是思索起来。这天青牛蟒已经不止10万年修为了，叶天辰感觉天青牛蟒的修为已经来到了19万年，或许要不了多久，他也会迎来自己的第一次天劫。不过天青牛蟒和小五不一样，他们的血脉相距甚远。小五只是普通的柔骨兔，虽然机缘巧合成为10万年魂兽，其本身却并没有具备十分强大的实力。面对20万年的天劫，小五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陨落在天劫之下。但天青牛蟒和泰坦巨猿不一样，他们都拥有强大的血脉，还有无与伦比的实力。面对20万年的天劫，叶天辰觉得天青牛蟒可以一试。而叶天辰脚下的天青牛蟒在听到凶兽这2个字之后，庞大的双眼之中多了一丝疑惑。他不明白叶天辰这位强大的封号斗罗为何要询问关于凶兽的消息。不过一想到小五的缘故，还有叶天辰本身的强大，大明也是没有隐瞒。冕下，关于凶兽，在下知道一些。魂兽和人类不一样，我们魂兽想要修炼成神，除了化形成人，继续修炼，获取神位之外，并只有度过一次的天劫。每增长10万年修为，便会降下一道天劫。若是幸运能够扛过去，那便称之为凶兽。即便不散去修为，也能够化为人形。不过，我天青牛蟒在星斗大森林这么多年来，从未见过任何一只凶兽。但可以肯定的是，凶兽一定是存在的，这一点我可以肯定。闻言，叶天辰点点头。天青牛蟒已经19万年修为了，知道这些不足为奇。想了想，叶天辰随即又说道：大明，想来你也已经是19万年的魂兽，或许要不了多久，你的天劫便会到来。本座很看好你，在不远的将来，你或许便是一只凶兽。叶天辰说的轻轻松松，大明却是听得连连摇头。冕下，您有所不知，之所以星斗大森林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凶兽诞生，其实和天劫不无关系。数十万年前，听曾经的前辈说，那时候魂兽达到20万年修为，面对天劫的到来，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但现如今，一切都不一样了。数万年前，星斗大森林之中，曾经有一位20万年修为的前辈，妄图度过天劫。那位前辈的修为何其强大，比之现如今的我还要强上3分。但天劫的恐怖，依旧让那位前辈化为灰烬。唉，也许今后也会选择化形成人吧。只是到了那个时候，不知在下能否有机会加入冕下所在的摘星楼。天青牛蟒这话一语双关，既回答了叶天辰关于凶兽的询问，同时也隐晦提出自己今后的想法。听到天青牛蟒这样说，叶天辰有些疑惑。按理来说，天劫的强弱应该不至于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可若是天劫的强弱没有变，那魂兽达到20万年，也不至于前后相差如此之大。叶天辰抬头望向天空，那无比辽阔的天，不知隐藏了多少神秘。此刻，叶天辰隐隐有一种猜测，魂兽的天劫发生变化的原因，或许和那些高高在上的神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摇摇头，将这些奇怪的想法暂且抛之脑后，叶天辰看向天青牛蟒，也是轻笑道：
大明，19万年修为化为人形，你真的舍得吗？这世间之大，无奇不有，万事万物总是蕴藏着一丝生机。距离你的20万年天劫还有一些时间，或许会出现奇迹，也不一定。本座可以向你承诺，若是有朝一日你愿意化形成人，摘星楼可以向你敞开大门。至少，人类魂师，只要本座在这天地间一天，就没有魂师可以威胁到你。如同现如今的小五。大明闻言，仅仅只是笑笑。他能够感受到头上这位不是开玩笑的，但他终究是魂兽，人类和魂兽之间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也许今日叶天辰不会对他们痛下杀手，但日后会怎样，那是一个未知数。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的话，大明是不会选择化形成人的。叶天辰也感受到大明那微妙的情绪变化，不过他也并没有过多解释。有些事，时间会证明一切。不一会儿，大明二明便领着叶天辰和阴黑阳白他们来到了距离生命之湖1000米的空地上，缓缓停下脚步。叶天辰也从大明头顶一跃而下，免下，前面就是生命之湖了。大明话语间有些复杂，在今天之前，无论如何，他都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带着一位人类封号斗罗来到生命之湖。但世事总是多变的，想到这儿，大明原本紧锁的巨眼悄然变得舒展起来。既然这个都能改变，那天劫又何尝不能呢？没有理会大明的变化，此刻叶天辰看向不远处的生命之湖，表情突然变得肃穆起来。整个生命之湖之中透露出一股神秘的气息，这股气息和当初唐昊身上的修罗神力有着一股极其相似的感觉，但叶天辰可以肯定，这绝不是修罗神力，而且这股特殊的气息夹杂着一丝魂兽的味道。看着自家楼主那微妙的表情变化，阴黑阳白二人也是警戒起来，脚下9道魂环缓缓升起，弄得小五还有大明二明一时之间有些不知所措。轻轻吐出一口浊气，叶天辰突然笑了起来，回过头看向阴黑阳白还有小五他们，笑着说道：“这个地方可不简单，你们实力还是差了一些。阴黑阳白，你们二人带着小五还有大明二明都暂且离去吧，待会儿这里或许会有大动静。”说罢，叶天辰挥挥手，示意他们快些离去。阴黑阳白对视一眼，知道自家楼主肯定是发现些什么了，既然不让他们参与，肯定有自家楼主的理由。二人点点头，属下遵命。说完，阴黑和阳白就拉着小五迅速暴退，而大明和二明虽然不明所以，却也知道他们留下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随即也跟着阴黑阳白带着小五暂且退避。这2天在返校的路上更新没有什么时间，只能1天4、5千字了。等我26号返校之后继续给大家报更。现在人在贵阳酒店，明天早上8点火车，后天早上到北京，深夜到沈阳。读书不易，大家多多支持吧。在阴黑阳白带着小五离开之后，叶天辰看向这一望无际的生命之湖，也是变得凝重起来，微微吐出一口浊气。叶天辰眼神慢慢变得坚定起来，那一抹凝重也渐渐散去，留下一抹神秘的微笑。只见叶天辰脚尖轻轻一点，整个人直接冲天而起，轰然之间，他就来到了生命之湖中央位置。刹那间，天魔琴出现在叶天辰手中，脚下9道魂环散发着迷人的光芒，98级的魂力如同一阵阵波浪，让整个生命之湖不再平静。我倒要看看这生命之湖究竟隐蔽了些什么。话音落下，叶天辰脚下第7魂环和第9魂环直接亮起。第7魂技天魔真身，第9魂技天魔灭世。恍惚间，叶天辰背后100丈天魔虚影缓缓凝实，伴随着叶天辰高高跃起，又轰然之间一掌拍下，100丈天魔真身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倾泻在生命之湖上。砰砰砰，无数的生命之湖之水被直接消融，一时间整个生命之湖翻江倒海，就连大地都猛地一震。一击过后，叶天辰站立虚空，看着毫无波动的生命之湖，不由有些失望。自己都弄出如此动静了，若是生命之湖中真的藏有凶兽，那早该出来了才是。一时间，叶天辰开始沉思起来。而在生命之湖之下1000米的深度，此刻若是叶天辰能够来到这儿的话，就会发现整个生命之湖底下宛若一面明镜，将湖水和那幽蓝的空间直接隔离开来。咔嚓，随着叶天辰那一掌的力道传到这面宛若明镜一般的物体上，这道屏障竟然开始寸寸皲裂，一道道裂缝开始出现。镜面之下，那是一处奇特无比的空间。空间之中，几只庞然巨物正一脸享受地吸食着它们中间一只洁白无比的百米巨虫。那百米巨虫正是意外成就的100万年魂兽天梦冰蚕，在它周围正是隐藏在生命之湖中的星斗大森林凶兽们。原本地天、暗金恐爪熊、3头赤魔鳌等等凶兽正美美吸食着天梦冰蚕，
陷入沉睡之中，不问世事。但刚才叶天辰那一击，直接将这方空间和生命之湖的屏障寸寸均裂，这么大的动静，自然让帝天他们的沉睡受到影响。但他们沉睡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仅仅只是睁眼一瞬间，就又陷入了沉睡。而叶天辰可不知道这些，此刻他的手中天魔琴散发着一阵阵魔气，显得格外诡异。随着叶天辰盘坐虚空，双手落到天魔琴之上，一阵阵诡异无比的琴音陡然出现。生命之湖中原本就存在的一些魂兽，听到这股诡异的琴声，直接双眼冒出红光，血腥的画面出现在这些魂兽脑海之中。陡然间，这些魂兽仿佛被叶天辰手中天魔琴那一缕一缕魔气侵蚀，开始变得狂暴起来。不一会儿的功夫，这些受到影响的魂兽便开始相互攻击起来。渐渐的，湖中原本深邃清澈的湖面开始冒出一股股血红，那独属于鲜血的腥臭味也开始散布在生命之湖上空。随着血红不断冒出，生命之湖开始翻江倒海起来，一缕又一缕的血红开始升腾，随后化作一道道血雾升入虚空，一瞬间就弥漫在整个生命之湖上。此刻，哪怕相隔数千米，阴黑、阳白、小五、大明二明他们也都发现了生命之湖这无比诡异的一幕。大明二明更是早就惊呆了。从叶天辰那百丈天魔真身出现的一刹那，大明二明就知道这个男人是恐怖如斯的。阴黑和阳白相视一眼，愣是不明白自家楼主这是要做些什么。不过这诡异的一幕，阴黑和阳白也在心中暗暗做下决定，待会儿万一要是有什么突发情况，他们也必须提前做好准备。想到这儿，他们脚下一道道魂环开始浮现，手中赤阳剑和寒阴刀紧紧握住，神色高度紧张。而此刻，生命之湖底下，叶天辰这诡异的琴声竟然直接透过了那空间屏障，传入这片空间之中。熊军是第一个受害者。当叶天辰诡异琴声传入熊军耳中之后，原本沉睡之中的熊军突然眉头紧锁起来，一道道狂暴的气息被叶天辰诡异的琴声缓缓牵引出来。不一会儿的时间，熊军已经喘着粗气，紧闭的双眼透出一道红光。而在熊军精神世界中，他的面前突然来了一只让他感到无比厌恶的魂兽。他的潜意识告诉他，一定要将面前这家伙撕成碎片。暴怒之下，熊军也是毫不留手，他的暗金熊爪刹那间便直接挥出，紧接着他面前的这具魂兽便化作了虚无。而在空间之中，熊军竟然真的高高抬起暗金熊爪，狠狠地向着身边的赤王落下。吼吼吼！仅仅只是一瞬间，40万年修为熊军的暴怒一击何其强大，直接将赤王后背划出深深的血痕，直接深入骨髓，一道道鲜血喷涌而出。遭受如此无妄之灾，赤王直接从沉睡状态下苏醒过来，看着自己背后那深深的血痕，还有熊军熊爪上滴落的鲜血，赤王心中感到委屈疑惑的同时，也是深深的愤怒。熊军，你欺我太甚！愤怒之下，赤王甚至都不去过多思考，大口一张，一道烈焰便落到熊军之上，熊军直接被轰出千米之远。一瞬间，整个空间之中伴随着熊军和赤王的动静，其他凶兽也直接清醒过来。而熊军醒来之后，看到自己身上那还在燃烧的火焰，同样是无比委屈，接着便是无边的愤怒。本来他就是暴脾气，这一下直接被点燃了。赤王，你找死！唰的一下，熊军径直欺身来到赤王面前，两兽就这么扭打作一团。赤王修为虽然不如熊军，但也是30万年的修为，他们之间相差并不大。何况暴怒状态之下，两兽都忘记了疼痛，渐渐的直接发出了火气。而修炼醒来的万妖王碧姬他们看着这一幕，就是大写的疑惑了。就在场面变得不可控制之时，一道身影从沉睡中缓缓睁开双眼。帝天醒了。在清醒的一瞬间，帝天便看见了熊军和赤王的火热战斗，一声冷哼落下。无论是熊军还是赤王，都感受到了那股宛若天地的压制。你们在做些什么？随着帝天缓缓开口，无论是熊军还是赤王，二兽都顾不得自己身上的伤势，心中瞬间跌落谷底，一股子寒意直冒天灵盖。兽神大人，我们……赤王有些结结巴巴，半天吐不出来半个字。而熊军狠狠地瞪了一眼赤王，随即扑通跪倒在帝天面前。兽神大人，是赤王这个家伙先没事找事，恶意打伤我，让我从沉睡中醒来的。这小子当真是一肚子坏水，比之那些肮脏的神还要恶心。赤王听到熊军如此一说，整个身躯都呆滞住了。这，熊军竟然恶人先告状！而赤王看向帝天，很明显，帝天此刻也觉得是赤王挑事。正准备呵斥赤王不要无理取闹之时，他突然抬起头颅，看向那空间屏障，一块无比微小的金块以掩耳不及迅雷之势径直落到帝天头顶。随即帝天才发现，原本完好无损的空间屏障竟然已经寸寸皲裂了。
陡然之间，帝天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见此情形，无论是雄军还是赤王，亦或是碧姬他们，统统顺着帝天的目光，抬头看到了这无比震撼的一幕。帝天冷着脸，庞大的精神力瞬间就透过这已经开始龟裂的空间屏障，见到了生命之湖中那血红的一片，没有丝毫停留。帝天庞大的精神力继续向上探去。当离开生命之湖后，帝天也发现了虚空之中正缓缓弹奏着天魔琴的叶天辰。一瞬间，帝天就从叶天辰那诡异的琴声中听出了狂暴嗜血的意味。帝天已经了然，雄俊和赤王刚才莫名的冲突，恐怕和这位人类魂师脱不了干系。就在这时，虚空之中，叶天辰突然睁开双眼，脸上浮现一缕笑意。来了！刹那间，叶天辰琴声突变，一道道杀伐之音瞬间朝着帝天精神力而来。轰！轰！轰！他们尽管没有直接当面交手，但这一击之下，无论是叶天辰还是帝天，都震撼无比。这股庞大的精神力量，至少也是堪比99级封号斗罗强者了，甚至比之千道流那老家伙更加霸道3分。心中如此想着，叶天辰却是丝毫不慌，甚至更加兴奋了。而帝天则是眉头紧锁起来。那位人类魂师仅仅只是精神力量，就和他不相上下。虽然魂力波动只是98级，但那恐怖的魂环配置还是让帝天隐隐有些危机感浮现。这时，雄俊还有赤王他们也是满脸求知欲的看着帝天。兽神大人，您这是发现什么不对劲了？万妖王疑惑不解，直接选择问起了帝天。帝天轻轻叹了一口气，指着生命之湖那龟裂的空间屏障。生命之湖外来了一位人类魂师，雄俊、赤王。你们刚才的那些举动，便是因为这人类魂师的缘故。不仅是你们，此刻生命之湖中那些仅存的魂兽都已经狂暴无比，嗜杀成性，整个生命之湖已经是一片血海了。唰！听到帝天如此一说，雄俊和赤王先是无比惊讶，随后又是满满的愤怒之感。人类魂师，竟然是人类魂师搞的鬼！赤王，你我一同前去杀了他！雄俊暴怒之下，也是顾不得询问叶天辰实力几乎。帝天先是微微一愣，随即想到雄君和赤王二兽也不弱，加上自己看着，也就没有开口。而赤王听到自家兽神大人说是人类魂师搞的鬼，心中的怒火比这雄君更甚。几乎一瞬间，赤王便一飞冲天，双目之中那是一片血红。触摸到那空间屏障之后，赤王仿佛没有受到阻拦一般，进入了湖水之中。雄君见状也不耽搁，很快便跟上了赤王的脚步。看着已经远去的二兽，毕竟眉头一挑，望向有些呆滞的帝天，心中顿时觉得不妙。兽神大人，那人类魂师实力几何？闻言，帝天轻轻一笑，那家伙堪比99级人类封号斗罗。轰！听到这个消息，碧姬和万妖王他们眉头一皱，随即在心中默默给雄君和赤王开始默哀。放心，他们两个很快就会回来的。帝天摇摇头，缓缓说道。而在虚空之中的叶天辰，当雄俊和赤王离开空间屏障的一瞬间，他就感应到两兽那恐怖的气息。凶兽还是两只，一只竟然堪比97级巅峰，另一只接近98级。感受到雄君和赤王的气息，叶天辰肉眼可见笑意更加灿烂了。人类竟敢打扰我等沉睡，你该当何罪？雄君，懒得啰嗦，直接杀了便是。雄君和赤王还未来到叶天辰身前，那浩大兽音就先传入叶天辰耳中。摇摇头，叶天辰觉得这两只凶兽或许脑子有点问题。咕咚咕咚，紧接着生命之湖湖水开始不断翻涌起来。砰砰，顷刻之间，两道无比庞大的身躯直接破开湖面，一跃而出，径直悬浮在虚空之中，盯着叶天辰的巨眼，杀机毕露。远处，阴黑阳白还有大明二明他们同样看见了这一幕。感受到雄君和赤王的恐怖气息，阴黑阳白同时深深吸了一口凉气，而大明更多的眉头紧皱。40万年修为的暗金恐爪熊，那是3头赤魔鳌，30万年修为，大明都看呆了。听到天青牛蟒这话，阴黑和阳白更加认识到这两只凶兽的恐怖。不过看到自家楼主一脸轻松的笑意，阴黑阳白顿时松了一口气。自家楼主的实力更加深不可测，若是只有这两只凶兽的话，还不是自家楼主大人的对手。而此刻，雄君和赤王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两兽对视一眼，同时发起了攻击。雄君一身实力皆是那暗金熊爪，一道道金色光芒闪过之际，那是无与伦比的破坏力。赤王一股恐怖的火焰直接喷出，两兽争先恐后，生怕面前的人类魂师先被对方斩杀。见状，叶天辰脚下9道魂环猛然浮现，6黑3红，98级的修为倾泻而出。
一道道恐怖的魂力波动让冲来的雄军和赤王心中咯噔一下沉入了谷底。这人类魂师竟然……雄军呆住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位看似普通的人类魂师竟然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那如渊似海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他和赤王有一种面临兽神大人的即视感。没等雄军和赤王反应过来，叶天辰脚下第7魂环猛然亮起，一道道杀伐意志陡然降临。紧接着，叶天辰背后天魔真身再现。随着叶天辰一拳轰出，没有任何的花里胡哨，仅仅只是天魔真身的奋力一拳，雄军和赤王哪怕倾尽全力，依旧被这强大的魂力一拳轰飞，径直从天空之中向着湖面落下。没等他们站住身形，叶天辰天魔真身直接从天而降，百丈天魔真身一记从天而降的掌法，径直来到雄军和赤王胸前。轰！一瞬间，遭受重击的雄军和赤王一口鲜血喷薄而出，身躯重重地砸向生命之湖。砰！来的时候多快，此刻雄军和赤王就有多狼狈，身躯重重落下，直接将生命之湖掀起惊天大浪，并且二兽躯体不断加速下沉，轰然之间就砸到了空间屏障之上。原本就已经皲裂的空间屏障那里承受得住这股庞大的压力。咔嚓咔嚓，轰！整个屏障顷刻间化为碎片。可让人奇怪的是，那生命之湖的湖水竟然没有跟着下坠。重重砸在地上的雄军和赤王感受着胸口那股闷疼，有些吃惊的同时，更是一阵后怕。看吧，我就说他们两个大傻子很快就会回来。万妖王和碧姬点点头，那可是接近99级的人类魂师啊，只有雄军和赤王出手自然不行，何况刚才他们相互缠斗就已经有了一些伤势在身。虽然帝天此刻语气带着一些轻松，但心中却是对叶天辰更加谨慎了。罢了，本尊亲自去会一会这位人类魂师，你们都跟着出去看看吧。这才过了多久，人类之中就出现了这等强者。话音落下，帝天一个闪身就消失在万妖王他们面前，刹那间帝天就出现在叶天辰面前。火车上不好码字，今天和明天都只能5000字，已经是极限了，等我后天到校继续爆更。好久没有收到大家的月票打赏推荐票了，嘤。在帝天现身的一瞬间，叶天辰和他就这么赤裸裸地对视起来。此刻叶天辰心中无疑是震惊无比的，这面前这黑发中年男子浑身上下没有一丝一毫的气息泄露，但是仅仅只是帝天那副平静的模样，叶天辰就知道这男子便是一开始那道恐怖精神力的主人。尽管此刻帝天身上一丝一毫魂兽气息都没有，甚至没有魂力波动，但那股冥冥之中的危机感却是让叶天辰心脏开始急速跳动，整个人热血开始沸腾，一股难以言表的兴奋之感让叶天辰反而笑了出来。帝天近距离打量着叶天辰，第一印象年轻，自己面前这名人类魂师实在是太年轻了。虽说人类魂师修炼到一定程度，其寿命和容颜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帝天可以肯定叶天辰不会超过50岁。第二感觉就是强大，刚才和叶天辰的精神碰撞不过是随意探查一番罢了，而当帝天真正面对叶天辰之时，方能感受到叶天辰的诡异恐怖之处。那看似普通无比的古琴，却让帝天心中一颤。还有那10万年魂环，虽然帝天看模样知道这的确是10万年魂环无疑，但那股魂兽魂环的气息却让帝天疑惑不已。面前这个人类魂师，第9魂环当之无愧就是10万年魂兽凝结而成的，但第7、第8魂环虽然拥有10万年魂环的威能，却没有那股子10万年魂兽的狂暴气息，这很不对劲。两人就这么相互对视了10几秒，直到雄军、赤王、万妖王、碧姬反应过来之后，紧随其后来到帝天身边。而此刻雄军还有赤王显然都已经化作了人形，看着紧随而来的4只凶兽，哪怕此刻是人形，叶天辰依旧可以感受到那股浓浓的魂兽气息。这也让叶天辰确定了这黑发中年男子必定也是一只凶兽。人类，你的胆子可真大，星斗大森林是什么地方？你不会不知道，这里是魂兽的世界，你现在可不仅仅只是过界了那么简单。说完，帝天看向生命之湖中早已所剩无几的魂兽，尽管脸色没有丝毫变化，却也是不怒自威。深深看了一眼帝天，叶天辰却没有对帝天所说放在心上。阁下应当也是一只凶兽吧？这生命之湖中的那些小鱼小虾，阁下真的在乎吗？帝天闻言没有丝毫波动，反倒是他身边的雄军赤王满脸愤怒，这人类魂师真不把魂兽一族放在眼中。就连万妖王也是眉头紧皱着。而帝天看着叶天辰的眼睛，那古井无波的样子，帝天浑身上下一股滔天的气势瞬间爆发，那89万年修为不再隐藏，叶天辰鬓角开始微微颤抖起来，就连浑身魂力都有那么一刹那的迟滞。人类，你可知道
你现在的行为就是在找死！帝天的声音宛若惊雷，直接炸响在整个生命之湖范围内。闻言的叶天辰明显一顿，随后打量了一下万妖王他们，又看看帝天，笑了笑：“阁下说笑了，本座可不是嫌命长。阁下修为本座虽然看不出深浅，但应当并没有跨过那道坎，成就神。本座虽然不是阁下的对手，想走，阁下想必也很难留下。何况人类可不仅仅只有本座一人而已。大胆！”雄军和赤王直接上前一步，浑身魂力不断翻滚着，磅礴的压力瞬间朝着叶天辰而来，大有一副要再战一场的架势。还没等叶天辰有任何回应，远处看到这一幕的阴黑杨白冷哼一声，随即直接冲天起，来到叶天辰身边。两只凶兽罢了，也敢对我家楼主龇牙咧嘴！阴黑杨白脚下9道魂环缓缓升起，96级的魂力同样压向雄军和赤王。而一直观望的小舞见到自己老师和杨白供奉竟然冲了上去，也是丝毫不犹豫，一个箭步就来到了阴黑身后。大明、二明见状，也是咬咬牙，快速来到小舞身边，将小舞护在其中。阴黑杨白脚下9道魂环缓缓升起，96级的魂力同样压向雄军和赤王。而一直观望的小舞见到自己老师和杨白供奉竟然冲了上去，也是丝毫不犹豫，一个箭步就来到了阴黑身后。大明、二明见状，也是咬咬牙，快速来到小舞身边，将小舞护在其中。看着这一幕，叶天辰心中生出了一丝暖意的同时，也是一股杀机笼罩在雄军和赤王身上。二位刚才似乎是本座有些招待不周，两位可是想提前感受一下天劫的味道吗？叶天辰冷冷的话语落到雄军和赤王耳中，两兽顿时有些尴尬，看向自家兽神大人却毫无波澜，不由又向后退了一步。人类，本尊确实没有办法留下你，不过你身后的那些家伙，2个封号斗罗，3只叛徒魂兽，你也保不住。帝天玩味一笑，看着小舞他们，心中也是思量起来，应当就是天青牛蟒他们带着面前这家伙方才找到这儿来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大明、二明还有小舞说是魂兽的叛徒也不为过。叶天辰闻言点点头，本座保不住他们，阁下你也保不住你身后的这片星斗大森林，阁下以为呢？好啊好啊，竟然敢威胁本尊，人类你真是好大的胆子！本尊修炼数十万年，你还是第一个敢对我这么说话的人类。微微一笑，叶天辰也是摇摇头，阁下也是第一个敢对本座如此说话的魂兽。此刻不知为何，帝天也好，叶天辰也罢，都觉得对方皆是一类人，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深深吸了一口气，帝天心中放下了那股隐藏的杀机，看着叶天辰那嚣张冷峻的面庞，却是轻轻一笑。人类，你叫什么名字？本座叶天辰。拒否？回否？无畏无惧，又待怎样？所来为何？问神。轰！当神这个字眼从叶天辰口中脱口而出的一瞬间，帝天愣住了。问神？神？一瞬间，帝天仿佛回忆起来曾经的那些岁月，显得有些恍惚迷离。看着这一幕，叶天辰不乐意了，自己说了问神，这家伙竟然不说话了。本座想知道关于神的一切，以及如何成就神，或者告诉本座如何才能是神。阁下活了几十万年，可否知晓？叶天辰的话如同一阵阵惊雷，在帝天他们耳中炸响开来。当听到是神这2个字，帝天迅速清醒过来，看着叶天辰，嘴角的笑意更加灿烂起来。而反观雄军赤王还有万妖王他们，则是张大了嘴巴，一副不可思议的模样。毕基更是眉头紧皱起来。你想是神？人类，不得不说，你和其他人类有些不一样。何出此言？叶天辰也是有些好奇，为何是神就不一样了呢？闻言，帝天回忆了片刻，随后缓缓说了起来。本尊帝天本体乃是金眼黑龙王，修炼到如今已经是89万年修为了。这数十万年来，不知见过多少人类魂师，可是无一例外，这些人类魂师似乎都对于神有种莫名其妙的向往。他们无不想要有一天自己能够得到那些神的青睐，获得神位传承。唯独你，叶天辰，本尊有些看不明白，是神2字，你是如何想到的？本尊当真是好奇无比，可否一说分晓？听到自己面前这黑发男子竟然是修炼了数十万年的金眼黑龙王，叶天辰也是有些动容。不过对于是神2字，他叶天辰也不是说说而已。帝天阁下，幸会。哈哈，叶天辰，你很有趣。帝天阁下既然想要知道本座为何会说出是神2字，那本座自然一说。不过帝天阁下之后还是得回答本座刚才的问题。一言为定。点点头，叶天辰知道作为89万年修为的帝天，应当不会食言。此事说来话长，本座对于神并不知晓其为何物，只知神乃是99级封号斗罗之后的境界。无说是神，其目标也不是别人，
正是一位名曰修罗的神。修罗神死！帝天惊呆了。这，叶天辰作为一个人类魂师，真的知道修罗神代表了什么吗？随即，帝天就哈哈大笑起来。叶天辰眉头一皱，看着帝天那大笑的模样，知道他肯定知道修罗是谁。帝天阁下，何故发笑？莫非本座说的不对不成？不，叶天辰，我笑你心高气傲，无畏无惧不假，却也无知。你可知修罗神是谁？告诉你，本尊知道。99级封号斗罗之上，的确是神，可是神也分高低，从3级神位到1级神，再到神王。你可知，那修罗神便是一尊神王？你，叶天辰何德何能，敢说自己能够是神，敢想是神？听到帝天如此一说，叶天辰微微有些震惊，倒不是觉得自己想要是神这个想法有问题，而是对于神分为这几种实力感到好奇。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神还有高低贵贱之分，而且帝天这话的意思，那修罗神似乎还是神王修为。深深吸了一口气的同时，叶天辰也是丝毫没有退意。帝天阁下，你不必知道本座凭什么能够说出这话，我只想知道神是否不死。闻言，帝天轻轻一笑，神也会死，这倒没错。神也会死，这倒没错。那就够了。帝天觉得这叶天辰大抵是病了。此刻，对于叶天辰和帝天来说，他们无疑是将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彼此身上，而阴黑杨白他们和赤王雄俊他们可就彻底大跌眼镜，看呆了。这上一秒就要爆发惊天大战的两个人，下一秒竟然能聊得如此投入，就很迷惑。阴黑杨白和雄俊赤王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想要动手吧？看着各自的大人，又陷入了诡异的平静之中。而帝天似乎想到了什么，看着叶天辰天魔琴之上那幽森恐怖而又苍老诡异的黑气，帝天嘴唇微动，随即便问了出来：叶天辰，你这武魂倒是有些奇特，这股气息让人觉得狂暴充满杀戮，更多的还是一种嗜血的味道。这股气息可否告知本尊究竟是何物？叶天辰一听，看向自己天魔琴冒出的丝丝魔气，随口便是一说：魔气罢了，不足为惧。魔气？帝天有些惊讶，这股气息有着修罗神的嗜血，邪恶之神的诡异，帝天无法想象这种玩意儿修罗神和邪恶之神能够放之不管。答案是不可能，这也解释了为何叶天辰会和修罗扯上关系了。至少此刻帝天是这样觉得的，但只有修罗神自己知道天地良心，他从没想过和叶天辰这位人类会有什么联系，他仅仅只是想要保护自己看好的神位继承人罢了，从一开始就是如此。谁知道他叶天辰会中途插上一脚。好了，帝天阁下，现在该你回答我，如何成为神了？听到叶天辰如此一问，帝天也是将叶天辰那诡异无比的魔气暂且抛之脑后。成为神可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不过对于你们人类魂师来说，确实要简单一些，至少还有一丝希望。若是你叶天辰能够找到一处神位传承之地，并且让那位神青睐于你，你也可以继承神位，成为神。不过，那是对于一般的人类魂师，你叶天辰既然得罪了修罗神，想必那些家伙没有谁会给你神位传承的了。你唯一的希望，那就是自证神位。可这却是千难万难，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听到帝天如此一说，叶天辰沉默了，自己肯定不会去低三下四，让一位神青睐他的。无论有没有修罗神从中阻拦，都是一样。而自证神位，从帝天戏谑的表情不难看出，也是遥遥无期，毫无希望。似乎是看出了叶天辰那隐隐的一丝失望，随即自嘲一笑：叶天辰，你作为人类魂师，至少还有自证神位这条路可以走，而我们魂兽可是连成神的机会都没有。都说魂兽100万年修为便可成就神位，可是本尊明白，那不过是一个骗局罢了。天劫，这天劫让我们魂兽多少强者葬身其中。本尊这次苏醒过来，马上就要迎接90万年天劫了，那些神估计是不会放过本尊的。从某种程度来说，你我都是苦命人，我不信命。今天只有4000字，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在火车上，大家见谅一下。今晚12点就到沈阳了，明天日万继续。感谢各位支持，期待大家的月票、打赏、投资推荐，谢谢。听到叶天辰的话，帝天眼中闪过一丝欣赏，但说归说，命这种东西，信也好，不信也罢，该来的总会来。就好像他的90万年天劫，他帝天也不信命，可他真的没有绝对把握。叶天辰说了这么多，你还是觉得是神是一件可能的事吗？你还是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幼稚吗？未来的你成就99级封号斗罗不过指日可待，或许你如果肯和修罗神那家伙妥协，你也能成神。闻言，叶天辰笑了，看着帝天，叶天辰不禁细细打量起来。帝天阁下，本座以为
你作为89万年魂兽，会对神痛恨无比。毕竟若是你所言为真，那神和魂兽之间可谓是血海深仇。你让本座卑躬屈膝讨好修罗神？不可能！他修罗神作为神王，又能如何？王侯将相，你有种乎？我叶天辰从来到这个世界开始，就已经无惧死亡，神也一样。反倒是帝天阁下这数十万年安稳修炼，看来并没有什么意义。帝天一听，顿时眉头紧锁，神色也变得难看起来。强忍着心中那股子怒意，帝天深深吸了一口气。叶天辰，你不懂，更不明白神的强大之处。本座也并非害怕了那些神。本座给你讲个故事吧。叶天辰没有说话，他倒要听听这帝天修炼了这么久，心中那股气是否尚存。千万年前，这世间并没有斗罗大陆这个世界，这方世界是我们魂兽的家园。那时候，神界之中也并非那些神说了算，我魂兽一族同样有一位强大的存在，龙神陛下。他是我们魂兽的共主，其修为至强无比，同样也是神王。甚至就连修罗神他们这些人类神明，曾经也是龙神陛下慈悲，方才能够成就神位。那时候，我们魂兽成神并没有天劫降临，只需修炼到100万年便可成神。只可惜，100万年前，修罗神、邪恶、善良、生命、毁灭5位人类神王，连同其他一些神明，发起了神界叛乱。他们暗算围攻龙神陛下，最终，龙神陛下不敌，被永远镇压了。龙神陛下分为金银龙王，金龙王被神界众神囚禁，而银龙王则是来到了这片大陆，回到了魂兽的地盘。那些神并不能轻易来到这方世界，正因如此，他们便将你们人类魂师丢到了这方世界之中。原本人类只需要汲取天地间的魂力便可修炼，但他们那些神却是改变了修炼法则，人类魂师必须要借助魂兽的魂环方能突破境界。长久以来，目的也是为了彻底解决我们魂兽一族，甚至还有天劫的改变。说到这儿，帝天没有再继续说下去，叶天辰也大概听明白了。其实对于魂师需要魂环方能突破境界继续修炼这件事，叶天辰从来到这方世界就深感疑惑。前世无论是哪门哪派，讲究的都是天人合一思想，皆是那天地灵气以壮大己身。斗罗大陆这种修炼方法，在叶天辰眼中有些取巧的成分，尤其是魂技。叶天辰虽然也使用这些魂技，但时间久了，叶天辰也发现不对劲。魂技对于魂力的运用实在是太粗糙了。叶天辰现在的所有魂技，其实都和一开始得到的大相径庭。现如今他使用的魂技，皆是自己改良过的结果。因此，当听到帝天如此一说，叶天辰基本可以判定帝天说的是事实。就在叶天辰细思极恐之时，帝天的目光也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转变。怎么，叶天辰，听到本尊所说的这一切，你开始怕了吧？放心，本尊不会嘲笑你，你是人类魂师，说起来，修罗神也未必真的会针对你。成神之事，你也并非毫无希望。好了，该说的本尊都说了，现在是时候算算账了。好了，该说的本尊都说了，现在是时候算算账了。叶天辰听得有些懵逼，这帝天怎么会觉得自己会怕了呢？不明白，不过叶天辰也没必要解释什么。看着帝天那微皱的眉头，叶天辰却是轻轻一笑。帝天阁下，不知你要和本座算什么账？本座很是好奇。听到叶天辰这样无赖，一副丝毫不惧，帝天也是被气笑了，随手指了指生命之湖，那早已血红一片，阴森森的场景，随即帝天也是没好话。这生命之湖乃是我星斗大森林的宝地，叶天辰，刚才你所做的一切，几乎已经毁了这生命之湖，何况还将我们从沉睡中唤醒，你觉得这不算是罪大恶极？摇摇头，叶天辰还是满脸不在乎。帝天，本座行事不需向他人解释，这生命之湖不过尔尔，想战你就直说，本座今日满足你就是。听到叶天辰这轻佻的话语，帝天忽然笑了。叶天辰，你这家伙，你难道不想和本尊战过一场？叶天辰也是微微一笑。来吧，帝天阁下，我叶天辰今日倒要看看，你这89万年修为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如你所愿。雄军，你们退下吧。阴黑阳白，你们也退下吧。在雄军赤王还有阴黑阳白他们迷惑的眼神中，也是只能无奈各自退去数千米之远。叶天辰，来吧，本尊已经好久没和人类魂师一战了，哈哈，可别让我失望才是。放心，帝天阁下，本座会好好满足你的。话音落下，他们不再多言，一时间，整个生命之湖上空那凝固的气氛开始变得狂暴起来。帝天阁下，本座有一曲，还望帝天阁下品鉴一二。天龙八音，业火焚身，蹭蹭蹭。随着叶天辰双手落到琴弦之上，一道道恐怖的音浪直接朝着帝天而来。若是细细一看，此刻就连空间都变得扭曲起来，
霎时间，这诡异的音浪就来到帝天面前。帝天也是没有丝毫畏惧，直接站在原地。他很自信，叶天辰的这些手段奈何不得他。轰轰轰！但是下一秒，一朵朵业火随着音浪而至的一瞬间便突然燃烧起来。帝天看着这一幕，顿时有些难看，倒不是觉得自己无法应对，而是这业火，这是他帝天从未遇到过的诡异之物。大家昨晚3点左右回到学校了，今天实在是太困了，没把握住，直接睡了一整天。帝天此刻好奇心泛滥，压根就不带躲闪，一朵朵业火直接落到帝天身上。轰！恐怖的灼烧感让帝天开始眉头紧锁起来。这不是一般的火焰，帝天瞬间就察觉到这诡异的火焰的不凡之处。这火焰竟然能够以他的一些负面情绪来燃烧。当然，这是帝天感受到的。实际上，作为89万年修为，帝天这一辈子造下的业力可不算小。这业火灼烧之下，帝天身上的业力就仿佛是助燃剂一般，一瞬间，帝天就变成一片火海。此刻，若是换作一般的封号斗罗，恐怕早已被这恐怖的业火焚尽。哪怕是雄军赤王这样的凶兽，估计也得蜕一层皮。但帝天除了眉头微皱之外，愣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他的身躯何其强大，这业火虽然恐怖，却也难以对他造成伤害。感受着这奇特火焰的诡异，帝天不禁莞尔一笑。叶天辰，你这曲子似乎有些不妙，对付一般的封号斗罗或许还可以起些作用，对本尊似乎有些以卵击石了。听着帝天这平淡而又充满傲气的话语，叶天辰也是微微一笑。这业火可没这么简单，若是帝天直接用庞大的魂力将其震散还好，可若是置之不顾，由外而内，当其体内业力也被点燃之时，可就不好玩了。哈哈，帝天阁下，本座的曲子可没问题，不过帝天阁下似乎有些瞧不上我这曲子啊，那本座就再弹一曲。天龙八音，业火焚身，破！一道道音浪裹挟着浓浓业火，宛若一只只火兽，西面八方，径直将帝天团团围住。霎时间，一缕一缕的业火开始透过帝天那自以为傲的防御能力进去了其体内。轰！宛若平地一声惊雷，陡然间，这一缕一缕业火直接将帝天体内业力全部点燃。恐怖的灼烧让帝天瞬间汗流浃背，这种感觉仿佛本尊即将被审判一般。不行了，这火焰威力还真不小，本尊倒是小看这叶天辰了。心中这么想着，帝天也没有耽搁，体内那无边无际的魂力瞬间一震，想要将体内原本熊熊燃烧的业火直接扑灭。但当帝天魂力来到业火之中，这业火却肆无忌惮，一点都没有将帝天磅礴的魂力放在眼里，甚至魂力仿佛给业火注入燃料，陡然之间，体内业火更加泛滥了。这火焰可真是好东西啊！此刻，帝天的评价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不得不承认，这业火真的有些棘手。但帝天终究是帝天，89万年修为又岂是浪得虚名？顷刻之间，随着帝天整个人气息一震，磅礴的魂力瞬间倾泻而出，所有的业火就好像封住火势，但狂风却也能将火焰扑灭一般。帝天体内的业火直接被其逼出体内，随即手掌一握，庞大的压力直接将这一朵朵业火捏成虚无。看着这一幕，叶天辰丝毫不觉得奇怪。帝天毕竟是修炼了89万年的凶兽，若是区区业火就能让帝天退却，那叶天辰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切实际。哈哈，叶天辰，你这火焰可有名字？当真是诡异的很，和你这家伙如出一辙。听着帝天这话，叶天辰轻轻点点头。帝天阁下，此为业火，可焚尽一身业力。业力？帝天听着这新鲜词汇，他可不知道业力是个什么东西。不过听叶天辰这话，这业火似乎有些特殊作用。看着叶天辰，帝天此刻想要找到答案。但就在这时，叶天辰看着生命之湖那血腥密布的模样，也是微微一笑。帝天阁下，本座还有一曲。天龙八音，净化天地。天龙八音，净化天地。随着叶天辰手中天魔琴一动，让帝天觉得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这一次，叶天辰的这首曲子显然对于他没有任何威胁，甚至听之还有一种享受的感觉。但帝天此刻震惊，是因为脚下的生命之湖，原本已经被血腥染红的湖水开始急速翻滚起来，一丝丝血红开始变淡，所有的死亡魂兽也仿佛毫不存在。不过片刻的功夫，生命之湖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和清澈，那血腥味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看着这画幅久为神奇的一幕，帝天有些激动。自家主上银龙王殿下就是因为沾染上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方才不得已陷入了沉睡。若是叶天辰这曲子能够将那邪恶之神的残留驱除，帝天觉得或许成神还有一丝希望。哈哈，叶天辰，你可真让本尊难以预测呀！这首曲子不错，本尊很满意。不过，你这古琴看着就不是什么善茬，魔气重重，想不到还有这种能耐。
叶天辰点点头。天魔琴却是属于魔兵，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但天魔琴也并非就永远都是魔兵，所谓仙魔难辨，有时候魔兵也并非就是刻板印象。地天阁下，世间万物相生相克，阴阳共济，方可长存不朽。这净化天地也好，杀戮众生也罢，我手中的天魔琴永远都只是一件工具罢了，不足为奇。听到叶天辰这富有哲理的话，帝天摇摇头，他可不知道叶天辰说些什么玩意儿。叶天辰，你已弹奏良曲，来而不往非礼也，本尊自然也要给你来上一首。地龙咆哮。话音落下，顷刻间，帝天直接画出原形，数百米的巨龙盘旋于天际，89万年修为的气息席卷天地。吼！随着帝天一阵怒吼，天地之间顿时只剩下一道声音。一瞬间，一股排山倒海的音浪席卷开来，叶天辰眼睛直接眯着，在他的面前，无论是树木还是大地，此刻都被裹挟着朝他猛扑而来。叶天辰此刻也没有选择避开，脚下一跺，第四魂环瞬间亮起。第四魂技，天魔之盾。轰！顷刻之间，帝天仅仅只是一声咆哮，叶天辰就感受到了这股恐怖的冲击，堪比95级封号斗罗的全力一击了。远处，无论是雄军赤王还是阴黑阳白他们，此刻都瞪大了自己的眼睛。此刻，他们也清楚，无论是叶天辰还是帝天，都仅仅只是试探阶段，二人可都没有真正开始。但哪怕如此，无论是叶天辰那两曲诡异造化的琴声，还是帝天施展的地龙咆哮，若是他们对上，虽然不会有生命危险，但蜕成皮肯定没得跑。也正因如此，阴黑阳白二人额头之上，一颗颗汗珠不断滴落，这是紧张的结果。而小舞眼神之中，则是无比的崇拜。这种强大的实力，帝天代表着魂兽的超级强者，自家楼主则是代表着人类之强者。无论是谁，单独拧出来，都是能够让斗罗大陆震动不已的存在。两人的战斗也就显得格外珍贵。雄军他们这边看着自家兽神大人和叶天辰之间似乎有些不相上下，雄军赤王二兽很是着急。雄军，要不你我？赤王看着雄军，意思很明显，他们若是加入战团，叶天辰再强也不过一个人，压根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雄军有些犹豫，而一旁的万妖王则是不屑一笑。行了，赤王、雄军，你们也不想想，兽神大人这是将这人类当作难得的知己了。恶龙咆哮，地龙咆哮，作者就是一个起名废。听着万妖王的话，雄军赤王二兽都有些不敢置信。不过一想到自家兽神的性格，还有对待面前这个人类魂师的态度，还别说，真有这个可能。这样一想，雄军和赤王也就没有轻举妄动了。场中，叶天辰和帝天之间此刻气势已经陡然一变。如果说刚才仅仅只是试探一下对方的话，现在他们就要动真格的了。帝天阁下，接下来你可真要小心了。哈哈，叶天辰，本尊很是期待。天魔琴，天龙八音，杀！杀！杀！轰然之间，随着叶天辰拨动琴弦，一道道恐怖的魔影如同千军万马，手持魔刃，顷刻之间就杀到了帝天身前。见此情形，帝天嘴角微微上扬，不慌不忙中，随着其右脚一步踏出，他的气势焕然一变。龙神变！陡然之间，帝天背后一只滔天黑眼巨龙瞬间乍现，其厚厚的鳞甲直接横在帝天身前。随着魔影到来，帝天一动不动，岿然屹立。砰！砰！砰！一道道魔影悍不畏死，纷纷落到帝天黑龙真身上自爆开来。恐怖的冲击让帝天方圆10米开外不断塌陷，但帝天却神色自若，丝毫不为所动。哈哈，帝天阁下不愧是89万年修为的凶兽，防御力堪称无敌的存在。再来，第五魂技幻神之羽。随着叶天辰施展第五魂技，在两人战场的天空之中，一片片黑色的羽毛开始缓缓浮现，宛若飞雪一般朝着地面轰然落下。所有的黑色羽毛全都无火自燃，仅仅一瞬间就全部落到帝天的黑龙真身之上。霎时间，帝天的整个黑龙真身全部被黑色的羽毛点燃。此时此刻，帝天感受到自己的黑龙真身仿佛受到侵蚀一般，那黑色的羽毛沁击灵魂。帝天引以为傲的物理防御此刻已经消失了作用。叶天辰，你这招有点意思，果然有些手段。本尊这辈子遇到的人类魂师中，你算是最强大的了。龙神旋风斩！瞬息之间，帝天如同一阵旋风，以黑龙真身为中心，陡然间就制造出一阵飓风，所有落下的黑色羽毛全部被飓风一扫而空。没有丝毫的迟疑，帝天知道两人依旧不过是试探性的出手罢了，接下来就该认真的了。叶天辰，小心了！龙神破！霎时间，一道金色的光芒一闪而过，
如同一颗恐怖的流星，阻挡在这道流光前面的万物都被瞬间摧毁。叶天辰也不敢大意，帝天毕竟是89万年修为的顶尖存在。第7魂技天魔真身，第8魂技天魔之怒。仅仅片刻之间，叶天辰的背后天魔虚影乍现，浑身魔气汇聚成一道遮天蔽日的巨掌，瞬息之间就和帝天的龙神魄狠狠地撞在一起。轰轰轰！如同一声声炸雷，整个星斗大森林生命之湖范围内，犹如被千军万马横踏而过，所有的万物生机瞬间被摧毁。此时此刻，就连站在数千米之外的阴黑阳白，还有雄军赤王他们，也被这股恐怖的冲击波深深震撼。一击过后，帝天微微吐出一口浊气，黑龙真身和龙神魄一同释放，哪怕是帝天也不可能毫无感觉。而叶天辰就更狼狈了，他的额头已经开始冒出虚汗，他的魂力也已经消耗不少。一咬牙，叶天辰做出了属于自己的决定。面对帝天的步步紧逼，他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他想要一击定胜负。毕竟帝天可是89万年修为的凶兽，自己和他比拼魂力底蕴，那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毕竟帝天可是89万年修为的凶兽，自己和他比拼魂力底蕴，那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第9魂技身化天魔。第9魂技天魔灭世。仅仅片刻之间，叶天辰就要使用10万年魂环附带的2个魂技。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不对劲，当他身化天魔之时，体内的魂力支撑不了多久了。而且叶天辰发现帝天似乎还没有施展全力，嘴角邪魅一笑，叶天辰只能伸出右手，随着指尖滑落，一滴滴鲜红的血液滴落在天魔琴之上。血祭天魔，刺无魔力。这一次他再次血祭天魔琴。脸色苍白的叶天辰仅仅只是一瞬间，就仿佛变了一个人一样。天魔琴中滚滚魔气流露而出，瞬间缠绕在叶天辰身躯之上。一瞬间，他原本已经快要干枯的魂力得到补充，犹如滔滔大河，取之不尽。第2个第9魂技瞬间得以成功施展。刹那之间，生命之湖上空，一道100丈天魔赫然挺立于天际，浑身上下魔气不断翻滚，天整个身躯都瞬间倒退100余米。他可是第一次和叶天辰交手，不清楚叶天辰第9魂技的强大之处。不过很快他就明白，退是没有办法的。叶天辰身化天魔，一步踏出便是100米之远，瞬息之间就来到帝天身前。天魔捏紧拳头，对着帝天身躯就是狠狠一拳。噗！帝天直接没有丝毫反应的机会，就被一拳轰出。帝天知道再逃避也于事无补，干脆直接拼了。叶天辰，你很不错，但也仅仅如此，到此结束吧。龙神爪，随着帝天全身上下的魂力也都汇聚成一点，黑龙真身瞬间也膨胀到100丈身长。黑龙真身胸前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金光，这是他全身上下最坚硬的地方。顷刻之间，黑龙真身开始不断的蜿蜒盘旋，其速度之快，直接让生命之湖掀起一阵阵狂风，就连星斗大森林都散发着恐怖的气息。终于，他的蓄力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如同陨石下降，帝天伸出一爪，瞬间就朝着叶天辰的天魔真身轰然而去。叶天辰也不甘示弱，所有魂力夹杂着丝丝魔气，汇聚出一把巨剑，瞬息之间一剑斩落，和帝天的龙神爪再一次狠狠地碰撞在一起。两人的这一次交手，丝毫不比叶天辰当初面对那一丝修罗神力加持之下对战唐昊的那终极一招，甚至还要恐怖不少。当碰撞的一瞬间，恐怖的冲击波让叶天辰直接没有稳住身躯，瞬间倒飞出去，直接砸向数千米之外。轰然一声，大地瞬间塌陷下去。叶天辰在一片深坑之中缓缓站起身来，噗！一口闷血直接涌上喉咙，恍惚之间，叶天辰便已伤势不轻。更可怕的是，他的胸前一道爪痕冒着红光，那是他的鲜血。但相比于叶天辰，帝天此刻还算好的了。碰撞的一瞬间，帝天也直接倒飞出去，直接落入地面，也砸出一个深坑。尽管他防御能力无双，此刻也是浑身上下骨骼嘎吱嘎吱响个不停。刚才这一击，他也已经竭尽全力，但奈何叶天辰也是拼命施展，奋力的从深坑之中缓缓爬出。帝天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关节之处一丝丝血红开始渗出。看向叶天辰的方向，帝天嘴角露出满意的神色。叶天辰，如何？本尊这89万年修为可不是白白修的。你虽然武魂诡异强大，但终究还是差上一些。闻言，数千米之外，叶天辰也是苦涩一笑。这是他自从来到这片大陆以来第一次尝到落败的滋味。实话，叶天辰感觉不太好。脚尖轻轻一点，叶天辰瞬间飞身来到帝天面前，重重吐出一口浊气。看着帝天，也是不由佩服不已。
就在这一瞬间，远处的阴黑阳白还有大明、二明、小五瞬息之间就来到叶天辰面前。楼主大人，您没事吧？阳白一边询问着，一边看向自家楼主胸前那露出白骨的爪痕，显然有些担心。雄军赤王他们此刻也是来到帝天身边，看着自家兽神大人大显神威，见叶天辰气息微弱，不禁自豪无比。而就在此刻，看着叶天辰，雄军和赤王的眼中一抹杀机乍现。现在他们面前这位人类魂师强者显然是最虚弱的状态，雄军和赤王有些心动了。但还没等他们付诸行动，帝天那凌冽的眼神就落到他们身上，瞬间觉得身躯一寒。霎时间，雄军和赤王就收回了自己的小心思。帝天扭头看向碧姬，一个眼神，碧姬便明白是什么意思。碧姬本体为一只翡翠天鹅，有着59万年修为，是10大凶兽中最善良的存在，是星斗大森林的守护者。缓缓来到叶天辰面前，碧姬也是妖媚一笑：“阁下，你的伤势我可以治愈。”叶天辰看着帝天的眼睛，随即点点头：“那就麻烦碧姬姑娘了。”“阁下不必客气。”说罢，碧姬手中一道蕴含生命力量的柔和之光缓缓落到叶天辰胸口上那龙爪伤痕，刹那间的功夫，叶天辰的胸口便停止流血。没过一会儿，叶天辰就彻底恢复过来。“帝天兄，如此称呼可否？”“哈哈，天辰兄，自无不可。”看着两人这仿佛相识很久的模样，雄军和赤王终于有些理解为何万妖王会那样说了。就连阴黑阳白二人也是有些懵逼，自家楼主这就和凶兽称兄道弟了，亏他们两人还一直担心着呢。刚才多谢帝天兄手下留情，否则我叶天辰恐怕就不是受点伤那么简单了。这世间强者，那是武魂殿那99级的封号斗罗千道流，比之帝天兄恐怕也是有所不如。89万年修为，当真恐怖啊！叶天辰感叹着，这倒不是恭维帝天，他叶天辰也不是那样的人，仅仅只是心里话罢了。帝天的实力已经超过了99级封号斗罗的极限，但又没有达到神的高度。如果非要叶天辰下个定论，叶天辰觉得帝天此刻已经是半神之躯了。听着叶天辰这话，帝天莞尔一笑：“天辰兄何必打趣我帝天？直至今日，我帝天已经不知修炼多少时间了，漫长的岁月中方才拥有这一身蛮力而已。而天辰兄，你可仅仅只有30多岁啊！人类魂师中30多岁能够达到你这个地步的魂师，从古至今从未有过。未来你肯定可以突破至99级封号斗罗，到那时你我一战，谁胜谁败犹未可知。”帝天这话也不假，他自己毕竟修炼了这么久，叶天辰却如此年轻，而且98级和99级差距还是蛮大的。叶天辰此刻的实力已经相当于99级封号斗罗强者了，可想而知，在未来一旦叶天辰突破至99级，帝天也没有把握能够战而胜之。叶天辰点点头，他也知道自己还有提升的空间。帝天兄，今日能与你相识，我叶天辰也算是知晓了不少关于神的秘密，我此行也算是无憾了。帝天兄今后若是需要我叶天辰的地方，尽管开口便是。听到叶天辰这话，帝天知道叶天辰这家伙是要走了。不过帝天一想到叶天辰那神乎其神的手段，顿时心头一动。天辰兄，想必你也是想要离开星斗大森林了。不过走之前，帝天还有一件事想要天辰你尝试一番。哦，叶天辰有些疑惑，不过也没有拒绝。帝天是值得信赖的，至少刚才帝天他们可是有机会对自己动手的。帝天兄，有何事需要我相助，尽管直言便是。帝天看着身旁的雄军还有阴黑阳白他们，眉头神色微动。碧姬、万妖王，你们还有雄军赤王，好好招待一下这几位客人，本尊和叶天辰有事要谈。碧姬点点头，万妖王也是表示没问题。叶天辰看着阴黑阳白二人明显有些局促，毕竟面对几只凶兽，他们没有叶天辰护着的话，可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呢。阴黑阳白，你们先留在这儿吧，放心，既然帝天兄已经说了，想必他们几位不会对你们出手的，且放心等候一会儿便是。说罢，叶天辰就和帝天来到了生命之湖上空。阴黑和阳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头黑线。就连小五他们也是有些无可奈何，只能小心翼翼地等候着。而雄军和赤王同样如此，生怕因为自己的原因让面前几位叶天辰的手下不满，从而被自家兽神大人怪罪。生命之湖上空，帝天看着生命之湖，终于扭过头盯着叶天辰的眼睛。天辰兄，你可知我口中的主上是何人？这叶天辰自然是不知道，而且一开始他也没注意帝天说主上。帝天兄明示便是。点点头，帝天也知道叶天辰不可能知晓，随即解释起来。此事说来话长，当龙神大人分为金龙王和银龙王之后，银龙王大人来到我们这片大陆，我帝天也就成了银龙王大人的忠实仆人。听到这话，叶天辰有些震惊，
这么说，银龙王的下落地天是清楚的，而银龙王大人当初为了进去这方世界，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尤其是银龙王大人还被邪恶之神重伤，那邪恶的气息让银龙王大人不得不陷入沉睡之中。天辰兄，你刚才那净化天地的魂技，我地天闻所未闻，甚是神异。若是可以，天辰兄，你可否为我家主上驱除那邪恶之神的污浊邪气？听到这儿，叶天辰总算是知道地天的意思了，也没有拒绝。叶天辰毫不犹豫的就点头答应了下来。地天兄，这不是问题，只是我毕竟实力低微，你那主上少说也是神级存在，能否可行也是个未知数。无妨，天辰你尽管一试便是。跟我来吧，天辰兄。说罢，地天一挥手，生命之湖瞬间破开一道空间，地天一跃而下，叶天辰也是紧随其后进入其中。一瞬间，叶天辰就跟着地天来到了生命之湖底下的空间之中。一落地，叶天辰就看到那百米巨虫。地天似乎看出了叶天辰眼中的惊讶，随即开口：天辰兄，你可知这只巨虫是何魂兽？叶天辰摇摇头，他哪知道这些啊？天辰兄，这可是一只100万年魂兽天梦冰蚕，这家伙也不知获得了什么机缘，竟然能够达到100万年级别，可惜没有什么实力，与其让他死在天劫之下，还不如成为我等血食，供应我们修炼。听到地天这话，叶天辰不由有些震惊，自己面前这只大虫子就是100万年魂兽，看着傻乎乎的，没什么威胁吗？似乎是看出叶天辰眼中的那丝不屑，地天微微一笑：天辰兄，你可不要小看了这只天梦冰蚕，虽说他的实力连封号斗罗级别的人类魂师都比不上，但是他的精神力强大程度堪比神，不过是空有宝山而不自知罢了，否则我等想要擒拿住他也不大可能。堪比神的精神力，叶天辰顿时来了兴趣。地天似乎看出了叶天辰那嘴角的一丝弧度：天辰兄，看来你对这只天梦冰蚕似乎有些兴趣。天辰兄放心，若是你能帮助我家主上摆脱那股邪恶的神力，这只天梦冰蚕，天辰兄尽管带走便是。对于地天来说，若是叶天辰真的能够将自家主上身上的那股邪恶神力驱除，这只天梦冰蚕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天梦冰蚕其实已经被他们榨干的差不多了。一听这话，叶天辰随即来了兴趣：地天兄，这不说这些，咱们先去看看你家主上银龙王吧。哈哈，是急。天辰兄，且跟我来。很快，地天就带着叶天辰来到一处水晶石壁面前。随着地天一股奇特的魂力输入，这片水晶石壁缓缓变得透明起来，直至其完全消失。没有丝毫犹豫，叶天辰跟着地天就进入了这片奇妙的空间之中。入目之处，叶天辰只感觉到那一股股让人陶醉的气息充斥其中。仔细感觉，叶天辰发现和修罗神力有着一些相似之处。这是一片冰晶世界。前方数十米的地方，叶天辰也终于发现了所谓的银龙王。那是一张数丈的冰床，冰床之上，一道叶天辰从未见过的倾国倾城少女躺在其中。那一头冰晶长发，叶天辰顿时眉头一皱。面前这少女仿佛入睡了一般，没有丝毫动静的同时，叶天辰却能感受到那阴阳扑通扑通喜欢你的跳动声。深深吐出一口冷气，叶天辰看向地天：地天兄，他便是银龙王，你家主上？地天苦涩一笑：没错，这位便是我家主上，银龙王大人，一身实力，沉睡之前堪比一级神智。听到这话，叶天辰点点头，随即又上前走了数十步，来到了银龙王古月娜的面前。面前的银龙王宛若一位沉睡的精灵，那白皙似玉的肌肤，清秀无比的面庞，叶天辰也不由心头一动，随即将心中那股念头压下。叶天辰也是仔细观察起来，这银龙王看似和睡着了没什么区别，但其胸部那一丝一丝不断冒出的邪恶气息，不难看出这也是无奈之举。天辰，你看看吧，我家主上已经沉睡数万年之久了，这数万年来，因为主上的沉睡，斗罗大陆我们魂兽也几乎开始归隐山林。若是我家主上能够醒来，说不定我们魂兽一族还有翻身的机会。地天说到这儿，也是并不顾及叶天辰听到这话。他虽然和叶天辰刚刚认识，可是地天明白，叶天辰不是那些如酸之人，那些虚伪之人才会说自己为了人类。这世间所有魂师当踏上修炼之途起，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罢了。叶天辰想要的也只会是变得更加强大，至于是和谁合作，全看叶天辰心意。听到地天的话，叶天辰伸出手掌，缓缓来到古月娜胸前，在距离那饱满的位置10公分之处，邪恶的气息让叶天辰眉头一皱，手指向下一点，一道邪恶神力顿时冲向叶天辰的手指。天辰，小心，这邪恶神力一旦沾染上，可不好解决。叶天辰想要的也只会是变得更加强大。
至于是和谁合作，全看叶天辰心意。听到帝天的话，叶天辰伸出手掌，缓缓来到古月娜胸前，在距离那饱满的位置10公分之处，邪恶的气息让叶天辰眉头一皱，手指向下一点，一道邪恶神力顿时冲向叶天辰的手指。天辰，小心，这邪恶神力一旦沾染上，可不好解决。对于帝天的提醒，叶天辰充耳未闻。就在他进来这片空间的一瞬间，自己的武魂天魔情就给叶天辰释放了一股极致的渴望，是对这邪恶神力的渴望。有这样的机会，叶天辰自然是不可能轻易错过。放心吧，帝天兄。说着，叶天辰将手指触摸到那一丝邪恶神力，霎时间，他的手指处出现一股子吸力，径直将这道邪恶神力纳入体内。此刻，天魔情表达的渴望更加明显了，但叶天辰也不敢轻易冒险，他需要先看看这一丝邪恶神力为何能吸引自己的武魂。没有多想，叶天辰随即便直接盘腿坐下，开始认真感受进入自己体内的这股子邪恶神力。帝天见此情形，也不敢放松，就守护在叶天辰身边。他也不知道叶天辰为何敢吸收一缕邪恶神力，即便是他帝天，对这玩意儿也是忌惮不已。此刻，叶天辰没有理会帝天的想法，正仔细感受着进入体内的那一丝邪恶神力。仔细探查之下，叶天辰发现这一丝邪恶神力竟然正被天魔情一点一点吸收炼化，这可惊掉了叶天辰的下巴。这天魔情还能这样玩？没等叶天辰反应过来，那一丝邪恶神力便被天魔情吸收殆尽。一瞬间，一股精纯无比的魂力径直涌入叶天辰身躯之中。他原本刚刚和帝天一战的魂力亏空，瞬间充裕起来，甚至还有些魂力直接涌入叶天辰第一魂环之中。原本3万年左右的第一魂环，硬是直接暴涨到了5万年级别。这！叶天辰整个人都惊呆了，感受着体内那满满当当的魂力，还有第一魂环的魂力波动。叶天辰终于明白，这是件事实。顿时，叶天辰双眼陡然睁开，一道道金光闪现，嘴角的笑意越来越浓，把帝天看得一愣一愣的。疑惑不解的帝天怀疑叶天辰是不是被那道邪恶神力弄傻了，伸出手掌，径直在叶天辰面前晃了晃。叶天辰唰的一下就站起身来，让帝天一阵机灵。天辰兄，你……叶天辰微微一笑，放心吧，帝天兄，我没事。这邪恶神力，说不定我还真有办法。此话一出，帝天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天辰兄，你说的可是真的？叶天辰神秘一笑，随即又来到古月娜面前。帝天兄，你看我是口出狂言的人吗？听到这话，帝天可以确认叶天辰真的有办法。哈哈，没想到啊，天辰兄，我家主上沉睡数万年，你的到来可真是雪中送炭啊！这数万年来，一开始的天使神，到后来的海神，一个个都想要找到我家主上的消息。天辰兄，你是不知道这些年我们魂兽是怎么度过的。唉，听着帝天这话，叶天辰也是不禁老脸一红。帝天说的，他叶天辰猎杀的魂兽似乎也不少。帝天也很清楚，但却选择性将这件事忽略了。不过听到天使神和海神，叶天辰顿时好奇心便被帝天勾起来了。帝天兄，你刚才说天使神和海神？帝天抬头看到叶天辰那兴趣大起的模样，摇摇头，他就知道只要是神的消息，叶天辰都感兴趣。天辰兄，这你有所不知了，我家主上来到斗罗大陆之后，神界可没有放弃对我家主上的追捕。先是天使神降世斗罗大陆，通过一些卑劣的手段收集信仰，成就一级神，随后便不断寻找我家主上的消息。也是自从天使神开始，斗罗大陆开始以人族为尊，我们魂兽无奈只能避让。可好景不长，这天使神似乎和神界那些神有了冲突，竟然不再听命于神界诸神。后来为了解决天使神这颗定时炸弹，海神降世斗罗大陆，凝聚海上信仰，成就一级神位，强行将天使神带出了斗罗大陆。想来那天使神的下场应该不会太好。听到帝天这话，叶天辰若有所思。帝天兄，那神界之神不能直接来到斗罗大陆吗？为何还要通过降世这种看似复杂的手段呢？帝天轻轻一笑，这就和斗罗大陆的特殊之处有关了。斗罗大陆实际上并不只是天辰兄你知道的这一些，大海的另一边还有一片魂师的大陆，我们整个大陆合起来可是不小。对于神来说，他们并不能从外部降下神的力量来到我们世界，最多只能降下99级左右的实力，这也算是这方天地的一种自我保护吧。否则那些神若是可以轻易来到这片天地，你我也不能有今天。此话一出，叶天辰若有所思，心中不禁有些惊讶。原来斗罗大陆还有这么多自己不曾知晓的东西。想了想，帝天突然想起了什么。天辰兄，那大海中似乎还有着一座海神岛，其中就有着海神神位传承在其中，
守护者大祭司几乎每一代都是99级的封号斗罗强者，包括天使神也一样，那武魂殿也是如此，为首之人皆是天使家族后人，几乎都是99级封号斗罗。听到天使神和武魂殿，叶天辰总算熟悉些了，也知道帝天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对于大海，此刻也在叶天辰心中埋下一枚种子。好了，天辰兄，言归正传，那些神不过只剩下一些传承便是，今后若是有机会，咱们也可以将其神位传承摧毁。现在，天辰兄，还是看看我家主上究竟该如何治疗吧。叶天辰将心头那些悸动暂且压制，也是集中目光到面前的银龙王身上，感受着天魔情那持续不断的渴望。叶天辰没有耽搁，直接将手放在古月娜胸前，不一会儿，一道道邪恶神力开始顺着他的手臂进入体内，随后便被天魔情直接吸收。帝天就这么呆呆的看着，他还以为叶天辰想到什么办法了呢。一看之下，就这。不过很快，帝天的目光就变化起来，叶天辰竟然真的能够将那一缕一缕邪恶神力吸取进入自己体内，这可把帝天吓了一跳。但是很快，帝天就放下心来，叶天辰可不是一个莽撞的家伙，还是等等吧。1个时辰过后，此刻叶天辰已经满头大汗。吸收邪恶神力对于他的身体来说，其实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此刻这是神的力量，在到达天魔情之前，都得他来承受那股子邪恶神力的破坏力。就在叶天辰难受不已之时，他的天魔情却突然停止吸收邪恶神力。叶天辰见状也不敢继续妄动，手掌噌的一下就伸了回来。一会儿之后，通过天魔情传达的信息，叶天辰也知道了原因，天魔情已经吃饱了。没办法，叶天辰也只能到这儿了。感受着那银龙王身上散发出来的邪恶神力，叶天辰觉得自己这次几乎吸收了1/3。感受着那银龙王身上散发出来的邪恶神力，叶天辰觉得自己这次几乎吸收了1/3。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哪怕是帝天承受一道邪恶神力都极为困难。看到叶天辰已经停止了吸收邪恶神力，帝天顿时急了，咋不继续了呢？天辰兄，继续啊！叶天辰闻言，直接瞪了帝天一眼。帝天兄，在下能耐有限，这次只能吸收你家主上1/3的邪恶神力，这可不少了，我恐怕需要几年时间方才能够进化呢。你呀，就知足吧。一听这话，帝天也是变得有些不好意思，确实自己表现得有些心急了。叶天辰能够有办法，就已经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了，自己还是徐徐图之的好。哈哈，原来如此，天辰兄，你也不早说，我还说天辰兄能够一鼓作气呢。叶天辰笑笑，没有搭话，看着银龙王那天使一般的面容，不禁有些可惜。这数万年沉睡于此，换作是他叶天辰，那可忍受不了。帝天兄，这次给你家主上治疗，我需要2年的时间方能净化这些邪恶神力。今后每隔2年我都来一次，再有2次，你家主上体内的邪恶神力也就彻底拔出干净了。相信银龙王殿下醒来，应当不会找我叶天辰麻烦吧？啊！帝天顿时被无语住了，这叶天辰还真是够小心谨慎的。不过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自家主上若是苏醒，那至少也能拥有2级神的实力。叶天辰可是人类魂师，魂兽和人类。摇摇头，其他帝天不敢说，但是叶天辰所在的摘星楼，即便是自家主上醒来，也应当不会有任何安危。帝天很清楚自家主上的脾气，放心吧，天辰兄，即便今后我家主上醒来，也不会恩将仇报的。我家主上，我帝天很是清楚。说罢，帝天也是来到古月娜面前，感受着那邪恶神力消散不少，心中的欣喜溢于言表。听着帝天说的自信满满，叶天辰不可否认，但是该防一手的他叶天辰也会去做。就在叶天辰沉思之时，沉睡之中的古月娜却突然眉毛一阵抖动，这一下可把帝天惊讶的不行。主上！叶天辰也是朝着银龙王看去，恍惚之间，古月娜紧闭的双眼陡然睁开，入目之处正是叶天辰那毫不遮掩的面庞。古月娜嘴唇微动，想要说些什么，却又沉睡了过去。这叶天辰有些复杂，刚才那银龙王的眼眸中，叶天辰感受到了一股善意，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暗藏其中。帝天兄，你家主上不过是暂时压制住了邪恶神力罢了，或许下次我来，你家主上就可以清醒过来了。点点头，帝天自然也明白是这么一回事。确实如此，今日乃是我魂兽一族之幸啊。闻言，叶天辰只是笑笑，有些事不是他叶天辰能够决定的。这次星斗大森林之行，他叶天辰除了知晓很多关于神的消息之外，或许最重要的便是遇到帝天，并且与其一战了。叶天辰突然发现，这世间原来还有这么多恐怖的存在，而且帝天口中的那天大海对岸的大陆，想必也是不弱，还有大海之中的海神殿，99级的海神大祭司，这些
都是他叶天辰从未接触过的存在，未知往往预示着机缘，还有那颗永不停歇心。此刻，叶天辰迫不及待想要离开星斗大森林，回到摘星楼，快些提升自己实力。他想到海上，甚至是对岸大陆一去。这斗罗大陆之上，除了千道流让他感兴趣之外，似乎已经没有其他有意思的存在了。想到这儿，叶天辰就打算向帝天请辞，而帝天早就感受到叶天辰那股子劲儿了。想当年，他帝天年轻的时候，不也和叶天辰差不多吗？不过与其不同的是，当初的他压根没敢想这些东西。天辰兄，想来你也是归心似箭，我也不留你。2年之后，你再来我星斗大森林一趟便是。届时，我家主上醒来，那只100万年的天梦冰蚕，天辰兄你也一同带走，如此可好？听到帝天这样一说，叶天辰明白帝天也是看出自己的那一份躁动，没有拒绝。叶天辰随即微微抱拳：“帝天兄，2年之后再会。2年之后，我还要向帝天兄讨教一次，可否？”闻言，帝天笑意盈盈：“如你所愿。”哈哈，到此，帝天兄。说罢，叶天辰转身便冲天起，一瞬间便离开了生命之湖。外界此刻因黑羊白还有小舞他们在雄军赤王还有碧姬他们面前显得有些拘谨，毕竟他们面前的每一个拉出来都是30万年以上修为的存在，随便一只凶兽，因黑羊白加上大明二明都恐怕难以抵挡。不过好在因黑羊白这次是跟着叶天辰而来，雄军赤王还有碧姬他们可不会违抗帝天的命令，因此对待阴黑他们也还可以。而且阴黑羊白他们也不算弱者，阴黑羊白皆是96级封号斗罗，大明二明乃是10万年魂兽，就连小舞也是10万年魂兽化形而出。就在阴黑羊白他们有些坐立难安之际，生命之湖中一道身影陡然间破开水面，冲天起，庞大的魂力波动让所有人瞬间紧张起来。待看清楚是自家楼主之后，阴黑羊白还有小舞他们方才冷静下来不少。看着阴黑羊白的身影，叶天辰没有犹豫，一步一步朝着他们缓缓而来。这次可轮到雄军赤王感到紧张了，他们的目光变得有些慌张，不断闪躲之际，也在期待着自家兽神大人的出现。面对叶天辰，帝天才是他们的胆量所在。深深吸了一口气，雄军赤王还是不自觉地退后一步。面对叶天辰，帝天才是他们的胆量所在。深深吸了一口气，雄军赤王还是不自觉地退后一步。来到阴黑羊白身长，叶天辰目光瞥了一眼雄军赤王，二兽瞬间冷汗直下。见状，叶天辰轻轻一笑：“阴黑羊白，让小舞去生命之湖内凝聚第3魂环吧。待他成功之后，咱们便离开星斗大森林。”听到这话，阴黑羊白点点头。随后，在大明二明他们的注视下，阴黑带着小舞直接来到了生命之湖中央。随后，阴黑便默默离开，留下小舞开始凝聚自己的第3魂环。就在叶天辰他们等候着小舞凝聚第3魂环之际，星斗大森林外围，此刻唐三已经带着赵无极和弗莱德差不多已经快离开星斗大森林范围了。赵老师，弗莱德院长，快了，你们再坚持一下，过会儿就能回史莱克了。唐三此刻已经顾不得自己脸上的汗珠，自己一只手扶着弗莱德院长，一只手扶着赵无极老师，虽然每一步都显得有些艰难，却也丝毫不敢怠慢，只想尽快走出星斗大森林。唐三的这次星斗大森林之旅，可谓是在其内心深处写满了震撼。10万年魂兽，这种传说中的存在，竟然一次就来了2只，这是他第一次进入星斗大森林猎取魂环啊！就在唐三他们快要走出星斗大森林之时，身后一阵冷喝响起：“哼，史莱克学院可真是倒霉透顶，遇到你们，老妪和我家老头子方才遇到这10万年魂兽。若不是有昊天宗封号斗罗出现，你们史莱克学院岂不是要拖着老妪一家陪葬？”唐三身后，蛇婆此刻也扶着龙宫缓缓跟了上来。一见到唐三，蛇婆就有一种愤怒之感。前方的唐三默不作声，此刻他有些犹豫。这次自己父亲和大伯出现在星斗大森林的消息，他并不想被蛇婆龙宫传出去。若是可以，唐三依旧想要将蛇婆龙宫永远留在这星斗大森林之中。就在蛇婆离唐三越来越近，唐三即将动手之时，一道庞大的气息瞬间扑面而来，紧接着一道娇愤的声音就此传来：“前方之人，统统闪开！”顺着这声音传来的方向，唐三眼中对蛇婆的杀机瞬间收敛起来。一眼看去，他们身后2道年轻身影加上一位绿袍老者缓缓浮现，这正是独孤博还有邪月胡列娜。感受着邪月胡列娜那50多级的魂力波动，蛇婆不禁有些恼怒。但当目光投向身后绿袍老者的一瞬间，蛇婆瞬间吓傻了。独孤博，轰！这3个字在蛇婆脑海之中不断闪过。独孤博的模样，他蛇婆可不会忘记。
天斗帝国数年前为独孤博举办的那场盛宴，他们龙宫蛇婆夫妇自然没有缺席。一瞬间，蛇婆就发现自己有些口无遮拦，连忙弯腰行礼：“老妪蛇婆见过独斗罗冕下。”闻言，独孤博没有丝毫的变化，他的目光此刻正落在唐三身上。不知为何，面前这个11、12岁的小孩子让独孤博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这让独孤博很是疑惑不解。而唐三当听到独孤博、独斗罗之时，也是脑子一片空白。自己刚刚逃出10万年魂兽的魔爪，怎么一转身就能遇到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呢？想不通，唐三无论如何也还是想不通。不过很快，唐三便将这一切都归咎到自己的父亲和大伯身上。此刻，唐三觉得就是因为自己的父亲和大伯来到星斗大森林暴露了行踪，这些10万年魂兽方才不远千里来到这儿找他们麻烦的。这位封号斗罗强者恐怕也是为了寻找自己父亲和大伯的踪迹方才至此。一时间，唐三思绪无比混乱，各种奇怪的想法充斥脑海之中。以后除了周六周日，其他时间都是晚上9点10点更新，周六周日中午12点左右。毕竟已经开学了，明天就要开始上课了。不过不管此刻唐三心中是如何作想，独孤博此刻的感觉可是有些不妙。面前这个小子，独孤博的内心深处不断涌现出一丝莫名其妙的杀意，仿佛这小子前世和自己就有着莫大的仇恨一般，同时又有些犹豫。毕竟他独孤博虽然也是杀人不眨眼，却不想在邪月胡列娜面前表现出来，而且心中的那丝不好的预感很是微弱。独孤博毕竟此刻乃是94级封号斗罗，更是拥有10万年魂环。对于这种冥冥之中的一丝感应，其实他还是有些嗤之以鼻。他有些足够的实力去应对未来发生的一切，何况他的背后还有摘星楼，还有叶天辰这位巅峰强者。如此想着，独孤博心中的那一丝微弱的杀意逐渐被压了下去。看向唐三，独孤博平静的眸子里古井无波，而胡列娜此刻看向唐三，总觉得十分不爽。前面那个小子，你是何人？胡列娜声音响起的一瞬间，唐三心中咯噔一下，显然有些慌张。这位可是封号斗罗强者身边的少女，而且似乎对于这位独斗罗并不是很敬畏。唐三此刻不由皱起眉头，深深吸了一口气，唐三方才压下心中那抹慌张。指着自己，唐三尽量使自己的笑容变得和谐一些。在下唐三，乃是史莱克学院的学员。唐三拜见独斗罗冕下，见过二位。唐三的笑容很是灿烂，那模样仿佛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普通魂师一般。不过见到这一幕的胡列娜则是嘴角露出一丝戏谑的表情。史莱克学院，这个名字很是熟悉啊。一直没有说话的邪月缓缓开口，一旁的独孤博便微微一笑。邪月，史莱克学院在索托城算是比较出名的魂师学院了，其院长乃是曾经所谓的黄金铁三角之一，78级战魂圣弗莱德，还有一位76级战魂圣赵无极，在魂师学院中也还算不错。邪月点点头，看着唐三身边扶着的2位中年男子，大概率便是独孤博供奉说的弗莱德和赵无极了。此刻唐三就这么默默听着邪月和独孤博交流，脸上的笑意依旧十分灿烂。唐三是吧？看你们这样子，似乎遭遇了什么恐怖的魂兽。这弗莱德和赵无极好歹也是高级魂圣，孟蜀也是85级魂斗罗，不知是什么魂兽啊。嘴唇微动，独孤博那犀利的眼神缓缓落到唐三身上。一听这话，唐三还没来得及说呢，一旁低着头的蛇婆便面露笑意，看着独孤博他们，不敢有丝毫隐瞒。独斗罗冕下，您有所不知啊，刚才我们本来在星斗大森林之中寻找魂环好好的，不知为何那星斗大森林深处的10万年魂兽泰坦巨猿竟然突然出现，这可差点要了我们性命。还好关键时候突然来了2位封号斗罗强者，看样子似乎是昊天宗之人，尤其是其中一人失去了左臂，但却拥有10万年魂环，此人大概率乃是被武魂殿通缉的唐昊。蛇婆说的情真意切，对于独斗罗他还是比较安心的，毕竟他们夫妇和独斗罗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独孤博也不至于对他们夫妇出手，但他可不敢隐瞒丝毫。当蛇婆此话一出，唐三的内心恨不得将蛇婆直接碎尸万段。这个老妖婆关键时候坏他好事，抢走了属于他的魂兽也就罢了，此时此刻竟然还将自己父亲大伯供了出来。若是被面前这位封号斗罗警觉起来，真要直接探查自己，他手中的昊天锤可是藏不住。一旦昊天锤暴露，他唐三绝对是必死无疑。因为当独孤博听到唐昊的名字之后，眼中的杀机可是丝毫不带掩藏的。事实也是如此，当独孤博听到唐昊的时候，他的表情顿时一变。自家楼主和唐昊之间的那些往事，他可是听杨白说过不少。原来如此吗？泰坦巨猿，莫非？独孤博瞬间猜测到，那泰坦巨猿就是小五的那位魂兽朋友了。
见独孤博眉头紧锁，蛇婆更加激动了。独斗罗冕下，不仅如此呢，后来又来了一只天青牛蟒，而且同样也是10万年魂兽，实力之强，那唐昊和另一位封号斗罗似乎都不去其敌手。老妪也是借此机会，方才带着我家老头子和孙女儿跑了出来。有幸得遇独斗罗冕下，想必有独斗罗冕下您在，那10万年魂兽也不敢追来。蛇婆的话很是有一种拍马屁的意味，大家都是人精，谁不喜欢听好话呢？独孤博点点头，此刻他已经可以肯定，那泰坦巨猿和天青牛蟒就是小五的朋友，自家楼主这次的目标。一想到有自家楼主在，独孤博也就不再多想，自己能够察觉的是，自家楼主恐怕早就知晓了。好了，蛇婆，你们夫妇这次能够不死，也算是幸运，就快些离开吧。得到独孤博的命令，蛇婆连忙拜谢，随即马不停蹄，直接带着自家老头子和孟依然快速离去。一旁的唐三见状，同样也是想驾着弗莱德和赵无极离开。就在唐三迈出一步的时候，胡列娜的声音再度响起：“慢着，唐三是吧？那蛇婆能走，你可不能走。”蹭！唐三迈出的脚步瞬间停在半空，缓缓扭过头来看着胡列娜。唐三心中的那股子恨意早已涌上心头，奋力压制住自己的怒意。唐三依旧是陪笑脸看着胡列娜：“阁下您这是何意？我唐三虽然只是一个30级的准魂尊，却也不是什么恶贯满盈之辈，姑娘为何不让在下离开呢？”“妹妹，你这是……”邪月刚想说些什么，自己妹妹就狠狠瞪了他一眼，邪月顿时闭嘴，不再多言。此刻就连独孤博也是眉头微皱，不明白胡列娜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胡列娜毕竟是杨白的弟子，自己也不可能越俎代庖，胡列娜想做什么，哪怕是杀了面前这个小家伙，独孤博也不会出手阻拦。小子，不是本姑娘想做什么，你这家伙可不老实，刚才我们来的时候，本姑娘可是看得清清楚楚，你这家伙看向那老太婆的眼中可是杀意满满，你隐藏的不错，可以百密一疏，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人，正好本姑娘看你不爽，今日你想要走，怕是不容易了。哗的一下，唐三心就沉到谷底，眼神之中闪过一丝冷意。姑娘您说笑了，唐三不是这种背后伤人之徒，想必是姑娘眼花罢了。哼哼，眼花不花可不是你说了算。话音落下的一瞬间，胡列娜便化作一道残影消失在原地，随即就来到唐三身边，轰然一拳落下，唐三直接被轰飞数10米之远。缓缓站起身来，唐三猛地喷出一口鲜血，显然受伤不轻。胡列娜有些疑惑，自己这一击虽然强大，但是一般魂尊都是可以躲开的，而自己面前这个家伙却连躲都不躲，直接像傻了一样站在原地，这可让胡列娜有些吃惊不已。姑娘，我们无冤无仇，又何必苦苦为难在下？唐三此刻外表看来极其凄惨，但他的心中如何作想，就不是胡列娜能够猜测到的了。唐三的想法也很简单，自己虽然被面前这个少女发现了一丝端倪，但只要自己不主动暴露，那位封号斗罗也不会放任这少女滥杀无辜。唐三在赌，因为此刻他除了赌之外没有任何选择。一旦暴露，他知道在一位封号斗罗面前，除了死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胡列娜气愤极了，他猜测这家伙就是装出来故意被自己打中的。怒意之下，胡列娜还想再度逼迫唐三。就在胡列娜要继续动手的一瞬间，邪月一把拉住了胡列娜的胳膊。好了，妹妹，不要疑神疑鬼，还是早些赶回索托城要紧。唐三是吧？我妹妹脾气有些不太好，忍耐一些，你可以走了。闻得此言，唐三激动坏了。此时此刻，刚才受到的伤害似乎显得不值一提。不过唐三依旧没有显得很是欣喜，带着平静的模样，缓缓扶着弗莱德院长和赵无极老师，朝着星斗大森林之外慢慢离去。哥哥！胡列娜娇怒一声，看着缓缓远去的唐三，狠狠地跺脚。没有理会自己妹妹那幽怨的表情，邪月向着独孤博行礼，随即朝着索托城疾驰而去。胡列娜见状也是无奈摇摇头，又不死心看向唐三的方向，唐三已经消失在了他的视野之中。唉，胡列娜也是只能连忙跟上自己哥哥还有独孤博供奉。就在胡列娜他们离开一个时辰之后，唐三的身影再度出现在原地。胡列娜、邪月、独孤博，我唐三记住你们了，今日之辱，我唐三今后必定双倍奉还。紧咬牙关的唐三心中的怒火只有他自己明白，若是父亲在这儿就好了，胡列娜这家伙又怎么敢如此挑衅？此刻唐三又有些怀念自己父亲了。可是此时此刻，唐三的父亲唐昊可不知道这一些。就在叶天辰和大明二明他们离开之后数个时辰，唐昊方才回到一开始和大明二明他们战斗的场地。不得不说，这一点他们父子似乎有些心意相通。看着早已没有丝毫动静的森林，唐昊心情极为沉重。大哥！唐昊有些小心翼翼看着周围的场景，
还是有些心有余悸。若不是他跑得快，一旦被叶天辰抓住机会，唐昊很清楚自己恐怕真的会死。还好有自己大哥在。不过现在唐昊再度来此，心中很明白自己大哥恐怕已经……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唐昊觉得自己应该让大哥得到安息，至少也不能暴尸荒野才是。看着早已被夷为平地的场地，唐昊仔细寻找着，终于就在他以为自己大哥或许没死的时候，在一块坑洼内，一颗被捏爆心脏赫然出现在唐昊眼中。心脏旁边还有一些被瞬间撕裂的黑袍衣物。就算再怎么傻，唐昊也已经猜测到了，这就是自己大哥的心脏。自己大哥经历了些什么？霎时间，唐昊眼中一丝杀意席卷全身，那股深深的挫败感和怒火相互夹杂。自己的大哥。过了好一会儿之后，唐昊终于动了，将那已经被捏爆的唐啸心脏缓缓捧在手中，看着满地的凝固鲜血，唐昊也不敢久待，脚下猛地一震，整个身躯瞬间消失在原地。3日之后，昊天宗山下，一道黑袍身影赫然出现，这正是唐昊。他要带着自己大哥的心脏来到昊天宗安葬。缓缓来到曾经自己和唐啸儿时经常玩的一片山巅，唐昊从怀中取出自己大哥的心脏，看着早已腐烂发臭的唐啸心脏，唐昊不由皱起眉头，不过还是轻轻放在地上，随即脚步一跺，大地瞬间塌陷下去。深深吸了一口气，唐昊将唐啸的心脏放入深坑之中，随即脚步一挥，泥土便将心脏覆盖住。一代昊天宗宗主唐啸，95级封号斗罗强者，最后就落到这个下场。看着远处已经映入眼帘的昊天宗，唐昊心中莫名一股怒火涌上心头，就是怪这些昊天宗长老，若不是他们当初如此无情，自己也不至于流落在外多年，甚至还要忍受武魂殿和摘星楼的追捕。若不是这些长老，自己大哥也不会一气之下辞去宗主之位，最后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该死的长老，你们都该死！怒火包围之下的唐昊眼中杀意不断，冷冷地笑了一下，随即消失在原地，朝着昊天宗悠然而去。昊天宗内，此刻昊天宗的宗主自从唐啸离开之后，便落到了二长老身上。顺理成章的，二长老就成为了昊天宗新一代宗主。这几天，二长老总觉得有些心神不宁。自从自己担任昊天宗宗主之后，昊天宗可谓是一片和谐。他实在是想不出，到底有什么事能让自己不安。不过思来想去，除了唐昊、唐啸兄弟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原因了。唉，昊天宗为何会出了唐啸、唐昊两兄弟啊？两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如此想着，二长老也是无奈摇摇头，朝着屋外而去，轻轻脚尖一点，就来到了昊天宗大殿之巅。看着天边已经升起来的明月，二长老的心绪不宁得到片刻的安抚。就在这时，一道黑影也来到了昊天宗宗主大殿之巅，那正是唐昊。他的气息完全隐匿，看着自己面前的二长老，唐昊认为一起的不幸都起于他。此刻，唐昊的杀意再也忍受不住，手中昊天锤乍现的一瞬间，唐昊高高跃起，第7魂技昊天真身，大须弥锤，炸炸炸！猛然之间，唐昊再度施展炸环绝技。本来上次施展就过去不久，不过还好上次是为了逃跑，并没有消耗太多，现在方才能够再度施展。他要一击必杀，否则一旦昊天宗内其他长老发现围攻他，他可招架不住。一瞬间，当感应到那恐怖气息扑面而来的时候，二长老脑海之中闪过一个名字：唐昊。一股浓浓的生命危机让二长老来不及回头，手中昊天锤同样乍现而出。第7魂技昊天真身，第9魂技昊天一击。来不及多想，二长老直接朝着身后猛地挥出一锤。可是，一切都有些迟了。当他回身的刹那之间，唐昊的巨锤已经从天而降。轰然之间，唐昊手中昊天锤直接将二长老轰飞数百米之远。二长老的身躯划出深深的大沟。看着已经进气少、出气多的二长老，唐昊知道他已经是必死无疑了。大哥，你的仇我一定会给你报。现在，先给你将曾经受的气一点一点找回来。唐昊没有丝毫耽搁，自己刚才已经是勉强施展大须弥锤，要不了一会儿自己便会被反噬。刚才的动静如此之大，昊天宗其他长老恐怕马上就会到来，他只能快些离去。就在唐昊离去半刻钟之后，昊天宗一时之间警钟长鸣，一位位长老连忙朝着二长老这边赶来。当他们看到面前这一幕的时候，都惊呆了。这宗主，数位封号斗罗级别的长老来到二长老身边，而二长老此刻已经说不出话了，口中不断涌出鲜血，颤颤巍巍，口中硬是憋出几个字：唐昊，是他，他来找麻烦了。几个字落，二长老瞬间散气。几位昊天宗封号斗罗级别的长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的惊讶溢于言表。唐昊。一天之后，
昊天宗发生巨变，先是二长老被安葬之后，五长老继承了昊天宗宗主之位，随后五长老直接宣布搬迁宗门，他们害怕唐昊再次出现。此刻唐昊的实力可是拥有10万年魂环的95级封号斗罗呀！随着昊天宗一把大火，五长老带着昊天宗人员直接前往了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就连唐月华也被迫跟着一同前去。昊天宗发生的这一切，此刻远在星斗大森林之中的叶天辰可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也只会轻轻一笑，不放在心上。生命之湖上空，小舞的第3魂环凝聚也已经来到了关键时候，他的第2魂环就已经是千年魂环，第3魂环小舞想要冲击一下，刚好借着生命之湖那浓厚的生命力、强大的恢复能力，小舞也是疯狂起来。此刻他的第3魂环已经凝聚到了4000年年限，但是小舞依旧没有停止自己的凝聚，一道道魂力不断从他的体内涌出，这枚第3魂环的年限也在不断提升着。顷刻之间，这枚魂环便突破到了5000年年限，小舞的身躯也瞬间出现一道道血痕，血丝将他周边的湖水缓缓染红。与此同时，生命之湖也在不断修复着小舞的身躯。不得不说，在星斗大森林之中，生命之湖内，小舞凝聚的第3魂环可以更加肆无忌惮。源源不断的生命之力充斥着小舞的体内，庞大的生命力让他除了需要承受那非人的疼痛之外，并没有太大的危险。如此循环往复，又过了数个时辰，小舞的脸蛋已经涨红一片。他的第3魂环已经来到了6000年，这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再往下，哪怕他是在生命之湖中，也不能幸免。知道自己情况的小舞也不再继续坚持，很快就将第3魂环吸收起来。又是1-2个时辰过去，小舞终于吸收完毕，额头的细汗似乎还没有干透，身上衣物一缕一缕血丝依旧鲜艳夺目。看着小舞的这个样子，叶天辰眉头微皱。小舞虽然只是一只魂兽，但是叶天辰此刻还是觉得有点意思，一般人可不敢这么干。没有犹豫，很快叶天辰便带着小舞和阴黑阳白离去，准备离开星斗大森林。至于大明二明，叶天辰自然不可能将他们带出星斗大森林，也就将他们留在了森林之中。小舞也不担心大明二明会不会受到凶兽们的欺负，甚至对于大明而言，这还是一箭机缘。离开星斗大森林，叶天辰和阴黑阳白还有小舞显然都放松了不少。这次星斗大森林之行，对于叶天辰来说，无疑是圆满之旅。对于传说中的神，叶天辰心中也是有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神很强大，但神也并非就是无敌的存在，一切都有希望。数个时辰之后，叶天辰他们来到了星斗大森林外围地区，只需要再行进1-2个时辰，便可走出星斗大森林。就在此时，距离叶天辰他们10余里的地方，一只千年魂兽正对着自己面前的草丛一阵嘶吼。这是一只幽冥豹，1500年左右的修为，在星斗大森林外围地区也算是实力强横的魂兽了。眼下幽冥豹的紧张模样，显然是有魂师正盯着他。果不其然，幽冥豹头顶的树冠上，一道灵巧无比的身影赫然出现。他的身躯被紧凑的黑色皮衣包裹着，玲珑剔透脸蛋是那样动人心魄。此人便是朱竹清。1年前，自从朱竹清被自己姐姐追杀之后，不得已之下，他便来到了星斗大森林之中。这星斗大森林虽然危机四伏，左右也不过是一些魂兽罢了。人心恶毒，人类魂师可是比魂兽更加危险。进入星斗大森林之后，朱竹清就一直没有出去过，每日待在星斗大森林之中修炼，渴了就饮用山间的泉水，饿了就狩猎一些10年100年的魂兽打打牙祭。1年时间，朱竹清修炼速度明显加快不少，或许有历练的成分，但此刻的他已经来到了30级魂力，想要继续变得强大，他朱竹清便只能自己猎杀魂兽。第3魂环一般都是千年魂环，也正因此，朱竹清才会把目标放在了这只千年幽冥豹身上。幽冥豹速度之快，有些麻烦啊。默默念叨一句，朱竹清也没有放弃自己好不容易找到的魂兽，因为这只幽冥豹可不是全盛状态，他的右腿因为和其他魂兽争夺地盘受伤了。此刻虽然这只幽冥豹依旧死死盯着朱竹清，但他的右腿已经有些颤抖，一抹抹血光格外亮眼。心中暗暗打量了一下，朱竹清也是决定动手了。第1魂技幽冥突刺，唰的一下，朱竹清从高空之中瞬间落下，宛若一道闪电，手中突然乍现一道锐利的锋芒，在幽冥豹眼中不断的放大。这只幽冥豹也不傻，想要迅速躲开，但他的右脚可不支持。无奈，这只幽冥豹只能站在原地，以不变应万变。瞬息之间，朱竹清灵巧的身影一闪而过，幽冥豹也是顷刻之间左爪猛地拍出，轰！朱竹清整个身躯仿佛受到一股巨力，直接将他重重的拍飞出去。落地之后，朱竹清不敢耽搁，径直跳跃来到树冠之上。那幽冥豹
其胸前已经多了一个血洞。反观朱竹清，他其实也没占着便宜，自己的手臂上几道深深的血痕，此刻鲜血不断流出。幽冥豹虽然右腿受伤，速度优势不在，但他毕竟是一只千年魂兽，实力之强也不是朱竹清这个30级的准魂尊可以轻易斩杀的。此刻，这只幽冥豹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处于不利的位置，他的伤势注定不能发挥速度优势，若是再和面前人类魂师耗下去，他可能性命不保。没有犹豫，这只幽冥豹忍着右腿的疼痛，缓缓朝着后面退去，双眼依旧死死地盯着朱竹清，生怕面前的人类魂师突然偷袭自己。嘶吼一声，当幽冥豹推到一定距离之后，突然他不顾自己的右腿伤势，朝着身后星斗大森林深处逃窜而去。见状，朱竹清眉头紧锁着，这只幽冥豹很是聪明，宁愿让自己的右腿今后可能永远废掉，也不再和朱竹清纠缠。该死的幽冥豹，哼，跑吧，看你能跑多远。话音落下，朱竹清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树冠上，朱竹清飞快移动着，眼中此刻只有那只幽冥豹。半个时辰过后，这是一片空地，周围已经没有了树木。朱竹清看着那深深杂草上的一缕血迹，知道这只幽冥豹应该是躲进了面前这片杂草之中。此刻，朱竹清有些纠结，自己之所以敢狩猎幽冥豹，便是一开始哪里拥有树木，自己可以上树躲避，而幽冥豹右腿受伤，压根不可能上树。但是现在，面前这片草丛，自己若是进入其中，恐怕会有一丝不妙。思索一番，朱竹清还是无奈摇摇头。一只右腿受伤的幽冥豹实在是太难得了，他没有别人帮助，想要自己猎杀千年魂兽，这便是最好的机会了。我要找回曾经拥有的一切。随着朱竹清脑海中自己姐姐朱竹云的身影缓缓出现，他恨自己的姐姐为何会如此狠毒，恨自己的父亲，自己的族人为何会视而不见，甚至助纣为虐。如此想着，朱竹清脸上也是露出一抹惨淡的笑容，他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变强，变强。唰的一下，朱竹清就进入了这片草丛之中。草丛之中，朱竹清极为谨慎，每一步踏出，他都紧张到了嗓子眼。慢慢的，他也跟着幽冥豹滴落的一滴滴鲜血，深入了这片草丛。不一会儿的时间，朱竹清就发现自己的前方草丛内大量的鲜血流落地上，就连那片草丛也在不断的抖动着。一眼望去，朱竹清下意识就认为这只幽冥豹躲在了草丛之后。下意识的，朱竹清就想要出其不意，一击必杀。第二魂技，幽冥百爪。陡然之间，数十道利爪合在一起，将那片草丛直接撕成碎片。但是朱竹清瞬间就慌了，前方草丛之中没有丝毫动静，没有自己一开始预料的血光，有的只是满满的寂静。刹那间，正有些疑惑不解的朱竹清突然感受到身后一股狂暴的气息猛然扑来，几乎下意识的，朱竹清便朝着前方纵身一跃。朱竹清的反应速度极快，可是身后那早已准备好的幽冥豹更快，几乎就是刹那间，幽冥豹的利爪深深嵌入了朱竹清后背之上。朱竹清一瞬间只觉得自己后背一凉，紧接着幽冥豹的力量将朱竹清重重拍出，他的后背已经被这只幽冥豹重创了。该死的，竟然如此奸诈！没办法，朱竹清知道今天自己不可能再狩猎到这只幽冥豹了，甚至就连他能不能走脱还是一个未知数。颤颤巍巍站起身来，朱竹清看着幽冥豹，一人一兽就这么紧张的对峙起来。朱竹清不敢直接逃走，因为这样会将后背暴露在幽冥豹利爪之下，而幽冥豹也不敢再继续扑咬朱竹清，面前这个人类魂师可不是那么好惹的，他怕朱竹清还有其他手段尚未使出。不过见血的幽冥豹眼中早已血红一片，他也不会放过朱竹清，他在寻找机会。朱竹清脸上冷汗不断涌出，此刻他需要冷静下来。终于过了好一会儿时间，朱竹清一直高度集中的精神有些涣散。那幽冥豹似乎也看出了面前这个厌恶无比的人类魂师出现了破绽，顾不得自己脚上的伤势，幽冥豹全身力量暗暗集中到双腿之上。轰！突然之间，幽冥豹不再等待，高高跃起的一瞬间，尖牙利齿在血盆大口中闪着一丝亮光，两只前爪锋利无比，顷刻之间就来到朱竹清身前。瞬息之间，朱竹清甚至来不及躲闪，看着立马到来的幽冥豹，脚尖用力一点，同样高高跃起，一把扣住幽冥豹的脖子，带着幽冥豹重重的摔在地上。咔嚓！幽冥豹本来就伤势不轻的右腿直接被空中落下后折断，朱竹清的五脏六腑也是受到重击。可是此时此刻，他根本不能松手，依旧死死地缠住幽冥豹。好！感受到束缚的幽冥豹自然不可能乖乖被朱竹清扣住，他的利爪在空中不断翻滚，一道道银色光芒闪过的同时，难免也会落到朱竹清身上。每一道利爪划过，朱竹清身上都会多出一道血痕。短时间内，
幽冥豹竟然没能摆脱朱竹清的束缚。可是慢慢的，随着时间流逝，朱竹清的体力也在迅速下降着。这只幽冥豹明显感受到这人类魂师有些力不从心，挣扎的就更加厉害了。此刻，朱竹清面色惨白，他知道今天自己大概率会葬身于这只幽冥豹腹中了。一股悲凉的心境顿时充斥在朱竹清脑海之中。就在这时，天空之中4道身影瞬间划过，朱竹清迷迷糊糊之间看到了那是人类魂师的背影。救我！瞬息之间，朱竹清用尽自己全身的力气，用力吼出这一句之后，便不甘地松开了双手，眼神迷离，陷入了昏迷之中。天空之中，叶天辰听到那悲凉无比的求救声，顿时身形一顿。阴黑阳白见状，也是悬浮于叶天辰身边。楼主大人，您这是？阴黑有些疑惑，自家楼主大人这是怎么了？没有理会阴黑，叶天辰的目光从天际落到了下方那一望无际的深深杂草之中。赫然之间，一道小巧玲珑的人类身躯瞬间便映入叶天辰眼帘。此刻，那只幽冥豹已经翻身而起，看着自己昏迷的朱竹清，这只幽冥豹奋力咆哮着，仿佛在释放着自己的那股子憋屈。天际，叶天辰眉头微皱，大概已经知道刚才那声求救应该便是下方这人类魂师发出的。看着朱竹清那小巧玲珑的身躯，叶天辰猜测这丫头大概率只有11、12岁，而感受到那堪堪30级的魂力，叶天辰也是不由惊讶起来。一般魂师想要在这个年纪达到这种实力，那几乎是万中无一。就连小五这种10万年魂兽化形的存在，也不过仅仅突破到魂尊罢了。同时，朱竹清身上的那一道道血痕也让叶天辰轻轻一笑。那千年幽冥豹似乎也不好受，右腿上的伤势叶天辰看不出来，应当不是面前这个小丫头造成的，但是其胸前的血洞应当是这个小丫头的成果。这丫头貌似可不简单，能和这千年幽冥豹战斗这般田地，实属难得。就在这时，阴黑阳白他们也顺着叶天辰的目光看向了草丛中的朱竹清，他们的内心同样也是一震，有些惊讶。刹那间，这千年幽冥豹就要下口将朱竹清彻底解决掉。轰！顷刻之间，不用叶天辰开口，阴黑手中一道刀芒闪过，瞬息之间，上一秒还在张着血盆大口的幽冥豹，下一秒便眼神呆滞起来。轰！随着幽冥豹身躯一道血痕出现，他的身躯直接被阴黑的刀芒破成2半。刷刷刷，4人从天际落下，来到了朱竹清面前。看着面前和自己差不多大小的女孩，小五有一丝颤动，那身上一道道的爪痕，小五不知为何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缓缓来到朱竹清面前，小五将她轻轻扶起，将手指放在鼻息，感受着微弱的呼吸，小五这才松了一口气。楼主，这个丫头似乎有些不简单啊，竟然敢自己面对这千年幽冥豹，这份心智十分难得，假以时日必成大器。杨白斩钉截铁对于朱竹清的评价极高，平日里爱和杨白唱反调的阴黑现在也是点点头。对于朱竹清，阴黑也是极为看好。叶天辰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朱竹清身上那一道道的伤痕，轻轻叹了一口气。世间万物冷暖自知，这丫头能够得遇本座，也是她的福分所致。小五，将她带上，一同返回摘星楼吧。说罢，叶天辰收回目光。此时的朱竹清和在天玄大陆没有遇见上代摘星楼楼主的叶天辰何其相似，当年的他也是在走投无路之际遇见了自己一生的贵人。得到叶天辰命令的小五很快便扶着朱竹清离开了星斗大森林外围，前往了索托城摘星楼。半日之后，索托城摘星楼之巅，昏迷之中的朱竹清眉眼间轻轻一动，不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有了一些意识，原本紧闭的双眼也缓缓睁开。此刻朱竹清身上的伤势经过摘星楼治愈系魂师的治疗，原本身上的一道道血痕早已消失不见，就连曾经在星斗大森林生活的这1年中受到的伤势也几乎痊愈。随着朱竹清迷离的双眼缓缓睁开，映入眼帘的是亭台楼榭，是一阵阵悦耳动听的琴声。陡然之间，朱竹清的脑子飞快转动起来，几乎一瞬间他就站起身来，左右环顾一圈。一直在旁边守着的小五也发现了清醒过来的朱竹清。你醒了，你不必惊慌，若是想要对你不利，你早就死了。小五看着满脸谨慎的朱竹清，也是有些自嘲的说道。听到小五的话，朱竹清原本紧张无比的内心随即有了一丝放松。的确，若是自己面前这人想要对自己不利，他不可能活着醒来。况且仔细回忆一下曾经的一切，朱竹清只觉得自己脑海之中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来自何处，不知道他失忆了。就在这时，楼阁之中的叶天辰也发现了朱竹清已经醒来，手中天魔琴缓缓消失，站起身来，迈着步伐就走出了楼阁。
见到叶天辰的一瞬间，小五心头一震，哪怕知道自己已经算是摘星楼的一员了，小五每次见到叶天辰都有些心有余悸，那是对强者不由自主的一种畏惧。小五拜见楼主大人。小五恭恭敬敬，丝毫不敢有任何松懈，毕竟自家楼主的心思不要猜。楼主听到小五如此一说，一脸懵逼的朱竹清更加不知所措了。他的目光随着小五拜见的方向移动而去，一瞬间便看见了叶天辰那不怒自威的面容。刹那之间，朱竹清内心深处急速跳动，仿佛自己下一秒就会死亡一般。他的眼神开始逃避，想要快些离开这里，可是来到楼阁边缘，看着高耸的云天，朱竹清顿时有些无奈。他刚刚醒来，根本就没什么力气，怎么可能从这么高的地方下去？似乎看出了自己给面前这个小丫头带来了一丝压迫感，叶天辰嘴角开始露出浅浅的微笑。好了，小五，这里暂时没你什么事了，你先下去吧。此话一出，小五有些如释重负，迫不及待就要离开摘星楼之巅。他是想要成为如同叶天辰一样的强者没错，可是他也不想现在天天面对叶天辰那股莫名的压迫感。很快，小五便离开了摘星楼之巅，整个楼阁之中只剩下了叶天辰和一脸紧张不已的朱竹清。小丫头，不必紧张，要知道你面对那千年幽冥豹的时候可是英勇无畏的很，这里很安全，你且放松些便是。听到叶天辰这柔和无比的声音，朱竹清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一些。不过他的疑惑可是一点不少，什么叫他独自面对千年幽冥豹？他知道自己是个魂师，也记得自己的魂技，可是曾经发生的一切他都忘记了啊。小丫头，你似乎有些疑惑，你且说说，本座会给你解答的。朱竹清有些犹豫，不过还是壮着胆子缓缓发问。前辈，您可知我是谁？听到自己面前这个小丫头憋半天就说出了这个，叶天辰有些不知所措。你是何人？你自己不就是最清楚的吗？何必多此一问？莫非你依旧不相信本座？叶天辰的声音顿时冷了下来。闻言，朱竹清知道自己面前这位强者似乎有些生气了。前辈您误会了，我失忆了，我不记得自己是谁了，曾经发生的一切我也都忘记了。听到朱竹清如此一说，叶天辰不由皱起眉头，这丫头也没被那千年幽冥豹伤到脑袋啊？怎么？不过叶天辰仔细看了一下朱竹清那澄澈的眼神，知道面前这个小丫头没有说谎，随即也是有些无语。你是谁？本座也不知道，只知道你是在星斗大森林之中和一只千年幽冥豹缠斗，本座路过之下，也就顺便将你救了回来，仅此而已罢了。得到答案的朱竹清有些复杂，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不过听到千年幽冥豹，朱竹清下意识的就生出一股子杀意。抬起头看着叶天辰，朱竹清依旧有些不死心。前辈，那这是哪里？见面前这个小丫头终于问了自己一些能够回答上来的问题，叶天辰不知为何没有感到丝毫的不满。哈哈，小丫头，这里可是摘星楼，本座便是摘星楼的楼主，你不会连这个都给忘记了吧？我摘星楼在这片大陆，按理说也是有些名气才是。听得此话，朱竹清仔细回味起来，可是脑海之中却并没有出现摘星楼的名字。前辈，摘星楼我也没有听过，兴许也是忘记了。朱竹清说的有些小声，生怕面前这位强者突然生气。叶天辰觉得自己彻底无语了。就在这时，阴黑阳白二人还有独孤博却从摘星楼下突然一跃而上，稳稳落到了摘星楼之巅。我等拜见楼主大人。见到阴黑阳白他们到来，叶天辰也是松了一口气，自己何须亲自去问，让阴黑阳白他们打听不就知道了吗？你等来的正好，这次本座带回来的这个小丫头似乎失忆了，你们务必给我探查清楚她的底细。说罢，叶天辰缓缓看向一脸茫然的朱竹清，意味深长的笑了笑。这个我等遵命。阴黑阳白二人还有独孤博此刻都有些无奈，他们这算是给自己找事儿来了吗？随即他们三人也是露出慈善的笑容，问起了朱竹清一些问题。结果无一例外，和叶天辰一样，没有任何有用的消息。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独孤博突然脑袋一个灵光，姑娘，不知你的武魂是？随着独孤博开口询问，阴黑阳白也好，就连叶天辰都是眼前一亮。是啊，问这么多干嘛？能够在11、12岁修炼到30级的家伙，武魂岂能是一般货色？除非是变异武魂，否则必定能够找到出处。听到面前老者这么一问，朱竹清也是呆呆的点点头，手中随着魂力催动，一道让在场所有人熟悉的武魂映入眼帘。幽冥灵猫，星罗帝国贵族朱家。一瞬间，大家就知晓了朱竹清的来历。尽管还不知道朱竹清到底是星罗帝国朱家的谁，却也已经是快要水落石出了。朱家这一代似乎只有2个女子后代，一个便是族长长女朱竹云，另一个便是朱竹清。
听闻1年前朱家的朱竹清背叛朱家之后离家而去，至今依旧被掌控家族权力的朱竹云通缉。莫非？独孤博的猜测让阴黑阳白点点头，也觉得可能是这样。听到朱家朱竹云几个字，朱竹清顿时脑袋一疼。好了，小丫头，不必多想，不管你是谁，你与本座有缘，且放心便是。我摘星楼可不是小小的朱家可以相提并论的。叶天辰一锤定音，也算是给朱竹清吃了一颗定心丸。缓缓抬起头，看着面前叶天辰，朱竹清直接跪倒在地上。前辈，可以拜您为师吗？听到这话，阴黑阳白还有独孤博率先惊讶住了。这丫头真的是什么话都敢说啊！可是更让他们震惊的是，自家楼主似乎并没有丝毫的嫌弃。看着朱竹清那坚定的眼神，叶天辰微微一笑：“丫头，为何想要拜我为师呢？为了活着。”朱竹清眼神之中一抹伤感划过，随即直挺挺地盯着叶天辰：“为了活着？是啊，为了活着。从今以后，你便是我摘星楼主叶天辰的第一位弟子。曾经一切忘就忘了吧，给你取个名，今后你便叫冷清秋。”轰！